我本是街边流浪的落魄小乞丐，可这天在酒馆门前乞讨时，却被店小二一脚踹了出来，摔在了泥潭里面。周围看客见此，只当作看一场笑话。乱世之中，草芥人命，谁又会在意一个街头乞丐的死活？我挣扎着想起身，可却因为太久没吃东西的缘故，只感觉浑身冰冷，全身没有一点力气，眼前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可就在这时，一个白花花的馒头滚到了我的面前，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身着精致的小女孩。就这样，我成为了她的贴身仆人。也是从这天开始，我的命不再属于自己。10年时间转瞬即逝，小晴子，过来给我洗个脚。午夜宁慵懒地坐在床榻上，她一如10年前那般动人，不过少了些稚嫩，多了几分成熟。来了，很快，我端着一盆温水，恭恭敬敬跪在午夜宁面前，轻轻咽了一口唾沫。怎么，对你主子还敢有想法不成？我错了，大小姐，给晴晴100个胆子，也不敢对大小姐有非分之想。这10年来，我作为午夜宁的贴身奴仆，每日被呼来喝去，早就习惯了。但是我并不愿意。10年前的那场雨，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一饭之恩，无以为报。午夜宁嘴角微翘，轻哼一声，便没再说话。不多时，午夜宁再次开口：“行了，出去吧，本小姐要休息了。记住，别让任何人进来，尤其是我爹。”我点头称是，端着个洗脚盆退出屋外。屋外是一个娟秀的庭院。我收拾完杂物后，拿起靠在墙边的一把木剑，在歪脖子树下练起舞来。这10年，我的生活除了伺候这位大小姐之外，就是习武强身。毕竟保护午夜宁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就这样练了1个时辰，庭院的大门被推开了，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向着午夜宁的房间走去。我心里嘎噔一声，急忙快步拦到中年男子面前：“老爷，大小姐说她要休息，谁都不能打扰，尤其是您。”武承胜脚步一顿：“你小子胆子倒是挺大，我给了你命，你连我都敢拦。老爷给晴晴命不假，但是老爷也说过，只能听大小姐一个人的话。”武承胜双目微眯，浑身散发出威压，不再理会我，继续往里走去。我眸光一沉，直接持木剑横拦。然而武承胜动若雷震，一掌击在我的胸口。我捂着胸口，嘴角一血，以木剑支撑，这才没有倒地。不错，比去年强了不少。如果老爷再执意往前，晴晴就没有明年了。行了，我也不为难你。等宁儿醒来，你让她出来与季家3公子见一面，就当给季家一个面子。季家，我微微一愣，对于这个姓氏略有耳闻。听说数年前有个季家人拜入了仙家，从此整个季家便在信阳城横行霸道，嚣张跋扈。知道了，老爷，我会禀告。随后我恭恭敬敬送武承胜离开。半个时辰后，小晴子进来，屋内传来午夜宁软弱的声音：“来了，小姐，你收拾一下，今天晚上跟我到外面玩去。”啊，老爷说让你醒来后去见一下季家的3公子。季家不认识，不见不见。午夜宁不耐烦的摆摆手，而且老爷吩咐我，大小姐晚上不能出门，因为夜里不安全。听我的还是听我爹的？当然听大小姐的。就这样入夜后，我与午夜宁偷偷翻出了5府高墙，前往了醉仙楼。小晴子，过来和我喝2杯。午夜宁晃了晃手中的御酒杯，面色微红。大小姐你醉了，我不敢答应，警惕地望向四周，这里人多眼杂，喝酒容易误事。醉，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喝醉过，乖听话，再和我喝几杯。咕嘟咕嘟，2口下肚，我只觉得自己喉咙里滚烫滚烫，不由得咳嗽了2声。就在这时，酒桌前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衣着华贵的公子哥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看起来已经醉得神志不清了。敢不敢陪哥哥喝2杯？午夜宁没有说话，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和他一起的另一人急忙拉住他：“快走啊，那可是5府的大小姐，你小子连她都敢惹，莫非是不要命了？走什么走？管他是谁呢？不就是喝个酒而已吗？”午夜宁轻笑了一下：“我可以答应你，但你要和我打个赌。”那公子哥一听这话，顿时兴奋了起来，快步来到午夜宁桌前：“赌什么？咱俩就赌谁的酒量好。如果我输了，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如果你输了，好，我赌。”午夜宁话还没说完，那公子哥便不住的点头。我虽有些放心不下，但还是没办法。就这样，午夜宁与那公子哥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只有我忧心忡忡。很快，午夜宁便有些醉了。我没关紧锁，以我对自家大小姐的了解，喝到此时已是极限。但看那个公子哥的架势，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再这样下去，自家大小姐必输无疑。我伸手将午夜宁的酒杯拦住：“大小姐，差不多了，今天就算了吧。”午夜宁微微诧异，没想到一向乖巧听话的我居然敢擅作主张。我们当主子的人说话，你一个狗奴才插什么嘴？滚一边去！那个公子面色一沉，怒视着我。我并没有搭理他，因为在我的眼里，只需要听午夜宁一个人的话就够了。午夜宁却眉头一皱，忽然起身将手中的酒杯甩在那公子哥的脸上：“怎么跟我家小晴子说话呢？她是我的奴仆，也能容你呼来喝去。”感受到脸上的剧痛，那公子哥算是彻底清醒了过来，看清女子的相貌后，顿时慌了：“武大小姐饶命！武大小姐饶命啊！”见午夜宁沉默不语，公子哥又看向了我。秦公子息怒，小的一时酒醉，说了胡话。午夜宁这才满意，俯视着那个公子哥：“滚！”谢大小姐。那公子哥立马起身，逃离了醉仙楼，真是扫兴。来，小晴子，咱俩继续，看谁酒量好。我自然不能再让他喝下去。大小姐酒量惊人，晴晴自愧不如，我认输。我就说嘛，嘿嘿，本小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醉过。午夜宁得意地扬了扬下巴。小晴子，走，起驾回宫。就这样，我背着她离开了醉仙楼。5府灯火皆灭，所有家丁都已睡下，我背着她回到了寝宫，轻轻将她放在床上。午夜宁这时突然睁开了眼睛：“你醒了，大小姐，要不要喝点水？坐下。”我虽有些疑惑，但还是故作镇定：“大小姐，这是何意？”“小晴子啊，你平时除了伺候我和练武，还做些什么？”“再无其他。”“哦。”午夜宁嘴角扬起一丝弧度：“那你就没有对我有过什么其他情感吗？”我顿时有些慌了神：“大小姐，你醉了，赶快休息吧。”随后我急忙逃出了房间。夜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来到屋顶上看月亮。大小姐她真的会喜欢我吗？我这般想着，很快就自嘲一笑。大小姐是悬在天上的月亮，而我只是地上的尘埃，不过是酒后的戏言罢了。就在这时，我神色一动，皎洁的月光之下，一道金色的残影划过，如同流星坠落。那后面是人，我双目一凝，发现金色残影后面还跟着5个人影，周身散发着光芒，在彼此追
追逐抢夺那道金光，那是神仙吗？他们在追逐什么？我心脏砰砰直跳。神仙都是传说中的存在，像我这种凡人根本没机会见到。那道金光速度极快，很快便没入了信阳城外的大山深处。这些都与我无关，我这辈子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一个尽职尽责的奴仆，把午夜宁照顾好。正当我转身时，一道金光去而复返，动若游龙，直直的冲向了我的后脑。哎呦！我只感觉被一块坚硬的石头砸中，眩晕无比。我揉揉脑壳，看向身后，并没有发现任何人。怪事了，真是见了鬼了！我没想那么多，跃下屋顶，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走没多久，一道发光的身影来到了信阳城上空，徘徊了许久，似乎寻找着什么，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本金色的仙经散开了，每一页都璀璨无比，飘落向天地各处。第二天，我照常早起，为午夜宁准备热水洗漱。10年如一日，奇怪，那个梦到底怎么回事？好像叫什么神经柱，是天经柱啊！突然，我的脑海中响起一个不满的声音：谁在说话？别找了，要不是被别人追来追去烦得很，我也不会进入你的灵池里。不对，应该叫脑子里。什么？我的脑子里？我惊得合不拢嘴，周围什么都没有，可那个声音确实在与我对话。你到底是谁？都说了我是天经柱，我虽有些不太相信，但还是大受震撼。你这么厉害，能不能教我一些功法，让我成为神仙？功法吗？修武成神，得道成仙。我呢？我能成什么？你天经柱顿了一下，你什么都不是，废柴一个。我瞪大了眼睛，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你以为人人都是修行的材料啊？做梦吧！你的灵池不过一隅，快把本天经憋死了。肉身看起来精壮，可惜根骨不行，难成大事。不过你们府上的大小姐倒是绝佳的道仙资质，万年难得一遇，可惜肉体不行，存在诸多弱点。听到这话，我反而想开了，也罢，老老实实做个凡人有什么不好？只要能保护好大小姐，这些都无所谓了。大小姐是绝佳的道仙资质，而我只要能为她尽每一份力就好了。时间飞逝，一晃过去了3天。信阳城外的大山深处传来巨响，绽放出璀璨光辉，同时七彩的霞光不断溢出，将天边映照的神异无比，如同祥瑞将士。一些百姓见状，连忙跪下来叩拜，虔诚无比。然而这只是开端，不过1个时辰，四面八方便都出现了新意，更有未知人物以神兽拉车，从信阳城上空踏过，每一步都如同闷雷，声势浩大，压得城内的百姓喘不上气。吴府内，我与午夜宁也在观望着这一幕。难道是什么了不得的宝物要出世？不过是一处大妖的陵墓罢了，我把他们引过去的。我脑海中响起了天经柱的声音：“你引的。”我内心震惊，没办法，那些老东西太烦人了，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不过宝物嘛，也不是没有，拉倒吧。我心中诽谤，既然是大妖陵墓，必然暗藏着极大的凶险，别说宝物了，命都不一定能保住。又过2日，吴府的大门处传来一阵吵杂声，喧闹不已，似乎有什么人在硬闯。什么人敢来我吴府闹事？午夜宁远远的便听到了动静，秀眉一皱：“小晴子，跟我看看去。”是，我紧随其后。吴府台阶下站着一个风度翩翩、春风得意的男子，手中持着一把玉扇，看起来价格不菲。他的前方几个壮丁试图闯入吴府大门，却被吴府家丁拼命阻拦，退下。就在这时，吴府内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直接将那几个壮丁吓退了数步。季三少爷在我吴府的大门前惹事，未免也太不给吴某人面子了。武成胜缓缓走至门前，语气雄浑，身上自带一股凌厉的气势。季三少爷看到武成胜出来，并不害怕，反而笑道：“府主大人息怒，今天在下是来向叶宁提亲的。我女儿说了，她不想见你，回去吧。府主大人误会了，在下这次并不是请求你，而是通知你。”武成胜眉头一皱，季三少爷看了眼天边的神霞，淡淡一笑：“府主大人也看到了，信阳城外的大山发生异动，各路仙人都闻讯赶至，想必我那拜入仙门的兄长也快回来了吧？什么意思？你在威胁我吴某人？”季三少爷面色一沉：“武成胜，纵然你10岁能斗武，15岁可屠熊，20岁打遍信阳城无敌手又如何？你应该清楚，仙人代表着什么？仙人也不能强迫我女儿做她不喜欢的事。”武成胜背负双手，腰背挺拔，有顶天立地之势，不识抬举。我给你5天时间，亲自将午夜宁送到季府，否则我兄长回来，踏平你吴府。武成胜双目微眯，气氛僵硬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和午夜宁走了出来，这个人竟然踏入了机缘境，还将弱点弥补得七七八八，近乎无缺，看来是得到了不小的机遇。看到武成胜，天津柱有些惊讶，没想到老爷竟然这么巧，我有些心惊不已。闺女，你怎么来了？我听见外面聒噪，便出来看看，原来是有只烦人的苍蝇。季三少爷脸色微变，午夜宁，你不过是有张漂亮的脸蛋而已，真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吗？苍蝇又开始叫了。午夜宁东张西望，似在寻找声音的来源。季三少爷被气得面色发白，指着午夜宁的鼻子：“等我兄长回来，我让你跪在我面前，求着嫁给我。”武成胜压抑着怒气：“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快滚。”“好，很好，你们会后悔的。”季三少爷就算再嚣张，也不敢把武成胜逼急了，只好一甩胳膊，扬长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我紧了紧拳头，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计划。爹，这个季家到底什么来头？武成胜揉了揉眉心，这季家呀，以前不过是信阳城一户落魄人家，自从有人拜入了仙门，便开始招摇过市，短短几年，竟然欺负到我吴府头上来了。他这个仙门厉害吗？武成胜摆了摆手：“这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一个姑娘家操什么心？”一边玩去，午夜宁不为所动，直勾勾地盯着他。武成胜无可奈何，轻笑道：“你就放1万个心吧，就算他那什么狗屁兄长是仙人，爹也能将他从天上扯下来。”“真的？爹什么时候骗我？”午夜宁这才作罢，满心欢喜地离开了。这一日，季三少爷被午夜宁羞辱的消息彻底传开了，成了茶余饭后的一大热点，不少人都等着看好戏。夜里，我悄悄起身，来到午夜宁的房前，听到他弱弱的叹息，不由得心疼不已。大小姐还是把什么事都埋在心里。10年时间，我怎会不了解自己这位主子？随后，我翻出了吴府高墙，向着季府的方向前去。季府里，一个妙龄女子被捆在床上，浑身赤裸，眼里噙泪，口中却被塞了抹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季三少爷手里拿着鞭子，一边抽打，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武叶宁，我让你高高在上，我让你羞辱我，等我兄长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少女眼中绝望，只能不住地哭泣。一番蹂躏之后，季三少爷才意犹未尽地说道：“可惜身材不如武叶宁那臭娘们。”秦晴在屋顶上看着这一幕，心中杀心渐起。不多时，季三少爷叫了几个奴仆，离开了季家，大摇大摆地向着信阳城最大的青楼走去。三少爷，大少爷什么时候回来？一个奴仆小心翼翼地问道。快了，快了，我哥这次回来，谁还敢惹咱们季家？到时候，季三少爷淫笑着，哈哈，到时候整个信阳城的女人都得投怀送抱。那几个奴仆急忙附和，让季三少爷十分满意。突然，拐角处走来一个衣衫破烂、满脸泥泞的乞丐，直接与季三少爷撞在了一起。哪来的要饭的，给我打！季三少爷一把将乞丐推倒在地，拍打自己华贵的衣服，怕沾染上什么脏东西。那几个奴仆不由分说，上去便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乞丐抬不起头。三少爷，这要饭的好像是个瞎子。一个奴仆开口了。瞎子怎么了？继续打。季三少爷不屑一顾。就在这时，那瞎子开口了，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夫眼瞎，心不瞎，看这位公子恐怕身患重疾吧？”重疾？季三少爷似乎想到了什么，面色猛地一变，抬手道：“都住手！三少爷，别听这瞎子胡说，都是些招摇撞骗的把戏。”一个奴仆还欲动手，却直接被季三少爷踹倒在地，不敢再多言。继续说，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重疾来？季三少爷蹲在瞎子面前，威胁道：“如果你说不出来，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那瞎子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季三少爷的当下。什么？季三少爷浑身一震，噔噔噔连退数步，又看向周围的几个奴仆，见他们都是漫不经心地望向别处，吹着口哨，这才松了一口气。季三少爷重新回到瞎子身边，咬牙道：“我凭什么相信你？”瞎子同样不语，指向季三少爷的左腿3寸处。季三少爷面色大骇，他小的时候季家落魄，曾想偷人家东西，结果被打折了腿，如今虽已痊愈，但每逢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痛。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0多年了，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知道这么准确的位置更是绝无可能。此刻看向瞎子的目光不由得恭敬了起来，道：“这位医仙，在下身体确实有些不适，可有医治此疾的良方？你我相撞，便是缘分。”瞎子声音嘶哑，在身上摸索了片刻，而后从破烂的口袋中掏出一个药包，道：“你将此药每日涂抹，7日之后方可见效。”真有这么神奇？季三少爷接过药包，神色大喜。使用此药期间不可同房，否则将前功尽弃，切记切记。瞎子郑重其事地叮嘱着。谢医仙，在下记住了。季三少爷小鸡啄米般点头，对这位医仙深信不疑。待到季三少爷一行人走远之后，瞎子才抹去脸上的泥泞，睁开了明亮的眼睛。除了秦晴，还能是谁？而后秦晴换上黑衣，以黑布遮面，马不停蹄地来潜入季府的前院。那里有一条看门的大黑狗，正龇牙咧嘴地趴在地上。听说跟着季家人无恶不作，还曾咬死过人。秦晴取出同样的药包，将之均匀地抹在一条肥肉上，缓缓接近恶狗。察觉到有人接近，恶狗忽地站了起来，一边拉扯铁链，一边对着秦晴狂吠不止。谁？谁在那？门房里传来季家家丁的声音，似乎要往这边查看。秦晴则急忙将手中的肥肉扔在恶狗面前，顿时那恶狗安静了下来，扑在肥肉上，摇着尾巴吃了起来。奇怪，这老狗发什么神经？见那季家家丁止步，没有前来，秦晴长舒了一口气。如此投喂了3条肥肉以后，那大黑狗吃了个饱，秦晴这才引入夜色，迅速离开。小子，你好话哦，我有点喜欢你了。回去的路上，天津铸剑嘻嘻地说着。他停留在秦晴的灵池里，也算是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只感觉莫名的兴奋，这是无数岁月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哼，既然敢对我大小姐有歹心，就别怪我下手狠辣。秦晴冷声说道，对于想伤害武叶宁的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没想到啊，本天津存在了无数岁月，见过各种逆天的存在，都毫无波澜，竟然会对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产生兴趣。天津柱略有猥琐地说道。很快，吴府便出现在了眼前。秦晴轻车熟路地翻过高墙，回到房间。来到床前的一瞬间，秦晴却是呆住了。武叶宁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侧躺在他的床上。完了，怎么把大小姐给忘了？这下被逮个正着。一瞬间，秦晴的脑海中闪过千万种思绪，呼吸都凝固了，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不过武叶宁并未睁眼，只是传出均匀的呼吸声，看来已经睡着很久了。秦晴缓缓呼出一口气，心道：还好，还有补救的余地。而后，秦晴尝试将武叶宁抱起，送回他的房间，却发现武叶宁白嫩而又不失肉感的大腿正死死夹着自己的被子，月光不偏不倚地照在那大白腿上。这，秦晴呼吸有些急促，无奈之下，只好尽量眯着眼睛，轻轻抬起武叶宁的一条腿。这个过程持续得很慢很慢，整个房间里都很安静，只能听到秦晴砰砰直跳的心脏。喂，只是抽个被子而已，怎么比去继府的时候还紧张啊？天津柱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吐槽：你又不是人，懂个屁啊！秦晴内心咆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秦晴才从武叶宁腿下抽出被子，将他送回了房间。而后，秦晴回到了自己床上，心力交瘁，感觉身体被掏空。天津柱大哥，我继承不了武神，也做不得道仙，有没有什么一口气跑50里地不喘气的道法？秦晴问道。这个嘛，天津柱似乎有些犹豫。不是吧，9天10地，无所不知，不说不晓，无所不能的天津柱，连一口气跑50里地的道法都没有。秦晴揶揄道。
你说什么？本天津最不爱听这话。天津柱哪里受过这种委屈，扬言要让晴晴开开眼。顿时，一连串的金色古字出现在了晴晴的脑海中，每一个都旋转跳跃，仿佛拥有生命，还不待她记忆，便又全部消散了。这是晴晴心惊，她隐隐觉得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具体哪里变化了，又说不上来。这是一篇古老的吐息之法，一口气可行百里。天津柱淡淡的说道，似乎这种功法在他眼里不值一提。一口气行百里。晴晴瞪大了眼睛，立马起身，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顿时一股磅礴而又汹涌的灵气进入了他的五脏六腑，扫去了他身体上的所有疲惫。这么厉害！晴晴握了握拳头，感觉精力充沛，即便几天几夜不睡觉都不会困倦。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天津柱鄙夷，而后说道，这个功法仅限于吐息，并不会让你变强，受伤还是会流血，致命伤同样会死。对于这个收获，晴晴已经很满意了，激动的搓手手道，那什么，天津柱大哥有没有那种？滚！如果天津柱有眼睛，一定会翻白眼。第二天，晴晴照常早起，坐在炉火前为午夜宁烧水，忽地感觉背后一凉，一个阴影投了下来。晴晴转过身来，首先看到的是一双白嫩的双腿，再往上看便是穿着睡衣、身材窈窕的午夜宁。午夜宁双手抱在胸前，眸中似有愤恨之意，冷冷地俯视着他。晴晴吞了吞口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大小姐今天怎么醒这么早啊？还不快快穿上衣服，免得着凉喽！你昨天晚上到哪去了？午夜宁没有理会晴晴的话，只是居高临下的开口，语气中充满威压。啊，晴晴昨晚一直在屋里啊，大小姐一定是睡昏头了吧？晴晴打着哈哈，希望能糊弄过去。恶心！午夜宁银牙轻咬，挤出两个字，眸中流露出深深的厌恶之色。晴晴一愣，并不是因为恶心这两个字，而是她在午夜宁厌恶的神色下看到了一抹深藏的失望，或是失落。晴晴的心脏狠狠抽痛了一下，一些尘封的不好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难道大小姐以为我背叛她了吗？所以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便寻了出来。这些记忆自打进入吴府以来10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午夜宁从来不会不要她，总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一口一个小晴子，一叫就是10年。被人需要的感觉真好。想到这里，晴晴心中突然一柔，笑道：放心吧，大小姐，晴晴永远不会背叛你的，死也不会。午夜宁微微一怔，似乎没想到晴晴会说出这样的话，眸中顿时有些小慌乱，道：你个混蛋，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我问你昨晚是不是出去了？回大小姐，晴晴昨晚确实出去过。晴晴挠了挠头，有种撒谎被戳穿的感觉。不过她决定先隐瞒天津柱的事情，毕竟天津柱太过不凡了，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干什么去了？午夜宁眉头一皱，抬起玉足，将脚后跟踩在晴晴的软肉上，用力一拧。午夜宁的脚很白很细，这也意味着骨感很强。晴晴吃痛，急忙说道：是出去学那推拿之术了。哦，真的？午夜宁双目微眯，同时拧动脚跟，加大力道。死！疼！大小姐脚下留情啊！晴晴急忙求饶。午夜宁看晴晴龇牙咧嘴，冷汗直流，不像是装出来的样子，这才收回了脚丫。临走前，他恶狠狠地瞪了晴晴一眼，道：哼，这次是对你夜不归宿的惩罚，下次再犯，我阉了你。晴晴慌忙捂住下体，点头称是。这一天，晴晴陪着午夜宁在信阳城吃喝玩乐，午夜宁负责嬉戏玩闹，而晴晴负责拎东西结账。但是晴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信阳城中似乎多了许多生面孔。这个人嘛，眼悬进小城，竟然也敢来大坟附近凑热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路过一个人时，晴晴脑海中传来天津铸剑嘻嘻的声音。什么？那个人竟然是修士？晴晴心惊不已，没想到看似平平无奇，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竟然是平时不可能一见的仙人。一路上，晴晴几乎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修行者混迹在人群中，不过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数个金色光点，这也意味着仙人并非不可击败。看来那个大妖的陵墓甚是诱人啊，信阳城注定无法太平了。晴晴心中感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于修行之人亦不例外。这时，信阳城外的那座大山再次爆发了异响，引得信阳城中的百姓纷纷侧目，一些暗中的修士则是神色凝重，因为这次不再是漫天霞光，而是一片黑压压的死气涌出，如同来自地狱。此时的大山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修士，远远望去，如同一个个黑色的小点，面对汹涌而出的死气，皆四散而逃。那些死气凝结成了一朵黑云，悬浮在大山的上空，一些修士不慎触碰到，瞬间灰飞烟灭了，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冰冷与恐怖的杀气。希望不要波及到我们啊！还谈什么波及不波及？那座大山一旦炸开，我等皆化作血土，还是赶紧逃难吧。信阳城内的百姓诚惶诚恐，一些人甚至打算离城避难，想来也非全无道理。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并非空穴来风。随后，午夜宁与晴晴在一处酒楼前遇到了季三少爷和他的奴仆们。季三少爷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道：小妞儿，有了那位高人的帮助，我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厉害。什么高人不高人的，哪凉快哪待着去。午夜宁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像驱赶苍蝇一样。晴晴不露声色地站在午夜宁身后，如同一个普通的奴仆，将所有含义全部隐藏。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兄长已经传仙术至季府，少则3天，多则5日，他将重归故里。季三少爷慢悠悠地说着，似乎想看看午夜宁会有什么表情。听到这句话，路上的行人都是面露异色，
对季三少爷毕恭毕敬。当然，也有不少人看着武叶宁窃窃私语。看来季家那位真的要回来了，这下吴府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没看见武家大小姐的表情吗？哪里像是害怕的样子？是啊是啊，我从未见武家大小姐对谁露怯，恐怕有什么隐藏的手段吧，未必输于季家。武叶宁神态自若，似乎不把季三少爷的话当回事。哼，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季三少爷冷笑不已，领着自己奴仆大摇大摆地上了楼。武叶宁则是带着晴晴继续闲逛。不过此事以后，武叶宁似乎兴致全无，很快便打道回府了。吴府里，武叶宁翻箱倒柜，塞给晴晴一袋自己的珠宝首饰，笑道：“小晴子啊，这些东西够你花一辈子了。如果吴府出了什么事，你就带着他们离开信阳城，走得越远越好。”大小姐这是何意？晴晴不敢接受，将这些珠宝推回。没什么意思啊，只是做好最坏的打算罢了。武叶宁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道：“万一那季家势大，吴府难以抗衡，本小姐只好跪在那季三少爷面前，求他把我睡了。”自始至终，武叶宁都带着笑意，似乎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晴晴眉关紧锁，没有说话。怎么，到时候还想跟着我啊？武叶宁看晴晴愁眉苦脸的样子，扑哧一笑，道：“我才不要！我欺负了你10年，怎么能让你看见我被别人欺负的样子？”武叶宁的声音有些颤抖。晴晴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是啊，面前这个少女可是她最要守护、最想守护的人啊，怎么能云淡风轻地说出这种话？晴晴绝不允许。她安慰道：“大小姐说笑了，老爷武功绝世，谁人不知？纵使那季家的狗屁仙人来了，也不是老爷的对手。”晴晴这番话并非没有根据，自家老爷确实有过人之处，身上的弱点比他见过的所有修行者都要少，那样当然最好不过。毕竟这些珠宝首饰我自己都舍不得戴呢。武叶宁似乎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急忙转移话题。晴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一个跨步做出扎马步的动作，自信满满的说道：“怕什么？如果老爷不是对手，还有我秦大高手呢，看我不将那仙人打得落花流水。”说着，晴晴击出2拳。武叶宁被晴晴给逗笑了，没好气的踢了他一脚，道：“得了吧，你就是个怂奴仆而已，还想跟仙人斗法呀？”晴晴揉了揉痛处，嘿嘿的笑着，心中却是暗自发誓，管他是仙是神，谁要想伤害你，我拼了命也要斗到底。被晴晴这么一闹腾，武叶宁的心情似乎好多了，直言逛一天有些累了，想要休息一会儿。晴晴弯腰称是，正欲离开，却听到武叶宁淡淡的说了一句：“还有，今天晚上来我房间里睡。”晴晴脚步一顿，以为自己听错了，满眼的不可思议。想什么呢你？我睡床，你睡地板。武叶宁觉得晴晴在想些奇怪的东西，顿时皱起秀眉，又赏了他一脚。晴晴不敢乱想，只是晴晴低着头，心里却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要是和大小姐睡同一间房，晚上的计划岂不是难上加难？武叶宁看出了晴晴的为难之意，只是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道：“晚上你若不来，我阉了你。”晴晴急忙点头。夜色悄然而至，房间里晴晴打着地铺，武叶宁则睡在旁边的厢床上，一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异常。唯一不对劲的是，晴晴的脖子上竟然被缠了根红绳，那根红绳又沿着地面来到了武叶宁的床上。月光下，武叶宁将那根红绳紧紧地攥在手中，面色舒缓，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睡得踏实。晴晴欲哭无泪，没想到自己只是一次小小的夜不归宿，主子便患得患失成这样。喂，大小姐，不会以后出门都牵着这根绳子吧？晴晴内心在咆哮。不多时，厢床上便传来武叶宁缓长的鼻息声，想来是睡着了。天津柱大哥呀，有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道法，比如吹一口气便能让人昏睡不醒这种？晴晴在心中发问。其实他也没底，毕竟天津柱神异非凡，被无数了不得的人物追寻，想来应该不会记载这些旁门左道。有啊，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怎么没有？不曾想天津柱很直白的开口，但并没有传授给晴晴的意思。天津柱大哥呀，你要是不教我，今天晚上的计划可就泡汤了。你不想知道季三少爷的最终下场吗？晴晴循循善诱。天津柱陷入沉吟。可恶啊，你小子怎么知道我是这套？最终在晴晴的诱惑之下，天津柱还是忍不住传授了术法。金色骨子印入脑海，而后缓缓消失，这也意味着晴晴彻底掌握了此法。随后晴晴小心翼翼地来到厢床前，心中默念口诀，对着武叶宁吹出一口白气。只见武叶宁秀眉无意识地皱了2下，很快便又舒展了开来，呼吸也变得更加深沉。成了。晴晴心中暗喜，轻轻拨开武叶宁纤长的手指，将红绳取下。整个过程中，武叶宁没有一点反应。做完这一切后，晴晴回到自己的房间，收拾东西，换好黑衣，准备重新潜入了季家。季府中，季三少爷的窗户还闪着光亮，隐约传来靡靡之声。只见季三少爷潇洒地躺在床上，面红耳赤，而他的床前2个妙龄女子正在缠绵。看着这香艳的一幕，季三少爷浑身一阵抽搐，随后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去，滚出去！季三少爷不耐烦地挥挥手，那2个少女顿时如释重负，掩着胸口快速逃出了房间。奇怪，一仙前辈给的药方怎么不管用啊？还是这么快？季三少爷取出晴晴所给的药包，有些怀疑，但很快他就释然一笑，道：“瞧我这脑子，一仙前辈说7天以后才能见效，我这才第2天，急什么？”随后，季三少爷将药包拆开，对着自己一顿涂抹，这才心满意足的点点头，邪笑道：“武叶宁啊，武叶宁，我会让你哭着求我停下来的。”不远处的屋檐上，晴晴冷笑一声，随后
他借着夜色再次藏身在继父的前院，掏出精心处理过的肥肉。大恶狗察觉到异常，照常狂吠了起来，但见到晴晴抛出的肥肉，又忍不住压下狗头吃了起来。真是奇怪了，臭狗这2天怎么回事？老是在半夜乱叫。旁边的门房里传来季佳佳叮不满嘀咕声。晴晴不动声色，继续投喂，感觉恶狗吃的差不多了，这才迅速隐遁。不曾想，晴晴刚翻出继父的高墙，便看到一个身影站在黑暗中，静静地看着自己。一瞬间，晴晴浑身汗毛炸起，第一反应便是坏了，被发现了。然而，那个身影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是淡淡的笑道：“别担心，小兄弟，我对你们凡人的事情不感兴趣。”“你是仙人？”晴晴惊疑不定的开口。那个身影故作神秘，发出轻笑，似乎默认了晴晴的猜想。就在这时，晴晴脑海中传来天津柱鄙夷的声音，道：“不过是一个起临近巅峰的修士而已，也好意思装神弄鬼。”晴晴不动声色地问道：“仙人到此，所为何事？”那身影看了一眼旁边的继父，平静地说道：“因为我的家在这里，所以回来看看。”晴晴瞳孔一缩，一股莫大的危机感涌上心头。继父外很近，这位仙人可是信界？晴晴率先打破了僵局，开口试探。继，那个身影笑了笑：“非也非也，小兄弟误会了，这里乃是我300年前的家，如今不知道更换多少姓氏了。”听到这话，晴晴松了一口气，打算尽早离开，迟则生变。不过我有个问题，你既然肯将那大块的肉食喂狗，何不施舍给信阳城的穷苦百姓？那个身影立身在阴影中，看不到表情，只是有些伤感地说道：“300年前，这里还是个破旧的茅草屋，没想到如今已盖成豪宅大院。”晴晴一愣，很快摆了摆手，道：“不管不管，百姓穷苦与我何干？我的命亦不属于自己。”那个身影沉默，最后叹息一声，转身消失在了黑夜中。我连家都没有，又找谁讨说法去？晴晴自嘲一笑，快速向着吴府而去。第二天一大早，吴府，午夜宁哼唧了2声，迷迷糊糊地拉了拉手中红绳，顿时听见晴晴哎呦的声音。午夜宁傻笑一下，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睡。晴晴则是无奈的起身，道：“大小姐，到晴晴烧水的时辰了，去吧。”午夜宁也懒得睁眼，随手将红绳扔到一边。晴晴苦笑。之后的2天，晴晴白天被午夜宁使唤来使唤去，形影不离，晚上则偷摸地跑出去投喂继父恶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刚开始，季家恶犬看到晴晴还会吠叫2声，再后来干脆叫都不叫了，一到时辰便蹲在那里摇尾乞怜，等着晴晴投喂。与之前逢人就咬的模样比起来，判若两狗。快了，就快了。晴晴凝视着季三少爷的房间，喃喃自语。这一天，信阳城的上空发生了惊变，一个身着红衣、黑发披肩的少年平静路过，只是随意俯视了下方一眼，却惹得无数人心悸不已。为什么我感觉浑身血液不受控制，要破体而出？一个信阳城百姓捂着胸口，面色痛苦。我也是，好难受。有人跪倒在地，呕吐不止。至于一些修士，则是面色惨白，似乎认出了来人，吓得不敢动弹。此人难道是3大邪教之一的万血海老祖？有修士颤声开口，运转修为，勉强抵抗住那威压。万血海远在东海之内，竟然来到了此处，这也太恐怖了。还好这位老祖没有杀意，否则一个眼神，我等恐怕已化为血雾。没想到连这等邪道人物都惊动了，我等还是速速离去吧。大山里的东西不是我等可以窥探的。一些修士萌生了退意，他们逐渐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大山里的东西了不得，已经惊动了老祖级别的人物，而且这只是开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人物倾现此地。好在那个红衣少年并未停留，迈步向着大山深处走去，众人这才得以喘息，大口的呼吸着。天津柱大哥，难道这个红衣之人是天地间的最强者吗？晴晴面色凝重，刚才那短短一眼已经让浑身不适，后怕不已。最强者，这小子确实不弱，但最强嘛，还差得远。天津柱轻描淡写的说着，又补充道：“话说我好像在3000年前见过这小子，当年他还是穿开裆裤的小娃娃。”3000年，晴晴内心震颤，因为那太过久远了。寻常人的寿命不过匆匆几十年，3000年的时间足以让山川易位，沧海成尘。然而那个红衣之人只是少年模样，看起来与他年纪相仿，即使是岁月，也难以在他脸上留下痕迹。3000年后，我恐怕早已化为黄土，不知大小姐是否安康，信阳城是否还在？晴晴若有所失。如此又过了一天，距离季三少爷所给的期限只剩最后一夜，同时这也代表着季家那位拜入仙门的大少爷快回来了。这一天，整个吴府都沉闷了许多，觉得危机将至，更有丫鬟仆人提出要离开吴府，免遭劫难。武承胜没有多说什么，给他们银两，放他们离去。5天时间已过，吴府没有要将武大小姐送过去的意思，看来是要撕破脸皮了。等到季家修仙的大少爷回来，肯定要兴师问罪，踏平武家。不少人都觉得吴府要遭殃了，毕竟面对的是传说中的仙人，那可是能飞天遁地、施展仙法的存在。当然，也有很多人默默支持吴府，为武家祈祷，因为武承胜武艺非凡，却没有欺男霸女、恃强凌弱。可以说，吴府能拥有如今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武，但更多的是因为义。这一夜没有月光，晴晴依旧在午夜宁闺房里打地铺，虽然什么都看不见，却能听到她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声音。大小姐，晴晴自然知道她为何事发愁，不免有些心疼。午夜宁拉了拉手中的红绳，诺诺地问道：“小晴子，你睡着了吗？”
没有呢，大小姐。晴晴回话。陪我聊会儿吧，我睡不着。好嘞。于是两人就在这漆黑的房间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聊到些小时候的糗事，会忍不住发笑，畅想未来时，气氛又变得沉重。就算晴晴50年后须发皆白，老得不成样子了，还是会给大小姐烧洗澡水的。晴晴故意学出苍老的声音。吴叶宁没有回话，但晴晴知道他一定没有睡着。就在这时，晴晴突然说道：“大小姐，晴晴所学推拿之术有力绝助眠的功效，要不要尝试一下？”吴叶宁似乎在犹豫，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警告道：“嘿，黑灯瞎火的，推拿就推拿，可不准乱摸，不然我阉了你。”晴晴哑然失笑，突然觉得自己这位主子有点可爱，明明白天高高在上，不容置疑，夜里却又柔弱无助，怕这怕那。他自然不敢对午夜宁不敬，只是想让他睡个好觉，同时去完成自己最后的计划。晴晴起身，摸着黑来到香床前，一不小心碰到了午夜宁的肌肤，惊得他浑身一颤。由于屋里实在太暗了，晴晴不得不凑到镜前，好确认午夜宁面庞的位置。午夜宁虽然看不到晴晴，却能感觉到她的鼻息正在一点一点靠近，不由得缩紧了身子，心脏砰砰直跳。而后晴晴的口中呼出一口白气，午夜宁顿觉困意涌上心头，神智也逐渐模糊。一道黑影窜出吴府高墙，直奔着季府而去。季府，季三少爷正躺在床上，要不找个女人试验一下？季三少爷自语着，但又转念一想，道：“不行不行，医仙说过要满7天行，可不能前功尽弃了。”而后季三少爷再次取出晴晴给的药包，开始涂抹，脑海中幻想着午夜宁在他身下求饶的场景，不由得血脉奋张，呼吸粗重。另一边，晴晴早已潜入了季府前院，来到老地方与恶狗幽会。恶狗见到晴晴来了，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新主人，也不犬吠，只是急不可耐地坐在那里，吐舌摇尾，等待投喂。晴晴径直来到恶狗身边，蹲下身子，那恶狗顿时往他怀里拱，舔着他的衣服。因为晴晴平时便是从这里取出肥肉，还残留着一些气味。然而晴晴这次是空手来的，那里什么都没有。恶狗顿时急了，不耐地转着圈。别急别急，乖狗狗，马上就有好吃的了。晴晴顺了顺狗毛，语气却是愈发冰冷。随后他来到季府看门人的房前，轻轻敲了几下。谁啊？这个点找我干嘛？一个家丁疑惑地探出头来，还没看清来人，便被一口白气呼在了脸上。咦，我怎么这么困？那家丁摇头晃脑的，感觉眼睛都要睁不开了，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面前。睡你的吧。晴晴推搡一下，那家丁便扑通一声摔在地上，陷入了婴儿般的睡眠。晴晴随即将他拖入房内，在身上摸索一番，找到了狗链的钥匙，并返回拴狗之处。别急别急，我这就带你吃肉去。晴晴一边安抚恶狗，一边打开狗链，恶狗则是不断地吐着舌头，口水流了一地。夜色下，季府家丁大都装模作样，没有人发现那条恶狗不见了。晴晴带着恶狗小心翼翼地接近季三少爷的窗户。嘿嘿，好好看看吧，马上就看不到了。晴晴眸中满是寒意，不再犹豫，直接将大恶狗丢了进去。扑通，大黑影破窗而入，将季三少爷吓得一个机灵。看清是自家的看门狗后，季三少爷顿时怒了，道：“你个畜生，怎么敢进本少爷的房间？信不信把你炖了吃狗肉？”这换做平时，大黑狗肯定不敢造次，然而他连续被晴晴喂了几天后，早已习惯每天吃肉的感觉。恶狗失去了理智，直接扑咬了上去。畜生，你干什么？季三少爷终于想起了害怕，仓皇后退，但为时已晚。啊！凄厉的惨叫响彻这个季府，所有屋子陆续亮起了灯光，守夜的家丁也闻讯赶至，整个季府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晴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将钥匙归于原处，趁着夜色快速离开。第二天，季家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来到吴府闹事，反而是季三少爷命根子被恶狗叼去的消息不胫而走，闹得沸沸扬扬。哈哈，真是活该！那三少爷平时欺男霸女，奸淫无数，以后恐怕有心无力了。之前牵着恶狗到处咬人，现在又被狗咬，这叫什么？这叫做作孽不可活呀！真是大快人心啊！信阳城里大小酒楼都在疯传着这件事，有说有笑，无一人同情。许多人猜测与吴府有关，但是季家的少爷被季家的狗咬了，又能怪罪到谁头上？当然，这个消息也通过晴晴之口传到了午夜宁耳中。什么狗屁三少爷，还想打我的主意？现在好了，遭报应了吧？堂堂武家大小姐在香床上又蹦又跳，高兴得合不拢嘴。晴晴看着午夜宁开心的样子，也发自内心的笑了。不过，你那推拿之法倒是蛮灵验的，我感觉一眨眼就睡着了，都记不清昨晚发生了什么。午夜宁夸赞道。晴晴讪讪地摸摸鼻子，什么是这么开心？就在这时，武承胜走了进来，身姿挺拔，不怒自威。老爷！晴晴恭敬行礼。爹，你怎么来了？午夜宁下床，笑盈盈地挽住武承胜。武承胜若有深意地看了晴晴一眼，道：没什么大事，只是想借用一下你这宝贝仆从。晴晴一愣，没想到老爷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可以是可以，不过我就这么一个仆人，你得快点还给我哦。午夜宁松开胳膊，眨了眨眼睛。武承胜点点头，转身向着屋外走去。晴晴不敢耽搁，紧紧跟上。两个男人来到了吴府的后花园，一前一后的走着。晴晴啊，你入吴府多久了？武承胜问道。回老爷，还有7个月便满11年了。晴晴看着武承胜的脚跟，这么说来，我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武承圣感慨道：“老爷对于晴晴如父如母。”晴晴急忙说道：“呵呵。”武承圣轻笑两声，突然话锋一转，道：“季三少爷的事是你干的吧？”晴晴双目一凝，心道：“对啊，老爷是踏入修行之人，怎么会察觉不到自己出入吴府？”是。晴晴如实回答。武承圣在前面走着，回头瞅了晴晴一眼，笑道：“你对宁儿那丫头也是尽心尽力啊。为了大小姐，晴晴宁死无憾。”这并不是恭维的话，事实上，晴晴每天都做好了为午夜宁而死的准备，也许是死于豺狼虎豹之口，也许是死于仇家暗杀之下，也许死于季家仙人之手。呵呵，10年前的那场雨，我倒是没有看错你。武承圣停下了脚步，晴晴也顿在原地。武承圣转身从怀里取出一张残破的书页，轻轻抹擦上面的古字，道：“这是我武家的传家古经，多亏了他，吴府能走到今天。”而后他将残页递在晴晴身前，道：“从今天起，这张古经就交给你了。”交给我？晴晴内心巨震，那张经书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上面的古字却张狂无比，隐隐透露出一股武艺，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还未被磨灭。这是一张武诀的残页，但并非真正的武诀，而是后人临摹所成。晴晴脑海中传来天津柱的声音，道：“不过嘛，对于凡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老爷！晴晴心有触动，急忙单膝跪地，道：“老爷，这等贵重的古经，怎么能传给晴晴一个外姓奴仆？老爷对晴晴已有救命之恩，若再传古经，晴晴受之有愧啊。”武承圣叹了口气，道：“我也想把它传给宁儿，可宁儿本就是女子身，底子又孱弱，与此经无缘啊。”看晴晴久久不语，武承圣眉头一皱，道：“难道你想我武家的古经失传不成？难道要我这个老爷求你不成？”晴晴浑身一颤，话都说到这份上，他再也没有拒绝的余地，缓缓举起双手将古经接过。武承圣稍微安心，望着远方的天空，交代道：“如果吴府有变，你就带着宁儿离开信阳城，相信有了此法，你一定能将宁儿照顾好。”晴晴一定。晴晴起身，郑重其事地答应下来。与此同时，信阳城的街道上，一个身骑角马、头戴青冠的青年，在一众仆从的接引下，缓缓向着季府的方向走去。那青年神色冷漠，面相刻薄，身上散发淡淡的威压，坐下的角马也很不凡，鬃毛似有灵光，头顶的束角忽明忽暗。大街上有人认出了青年，纷纷避让，躲到远处。酒楼里说笑的食客看到青年从门前经过，也是面色大变，低头吃喝，不敢吭声。很快，整个信阳城都没有人再敢议论季家了，因为季家出去修仙的大少爷回来了。季府内，季三少爷躺在床上哭爹喊娘着，他的下体裹满了纱布，看起来格外凄惨。季家家主、季夫人、季二少爷都围在床边，当然还有焦头烂额的老医师。大夫，你快救救我儿吧，我儿的命根子一定要保住啊！季夫人身材肥硕，扯拽着老医师的袖子，撕心裂肺的恳求。夫人，不是老朽不救，实在是那狗。老医师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不敢再说下去了。啊！听到这话，季三少爷的哭嚎声更甚了。行了行了，不就是少一块肉吗？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是吧？季家家主神色阴沉，觉得心烦不已。你说什么呢？那可是你亲儿子啊！季夫人不乐意了，也跟着哭起来。一时间，整个季府都是这娘俩的哭声。爹，那黑狗平日被拴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疯呢？季二少爷开口，我也不知，管钥匙的家伙正在被拷打，相信很快会有个结果。季家家主沉声说道。这时，一个奴仆走了进来，俯身道：“老爷，大少爷修仙回来了。”什么？永儿回来了？季家家主面色一喜，也不管这三儿子了，快步离去。季家庭院里，季勇听着其此彼伏的嚎哭声，皱起了眉头。季家家主满脸堆笑的走了出来，搓手道：“勇儿啊，你可算回来了，爹想死你了。”父亲，何人在家中哭泣？如此聒噪。季勇骑于马背上，并没有表现得多亲热。哎，勇儿有所不知，就在昨夜，你三弟遭了祸害，你娘正伤心呢。季家家主叹息一声，随后将事情的原委讲明。季勇在马背上听完这一切，平静地说道：“父亲，把那个看管钥匙仆人带过来见我。”好好好，都听勇儿安排。季家家主陪笑，朝旁边仆人使了个眼色。不一会儿，一个浑身是血、披头散发的仆人被拖了过来。那仆人看到季家家主，急忙起身磕头，哭喊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那狗真不是小人放的，小人是冤枉的啊！”季勇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问道：“昨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小人昨晚在看门，不知不觉睡着了，后面的事情小人全不知情啊。那仆人不断的磕头，磕得皮开肉绽，满脸是血。季勇看了眼坐旗头上的束角，并无异常，淡淡的说道：“父亲，他没有说谎。”什么？难道另有其人？季家家主神色一变，尴尬看向那个已经成人样的仆人，道：“滚滚滚！谢老爷不杀之恩，老爷明察秋毫。”那仆人连忙起身，连跪带爬的离开。父亲，那条伤人的恶犬现在何处？季勇又问道。早就被乱棍打死了，正准备埋呢。季家家主愤然，带我去看看。好好好。季家家主笑着点头，为季勇牵马。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狗尸旁。季勇下马，将手掌对准狗嘴，顿时一团迷蒙的灵力涌入其内。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季家家主疑惑，同时对季勇的仙法啧啧称奇。血腥味里夹杂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是一种很多年前穷人才会使用的香料。季勇眼中闪过寒芒，穷人？难道是那些穷困潦倒的恶民干的？季家家主愣在原地，因为季府已经富顺多年，家中早就没有了那种东西，肠子里还有一些肥肉的残渣，上面附着了大量的香料。季勇皱眉问道：“父亲可曾给他喂过肥肉？”“没有，一个看门的畜生而已，哪有这种资格？”季家家主连忙摇头。奇怪，既然是穷人，哪来这么多肥肉呢？季勇神色冰冷，一瞬间便将范围缩得极小。我先去看看三弟吧。季勇起身，向着传来哭嚎的房间走去。季家家主也快步跟上。房间里见到自己的大哥回来了，季三少爷又是涌出了眼泪，嚷嚷道：“啊，大哥，你一定要替三弟报仇啊，把那个放狗之人碎尸万段啊！”季夫人则是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道：“勇儿啊，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年轻，真是让为娘羡慕啊！大哥，季二少爷也是动容。”季勇微微点头，对着床上的季三少爷说道：“三弟，昨晚之前可有人给你什么东西？”季三少爷面色微变，支支吾吾地说道：“没有啊。”季勇眉头一皱，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威压。有倒是有。季三少爷慌了，眼神躲闪地说道：“几天前小弟身体不适，正巧遇到一位医仙前辈，便求了个药包。”“医仙？把那药包给我看看。”季勇背负双手，语气不容置疑。好。季三少爷将那药包拿出，颤颤巍巍地递给季勇。季勇将药包放在鼻尖闻了闻，神色顿时阴沉了下去，直接将药包甩在墙上，斥道：“愚蠢！”药包散落而开，白色的粉末洋洋洒洒。大哥，你这是何意？季三少爷被吓得面色苍白，其他几人也在这股威压下不敢说话。我看你是活得太滋润了，连以前吃过的香料都忘了。季勇压着怒气，觉得颜面尽失，一包香料就将整个季家耍得团团转。香料！季三少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万没想到自己竟然将香料抹了5天5夜。武家，一定是武家干的。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发疯一般喊叫起来：“武家有何根据？”季勇神色一动，在他未入仙门之前，吴府便是信阳城赫赫有名的存在，如今隐隐明白了一些端倪。我想强娶吴府那臭娘们过门，他们被逼急了，便出此阴招。季三少爷咬牙切齿。季勇目光闪烁，虽然强娶女子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自己亲弟弟命根子被狗叼去，同样是他不能容忍的。我会亲自去吴府走一趟，如果确有此事，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季勇阴森森地说道。吴府内，秦晴已经回到了午夜宁的房间，不过午夜宁是坐在厢床上，而秦晴则是跪在他面前。我爹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午夜宁用红绳拴住秦晴的脖子，将她拉到近前，开始逼问。老爷让秦晴以后跟着他习武。秦晴装出面色涨红，喘不过气的样子，毕竟他有天金柱传授的吐息之法，一口气可以用很久。不过他不能将武成胜的话如实相告，那样只会徒增午夜宁的忧虑。可以啊，小晴子，学会撒谎了。午夜宁眸中闪过狠意，将红绳勒紧。以他对自己亲爹的了解，不能让他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大事。秦晴不敢撒谎。秦晴面露痛苦之色，他所说的也不全是假话，那古经确实是用来习武的，是武家的立足之本。然而午夜宁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直接抬起纤纤玉足狠狠踩了下去。死！秦晴浑身一颤，这次可不是装出来的。10年来，午夜宁的脚一直是他难以抵抗的利器。哼，看我的手段硬，还是你的骨头硬？午夜宁神色狠厉，脚下暗自用力，不断蹂躏秦晴脆弱的部位。大小姐脚下留情，秦晴说的都是真的。秦晴疼得面色发白，额头直冒冷汗。午夜宁心中自有分寸，看秦晴疼痛难耐的样子，不由得秀眉微蹙，脚下的力道也松缓了几分。真的吗？午夜宁半信半疑。千真万确。秦晴露出感激的神色，心中却在暗自咬牙，道：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惩罚一下大小姐的弱点。据他所知，午夜宁身上存在很多弱点，包括那双晶莹的玉足，就他了。秦晴打定主意。午夜宁凝视了秦晴片刻，甩开手中的红绳，冷冷的道：起来吧。秦晴顿时如释重负，大口的喘息着。之后午夜宁也没什么事情吩咐，秦晴索性在庭院里参悟起武成胜所给的五诀残液。他心中默念那些古字，竟觉得自己血液循环的速度在加快，身体的温度也急剧上升，不受控制。他的眼中那些古字仿佛活了过来，演化成一个个动作，或拳或腿，跃然于残液之上，蕴含着蛮横而又霸道的气息。天金柱大哥，这五诀到底是来头？秦晴心惊不已，逐渐意识到这张残液的恐怖之处。五诀嘛，不过是从我身上散落出去的一篇修行功法而已，修到极境有通神的可能。天金柱淡淡的说道。通神？秦晴内心震撼，毕竟仙神之说太过遥远了。武道可通神，道法可登仙。接触了天金柱这么久，秦晴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他知道哪怕修行者也是以仙神为目标。同时他的脑海中回想起那个奇怪的梦境，一本神异经书散开了，每一页都金光灿灿，飘落向天地各处。这么说，天金柱大哥岂不是知道完整的五诀？秦晴内心有些兴奋。天金柱当然知道秦晴所想，直接打击道：你根骨不佳，就算有完整的五诀，也最多走到机缘境巅峰，难以再进一步。
随后，天津柱提到了武承圣，道：“你们府主是凭借天资才踏入机缘境的，可惜残业上缺失太多，不然他将走得更远。”不试试怎么知道？秦晴不信邪，情不自禁迈开脚步，让自己的身体随着那股张狂的武意而动，尽情舒展。脚下的落叶也被秦晴的一招一式所牵引，随着他的身体左右席卷，看起来格外神异。但是很快，秦晴便皱起了眉头，动作变得僵硬起来。只听他体内骨骼传来轻微的异响，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感，疼得他冷汗直流。那些汗液刚一冒出，便被体表滚烫的温度蒸发，化为白色的水汽，升向高空，让秦晴周围变得云里雾里。又坚持了几息之后，秦晴被迫停止了动作，因为他感觉到了危机，如果继续修行下去，有骨裂而亡的风险。哎，我的根骨果然不行，但修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会再次尝试的。秦晴心中自语，有些失落。万事开头难，这是修武的第一个境界，机缘境对于根骨的要求很高，哪有那么容易踏入的？天津铸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不过秦晴的身体并非全无变化，气血比之前更加旺盛了，肌肉也在升温后变得紧实。秦晴紧了紧拳头，觉得充满力道。就在这时，庭院外传来嘈杂不堪的声音，有些东西被摔碎了，有的脚步则在快速奔跑。秦晴疑惑地开门，只见一个个仆从、丫鬟都神色慌张，带着包裹行李，如同逃难一般离开。怎么了？吴叶宁从后方走来，皱着眉头。秦晴将一个丫鬟拦下，询问因果。那丫鬟眼神躲闪，又急又怕地说道：“大小姐，季家的仙人带着仆从杀上门来了，您也快点躲避吧。”季家？秦晴神色一变，心道：难道自己放狗的事情败露了？对不起了，大小姐。那个丫鬟也不等武叶宁开口了，一咬牙，快步逃离。秦晴转身等待武叶宁的指示，同时他的心里也在急速思考对策。武叶宁神色凝重，大步向庭院外走去，道：“走，帮我爹去。”是。秦晴紧紧跟随。吴府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人马，皆是继父的壮丁，气势汹汹。为首的青年身骑神翼角马，气宇轩昂，头上青冠熠熠生辉，不像是凡物。季大少爷修仙而去，远走数年，一回来便登门吴府，吴某人真是受宠若惊啊！武承圣独当一面，迎风而立，面对季勇谈笑风生：“大胆，你可是在和谁说话？面对我季家仙人，还不跪下叩首？”季勇身边一个季家奴仆向前一步，出言呵斥。今日之前，他看到武承圣还得点头哈腰，退避而行，如今竟然狂吠起来。武承圣双目一凝，一股无形的势涌出，霸道而猛烈，将那仆人吓得哆嗦，躲在季勇马后。吴府主好大的魄力，都这种时候了，还能笑得出来？季勇端坐于角马之上，浑身散发威压，将那武艺化解。吴某活了数十载，见过太多的风浪，有何不能笑的？武承圣淡淡开口：“哼，我三弟昨夜生了变故，想必吴府主再清楚不过了吧？”季勇冷声质问。季三少爷的事，吴某略有耳闻，不过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罢了。武承圣背负双手，并无惧意。你大胆！季勇身后的奴仆纷纷色变，又惊又怒，没想到自家大少爷亲自登门，武承圣居然还敢口出狂言。爹！吴府内，武叶宁也赶了过来，看到门外这剑拔弩张的架势，不由得心急起来。不要出来，此事与你无关。武承圣一声厉喝，武叶宁顿时止步在门内，不敢再进一步。大小姐别着急，相信老爷。秦晴出言抚慰，同时暗中观察季大少爷的弱点，希望能帮到武承圣。只见季勇的身上浮现出多个金色光点，遍布在人体脆弱的部位，左侧肋骨有一处极为明显，与其他弱点相比更加致命。庙小妖风大，肉身与你无异，近乎凡体，修为不过启灵境小成而已，也敢妄自称仙？天津柱甚是不满。如果吴府与此事无关，可敢让所有家丁出来当面对证一番？另一边，季勇神色阴沉，瞥了一眼远处围观的众人。他自视甚高，却也隐约察觉到信阳城中多了许多修行者，有些更是深不可测，所以不敢太过蛮横。武承圣双目微眯，但还是说道：“有何不敢？”不一会儿，吴府还未逃离的家丁全部来到府外，约莫10几人，有男有女，站作一排。秦晴从武承圣身旁经过，小声说了些什么。武承圣顿时面露惊容，但很快恢复平静，点了点头。而后，秦晴也来到近前，与吴府一众家丁站在一起。季府昨晚发生的事情，可与你们有关？季勇驾着角马，居高临下，缓缓从这家丁面前经过，每经过一人，角马头上的束角便闪烁一下。我等并不知晓。吴府家丁皆是摇头。很快，那角马便来到了秦晴的面前。束角闪烁的瞬间，秦晴内心一震，他感觉有股怪异的力量，如同朦胧的雾气，直逼心神。别急，一匹小马而已，我传你几句简单的静心诀，可破此局。天津柱轻描淡写的说道。这一刻，10几个金色的古字浮现在秦晴脑海中，组成玄妙的口诀，又快速消失。秦晴急忙在心中默念它们，顿时那些古字如同定海神针，让秦晴神志清明，云雾尽散。不知。秦晴摇了摇头，神色坦然。很快，季勇便一一从10几人面前经过，他看着身下的角马，不由得皱起眉头。难道真的不是吴府所为？季勇心中自语。然而，就在束角指向武承圣的一刻，变故发生了，其上明暗骤停，随后又剧烈的闪烁起来。武承圣面色一变，没想到这角马如此厉害，连他心中的想法都能窥探一二。秦晴心里也是咯噔一声，暗道不妙。武承圣还说与你无关。
季勇猛地看向武承胜，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是吴某做的又如何？想强娶我女儿，总得付出点代价。武承胜腰背挺拔，神色平静，与季勇对视。事已至此，他也不再遮掩，大大方方地承认：爹，怎么会？吴府内，午夜凝难掩惊容。武承胜，你让我弟弟少一块肉，我让你用命来偿还。季勇怒不可遏，身子一动，竟凌空而起，浑身威压如同狂风呼啸，卷得沙石飞舞，自高处俯视着武承胜。他身后的奴仆看到这一幕，连忙跪下叩首，口中不断惊呼道：大少爷真乃仙人，大少爷仙法无边。远处围观的信阳城百姓也是神色大变，因为季家真的出了位仙人，可以飞天遁地，搬山移海，这以后谁还敢忤逆他们的意愿？此事乃吴某一人所为，与其他人无关。武承胜向前一步，武艺腾起，袭上高空，与季勇对峙。借着这个机会，吴府一众家丁慌忙逃回院内，秦晴也回到武叶宁身边。秦晴见武叶宁面色发白，身子也有些僵硬，急忙将他搀扶道：放心吧，大小姐，方才经过时，老爷与晴晴说了，他有一战的把握，叫大小姐不必担心。感受到肩边传来的力量，武叶宁情不自禁地靠了上去。秦晴服侍了他10年，从未在需要的时候离开过，此刻也感觉稍微安心，点了点头。哼，你以为掌握了一些无名无派的武道，就有了与我谈判的资格吗？高空上，季勇冷笑着，抬手间击出一道锋利无比的神芒，向着武承胜斩去。围观的信阳城百姓都是大惊，毕竟那可仙人的术法不是凡人可以抵抗的，动辄将尸骨无存。一些胆小之人甚至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然而武承胜不退反进，一拳轰出，周身武艺蔓延，拳劲如龙腾虎跃，竟然将那神芒震得粉碎。什么？仙人的术法消失了？我没看错吧？所有信阳城的百姓都惊呆了，因为这颠覆了他们常识，武承胜竟然以肉体凡胎与仙人的术法对抗。信阳城中一些隐藏的修行者看到这一幕，都是双目一凝，若有所思。他们知道每一个境界之间都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想要跨境界争斗，难于登天。以机缘境的修为对抗启灵境小城，倒是有点意思。这种情况，要么是所修武道差距太大，要么是得到了天大的机缘。我观那个中年男子所显露的武艺，倒是有点像中原古世家武家。你是说与剑神宗、幽冥峰、天运圣地等齐名的武家吗？不可能，不可能，武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他们都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并没有出手的意思。毕竟大山深处的机缘未出，他们不想在此地惹上麻烦，浪费精力。高空中，季勇神色难看，他拜入仙门，一走便是数年。本以为这次回来可以在信阳城中留下传说，不曾想刚一出手便被武承胜抵挡。可恶，凭什么？你最多不过机缘境，凭什么能震碎我的术法？见下方众人指点议论的样子，季勇觉得颜面尽失，一连击出数十道神芒，纵横交错，向着武承胜斩去。快跑啊！距离武承胜较近的季家奴仆害怕不已，都四散而逃，恐被波及。武承胜神色一凛，不敢大意，先是龙行虎步，躲开几道致命的神芒，而后腰背弯如弓，一跃而起，竟然登上高天。什么？这还是人吗？信阳城中的百姓大骇，仰头观望。他们只听说吴府府主少年成名，可与巨熊决力，没想到一跃竟有10几米高，这已经超出了凡人的范围。难道吴府府主也是一位仙人？众人面面相觑，难掩心中的震惊。高空之上，季勇神色一变，没想到顷刻之间，武承胜竟然接近到了足以威胁他的位置。你脚下无处借力，竟然敢与我争空，找死！季勇语气冰冷，眉心灵池中涌出滚滚神力，将他全身包裹。轰！两人对拼一拳，爆发出不小的动静。武承胜自高空中反落下来，脚步踉跄，噔噔噔连退数步，每一步都在地面留下塌陷。这谁赢了？肯定是季家那个仙人啊！立于高空中已经是不败之地了。我看不是立于高空，是不敢下来吧？信阳城中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难以判断。爹！武叶宁面露忧色，想要冲出去搀扶武承胜，却被他伸手制止。爹没事，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施展过全力了。武承胜的手臂微微颤抖，毕竟季勇是启灵境小城的修为，与他的神芒对拼，比想象中艰难得多。至于季勇，同样好不到哪去，虽然看起来无恙，但整条手臂发麻，近乎失去知觉。武承胜，你修的到底是什么武道？季勇咬牙切齿，因为武承胜的武艺太强了，竟然可以跨境界与他争斗，如果近身搏杀，甚至有落败的风险。切！秦晴的脑海中传来天金柱不屑的声音，道：什么不入流的术法，也敢碰此本天经中散落出去的武道？难道武道就不能飞天吗？面对御空飞行的对手，未免太过吃力了吧？秦晴心中询问，从刚才那一击足以看出，武承胜受挫的最大原因就是难以御空。如何不能？只要踏入击古境小城，肉身便可与天地相感应，到时候无需术法也可登天。天金柱解释道：原来如此。秦晴若有所悟，还想追问碰瓷是什么意思，武承胜的身影已经再次动了起来。只见武承胜气血旺盛，斗志昂扬，一步跨出，袭上高空，欲与季勇近身搏杀。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季勇不再给武承胜近身的机会，将术法催动到了极致。一时间，漫天神芒纷飞，携带着恐怖的威势，将武承胜逼得坠落下来。信阳城中的百姓都屏住了呼吸，能亲眼都看到仙人斗法，心中震撼不已。随后，
武承圣多次尝试近身都无功而返，反而自身背划出了一道道血痕，看起来格外狼狈。哈哈，武承圣，你真以为能与我作对吗？季勇张狂地大笑着，不再留有余地，术法神通如水银泻地，将武承圣笼罩在内。这是仙威啊，谁人能挡？太恐怖了，看来武家要落败了。信阳城的百姓面露惧色，一些修行者暗自摇头，觉得大势已定，毕竟跨境界征杀太难了，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然而武承圣怡然不惧，逆势而上，浑身气血如同燃烧起来，大开大合之间，武艺节节拔高，直冲云霄。什么？吴府主疯了？这与送死有什么区别？众人都是惊呼，看武承圣的身影被淹没在漫天术法之中，如同飞蛾扑火。午夜凝靠着琴，袖拳紧握，骨节发白。哼，找死！见武承圣放弃了防守的姿态，全然不顾地冲将过来，季勇眼中闪过狠厉之色。随后他双手捏印，施展宗门的最强术法，霎时间所有神芒汇聚在他胸前，凝成一个起点。那个起点看似微弱，其内散发的威势却比之前陡增了数倍不止，足以将武承圣一击必杀。去吧！季勇大手一挥，那个起点不再稳定，快速放大，向着武承圣杀去。这番功夫，武承圣已经飞身到了季勇近前。就在众人都以为他要败在这一招下，喋血高空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武承圣身形扭转，充斥着武艺的拳头突然改变了方向，呈螺旋状向着季勇左侧肋骨击去。什么？这一瞬间，季勇头皮发麻，汗毛耸立，也不知为何，竟然感觉到死亡在逼近。眼看武承圣的拳头就要呼啸而至，季勇不得不将起点铺展开来，转攻为守。然而武承圣这一拳是蓄谋已久的，快、准、狠，霸道不已，现在防守已经太迟了。不！季勇满眼恐惧，躲避不及，将要被武承圣的拳头砸中。蓦然间，季勇头顶的清冠震颤了一下，其内垂落下丝丝神力，将他庇护在内。轰！武承圣的拳头与清冠中垂落的神力碰撞在一起，声势浩大。余波散去，武承圣再次从空中反落回来，整个右臂的衣衫都被震碎了，露出血淋淋的胳膊。他望着高空，面色凝重。刚才发生了什么？怎么一下反差这么大？吴府主要将仙人从9天之上扯下来吗？信阳城中围观的百姓相视两眼，皆看到了彼此目中的惊骇。因为季勇虽然立于高天，却尽显颓势。此刻的季勇面色煞白，仿佛从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即便有清光护体，依旧摇摇晃晃，差点从空中跌落下来。不对劲，他是怎么做到的？仿佛突然击到了要害，难道是巧合吗？如果不是那件法宝庇护，天上之人恐怕已经殒命。一些修士也是难以平静，他们感受的最真切，原本处于上风的季勇，顷刻之间便落入了绝境。季勇立于高天，粗重地喘息着，再看向武承圣时，只感觉后怕不已。就在刚才，宗门赐他的保命清冠竟然自行运转了出来，这也意味着那一拳足以要了他的命，而这个保命清冠只能使用一次。可恶！季勇脸色阴晴不定。事到如今，他真正体会到了死亡的威胁，内心生了怯意，但当着信阳城一众百姓的面，又不好败退下去，只得僵在天空中。看来这一战，老爷胜了。午夜宁身边，秦稍微松了一口气。他观季勇已经失了战意，而自家老爷自幼习武，身强体壮，胳膊上的伤势不会影响到大局。然而秦还没来得及高兴，面色又是一僵。只见天空之中，两男一女由远及近，男子潇洒出尘，英武不凡；女子相貌柔美，清新脱俗。仙人，又来了3个仙人，他们与大少爷穿着相同，看来是出自同一仙门。姬家的奴仆们大喜过望，得意地望向周围。信阳城中的百姓凛然，他们本以为继武之争只是2个凡俗家族的纠纷，现在看来超乎了他们的想象。武承圣面色沉重，如果只是一个季勇，难不倒他，但如今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高空之中，那3人风度翩翩，有说有笑，很快来到了季勇的近前。季师弟，何故在此逗留？师父唤我们去大山那边。为首的青年温文尔雅，透露出一股书生气。回大师兄，这里乃是师弟的故土，本想回来看望，不料季勇面露难色，似有迟疑。不料什么？季师弟但说无妨。另一个少年发问，他的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不过15、16岁的样子，却有帝王之相。不料有穷凶极恶之人，仗着武力横行霸道，更是施展毒计，断我3弟的子孙。季勇越说越激动，身子都颤抖了起来。听闻此言，3人都是皱眉。什么？在我赵国的疆土之内，竟有此事？那个帝王像的少年似有怒意，语气冰冷。哎，少皇子有所不知，信阳城太过偏远，所以常有家族势力藐视皇权。季勇愤愤不平。季师弟，我们相助于你，速速将恶人斩除，然后到山中与师父会合。那个女子开口了，声音动听，面容温婉，如同高贵的仙子。师姐，真的吗？季勇面露欣喜之色，在这几个人面前毫无仙人的架子。自然是真的，我作为轩灵宗的大师兄，怎能不助于师弟？为首的青年神色和蔼。我乃赵国皇子，自己的国家出了这种恶人，岂能坐视不管？那个被称作少皇子的少年踏前一步，浑身散发出威压，同样是启灵境小成。谢各位师兄师姐。季勇连忙弯腰行礼，恭恭敬敬。而后几人都将目光转向了下方的武承圣。我乃赵国皇子，你既然为赵国子民，还不跪下叩首？赵皇子率先开口了，神色傲然，居高临下。啊，
你若诚心悔改，我可告知父皇，为你减轻刑罚。是皇子殿下，皇子殿下既然来了，参见皇子殿下。信阳城中的一些百姓闻言，纷纷跪地朝拜，不敢直视。哈哈，武承圣不怒反笑，笑得张狂，道：你既为赵国皇子，理应心怀百姓，何不见世道炎凉，命笔草芥，反而听信小人？赵皇子面色一变，道：大胆！赵夺繁盛，金砖玉瓦，何来世道炎凉？你这种穷山恶水的刁民，罪该万死！随后他不由分说，挥手间甩出数道神芒，向着武承圣击去。武承圣双目一凝，闪转腾挪，但有些避无可避，只得以拳头硬汉将之整碎。怪不得如此张狂，原来是得了些武道。其他几人见状，相视一眼，也决定加入。随着几人居高临下，连番出手，纵使武承圣武力惊人，也只能苦苦支撑。很快，武承圣便被击得血痕累累，衣衫破碎。这么多人对付一个，未免太过欺人了吧？信阳城中一些修士皱眉，他们出自同一宗门，背后可能有更大的势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更多的人选择旁观。爹！武叶宁眼中涌泪，想要冲出去帮忙，却被秦晴死死抱住。大小姐，那里太危险了，去不得呀！秦晴尽力阻止。武承圣于百忙之中抓住空隙，朝秦晴使了个眼色。他知道自己恐怕撑不了太久，唯一的念想救女儿可以平安离开。秦晴自然明白武承圣的意思，刚想施展沉睡咒让武叶宁冷静下来，却见他一双通红的眸子盯着自己，满是决绝。秦晴心中一颤，10年来这个眼神是他从未见过的，但他知道自己这位主子现在无比冷静。秦晴沉默了一瞬间，思绪万千，因为他没有权利阻止武叶宁，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随后武叶宁正脱开秦晴的胳膊，不管不顾，快步向武承圣奔去。宁儿，速速退下！武承圣一人鏖战4人，从未露怯，唯独看到女儿冲出，竟然慌乱了。天上的几人见状，也是皱起了眉头，手中的术法稍缓。秦晴站在原地，看着武叶宁娇弱的背影，又看了看天空的几人，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转身消失在了吴府院落中。当然，他不是逃跑，而是去求人。吴府之外，地面塌陷，坑洞无数，皆是被恐怖的神芒所致。武叶宁与武承圣并肩而立，遥望天空中的4道身影。哎，你从小性子就犟，我早该预料到的。武承圣叹息一声，神色复杂。爹，此事皆由宁儿起，宁儿怎能置身事外？武叶宁看着武承圣染血的胳膊，眼中噙泪，心疼不已。随后他望向天上的4道身影，恳求道：季大少爷，伤害令弟之事是我一人指使，你们要杀要剐都冲我来，请放我爹一条生路。宁儿，你这是？武承圣眉头一皱，你父大逆不道，以下犯上，理应株连9族。赵皇子冷冷地开口，他生于皇家，位高权重，认为皇族的威严不容冒犯，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却做出绝人子孙这种恶事，真是蛇蝎心肠。你父死不足惜。那个长相娟秀的女子也开口了，对于容貌胜她的武叶宁有种优越感，没有怜悯之心。既然作恶，悔之晚矣。我们今日只是为民除害。被唤作大师兄的青年以正道自居，大义凛然。见3位师兄师姐都是嫉恶如仇的态度，季勇胆子也大了起来，不屑地说道：想加入我季家的奴仆数不胜数，何须你一个丧家之犬？武叶宁身子微颤，内心生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面对4个仙人，他除了卑躬屈膝，还能做些什么？放我下来，我一定要亲眼看到武家的下场。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季3少爷的声音，只见几个季家奴仆抬着轿子而来，小心翼翼地放下。而后季3少爷从轿中探出头来，见武叶宁无依无靠，凄楚可怜的模样，顿时喜上眉梢，仿佛忘记了身上的疼痛。他朝着武叶宁笑了笑，若有深意地说道：武大小姐，我们相识一场，不是没有和解的余地。3少爷此话当真？武叶宁眸中闪过一缕希冀，自然是真。季3少爷转了转眼珠子，悠悠地说道：只要你愿意脱去衣裙，并承诺为我当牛做马，终生为奴，我便恳请我兄放过你们。脱去衣裙？听到这话，武叶宁娇躯一震，面色瞬间白了下去。这一刻，信阳城中的百姓哗然，毕竟女子的贞洁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愿意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更别说从小娇生惯养的武家大小姐。天上的几人微微皱眉，似乎觉得有些欠妥，但对于穷凶极恶之徒，他们都很冷漠，没有说什么。季3，你找死不成？武承圣迈出一步，浑身杀气腾腾。季3少爷吓得往轿子里缩，但看到天上的几个身影，又有恃无恐起来，笑道：武承圣，我看你是搞不清状况，现在是你求我的时候。武承圣蟹拳紧握，骨节咔咔作响。随后季3少爷又望向武叶宁，期待着他的反应，心道：臭娘们，既然你害得我断子绝孙，我就折磨你一辈子，让你百倍奉还。武叶宁红唇轻咬，眸中满是挣扎，最后似用上了所有力气，道：我愿意。什么？武大小姐答应了？这万万不可呀！围观的众人虽不忍，但大都是寻常百姓，怎敢对抗仙门？一些修行者更是深知宗门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愿牵扯其中。哈哈，听到了吗？是他自愿的。季3少爷癫狂地笑着，与身边的奴仆炫耀，似乎武叶宁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武叶宁低着头，不愿让众人看到他的表情。身为女子，却要当着众人脱去衣物，真是不知羞耻。高空之上，那个女子眸中闪过厌恶之色，训斥武叶宁。听到这话，武叶宁浑身一颤，把头埋得更低了。
季三少也舔了舔嘴唇，眼中泛着邪光。宁儿。就在这时，一直立于旁边的武承胜开口了，淡淡的说道：“你若敢脱，为父先一步自尽在你面前。”武叶宁手上一僵，缓缓抬头。武承胜背负双手，腰骨挺拔，傲立于寒风中，岿然不动。他平静的说道：“记得吗？在你很小的时候，爹就答应过你，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事。”想起过往的种种美好，武叶宁面色一柔，道：“爹，宁儿当然记得，可宁儿不想你死。死有何惧？记住，武家人可杀不可辱。”武承胜仰望高空，无喜也无悲，道：“在我死前，会带着你去九泉之下，再做妇女。”武叶宁微怔，似乎明白了什么，凄然一笑，道：“宁儿都记住了，谢爹爹成全。”而后，武承胜不再言语，一步跨出，竟主动冲上高天，与四人拼杀。哈哈哈！来，战个痛快！武承胜大笑着，声音雄浑，如虎啸龙吟。哼，执迷不悟！天上几人见状，齐齐出手，一时间神芒漫天，将武承胜淹没。大山中，秦秦施展吐纳之法，不知疲惫地奔跑着。太慢了，太慢了！天津柱大哥，有没有方法让我跑得更快？秦秦咬牙，心急如焚。他离开信阳城已久，但距离大山深处仍是极远。有倒是有，不过那个步伐至少需要机缘境才能施展。你如今肉体凡胎，天津柱有些犹豫。天津柱大哥，你直接告诉我吧。秦秦管不了那么多了，一边狂奔，一边默念五诀，竟然想在这个时候突破境界。好小子，有魄力，本天津很欣赏你。天津柱对秦秦的想法一清二楚，也不多说什么，直接传出一套古步法。金色的古字映入脑海，秦秦却来不及思索，因为他正在尝试踏入机缘境，而且浑身骨骼剧痛，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机缘境，机缘境！秦秦身体痛到失去知觉，但他咬紧牙关，心中别无他求，全靠一股信念在支撑。忍受着这样的剧痛，秦秦竟然进入了修行之人梦寐以求的状态，空灵状态。这一瞬间，秦秦的脑海中什么都没有了，连疼痛感都消失了，只剩下五诀中的金色古字在跳跃。他们化成一个个小人，拥有鲜活的生命，在施展武道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磅礴大气，有气吞山河之势，却又彼此连贯，演化无穷无尽的玄妙。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以秦秦的根骨来说，踏入机缘境难于登天，但在空灵的状态下，一切竟变得水到渠成。不知过了多久，那些小人逐渐隐退，而当秦秦回过神来时，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骨头都变得坚硬无比，蕴含武艺，其上附着的血肉晶莹剔透，而随着他的呼吸，每一根血管都在奋张，蕴含无穷无尽的伟力。这一刻，秦秦正式踏入了修武的第一个境界——机缘境。而后，他不敢犹豫，直接施展天津柱传授的古步法，脚下缩地成寸，速度奇快无比，向着大山深处奔去。没想到啊，你小子竟然有这种大毅力，倒是本天津看走了眼。天津柱赞叹道。咔嚓，秦秦的腿骨传来脆响，伴随着钻心的疼痛，因为他将古步法施展到了极致，即便踏入了机缘境，依旧难以承受。但是秦秦没有停顿，将所有疼痛抛之脑后，继续施展。不多时，爆发异动的大山出现在了眼前。从远处看，那座大山并不高耸，通体布满灰黑色的尖石，正中央裂开了一道口子，其内吞吐霞光，或大生，或大死，若轮回交替。大山附近停留着许多修士，有的属于门派，有的则是散修，但他们都不敢接近大山中央，只是游离其外，等待时机。秦秦目光寻找，很快便看到了那一抹鲜艳的红色。不远处的小山头上盘坐着一个红衣少年，双目紧闭，附近无一人敢接近。天津柱大哥，你说他的修为能排第几？秦秦沉声道。就大山外的蝼蚁而言，这小子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但要算上进入大山的那几个老怪，不好说。天津柱沉吟道。知道了。秦秦径直向着红衣少年而去。距离红衣少年3-5丈时，秦秦停下了脚步，他察觉到前方蕴含着某种杀意，没有生灵可以存活，若再进一步，必死无疑。奥祖，奥祖！秦秦朝着红衣少年呼喊，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然而红衣少年双目紧闭，如老僧入定，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顾。这可如何是好？秦秦心中焦急，在原地来回踱步，无奈之下，只好捡起一块石子，朝着红衣少年丢去。石子横飞，撞在红衣之上，又弹落下去。少年毫无反应。见红衣少年无动于衷，秦秦只好硬着头皮又扔一块，而且扔得奇准无比，正好砸在了少年额头上。少年眉头一皱，似要发怒，但还是没有睁开眼。这都能忍？秦秦一咬牙，豁出老命，又朝着少年扔出一块。却见石子将要砸中之时，红衣少年猛地睁开双眼，顿时石子化为了齑粉。而后少年身子一闪，从原地消失，再出现时已经来到了秦秦的近前。秦秦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一个机灵，那红衣少年一把掐住秦秦的脖子，将他提起，咬牙切齿地说道：“敢扔我3次，你还是第一个，找死不成？”少年的眸子呈血红色，其内充斥着无边无际的杀意，即便对视一眼都会让人产生恐惧。那是一双杀人无数的眼睛。秦秦双脚离地，面色涨红，他的生死被红衣少年掌控了，对方只要轻轻一用力，他就会命丧当场。但是秦秦却毫无惧意，从牙缝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道：“老祖，徒弟不要。”徒弟？红衣少年眉头一皱，他已经想好了面前之人的无数种死法，却没想到秦秦会冒出这样一句话，反倒来了兴趣。什么徒弟？红衣少年一把将秦秦甩在地上，冷冷地问道。
我家大小姐乃是道仙资质，万年难得一遇。轻轻捂着脖子，那里传来剧痛。道仙资质？红衣少年轻蔑地笑了，道：大言不惭，愚昧至极。你可知道道仙代表着什么？轻轻眸中闪过一抹狠意，直盯着红衣少年，只道：老祖若不信，可去那边的小城一关，如若有假，我已立时自断头颅。哦，是吗？你的头颅又有何用？少年血眸一闪，俯身到秦晴近前，阴森森地说道：如若有假，我将你口中的大小姐扒皮抽筋，食其肉，饮其血，如何？这一刻，秦晴心中咯噔一声，感觉周围的温度都骤降了几分。他知道面前这个红衣少年并不是危言耸听，然而事到如今，秦晴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他的表情逐渐狰狞，气势上竟不输红衣少年，道：如若有假，我与老祖同食其肉，同饮其血。红衣少年一愣，因为秦晴的回答总是出乎他的预料，不由得仰天长啸，道：好，甚好，我便去看看那道仙又如何。而后红衣少年一步迈出，身子没入了虚空，消失在了这大山深处。秦晴起身遥望信阳城的方向，神色复杂，道：大小姐，秦晴没能力保护你，只希望有人可以保护你。信阳城中，昔日的武府在术法的波及下，倒的倒塌的塌，变成了一片废墟。武承胜仿佛成了一个血人，披头散发，却屹立不倒，将午夜凝护在身后。宁儿，爹没事，爹还能再战。武承胜身子颤抖着，每说一句话，口中都涌出鲜血。爹，我们不要再打了，好吗？午夜凝搀扶着武承胜，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季勇立于高天，冷冷地看着下方，道：给你们二人一个机会，自尽于此，免受皮肉之苦。听到此话，武承胜身子一震，缓缓望向午夜凝，午夜凝则是点了点头，露出释怀的笑。一瞬间，武承胜的腰背佝偻了许多，在午夜凝的帮助下，盘坐在地上。午夜凝也跪坐下来，就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武承胜怀里，安心的闭上双眼。信阳城的百姓于心不忍，纷纷闭目，他们知道结局已定。无声无息间，一个红衣少年出现在了信阳城上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缓缓走近。是万血海老祖。这魔头为何来到城中？一些修士认出了红衣少年，顿时面色苍白，呼吸凝滞。你是何人？我乃宣灵宗弟子赵国皇子，此处是我赵国的疆土。赵皇子见来人与自己一般年纪，却目中无人，顿时有些不悦。然而红衣少年无视了他们的存在，只是淡淡的俯视着信阳城，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很快他便注意到了下方的午夜凝，血色的眸子微缩，第一次有了波动。而后红衣少年在所有人的注视中，缓缓降落至午夜凝面前，俯身伸出一只细长的手，道：我为万血海第九祖，你可愿拜入我万血海门下？信阳城中鸦雀无声。万血海，听到这三个字，宣灵宗大师兄一愣，总觉得有些熟悉，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我吗？午夜凝睁开双眼，有些茫然，不知面前的红衣少年为何会选择自己，但他感觉到风停了，周围前所未有的宁静，本能的想将手放上去。见状，季勇皱起了眉头，道：这位小兄弟，此人是我们宣灵宗御厨之人，穷凶极恶，还请不要插手。听到这话，午夜凝身子一颤，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血九祖斜看了几人一眼，他们顿时露出惊骇之色，竟然站立不稳，直接从空中坠落了下来。你到底是何人？几人挣扎着起身，内心惊惧不已，因为对方一个眼神竟然让他们失去了御空的能力，这远超他们的认知。血九祖并不理会他们，只望向午夜凝，微微一笑，示意他别怕。看到这一幕，午夜凝终于鼓起了勇气，拉着少年的手起身，道：弟子午夜凝拜见九祖。血九祖满意的点了点头，道：我万血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杀人不眨眼，你能做到吗？午夜凝从未杀过人，此刻眸中却深沉的可怕，点头道：弟子可以。血九祖似有些不信，掌心浮现出一滴嫣红的血，幻化成匕首模样，道：去吧，杀了他们。什么？如此轻描淡写吗？那可是4个仙人啊！信阳城中的百姓战战兢兢，没有人敢说话，只有一些修行者才知道其中的恐怖之处。是。午夜凝接过匕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季勇几人走去。你不要过来啊！季勇几人面露恐惧，想要后退，却发现身体如陷泥沼，动弹不得。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等人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庇护午夜凝。武大小姐，我们同为信阳城之人，饶我一命。季勇面色惨白，颤颤巍巍的求饶。你逼迫我爹父死之时，可曾想过同城之意？午夜凝平静的发问，将匕首对准季勇的心脏。我错了，我为你当牛做马，别杀我。季勇还想用神力抵挡，却发现那把血色匕首锋利无比，是他的神力如无物。午夜凝咬牙，缓缓将匕首推入，顿时大片的鲜血涌出，染红了季勇的胸膛。自始至终，午夜凝都没有转移开视线，亲眼看着季勇失去生机，倒在血泊中。信阳城中的百姓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仙人死亡，内心极度震撼。而后，午夜凝缓缓迈步来到那个女子面前。那女子很美丽，很出尘，但看着午夜凝手中的匕首，却是忍不住颤抖了起来。午夜凝没有立刻杀她，只是将她的衣裳划开，顿时一具完美无瑕的玉体暴露在众人面前。女子又羞又惧。午夜凝轻笑道：如今你在所有人面前赤身裸体，又有何颜面活下去呢？女子哪里还会在乎这些，只是恳求道：
别杀我！”见武叶宁抬起匕首，杀意已决，女子又望向血九祖，颤声道：“老祖饶命，我愿终生服侍老祖。”然而血九祖很平静，一双眸子古井无波。武叶宁轻轻用力，匕首便从女子背心贯穿而出，鲜血顺着肌肤流下。第二个仙人殒命。接着武叶宁又来到赵皇子面前。赵皇子虽然心惧，却依旧觉得高人一等，道：“你若不杀我，我可禀告父皇，让你加官封爵，享尽荣华富贵。事到如今，你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要受万民敬仰吗？”武叶宁摇了摇头，没有犹豫，直接将匕首刺入。你竟敢！赵皇子双目大睁，颤抖了2下，也失去了生机。赵国皇子殒命。最后武叶宁又望向宣宗的大师兄，道：“你以名门正道自居，一口一个为民除害，自己又算得上什么好人？”看着武叶宁逼近，宣灵宗大师兄神色恐慌，也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块玉佩，并将之捏碎，口中大喊道：“师父救我！”武叶宁脚步一顿，心有所感，望向天边。不过几息，便有一个老者从那里飞来，浑身散发出恐怖的威压，压得虚空隆隆作响。谁敢伤我弟子？那老者面色阴沉，声音滚滚如雷震，在信阳城上空回荡，一些百姓难以抵抗，不得不以手掩耳。然而那个老者看到血九祖的瞬间，面色大变，竟然不敢再往前一步。既然来了，就别走了。血九祖眉头微皱，也不管来人是谁，弹指打出一滴血珠，向着那人击去。我父亲乃是剑神宗长老，你不能杀我！老者惊慌失措，想要逃离，但那滴血珠蕴含空间法则，让他无所遁形。蓦然间，一把金色的剑影从老者眉心浮现而出，庞大无边，将整个信阳城都笼罩在内，仿佛能将苍穹斩断。血九祖打出的那滴血珠很小，与金色的剑影比起来微不足道，却在碰撞的瞬间轻易将之洞穿。噗嗤，老者的身影在天空中炸开，变成一朵血花，形神皆灭。师父！宣灵宗大师兄浑身巨震，万念俱灰，没想到宗门的最强者顷刻之间便被震杀。而后血族久望向武叶宁，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杀。武叶宁点了点头，将匕首刺入宣灵宗大师兄的心脏。至此，4个仙人全部死于武叶宁之手。信阳城上横于天际的金色剑影破裂了，正在慢慢消散，化作虚无。围观的众人看向少年模样的血九祖，又看向倒在血泊中的4具尸体，只感觉不寒而栗。因为血九祖太过霸道了，不管你是何宗门，也不在乎你背后有何势力，全部以血镇杀。季家人面如死灰，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自家的仙人就这样死了，甚至连仙门都被连根拔起。武叶宁立身在4具尸体之前，染血的匕首微微颤抖着，待到呼吸完全平复，这才回到血九祖近前，欲将匕首交回。这滴血送给你了，当做入我万血海的礼物。血九祖面带笑意，明眸皓齿，对于武叶宁的表现很满意。武叶宁愣怔，不知道血九祖为何对自己这么好，但还是接受下来，道：谢九祖。而后那把匕首重新化作血滴，漂浮起来，引入了武叶宁的眉心。此时武成胜正盘坐在地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爹，你没事吧？武叶宁跪坐下来，面露焦急之色。他没事。血九祖看了一眼武成胜，淡淡的说道：不光没事，还从拼杀中获得了感悟，正在尝试突破境界。突破境界？听血九祖这么说，又看武成胜面色如常，气息平稳，武叶宁这才松了口气。武成胜毕竟踏入了机缘境，身体强度远超肉体凡胎，随着呼吸吐纳，伤势在一点一点恢复。你先处理一下俗事吧，3天之后我来接你。血九祖说着，望向大山深处，他心有所感，那里随时会有变故发生。是。武叶宁对着血九祖恭敬一拜，而后血九祖不再停留，一步迈出，消失在了原地。看着远处的天空，武叶宁久久失神，这一切发生的太过梦幻。他一个凡俗家族的独女，就这样拜入了从未听说过的宗门。这个宗门很强大，但好像……武叶宁嗤笑，心道：强大就够了。突然他似是想起了什么，笑容一僵，快步来到武府的断垣残壁前，看着倒塌的墙壁与碎裂的石块，武叶宁慌了神，竟然弯下身子，徒手搬动起来。小晴子，你可千万不能死啊！由于没有干过粗活的缘故，武叶宁的手很细，也很纤长，很快便被嶙峋石块所伤，渗出鲜血。找什么呢，大小姐？这时晴晴才从废墟后探出头来，脸上带着笑意，一瘸一拐地走到近前。你干什么去了？武叶宁红着眼睛，没好气地踢了晴晴一脚。死！疼疼疼！晴晴捂着小腿，龇牙咧嘴。腿怎么了？武叶宁眸中闪过忧色。没事，刚才被倒塌石墙砸了一下而已。晴晴强忍疼痛，让武叶宁不要担心。事实上，他若不是踏入了机缘境，一条腿已经废掉了，如今借着吐纳之法才恢复了不少。武叶宁稍微安心道：小晴子，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凶险，若不是万血海九祖玉将我收入门下，你已经见不到我了。晴晴一直觉得大小姐天资聪颖，这次能被万血海寻到是她的福气。晴晴挠了挠头，哎，要是早点遇到九祖就好了，看谁还敢欺负咱们。想到血九祖以血杀敌的模样，武叶宁心潮澎湃。晴晴目光稍暗，没有说话。就在这时，武叶宁突然觉得脚下一软，身子虚浮，竟要栽倒在地。大小姐，你没事吧？晴晴急忙将她搀扶。没事，刚才耗费太多心神，有些累了而已。武叶宁扶着额头，面色有些发白。晴晴扶着他坐下。见状，一些武府旧仆纷纷赶来，
主动上前帮衬。啊！救命啊！不远处传来季三少爷的哭嚎声，只见一些身强体壮之人挤进了轿子里，对着他拳打脚踢。季家的奴仆缩在角落，不敢上前。一个年过70的老汉走了出来，拄着拐杖，手持菜刀。他颤颤巍巍地走到轿子前，道：“你个杀千刀的畜生，你还我孙女的命！不要杀我！”季三少爷想要逃跑，却发现四肢被众人按住了，无法挣脱。而后老汉举起胳膊，将那把菜刀扎入了他的胸膛，鲜血涌出。季三少爷像是死鱼般挣扎了2下，气息全无。老汉踉跄的后退，跌坐在地上，浑浊的眼中流下清泪，道：“婉儿，爷爷给你报仇了。”杀了季三少爷后，一些饱受欺压的百姓仍不解气，又气势汹汹地向着季府的方向去了。武叶宁坐在不远处，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秦秦站在他的身后，一时无动于衷。足足盘坐了3个时辰后，武承胜终于睁开了眼睛。这一刻，他的气血攀升到了顶峰，一股磅礴的武艺迅速蔓延开来。爹，你醒了！武叶宁神色欣喜，快步来到武承胜面前。武承胜缓缓起身，原本白了的鬓角竟然化作黑发，模样也从中年变回了20来岁的样子，俊朗无比。竟然在五绝残缺的情况下，仅靠自身感悟，踏入了机缘境小城，有点意思。秦秦脑海中传来天津柱惊讶的声音：“爹，要不以后我叫你哥吧，反正也没人能看得出来。”武叶宁惊奇不已，围着青年上下打量。武承胜淡淡一笑，虽然重回年轻，但还是老气横秋的说道：“成何体统？”武叶宁吐了吐舌头，而后武承胜看向走来的秦秦，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少年身上隐藏着极大的秘密，不过既然秦秦肯冒着风险让他知道，他自然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几人聊了几句，决定先找一处客栈住下，换洗一番。毕竟武承胜浑身上下都是血污，而吴府也成了废墟，残破不堪。一路人，所有人都对他们毕恭毕敬，莫敢不从，即便修士也不例外。客栈里，武承胜换上了一袭新衣，清秀又不失锋芒，黑发披肩，威武不凡。几人围坐在圆桌旁，说起了以后的打算。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信阳城，远走万血海，武叶宁怅然若失。秦秦目光迟疑，不知在想些什么。怎么，你还想跑不成？武叶宁重重地踩了秦秦一脚，道：“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奴仆，哪都别想去。”秦秦吃痛，连忙道：“错了，你能拜入那位老祖门下，又有秦秦跟随，我也就放心了。”看两人打闹，武承胜不甚欣慰，他走到窗前，眸光变得深沉起来，道：“本以为此生再无突破的机会，没想到因祸得福，我想是时候去找你的娘亲了。”我娘亲？武叶宁一愣，关于自己的娘亲，武叶宁没有任何印象，即便小时候问起，武承胜也是默不作声，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娘亲早已过世。如今突然听武承胜提起，他竟然有些失措。其实你刚出生，你娘亲就被几个神秘人带走了。临行前，他曾哭着告诫我，不成飞天遁地的仙人，就不要去寻她。想到10几年前的那一幕，武承胜难掩心中的情绪，拳头紧握了起来，道：“如今我也可以飞天，是时候走出外面的天地了。可是这天地何其之大，要寻一人，谈何容易？”武叶宁颤声道。武承胜抬起胳膊，看着手腕上的青铜手镯，道：“没关系，即便穷尽一生，爹也要将他寻回。”武叶宁与秦秦相视一眼，知道他心意已决，便不再说什么。季府内一片狼藉，无数信阳城的百姓冲了进来，对着季家家主和季夫人拳打脚踢。有的壮汉闯入库房，大肆搜刮里面的财物，还有些孩童抱着肉食瓜果往外跑。啊！给我留点吧，留点吧！季府府主坐在地上痛哭，被打得鼻青脸肿。哪里是你的？不过是仗着仙威得来的不义之财罢了。就是。一些穷苦百姓愤恨不已，他们平时饱受季府的欺压，却不敢反抗。如今仙人已死，他们不再害怕，大出恶气。待到季府值钱的东西被搬得差不多了，又有人放了一把火，直接将季府点燃。霎时间，黑烟滚滚，火光四起。啊！这可是我家啊！快来人救火啊！季府府主痛哭流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季府宏大，直烧了1天1夜才算烧尽。第二天，有人看到季家3人衣衫破烂，沦落在街边乞讨。不过这都是后话。这天夜里，秦秦鼓起勇气，将武家残叶古经交给了武叶宁，并承认了那天撒谎的事。武叶宁眉头一皱，道：“好你个小秦子，胆子肥了不少，连本大小姐都敢骗了。”秦秦一咬牙，索性闭上眼睛，道：“秦秦知错了，请大小姐责罚。”哦，责罚？武叶宁眸中闪过异样的光，饶有兴致地看着秦秦，道：“跪下。”秦秦应声跪地。武叶宁玉足轻抬，足尖在秦秦身上游走，似乎在思索惩罚哪一块软肉比较好。秦秦双目紧闭，随着武叶宁的脚趾微微站立着，仿佛一块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看在你如实相告的份上，今天就不惩罚你了。却听武叶宁叹了口气，弱弱地说道：“来吧，为我推拿一下。”秦秦一愣，睁开眼睛，心道：大小姐何时变得这般温柔？本小姐太累了，没力气责罚你了。武叶宁轻声开口，她的面容有些憔悴，因为脑海中总是回想起季勇4人死前的模样，感觉莫名的心悸。行，都听大小姐的。秦秦起身，心疼不已，毕竟1日之间连杀4人，心理和生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做到。随后，武叶宁平趴在床上，等待着秦秦的服侍。秦秦的动作很轻柔，只在那些弱点的附近反复按摩，当然有时也会稍微用力，
惹得少女压低声音，忍不住颤抖。不一会儿，午夜宁竟然睡着了，发出深沉而平缓的呼吸声。大小姐，你就安心的睡一觉吧。看着午夜宁熟睡的模样，晴晴喃喃自语。天津柱大哥，你说人体上的这些弱点就没有方法摒除吗？晴晴心中发问，她不希望这些东西成为午夜宁成长之路上的绊脚石。弱点先天而生，很难摒除，不过也有大毅力者可让自身近乎无缺，但无法做到真正的完美。天津柱娓娓道来。当然，如果将道法修至极境，也算一种另类无缺，与肉身完美不相上下。难道没有人可以真正无缺吗？晴晴追问。天津柱苦思冥想，我存在了这么久岁月，好像只见过2人可以无缺，一个修武，一人修道，那他们一定是仙神般的存在吧？想到午夜宁的道仙资质，晴晴不免失落，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废柴罢了，恐怕再也追不上午夜宁的脚步。3天时间转瞬而过，武承圣与2人郑重告别后，身体凌空而起，向着信阳城外飞去。路过吴府上空时，他稍作停顿，很快不见了踪影。随后，少年模样的血九祖踏破虚空而来，接午夜宁离开俗世，看到旁边跟着个晴晴，顿时皱起眉头。九祖，小晴子是我的贴身奴仆，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午夜宁眼睛弯成了月牙。不行，我万血海不养闲人。血九祖摇了摇头，果断拒绝。怎么能是闲人呢？随便传达万血海的一招两式，让他在我身边打打杂就行了。午夜宁笑嘻嘻地说道。你可知道我万血海的术法是要杀人的？血九祖瞥了晴晴一眼，淡淡的说道，以他的资质，只有被别人杀的份。他自然能看出来晴晴资质平平，近乎与修行无缘。九祖，你不带他，弟子也不去万血海了。谁知午夜宁竟然后退一步，语气认真。大小姐三思啊，为了晴晴一个奴仆，放弃仙缘，不值得呀。晴晴一愣，没想到午夜宁会来这一出，不由得心急起来。血九祖血眸一缩，眸中泛起无边杀意，道：你以为我万血海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弟子知道万血海非凡，但九祖若是不答应，杀了弟子便是。午夜宁身体在那股杀意下微微颤抖着，神色却一点也不服软。你们2人。血九祖咬牙，先是被晴晴扔石头，又被午夜宁连番顶撞，此刻只感觉气不打一处来。他活了数千年，叱咤天地间，哪里受过这种委屈，直接一挥衣袖，扬长离去。大小姐，你这是何苦？晴晴神色复杂，拜入强大的宗门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次错过，恐怕将是永失。午夜宁反而很平静，无所谓的说道：小晴子啊，你说反了，为了仙缘放弃你，才是真正的不值得。晴晴愣在原地，愣着干什么？走，回房去。午夜宁朝晴晴摆了摆手，准备返回客栈，不曾想一袭红衣的血九祖去而复返，面色难看。午夜宁脚步一顿，嘴角上扬。血九祖盯着午夜宁，满脸怒意的说道：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些资质就可以为所欲为。九祖这次回来，不会就为了训斥弟子吧？似乎是觉得自己赌对了，午夜宁竟然有点小得意。血九祖不耐烦的甩出一滴鲜血，道：自己上来。那滴鲜血在甩出的瞬间快速放大，变成一个足以容纳2人的空间。好嘞。午夜宁立马露出一个甜甜的笑，道：谢九祖，九祖最好了。见晴晴没有动作，午夜宁秀眉一皱，直接将她推了进去，而后自己才进入。血九祖冷哼一声，没有说话。晴晴骇然，这要是其他人，恐怕早就死了108000次了，也就只有道仙资质的大小姐才敢这么做了。而后那滴鲜血随着血九祖的心念缩小，晴晴2人也变得极小，被血九祖收回袖中。哇，这就是袖里乾坤吗？午夜宁好奇地张望这方天地，踏入试意境之后，便可初步感悟空间之力，形成简单的小天地，与袖里乾坤殊途同归。天津住在晴晴脑海中淡淡的开口，而后血九祖一步迈出，遁入虚空，在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吞吐生死之气的大山附近。他一挥衣袖，将2人放出。这么多仙人，看到不远处凌空而立的一个个身影，午夜宁觉得新奇不已。什么仙人，不过是一些蝼蚁罢了。血九祖盘坐在地上，闭上双眼。九祖，我什么时候可以飞啊？午夜宁问道。等你开辟了灵池，再以灵力催动飞天之术，自然可以飞行。血九祖似有些不耐烦。开辟灵池很难吗？以你的资质，轻而易举。啊，我这么厉害？要不现在就开辟？现在是特殊时期，恐有异变，回到万血海再说。血九祖尽量压着性子，心道：我真不应该把你放出来。好吧好吧。午夜宁兴致不减，反而与晴晴指点起大山附近的修行者。此刻大山附近聚集的修行者不计其数，各门各派的都有，早就注意到了午夜宁2人，皆是神色怪异。小晴子，你说是那个穿白衣服戴金冠的厉害，还是旁边背负长剑的厉害？午夜宁指了指2个身影。我觉得是那个背长剑的厉害。晴晴随便判断着，以凡人的身份对修行者指指点点，总感觉说不出的怪异。那2个人看到午夜宁指向自己，都是神色一变，快速逃离了他的视线范围。他们当然不是惧怕午夜宁，而是畏惧午夜宁旁边的血九祖，生怕一不小心丢了性命。就在这时，天边飘来一朵劫云，其内电弧闪烁，偶尔夹杂着雷鸣声。一个风尘仆仆的老者从其内走出，浑身没有任何的修为波动。是西界的天机门，竟然也来到了此地。一些修士知道劫云代表着什么，面露惊骇之色。天机门？我听说天机门隐于凡尘，很少出现在世间，而一旦出世，必然有大事发生。这之后，一个女子脚踏虚空而来，置身在一片朦胧的雾气中，看不真切，
但他散发出来的气息比之血九祖竟然丝毫不弱。他一出现，周围的空气都香甜了几分。是天韵圣地的女祖。有人惊呼。天韵圣地只收女弟子，能拜入他的门下，必定是倾国倾城，绝色无双。许多男修士做梦都想与天韵圣地的弟子结为道侣，而作为女祖级别的存在，平日更是不可能一见。没想到今日也亲自出现在了这里，可惜不能一见女祖的真容，此生有憾。有修士惋惜，他们知道天韵圣地所修道法极其神秘，无人可以窥破。这大山里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正邪两道高手纷纷前来，一些修士难以平静，他们知道自己与大山中的东西无缘了，但还是想留下来看看。这个女祖修的是什么术法，竟然无法看到她身上的弱点。晴晴也是惊疑，她的眼中所有的修士身上都存在光点，或多或少，就连旁边的邪九祖与天机门的老者也不例外，唯独这位置身在雾气中的女祖难以窥见。她施展的道法乃是运神经，同样出自本天经，还能看不破？我传你一招同术口诀，可将此法看得一清二楚。天经柱开口了，不允许有人质疑他的能力。几个古字进入晴晴的脑海，晴晴默念他们，顿时眼中闪过一缕金光，所看到的景象也发生了改变。高天之上，那位神秘女祖周身的雾气也在逐渐消散，只有一点圣光若隐若现。竟然只有一个弱点，肉身岂不是真挚完美无缺？晴晴心惊不已。毫无疑问，这位女祖修为极强，仙武同修，不光道法神异，武道亦是超绝。女子20出头的样子，黑发及腰，面容绝美而又清秀，浑身散发着高不可攀的气息。似乎是察觉到了诡异的目光，天韵女祖眉头微皱，俯视向四面八方。晴晴吓了一跳，急忙停止施展，望向别处。这等人物太过恐怖，随意窥探乃是大不敬，若是被发现，将惹来杀身之祸。随着两大名门正道的老祖到此，一些修士胆子也大了起来，向血九祖投来敌意的目光。血九祖察觉到了那些目光，霍地睁开了血眸，道：“你们要对我有什么想法，大可说出来，何必藏着掖着？”一个中年男子周围神光熠熠，修为很是不凡，大声质问道：“你当年渡劫之时，性命垂危，直接将一整座城池的生命化作鲜血，全部吞噬，可曾记得？”血九祖眉毛一挑，道：“记得又如何？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气血罢了。”我的妻女全在其中，他们做错了什么？那个中年男子面露愤恨之色，浑身因为激动而颤抖。闻言，一些修士都忍不住动容。午夜宁与晴晴心惊不已，没想到血九祖少年模样，做起事来却狠辣无比，为了己身不择手段，动辄炼化一座城池的生命。你未成祖之时曾被正道追杀，没想到修为突破，直接将那个宗门的弟子全部屠戮，只有我一人存活下来。另一个青年满眼血丝，回想起了尸山血海的一幕，无法平静。他们当年追杀于我，就应该做好被我灭杀的准备。你若不服，大可向我出手。血九祖笑了，露出森森白牙。可恶，犯下如此滔天杀孽，竟然如此嚣张。有人终于忍不住了，向血九祖施展神通。血九祖目光一寒，但只击出一滴鲜血，向着那人洞穿而去。众人大惊，慌忙躲避，怕被波及。一个邪魔歪道，敢在这里出手，未免太过猖狂了吧？真当我们可欺吗？就在这时，立于高天之上的天韵女祖开口了，声音如天籁，却很冰冷。无声无息间，一团迷蒙的雾气垂落，将那滴鲜血包裹化解。一些修士面色煞白，这是至高无上的强者在交手，散发出的威压让他们心惊肉跳，头皮发麻。血九祖起身，遥望天韵女祖与天机门的老者，道：“怎么要在此地开战吗？有何不可？”天韵女祖很强势，虽然是女子，做事却很雷厉风行，丝毫不畏惧血九祖。天机门的老者摇了摇头，道：“老朽退隐多年，只是算到大山中有了不得东西，这才至此。至于你们是正是邪，与老朽无关。”血九祖与天韵女祖隔空相望，两人身上都散发出无边无际的威压，让附近的众人喘不过气。难道两大至强人物要在这里动手了吗？我等还是快逃吧。一些修士心颤，面色苍白。正当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又有一朵乌云自天边飞来，遮天蔽日，其内隐约可见龙鳞忽闪，爪牙嶙峋。随后乌云散去，一个头生龙角、神意威武的中年男子走出，打破了僵局。什么？是北域的真龙一族？妖族竟然也来到了此地？看他身上的气息，恐怕也是妖族级别的存在吧。一众修士难掩惊骇，四大至强者分属正道、邪道，甚至还有妖族在一天内齐聚。他们知道这一定不是巧合，大山深处的未知要爆发了。你乃妖族，不好好在北域待着，来中原作甚？天韵女祖发问，浑身被雾气遮掩，声音冰冷。圣女此言差矣，这座大山之下乃是我妖族的先辈。那个头生龙角的中年男子面带微笑，淡淡开口：“妖族的先辈。”一众修士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中年男子翻手间，一个古朴的龙角符现在了他的手中，道：“几日之前，我龙族始祖留下的至宝突然闪烁了起来，我跟随他的指引来到此地。”什么？龙族始祖的角？众人大惊，因为使龙角必定是一件无上的至宝，威力无可匹敌。同时，人们也惊疑不定，不知龙族始祖为何会来到这里。你的意思是，真龙始祖还活着？天韵女祖望着那只使龙角，面色凝重。非也非也，传闻始祖渡神劫时失败，命不久矣，只留下一角，便远走中原，
想来已经陨落了无数岁月了。或许这里就是真龙始祖的殒命之地，但他为何会选择埋骨他乡？一些修士也在猜测，没有头绪。难道真龙始祖来到中原是为了天机门的老者？神色一凝。闻言，天域女祖、真龙妖祖都沉默了，气氛很凝重。为了什么？九祖你就不要打哑谜了。午夜凝看看血九祖，又看看天上的3道身影，只感觉云里雾里。血九祖神色也很肃穆，缓缓吐出2个字：异族。异族。午夜凝眉头一皱，这2个字太过陌生，他从未听说过。这不是你现在可以接触到的。血九祖平静开口，打消了午夜凝的好奇心。秦秦的脑海中同样向天津柱问出了这个问题。天津柱的声音罕见的有些沉重，我的记忆缺失了，很多东西早已遗忘，但我知道异族是一个很难缠的种族，可能来自未知天地。未知天地，秦秦心中巨震。就在这时，大山裂缝里忽地爆发了异动，所有乌光与霞光纵横交错，一片混乱与杀机，隐隐听见其内有龙吟声，格外威严。真的是始祖在召唤。真龙妖族忍不住动容，他手中的始龙角竟然在颤动，仿佛在与什么东西相感应。只见一个浑身是血、满是伤口的老者从大山中飞出，手中握着一把断裂的长剑，口中惊呼：太可怕了，总算逃出来了，这造化老朽不要也罢。什么？竟然是剑神宗的一位剑祖，他何时进入了大山之中？我听说有5个绝世高手踏入了大山中，此刻只出来1个，难道其他4人陨落了吗？看他的样子似乎受了极大的伤害，大山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将横行天下的剑祖伤成这样？随着那个剑祖仓皇而出，裂缝中的死气也被带了出来，化作一条黑龙，张口血盆大口，向着附近撕咬而去。快退！附近的修士见状急忙逃避。一些稍弱的修士速度慢，顿时被那些死气击中，在凄厉的惨叫中灰飞烟灭。秦秦与午夜凝虽有血九祖庇护，依旧感觉毛骨悚然。这个剑祖的修为极其高强，流下的鲜血中都蕴含神力，手中的长剑更是锋利无比。然而他却身负重伤，身上被洞穿出许多口子，鲜血汩汩涌出，连掌剑都折断了。剑祖一刻也不敢停留，拖着残躯遁入虚空中。哼，让你追本天经，总得付出点代价。天津柱不留情面地说道。这时大山裂缝中异动在响，竟然有一条条龙影在其内盘旋，龙吟震天，预示着有了不得的东西要出世。看来不能再耽搁了，这次是绝佳的机会，失不再来。天运圣地的女祖与天机门的老者相视一眼，直接向着大山中央的那道裂缝踏去。他们一个以迷蒙的白雾护体，一个以雷劫伴于左右，各显神通，抵挡着恐怖的死气。而后真龙妖祖也不敢耽搁，紧随其后，手中使龙角爆发出惊天的威势，与裂缝中的龙影交相辉映。山中有大恐怖，我无法护你们周全，不过我在此不下禁制，可保你们平安。血九祖在地上弹出一滴鲜血，形成结界，匆匆交代几句，便也踏入其中。知道了九祖。午夜凝点头，见几个绝世高手先后进入大山附近，再也不平静了。所有强大的修士都蠢蠢欲动，想要进入大山中抢夺机缘，获得造化。老朽时日无多，就算不进去，也难逃一死了。不如斗胆一试，或许可以逆天改命。一个满头白发、身子佝偻的老者出现在了裂缝上方，眸中绽放无尽的光彩。竟然是他！武家的大长老武行云，听说4000年前曾力压同辈，有无敌之姿。有人认出了老者的身份，听说他短短100年便踏入了破虚境，可惜造化弄人，此后数千年止步破虚境小城，再难突破。一些年长的修士悲怆，仿佛在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终点。哈哈！武行云大笑着，长吸了一口气，刹那间，周身的天地灵气全部向他涌去，而他的身体也肉眼可见地发生着变化。佝偻的身子恢复挺拔，一头白发变得乌黑，短短数息之间，从垂垂暮年的老者变成了风神如玉的年轻人，气血旺盛，俊朗无比。这就是他的巅峰状态吗？他为何不能突破？上天不公啊！许多人都心惊不已，因为武行云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远超破虚境小城，甚至可以与破虚境巅峰相争。即便是这样的天资，都难以成仙成什么。不知为何，秦心中失落。武行云身姿伟岸，武艺冲天而起，仿佛回到了4000年前，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时代。哈哈，武行云去也！武行云大笑着，龙行虎步，向着裂缝深处迈去，死气难以沾染其身。在下也想试试。之后，一个年轻男子走了出来，无名无派，无人相识，但他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是至圣境巅峰。有隐士的圣人王出现了。年轻男子周围人大惊失色，因为可以踏入至圣境的修士，几乎都是出自各大仙家道门，闻名于天下的存在，像这种不被人听闻的圣人王极其罕见。随后，那个年轻人一步迈出，不知施展的是何种道法，极其璀璨，将他周身庇护，向着大山中飞去。没有人知道他们进去大山会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能否活着出来。每一个进去之人都做好了陨落的准备，毕竟强如剑神宗的一位剑祖都身负重伤，从中逃出。在之后，有破虚境的小城的大能试图踏入大山，却被蔓延而出的死气瞬间吞噬了。危急关头，他的头顶浮现出一口残破的黄铝大钟，垂落下玄黄之气，护他进入大山。什么？是某位老祖残留的武器吗？有修士惊呼，那口大钟不知是何人铸造，虽然残破，散发的气息却隐隐超出了破虚境巅峰。
除了这3人外，所有妄图踏入大山的修士皆被死期灭杀了。有的虽然可以抵挡1、2，但也改变不了生死道消的结局。这些死期太恐怖了，除非修为达到破虚至圣境巅峰，或者有老祖的法宝护体，不然根本无法踏入。大山附近的所有修士彻底死心了，但他们不到最后一刻还是不愿离开，即便不会有机缘出现，也想知道结局如何。秦秦与午夜凝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暗自为血九祖捏了把汗。就在这时，之前指责血九祖的那个中年男子将目光投了过来，目中无尽愤恨。他的亲人被血九祖化为鲜血，这等大仇如何能不报？所以他拼命的修行，奈何还是止步在至圣境，与血九祖相差甚远。此刻，血九祖进入大山，他自然将目光放在了午夜凝与秦秦2人身上。既然是那邪道魔头庇护的人物，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当将他斩杀，一为众生免去祸害，二为我死去的妻女报仇。那个中年男子双目似有些湿润，心中被仇恨占据，眨眼便来到禁制境前。这尊圣人难道要向血九祖身边那2人出手了？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没有什么修为波动。有修士也注意到了这一幕，那里有血九祖部下的禁制，就算一滴血，也不是一个圣人可以抗衡的吧。然而他们话音刚落，就又有另一个身影动了，来到血九祖的禁制前，赫然是被血九祖灭去满门师兄弟的那个正道之人。他的修为比中年男子还要强上几分，竟然达到了至圣境小成。其实以他们的境界，放在一些普通的宗门，已经是老祖级别的作在了。只不过今天太多的高手齐聚于此，才显得他们暗淡无光。你们什么意思？我俩可与你们没有仇怨。看着禁制外的2个极强者，午夜凝与秦秦难免有些心虚，急忙与他们交涉。你们是既然被血九祖庇护，想来应该是万血海门下的弟子吧？当诛杀。那个中年男子双拳紧握，目中布满血丝。喂，我们不过是2个凡人而已，连御空飞行都不会，更没修行万血海的道法，凭什么就该死了？午夜凝反驳，觉得很不公平。听闻此言，许多修士都没有说话。纵然对血九祖有天大的怨恨，但对2个无关的凡人动手，确实有些欠妥。你们如今没有修行，但总归要踏入万血海，一旦学的邪道，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的人丧命，我不能放任不管。中年男子心意已决，决定要应汉血九祖留下的禁制，对2人大打出手。你如今对我们2人出手，与那日血九祖残杀无辜有任何区别？你又何尝不是第2个血九祖？秦秦咬牙，他不在乎血九祖杀了多少人，也不在乎被殃及的人有多无辜多痛苦，他只知道谁要对午夜凝出手，就是他的敌人。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万血海的道法以血为根基，只要拜入此宗的弟子，没有一个不是屠戮万千，都该死。另一个青年平静的开口，语气很绝对，直接将秦秦与午夜凝归为有罪之人，不应活在世上。听到这话，许多修士都沉默了。万血海的邪道他们知晓，以吸收别人的气血恢复己身，手段极其残忍，不少人都与万血海的弟子有仇怨。许多修为高强之人心中做出了判断，来到了血九祖部下的禁制前，神色冰冷地望着其内的2人。你们未来的事谁能决定？你们以前人所做之事来决定后人的对错，是否太过牵强？午夜凝面色难看，与几人据理力争。多说无益，要怪就怪自己做错了选择。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们2人，为我死去的妻女报仇。那个中年男子动了，直接催动术法，向着午夜凝2人斩去。轰！血九祖部下禁制浮现了出来，是一个暗红色的保护罩，其上流动着恐怖血液，将中年男子击出的术法粉碎。中年男子倒退一步，面色阴沉，即便是血九祖留下的一滴血，依旧轻易将他震退。见状，禁制周围的几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都不是一般人物，其中不乏圣人与准圣，此刻齐齐出手，声势极其浩大，将禁制击得隆隆作响。然而即便几人合力，血九祖部下的禁制依旧岿然不动，其上流转的血液嫣红无比，将所有术法尽数抵挡。你们已经疯了！午夜凝与秦秦2人看着外面不断轰击的神通术法，面色凝重，他们知道这禁制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外面之人随便一个都可以将他们灭杀，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祈祷血九祖快快归来。就在这时，中年男子神色一冷，朝着附近的众修士喊话道：你们还不速来帮忙？此刻作弊上官，日后他们修得万血海的道法，危及你们亲人，你们可别后悔。他以圣人之境说出这些话，其内蕴含着威势，传播极远，让许多修士心神一震。听闻此话，越来越多的修士决定出手，将秦秦与午夜凝灭杀在摇篮里。随着这些人的加入，即便血九祖的禁制坚不可摧，也产生了动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天金柱大哥，有什么办法可以助我们脱困吗？秦秦心中急切，天金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我又不是神仙，自己倒是可以遁走，但你们吗？天金柱没有说下去，只是叹息道：哎，好不容易过2天清闲日子，又要开始东躲西藏了吗？连天金柱大哥都无能为力吗？秦秦一颗心沉到了谷底，因为这个变故让他们始料未及，突然被无数高手围攻，成了众矢之的。这番功夫，禁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斑驳的裂缝，四处蔓延，有些地方甚至快要被洞穿。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小晴子，抱住我。午夜凝沉声开口。啊！秦秦一愣，心道：难道大小姐要做最后的生离死别，表露真情了吗？哎呀，哪来这么多废话？却见午夜凝眉头一皱，直接拉起秦秦的胳膊，将她放在自己的小腹上。这个禁制快撑不住了，九祖曾在我眉心留下一滴鲜血，我让他带我们去找九祖。
午夜宁语气急促，不容置疑。秦秦心里嘎噔一声，这不意味着他们要进入真龙始祖的陵墓？那可是让剑祖身负重伤的地方，他们怎能踏足？可是那大山之内，其中隐藏着大凶险，九祖自己可能自顾不暇。秦秦迟疑，同时心中询问天津柱进入大山而生还的可能性。如果你们自己进入，十死无生，但是有9天10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天津柱在，倒是有一线生机。天津柱又对自己臭屁一番，那也总比在这里坐以待毙好。我能感受到这滴鲜血的不凡，可以演化诸多神秘，想来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午夜宁很果断，一旦下定决心，从不婆婆妈妈。好，都听大小姐的。见午夜宁神色决绝，又得到天津柱一线生机的答复，秦秦果断上前，从背后搂住了午夜宁的腰。报警了，一旦你脱落下去，我可不管你了。午夜宁也不扭捏，直接扭头朝身后的秦秦警告。好。秦秦点了点头，胳膊又紧了紧，与午夜宁贴在一起。随后午夜宁心念一动，眉心的那滴鲜血浮现出，神异无比，悬浮在他头顶。那虽然只是一滴血，却垂落下到极境之上的恐怖威力，将午夜宁连带着秦秦都保护在内。咔嚓咔嚓，血九祖布下的禁制在快速碎裂，一些地方已经有术法渗透了进来，马上要分崩离析，化作虚无。各方道友，再加把劲！那魔头布下的禁制快要撑不住了。中年男子大喝，所有人一呼百应。一旦禁制破裂，里面的2人将在顷刻间被泯灭，不可能存活。拜托了，带我去找你的主人。午夜宁神色凝重，对着头顶那滴鲜血开口。这一刻，那滴鲜血震颤了一下，而后爆发出无穷无尽的道士。轰隆隆，禁制破碎了，那滴鲜血从中飞出，庇护着午夜宁与秦秦向大山中央的裂缝飞去。什么？他们要进入大山吗？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大山之中凶险无数，魔头自身难保，他的一滴鲜血又能支撑多久？远处许多围观的修士看到这一幕，都惊得说不出话。不能放任他们离去，将他们击落下来。被灭去满门的年轻人神色阴沉，直接凌空而起，向着午夜宁与秦秦2人追杀而去。同一时间，许多强大的修士调转矛头，向着天空中急速逃遁的2人施展神通，还有不少人在前路上围追堵截。然而血九祖的一滴血岂是他们可以追及的，速度奇快无比，所有术法都触碰不到他们。秦秦紧紧地搂着午夜宁的腰，强劲的气流不断冲刷在他的脸上，让他睁不开眼。抱紧我，千万别松手！午夜宁再三叮嘱，生怕他脱落下去。好。秦秦耳边全是呼呼的风声，几乎什么都听不见，只能艰难的回应。哪里逃？今日你们必死无疑！那个圣人境小城的青年见状，催动法诀，浑身上下金光灿灿，如同一轮骄阳冉冉升起，快速逼近。就在这时，午夜宁头顶的那滴鲜血震颤了一下，一股无可匹敌的力气浮现了出来，逐渐形成一个人形虚影。九祖！午夜宁神色大喜，那个虚影不是别人，正是血九祖。你们竟敢趁我不在追杀我万血海的弟子，等我走出真龙始祖葬地，将尔等屠戮殆尽！血九祖的虚影阴沉无比的开口，血眸凝视所有追杀之人，仿佛将他们的面貌全部刻在了心里。什么？那魔头的一滴血竟然与真身相感应，得知了外面发生的一切。快退！这滴血非比寻常，可能以血九祖的分身显化，威力只是稍逊于本体。这一刻，所有追杀秦秦2人的修士都内心恐慌，汗毛炸起。那个血眸太恐怖了，如果真正显化，足以将他们化作血雾。即便是那个圣人境小城的修士，也是面色阴晴不定，踌躇不敢前。然而血九祖的虚影还没有说2句话，便荡漾起了波纹，很不稳定，仿佛本体正在受到极大的创伤，所以无法为分身。九祖，你！午夜宁神色一变，他能感受到血九祖此刻的状态不对，大山内部发生了大变故，让他分身乏术。我懂了，那魔头本体受到重创，此刻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圣人境小城的修士察觉到了这一点，不再胆怯，大踏步追了上去。许多修士见状，也重新追杀了上去。尔等，该死！血九祖虚影咬牙，大手一挥，许多修为较弱的修士当场爆炸开来，化为血雾，但是他自身也无法再维持，彻底消散了。哈哈，这次不光能诛杀万血海的弟子，甚至那老魔头都要葬身在此地了。那个中年男子大笑，带领一众修士穷追不舍。不过有了血九祖虚影的帮助，午夜宁2人成功突破重围，来到大山中央的裂缝上空。啊！死气与生气在裂缝中翻腾倒卷，有些追至近前的修士不慎被死气缠身，当场化为飞灰。到了这里，许多修士都望而却步，再往前就不是他们可以踏入的范围了，动辄就会殒命，得不偿失。感受着周围翻腾死气，午夜宁2人都是心惊肉跳，尤其是秦秦，因为那滴血只庇护了午夜宁一人，范围极小，他的衣角甩在外面，直接化作齑粉。来啊，不是要杀我们吗？有种就追上来！午夜宁黑裙飘飘，头顶血九祖之血，脚踏波涛汹涌的死气，以凡人之躯面对外面的圣人，大能毫无惧意。他的相貌绝美，虽然年纪不大，甚至连稚气都还未尽脱，但自从经历了一人杀4仙那件事，整个人的心性都发生了改变。你太狂妄了！许多修士神色难看，被一个凡人这样挑衅，让他们颜面尽失。可恶，不能就这么算了，此女不除，日后必成大祸。至圣境小城的年轻人咬牙，眉心灵池中浮现出一把长剑，散发恐怖的威势，足以匹敌至圣境巅峰。
那把剑好强，真的是至圣境小城的法器吗？我看那把剑的样子有点熟悉，难道是根据剑神宗的开天剑凝练而成吗？开天剑，那可是无上的祖器啊！这一刻，年轻人以长剑护体，展露了自己的最强实力，向着死气中的二人杀去。见状，午夜凝神色一沉，带着秦琴头也不回地遁进了裂缝之中。而那个年轻人则是铁了心要诛杀他们，也追了进去。一进入大山中，周围的空间便阴沉可怖了起来，与外界所隔绝。里面有无数个黑漆漆的路口，每一条都通向未知天地，形成迷宫，不知道哪一条是生路，哪一条是死路。他们头顶悬浮着许多的生死二气，生气祥瑞，死气阴森，在不断倒卷翻腾，向着内部涌动。很显然，大山内部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动，以至于影响到了这里，一丝丝恐怖的气息蔓延出来。而且周围的地面、石壁上都还保留着没有干涸的血迹，有人曾来过这里，并且身负重伤，染血于此。有的鲜血甚至呈现暗金色，其内流转着一丝一缕的道韵，说明负伤之人修为极高，至少是踏入了雨神之境。难道是九祖在与人争杀吗？他现在还好吗？午夜凝望向头上的那滴足血，忧心忡忡。通过这滴血，他隐隐能感受到邪九祖的位置。不过那个追杀进来的圣人并没有出现在他们身后，应该是踏入了另一条道路。秦琴吊在午夜凝腰上，撅着个屁股，双目紧闭。好了，还没报够啊，还不快下来！午夜凝娇斥，看到秦琴这窝囊样，气不打一处来。啊，对，我是谁？我在哪？秦琴一脸茫然的松手，披头散发，并不是被术法所伤，而是在飞行的过程中被狂风吹傻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大山内部了，不过这里好像是个迷宫，我也不知道我们身处何地。午夜凝环顾四周，神情凝重。迷宫？秦琴神色一动。就在这时，他们旁边的一条道路中传来碎石滚落的声音，有人在迈步，离他们并不远。两个小崽子，还不快给我出来！同时，那条道路的尽头传来幽幽暗暗的光亮，那个圣人在寻找他们。不过这里充斥着生死二气，隔断了感知。嘘，你跟着我，千万别走丢了。这里的道路恐怕有成千上万条，丢了我可找不到你。午夜凝朝着秦琴小声开口，指了指头上头上的足血，那滴血可以给他指引，不至于在这大山中迷路。秦琴郑重点头，别躲了，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突然，那条路口中传来怒吼，光亮也快速放大。那个圣人感知到了他们的位置，在快速逼近。糟了，小琴子跟我来！午夜凝神色一变，急忙拉起秦琴的手，向着一条道路逃遁。啊，好！秦琴还没回过神来，便又被午夜凝拉着前进。看着她绝美而又坚毅的侧脸，突然有些恍惚。两人快步前行，选择了数十个分岔路口中的一个进入。根据足血的感知，血九祖籍有可能走过这条路。这里不对劲，不止迷宫那么简单，还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内天地，一步错，步步错。就在这时，秦琴脑海中的天津柱出言提醒：内天地。秦琴惊愕，天津柱话音刚落，午夜凝便踏在了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而后他的身体竟然变得虚幻，似乎要消失在这个天地。这什么情况？午夜凝察觉到自己的怪异，急忙将脚收回，依旧不能阻止身体变得透明。他正在前往未知的区域。小青子，你一定要跟过来！午夜凝焦急的开口，只留下这一句话，便彻底消失在了原地。秦琴顿时慌了，本能的想追随而去，然而不论他怎么踩那块石头，都毫无反应。别踩了，这个地方被布下了道痕，而且是不断变换的。刚才的生门早已换了位置。天津柱淡淡的开口道：“你施展我教你的瞳术口诀，自然能发现端倪。”道痕。秦琴在心中默念诀窍，施展瞳术，顿时一条条金色的线条出现在了地面上，如同真龙在水中游动，不断移形换位。而且有些道痕彼此交错，演化成恐怖的死门，其内传来冰冷的杀气，一步踏错，必将是生死道消。至于他如今踩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石路，而在他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一个死门，正在缓缓移动。秦琴心中后怕，如果他刚才与午夜凝盲目地冲过去，可能现在已经身死。这可如何是好？我有瞳术观测方位，大小姐可没有啊！秦琴心中不安，这里太过凶险了，他急于伴在午夜凝身侧，人家有足血护体，而且与红衣小子相感应，不至于完全迷失，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天津柱开口了，意有所指。听到这话，秦琴幡然醒悟，他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望向身后道：“也是，血九祖会为大小姐指明方向，现在威胁最大的反而是追杀而来的那个圣人。”说话的功夫，身后已经有光亮愈来愈近，那个圣人在迷宫中不断感知二人的方位，如今已经察觉到了秦琴的位置。既然如此，干脆借着这些道痕把这圣人解决掉吧。秦琴目光一寒，如果在外面，他绝对不敢有这个想法。此刻凭借灵目天显，未尝不可一试。随后，他敲击石壁，故意发出一些声响，而后快速向黑漆漆的道路中前进。这个过程中，他小心翼翼躲避开到很演化的死门。哼，你逃不掉的。那个圣人很快便洞察到了秦琴的方位，阴恻恻的开口追寻而来。当然，他毕竟踏入至圣境小城多年，修为极其高强，同样能察觉到此地不寻常，所以并不是盲目的追杀。你们逃不掉的。那个圣人的声音在四通八达的迷宫中回荡。秦琴则是一边逃遁，一边暗中观察周围的全部道痕，寻找坑杀圣人的时机。在瞳术的帮助下，每一条道痕都清晰可见，这些道痕极为神秘，
如同真龙戏水，不断变化位置，是真龙始祖大道的体现。很快，秦晴便发现了异样，因为这些道痕并不是漫无目的的移动，而是遵循某种规律。他发现，每过一段时间，便有生门与死门双向奔赴而来，他们仿佛彼此吸引着对方，短暂交叠在一起，却又分道扬镳。有了，就靠它了。秦晴心生一计，而后不断在迷宫中移动方位，寻找契机，同时也留下一些动静，不至于让那个圣人完全跟丢。不多时，他便看到前方有2道生死门户正在缓缓靠近。如果他们相交错，只有1瞬的时间，生门就会变成死门，而死门则会变成生门。这一刻，秦晴不再逃遁，而是静静站在生门与死门将要重叠的地方，等待那个圣人的到来。你们在跟我玩捉迷藏吗？那个圣人冷笑着，察觉到秦晴的气息不再移动，片刻便追了上来。见到只有秦晴一人，那个圣人皱起了眉头，道：怎么了？另一个小丫头呢？难道已经死在这里了？秦晴淡定地摇了摇头，道：非也非也，想必你也察觉到这里有许多门户了吧？我家大小姐刚才从这里传送出去了。什么？传送出去了？听到这话，那个圣人神色一变，竟然很是激动。其实他也在不断寻找出去的路，奈何不知道哪个是生路，哪个是绝路，所以不敢轻易尝试。那你为什么不走，反而在此地等我？那个圣人皱眉，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想以您的本事，一定也可以找到出去的路，到时候我们还是难逃一死。秦晴暗中观察生死门的位置，同时拖延时间，道：不如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去，而后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如何？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万一你和那个丫头一起坑杀我呢？那个圣人沉默了片刻，并不相信秦晴的话。很简单啊，我先踏进去一试，如果死了，你就当报仇了；如果平安无事，你跟进来便是了。秦晴摊了摊手，丝毫看不出慌乱的样子。那个圣人心中沉吟，反正有秦晴在前面探路，怎么样他都不会有损失。就在这时，秦晴动了，抓住生门与死门交叠的时机，一步迈了下去。刹那间，他的身体变得虚幻，而后消失。真的是生落。那个圣人神色大喜，也来不及深思熟虑了，身形快如闪电，紧随秦晴的脚步迈下。然而此刻的生门已经变成了死门，那个圣人迈入门户的瞬间便感觉到不对劲，但已经来不及了。不可能，这里明明是生落。他的面色苍白，竭尽全力想要退回，却被死门散发出的阴冷气息笼罩了，如同百鬼缠身，要被拽入阴间地狱。无耻小儿，竟敢诓骗于我！那个圣人怒吼着，极度不甘，他将至圣境小乘的修为催动到了极致，浑身如同燃烧了起来，同时催动神剑向着死门内斩去，却还是无法与其中的未知对抗。啊！我不甘心！啊！那个圣人惨叫着，被拽入了死门中，彻底失去了生机，只剩下一滩血水在地上。另一边，秦晴已经被传送到了一片未知的天地，周围的景物消失了，只剩下白蒙蒙的雾气与金色的道痕。他的耳边依稀能听到那个圣人的惨叫声，痛苦无比。可怕，那个死门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连圣人都无法逃出。秦晴心悸不已，就在刚才，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可能与异界生物有关。天津柱沉声道，他在死门中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极其久远。秦晴没有多问，因为异界生物与他无关，他只想快点找到自家大小姐，确保她的平安。而后他运转瞳术，仔细观察这方天地，顿时所有雾气消散了，前路清晰可见。当然，这并不是说明秦晴的前路畅通无阻，因为这里是由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内天地组成，彼此互不相通，那些生门与死门也依旧存在。如果秦晴没有天津柱传授的瞳术，一定会迷失在其中，无法找到方向。而他的脚下则是一片未知的黑暗，深邃无比，不知道隐藏着何物，盯得久了，仿佛心神都会被吸进去。秦晴急忙抬头，不敢再看。就在这时，他的目光透过层层迷雾，竟然看到了午夜宁的身影。午夜宁头顶着足血，正在雾气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每当有恐怖的杀阵时，他头顶的足血便颤动一下，提醒他改变方位。小晴子，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午夜宁眼眶有些发红，行走在漫无边际的白雾中，心中想的却是秦晴。大小姐，我在这儿！秦晴急忙呼喊，希望能与午夜宁交流。然而午夜宁无知无觉，每个小天地都将声音都隔绝了，无法传出。小晴子，午夜宁心有所感，欣喜地张望向四周，但很快就失落无比，自语道：我一定是听错了。而后午夜宁继续迈步，向着白雾深处走去，与秦晴渐行渐远。大小姐，等我，我马上就过去接你。看着午夜宁的远去，秦晴选择了一条较近的路穿行，希望能与午夜宁早日会合。就在这时，秦晴脑海中突然传出了天津柱激动的声音，道：小子，你听我的，继续往前走。啊！可是秦晴疑惑，这是与天津柱相识以来第一次听到他这个语气。可是什么呀？先别管那丫头了，她安全得很，本天津这边才是重中之重。天津柱语气急促，兴奋无比。秦晴看向午夜宁，见他有了血祖的指引，暂时不会踏入险境中，倒也安全。好，速速解决。而后秦晴跟随天津柱的指引，不断在这些小天地中穿梭，走进一条条未知的道路。这个过程中，秦晴注意到地面上有一段残破的衣角，上面沾满了鲜血，想必是哪个圣人走出了迷宫，但还是折陨在了这里。秦晴不做停留，继续前行。没过多久，前路上竟然出现一个人影，白衣飘飘，出尘似仙，隐约是一个女子的模样，置身在雾气中。难道是鬼？秦晴心中忐忑，施展瞳术观望，然而女子周身被朦胧的白雾笼罩，无法看穿真容。
是运神经。这一瞬间，秦晴头皮发麻。这个术法她在大山外见过，正是天域女祖所施展的运神经。这个女子明显比天域女祖还要强大，难道是天域圣地的始祖？可是她为何出现在真龙始祖的陵墓？秦晴面色有些发白，如果被她察觉到不敬，自己必死无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就在这时，那女子开口了，声音动听，宛如天籁，但明显不是对着秦晴说话，而是对着她脑海中的天津柱。她竟然一眼看穿了我身上的秘密。秦晴心慌，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对方的强大前所未见，让她有种底牌尽失的感觉。好在那个女子静静地站立在原地，置身仙雾中，没有要过来抢夺的意思。那日一别，已经是无数岁月了，如今你的本体身在何处？天津柱传出声音，很低沉，与那女子交流。不知隐约来到了道路的尽头，那里是一片混沌。女子摇了摇头，竟然不是真身，只是一个化身。秦晴内心震撼，面前的女子只是一个化身，却有无可匹敌之姿，比她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强。看来你走得比我想象中更要遥远，面对的也更恐怖。天津柱知道一些东西，但他的记忆随着经书的散落而缺失了，并不完整。是啊，多亏了你，我才能走到这一步。女子轻笑，似有些感慨。你错了，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给你带去数不尽的杀劫。你能走到这一步，靠的是几身？天津柱否认。难道天津柱大哥曾在天运始祖的脑海里待过？秦晴暗中猜测，天运始祖有段时间可能与他如今的状态相同。咦，没想到我的后人也来到了此地。就在这时，天运始祖轻咦一声，抬头望向天空，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秦晴知道，那个后人指的应该是进入大山的天运圣地女祖。而后，天运神女的身影消散了，化作一团白雾。天津柱大哥，他如今是何境界了？难道是仙神吗？秦晴发问。我也无法判断。天津柱沉声道，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所修功法是自创的，不被我所记载。以己身成道，世间真有这等人物，秦晴心中难以平静。随后，他在天津柱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很快，一个古朴的棺材竟然出现在了面前。那个棺材并没有合拢，棺盖坠落在一旁，仿佛无数年前棺椁的主人将其推开，走了出去。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天津柱急不可耐。秦晴走近，发现棺材里是一页经书，旁边还有一只使龙角与褪下的黄金龙皮。为何只有一张龙皮？难道真龙始祖未死，在最后关头踏入仙神之境？秦晴心惊不已。虽然只是张龙皮，但过去了无数岁月，却依旧鲜活，仿佛刚刚褪下。而后，棺材里那张经书受到天津柱的牵引，竟然颤动了起来，化作一缕金光，进入了秦晴的脑海中。好家伙，本天津找寻了无数岁月的一张经书，原来是在这里，真是意外之喜啊！天津柱欣喜，那张书页与他融合的同时，一些失去的记忆也之恢复了。一息间，秦晴看到一个伟岸的身影行走在无边无际的混沌中，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每一双都阴森可怖。伟岸的身影不退反进，与那些眼睛的主人站在一起，背后空无一人。主人，是你吗？天津柱颤声开口，他并不知道那道身影是谁，但本能地感受到亲切、熟悉，还有无尽的悲伤。而后，这个记忆戛然而止，因为太过古老，只残留下来一点。那就是天津柱的主人吗？他去往何地？如今是否还在？秦晴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就在这时，秦晴以瞳术望穿壁垒，竟然看到有几个人影在雾气中行走，离此地越来越近。那是进入大山中的几个老祖吗？好强，已经来到了这里。秦晴惊愕，他们分属在不同的天地，彼此无法真正接触，但距离已经极近了。其中一个身影是天机门的老者，以雷劫护体，足不沾地，而且他竟然没有睁眼，在雾气中闭目前行。那个老者口中念念有词，根据某种推演之法，算出生门的位置，避开一个又一个的死门。很快，他便眉头一皱，道：奇怪，我明明算到那经书就在此山中，为何突然消失不见？难道出现了差错？不可能，天机道诀从未出过差错，容我再试一番。老者眉关紧锁，继续推演。这老头好厉害，你刚将那页经书收回，他便推算出了变化，这等手段实属惊人。哼，他那推演之术也是出自本经书，想用本天经的法来推算本天经的位置，痴人说梦。天津柱淡淡的说道。只见那个老者霍地睁开了眼睛，目中充满惊骇，道：不妙，机缘已断，此地将有大变故发生。而后他果断沿着来路后退，不再深入，看样子要离开大山。秦晴又将目光转向另一个身影，那是天运圣地的女祖。她怔怔地站在原地，周身散发淡淡的光辉，似乎在接受某种传承。看来是天运始祖寻到了后人，要给他一些造化。秦晴自语，天运女祖本来就是极强者，此刻又有了始祖的传承，恐怕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后秦晴还看到了真龙妖祖，他手中的使龙角正在熠熠发光，与棺材中的另一只龙角交相呼应。有了使龙角的帮助，他成功避开了所有死门，正在向这边靠近。最后秦晴竟然在不远处看到了武叶宁，他也在雾气中穿行，神情落寞，面颊有淡淡的泪痕，似乎觉得秦晴已经身死。大小姐！见武叶宁安然无恙，秦晴大喜，他决定找到这方天地的出路，去到另外一边与武叶宁会合。奇怪，既然大小姐出现在这里，说明血九祖应该离此地不远，为何久久不见她的身影？同时秦晴心中也有疑惑，不管了，还是先走为妙，免生变故。秦晴正准备离开，突然听到上方的一处天地传来巨响，似是被硬生生打碎了。
只见两个老者从那方天地中飞出，施展神通，在与血九祖争杀。血九祖掀起滔天血海，艰难应对，鲜血不断垂落。我们二人今日就要将你诛杀在此！其中一个老者大喝，虽然面容苍老，身子佝偻，散发出的威势却一点不弱于血九祖。你这魔头，此地没有生灵让你吸收气血，看你如何挣扎！另一个老者也开口了，衣衫猎猎，武艺冲天，不知修的是什么武道，但他对血九祖很熟悉，两人看起来早有恩怨。你们二人，今日我若不死，来日将你们宗门弟子屠尽！血九祖捂着胸口，面色有些苍白，气血萎靡。当然，两个老者并不是毫发无伤，相反，血九祖以一敌二，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惨烈的伤口。这是最先进入大山的那几个老祖吗？秦秦看着天上争杀的三道身影，面色凝重，即便隔着天地，依旧能感受到恐怖的波动。哼，哪还有来日？若老夫再年轻千岁，早已将你斩杀！一个老者喝道，频繁出手，神通道法铺天盖地。我能杀一个，就能杀两个。血九祖神色狰狞，红衣染血，一头黑发张扬，与那个老者站在一起。血九祖以一敌三，还斩杀一人。秦秦心中难以平静，不知他是利用了什么手段。而且血九祖还很年轻，是所有踏入大山的老祖中年纪最小的，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噗嗤，另一个老者出手了，点出一道恐怖的乌光，直接将血九祖的胸膛洞穿。虽然血九祖的身躯很快便恢复了，但面色却更苍白了几分，看起来撑不了多久。不好，看这样子，血九祖要落败了。秦秦皱起了眉头，他与血九祖并没有多大关系，但血九祖是庇护午夜宁的主要人物，不能让他就这么陨落，得想个办法帮帮他。秦秦在原地踱步，随后他看向棺材中真龙始祖褪下的那张金色龙皮，胆子大了起来。只见他将龙头抬起，施展吐息之法，深深的吸了口，而后对准龙口的位置狠狠地呼了出去。霎时间，龙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胀了起来，仿佛变得有血有肉，要活过来一般。秦秦深深地吸了口气，继续对着龙口呼出第二口、第三口。在他呼到第9口的瞬间，龙头竟然霍地睁开了眼睛，与秦秦四目相对。秦秦大惊失色，一屁股跌在地上，往后挪动。真龙始祖转动了一下眼睛，似乎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苏醒。龙儿，不要为难于这位小友，我与他有些缘分。就在这时，天运始祖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真龙始祖不再看秦秦，直接冲上了九霄，将龙躯显化在所有天地中。血九祖，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秦秦深深地看了血九祖一眼，不再停留，脚踩神异步伐，向着午夜宁所在的天地急速而去。金色真龙在天上盘旋，龙吟声震耳欲聋，而后化作一个身着地袍的中年男子，背负双手，静静站立。何人敢踏入我的陵墓？真龙始祖伟岸无比，一双妖眸淡淡地俯视着下方几人。始祖！真龙妖祖目中有泪，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心中巨震，不敢再有所行动，同时心中猜疑：难道真龙始祖未死？哼，已经死去无数岁月了，还能有几分实力？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一个老者无视真龙始祖的威严，继续向血九祖出手，要一鼓作气将他击杀。真龙始祖眉头一皱，直接将史龙角掷出，快速放大，向着那个老者镇压而去。啊！那个老者惨叫，眨眼之间便被史龙角碾碎，尸骨无存。见到这一幕，所有老祖级别的人物都倒吸了一口气，没人再敢多说一句话。另外一个老者面色阴晴不定，不知真龙始祖为何突然复苏，现在失去了帮手，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将血九祖彻底抹杀了。他不敢再有动作，与血九祖隔空而立，等待着真龙始祖的指示。秦秦自然也没想到真龙始祖这么恐怖，只是褪下的一张龙皮，借助史龙角依然可以斩杀老祖级别的人物。这番功夫，他已经来到了午夜宁所在的天地，并且看到了他的背影。大小姐，等等我！大小姐！秦秦快步追了上去。小秦子！午夜宁惊喜的扭头，但很快就收起笑脸，斥道：“你这混蛋去哪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大小姐冤枉啊！这里面除了雾还是雾，我也是找了老半天才找到大小姐的踪迹。”秦秦挠了挠头，哼，这次就原谅你了，下次跟紧点。午夜宁假装满不在乎，只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中，全然忘记了此地凶险万分，而秦秦毫发无伤。是。秦秦连忙点头，打着哈哈。突然，这片天地颤动了起来，所有生气与死气在他们头顶倒卷，向着棺材之处凝聚。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大山要闭合了？午夜宁抬头，神色凝重。行了，你们都退去吧，这里万界归一，将要闭合，到时候你们再无出去的可能。高天之上，真龙始祖开口送客，身姿威严。他曾受万妖朝拜，如帝如君。你们都是我界的强者，我不想斩杀过多，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并肩战斗。真龙始祖的声音在整片天地回荡，蕴含伟力，让所有人肃然起敬。谢真龙始祖！饶是血九祖这般桀骜不驯的人，也不由得对真龙始祖弯腰参拜。是。天韵女祖轻轻的点头，她从天韵始祖口中知道了一些隐秘，同时也获得了不小的造化，急于闭关感悟，将之彻底融入己身。老祖，你是否已经？真龙妖祖开口，欲言又止。真龙始祖看向他，淡淡一笑：啊，我确实已经陨落，这口气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个史龙角给你，两者合二为一，不输世间的任何祖器。而后，史龙角熠熠发光，自主飞到了真龙妖祖手中。谢老祖！真龙妖祖将史龙角接过，不
不禁潸然泪下。随后，午夜宁头顶的那滴血震颤了起来，血九祖凭着感应，很快出现在了二人近前。九祖，你没事吧？午夜宁见血九祖浑身染血，有些担忧。无妨，这里要闭合了，我带你们出去。血九祖大手一挥，直接将二人卷入袖中，向着大山外飞去。至于其他几个老祖，也不敢多留，快速向出口飞去。真龙妖祖一步三回头，看着真龙始祖的身影淹没在生死之气中。而后，真龙始祖的身体逐渐干瘪了下去，重新变成一张龙皮，归于棺材内部。大山外那道裂缝在震颤着，有要闭合的趋势。发生了什么？大山要闭合了吗？快看，有人出来了！所有修士都在远远观望，见只有血九祖、天域女祖、真龙妖祖以及最先进入大山的一个老者飞了出来。大山彻底闭合了，看来之前进去的5个老祖有3个陨落在了里面。有修士沉声道：“那可是老祖级别的人物啊，就这么陨落了吗？”血九祖几人看似年轻，但每个都存活了数千年，之前的几个老者甚至活了上万载。他们每一个出世都是惊天动地的人物，此刻却一下死去3人，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秦晴知道，有一个是被真龙始祖镇杀，一个则是被血九祖反杀，另外一人可能是不慎踏入了死门，生死道消。不对，之前进去的那几个圣人呢？这时有人注意到了异常，所有圣人都没能走出大山，追杀午夜宁与秦晴的那个也没有返回。那还用想，死了呗，老祖都能折陨的地方，死几个圣人又算得了什么？不过大家并不感到意外，更不会想到有个圣人会死在秦晴手中。唉，可惜了武航云，终究没能逆天改命。有人叹气，为武航云感到惋惜。看来道友此行收获颇丰啊。天机门的老者早就在外面等候，他并没有什么遗憾，趋利避害，对所有事情量力而行。他望向天域女祖，感慨道：“不得了，我看到有身上气息竟然有要突破境界的趋势，只是侥幸得到一些先辈的传承。”天域女祖淡淡回应，她周身的白雾比之前更加神异了，闪烁着一点一点的灵光。她急于闭关，巩固修为，转身踏入了虚空。真是江山代有才有人啊，我们这些老骨头不行了。天机门老者自嘲，随着天运神女的离去，他也踏入劫云之中，消失在了天边。真龙妖祖将一对始龙角集齐，足以与更强大的存在一战，却没有半点喜悦的神色，反而心情低落。他没有多停留，直接化作真龙之躯，腾云驾雾，向着北域的方向而去。至于其他几人，要么陨落其中，要么空手而归。他们心心念念的至宝已经被天金柱悄无声息地收回。血九祖一甩衣袍，将午夜宁二人放出。2人重见天日，都是深深地呼吸了口气，有种逃出升天的感觉。你们趁我不在，竟然追杀我的弟子！就在这时，血九祖面色一沉，望向周围的一众修士。之前追杀过午夜宁的修士神色大变，只觉大难临头，快速逃遁。然而血九祖早就记住了他们的样貌，目光所至，圣人境以下的全部化为了血雾。没参与过的修士心惊胆战，有的离得较近，直接被溅了一身血。老祖救我！有的凭借修为苦苦抵抗，向正道宗门的老者求救。你这魔头还不住手！那个老者勃然大怒，施展神通护住一些修士。怎么，你能拦我？血九祖肆无忌惮，血眸一缩，硬生生将他庇护的几人隔空震杀。你！老者咬牙，但确实不能把血九祖怎么样。2人相争，除非鱼死网破，不然不会有个结果。午夜宁与秦晴2人骇然，莫想到血九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哈哈，所谓正道，不过如此。血九祖猖狂地大笑着，再次将午夜宁2人收入袖中，潇洒离去。透过袖口的光亮，午夜宁遥指下方的地界，道：“小晴子，那里就是赵国的首都，旁边的是楚国。我从小到大还没有离开过信阳城呢。”秦晴也在观望，他们在跟随血九祖急速移动着，那些国家越来越远，瞬息就消失不见了。而后血九祖一步迈出，他们便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似乎是进入未知的虚空。在出现时，眼前是无数的仙山，有仙鹤腾云驾雾，异兽踏祥云而飞，远方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不知身处何方。血九祖脚步不停，连迈数步，等在有光亮照进来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汪洋的大海上，东海。哇！大海，海面波光粼粼，蔓延向视线的尽头，与蓝天连在了一起。午夜宁忍不住高呼，感觉眼界开阔，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他出生在中原，连湖泊都很少见到，只听说遥远的东方有广阔的海域，还有无数仙山岛屿，此刻终于亲眼所见。秦晴看着午夜宁的侧颜，替他感到开心。东海广阔无边，其内岛屿无数，这里只是一个角落而已。我现在带你们去万血海的地界。血九祖淡淡开口。随着血九祖的移动，他们下方的海水逐渐变换了颜色，由原本的深蓝色向淡红色偏转，最后甚至完全化为了血色，深沉无比。九祖，这下方是血吗？午夜宁忍不住发问，因为这里的海水太过诡异了，如同刚流出的鲜血，因为某种原因凝聚在一起，久久不散。这里叫万血海，你觉得呢？血九祖森然一笑，即便心里早有准备，午夜宁还是感觉心悸不已。别怕，这里不全是人血，也有很多。血九祖没有继续说下去。这片海域很古怪，下面有东西让我很不舒服。秦晴脑海中传来天金柱的声音，对于这片血水本能的抗拒。秦晴心念一动，隐隐有些猜测。而后一座庞大的岛屿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不偏不倚，
正好处于血海的正中央。这座岛屿由于长期被血水浸染的缘故，有些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看起来很是瘆人。此岛乃是我万血海的宗门所在。血九祖带着几人降落，来到一座宏伟的山门前。这里的山石树木并不是常见青山绿叶，而是呈现一种暗红色，想来与血海脱不了关系。山门前3个身影站立着，2男1女，男的分老少，女子则是20来岁的样子，衣着暴露，十分性感。见到血九祖归来，他们急忙弯腰行礼，道：“恭迎九祖归来，免了吧。”血九祖随意摆了摆手，那3人才敢起身。到了这里，血九祖总算放下了戒备之心，面色骤变，哇的吐出一口鲜血。九祖，你的伤势，那个女子快步上前，想要搀扶血九祖。无妨。血九祖抬手将女子拦下，而后一挥衣袖，将午夜宁2人放出。那3个老不死的下手倒是挺狠。血九祖本就年少轻狂，此刻随意用袖子抹了抹血迹，有种洒脱不羁的质感。一出来，午夜宁便凑到血九祖近前，十分担忧他的伤势。没事，那3人老了，虽然能重伤我，但没有伤到根基，假以时日可以恢复。血九祖开口解释。见血九祖没有抗拒午夜宁前来搀扶的女子，微微诧异。他作为万血海大长老，平时没少和血九祖套近乎，但都无法近身。他甚至有点怀疑血九祖是不是喜欢男人。九祖，这是……至于其他2人，都有些疑惑。此女以后归于3长老，作为亲传弟子培养，你需全心全意给她最好的资源与帮助。血九祖朝着那个老者开口。亲传弟子？这弟子还没开始修行呢。午夜宁指着自己的鼻子，觉得不可思议。从一开始，血九祖就对他照顾有加，让你当你就当，哪这么多废话？血九祖稍有不悦，说完瞥了秦晴一眼，道：“至于这个男的，一个仆从而已，不用管他。”喂，这待遇差别也太大了吧！我可是救了你一命，你就叫我这个男的？秦晴心中咆哮，但脸上还是嘿嘿一笑。九祖在下亲传弟子薛冰已经踏入了眼玄境，将来有机会担任少主，让一个新人取代他的位置，恐怕有些不妥。那个老者面露难色，犹豫道：“他们3人都是长老，有至圣境巅峰的修为，但与血九祖相差甚远，无法察觉到午夜宁的不凡。”你在质疑我的眼光？血九祖挑了挑眉毛，不敢。3长老连忙低头。随后，血九祖又望向午夜宁，若有深意地说道：“我这个人从不护短，不论你死在正道手中，还是自己人手中，都只能说明你能力不够，我不会出手干预。”知道了九祖，午夜宁只好答应下来。他在信阳城当惯了大小姐，但面对血九祖还是不好有什么脾气。真是说瞎话不打草稿，什么护不护短的，我可没少见你偏心。秦晴心里嘀咕，明知道血九祖偏心午夜宁是好事，但又莫名不是滋味。同时，他也有些忧虑，因为血九祖给午夜宁这个身份，并不意味着是好事，有更大的机缘，但也需要承受更多的凶险。不过，他作为午夜宁的奴仆，表露出太多的情绪，反而不合常理。此刻只是默默地站在午夜宁身后，听候吩咐。3长老，九祖让此女担任你的亲传弟子，足以说明她卓尔不凡，稍加修行，未尝不可超越薛冰。2长老是个年轻的男子，此刻轻笑开口，但话里话外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3长老沉默，他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培养一个天才弟子何其之难，甚至有无数天才者陨落在成长的路上。对于薛冰，他已经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如果薛冰最后能担任万血海的少主，就有机会获得血九祖的传承，到时候他同样水涨船高。好了，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恢复伤势，接下来的事你们自行安排吧。血九祖捂着胸口，面色愈发苍白。行了，九祖你就快去吧，明明就伤得不轻，还在这硬撑。午夜宁不满地催促道。听到这话，血九祖正欲离开的脚步一顿，3个长老都是面色一变，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血九祖说话，而且血九祖杀人无数，喜怒无常，动辄要人性命。空气陷入了寂静，隐隐有杀意弥漫。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午夜宁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不明所以的看了看几人。血九祖眉头微皱，但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一步迈出，消失在了原地。血九祖走后，3个长老总算松了口气，刚才那短暂的一瞬，已经让他们背心出汗。此刻看向午夜宁时，目中都有些钦佩。好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大长老扭着腰胯，风情万种的来到午夜宁近前，调笑道：“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啊，弟子午夜宁，不知姐姐怎么称呼。看着面前这性感的身材，即便是同为女子的午夜宁，依旧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嘿嘿，姐姐姓梅，名轻柔，如今是万血海的大长老，以后直接叫我柔姐就行了。梅轻柔说着，用柔弱无骨的巧手从午夜宁腰间划过。一瞬间，午夜宁觉得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急忙挪开一步，笑嘻嘻地说道：“柔姐，咱俩刚认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哦，懂了，原来你是慢热型。梅轻柔朝午夜宁抛出一个媚眼，随后又看向他旁边的秦晴，扭捏道：“这位小帅哥又怎么称呼呢？从一开始就盯着人家那里看个不停，让人家好不害羞呢？”啊！秦晴抬头，一脸懵逼。他虽然无意中看了梅轻柔那么2眼，但也只是下意识的想知道她的弱点而已，绝对没有看个不停。午夜宁眉头一皱，见午夜宁面色有异样，秦晴慌了，急忙辩解道：“大长老，你怎能凭空污人清白？”午夜宁不由分说，揪起秦晴的耳朵，将她拉到自己的身后，挡住视线，道：“
嘿嘿，柔姐不用搭理他，不过是我的一个奴仆而已。哦，是吗？依姐姐看，没那么简单吧？梅清柔掩面轻笑，做出一个我懂的表情。午夜凝像是被戳穿了心思，面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目光也有些慌乱。晴晴看着午夜凝发红的耳朵根，微微一愣。好了，清柔，你就不要再调戏人家姑娘了。二长老适时地走上前来，道：“我叫韩佑，是万血海的二长老。旁边这位是三长老，姓公孙，名洪文。”午夜凝回过神来，道：“弟子午夜凝拜见二位长老。”公孙洪文微微点头，哈哈，不必如此，我们万血海没那么多规矩。韩佑爽朗一笑，面色却突然阴沉，道：“但有一点，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不然会被吃得渣的不剩。”午夜凝与晴晴呼吸一致，同样的话，他们似乎也听雪九祖说过。哼，不让调戏小姑娘，那你韩哥哥今天晚上到人家房间里来。这时，梅清柔舔了舔手指，意有所指。那个，我还有事，需要闭关修行，你们聊，我先走一步啊。韩长老心里咯噔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后怕的事，快速向着天边飞去。哼，什么嘛，才3天3夜就不行了？梅清柔面色一沉，气得直跺脚。3天3夜，午夜凝与晴晴心中骇然。随后，梅清柔又看向晴晴，故意留下一个飞吻，也消失在了天边。这家伙恐怕都活了几千岁了，还一口一个姐姐的装嫩。晴晴心中暗骂，见午夜凝投来冰冷的目光，急忙低下头。好了，既然九祖让你做我的亲传弟子，我自然不会有所保留。你先跟我来挑选一座洞府，修行之事明日再说。公孙洪文话是这么说，心里却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谢公孙长老。午夜凝点头。而后，公孙洪文以法力拖载二人向着山门内飞去。想到明天就能学习术法，午夜凝心里有些小兴奋。一路上，他们路过许多洞府与建筑，看见不少万血海的弟子，男女都有。当然，那些弟子也注意到了天上的两人，都在抬头仰望，投来异样的目光。那两人是谁？怎么由三长老亲自护送？有些弟子疑惑，没见过，应该是新入宗的弟子吧？看他们所去的方向，好像是亲传弟子才能选择的洞府。什么？亲传弟子？不可能，所有入门之人都是从外门弟子做起，哪有直接当亲传弟子的道理？万血海的弟子议论纷纷。公孙洪文不做停留，带着午夜凝二人来到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峦中，道：“这里是整座岛屿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在这里修行，比其他地方快上100倍不止。”随后，他看了午夜凝一眼，道：“你作为亲传弟子，就在这里挑选一处洞府吧。”真的？原来当亲传弟子还有这种好处？午夜凝眼睛眯成了月牙。公孙洪文见状，不冷不热地说道：“修行主要靠的是悟性与资质，不要以为有些机缘，仰仗灵气就可以走得更远。”午夜凝听出他话里有话，只将有用的道理记在心里，笑道：“谢三长老教诲，弟子记住了。”晴晴暗中施展吐息之法，浅浅地吸了一口气，顿时感觉灵气进入血液，让他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小子，选东边第7座洞府，那里才是整座岛屿的灵根所在。而且我察觉到一缕仙意。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传来天金柱的声音。仙意。晴晴心中一凝，意识到这件事至关重要。他望向那座洞府，发现不过是一处僻静的角落而已，不为人所注意。此时，午夜凝正拖着下巴，犹豫要选哪一座洞府。晴晴眼珠子转了2圈，嘿嘿一笑，道：“大小姐，你看东边第7座洞府前的那片草坪里的大石，像不像咱们吴府后花园的那块？”午夜凝微微一愣，看向那边，皱眉道：“像吗？像啊，怎么不像？你再仔细看看。”晴晴满脸堆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午夜凝盯了片刻，神色大喜，道：“是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点像。”晴晴松了口气。午夜凝望向公孙洪文，道：“三长老，弟子就选东边的第7座洞府居住吧。”公孙洪文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道：“好，就依你的，一会儿我会派人送来起居的物品。”随后，公孙洪文将他们送至洞府前，简单的交代了一些事情，便御空飞行而去。午夜凝则是带着晴晴，满怀期待的掀开藤蔓，进到了自己的新住处。洞府之内是一张石床和一些石质的桌椅，两侧生长着些奇珍花卉，不知是何品种，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洞府上方开出了一道口子，有阳光斜照进来，正好投在石桌上，看起来紧密而又美好。石桌旁的墙壁上则是一条涓涓溪流，清澈无比的山泉水自上而下流淌，在下方汇聚成一个小石潭，几条锦鲤在里面悠然自得。一些阳光洒落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又反射在洞府内部，形成斑驳的光影，如诗如画。啊，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洞府里还挺好看。小晴子，记你大功一件。午夜凝蹲在小石潭边，用双手捧起一汪山泉，感觉清清凉凉，格外舒服。晴晴哭笑不得，道：“大小姐，这大功一件可有什么奖励？”奖励吗？午夜凝美眸中闪过异样的光，若有深意的说道：“如果你能立10件大功，我就无条件答应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晴晴一愣，因为这个范围实在太广了，不由得问道：“这件事情可有什么限制？”午夜凝咬了咬嘴唇，眼眸低垂，道：“没有限制，即便是那种事情也答应你。”晴晴心脏骤停，心道：“什么情况？大小姐这表情是什么意思？暗示吗？这丫的是明示吧？”“不对不对，绝对有猫腻。”晴晴不露声色，试探道：“那种事情是哪种事情？”听到这话，午夜凝秀眉微蹙，直接揪起晴晴的耳朵，道：“
好你个小晴子，本小姐差点忘了，你是不是偷看轻柔姐姐了？大小姐这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晴晴心中叫苦，龇牙咧嘴的说道：大小姐冤枉啊！晴晴哪敢多看别的女子一眼？那你说我和轻柔姐姐哪个身材好？武叶宁气势汹汹的质问。晴晴心想，这要是说没轻柔身材好，自己这只耳朵肯定是保不住了，只得昧着良心说道：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大小姐啊。不曾想武叶宁反而更气了，我就知道，你还说没看轻柔姐姐的身材。哎呦呦，大小姐手下留情，晴晴错了，晴晴再也不敢了。晴晴人傻了，真是说啥都是错，欲哭无泪。好了，刚才立下一件大功，现在功过相抵，什么都没有了。折腾了好一会儿，武叶宁总算是消气了，悠哉悠哉的躺在石床上。晴晴则是站在一旁，眼泪汪汪的往下流，心道：果然没那么简单，这10件大功遥遥无期啊！就在这时，武叶宁若有所思，从怀里掏出了武家的古今残页，道：说起来，我还没有修行过我武家传家宝呢。晴晴一怔，急忙劝阻道：别呀，大小姐，这古经上记载的内容对于根骨的要求极高，大小姐不可轻易尝试。他是过来人，亲身体会过修行此五诀会带来多大的痛苦，非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而且可能给自身带来伤害。切，我爹说不行，你也说不行，我今天非要尝试一下。一听这话，武叶宁不乐意了，直接跳下床来。这，晴晴可没本事拦住他。而后，武叶宁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开始照着经书上古字尝试修行五诀。很快，他的身体便开始发烫，变得红嫩诱人。晴晴知道这是修行五诀的第一阶段，身体的温度会急剧升高，就像是一场淬炼。但是这只是开始。显然，武叶宁的根骨比晴晴还弱，这个过程只持续了几息，他的额头便渗出冷汗，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大小姐，您快停下来吧，晴晴有些心急。武叶宁咬牙，还想坚持，奈何身体已经来到了极限，脚下一软，便要摔倒在地上。啊！晴晴大惊，也不管3七21了，直接先武叶宁一步摔在地上，给他做人肉缓冲垫。扑通！晴晴刚倒在地，武叶宁的娇躯便压了上来。呼！晴晴松了一口气，武叶宁伏在他的胸膛上，止不住的喘息着，但好在没有摔着。武叶宁面色潮红，想训斥些什么，可惜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索性不说了，就这么趴着休息。这时，一个7、8岁的道童出现在了洞府前，怀里抱着起居用品，刚想说话，就看到了这一幕。我什么都没看到。那道童面红耳赤，嗖的将东西放下，竟然腾云驾雾而去。小鬼，不是你想的那样。晴晴伸了伸手，百口莫辩。夕阳缓缓坠落，沉入海面，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晴晴抱起一张被子，准备在石床旁打地铺，方便一会儿睡觉。小晴子，突然武叶宁将她叫住了，语气似有些犹豫。怎么了，大小姐？晴晴一愣。你今天晚上给我暖床吧。武叶宁有些难为情的开口。啊！晴晴看了一眼石床，顿时就明白了。武叶宁从小身子孱弱，手足发凉，所以需要温暖的被窝才能入睡。这个问题在吴府自然可以轻松解决，但现在面对的是一张石床。晴晴咽了口唾沫，有点心虚。见晴晴这扭捏样，武叶宁眉头一皱，不容置疑的说道：叫主人。主人，上去。好嘞。晴晴乖巧的躺在床上，将棉被盖好，一副良家妇女的模样。你这什么表情？搞得好像本小姐要非礼你似的。武叶宁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晴晴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眨了眨眼睛。我摊牌了，不装了，以后你就是本小姐的暖床丫鬟，懂不懂？武叶宁戏精附体，扮演起了山寨大王，强抢民女。晴晴满面娇羞，把头埋得更深了。过了一会儿，武叶宁估摸着被窝暖得差不多了，直接将晴晴揪了起来，道：去，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晴晴都快睡着了，但还是迷迷糊糊起身往自己地铺爬去。武叶宁早就迫不及待了，一脚踹在晴晴的屁股上，助力她快速下床。哎呦！晴晴滚回自己的地铺上，睡意全无，而武叶宁早已拱进被窝，以藕臂拎出衣物，露出一个舒爽的表情。好，很好，下了床就不认人是吧？晴晴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决定用实际行动表示对武叶宁的抗议。今晚背对着他睡。夜已深，三长老公孙弘文的洞府内站着一个长发男子，他的面容有些消瘦，刘海斜至一侧，遮住了一只眼睛。我修行数年，便踏入眼玄境，修为与上官以廉、萧雅叶难分伯仲，为何撤去我亲传弟子的名分？薛冰立身在公孙弘文前，语气不满。徒儿啊，为师知道你心里有怨，但那女子是九祖带回来的，为师也没有办法。公孙弘文盘坐在蒲团上，愁眉苦脸。薛冰神色低沉道：既然如此，何不直接将他干掉，省去烦恼？公孙弘文面色一变道：你这小子真以为资质超然，就可以在万血海无法无天了？随后他压低声音道：那女子是九祖看中的，肯定会给他留下护身手段，你以为那么轻易就能抹除？薛冰紧了紧拳头道：可是徒儿身为3大亲传弟子之一，资质无双，身份莫名其妙被人取代，不是受尽所有弟子嗤笑。放心吧，不过是失去了亲传弟子的名分而已，该有机缘与造化一样也不会落下。公孙弘文起身拍了拍薛冰的肩膀道：毕竟你可是我最得意的弟子。薛冰双目微眯道：既然血九祖留有手段，不让外人伤他，何不让他自断性命？
自断性命。公孙弘文一愣，嗜血摩天诀玄妙无穷，其内经文晦涩难懂，如果字句稍有差错，会发生什么？薛冰平静地开口，字句偏差，即便是为师，都有可能遭到反噬，走火入魔。公孙弘文说着，神色突然一凝，道：你的意思是，明日传他术法，只需删改几句经文，便可让他凌迟崩裂？薛冰稍一停顿，道：到那时，他因为悟性不足，急于求成而亡，就算是九祖，也说不了什么吧。公孙弘文沉吟一会儿，忽地大笑，道：妙，妙啊！不愧是我的弟子，资质与智谋都是绝佳，将来必可以担任少主，走上巅峰之路。师傅谬赞。薛冰森然一笑，退出了公孙弘文的洞府。第二日，秦秦扶侍武叶宁起床更衣，经过一晚的灵气滋润，两人都觉得神采奕奕。不过除此之外，秦秦再无收获。至于天津柱所说的仙意，更是渺无踪迹。此地可能留有空隙，与岛屿之下相连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才会有散发出仙意。天津柱沉吟，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也无从知晓。岛屿之下，秦秦心惊，因为这片岛屿周围全是血色的海水，不知是什么原因才形成的，其下隐藏着未知的隐秘，会不会是仙人留下的血？所以过去了无数岁月，仙意都不曾消散。秦秦心中猜测。这时，洞府外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道：武小姐在吗？我奉三长老之命来接你们到枯木林。枯木林，想必就是修行的地方吧？武叶宁自语，带着秦秦走出洞府，只见一个道童在外面，似有些拘谨。秦秦面色不善，因为这个道童正是昨天来过那个都说童言无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到处胡说呀。好可爱的娃娃，告诉姐姐几岁了？见那道童生的白白嫩嫩，武叶宁忍不住伸出手，想捏捏他肥嘟嘟的脸。你才娃娃，我都36岁了，算起来都能当你爹了。那道童嘟囔着，一摆手将武叶宁的胳膊扒拉开。武叶宁笑脸一僵，讪讪地收回胳膊，干咳2声。噗！秦秦绷着脸，差点笑出声。你笑什么？武叶宁转身狠狠踩在秦秦脚上，咬牙切齿。错了大小姐，我只是想到开心的事。秦秦急忙求饶。好了，你们不要再秀了，随我去枯木林吧。那道童看不下去了，施展术法，带着两人升空而起，与昨日场景一般无二。武叶宁与秦秦都是啧啧称奇，没想到这道童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娃娃，但修为却一点也不差。几人飞出山峦，很快便经过了万邪海弟子修行的地方。那里是一座山崖，曾经应该是瀑布，不过如今干涸，看起来十分苍凉。那些弟子盘坐在山崖上，有老者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薛冰赫然也在其内，看他就是昨天新来的，而且直接当上了亲传弟子，把薛师兄的地位给取代了。不过这女子长相倒是绝美，难道九祖是看上了她的容貌？你想屁呢？九祖一心向道，大长老坐怀都不乱，会为一副皮囊动恻隐之心。那你说说，他为何能当上亲传弟子？难道因为资质比薛师兄还高？嘘，小声点，薛师兄就在前面呢，别被他听见了。见到天上的三人，万血海的弟子都忍不住议论起来。薛冰闭目盘坐在所有弟子最前面，眉头微皱。他本应该在枯木林中修行，却因为失去了亲传弟子的身份，与一众内门弟子混为一谈，此刻心里很是不爽。薛师兄，就算那女子当上亲传弟子又如何？悟性不足，还是会被您取代。听到这些言论，有弟子在薛冰身旁陪笑，只是一个虚名而已，我薛冰并不在乎。薛冰淡淡的开口，没有睁眼，心中却在冷笑。过了今日，我依旧是亲传弟子。笑，老道童，我们不与他们一起修行吗？看着下方的众弟子，武叶宁有些疑惑。此地名为月石铺，是内门弟子修行之处，枯木林还在前方。那道童解释道，这枯木林与月石铺有何区别？秦秦插嘴，月石铺下有一块大石，是从9天上坠落下来的，其内蕴含天地法则，对踏入眼玄境有极大的帮助。道童望着下方，我平日在此地修行，用了30年，便踏入了启灵境大成。月石铺都如此不凡，枯木林还能了得？武叶宁虽然对修行没什么概念，但还是喜上眉梢。枯木林来头更甚，据说始祖曾在那里盘坐，一朝悟道，万木枯，自此便留下道痕。之后的几位老祖都时常在那里踱步。道童一脸严肃，血始祖悟道之地。武叶宁与秦秦相视一眼，惊得说不出话。随着这番交谈，三人已经飞离了月石铺上空，不多时便来到了一片血色的古树林中。别说，还挺漂亮的呀。武叶宁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那番荒芜。这里的每一棵古树都呈枯黄色，看起来沧桑古朴，它们的叶子受到血海与血始祖的影响，变得深红如血，残破不堪。许多枯叶都脱落在了地上，踩在上面沙沙作响，行走在红褐色的林海中，别有一番意境。三长老还吩咐了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一步了。小道童开口，去吧去吧。武叶宁摆了摆手，玩心大起，悠然自得地踢起叶子。随着小道童的离开，附近只剩下武叶宁与秦秦二人，有些寂静与冷清。怎么说，此地有什么玄妙吗？秦秦心中发问。有，而且极其不凡，事关重大。天津柱沉声道。哦，说来听听。秦秦眉头一皱，和你没什么关系，瞅你那批大一点的凌迟，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天津柱话锋突转，开口打击秦秦。喂，就我这批大一点的凌迟，
不照样帮你收回一页经书？秦秦愤然，与天津柱你一句我一句互对起来。就在这时，一个灰发老者从古树后走了出来，穿着布衣，脸上布满褶皱，看起来冷冰冰的。咦，怎么不见三长老？午夜凝打量着他，有些疑惑。兄长有急事需要处理，抽不开身，特意吩咐在下来为五小姐传授道法，解答疑惑。那个老者沙哑的开口，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你是？午夜凝眉头一皱，这才修行的第一天，公孙弘文便借故不来，总感觉有点蹊跷。在下是三长老的亲弟弟公孙岩，修行5400余年，与兄长只差一个境界而已。老者平静的开口。5400余年，这是什么活化石？午夜凝心里犯嘀咕，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喂，那个谁，这个老头是何境界？真的能叫到我家大小姐吗？秦秦与天津柱处于冷战期，但还是想给午夜凝把把关。臭小子，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大哥，现在还要让我帮那个女人？天津柱不开心了。哎，大哥大哥，我的天津柱好大哥，求你快告诉我吧。秦秦立马服软了，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个道理。他的目中，这个老者的肉身并不算多强，存在10几个弱点。天津柱这才满意，悠悠地说道：肉身嘛，是一境小成，不过修为倒是不假，至圣境大成，与昨天老头差一个境界。看来老头所言非虚。秦秦稍微安心，静静地站在午夜凝身后。既然如此，那我们开始吧。午夜凝很随意，找了个舒服的地方坐下。倒是可以，不过公孙岩欲言又止，道：后面那个奴役可否让他退下？他没有资格待在这里。午夜凝扭头看了眼秦秦，道：你说小晴子啊，九族准许的，不用管他。随后他朝公孙岩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继续。公孙岩眉头微皱，似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盘坐在午夜凝对面。这老东西一上来就赶我走，不会是想对大小姐动什么歪脑筋吧？秦秦起了疑心，暗中警惕。修行一途分为2条路，一种修武，一种修道。武者修己身，不依靠外物；道者修灵力，顺应天地而生。随后公孙岩开始为午夜凝讲解一些修行的基础知识，秦秦也在后面听陪听。这2条修行之路，只能选一个吗？午夜凝发问。非也，修武还是修道，需根据自身资质来决定。若根骨不行，强行修武，只会适得其反。修道同理。当然，古往今来，武道同修者不计其数，但能将一条道路走到极尽的，屈指可数。公孙岩倒也没有隐瞒，将自己知道的如实告知。原来如此。午夜凝若有所悟的点点头。修武可通神，修道可登仙，其中神道分为4大境界，分别是机缘、释一、破虚、与神。仙道则是启灵、眼玄、至圣、道极，和神道4境相对应。然而，真的有人能成神成仙吗？无从知晓。公孙岩叹息一声，道：古往今来，无数天骄横空出世，经才绝艳者多如满天星斗，却没有人真正走到那一步。听到这里，秦秦脑海中不禁想起了天运始祖，那个可以自创道法、超然物外的白衣女子，也不知道走到了哪一步。午夜凝拖着腮帮子问道：那九祖呢？现在是什么境界了？九祖500多岁渡道劫，又用1000年踏入到极境小成，如今修为深不可测。公孙岩凝重的开口。这么厉害？午夜凝目瞪口呆，毕竟到极境已经是修行的最后一个大境界了，再往上就是虚无缥缈的仙神之说。随后他又问道：那这些境界是谁创的呢？总不能凭空而来吧？关于修行的起源太过久远了，无法追溯，也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公孙岩摇了摇头，道：不过各大宗门的功法皆是由其始祖所创，亦是宗门的立足之本，修行之时往往会在脑海中布下禁制，无法轻易外传。切，张口就来，不过从本天经里面散落出去，再稍加修改，就敢说是自己所创？天经柱对这个说法很不满。午夜凝听得很认真，不时会问出一些问题，公孙岩一一解答。见时机将至，公孙岩眸中闪过一缕寒光，道：好了，该说的都差不多了，接下来传授你万血海的道法，嗜血摩天诀吧。嗜血摩天诀，午夜凝心中一凛，光是听到这个名字都能感觉到无尽的杀伐戾气。再想到血九祖曾用此法屠戮城池，灭杀无数，午夜凝只觉得不寒而栗。然而秦秦却有些沉默，不论嗜血摩天诀有多邪有多恶，却与其他道法一样，同是出自天经柱。这是否代表着天经柱的主人允许了它的存在，或者认为道法并无正邪之分呢？至于天经柱的主人是谁，为何将万法凝练于一经，不得而知，就连天经柱自己都不记得了。而天经柱诞生之前的天地是怎样的，更是无迹可寻，似乎岁月的长河被一刀斩断。这时公孙岩一挥衣袖，一卷古朴的卷轴悬浮在午夜凝面前，随后卷轴自行展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散而出。午夜凝神色一凝，只见卷轴内写有数百个古字，以鲜血刻下，每一个都杀机凌冽，透露着寒意。嗜血摩天诀玄妙无穷，其内倒是千变万化，不可斗量，需要极佳的悟性与资质才可修行，否则难以施展出一丝一毫的威力。公孙岩装模作样的叹口气，道：说来惭愧，在下修行了数千岁月，依旧无法将其参悟透彻。有这么难吗？午夜凝自语，接过卷轴，开始仔细端详。不对，小子。就在这时，天经柱突然开口了。不对？什么不对？秦秦心中一惊，这篇嗜血摩天诀有问题，被人动过手脚，胡乱篡改。嗜血摩天诀出自天经柱，他自然最清楚不过，此刻笃定地说道：
第3句缺失了，第4句本末倒置，第9句与第10句互换了位置。随后，天津柱轻而易举将功法的错误地方指出，每一处都格外关键。如果修行了这错误的功法，会怎样？秦晴心中渐冷，沉声问道：“会死啊！”当然。天津柱满是鄙夷道：“修行错误的功法，就好像在松软的泥土上盖楼，你说会怎样？”秦晴咬牙，将自己的含义隐藏在最深处，心道：可恶，这老贼竟敢明目张胆地传授错误道法，肯定与公孙弘文那家伙脱不了关系。同时，他也在急速思考，怎样顺理成章地阻止武叶宁修行。眼看武叶宁闭目盘坐，浑然不知其中的凶险，秦晴突然上前一步，道：“大小姐，我有一个梦想。”武叶宁与公孙岩都是一愣，看向秦晴。秦晴嘿嘿一笑，道：“不怕大小姐笑话，秦晴从小就想飞天遁地，听着嗜血摩天诀这么厉害，也想一关。”哦，赏你一关又如何？武叶宁饶有兴趣，因为秦晴服侍了他10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今天这还是第一次。闻言，公孙岩神色大变，道：“大胆！我与武小姐传授道法，你一个下人插什么嘴？还不速速退下！”眼看计划就要顺利进行，公孙岩怎么能允许变故发生？武叶宁面色一寒，道：“公孙前辈，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小晴子是我一个人的奴仆，不容许旁人命令于他。”公孙岩脸上一僵，在他眼里，武叶宁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丫头片子，而他是魔道宗门的圣人，没想到武叶宁为了一个奴仆，竟敢这样与他说话。想到这里，公孙岩神色阴沉，道：“武小姐，此功法乃是万邪海的无上道法，岂能让一个无关的下人修行？小晴子是我的奴仆，那就是天大的关系，不就是一个嗜血摩天诀吗？本小姐不修了又如何？”武叶宁不以为然，直接将卷轴丢给秦晴，如同丢弃废纸。你！公孙岩获得起身，如此重要的功法怎么能随手扔出？更关键的是，这功法还是有误的，万一暴露，将惹来杀身之祸。好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不论你在凡俗是什么身份，在万血海都最好收敛一点。公孙岩目露凶光，万血海又怎样？你叫血九祖出来，我原话说与他听。武叶宁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有恃无恐。公孙岩神色变了又变，而后冷声道：“既然如此，就别怪在下出手无情，想来死了一个奴仆，九祖也不会太过为难于我。”此刻，公孙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竟然想越过武叶宁，强行将秦晴镇杀。而敢！武叶宁一声厉喝，眉心足血浮现而出，悬在他的头顶，垂落下恐怖的杀气，将公孙岩吓退几步。足血！公孙岩拜见九祖。公孙岩大惊失色，万万没想到血九祖给武叶宁的护身手段竟然是足血。见血如见人，他慌忙跪拜在地，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武叶宁冷哼一声，只是看向秦晴，淡淡的说道：“修，好嘞，谢大小姐。”秦晴屁颠屁颠的摊开卷轴，开始装模作样的参悟起来。公孙岩不敢抬头，但额头已经渗出冷汗。计划本来进行的好好的，也不知道秦晴一个奴仆为何横插一脚。他已经成圣数千年，凶名在外，是让正道忌惮3分的存在，但现在却后背发凉，冷汗直流。秦晴自然不会真的修行，此刻只是随便读了2句，随后闭目，摇头晃脑，装作参悟的样子。而后他催动机缘镜的修为，同时施展吐息之法，竟将一口气血逼至脑门，要从天灵盖冲出。小子，你不要命了！以你如今的修为，力度稍有差错，将必死无疑。天津柱大惊，语气急促：“只要大小姐无事，这又算得了什么？”秦晴做着最疯狂的事，心中却冷静无比。这一刻，秦晴两眼一黑，耳中轰鸣，脑海里如同利刃在胡搅，疼得他差点失去意识。而后，他的面色陡然变得煞白，眼耳口鼻中竟然同时溢出鲜血，十分瘆人。小晴子，你怎么了？见到这一幕，武叶宁面色骤变，秦晴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七窍流血，染红了衣襟。小晴子，小晴子！武叶宁急忙跪坐下来，将秦晴扶在自己腿上，一时间手足无措。秦晴神色痛苦，颤颤巍巍地抓住卷轴，道：“这功法。”武叶宁瞳孔一缩，而后猛地回头，怒视着公孙岩，道：“老东西，你这功法有问题！”公孙岩彻底慌了，在武叶宁的寒眸下不断的擦汗，道：“不可能啊，一定是这奴仆悟性不足，又急于求成导致的。少说废话，带我见大长老梅清柔。如果小晴子有什么闪失，我要你命！”武叶宁心急如焚，因为秦晴的状况不容乐观，鲜血止不住的流出，连气息都十分微弱。这在下公孙岩结结巴巴，却没有行动。想死！武叶宁咬牙，眸中是无尽的恨意，直接以足血演化匕首抵在公孙岩的眉心。公孙岩浑身一颤，竟感觉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惊惧之下，只得答应下来，带着2人向天边飞去。很快，一座山间雅居出现在了几人面前。柔姐，柔姐！武叶宁焦急万分，直接闯进了梅清柔的阁楼。公孙岩则是战战兢兢，不敢进去。何人打扰我的雅兴？大床之上，薄纱虚掩，依稀能看见妙曼的身影在扭动，旁边还有几个男人的样子。柔姐，你快出来救救小晴子吧！武叶宁眼眶微红，梅清柔是万血海的大长老，也是除了血九祖外，他能想到的最强之人。宁儿妹妹，秦公子出什么事了？梅清柔以薄纱遮挡关键部位，从薄纱后款步走出，脸上带着未散去的红晕，增添了几分诱惑。
小晴子修行嗜血魔天诀，不知为何出了变故，性命垂危。武叶宁带着哭腔匆匆向外走去。嗜血魔天诀，梅青柔略有迟疑，但还是走出屋外。只见晴晴躺武叶宁怀里，满脸血污，五官因为痛苦而挤在一起，十分狰狞。见状，梅青柔快步上前，在晴晴额头吹了一口香气，顿时一股至精至纯的灵力涌入她的眉心。短短几息，晴晴的眉头便舒展了开来，痛苦的表情也不见了，似乎陷入了完全的沉睡中。柔姐，小晴子伤势如何？武叶宁忧心忡忡。放心吧，这口灵气可是耗费姐姐几百年的功力呢，救治秦公子绰绰有余。梅青柔娇笑着，妩媚动人。武叶宁见晴晴神色安详，呼吸也平缓不少，这才松了口气，不由向梅青柔投去感激的目光。妹妹不必如此，只需将秦公子带回洞府静养，3日之后便可苏醒。梅青柔眨了眨眼睛，意有所指。柔姐不要说笑了。武叶宁哪里还有闲情雅致，起身取出公孙岩给的卷轴，请教道：柔姐，这卷轴上写的嗜血魔天诀可有错误？站立在旁边的公孙岩浑身一颤。梅青柔接过卷轴，看向公孙岩，又看了看武叶宁头顶悬浮的足血，如何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眸光闪烁，似乎在衡量着什么，突然娇媚一笑，道：这道法是何人书写？字句错乱，漏洞百出，怪不得将我秦公子伤成这样。这一刻，公孙岩面色惨白，如坠冰窟。武叶宁眸光一沉，直接将卷轴甩在公孙岩脸上，质问道：老不死的，这下你如何解释？公孙岩被吓得浑身哆嗦，不敢说一句话。发生什么事了？就在这时，三长老公孙弘文御空而来，看到武叶宁头顶悬着的足血，瞳孔微缩。兄长，一个奴仆修行了嗜血魔天诀，突然七窍流血。公孙岩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目露希冀的神色。公孙弘文来到近前，看了一眼昏迷的晴晴，皱眉道：可能是他资质不够，强行修炼此法导致的。荒谬！你弟弟传的功法有误，你会不知情？武叶宁眸子中满是寒意，逼视着公孙弘文，根本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人家方才看过了，确实是功法出了问题。梅青柔也在旁边开口，眨了眨媚眼。闻言，公孙弘文面色一变，看向公孙岩，训斥道：你这混账，修行修傻了，连自己宗门的道法都能记错。公孙岩虽然活了数千年，却不敢有丝毫架子，直接跪拜下来，道：兄长，弟弟也是一时疏忽，并非有意为之啊。公孙弘文又望向武叶宁，陪笑道：叶宁啊，既然九祖让你做我的亲传弟子，那我叫你一声徒儿，不为过吧？徒儿，真是脸都不要了。武叶宁心中冷笑，却没有说出来，只是看他俩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既然我是你师父，那他怎么说也算你师叔对吧？你看能不能原谅这不成器的师叔一次？公孙弘文求情道：什么狗屁师叔，伤了我家小晴子，岂能就这么算了？武叶宁冷眼看着公孙弘文，丝毫不给他颜面。公孙弘文面色难看，他觉得晴晴微不足道，死了就死了，不曾想武叶宁竟然寸步不让。不过他依旧没有表露出怒意，笑道：一个仆人而已，怎么能与你师叔相提并论呢？一会儿为师再给你挑选几个，你看如何？笑话，就算是1000个公孙岩，1万个公孙岩，也抵不上我家小晴子一根毫毛。武叶宁淡淡开口，满是不屑。闻言，公孙弘文面色一僵，公孙岩是他的亲弟弟，说公孙岩不如一个仆人的1/1000，岂不是连带他一同贬低？我今日偏要知道，是他公孙岩擅作主张，还是暗中受人指使？武叶宁头顶足血，百无禁忌，俯视着公孙岩。这确实是在下计错了，毕竟太过久远了。公孙岩颤颤巍巍的解释，不知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是吗？若非小晴子常事在前，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吧？武叶宁步步紧逼，不给公孙岩喘息的机会，道：若将此事告知九祖，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听到这话，公孙岩面色骤变，血九祖的手段他是知道的，远比杀了他还残忍，此刻不由得恐慌，道：武小姐，万万不可呀！武叶宁居高临下，冷声道：那就要看你表现如何了。若是你将背后之人说出，我倒可以既往不咎。是。公孙岩低着头，目光犹豫，似乎有些动摇。见状，公孙弘文眼底闪过狠意，直接一指点出，顿时公孙岩的眉心被恐得血光洞穿。公孙岩面色一僵，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鲜血从他的眉心汩汩涌出。你！武叶宁猛地抬头，怒视着公孙弘文。梅青柔同样有些意外，没想到武叶宁一个从未修行过的小丫头，竟能将万血海三长老逼到这种地步。一个修行数千年的圣人，就这么倒在了血泊中，命数全无。没用的东西，让你待我片刻，竟然差点要了我爱徒的命，留你何用？公孙弘文冰冷的开口，随即看向武叶宁，咧嘴一笑，道：徒儿别生气了，为师已经替你主持公道。武叶宁皱着眉头，不曾想公孙弘文如此心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出手抹杀。公孙弘文脸上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继续笑道：徒儿，发生这种事，你一定累坏了吧？为师送你回洞府如何？武叶宁沉着脸，事已至此，两人都心知肚明，但他这个亲传弟子还是要继续当下去。不必了，人家已经为宁儿妹妹备好了人选。就在这时，梅青柔轻笑开口道：出来吧。公孙弘文笑容一僵，只见一个面容俊朗、温和如玉的男子从阁楼上缓步走下，一举一动温文尔雅，让人如沐春风。一莲，麻烦你送这位宁儿妹妹回去，如何？梅青柔说着，
朝上官一连使了个眼色，自然听师傅的。上官一连快步走到武叶宁近前，做出一个请的手势，道：“宁儿姑娘，就由在下护送你和秦公子回去吧。”武叶宁没有说话，只是朝梅清柔点了点头，表达谢意，无视了公孙弘文的存在。上官一连面色稍喜，直接施展术法，带着武叶宁与秦离开了此地。看着武叶宁远去的背影，梅清柔邪魅一笑，心道：“小妹妹，行走在天地之间，将软肋暴露的太过明显，可不是一件好事哦。”随后，梅清柔扭着腰肢回到了自己的大床上，还不忘提醒公孙弘文带走污秽之物。公孙弘文看着弟弟的尸体，面色极其难看，他一甩衣袖，将此地恢复如初，也向着天边飞去。另一边，秦躺在石床上，双目紧闭，武叶宁则是陪坐在床边，照看着他。宁儿姑娘，在下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上官以莲，以后咱们就是同门兄妹了。上官以莲很谦逊，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道：“在下今年27岁，老家是东海赤岩岛，14岁拜入万血海，3年前踏入眼玄境，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她生得很是俊俏，周身还笼罩着淡淡的清香，牵动着人的心神。如果是寻常女子在此，一定会忍不住心动。好，谢上官师兄。武叶宁嘴上说着，却不看他一眼，目光始终放在秦身上。上官以莲微微一愣，他虽没轻柔修行媚术，已经能做到无声无息，无孔不入，但看武叶宁的样子，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此刻他不由得干咳2声，暗中加大媚术力度，道：“宁儿姑娘，秦公子的伤势需要慢慢恢复，你不必太过担心。”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吗？武叶宁扭过头来，淡淡的瞥了上官以莲一眼，眉宇之间有一股无法言明的气场。上官以莲愣住了，这还是第一次有女子以这样的神色看他，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女子。没有修为，便意味着无法以道法抵抗媚术，仅凭本心，便将所有杂念拒之脑海之外。无事，只是怕宁儿姑娘气火攻心，伤了身体。上官以莲尴尬一笑，用不着你操心。武叶宁不耐烦的摆摆手，大有送客之意。好可怕的女子，这份心性前所未见。上官以莲心惊不已，他将媚术施展到了极致，却不见武叶宁有任何动摇，此刻也就不再自讨没趣，默默退去。上官以莲走后，武叶宁才痴痴地看着秦，鼻子一酸：“小秦子，是我害了你。”武叶宁的声音细若蚊蝇，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在这寂静无人的洞府内偷偷抹起眼泪。秦虽然陷入了昏迷，但意识却可以与天津柱交流，再通过天津柱的视角感知外面发生的事情。此刻武叶宁脆弱的一面显露无遗，没人能想象他曾霸道而又强势，为了给秦出一口气，逼着万血海3长老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不是的，大小姐，这不怪你，一切都是秦心甘情愿的啊。秦心如刀绞，如果他能动，恨不得将武叶宁紧紧抱住，但是他害怕，他只是一个没有修行资质的废柴奴仆，有什么资格表露真心，又有什么能力承担这份感情？也许千百年后，大小姐依然年轻，而我早已化作黄土，只希望那时有人能替我照顾好她。秦心中悲戚，决定将这份心意深深的埋藏。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武叶宁都在秦身旁发呆，入夜就伏在石床边，披着一件衣服入睡。这期间，他被冻醒好几次，但都随便缩了缩，让秦心疼不已。第二天，小道童受公孙弘文的吩咐，来接武叶宁到枯木林修行。武叶宁收拾好心情，随他前往。来到枯木林时，公孙弘文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面带笑意：“我的好师傅，这次不会传授弟子错误道法了吧？”武叶宁斜看了公孙弘文一眼，根本不在乎他是万血海的3长老。公孙弘文也不发怒，严肃地说道：“徒儿说笑了，为师亲自教你，怎么会是错误功法呢？万一出了事情，九族可饶不了我。”武叶宁不想与他废话，就地盘坐下来。很快，公孙弘文便将真正的嗜血摩天诀传授，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术法的诀窍。此嗜血摩天诀并不完整，缺失的部分只有当上万血海少主9族才会亲自传授。公孙弘文叹息一声道：“至于那一部分，为师也不知晓。”无妨。武叶宁并不在乎这些，他只想赶紧结束，回去照看秦。而后，公孙弘文一挥衣袖，5个血色晶石悬浮出来，每一个都有拇指大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其内仿佛有鲜血在流转。这血晶乃是从深海禁区中提炼出来的，极其稀有。亲传弟子每月只有5个，至于普通内门弟子，每月只有1个而已。公孙弘文郑重地说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武叶宁皱眉：“血晶虽小，其内蕴含的血灵却是磅礴无边，对于修行大有裨益。”公孙弘文开口解释。武叶宁将这些血晶收下，而后淡淡地问道：“说完了吗？”公孙弘文一愣，下意识地点点头，道：“说完了。”武叶宁直接起身，让小道童带着自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孙弘文愕然，这里可是枯木林，血始祖悟道之地，所有弟子恨不得长居于此，武叶宁却视之如废土。之后，武叶宁回到自己的洞府，先是确认秦安然无恙，这才闭目盘坐，开始修行嗜血摩天诀。很快，他的眉心便传来惊涛骇浪的声音，整个洞府仿佛都在大海上漂泊，无依无靠。1刻钟后，所有海浪声内敛，武叶宁睁开眼睛，眸中多了一缕血红，看起来惊艳而又危险。不愧是道仙资质，轻而易举便踏入了启灵境。天津柱惊叹不已。武叶宁的眉心灵池被开启了，如同一片血色的海洋，波涛汹涌，
永不枯竭，一滴足血静静地悬浮在血海之上，镇守四方。这一刻，武叶宁正式踏入了修道的第一个境界——启灵境。看看别人家的灵池，再看看你的，本天津翻个身都难。天津柱揶揄道：“那你一开始为何不选择资质绝佳的灵池？”秦晴替武叶宁开心的同时，也有些疑惑。这个嘛，因为我一旦暴露，那个人可能会遭受无尽的杀劫，过早夭折，失去成长的机会。天津柱沉声道：“人的贪念是无穷尽的，修行越久，越容易沉迷其中。这个天地需要强者，在未来的某一刻站出来。”秦晴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还是你这种废柴好啊，不会被人注意，更不会让人怀疑，可以让本天津安然自得。说罢，天津柱还不忘补刀秦晴。秦晴一想，好像有点道理，但总觉得这话不是在夸自己。翌日，小道童照常来到洞府前，午夜宁却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来了。说罢，自己御空飞行而去。小道童凌乱在风中，这是昨天刚传你御空之术，今日便学会了。枯木林中，公孙弘文难掩惊容，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术法，何须惊讶？午夜宁淡淡的开口，盘坐下来。那倒也是，公孙弘文被噎得说不出话。其实御空之法并不难，难点在于灵力的问题。一般人的灵池之中，灵力十分有限，故而难以维持术法的施展，能够御空片刻，便已经是极限了。然而午夜宁的灵池却如同汪洋大海，看不到边际，不论御空多久，都无知无觉。之后，午夜宁询问了许多关于嗜血摩天诀的问题，公孙弘文也是知无不答。但是他越解答越心惊，为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极其玄妙的领域，是普通弟子修行100年、数百年才会遇到的瓶颈。公孙弘文自认为薛冰的资质与悟性已经是绝佳，但与面前的午夜宁相比，竟然稍逊几分。怪不得九祖要庇护此女，若是成长起来了，不可估量，倒是老夫眼拙了。公孙弘文心中自语，他活了这么久，自然懂得趋利避害，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此刻心中的想法有了迟疑。午夜宁解开困惑后，御空离去，一刻也不想多留。老夫只是个无情的工具人罢了。公孙弘文苦笑不已。午夜宁明知他曾暗下杀手，还是照常来请教问题，这份心性已经远超常人。午夜宁离开后，薛冰才从一棵古树后走出，皱眉道：“师傅说好让弟子重回亲传之位，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公孙弘文揉了揉太阳穴，故作头疼地说道：“徒儿，此女有足血护体，为师能有什么办法？之前一计，连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难道徒儿的事就这么算了？”薛冰不甘心，他曾风光无限，现在难以接受身份的落差。怎么会呢？为师就你这么一个得意弟子，自然要全心全意的培养，至于那个女子，得徐徐图之。公孙弘文郑重其事地说道：“既然如此，不如让他先风光几天，等到禁区试炼之时再动手脚。”薛冰眸中闪过寒意：“你是说深海禁区？”公孙弘文双目一凝。薛冰冷笑：“啊，那里诡异无比，有些东西甚至让九祖忌惮，死一个亲传弟子，应该不足为奇吧？”公孙弘文心中权衡，脸上却不露声色，道：“好，为师答应你。不过这次的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谢师傅。薛冰神色一喜，随即在枯木林中修行起来。公孙弘文看着他，没有说话。另一边，午夜宁还没落地，便看到上官以莲早早的在洞府外等候。秦晴昏迷的这段时间，上官以莲时常来看望午夜宁，这次嘴里更是叼着一朵玫瑰，看起来风骚无比。难道这家伙要对大小姐有表白？秦晴心中突然有了危机感。你又来做什么？午夜宁将落下来，眉头微皱。妮儿姑娘，不瞒你说，在下看到你的第一眼就深深的爱上了你，从此脸红是你，心跳是你，所有的爱和喜欢都是你。上官以莲斜撑着墙壁，摆出自认为最帅气的姿势，深情地说道：“如果你我结为道侣，我愿意将每个月所得的血晶晶全部上交给你。”哦，这么肉麻的话，亏你说得出口。秦晴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依旧感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午夜宁懒得搭理他，自顾自地往里走，道：“上官师兄请回吧，你那几块血晶晶，本小姐不稀罕。”上官以莲微怔，急忙拦在午夜宁身前，道：“宁儿姑娘，为何不愿接受在下的心意？”“为什么？”午夜宁直截了当地说道：“本小姐心有所属了，不行吗？”听到这话，秦晴心里咯噔一声，道：“什么意思？大小姐说的是我吗？不可能，不可能，我只是个奴仆。可是除了我还能有谁？”秦晴的心脏砰砰直跳，她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平静，脸上却不受控制的滚烫。“宁儿姑娘，可否给在下一个机会，与那人公平竞争？”上官以莲咬牙，不愿放弃。她自认为魅力无双，没有拿不下的女人。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午夜宁冷冷的开口，眸子里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感，让人望而却步。上官以莲愣在原地，看着午夜宁绝美而又冰冷的面庞，终是自嘲一笑，悻悻离去。很快，他便回到了梅清柔所在的阁楼。怎样，战况如何？梅清柔躺在薄纱后，轻笑开口，性感的身材若隐若现。上官以莲失落无比，道：“败了，败得彻底。他的眼中根本没有弟子。”梅清柔扑哧一笑，似乎早有预料，道：“没关系，这说明你的媚术还没修炼到家，我们尽量与他交好，再从那个奴仆入手，必能将之掌控。”“哎，弟子知道了。”上官以莲叹息一声，默默退去。3天时间转瞬即逝，秦晴终于感觉到了身体的掌控权，便悠悠地睁开了眼睛。“小晴子，你终于醒了！”午夜宁大喜。“大小姐，我这是在哪啊？”秦晴面色苍白，声音也有些嘶哑。“当然是咱们的洞府了。”午夜宁笑眯眯地开口，
见秦晴苏醒，不受控制的欢喜。那我岂不是睡在大小姐的尸床上？秦晴面色一变，想要起身，但刚一动弹，便感觉头晕目眩。哎，你先别动，伤还没完全好呢。午夜宁一惊，急忙把他按住。这怎么行？大小姐的卧榻之处，秦晴一个仆人岂能安睡？秦晴执意要下床，躺下。午夜宁眉头一皱，语气不容置疑。秦晴动作一僵，不敢再忤逆，心里却甜滋滋的。我只记得修行嗜血摩天诀，脑海中一片剧痛，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秦晴老老实实的躺回床上。提到此事，午夜宁眸中闪过心疼之色，道：小晴子，你可知道你差一点就丢了性命？丢了性命？秦晴故作惊讶，公孙弘文那老家伙竟然暗改道法，想将我谋害，若不是你修行在前，我已经死去。午夜宁用纤纤玉指摩挲着秦晴的额头，黯然伤神。见状，秦晴急忙安慰道：大小姐不必自责，秦晴这不活得好好的吗？而且我修了老爷给的经书，并非肉体凡胎，很快就能恢复的。午夜宁心情好了一些，道：你先安心休养吧，公孙岩那老家伙，我已经让他归西了。随后他凝视着远方，冷声道：还有那个公孙弘文，我同样不会放过他，如果有机会，我要他的命。秦晴心中发毛，竟感觉周围的温度降低了几分。而后午夜宁看向秦晴，神秘兮兮的一笑，道：你在这里躺着哈，我去给你准备个好东西。好东西啊！秦晴心中一动，弱弱的点了点头。而后午夜宁快步走出了洞府，秦晴则是安逸的躺着，猜测大小姐会给她准备什么好东西。不多时，一股浓郁的肉香从洞府外传来，秦晴忍不住深闻了两下，顿时被勾起了食欲，感觉饥肠辘辘。只见午夜宁迎着阳光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只烤鸡，道：这可是本小姐特意给你做的，让你补补身子。这一刻，秦晴恍惚了，因为午夜宁腰间系着围裙，额头有汗，脸上还残留着一抹炭黑，高贵中多了几分贤惠的烟火气。她怎么也没想到，一出生便是吴府的掌上明珠，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竟然会为了自己亲自下厨，心中莫名触动。怎么，我脸上沾了脏东西吗？午夜宁不拘小节，用袖子胡乱的擦了擦，嘻嘻一笑。没。秦晴这才回过神来，急忙低头。这短短的一瞬间，她竟有种想要落泪冲动。好了，快尝尝吧，这可是我第一次下厨哦。午夜宁将烤鸡端到镜前，满怀期待的看着秦晴，眼中仿佛有星星。好。秦晴迫不及待的撕下一条鸡腿，准备尝尝自家大小姐的手艺如何。咔嚓。就在这时，洞府角落一处黑漆漆的裂缝内突然传出诡异的声响。那个声音很轻微，在寂静的洞府中却格外显耳，似乎有什么生物正在用尖锐的爪牙从下面攀爬上来。秦晴面色一变，根据天津柱的猜测，这里很可能与岛屿下面相连接，血海之下能有什么生物？午夜宁同样有所警觉，望向那个阴森森的裂缝，只见其内有两道血色的眸光若隐若现。小心，我察觉到了异族的气息。天津柱凝重的开口。异族？秦晴呼吸凝滞，那可是血九族都避而不谈的东西，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两人还没来得及思考，那道血影便从裂缝中扑杀出来，速度奇快无比。小晴子！秦晴大惊失色，急忙躲闪。出乎意料的是，那道血影只是从两人面前一掠而过，顺便抢走了秦晴手中的鸡腿。坏了！秦晴瞬间反应了过来，想护住剩余的烤鸡，却已经来不及了。血影再闪，将整只烤鸡都叼到了阴暗角落。住口！那是大小姐给我做的。秦晴的心在滴血，午夜宁第一次下厨，为她做一顿美食，却被这未知的血影抢先一步。直到此刻，两人才借着光亮看清了那道血影。只见一个巴掌大的兽物扑在地上，一边用爪子护住烤鸡，一边用尖牙撕咬着，黑眸里闪烁着凶光。由于刚从血海里爬出来的缘故，他浑身上下血淋淋的，毛发也粘连在一起，伴随着刺鼻的血腥味。秦晴不经意地向前一步，将午夜宁护在身后，即便这一个动作都让凶兽发出低吼，充满敌意。午夜宁与秦晴相视一眼，没有下一步动作，凶兽这才继续吃了起来。如果我没有猜错，这是异族的绝凶兽，血脉极其稀有，鲜液是从他的伤口里散发出来的。天津柱沉声开口：绝凶兽？难道他的血可以让人成仙成神？秦晴心中惊骇，这才注意到绝凶兽的后腿上有一处深可见骨的伤口，与血色海水混合在一起，很难被发现。他现在还是幼年，威胁不大，如果成长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天津柱的语气罕见的凝重。就在这时，午夜宁眉头一皱，竟向着那只绝凶兽走去。当心啊，大小姐！秦晴心急，因为午夜宁并不知道这绝凶兽来自异族，也不知道它有多危险。没事。午夜宁面不改色，缓缓靠近。好！见午夜宁接近，那绝凶兽猛地抬头，发出一声低吼，口中还咬着骨头，看起来很凶残。午夜宁不退反进，小心翼翼地施展灵力，将绝凶兽受伤的后腿包裹。感受到午夜宁没有敌意，绝凶兽逐渐平静了下来，自顾自地吃起烤鸡。别急，慢慢吃。午夜宁耐心安抚绝凶兽的情绪，同时施展灵力为他疗伤。许久之后，那道伤口终于痊愈。还好。午夜宁擦了擦汗，即便他的血色灵池永不枯竭，此刻都感觉有些疲乏。而那只烤鸡早已被绝凶兽吃干抹净。秦晴看着地上一堆骨头，吞了吞口水。午夜宁伸手抚摸着绝凶兽的毛发，
而绝凶兽吃了他的烤鸡，又被治好伤势，已经完全放下了防备。看你这脏兮兮的样子，来，我给你洗个澡。而后，午夜宁竟然一把将绝凶兽提起，向着小石潭走去。小绝凶兽则是张牙舞爪，不想被掌控。晴晴忧心不已，这可是异血绝凶兽啊，听名字都知道有多凶残，就这么被自家大小姐提在手里。午夜宁不由分说，将小绝凶兽沉进泉水里涮了涮，顿时血污被冲散开来，露出雪白的毛发，与刚才判若两兽。呀，原来你是白色的呀！午夜宁欣喜，拿毛巾在他身上裹了2下，顿时绝凶兽的毛发变得蓬松起来，竟然有几分可爱。见他一脸懵的样子，午夜宁心都化了，直接贴在脸上蹭个不停。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毛茸茸的小兽物呢？来，小晴子，给你抱抱。午夜宁蹭够了，就把绝凶兽举在晴晴面前。我？晴晴一愣，犹豫着走近。小绝凶兽见晴晴走来，凶相毕露，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向着他咬去。听话。午夜宁眉头一皱，上下抖擞了几下，只把他抖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晴晴就这么把绝凶兽接在怀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像抱着一个懵懂的婴儿。我警告你，小晴子可不是坏人，只有我可以凶他，听到没有？午夜宁在小绝凶兽鼻子上点了2下，把他训得服服帖帖。小子，你现在已经取得了这绝凶兽的信任，找个机会解决掉他。天金柱冷声道：非杀不可吗？晴晴内心纠结，并非他下不去手，而是午夜宁太喜欢这小家伙了，俩人玩得不亦乐乎。他可是异族大凶，只是灵智未开而已，以后若是反祖，谁来对这个天地负责？天金柱沉声质问。晴晴没有回答天金柱的问题，只是看着午夜宁与小绝凶兽玩闹，反问道：异不异族，与我何干？如果我死在10年前那场雨里，谁又来为我负责？听到这话，天金柱哑然，而后叹了口气道：别怪我没提醒你，等他异血反祖之时，必定会引发天地异象，到那时将有无穷无尽的劫难。未来的事太过遥远，只要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大小姐开心就够了。晴晴坚定了心中的想法，与午夜宁一起逗弄起怀里的小绝凶兽来。天金柱知道晴晴心意已决，便也不再多言。对了，这小东西还没起名字呢，小晴子你怎么看？很快午夜宁便注意到了这个关键的问题。晴晴略一思索道：既然他这么喜欢大小姐，自然要跟大小姐的姓氏。有道理。午夜宁点了点头，随后看向小绝凶兽道：好，以后就你叫吴小白吧，反正你浑身都是白色的。大小姐起名真是简单大方。晴晴忍不住夸赞。听到这个名字，小绝凶兽似乎很开心，晃动着自己粉嫩的爪子。嘿嘿，小白。午夜宁眼睛弯成了月牙，小绝凶兽也是回应着他。晴晴实在不忍心打破这温馨的一幕，但还是舔了舔嘴唇道：那个大小姐，晴晴还没吃到烤鸡呢，要不要不什么？午夜宁转了转眼珠子，故意调笑道：烤鸡本小姐不是给你做了吗？想吃啊，找小白要去呗。晴晴看了一眼吴小白圆滚滚的肚皮，欲哭无泪。就在这时，吴小白眼睛一闭，而后一滴金光流转的鲜血从他的眉心飞出，悬浮在午夜宁面前。午夜宁与晴晴面面相觑，因为这滴鲜血很不一般，有淡淡的神芒萦绕在周围，其内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气息，不属于这片天地。这家伙是真傻还是假傻？就这么把自己的异血精华送与他人。见到这一幕，天金柱忍不住嘀咕：异血精华。晴晴心惊，吴小白的一道伤口都可散发出仙意，让修士垂涎3尺，若是其中精华，又该蕴含着怎样的威势？午夜宁指了指自己道：给我的。小绝凶兽点了点头，憨态可掬。午夜宁稍一犹豫，还是将这滴异血收了下来，而后盘坐在石床上，尝试将之融入自己的灵海。随着这滴异血沉入海面，一股浩瀚无比的仙意迅速蔓延开来，将他的海域全部覆盖，似乎要从头彻尾将之升华。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午夜宁的血海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与异血精华相抵触，午夜宁的眉头也随之皱了起来。就在双方互不相容、僵持不下之际，血九祖留下的血震颤了一下，一股道意横贯苍穹，镇压而下，让海面趋于平静。灵池与异血精华完美融合，看来这丫头要突破启灵境小成了，而且灵池还发生了蜕变。天金柱已经知道了结果，一滴精华就可以助大小姐突破境界，这就是异族的珍稀血脉吗？晴晴心惊不已，自语道：看来以后不能让小白受伤了，免得被人察觉。晴晴知道天金柱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但她并不惧怕，因为这就是她活着的意义。突然，她怀里的吴小白变得无精打采，连气息都很虚弱，而后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喂，你怎么了，小白？别死啊！晴晴连忙摇了摇他。慌什么？异族生命力顽强，哪有这么容易死？此刻不过是陷入沉睡，成长身体而已。天金柱鄙夷开口。那就好，那就好。晴晴松了口气，不然午夜宁饶不了他。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等他再次苏醒时，可能会觉醒一些异族的记忆。天金柱淡淡的说道。晴晴沉默，点了点头。许久之后，午夜宁起身，无边血海中灵光流转，赫然是启灵境小成的修为，气质也比之前更加出尘，绝美中增添了几分仙意。他觉得自己的灵力并没有增加，但其中蕴含的威势却比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咦，小白怎么了？午夜宁皱眉。睡着了。晴晴一本正经地说道：孩子还小，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很正常。也是哦。吴叶宁不再多虑。之后，他将足血祭出，幻化成匕首模样，再以灵力催动，于洞府中随心所欲的穿梭。不过，以吴叶宁如今的修为，难以直接催动足血对敌，用来防身倒是绰绰有余。秦秦看得心惊肉跳，因为这血色匕首太锋利了，在虚空中留下一道道残痕，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之阻挡。来，小青子，我把嗜血摩天诀传授你。巩固好境界之后，吴叶宁又看向秦秦，给我。秦秦一愣，不然呢？你不是一直想御空？吴叶宁话说一半，突然改口道，别多想哈，我只是嫌你一点灵力也没有，带出去丢人。秦秦自然知道吴叶宁对他好，但还是有点忐忑，心道，大小姐，秦秦这次恐怕真的要让你丢人了。之后2天，秦秦盘坐在洞府中一动不动，认真修行嗜血摩天诀，而午夜宁照常到枯木林请教公孙弘文，把他惊得合不拢嘴。至于吴小白，一直处于深度的沉睡中，气息也很平稳，午夜宁没有打扰他。直到第3天，秦秦的灵池中总算流淌出一缕清泉，堪堪踏入了启灵境的门槛。感受着自己指甲盖大小的灵池，秦秦想死的心都有了。他知道自己的灵池小，万万没想到这么小。噗嗤，午夜宁忍俊不禁，拍着秦秦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小晴子，小小的也很可爱呢。”谢大小姐。秦秦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了，这个给你，说不定有用。之后，午夜宁翻手将血晶晶取出，丢给秦秦。这是？秦秦双目一凝，拿起一块仔细端详，只觉其内灵力磅礴，不容小觑。公孙弘文那家伙给我的，说是什么血晶晶，从禁区里提炼出来的，每个月只有5个。午夜宁不以为然地说道：“5个，看来这血晶晶极其珍贵，我得认真对待了。”秦秦郑重点点头，开始尝试将之炼化。半个时辰后，血晶晶消耗殆尽，变成了一个空壳，而秦秦的灵池只开辟了毫厘，如同干涸的土地，无法被滋润。秦秦委屈巴巴地看向午夜宁，奇怪，公孙弘文说这玩意儿如何厉害，怎么一点效果也没有？午夜宁不信邪，亲自将一块血晶晶炼化，结果同样，他的灵海没有任何波澜。可恶，那老家伙果然在骗我！什么血晶晶根本没用！午夜宁恨得牙痒痒。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血晶晶没用，而是大小姐你资质太高，而我资质太差？秦秦心中哭泣。之后，秦秦将剩下的3块血晶晶全部炼化，灵池却只开辟了一小部分，距离突破境界遥遥无期。小子，这血晶晶给你真是浪费了，天晶柱都看不下去了。秦秦自然知道，但他不愿意放弃，即使进步缓慢，也想尽量追赶午夜宁的步伐。浓缩的才是精华嘛。秦秦这样安慰自己。随后，午夜宁又传授给秦秦御空飞行之术，秦秦很快便学会了，兴致冲冲地来到洞府外，打算实践一下。随着灵力的催动，秦秦的脚下腾起一丝一缕的雾气，逐渐变成一朵，载着他漂浮起来。大小姐，我也会飞了！秦秦大喜过望，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灵池中的神力便被掏空了，云雾散尽的同时，将他摔了个底朝天。哈哈！午夜宁笑得前仰后合，随后擦了擦眼泪，来到秦秦近前，道：“来，我带你。”秦秦微怔，点了点头。随后，午夜宁御空而起，秦秦的身体也不受控制地漂浮起来，与他一起缓缓升空。大小姐不愧是道仙资质，这才短短几日便可带人御空。秦秦站在午夜宁身旁，看着他绝美的侧脸，只感觉无限美好。注意了，小晴子，我要加速了！就在这时，午夜宁突然朝他眨了眨眼睛。啊！秦秦还没来得及反应，脚下的速度便陡然加快，他感觉自己的魂都要被甩出去了。午夜宁玩得不亦乐乎，带着秦秦在天空中穿梭，或高或低，或急或缓，好不自在。凉风不断的吹拂，两人都觉得心情舒畅，眼界开阔，秦秦也放开了手脚，放肆欢笑。午夜宁的黑发与长裙在风中摇曳，如同一只灵动而危险的蝴蝶，翩然起舞，美得不可方物。两人就这样在岛屿上空遨游闹腾，自然也吸引了许多万血海弟子的目光。这才几天，他便可以腾云驾雾，御空飞行了。看来能当上亲传弟子是有原因的。好美，我也想与他一起飞行，遨游天地。后面那个奴仆真是幸运，咱们万血海还有哪个女子可以与他争艳？许多弟子仰望着午夜宁，丝毫不掩饰爱慕之意。也有人向秦秦投去羡慕的神色，毕竟午夜宁实在太惊艳了，能与他一起飞行，羡煞旁人。切，不过是凭借3长老给的血晶晶才走到这一步的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每月5个血晶晶，再加上枯木林作为修行宝地，修为想不高都难。别忘了，还有3长老亲自为他指点，修行之路畅通无阻。当然，也有不少弟子对比嗤之以鼻，一些女弟子眸中闪过嫉妒的神色。午夜宁飞累了，便带着秦秦找一处树荫的躺下，两人仰望蓝天白云，谈天说地，悠然自得。突然，不远处的山石后传来拳打脚踢的声音，伴随着哭泣，打破了午后的宁静。一个外门弟子缩在角落，被5、6个青年弟子揍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远处还有许多弟子在围观，有些鼻青脸肿，神色畏惧，看来刚遭受过同样的待遇。跑，我让你跑，把血晶晶交出来！为首青年恶狠狠地开口，旁边几个帮手都是凶神恶煞，面色不善。其实他们的修为并不算高，最强之人也只有启灵境大成，但仗着背后有人撑腰，肆无忌惮。我已经炼化了，
被堵在角落的少年双手护头，颤声说道：“老子的血晶晶也敢炼化，不想活了！”那个青年面色一沉，直接掐住少年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少年面色涨红，却挣脱不开。“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要命还是要血晶晶？”青年咬牙切齿，手中加大力道：“要命！”那个外门弟子终于服软了，开口求饶，这才被甩在地上捡回一条命来。而后他从鞋子里掏出这个月仅有的一枚血晶晶，颤颤巍巍地交到青年手上：“算你识相。”那青年在血晶晶上闻了闻，随手丢进腰间的布袋里，临走前还不忘在少年身上踹一脚。见状，围观的弟子纷纷避让出一条路来，让这几个青年离去。“站住！”就在这时，武叶宁从山石后缓缓走出，秦秦自然在旁边跟着。见到武叶宁，为首的青年眉头一皱，道：“有什么事吗？”“没什么，想和你借几个血晶晶一用。”武叶宁笑着开口。听到此话，为首的青年瞳孔一缩，冷声道：“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旁边一个人则是伏在青年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就算是三长老的亲传弟子又如何？刚入宗门，还能翻了天不成？为首的青年神色阴沉：“怕什么？长老们从不干涉弟子内斗，咱们几个入宗多年，还打不过一个娘们？”另一个青年也是叫嚣着。武叶宁没有说话，心念一动，血色匕首浮现而出，蹭蹭蹭闪烁几下，而后带着布袋快速返回。几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感觉下体一凉，裤子便齐刷刷的掉落下来，顿时大惊失色。“你！”一个没穿内裤的弟子面色绯红，急忙蹲下，其他几人则是脸色惨白，这才意识到武叶宁的恐怖之处。他到底是什么修为？真的刚入宗几天吗？尤其是那把匕首，根本不是这个境界可以掌控的。围观的弟子内心巨震，他们知道，如果武叶宁想下杀手，这几人恐怕已经命丧当场。为首的青年面色难看，威胁道：“你可知我大哥是谁？”“哦，是谁？”武叶宁挑了挑眉毛：“我告诉你，我大哥可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以莲师兄。”为首青年趾高气扬：“上官以莲。”武叶宁一愣，秦秦则是神色怪异。见武叶宁惊愕的样子，为首青年立马得意了起来。如果让他知道自己的大哥曾主动向武叶宁上浇血晶晶，也不知会作何感想。武叶宁不耐烦地摆摆手道：“滚滚滚！”为首青年脸上一僵，只感觉被打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好，算你有胆，你会后悔的。”他留下一句狠话，而后双手提着裤子，带着一帮小弟愤愤离开。武叶宁心冲冲地打开布袋，只见其内足有40-50个血晶晶，每一个都熠熠生辉，蕴含磅礴的血灵。这么多血晶晶，应该能帮小晴子开辟不少灵池。武叶宁有些小开心。此时被抢走血晶晶的那些弟子才围了过来，有男有女。一个20多岁的男子率先开口道：“这位师妹，可否将这些血晶晶还给我们？”武叶宁眉头一皱道：“凭什么？这是给我家小晴子准备的。”那些弟子本来以为武叶宁是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没想到是占为己有，顿时有些不悦道：“这些血晶晶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为何不能归还？你们没勇气，也没能力从那些人手里夺回血晶晶，现在指望我的施舍。”武叶宁淡淡的瞥了他们一眼道：“等你们把刚才那些人解决了，再来向我讨要吧。”那几人面色阴晴不定，哪里敢与上官以莲的人作对。而后武叶宁直接当着他们的面将一整袋血晶晶丢给了秦秦，秦秦接在手里，只感觉沉甸甸的，不由得嘿嘿一笑。那些弟子面色一变，因为血晶晶极其稀有，每个月只有一个，就这么丢给一个奴仆，让他们难以接受。然而武叶宁根本不理会他们，带着秦秦扬长离去。看着他们消失在天边，众弟子五味杂陈，有人嫉妒，有人恨，但又无法改变什么。优胜劣汰，这就是宗门的残酷之处，万血海内更是如此。随后武叶宁与秦秦一刻不停，降落在了那片血色的古树林中。“小晴子啊，以后你就随我在此的修行啊。”武叶宁轻描淡写的说着。这多不合适啊，枯木林可是亲传弟子才能修行的地方。秦秦看了眼四周，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让你修你就修，哪这么多废话？”武叶宁掐了秦秦一把：“是，都听大小姐的。”秦秦秒耸，心里嘀咕道：“大小姐怎么和血九祖越来越像了？”他抱着一整袋血晶晶盘坐下来，满怀期待。小奴仆也敢在枯木林中修行，找死不成？突然枯木林中掀起狂风，一片枯叶陡然从阴暗处激射而出，向着秦秦杀来。秦秦大惊，这片叶子看似平平无奇，其上却携带着强大的神力，足以将他斩杀。“你敢！”血色匕首划过，将那枯叶一分为二。武叶宁目光冰冷，盯着枯叶杀来的方向。秦秦起身，神色凝重。只见一个长发男子从阴暗处缓缓走出，一只眼睛被刘海遮挡，面容冷峻，眸光阴郁。武叶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皱眉道：“你是何人？”那人冷冷地吐出2个字：“薛冰。”薛冰。武叶宁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因果，不由得嘲弄道：“哦，你就是三长老的前任亲传大弟子薛冰啊！”听到前任这2个字，薛冰神色一寒，但很快便压下怒气，阴恻恻地说道：“姓武的，我劝你收敛一点，万血海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万血海的水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某人已经不是亲传弟子，更没资格待在这里。”武叶宁淡淡的开口：“你！”薛冰咬牙，武叶宁让一个仆人在此地修行，却暗指他不配，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想到此处，薛冰再也咽不下这口气，
眼玄境的修为全部展露了出来，要和午夜宁拼个你死我活。午夜宁则是静静地看着他，并无惧意。这时，三长老公孙弘文匆匆从天边赶了过来，厉喝道：“始祖悟道之地，禁止争斗！你等还不住手！”见到公孙弘文，薛冰不敢再放肆，老老实实地站定下来。午夜宁扬了扬下巴，道：“师傅，有个莫名其妙的人踏入枯木林，是不是应该把他赶出去？”薛冰面色阴沉，恨不得把午夜宁挫骨扬灰。公孙弘文陪笑道：“徒儿，这是你的师兄薛冰，比你早来许多时日，让他在这里修行也不碍事。”哦，看来师傅心里还是把薛冰师兄当作亲传弟子了。午夜宁若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哎，徒儿这是什么话？亲传弟子只能是你一个。”公孙弘文假装不乐意，而后又看向薛冰道：“那个小薛啊，要不你先回去，毕竟宗门的规矩不能破坏，对吧？”师傅，咱们万血海还有规矩这一说吗？薛冰心有不甘。听到这话，公孙弘文勃然大怒，道：“口无遮拦，连我这个三长老都不放在眼里了，还不快滚！”他虽然嘴上这么说，暗中却给薛冰传音道：“徒儿，这女子有九祖留下的祖血，危险至极，为师这么做是为了你好。”闻言，薛冰阴沉着脸，但还是咬牙趁势，随后怒气冲冲地离开。薛冰走后，公孙弘文才从袖子里取出一把小剑，约莫1寸长，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徒儿啊，这把神剑是为师从上古遗迹中得来的，就当是给之前的赔罪礼。公孙弘文笑道：“赔罪礼？何罪之有？”午夜宁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接过小剑，在手中把玩起来。见面礼，见面礼。公孙弘文急忙改口，也不知午夜宁哪里来的压迫感，竟然让他这个万血海三长老浑身不自在。午夜宁心念一动，小剑变化为正常尺寸，剑锋上闪烁着寒光，挥动间神芒相随，极为不凡。不错，弟子收下了。午夜宁甚是满意，将此剑重新化作1寸大小。公孙弘文神色稍喜，刚想说点什么，却见午夜宁反手将小剑递给了秦晴，顿时面色一变：“小晴子，以后这把剑就归你了。你之前不是练过剑术吗？用起来应该会得心应手。”午夜宁笑眯眯地说道：“谢大小姐。”秦晴讪讪地摸了摸鼻子，也不知以自己的修为能否催动这把神剑，但还是将之收下。徒儿万万不可呀！此剑乃是冰魄寒铁所铸，威力无匹，交给一个奴仆，岂不是暴殄天物？公孙弘文急了，这把剑他都没舍得传给薛冰，又怎么能看他归于秦晴这个奴仆之手？师傅，既然你将这把剑送给弟子，怎么处置他，应该由弟子说了算吧？午夜宁看向公孙弘文，神色又恢复高冷。这是自然。公孙弘文心在滴血，但也无言以对。好了，还有什么事吗？午夜宁反客为主。没事，那为师就先走一步，你在此的好生修行。公孙弘文尴尬一笑，悻悻离去。微风拂过，枯叶凋零。正当俩人要享受二人世界时，又一道身影从天边飞来，相貌俊朗，仪表不凡。上官以莲翩翩至，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道：“宁儿姑娘，听说你需要雪晶晶，在夏特的为你送来了。”呀，想不到上官师兄消息这么灵通呢。午夜宁一改之前冰冷的态度，眨了眨水灵灵的眼睛，恰巧听闻罢了。上官以莲笑着将一个布袋取出，看样子有不少血晶晶。秦晴沉默，明面上亲传弟子每月有5个血晶晶，而其他弟子只有1个，但暗处隐藏着多少血腥与残酷，无法想象。午夜宁痛快地将布袋收下，而后露出一个甜的不能再甜的笑容，道：“谢上官师兄。”秦晴起了一声鸡皮疙瘩。上官以莲大喜，道：“宁儿姑娘，你终于肯收下了，是决定答应在下的追求了吗？”什么追求？我怎么不知道？午夜宁不明所以，而后在上官以莲惊愕的目光中，将血晶晶色给了秦晴。上官以莲愣在原地。小晴子，这么多血晶晶，应该能助你突破境界吧？午夜凝沉吟。秦晴掂量了几下，两袋加起来足有上百来个，但还是有点心虚，道：“应该，可能，大概可以吧。”宁儿姑娘，你这是？上官以莲神色难看。哦，我打算用这些血晶晶帮我家小晴子开辟夏灵池。午夜凝笑嘻嘻的开口。上官以莲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秦晴，道：“论长相，论地位，论修为，在下哪一点比不上这个卑贱的奴仆？”午夜凝眉头微皱，道：“上官师兄，小晴子可一点也不卑贱，她也不需要与任何人比较。”秦晴心中触动，午夜凝总是明目张胆的偏爱于他。上官以莲双目微眯，但想到没轻柔的话，很快便恢复平静，道：“明白了，不过宁儿姑娘，在下是不会放弃的。”随后他不再多说什么，转身消失在了枯木林深处。他们不知道的是，枯木林的另一个角落，一个身材娇小的萝莉正在偷偷关注这一切。哎呀，低了。这小萝莉梳着双马尾，穿着蓬松裙，面庞精致可爱，说话间一颗小虎牙若隐若现，看起来奶凶的。是。小萝莉的身下传来唯唯诺诺的声音。由于她的个子不高，只得让一个弟子跪趴下当椅子，这才能勉强望穿枯叶，看得更远。好什么好？以莲哥都走了。小萝莉气鼓鼓的开口，一跃而下，狠狠地踢了身下弟子2脚。那弟子欲哭无泪，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可恶，为什么那女人一来到万血海，所有人都围着她转？以莲哥之前都是陪着我的。小萝莉双手叉腰，一屁股坐在那弟子背上，嘟囔道：“
那女人怎么看都是个渣女，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而且还在天上飞来飞去，勾引别人。她肯定使用了什么招数，把上官师兄给迷住了。身下弟子急忙附和，毕竟身上这个主可不像看起来那般人畜无害。不行，得找个机会把他解决掉。任何接近以莲哥的女人都得死。萧雅叶自语着，长相稚嫩，说出的话却让人不寒而栗。另一边，秦秦盘坐于枯木林中，尝试将这100多个血晶晶同时炼化。武叶宁一边修炼自己的，一边为他护道。100多个血晶晶已经是寻常弟子10几年都未必能拥有的数量，现在却要被秦秦一人独享，传出去将引发轰动。秦秦发现，在枯木林中修行能感应到一股若有若无的事，如果将这些事融入灵池，对己身帮助极大。1个时辰，2个时辰，随着炼化的进行，秦秦的一颗心完全沉静了下来，变得心无旁骛，周围也趋于宁静。渐渐的，他的耳边响起了鸟语虫鸣，微风拂过，每一片树叶的响动都清晰可辨。一片枯叶缓缓飘落在他的头顶。咦？秦秦心有所感，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景物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血色的枯叶重新焕发了生机，不远处的山林翠绿盎然。这是怎么回事啊？秦秦有些懵，他进入了诡异的状态，不光景物变了，连武叶宁也消失不见了，整片天地只剩下他一个人。你现在是入道的状态，己身与天地共鸣，感受沧海桑田的变化。天金柱突然开口。入道。秦秦惊愕，他于枯木林中盘坐，不知是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还是通往未知的将来。那些原本看不见的事，此刻全都浮现了出来，一丝一缕在流动旋转，像风像水，难以言明。这些到底是什么？秦秦伸手触摸，却被这些事所穿透。这些是道运，看得到，摸不着。天金柱淡定地解释。道运。秦秦尝试感悟它们，却难以实现，它们的流转没有规律，难以捉摸。不过这些道运隐隐在往同一个方向汇聚，秦秦决定追随他们一探究竟。不多时，一个红衣男子出现在前方，盘坐于青石之上，双目紧闭，眉宇之间阴气十足，无数恐怖的血光在他周身涌动。而这些道运正是受到红衣男子的牵引，才向着这边汇聚。这个过程中，男子尝试将他们凝练统一，再归于己身，但是他的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皱，似乎受到某种阻碍。这些道运生于天地间，不为人所掌控。那个人难道是邪始祖吗？秦秦心中巨震，他在男子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是来自于嗜血摩天诀。突然，血始祖忽地睁开了眼睛，竟向秦秦这边看来。什么？他能看到我？秦秦惊骇，他与邪始祖一个盘坐于过去，一个盘坐于现在，分属2片不同的时空，目光却产生了交集。任何事物都落叶归根的一天，为何你超脱时间长河，不存于过去，沉寂于现在，往生于将来？血始祖皱着眉头，很是疑惑。秦秦这才明白，血始祖看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灵池中的天金柱。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天金柱沉声开口。东西？你说的是这个吗？血始祖轻笑，一张金色书页浮现于他掌心，散发着古朴而又神秘的光。那是天金柱的书页。秦秦心中难以平静，他知道天金柱在找寻自己的书页，只是没想到这么困难，竟需要跨越时间长河。正是。天金柱肯定回答。你很不凡，但我现在不能把它交给你。血始祖摇了摇头，将书页收回。他盘坐于无尽岁月之前，浑身上下散发着洪荒之气。我不要他的现在，我要他的将来。天金柱平静地开口道：你修的道法有所残缺，这才是你迟迟无法突破的原因。有所残缺？血始祖瞳孔一缩，而后10几个金色的古字从秦秦眉心浮现，横成于天际，寥寥几句将大道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血始祖看着这些古字，目露惊骇之色，忽地大笑起来。秦秦当然也没有闲着，将这些古字铭记心中。哈哈，懂了，我懂了。血始祖狂放不羁地笑着，眸光闪过一缕金光，直视着9天之上。这一刻，天地间的气息陡然变得凝重起来，乌云滚滚压落，9天电闪雷动，竟然是道劫。轰隆隆，狂风呼啸，山石倒卷，东海之上难以平静。高天之上，劫云重重，遮天蔽日，整个天地都是昏暗的，水桶粗的电弧不断闪烁。秦秦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如果被这些电弧劈中，必将形神俱灭，永远死在过去的时空中。血始祖依然不惧，红衣黑发，张狂无比，到极尽的气息狂涌，节节拔高，竟然直冲到极尽小城。这一刻，9天上的雷劫震怒了，觉得有人在蔑视他的威严，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雷霆滚滚，化身成各种生灵，如龙如虎如真凤盘旋，还有许多未知的种族在俯视着邪九祖。什么？血始祖要同时突破2个境界？秦秦心中震动，一个道劫已经这般恐怖，2劫同至，真的有人可以承受吗？他的修为早经超过了道极境，只是所修的道法有缺，将上限封死。此刻解开枷锁，自然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天金柱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这岂不是说血始祖未成道之时，便可以与道极境，甚至道极境小城一战？秦秦惊得说不出话。能成为一道之始祖，自然有冠绝古今之处。天金柱淡淡的开口。不过雷劫如蟒，演化的大妖皆有无可匹敌之势，却不见任何人族的身影。
就在这时，血始祖动了，只身一人冲上高天，与劫云中的各种生灵拼杀在一起，鲜血不断洒落下来。但是这些鲜血并不是白流的，每一滴都散而不落，压得虚空隆隆作响，与血始祖一起对敌。噗！血始祖的身影被一条雷龙撕裂，无数凶猛生灵扑杀上去，大口大口地吞噬他的血肉。难道血始祖败了吗？秦晴盘坐于现在，观看过去发生的一幕，却感觉身临其境，浑身紧绷。就在这时，那些生灵猛然一顿，似乎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后无数血滴从他们体内炸散开来，将他们击得千疮百孔，分崩离析。血始祖的身影重现在天地间，背负双手，傲然而立，所有鲜血凝聚汇合归于他身。秦晴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等手段前所未见。而后血始祖脚步不停，向着劫云更深处走去，万千电弧将他身影所笼罩，不见其人，只能看到滔天血光。许久之后，劫云散去，天地清明。血始祖立于9天之上，虽然衣衫破碎，伤痕累累，双目中却熠熠生辉，血光在他周身流转，竟比劫云还要恐怖几分。一日成道，同度两劫，实在骇人听闻。若非秦晴入道于枯木林中，亲眼见证过去的一幕，恐怕难以相信。这一刻，整个天地的道运都变得温顺起来，臣服于血始祖，与他亲近。愣着干什么？赶紧参悟这些道运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天津柱急切地提醒。啊，好！秦晴幡然醒悟，急忙闭目盘坐，借着血始祖成道的契机，大肆将道运融入灵池。这些道运与天地同生，代表着自然与万物，是修道的本源之一。唯有将之感悟，才能踏入到极境的门槛。以秦晴的修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掌控他们的。但此刻万道归一，井然有序，参悟起来轻而易举。随着道运的不断涌入，秦晴的灵池也被一点一点开阔，由原本的指甲盖大小变为手掌大小，最后再到1丈方圆。灵池之中，血色的灵力流淌，逐渐将干涸充盈，变得神采奕奕，时而翻腾起一些浪花，代表着生机与活力。终于，秦晴遇到了瓶颈，再也无法将灵池开辟下去了，即便是道运的冲刷，也难以为继。我现在的灵池大概是什么资质？秦晴睁开双眼，难掩激动，这些灵力已经足够他施展很多道法了。这个嘛，应该达到了普通修行者的资质吧？天津柱判断了一番，只有普通资质。秦晴大失所望，他的灵池之中一片血红，这是修行嗜血魔天诀导致的。不过这并不与天地相悖，只是一种另类展现。知足吧，小子，以你之前的资质，修行之路近乎断绝，只能在凡俗中蹉跎一生。天津柱打击道。说的也是啊。秦晴挠了挠头，不再沮丧。遗憾的是，灵池虽然开辟了不少，但并无突破的感觉。就在这时，变故发生了，整座岛屿突然剧烈地震颤了起来，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底下升上来。发生了什么？秦晴大惊。只见一座巨大的宫殿从深海里显露出一角，缓缓上升，所有海水倒卷，哗啦啦地往下流。随后，这座宫殿完全脱离了海面，继续向上，如同一座小山悬浮在高空中，散发着古朴而又威严的气息。宫殿通体以黑金铸造，闪烁着乌光，上面残留着刀伤剑痕，还有许多断裂的兵器，似乎经历过无数的杀伐，屹立不倒。这座宫殿很不寻常，来自于异域。天津柱声音凝重。异域。秦晴神色一变。高天之上，血始祖双目微眯，如临大敌，他连续突破2个境界，跻身处于巅峰状态，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这时，宫殿的大门打开了，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而后漫天的血水从中淌出，远远看去，如同一个血色瀑布悬挂在天际。那些鲜血极其不凡，属于不同的种族，有些血液甚至仙霞升腾，即便过去了无数岁月，依旧散发着无上神力。什么？那是仙神的血吗？秦晴头皮发麻，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有仙神死在了这座宫殿中。随着鲜血的涌出，岛屿附近的海水很快被染成了红色，并向着四周迅速蔓延。血水中夹杂着许多骷髅与残肢，还有断裂的兵器与甲胄。这些骷髅在血水中攀爬震动，十分瘆人。他们已经死去，却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诅咒，浑浑噩噩继续生前未完成的使命。而后，一个魁梧的身影缓缓从大殿内走出，身披嶙峋甲胄，手持玄铁长矛，散发的气息竟然丝毫不弱于血始祖。哈哈，仙死了，神也死了，这片天地谁还能阻止我等？那个身影放肆大笑着，声音嘶哑，如同来自地狱。那道身影伫立在大门之前，甲胄上闪着寒光，有无数征杀的痕迹，却不曾破裂。玄铁长矛上残留着血迹，尽显杀伐之气。不过是一具甲胄，也敢大言不惭，让你主穿戴其身，再来与我一战。血始祖背负双手，伫立在9天之上，与宫殿前的那道身影对话。甲胄，秦晴这才注意到，那道身影虽然魁梧挺拔，气息骇人，头盔之下却并没有生灵，而是黑洞洞的一片。一具甲胄通灵，竟然是到极境小成的修为，他的主人又该强大的什么境界？秦晴心惊不已，不敢再想下去。渺小的种族也有资格挑战我主？那个甲胄很狂妄，以手中长矛遥指血始祖，矛头上鲜血淋漓。显然，甲胄的主人修为极高，曾穿着它与人厮杀，征战无数，他也从中受益，获得了极多的战斗感悟。你的主人不出，无法与我一战。然而，血始祖很平静，并没有将甲胄放在眼里。凭你帝王之境，也敢叫嚣？我当替代我主，
掌控亿万天兵天将，踏平你剑。那个甲胄大笑着，亿万天兵，好好看看吧，这片天地可有你所说的一兵一卒？血石族冷声开口，眸中闪过杀意。什么？甲胄大惊，像是在仔细感应着什么，突然后退2步，道：天官漫道无边界，我主扫荡八荒，为何不见后来者？不过是我借的手下败将而已，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血石族轻蔑一笑，黑发披肩，威武又霸道。他们所说的天官漫道到底是什么？秦秦皱眉询问天津柱，因为他曾听天运始祖提起过道路的尽头，不知这二者是否有联系。我也不知，但绝对诞生在我之前，来头甚大，一族远渡天关而来。天津柱沉声开口。秦秦神色凝重，天津柱已经是超脱时间长河的存在，竟然有东西比他还久远。宫殿前的那副甲胄怒了，道：渺小的种族也敢口出狂言，我界必将踏破天关，在此之前，我先斩你头颅。说罢，甲胄手持玄铁长矛，周身戾气狂涌，竟然主动向血石祖杀去，一朝一世间演化杀生之道，撕裂苍穹。血石祖不为所动，弹指间便是血海翻腾，每一滴血都是为他所掌控，蕴含大道威压，暗藏杀生之术，直将甲胄打得连连后退。一人一甲交手，声势浩大，血光滔天，无孔不入，甲胄难掩颓势。就在这时，恐怖的乌光横贯天际，甲胄持长矛从血海中杀出，要将血石祖洞穿。然而以血一世界，每一滴血珠内都是血石祖的身影，甲胄竟然无从下手。这一愣神的功夫，血石祖大手挥至，直接将他拍飞了出去。不可能，你与我同等境界，为何如此之强？甲胄震惊不已，他曾被主人穿戴，斩杀无数强大的存在，却不是眼前之人的对手。你太自信了，同境界之间亦有难以弥补的差距。血石祖淡淡的开口：我说过，你的主人不出，难以与我争锋。他正值巅峰，举手投足间意气风发，有无可匹敌之势。你！甲胄怒不可遏，退回至藏神殿中，咬牙道：纵然你力压同境界又如何？今日我必杀你！说罢，甲胄催动某种术法，整座黑金宫殿都震颤了起来，而后一股庞大的吸力从门户中涌出，笼罩了这片天地。这整座宫殿竟然是一件无上道器。血石祖面色一变，他知道宫殿之中必将是大凶险，一旦进去有死无生。这一瞬间，血石祖化身万千，只要有一滴鲜血遁走，便可逃出升天。然而藏神殿吸力无边，任他手段逆天，还是被吞噬其间。可恶！为什么我会被波及在内？秦秦心中惊悚，他不属于这片时空，却依旧被黑金宫殿的吸力笼罩了，身体不受控制，向着那道门户而去。一副甲胄而已，竟然能将这藏神殿给催动。天津柱也是十分震惊，这出乎了他的意料。霎时间，天旋地转，等秦秦回过神来时，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宫殿之中。宫殿内昏昏暗暗，有一股莫名的压抑感，地面上全是血水，里面沉浮着各种生物的骸骨、兵器。他们生前都很强大，却被永远地困在了藏神殿中，无法走出。如今早已失去了神性，一碰就碎。难道我要死在遥远的过去，化为脓血？秦秦难以接受，他是现在之人，却被封锁在了过去的藏神殿中。他尝试与天津柱沟通，却没有得到回应。黑金宫殿诡异无比，让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在这里，秦秦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失，变得虚弱，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身死道消，化作血水。宏伟阴暗的宫殿内不时震动几下，血始祖未死，不知在何地与甲胄争杀。不行，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回到现在，活着见到大小姐。秦秦咬牙，于血水中穿行，找寻不可能找到的生路。很快，他便绝望了。这座宫殿除了血始祖外，没有任何活物，只有无边无际的孤独与恐惧。这个过程中，秦秦施展瞳术，却无法望穿这些黑色的金属，反而感觉目光要被吸进去。它们来自于异域，很诡异，冰冷无比。怎会如此？难道我今日命绝于此？秦秦在宫殿中跌跌撞撞的前行，这会儿功夫，他已经变成了迟暮的老人，距离死期不远。想到那个姑娘还在枯木林中等他，心中有悲。就在这时，秦秦心中一动，竟然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不可能，这里是无数岁月前的异族宫殿，怎么可能与我有故？秦秦心中巨震，脚踩神异步伐，快速找寻那股熟悉感的来源。不多时，一个严肃端庄的皇座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秦秦走近，发现皇座上竟然是一枚纯白的蛋，只有巴掌大小，却流转着金色仙光，神异不凡。而由于这枚蛋的存在，皇座周围被宫殿所庇护，并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这是小白。秦秦愣在原地，他万万没想到，这股熟悉感的来源竟然是现在时空的吴小白。原来这小家伙在无数岁月前就存在了。秦秦触摸蛋壳，能感觉他的心脏在跳动，蕴含磅礴的生机。若不是与这小绝凶兽相识，秦秦断无生机可寻，此刻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秦秦将吴小白抱起，顿时他的生机不再流逝了。而随着吴小白心脏的跳动，一股股生命精华涌入他身。难道这座宫殿的主人是小白的先祖？秦秦绝处逢生的同时，心情也有些沉重。天津柱曾说过，随着吴小白的成长，可能会觉醒远古的记忆，到那时，对这片天地将是大祸害。想到这里，秦秦计上心头，贴在吴小白颈前，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你爹。”吴小白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对外界无知无觉。“我是你爹，我是你爹，我是你爹。”见吴小白没反应，
秦秦索性开启了复读机模式，不断在他镜前恶魔低语，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无法磨灭的影响。不知过了多久，怀里的蛋终于震颤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应秦秦的话。秦秦神色大喜，急忙道：“我是你爹，给你取名的人是你娘，记住了吗？”怀里的蛋微微前倾，似乎是在点头。秦秦这才放心。随后，秦秦就这样抱着还是一颗蛋的吴小白，在葬神殿中穿行，寻找出口。大殿内昏暗无比，脚下是粘稠的血水，无数种族的尸体残骸混杂在一起，让这里显得阴森可怖。这里蕴含空间法则，似乎走不到尽头。如果秦秦没有吴小白作为庇护，早已化为一堆枯骨。他在血水中不断穿行，凭借怀中的吴小白，隐约能感觉到一条不曾断绝的生路就在前方。随着秦秦的前行，脚下逐渐传来震感，那是邪始祖在前路拼杀。他经验古今，力压无主甲胄，即便在异族宫殿中仍有一战之力。看来血始祖也在找寻宫殿的出口，我得尽快跟随上他。秦秦不敢怠慢，加快脚步。这一过程中，秦秦遇到了好几具人族骸骨，沉寂在血水中，永远的失去了生机。即便如此，他们的残躯上依旧流转着神光，星星点点，是他们强大的证明，不曾屈服于宫殿的诡异力量。在这万族并存的宫殿内，可以见到人族的先辈，秦秦心中莫名伤悲。再往前走，秦秦竟然看到一具黑影伫立在血水中，生机不曾断绝，气血旺盛，散发出惊天的杀气。什么？这座宫殿中竟然还有活物？这一瞬间，秦秦头皮发麻，觉得大难临头，能在这宫殿中永存的生物，除了异族，再无其他。而且那道黑影堵在他前往出口的必经之路上，无法绕道而行。秦秦面色凝重，在原地驻足，不敢贸然前进。那道身影却岿然不动，只是静静站立。秦秦迟疑了半晌，鼓起勇气向前走去。看清黑影的那一刻，他的瞳孔猛然一缩。那是一个傲然而又挺拔的中年男子，穿着不知什么年代的衣物，极其古老。最可怕的是，他的心脏被未知的凶器洞穿了，留下一个碗口大的伤，散发神性的鲜血不断淌出。他已经死去了无数岁月，却依旧站姿挺拔，屹立不倒，血肉骨骼鲜如活物，不被岁月所侵蚀。这是一位人族古神吗？秦秦心中震动，他无法判断中年男子的修为，却能感受到他身上流淌着人族的血脉，与自己相亲近。中年男子面容坚毅，眸光如剑，仿佛没有死去，逼视着漆黑的宫殿深处，而那里就是秦秦要去的方向。这位人族先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战斗？秦秦心情沉重，这位先辈已经是无上存在，肉体不朽，永存于世间，却还是战死在了这里。他对着这位先辈的尸体恭恭敬敬的一拜，而后继续向黑暗中走去，找寻那绝境中唯一的生路。随着他的不断深入，又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前路上，不过这次秦秦没有感受到任何生机。秦秦走至近前，发现那是一副乌光闪烁的甲胄，虽然比自主复苏的那副弱了不少，但依旧有道境的修为。秦秦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说明宫殿中依旧有其他异族存在，修为极强，沉睡在未知的黑暗中。一路上，秦秦足足遇到8副甲胄，每一副都染着鲜血，身经无数死战，杀伐之气外露。不过这些甲胄没有要苏醒的迹象，他们冰冷而坚硬，似乎在守卫着这条通道，不能擅离职守。而后，一座宏伟的建筑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大门紧闭，庄重威严，似乎是某个至高人物的寝宫。大门内传来低沉的雷鸣声，有什么生物在呼吸，在沉睡，吞吐恐怖的气息。随着这些呼吸声，一股股的戾气不断从门缝内散出。难道宫殿的主人沉眠在此？他是谁？是小白的先祖吗？秦秦感觉心惊肉跳，汗毛炸起，他不敢惊动这座建筑里的存在，小心翼翼地从一侧绕行。随着秦秦越走越远，前路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处于宫殿的什么位置，但隐隐感觉生机在不断扩大。不多时，前路竟然出现了微弱的光亮，一缕缕的光线从上方的缺口照射进来。秦秦心中大喜，急忙向着光亮而去。到了这里，秦秦终于看到了血始祖的身影。他不知从哪一条道路杀了出来，以惊天手段对敌。乌光纵横，血水四溅，血始祖与甲胄拼杀在一起，震得附近黑金墙壁隆隆作响，轰鸣声在寂静的宫殿中回荡。不过此刻，血始祖的状态不容乐观，面色苍白，脸上出现了不少皱纹，鬓角也生出一根根的华发。那副甲胄不受岁月的影响，越战越勇，而血始祖的生命力却在快速的流逝着，任凭他风华绝代，最后也只会化作一堆枯骨。哈哈，就算你找到了宫殿出口，又如何？以你如今的修为，能够打破封印吗？甲胄叫嚣着，手中长矛接连刺出，在血始祖身上留下一个又一个血洞。血始祖虽然可以将伤势恢复，但每恢复一次，面色就苍白几分，生命力的流逝是不可逆的，再这样下去必死无疑。这可如何是好？秦秦心中焦急，但他太过弱小，又离不开吴小白，只能干瞪眼。就在这时，血始祖忽的后退，而后闭上双眼，静静地站立于缺口之下，似乎在做某种艰难的决定。哈哈，放弃挣扎了吗？甲胄大笑着，今日我将代替我主，为他铲平前路上的阻碍。只见血始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目中似有些血丝，颤声道：“各位人族先辈，晚辈不敬，斗胆向你们借血一用。”借血一用？甲胄不明所以，刚想嘲讽一番，却突然浑身剧震，道：“你做了什么？”这一刻，整个葬神殿内寂静了几分，而后一股股的鲜血竟然从下方的血水中抽离出来，逆势而上，汇聚在血始祖旁边。
一道虚影从血液里显化而出，很年轻，只有20出头的样子，道：“在下赵灵凡，100年入道，愿将最后残血献上。100年入道，比血九祖的天资都要超绝不少，甚至有望成仙，却战死在了这里。”此刻，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折允感到惋惜，脸上带着洒脱的笑，道：“只希望你能替我走得更远，见证我无法看到的盛世。”随后，他将自己的残血全部融入了血始祖体内，化作虚无，从此世间再无赵灵凡。老朽萧成风愿将至尊不灭血献出，助小友摆脱困境。一个老者虚影显化而出，身形佝偻，眼中却有不灭的战意。他位至尊体残存的血液中蕴含有伟力，霸道不已，此刻也全部融入血始祖之躯。而后，老者再无遗憾，缓缓消散了。小女姚妙之愿将古道体之血赠给小哥哥。一个女子开口了，18、19岁的模样，一颦一笑牵动人的心神。她本是最好的年华，却已陨落在了这暗无天日的宫殿中，让人疼惜。随后，她的身影化作点点微光消散。在下神远，愿为道友尽绵薄之力。在下。这一幕极其壮观，宫殿内陨落的人族先辈们全部以残血显化，前赴后继向着血始祖而去。秦秦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那里有2行清泪流下。他的心是冰冷的，流淌的血液却是炙热的，目睹先辈们绽放最后的余晖，忍不住落泪。他们本已经战死，却依旧选择为后来者做出贡献，哪怕是最后一滴血。随着一个个先辈永远消散，血始祖的气息也越来越强，超越了到极境小城，直逼到极境大城。不远处的贾胄看着这一幕，惶恐不已，咆哮道：“不可能！他人之血怎能化为你身？”血始祖冷冷地盯着他，道：“你不该小看我剑，更不该小看我人族。你……”这一刻，贾胄无法忍耐了，要向着血始祖出手，打断他施展嗜血摩天诀。然而，一个金色的虚影从宫殿深处走来，直接将他吓退数步。那道身影背负双手，目光如炬，凝视着血始祖，道：“在下楚少君，愿将残存神血于你。”神血！听到这句话，血始祖与秦秦同时一震。是你！贾胄又惊又惧，他曾被主人穿着与楚少君大战无数回合，若不是借助天地赐予的藏神殿，差点落败。楚少君来到血始祖近前，一指点在他的眉心，道：“以我神血化无量，助你超脱轮回劫。”血始祖郑重地点了点头，而后楚少君的金色神血全部涌入了他的灵池，两者相交融，金光万丈，将这漆黑的藏神殿点亮。这一刻，血始祖的修为再次狂涨，竟然突破了到极境大成，隐隐到达了准仙之境。血始祖承载着人族先辈之血，气血旺盛，达到顶峰，大开大合间，直将贾胄打得分崩离析。贾胄散而不灭，又在远处重组，但不敢再靠近。你的存在必将是我界的一大阻碍，今日我便用少主之血提前唤醒主人，就算主人怪罪于我，我也毫无怨言。贾胄沉声开口，一步迈出，消失在了宫殿深处。血始祖神色一变，他知道现在是突破困境的最好时机，如果藏神殿的主人苏醒，将是大变故。他祭出那张金色书页，向着缺口处的禁制击去，将禁制击的狂震不已，不断向下方散落。天金柱的书页竟然能当道器使用！秦秦震惊，只觉得金色书页锋利无比，无坚不摧。就在这时，宫殿深处传来贾胄的怒吼声，道：“可恶！少帝明明就在这里，哪个无耻小贼将其盗走？”少帝！秦秦愣怔，没想到贾胄所说的少帝竟然是吴小白，这岂不是说他变相的救了吴小白？他现在有点云里雾里，不知是无数岁月前的自己救了吴小白，还是现在时空的吴小白救了自己。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因果轮回，让秦秦无法超脱。这番功夫，血始祖终于凭借准仙之境与金色书页，成功将封印打破，化作一道血光而出，藏神殿再也难以将他束缚。封印打开了，看着上方大开的缺口，秦秦神色大喜，正欲离开，却发现吴小白还在自己的怀里。秦秦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将吴小白留在藏神殿的角落中，毕竟外界险恶异常，也许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记住，我是你爹。秦秦留下这样一句话，随后御空而起，凭借血始祖打开的缺口逃出升天。小子，你竟然能从这藏神殿中走出！我推演了无数次，皆是死路，你是如何做到的？一出到外面的天地，天金柱的声音便传了出来，有些激动，似乎错过了一场好戏。是小白救了我，没有他，血始祖恐怕都难以脱困。秦秦落回岛屿，只感觉浑身舒畅，无比轻松。观看着秦秦的记忆，天金柱陷入了的沉默，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这藏神殿到底什么来头？连你都可阻断？秦秦忍不住发问。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铸造藏神殿的生灵，修为不弱于我的主人。天金柱沉声道。秦秦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世间万法皆是出自天金柱，足以说明他主人的强横之处。藏神殿的主人竟然可以与他比肩。9天之上，黑云压城，漫无边际，电闪雷鸣间，无数的劫灵生物在其中涌动。血始祖踏出藏神殿的那一刻，天劫便如约而至。这一次，道极境大成和准仙劫一起加深，比之前的2劫可怕了不知道多少倍。整个天地的修士都心有所感，望向东海，道：“好恐怖的波动，难道有人要成神仙了吗？”不是神仙劫，但散发的气息却不弱于神仙劫。有许多强大的修士面色凝重。1日之间，血始祖要连渡4劫，无人敢想象。
这一次，雷劫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形的身影，他伫立在9天之上，俯视四界八荒，周围的无数劫灵都对他俯首称臣。血始祖不敢大意，在藏神殿下渡劫，引得无数雷霆轰隆隆的击在其上，替他抵挡了大部分凶险。见到劫云中的人影，藏神殿似乎震怒了，竟然发出数道乌光，向着雷劫击去。9重雷劫上的人影微微皱眉，一指点出，顿时所有劫灵听他号令，向着藏神殿击去，将他击得摇摇欲坠。趁着9重雷劫与藏神殿对拼之际，血始祖凝练己身，巩固修为，将人族先辈之血与除少君的神血完全归于己身，真至完美。藏神殿虽然恐怖，但只是由甲胄催动，难以施展真正的实力，很快被震得不断败退，向着海面坠去。血始祖目光一凝，抓住时机，将准仙境的修为施展到极致，催动金色书页横空，爆发出璀璨的光辉。轰隆隆！这一刻，秦秦脚下的地面在不断的震荡着，发出巨响。血始祖施展惊天手段，将整座岛屿作为封印大阵，镇压在藏神殿之上，再以金色书页压落，封住阵眼。而后，金色书页与整座封印之岛融为一体，完美无缺。书页附近的花草树木被这股强力所波及，瞬间枯败凋零了下去。至此，海面彻底变得风平浪静，但藏神殿中流淌出的血水却难以消散。做完这一切之后，血始祖才斗志昂扬，登上高天，要以自己的全身姿态，一举将2重雷劫全部度过。小子，快去本天经的书页旁边留下标记。天经柱急切地催促道。哦，好。秦秦不敢怠慢，快速来到封印阵眼的金叶旁边，并指如剑，刻划着什么。现实天地中，二长老韩佑正在枯木林中盘坐，突然眉头一皱，猛地睁开了眼睛。只见他旁边的大青石上缓缓出现了几个小字：秦秦到此一游。韩佑瞳孔猛然一缩，不知过了多久，秦秦终于睁开了眼睛。1丈方圆的灵池中掀起波澜，散发的气息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入眼是一片血色的古树林，血始祖从劫云中走出的恐怖身影却历历在目。他的身前所有血晶晶都被悉数炼化，变成了凡物，他也因此脱离了入道的状态。小青子，你突破境界了！武叶宁第一时间从修行中转醒，欣喜万分。看到武叶宁守护在旁，秦秦心中一暖。这次入道险而又险，差点让他回不来，永远见不到心心念念的人儿。还是没能突破，灵池倒是开辟了不少。秦秦挠了挠头，他从血始祖悟道的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最主要的是帮天经柱找到了遗失的书页。那张金色书页在无数年前便与岛屿融为一体，就是天经柱也难以寻到。如今凭借因果之力，终于确定了方位。不过天经柱还不能将书页收回，他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旦封印出现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借先辈之血另类突破，于藏神殿下渡准仙劫，后人恐怕永远也无法想象那一战。秦秦心情沉重，不知后世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些先辈的名字。没关系，慢慢来嘛，以后本小姐的血晶晶都赏给你了。午夜狞笑着开口，明眸皓齿，美得不可方物。谢大小姐。秦秦感激不尽。秦秦心有触动，急忙起身行礼。就在这时，秦秦双目一凝，竟感觉午夜狞有些不一样，似乎在修为上精进了许多。大小姐，秦秦这次在这枯木林中盘坐多久？秦秦不由得问道。大概半个多月吧。午夜狞仔细想了想，半个多月。秦秦心中一颤，道：难道大小姐在此地守护秦秦半个多月？想什么呢？枯木林可是修行宝地，本小姐受益匪浅，所以多待了些时日罢了。午夜狞狠狠踩了他一脚，不愿承认。不过这枯木林中没有喧哗吵闹，亦无人敢惹是生非，倒也无趣。午夜狞起身，伸了个懒腰，将完美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道：走吧，好久没回洞府了，也不知道小白睡醒了没有。秦秦心中一动，因为他曾与过去的吴小白有过交集，也不知道会不会对现在有所改变。两人施展御空之术，很快便回到洞府，发现吴小白沉睡之地空无一物，那个毛茸茸的小兽物不见踪影。咦，小白呢？午夜狞与秦秦在洞府里找了几圈，皆没找见。秦秦心中巨震，难道因为自己吴小白发生变故，死在了过去？就在这时，一声血影从裂缝中闪了出来，浑身血污，只有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嘴里还叼着一条比他大好几倍的鱼。那条鱼生长在附近的血海中，身体发生了异变，鳞甲坚硬无比，震动时力道惊人。吴小白虽然个头小，却死死咬着他的要害，尖锐的牙齿深深地刺入鳞甲，让他逐渐毙命。原来已经苏醒，只是到海中捕猎去了。秦秦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有些担忧。吴小白此刻看起来极其狠厉，黑眸中闪着凶光，气息竟然与沉睡在藏神殿的先祖有几分相似。午夜狞眉头一皱，道：吴小白，看你那脏兮兮的样子，给我过来。吴小白捕猎归来，正欲饱餐一顿，哪里愿意松口，此刻退后2步，凶相毕露。见午夜狞走来，吴小白竟然发出低吼，一跃而起，向着他扑杀过去。烦了你！午夜狞可不惯着他，直接伸出藕臂来了个空中拦截，而后把他拎在手里向小石潭走去。吴小白十分抗拒，不断的孤勇，却被午夜狞扼住了命运的后颈肉，难以挣脱。秦秦心中骇然，午夜狞并不知道吴小白的先祖沉眠在藏神殿中，更不知道他身上流淌着珍稀的地血。随后午夜狞在小石潭里给吴小白清洗几遍，擦擦干净，这才道：以后回来自己洗澡，听到没有？吴小白揣着爪子，气呼呼的默不作声。午夜狞眸光微寒，吴小白一个机灵，急忙点头。
吴叶宁这才露出笑容，拍了拍他的小脑袋，道：“真乖。”秦晴暗中窃喜，心道：以前我被大小姐这么调教，现在终于轮到下一个受害者了。小晴子，捡些柴火去。秦晴还没清闲一刻，熟悉的感觉便又回来了。好嘞。秦晴点头称是，跑起腿来。不多时，一堆篝火便在洞府外升了起来，两人一兽围坐在火堆旁，烤着吴小白带回来的战利品。吴小白，以后少吃那些生的冷的，对肠胃不好，听到没？吴叶宁谆谆教导着，秦晴则负责给鱼翻面。吴小白流着口水，点了点头。不一会儿，这条大鱼便被烤得外焦里嫩，香气诱人，两人一兽都是食欲大开，争先恐后的吃了起来。由于这条大鱼生长在万血海附近的缘故，肉质紧实，入口嫩滑，蕴含丰富的血磷以及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对身体大有裨益。吴叶宁吃得津津有味，摸了摸吴小白的头，道：“不错不错，下次多带几条回来哈，一条好像有点不够。”吴小白同样吃得不亦乐乎，还不知道自己年纪轻轻就被当成了工具兽。认识吴小白体内流淌着一族大凶的血，此刻围坐在火堆旁开吃，也是温顺不已，没有任何凶相。吃饱喝足之后，吴叶宁便仰躺在石床上，一脸满足地揉着肚子。秦晴则是收拾完杂物，接了一杯山泉水。吴小白看着他的脸，嘴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字，道：“爹！”噗！秦晴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急忙闪身到吴小白近前，捂住他的嘴，道：“小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咦，小家伙如此聪慧，竟口吐人言。吴叶宁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兴致冲冲地抢过吴小白。吴小白便用稚嫩的声音喊道：“娘！”吴叶宁浑身一僵，秦晴心里嘎噔一声，看向吴叶宁，心虚一笑：“小晴子，你是不是教他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吴叶宁盯着秦晴，面带微笑，神色不善。冤枉啊，大小姐，秦晴的一举一动你都看在眼里，小白绝对是自学成才。秦晴急忙开脱，心道这小子真是口无遮拦。是吗？吴叶宁半信半疑，而后笑眯眯地看着吴小白，道：“来，小白，再叫一声听听。”娘！吴小白老老实实，真乖。吴叶宁顿时眉开眼笑，望向秦晴，道：“以后咱家本小姐排第一，小白排第二，你排第三，知道吗？”别啊，大小姐，秦晴就这么失宠了。秦晴欲哭无泪。之后，吴叶宁又教给秦晴一些常用的术法，可用灵力催动。秦晴资质虽低，悟性却不差，轻易学会。他取出那把冰破寒铁铸成的小剑，将其化作正常大小，在洞府外舞了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疏。那把剑很不凡，秦晴以机缘境的修为运剑，再将五绝中的武艺融入其中，挥动起来矫健飒爽，舒畅淋漓。吴叶宁盯着他的侧脸，目光闪烁，心道：认真起来的小晴子似乎有点好看。吴小白虽然看不懂，但还是在旁边拍着爪子给秦晴捧场。夜幕将至，秦晴在石床上给吴叶宁暖被窝，到时间了就自动让位，吴叶宁则与吴小白拱了进去，玩闹起来。吴叶宁想教吴小白更多的文字与发音，却发现十分困难。吴小白咿咿呀呀的就对爹娘两个字轻车熟路。奇怪，怎么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笨的？吴叶宁犯嘀咕，他不知道的是，吴小白已经将那两个字记忆了无数岁月。不一会儿，一人一兽便沉沉的睡去了，传出均匀的呼吸声，安静而又美好。只有我受伤的世界形成了。秦晴打着地铺，孤苦伶仃。第二天，一个亲传弟子来到了洞府外，要求见吴叶宁。秦晴看了他一眼，道：“有什么事吗？跟我说就行了。”那弟子道：“我奉萧师姐之命，请武小姐到洞府一坐。”萧师姐？秦晴眉头微皱，看向洞府内，心道这才刚一离开枯木林，便有事情上门。不认识，不见不见。吴叶宁慵懒的翻个身，赖在床上，不愿起来。那弟子听说吴叶宁厉害得很，不敢招惹，匆匆回去复命了。没过一会儿，一个面容白净的小萝莉驾云而至，梳着双马尾，穿着红黑相间的衣裙，风格与吴叶宁倒有几分相似，不过身材就差远了。好大的面子，居然让本小姐亲自来一趟。萧雅叶立身在洞府前，叉着腰朝里面喊话。见到来人，秦晴瞳孔一缩，这小丫头为何如此怪异？她的目中，萧雅叶浑身上下近乎全是光点，这也意味着她的体质极差，用一推就到来形容毫不为过。小不点，你是谁家的孩子？让你家大人来与我说吧。秦晴摆了摆手，开口送客。你才小不点，本小姐已经成年了。萧雅叶仰望着秦晴，咬牙切齿道：“我乃二长老的亲传弟子，萧雅叶是也。你就是萧师姐？”秦晴一愣，没想到这个娇小玲珑、稚气未脱的小萝莉身份如此之高。吴叶宁从洞府内走出，打着哈欠道：“本小姐与你素不相识，找我何事？”萧雅叶扬着拳头，气鼓鼓地说道：“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就你叫吴叶宁是吧？”吴叶宁与秦晴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你把我的以莲哥给抢走了。萧雅叶愤愤地盯着吴叶宁，眸子里满是敌意。一听是为了上官以莲，吴叶宁顿时来了兴趣，故意调笑道：“你说的是上官师兄啊？哎，三番五次的纠缠于我，好生烦恼。你这个妖女，到底对以莲哥用了什么招数，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萧雅叶气得直发抖，指着吴叶宁的鼻子：“招数？”吴叶宁若有深意地打量了萧雅叶一眼，道：“有馒头吃总比饿着强。”馒头？饿着？什么奇奇怪怪的？
萧雅叶低头看了自己一眼，顿时明白了过来，面红耳赤，道：“你下流，敢不敢到我洞府来喝茶？咱们把话说清楚。”说完这句话以后，萧雅叶立刻低下头，露出一个阴险狡黠的笑容，心道：“哼，本小姐如此机智，一定能将这渣女除掉。喝茶，不会是想趁机在茶里下毒，然后要我的命吧？”吴叶宁眉头一皱，淡淡的俯视着他：“什么？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你是如何看穿的？”听到这话，萧雅叶如遭雷击，猛地抬头，目露惊骇之色。“喂，你这计划都写在脸上了，只要是个人都能察觉到，好吧？”秦晴表面平静，内心却在咆哮。吴叶宁白了萧雅叶一眼，道：“回去吧，本小姐可没工夫陪你玩过家家游戏。谁要和你过家家吗？”萧雅叶气得直跺脚，受不了吴叶宁轻蔑的态度，嚷道：“那你说怎样才肯到我洞府喝茶？”“喂，你这是意图暴露的太明显了，好吧？你这是邀请吗？你这是求人，好吧？”秦晴已经无力吐槽了。吴叶宁眸中闪过一缕金光，舔了舔嘴唇，道：“有酒吗？如果以酒代茶，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酒？”听到这话，秦晴与萧雅叶同时一愣。“酒？”萧雅叶踉跄后退，似有些纠结，结结巴巴地说道：“酒的话不可以。”“啧，看来是没有了。小晴子，送客。”吴叶宁一扭头，果断往洞府里走去。“你站住！”秦晴刚想赶人，却见这小萝莉拳头紧握，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咬牙道：“不就是酒吗？本小姐有的是，你来便好了。”“好，就得你这句话。”吴叶宁立马转身，笑嘻嘻地答应下来。秦晴忧叹一声，知道自己劝阻不了，毕竟吴叶宁在凡俗时就常常偷溜出去喝酒，此刻肯定是憋坏了。这萧雅叶到底打什么鬼主意？吴叶宁虽然答应，不代表秦晴会放松警惕，毕竟萧雅叶根本藏不住情绪，就差把图谋不轨写在脸上了。见吴叶宁上钩，萧雅叶忍不住露出一个阴谋得逞的笑，肩膀微微耸动着，道：“好，一言为定。今晚我备好酒席，派人来接你，咱们不见不散。”随后他仰天大笑，御空而去，隔着老远都能听到那得意的笑声。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吴叶宁与秦晴相视一眼，都能看出彼此心中的想法。梅轻柔的阁楼，薄纱玉床前，上官以莲恭敬站立着。萧雅叶那丫头似乎对你痴迷的很啊，3天2头寻来。薄纱内传来梅轻柔的声音。上官以莲面无表情，平静地说道：“放心吧，师傅，弟子心如铁石，任何人都是踏脚石，萧雅叶也不例外。”梅轻柔妩媚一笑，将上官以莲揽进薄纱中，道：“不错不错，看来你的媚道又长进不少。”吴叶宁的洞府中，吴小白已经苏醒，他一头扎进了漆黑的裂缝里，看来是前往深海捕猎去了。不一会儿，他便浑身血污，叼着一条大鱼返了回来，而后娴熟地跳进小石潭里，给自己清洗干净。两人一兽吃过早餐之后，吴小白便在洞府里留守，吴叶宁与秦晴则前往枯木林中修行。这半个多月的时间，吴叶宁修为突飞猛进，让天津柱赞叹不已。不过这里对秦晴已经没有了吸引力，他也无法从中受益。这一次，吴叶宁竟然向公孙弘文请教了一些道运方面的事，让公孙弘文面色大变。这些东西，即便是他也无法参悟，而吴叶宁竟然已经初步摸到了门槛。此女资质太过绝佳，如果无法教好，就必须将之除掉，否则我将大难临头。公孙弘文眸底闪过一丝寒意，求而不解，吴叶宁便自己参悟，对于以后的成长将有大帮助。当然，嗜血魔天诀的修行他也没有落下，甚至趋近于熟练。隐隐来到了一处悬崖，无法跨越过去，这便是嗜血魔天诀缺失的部分吗？吴叶宁十分遗憾，以他如今的修为，无法另辟蹊径。即便缺失了一部分，嗜血魔天诀依旧是可以与各大仙家道门争锋的无上道法。一处阴森森的酒窖内，堆满了不知封存多少年的美酒。萧雅叶静静站立，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巧铃铛，不时发出轻响，闪烁点点微光。萧师姐偷拿二长老的酒，她真的不会怪罪吗？这个地方可从来不允许外人踏入。一个弟子抱着2坛酒，提心吊胆。没关系没关系，师傅闭关去了，不会发现的。萧雅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毛，一些模糊的记忆涌上心头。那时他还很小很小。师傅，这些是什么？小萧雅叶乖坐在凳子上，看着韩佑往碗里倒满液体。韩佑微微一笑，道：“这个是酒，是师傅精心为你准备的。”“为我准备的？”萧雅叶指着自己，无暇的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疑惑。韩佑点了点头，示意他喝下去。萧雅叶犹犹豫豫，本能的抗拒，但想到面前之人是他最信任的师傅，便鼓起了勇气。咕嘟咕嘟，整碗酒水被他一饮而尽，入喉先是苦辣，而后便是头晕目眩，最后是无法形容的痛感遍及全身，让他冷汗直流。师傅，这酒一点也不好喝，弟子感觉好难受，浑身都好疼。萧雅叶面色苍白，伏在桌面上，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着。没关系，你只是得了一种怪病，只要喝醉就没事了。韩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又将一碗酒递了过来。真的吗？喝醉就不会疼了吗？小萧雅叶忍受剧痛，不断的打着寒战，但还是对师傅的话深信不疑，一咬牙继续喝下去。几碗下肚，萧雅叶再也坚持不住，疼昏了过去。梦中他感觉噩梦缠身，如同深深的陷入地狱。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清脆的银铃声将他唤醒。韩佑面带微笑，递来一个小巧的铃铛，道：“小雅，以后有了它，你就再也不会感到疼痛了。”真的吗？谢师傅，师傅最好了。
萧雅叶欣喜万分，将铃铛挂在脖子上，一挂便挂到了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0几年，如今想起，萧雅叶依旧感觉不寒而栗。但为了这次的计划，他也是豁出去了，直接让那弟子取了好几坛。回到洞府后，萧雅叶托着腮，对桌上的2个精致小瓶纠结不已。你说我是用含笑半步癫好，还是10香软筋散好呢？在下建议直接用含笑半步癫，永绝后患。至于10香软筋散，何不留给上官师兄？一个弟子在旁边出谋划策。对哦，我怎么没想到？下次把倚莲哥邀请过来，这样他就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萧雅叶恍然大悟，喜笑颜开。而后他将其中一瓶递给那个弟子，道：这瓶是含笑半步癫，今天晚上你偷偷放在午夜宁的酒里，至于我这瓶，嘿嘿。那弟子小心翼翼地将含笑半步癫接过，生怕一不小心打碎。一想到自己的计划将要完美实施，萧雅叶便忍不住叉起腰，仰天长啸起来。天色渐晚，午夜宁带着晴晴如约来到了萧雅叶的住处。这里是一处幽静的洞府，周围生长着许多花草，诡异的是，它们都呈现出一种暗黑色，看起来很不自然。洞府里面有数个屏风，还有一些道路通向别处，都是精心装饰过的，如同一个豪华的府邸。当然，墙壁上还挂着一些小女子才会用到的可爱玩意儿，倒也符合萧雅叶的气质。嘿嘿，你来啦，别客气别客气，随便坐。萧雅叶招呼午夜宁坐下，晴晴则是守在后面。2个弟子走至，分别摆酒上杯，随着酒坛起风，一股醇香的酒味瞬间弥漫到整个洞府。哟，这是什么酒？可比我在凡俗喝的那些要香得多。午夜宁深吸了一口，眼睛发亮，期待不已。那当然，这可是我师父精心酿制的，不知道珍藏了几百年，岂是那些凡酒可以比较的？萧雅叶有些小得意。天津柱大哥，这酒水可有什么问题？晴晴警惕地发问。本天津又没喝过，如何能知道？不过他胸前挂着一物，倒是有些不寻常，似乎蕴含某种至纯之力。天津柱开口。正当2个弟子要替他们将酒水满上时，午夜宁胳膊一抬，道：慢着。而后晴晴将一个自带的酒杯取出，摆在午夜宁面前。午夜宁，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怀疑本小姐会给你下毒不成？萧雅叶一拍桌子，故作生气。不会吗？午夜宁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而后将自己这边的酒给萧雅叶倒了一杯，道：可否先饮一杯？萧雅叶面色难看，心里却在冷笑，道：哼哼，本小姐这么聪明，岂会在一开始便下毒？等你喝个烂醉，放松警惕，才是最好时机。随后他拿起酒杯，仰头饮下，不过几息，小脸便泛起红晕。午夜宁见他无事，这才放心，随后给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只觉得十分过瘾。不知为何，晴晴总觉得心里不安。不过萧雅叶已经喝过午夜宁坛里的酒，他也没理由怀疑什么。随着酒意渐浓，2女很快便熟络起来，一边喝一边聊天，不时发出轻笑。酒过3巡，2人坛子里都有些见底。萧雅叶见时机成熟，便朝一个弟子使了个眼色，那弟子心领神会，快步离开。晴晴双目微眯，直接施展瞳术，望穿墙壁。只见一个弟子正取出小瓶，往一个酒坛里撒些白色粉末。晴晴面色一寒，心道：果然有诈。隔壁洞府，一个弟子正将含笑半步颠倒入酒坛中，道：记住，左边这坛是有毒的，一会儿上酒的时候千万别搞错了。另一个弟子点了点头，道：知道了知道了，这点小事我还能记错？晴晴不露声色，心道：天津柱大哥，可否传我一招术法，悄无声息接近隔壁那2人？悄无声息？这个嘛，天津柱沉吟了一会儿，道：看在你帮我找到第2页经书的份上，我就再传你一道幻形之术吧。幻形之术？晴晴一惊，这个道法可不简单，若是用到妙处，岂不是可以瞒天欺地？随后一些金色古字洋洋洒洒地飘入他的脑海，每个字都充斥着变幻莫测之玄妙，似乎难以成句，更无法单独记忆。不多时，这些古字完全隐退，晴晴上前一步，俯身道：大小姐，晴晴在这里站得久了，只感觉胸闷气短，可否出去透个气？午夜宁此刻已经有了醉态，面色潮红，搂着晴晴的脖子道：不准太久哦，敢超过1刻钟，我阉了你。晴晴心中骇然，点头称是，而后匆匆走出了洞府。脱离2人的视线，晴晴立马观想自己要变换的东西，而后以催动灵力施展幻形之术。顿时他的身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呆头呆脑的小蜜蜂。此法甚妙，晴晴心中大喜。不过这个术法十分耗费灵力，而且需要时刻维持，以他如今的灵池难以施展太久。速战速决，晴晴不敢耽搁，直接向着隔壁洞府飞去。嗡嗡嗡，晴晴的视角中，那2个弟子围坐在放酒的桌子旁，闲聊着什么。奇怪，哪来的蜜蜂？现在也不是春天啊！一个弟子皱眉，直接弹出一道血色灵力，向着那晴晴击去。不妙！晴晴一惊，没想到这弟子卑躬屈膝的修为却不低，急忙在空中来了个513度回旋，堪堪躲过这一击。哦哟！那个弟子一愣，有点不信邪，抬手就要再来一击。另一个弟子见状，面色大变，急忙给他按住，道：你疯了？要是打坏了萧师姐洞府里的东西，咱俩都没命了。听到这话，那弟子幡然醒悟，道：也是，差点犯下大错，不管他了。于是2人不再理会小蜜蜂，继续闲聊起来。见2人无动于衷，晴晴急了，急忙飞到一个弟子的额头上，狠狠地扎了一下，扎得他滋滋冒血。哎呦我去！
那弟子如遭雷击，捂着额头呻吟，咬牙切齿道：“这臭蜜蜂真是给脸不要脸！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见状，另一个弟子也起身，两人伸出双手，在洞府里又蹦又跳，要将秦晴拍死。秦晴在洞府里不断躲避两人的大手，而后飞至一个角落，彻底不见了踪影。咦，我明明记得那臭蜜蜂飞这边来了，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被扎的弟子捂着额头，满脸疑惑。另一个弟子则是看着旁边的一堆花丛，道：“我不知道啊，还有这儿原来有这么多花吗？哎呦，管它什么花不花的，先弄死那只蜜蜂再说。啊，对。”于是两人转移了视线，在那角落寻了起来。这时，一朵小花突然将自己从土里拔了出来，两条根茎像是双腿，人立而起，向着放酒坛的桌子撒腿奔跑。奇怪，这儿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一个弟子看着秦晴待过的花丛，摸了摸后脑勺。这会儿功夫，秦晴已经来到了桌子旁边，小心翼翼地将两个酒坛互换位置。刺了！酒坛与桌面相摩擦，发出轻微的声响。一个弟子猛地回头看向酒坛的方向，只见桌子旁边空无一人，而两个酒坛也没有任何变化。那个弟子十分警觉，缓缓走进酒坛。他不知道的是，秦晴化身的小蚂蚁就贴在酒坛正后方。随后，那弟子又在酒坛周围转了2圈，他往哪转，秦晴就往反方向狂奔，显而又显地避开视线。难道是错觉吗？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那弟子摸不着头脑，不再关注这里。秦晴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化作小蜜蜂飞走。好险，差点就被发现了。离开洞府以后，秦晴化作人形，长舒了一口气。这短短的几次唤醒，差点将他身体给掏空。萧雅叶，既然你想对我家大小姐下毒，就别怪我出手无情。秦晴面色冰冷，内心毫无斑斓，从正门返回洞府中。洞府里，两女没人拦着，都是喝得醉眼朦胧，有点上头。吴叶宁，你知道吗？我是被师父捡回万血海的，要不是他，我早已葬身虎狼之口。他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虽然所有弟子见到我都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萧师姐，但我知道他们只是惧怕我师父而已。师父希望我当上亲传弟子，这样才能证明我不输给任何人。于是我就拼了命修行。萧雅叶彻底醉了，小嘴吧嗒吧嗒说个不停。怪不得不愿喝酒，这副状态别说下毒了，估计被下毒都不知道吧。秦晴心里嘀咕。吴叶宁也是面色绯红，与萧雅叶勾肩搭背，谈天说地。如果不是因为倚莲哥，咱们两个说不定会成为朋友。萧雅叶含糊不清地说着。切，什么上官倚莲，比不上我家小晴子一根毛。吴叶宁摆了摆手。秦晴一愣，这俩人喝酒归喝酒，怎么还扯东扯西，扯到自己身上来了？你胡说，倚莲哥最好了，脾气温柔，从来不会对我发火，还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萧雅叶反驳道。说实话吧，我对那上官倚莲没有一点兴趣，巴不得他离我远一点。吴叶宁对此嗤之以鼻。真的吗？萧雅叶神色欣喜。那是自然，我有一个小晴子就够了。吴叶宁眸若秋水。哈哈，喝酒喝酒。萧雅叶正欲倒酒，却发现酒坛里一滴不剩，顿觉意犹未尽，朝隔壁嚷道：“来人呐，上酒！来了，萧师姐！”两个弟子快步走出，一左一右将有毒的酒坛给到萧雅叶，无毒的反而给到吴叶宁。秦晴冷眼旁观着这一幕，面无表情。只见萧雅叶将毒酒满上，与吴叶宁碰杯，而后咕嘟咕嘟的喝了下去，完全没意识到酒内有他的含笑半步癫。此刻的萧雅叶已经忘记了目的，只想一醉解千愁，而吴叶宁也放下防备，就差与她姐妹相称了。谈笑间，萧雅叶突然面色一僵，直接趴倒在了桌上，不省人事。喂，萧雅叶，这就醉了。吴叶宁推了推她，见毫无反应，不由得嘟囔道：“嘿嘿，还是本小姐的酒量略胜一筹。”秦晴暗暗心惊，道：“这毒好生厉害，还好我将酒坛互换，不然大小姐性命危矣。”她适时的上前：“大小姐，我看萧师姐已经醉了，咱们也喝得差不多了，是时候打道回府了。”吴叶宁其实也到了极限，只觉头重脚轻，柔弱如泥，便张开双臂示意秦晴过来。秦晴急忙凑过来，让吴叶宁搂住脖子，而后轻易将他抱起，向着洞府外走去。秦晴与吴叶宁离开后，那两个弟子才从隔壁走了出来，笑道：“萧师姐，剧毒安排妥当，就等吴叶宁毒发身亡了。”萧雅叶伏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两个弟子面面相觑。突然，一个弟子瞳孔微缩，道：“你看萧师姐身上还有生机吗？”闻言，另一个弟子神色一变，急忙上去试探鼻息，而后噔噔噔连退数步，道：“你是不是把毒酒搞错位置了？不可能，那酒一动不动，怎么可能搞错？”下毒的弟子颤颤巍巍，毕竟萧雅叶可是二长老的亲传弟子，有了闪失，他难逃一死。快跑吧，这件事与我们无关，肯定是那个吴叶宁搞的鬼。另一个管不了那么多了，仓皇而逃。下毒的弟子愣神片刻，快步跟上。一时间，偌大的洞府中只剩萧雅叶一人，冷冷清清。另一边，吴小白见爹娘回来，开心的上蹿下跳。秦晴将吴叶宁轻放在石床上，而后娴熟的为他脱去鞋袜和外衣，盖好被子。然而他刚想回到自己的地铺，却被一条雪白的藕臂给拉住了。吴叶宁直勾勾地盯着他，一双美眸含情脉脉，似乎有些小委屈，道：“小晴子，我冷。”秦晴心里咯噔一声，道：“大小姐一醉酒便胡言乱语，这次又是搞哪一出？”只见吴叶宁摇了摇秦晴的胳膊，用怯生生的语气道：“今天晚上你还没给人家暖床呢。”人家看着午夜凝羞答答的模样，
秦晴只觉得呼吸一滞，一颗心砰砰乱跳，但理智告诉她一定要克制。大小姐啊，今天天色已晚，而且你已睡下，恐怕不太方便。秦晴打着哈哈，没关系嘛，你在我旁边暖就可以。就一会儿，午夜凝红唇轻咬，紧紧地拉着秦晴胳膊，不愿松开。完了，大小姐这是完全醉了呀！秦晴心慌，陷入了两难之地，一方面是午夜凝太过诱人，另一方面是她身份卑微，主仆有别。秦晴咽了口唾沫，道：“就一小会儿。”午夜凝含羞点头，声音细若蚊蝇，而后往旁边挪了挪，给秦晴让出一个位置。于是秦晴便把吴小白抱开，掀开被子的一角，躺了进去。吴小白见自己的位置被人霸占，顿时不乐意了，跳在秦晴身上，拳打脚踢。去，大人的事，小孩子少掺和。今晚你就先在地铺上将就一晚啊！秦晴把他提起来，往自己的地铺上一扔。吴小白闷闷不乐，盘成一团。被子底下，午夜凝整个人都贴了上来，贪婪地感受秦晴的体温。秦晴只觉得浑身一僵，急忙催动静心咒，心道：暖床，对，只是暖床。然而两人同床共枕，难免会有些肢体接触，碰到午夜凝脚尖的那一刻，秦晴只觉得一股凉意。大小姐，你的脚好冰啊！秦晴心疼不已，忍不住用脚夹住午夜凝的玉足，给她温暖。你大胆！午夜凝神色一慌，没想到秦晴竟然有这样过界的举动，急忙出言训斥，同时脚下震动，想抽出来。秦晴这次是铁了心了，午夜凝往哪逃，他就往哪追。午夜凝如同受惊的小鹿，仓皇逃窜，却被秦晴围追堵截。到了最后，午夜凝的脚已经完全与秦晴缠在了一起，晶莹的脚趾交合，汗水相融。午夜凝的脚又细又白，关节处有些粉嫩，看起来吹弹可破，被秦晴的大脚掌控，如同待宰的羔羊。小秦子，你混蛋！午夜凝又羞又怒，脸红的像是能滴出水来，但因为醉酒的缘故，没有抵抗的力道，最后索性不再挣扎，任由两人的脚紧密纠缠。不一会儿，午夜凝便呼吸平缓，看样子要沉沉的睡去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总算完成了。秦晴松了一口气，感觉成就满满。就在这时，午夜凝的身体突然一颤，而后面露痛苦之色，缩在了秦晴怀里。秦晴大惊失色，急忙将她搂住，道：大小姐，你怎么了？此时的午夜凝浑身发抖，如坠冰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似乎在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我观他气血虚弱，印堂发黑，似是中毒的征兆。奇怪，此毒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就在这时，脑海中的天津柱突然开口：中毒。秦晴面色骤变，似乎想到了什么，道：你的意思是那2坛酒都是毒酒？这一瞬间，秦晴心乱如麻，道：不可能啊，我将那9坛互换，大小姐喝的酒完全没有起风，萧雅叶何时下的毒？如果不是在那时候下的毒，只能说明这酒在酿造的时候就是毒酒。天津柱沉声开口。秦晴如遭雷击，见午夜凝面色煞白，冷汗直流，急忙向天津柱寻求解毒之法。天津柱沉吟几息，道：如果是寻常的毒，本天津倒是有术法可解，但这个毒嘛，处处透着怪异。什么？连你都无从下手吗？秦晴心急如焚，直接起身想找萧雅叶问个究竟，但一想到他也喝了毒酒，顿时面如死灰。我想起来了。突然，天津柱语气亢奋道：怪不得那女子胸前挂着至纯之物，难道她正在修炼巫血毒心体？巫血毒心体。这一刻，秦晴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记得主人提起过，巫血毒心体是洪荒时期一种炼体之法，若是大成，一滴血坠入东海，可让其内亿万生灵殒命。天津柱细细道来。不过此功法太过残忍，因为其毒性诡异，修行之人往往无法承受痛苦，便暴毙而亡。我的主人认为其不应存于世间，便没有记载。难道大小姐身中此毒？那岂不是说无药可救？秦晴万念俱灰，难以接受。这你就错了，大死往往伴随着大生，巫血毒心需引毒入体，再以抗毒之力结为道果，驱除毒性，两者形成循环，生死轮转。天津柱道：如果我猜的没错，那女子胸前佩戴的至纯之物便是巫血毒心体的道果。你是说萧雅叶还没死，她身上之物可解此毒？秦晴神色一喜，正是，那道果与毒体同生，修到极尽，可解世间万毒。天津柱笃定的开口：太好了太好了，大小姐，你一定要坚持住，等秦晴归来。秦晴大喜过望，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向着萧雅叶的洞府而去。此时夜色万籁俱寂，秦晴去而复返，出现在了萧雅叶的洞府中。这里四下无人，只有萧雅叶伏在桌子上，看起来已经气绝身亡。天津柱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看他好像自身难保的样子。秦晴心中惴惴不安。还没死呢，只是无限接近而已，如果承受不住毒性，那才是真的殒命。天津柱说道：若想回去救人，取出他手中的铃铛即可。秦晴将信将疑，正欲伸手，却感到一股诡异阴冷的气息从萧雅叶身上散发出来，让他生生止住了动作。只见萧雅叶的面颊、额头、胳膊上都浮现出密密麻麻黑色的纹路，那些纹路如同活物在不断的扭动着，十分瘆人。天津柱大哥，这些是什么？秦晴面色凝重，只觉这些纹路散发浓重的毒液，轻易触碰将被沾染。这是修炼巫血毒心体的痕迹，他每毒发一次，身上的纹路便多一条。天津柱沉声开口，这一幕也出乎了他的意料。秦晴心中骇然，
因为萧雅叶身上的黑色纹路足有成千上万条，这也说明她承受了上万次的剧毒折磨，怪不得她身体如此脆弱，就算再强之人也无法经受这般摧残吧。秦晴心悸不已，也不知萧雅叶柔柔弱弱是如何抗下这剧毒的。与此同时，萧雅叶的额头也渗出冷汗，身体因为剧痛而微微颤抖着，看起来与午夜宁的状况一般无二。小雅不怕，只要有师傅给的铃铛，小雅就不怕疼。萧雅叶牙关紧咬，手中死死握着那个小巧的铃铛，骨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那些黑色的纹路扭动游走，遍及她的全身上下，带走生命力的同时，只留下无边无际的痛苦。突然，萧雅叶手中的铃铛脆响2下，而后一丝一缕的至纯之气从中飘出，快速蔓延至她的全身上下。许久之后，那些黑色纹路才逐渐消失，而萧雅叶也恢复了正常的呼吸，看起来只是经历了一场噩梦。好可怕的毒体，创下这种功法的人到底毒杀了多少人，试验了多少次才能让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秦晴心中后怕，这种功法比直接杀人要残忍得多，连天金柱的主人都没有将其记载，也不知道萧雅叶是从哪里得来的。随后他尝试将萧雅叶紧握的铃铛取出，却发现难以做到，即便醉梦中萧雅叶依旧紧紧不放，似乎把铃铛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万般无奈之下，秦晴只好将萧雅叶整个扛起带回洞府，而后让她与午夜宁睡在一张床上，两人紧紧挨着。此刻午夜宁的状态很差，气息微弱，面无血色，冷汗将衣物打湿，看起来快要坚持不住了。他的身体上有一条清晰的黑色纹路，如同毒蛇在撕咬，残忍地吞噬他的生机。吴小白焦急不已，时而在午夜宁身边打转，时而叼起他的衣角，想将他唤醒。别急，小白，你娘很快就会没事的。秦晴嘴上这么说，自己也放心不下，又让午夜宁的手握住萧雅叶的手，这样也算与那道果间接接触。感受到午夜宁身上的剧毒之气，萧雅叶手中的铃铛发出一声脆响，而后一缕至纯之气浮现，自主将午夜宁包裹。不知过了多久，午夜宁身上的黑色纹路终于消失了，他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呼吸变得缓和。呼！秦晴与吴小白相视一眼，一人一兽都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随后，秦晴欲将萧雅叶送回他的洞府，却发现两女一个用腿勾着对方的腰，一个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看起来难舍难分。这睡姿真是惨不忍睹。秦晴叹了口气，没有再管下去，毕竟午夜宁身上的奇毒不攻自破，难免会惹人怀疑，也许趁两人醉酒蒙混过去才是最佳的选择。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秦晴躺回自己的地铺上，把吴小白往旁边挤了挤。第二天日上三竿，萧雅叶才从床上悠悠苏醒，看清午夜宁的瞬间，如同见了鬼一样。鬼啊！萧雅叶尖叫一声，缩在床角。喂，大早上的，你喊什么喊？午夜宁被这尖叫给吵醒，皱着眉头，极其不耐烦。你没死？萧雅叶瞪大了眼睛，心道：不可能，他中了我的含笑半步癫，难道一晚上没有笑也没有走路？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捂住胸口，道：你这下流的女人，在本小姐床上做什么？做什么？你那干干瘪瘪的，我能做什么？午夜宁鄙夷地打量了他一眼，而后看向四周，道：再说了，这里是我的床好吧？你跑我床上做什么？你的床？萧雅叶这才回过神来，认清现状后，顿时面红耳赤，脚趾紧紧地扣在一起。午夜宁揉了揉头发，完全想不起醉酒后的发生事情，只记得做了一个可怕无比的梦，梦中他曾痛苦的死去，是那样的真实。不过在此之前，脚上似乎暖暖的，很贴心。奇怪，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午夜宁头痛不已。行啊，大小姐，先喝杯水润润嗓子吧，洗澡水已经备好。秦晴递来一杯温水，床头还放着些用来替换的衣物，一切都如同在吴府那般安排的井然有序。午夜宁抿了几口，感觉胃里舒畅了不少，随后招呼秦晴退下。喂，那个奴仆也给本小姐倒一杯。萧雅叶见状，心里不平衡了，朝着秦晴发号施令。然而秦晴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不为所动，心道：你这家伙心肠歹毒，差点害死我家大小姐，现在还想喝水，可着吧你这个卑贱的奴仆，竟然敢用这样的眼神看我！萧雅叶平时骄纵惯了，所有弟子都对他恭恭敬敬，哪里受过这般轻视？闻言，午夜宁秀眉微蹙，直接将萧雅叶堵在墙角，冷声道：萧雅叶，你若再敢多说小晴子一句，我扒光你！你们主仆二人合起伙来欺负我，我要告诉我师傅！萧雅叶被吓得泪眼汪汪，只敢抱着胸脯小声嘟囔。随后，午夜宁不再管他，自顾自地到屏风后洗澡去了。萧雅叶越想越气，竟然也跟了进去，两人共同沐浴。午夜宁，为什么你身材这么好？啧，别乱摸，你教教我吗？鸽子蛋、午夜草、蚊子腿，三物混合，每天吃一次。午夜宁随便胡诌。真的吗？另一边，吴小白已经将今天的食物带回，除了一条大鱼之外，竟然还有只比他大数倍的大闸蟹。这只大闸蟹受到血海的影响，外壳坚硬如铁，蟹钳也发生了异变，看起来锋利如刀，然而还是死于吴小白的尖牙之下。你这小子牙口挺好哈。秦晴甚是满意，娴熟的生火，准备做一道香精煎鱼，再来个炭烤大闸蟹。不一会儿，浓郁的香味便蔓延到了洞府。午夜宁擦着头发从屏风后走出，准备享用海鲜大餐。萧雅叶也跟了出来，对这股香气欲罢不能。走又不走，坐又不坐，这是何故？
吴叶宁看出他心中所想，直接掰下一只蟹腿，道：“那过来尝尝吧。”萧雅叶走至近前，犹豫了一番，道：“不是本小姐想吃，是你非要给我，我才迫不得已。”吴叶宁眉头一皱，直接将蟹腿高高举起。萧雅叶顿时急了，跳了2下，却怎么也够不着，不得不服软。随后3人一兽围坐在石桌旁，开始享用美食。好吃？为什么你们的食物是这种味道？萧雅叶顾不得形象了，狼吞虎咽。这种味道？吴叶宁不明所以，道：“难道你来了万血海这么久，没吃过吗？师傅平日不允许我乱吃东西，我一直以为这里的食物都是苦的，还有一股怪味。”萧雅叶吞下一块蟹肉，吐了吐舌头，苦的。吴叶宁和秦晴相视一眼，这一刻洞府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3人都没有说话。秦晴心中一动，道：“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正在修炼巫血读心体？”随后萧雅叶又满脸疑惑地看向吴小白，不断打量，道：“还有这小东西，我也从未见过，东海有这种兽物吗？”秦晴呵呵一笑，急忙将吴小白挪到屁股后，道：“这是混血儿。”很快桌上的2道海鲜便被3人一兽瓜分干净。萧雅叶打了个饱嗝，道：“吴叶宁，别以为你请我吃海鲜，我就会感激你。血之试炼，你我依旧是死对头。”血之试炼，那是何物？吴叶宁悠哉往床上一躺。3长老没说吗？血之试炼位于深海禁区，那里陨落了许多至强者，如果侥幸得到他们的残血，修为将1日千里。而后萧雅叶阴森森地说道：“不过那里有阴兵沉浮，十分凶险，听说最深处还有座冥宫，时常吞吐血水。冥宫指的应该是藏神殿吧？”秦晴不露声色，藏神殿被血始祖以岛屿和精液镇压，不见天日，距今已经不知道多少岁月。既然那禁区如此凶险，以我们的修为，如何能平安往返？吴叶宁有些不解，咱们去的区域有几位老祖布下的禁制，只要不随便踏出，算是安全。相反，万血海的弟子才是更危险的存在。吴叶宁眉头一皱，道：“3大长老的亲传弟子都是年轻一辈的最强者，难道还有人比你们更危险？”那当然了，万血海内除了3大长老，还有几个修为高强的老不死，他们培养的弟子未必输于我等。萧雅叶沉声道。吴叶宁神色一动，心道：看来我对万血海知之甚少。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禁区中有血始祖陨落地，只有得到始祖的认可，才能成为少主。萧雅叶敲黑板了。血始祖陨落地。听到此话，秦晴内心猛地一震，因为他曾亲眼见证血始祖度过了准仙劫，战力无双，是最有希望成仙的人。血始祖那么厉害的人，怎么会陨落呢？会不会是搞错了？秦晴漫不经心地问道。错不了，我听师傅说，血始祖年轻时力压同辈，有无敌之姿，但终是没能成仙，晚年踏入了深海禁区，一去未归。萧雅叶认认真真地说道。一去未归。秦晴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因为血始祖承载了人族先辈之血，更有楚少君的神血相助，如果这样都无法成仙，世间还有谁能做到？难道藏神殿的主人于沉眠中苏醒？不然谁又能将血始祖斩杀？或者说血始祖遭遇了更恐怖的变数？这一刻，秦晴脑海中思绪万千，不知那漫长的岁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怎么了，小晴子？看你魂不守舍的。午夜凝眸光敏锐，察觉到秦晴不对劲。没事，只是觉得深海禁区太过凶险，怕大小姐你出事。秦晴笑着糊弄，两女并不知道万血海的过去，所以没太多情绪波动。午夜凝没有多想，自语道：我修行嗜血摩天诀，隐约来到了悬崖边上，如果能成为少主，将其跨越，最好不过。哪有那么容易？前2次始祖认可还发生在1000年以前呢，而且那2人少主行走在外，都被正道门派的皇子道子围杀致死。萧雅叶愁眉苦脸道：至于上一个成长起来的少主，如今已经称宗做祖，那便是3000年前的九祖了。九祖？听闻此言，午夜凝陷入沉默，毕竟血九祖能以500年成道，除了靠天资之外，更多的是狠毒。这万血海的少主还真是一个高危职业啊！秦晴心里吐槽，在真龙石祖葬的便已领略1、2。随后几人简单聊了2句，萧雅叶便打算离开了。临行前，他曾自信满满，仰天大笑道：本小姐踏入始祖陨落地数次都无功而返，这次一定可以获得始祖认可。萧雅叶走后，午夜凝突然盯着秦晴道：小晴子，你昨天晚上碰过我的脚吗？秦晴心中一惊，急忙笑道：大小姐何出此言？昨晚你与萧师姐醉酒，2人相拥而眠，秦晴哪里敢妄动？是吗？午夜凝双目微眯，神色不善，而后抬起玉足，居高临下的说道：捧着。是。秦晴心中悍然，屁颠的来到近前，放低身姿，随后捧起那晶莹的脚丫，用大手将其覆盖。奇怪，不是这种感觉。午夜凝眉头微皱，又将脚伸向秦晴腿间，不容置疑的说道：夹住。唉。秦晴不敢怠慢，合拢双腿，力道轻柔。午夜凝感受了片刻，又将脚塞到了秦晴的胳肢窝下面，但依旧没关紧锁，道：也不对，那暖意到底是怎么回事？秦晴忐忑不已，心道：昨晚的事可千万不能让大小姐知道啊，毕竟我可没洗脚。随后午夜凝又将玉足伸进了秦晴衣服里，游走一番，极力想寻找那难以言说的温暖触感。秦晴只觉得冰冰凉凉，却又软软柔柔，有点舒服。最后午夜凝将所有能尝试的地方都尝试了一遍，又看向秦晴的嘴，
似乎想到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顿时面色绯红。他犹豫了片刻，还是没能说出口，只是让秦晴退下。秦晴自然没能猜到午夜宁的少女心思，暗自松了一口气。之后，午夜宁带着秦晴来到枯木林修行，两人面对面盘坐。感受到公孙弘文前来，午夜宁睁开了双眼，道：“血之试炼何时开启？”公孙弘文先是一愣，而后难掩尴尬，道：“徒儿不说，我都忘了。血之试炼每3年开启一次，算下来也到今年了。你是如何知晓的？”路过月食铺时，偶然听一个弟子提起。午夜宁淡淡的回应。随后，公孙弘文向午夜宁讲了一些血之试炼的事，与萧雅叶所说大同小异，却对踏出禁制将有大凶险一事避而不谈。午夜宁心如明镜，没有点破。傍晚时分，两人回到洞府，午夜宁立身在洞府前，眉心血海汹涌，一颗血珠演化而出。秦晴心惊不已，这颗血珠极其殷实，周围萦绕着淡淡仙光，看起来神异不凡，比普通血灵强大太多。午夜宁眸光流转，如同绽放的血花，璀璨而妖异。心念一动，那颗血珠直接从秦晴胯下掠过，将一棵古树拦腰洞穿。秦晴只觉得下体一凉，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大小姐，这玩笑可开不得。”哼！想到昨天晚上那么温暖的触感，午夜宁脸上一烫，不再理会他。而后，午夜宁玉手一挥，将血珠一分为9，每一颗都幻化成精致的血刃，闪烁寒芒。午夜宁迈开脚步，窈窕的身影在风中招展，那些血刃随他的动作而行，留下一道道残影。好美！秦晴看得呆了。夕阳即将沉入大海，橙黄色的海面波澜壮阔，他却舍不得移开视线。随后，午夜宁心念再动，9把血刃彼此交融，化作一道血色屏障，庇护在左右，其上有淡淡的血光在流动。午夜宁轻轻触摸，只感觉他们仿佛拥有生命一般，与自己的呼吸、心跳紧密相连。最后，他一声轻喝，双臂展开，那血色屏障瞬间化为数十个血珠，悬在四周，缓缓浮动着。这些血珠并非没有规律的悬浮，而是以某种玄妙的方法排列组合，形成阵图模样，隐隐勾勒一股道士。他们彼此独立，却又遥相呼应，浮动之间如星河倒转。可惜，以我如今的修为，难以施展更深奥的道法，也不知能否获得始祖认可。午夜宁心中自语。如果有其他弟子在此，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以血为阵需要领悟一定的空间之力，只有踏入眼玄境的几个弟子可以施展。午夜宁不过启灵境小成，却已经可以布下血阵雏形，而且看起来没有丝毫吃力。大小姐如此厉害，我也不能落下。秦晴心中自语，也在一旁练习嗜血摩天诀。随着他灵池涌动，一颗血珠浮现而出，那是他修为的载体，威力比午夜宁要差得多，却有一股道韵，难以被人察觉。秦晴亲眼见过血始祖与无名甲胄争杀，那时的血海铺天盖地，每一滴血液内都蕴含恐怖的法则，让人望而生畏。我记得邪始祖曾演化血色大手，将甲胄震得分崩离析，要不我也尝试一下。秦晴这样想着，闭上双目，聚精会神。那滴血珠颤动了一下，缓缓向着周围伸展，隐约可见一个大手的模样，很虚淡。这期间，秦晴的灵力飞速消耗着，短短几息，他便感到灵池被掏空了，难以再施展下去。轰隆！大手坠落，虽然没有实质，却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手印，一条条裂缝向四周蔓延。可恶，还是不行吗？秦晴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这血色大手看似稀薄，威力却不容小觑。小子，生命乃是天地间玄而又玄的产物，其中人类更是万物灵长。你资质平平，却想演化灵长之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天金柱淡淡的说道。秦晴心中苦涩，唏嘘道：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想要一步登天，难啊！好在洞府附近灵力充沛，秦晴运转修为，稍加吸收，灵池便再次充盈了起来。随后，他又巩固了一番武道，虽然根骨不佳，但练剑10年，对那把小剑的操控得心应手。此时天色完全暗了下去，两人回到洞府，却发现吴小白不见踪影，朝着深海裂缝喊了几声，也没有得到应答。奇怪，小白跑哪去了？他从不在这个点离家的。午夜宁忧心忡忡，这还是吴小白第一次夜不归宿。大小姐别着急，那小子机灵得很，说不定只是一时贪玩，很快就会回来。秦晴出言安慰，心中忧虑却不比午夜宁少。午夜宁微微点头，但睡意全无，在洞口前来回踱步。这时，不远处飞来几道人影，浑身血光闪耀，修为不低。他们站立在高空中，不断向地面投下光亮，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那个黑影往哪去了？我明明记得往这边来了，怎么搜一下不见了？那到底是什么物种？怎么速度如此之快？高空中的几人在交流着。放心吧，我已将那个黑影击伤，他逃不了多远的。为首的男子修为最高，达到了启灵境巅峰。听到此话，秦晴浑身一震，心道：难道他们所说的黑影是指小白？小白受伤了？这一刻，秦晴心慌不已，毕竟吴小白的身怀一族珍稀血脉，隐隐散发仙意，如果被修为高强的人察觉，将有杀身之祸。午夜宁眉关紧锁，再也放心不下，要出去寻找一番。突然，一道白影从他面前掠过，直直窜进了洞府里，而后又跃进他的怀里，大眼睛扑闪扑闪。除了吴小白，还能是谁？此刻吴小白嘴巴鼓鼓的，看起来并不大碍，不过是爪子上受了点轻伤，让纯白的毛发染了点点血色。吴小白，你上哪去了？见吴小白平安回来，午夜宁神色稍缓，而后气不打一处来，提起他的后颈皮就要狠狠地打屁股。
吴小白呜呜呀呀说不出话，只能扑腾着爪子。秦晴见状，急忙上前阻拦，呵呵笑道：“大小姐消消气，何不先把这小子伤治好，咱们再秋后算账。”吴叶宁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便听了秦晴一言，板着一张脸为吴小白治疗伤势。好在吴小白伤的并不重，以吴叶宁如今的修为，治疗起来还算轻松。随着吴小白伤势恢复，秦晴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小家伙嘴里满满当当的，似乎塞着什么东西。此时，天上的几个弟子都看向午夜宁洞府方向，道：“王哲师兄，还要往前方搜寻吗？前方是那个午夜宁的居住洞府，只有亲传弟子才能入内。我等擅自踏入，恐怕有些弟子犹豫不决，生了退意。亲传弟子又如何？不过启灵境小成而已。我踏入启灵境巅峰100年，还会怕他不成？”就在这时，为首那个叫王哲的弟子开口了，他自视为眼玄境之下第一人，不把午夜宁放在眼里。有了王哲开口，几人都觉得踏实了不少。毕竟境界的差距实实在在摆在那儿，没人觉得他会输给启灵境小成的午夜宁。几人无所顾忌，向着午夜宁的洞府而来。见状，秦晴急忙将吴小白塞进衣服里，让他别出声。午夜宁则是眸光微寒。很快，那几个弟子便降落在了洞府外。王哲上前一步道：“吴小姐，方才一个黑影在月石铺下鬼鬼祟祟，我等追寻而来，不知你是否见过？”他虽然是在询问，神色却很散漫。见过如何？没见过又如何？你们有资格踏入这里吗？午夜宁斜看了王哲一眼，语气冰冷，想到他伤了吴小白，顿时怒上心头。闻言，后面的几个弟子都是面色一变，却敢怒不敢言。吴小姐，你若修为高强，我自然一句话不敢说，但你不过启灵境小成，未免太过猖狂了吧？王哲神色阴沉，不冷不热的开口，言语中大有威胁之意。猖狂又如何？你擅自踏入这里，已是死罪，若跪下来磕3个响头，我放你离去。午夜宁淡淡的回应他，眸中血光流转，高贵而危险。后面的几个弟子相视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王哲可是启灵境巅峰，午夜宁不但不惧，还出言羞辱：“你找死！”听到这话，王哲忍无可忍了，直接向着午夜宁斩出几道血芒。启灵境巅峰的修为显露无疑。后面的几个弟子面色一变，远远躲开，恐被波及。午夜宁镇定自若，正好想试试自己的修为如何，便没有使用足血，而是催动灵力以血化刃对敌。砰砰，几个血刃与王哲的血芒碰撞在一起，不过坚持了几息便应声而碎。王师兄好厉害，不愧是眼玄境之下第一人。以王师兄的资质，追上几个亲传弟子应该不成问题吧？见状，旁边的几个弟子都面色一喜，目光也都变得戏谑起来，甚至有人明目张胆地打量起午夜宁的身材。哈哈，就算你是亲传弟子又如何？在我手中依旧不堪一击，不如将这个名分给我，让我也好好享受一下。王哲觉得胜券在握，放声大笑，借此机会大肆贬低午夜宁。然而午夜宁直接无视了他，默默感悟刚才那一击，自语道：“以我的灵力对抗启灵境大成还算轻松，想要跨2阶倒是有些困难。”王哲脸上一僵，感觉颜面尽失，血色灵力充斥全身，疯狂涌动，向着午夜宁冲杀而来。午夜宁微微侧目，身形翩然如蝴蝶，玉足轻点，踩着他的额头飘至高空。你！王哲猛地回头，却见午夜宁玉手一挥，数十个血珠散落开来，悬而不坠，悬浮在他的四周。午夜宁飘落枝头，悠然地坐下，小腿自然垂落，白皙而纤长。哈哈，以你这些灵力，也想与我为敌？王哲不怒反笑，刚要有所动作，却猛然一顿。这一刻，一股恐怖的力道蔓延而出，从四面八方缓缓压落。这是以血为阵。王哲满面骇然，因为血阵需要极高的悟性，而且同时催动数十滴血灵，对灵力的消耗也是极大的，即便他都无法施展。这些血珠看似无奇，遥相呼应间却勾勒出杀生之道。短短几息，王哲的腰背便佝偻了下去，膝盖也微微弯曲，竟有要跪拜下去的迹象。王哲师兄怎么了？似乎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怎么可能？王哲师兄可是启灵境巅峰，难道要败给启灵境小成？见到这一幕，旁边的几个弟子都是又惊又惧，难以置信。午夜宁居高临下，一双血眸毫无波澜，道：“跪下，让我跪下，你做梦！”王哲咬紧牙关，启灵境巅峰的修为撑展开来，化作场域，与午夜宁的血阵威压相对抗。午夜宁并不着急，而是缓缓催动血阵变换，演化诸多玄妙，从实战中获得更深的感悟。王哲额头冒汗，却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他催动数道血芒，向着四周的血灵击去，想要将阵眼破坏，从而脱困。午夜宁哪能如他所愿，纤长的手指灵活变动，那些血珠如同提线木偶般移形换位，竟然化作另一个阵法。什么？第二个血阵？王哲心中狂震，涌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不知午夜宁到底隐藏了多少手段。可恶！就算你能施展血阵又如何？我看你能维持多久？王哲不愿服输，在血阵的威压下苦苦支撑，同时祈祷午夜宁灵力耗尽，那将是他绝地反杀的最好时机。然而午夜宁坐于树梢，神态自若，灵力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看来只能来阴的了。王哲久等不下，眸中闪过一缕寒意，想要趁午夜宁放松警惕，直接以最强一击将他袭杀。本小姐让你跪，你就得跪。
午夜宁的洞察力何其敏锐，根本不给王哲出手的机会，面色一沉，血阵微压，倾泻而出。咔嚓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传出，同时伴随着钻心的剧痛。王哲的膝盖难以承受，直接爆出2朵血花。啊！王哲惨叫一声，噗的一声跪倒在地，再也不敢动歪心思了。不远处的几个弟子呼吸凝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午夜宁并未向他们出手，却已经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午夜宁飘落至王哲近前，平静的道：“磕头3次，饶你不死。”你！王哲身体一震，面色难看。他平日里耀武扬威，现在要让他当着其他弟子的面磕头，比杀了他还难受。午夜宁眉头一皱，似有些不悦，直接抬脚踩在王哲已经碎裂的膝盖上，轻轻捻动。死！这一刻，秦晴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一颤一颤的，仿佛亲身感受到了那股剧痛。啊！武小姐饶命！武小姐脚下留情！王哲疼得五官扭曲，冷汗直流，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不断的求饶。听着这撕心裂肺的惨叫，后面的几个弟子都是面色煞白，惊恐不已。没想到午夜宁下手如此狠辣。此刻的王哲早已没有起临近巅峰的嚣张气焰，只是不断的磕头，磕得满脸是血。午夜宁这才满意，随后看向不远处的几个弟子，神色平淡，眸子里却有股与生俱来的冷艳，让人不敢直视。那几个弟子一个机灵，急忙跪拜下来认错，都是磕得头破血流。午夜宁这才作罢，不耐烦的道：“滚！”哎，是。那几个弟子如释重负，上前扶起王哲，落荒而逃。而后午夜宁玉手一挥，将所有血珠收回，却见秦晴呆呆愣愣地站在洞府前，不知在想些什么。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来！直到午夜宁从身旁经过，秦晴这才回过神来，快步跟上，心道：看来以后还是少惹大小姐生气。洞府里，午夜宁把吴小白提了出来，放在石桌上，问道：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吴小白别过脸去，似乎对午夜宁的态度有些生气。午夜宁眉头一皱，道：行啊，吴小白个头不大，脾气倒不小，是不是给你惯的？说罢，午夜宁就要给他一点教训。哎，大小姐！见状，秦晴急忙笑脸相劝，道：大小姐先别生气，这小子可能叛逆期到了，我来跟他说。午夜宁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这一大一小，没有说话。秦晴嘿嘿一笑，而后提着吴小白快步走出洞府，大声训斥道：你这小子连你娘的话都敢不听了啊！随后他才伏在吴小白耳边小声说道：好小子，胆子比你爹都大。吴小白揣着爪子闷闷不乐，似乎是委屈坏了。秦晴干咳两声，循循善诱道：你娘也是关心你，这才发火的，而且她也不是真的要打你，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听到这话，吴小白抬起头来，咿呀咿呀，仿佛在问：真的吗？秦晴一脸认真道：当然是真的喽，你不知道刚才你娘急成什么样子了，茶不思饭不想的，简直比我丢了还着急。吴小白把头一低，似乎有些内疚。要不这样，你回去给你娘认个错，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如何？秦晴笑眯眯地说道。吴小白目露希冀之色，小爪比划了半天，好像在说：娘真的会原谅我吗？肯定会啊。秦晴扭头小心翼翼地看了午夜宁一眼，而后眨了眨眼道：别看你娘平时凶神恶煞的，心还是很软的。吴小白犹豫了片刻，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对吗？这才怪。秦晴摸了摸吴小白的头，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很快，一人一兽返回洞府。午夜宁看着他俩，淡淡的说道：你爷俩出去这么久，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秦晴心中咯噔一声，感觉老底都被揭光了，笑道：怎么会呢？我把这臭小子教训了一顿，还有他有东西给大小姐。说罢，秦晴把吴小白放在石桌上，往前推了推。只见吴小白犹犹豫豫移开双爪，下面是一个1寸方圆的石块。这个石块通体白灰，平平无奇，如果扔在路上根本不会被人注意，但细看之下，其周围似乎蕴含某种法则，让空间微微扭曲。咦，小白倒是有点能耐，竟然把那颗天外陨石的一石之核给搞来了。就在这时，天津柱突然开口：一石之核。秦晴心中一惊，他知道月石铺下有颗天外陨石，对修行大有裨益，不曾想是从异域坠落下来的。这一石之核有何说法？秦晴发问。要是本界的事，本天津之无不答，可这石核来自异域，你不去问吴小白，问我干什么？天津柱十分鄙夷。嗨嗨，也是哈。秦晴摸了摸鼻子。吴小白将石核推到午夜宁面前，似乎是特意为他寻来的。午夜宁神色一动，将石核捏在指尖把玩，顿时感觉股股玄力涌出，如果将之参悟，修为将突飞猛进。难道小白冒险在月石铺下乱晃，就是为了给我寻这石头？想到此处，午夜宁不由得心中一暖，想凶也凶不起来了。他看向吴小白，没好气地说道：这次娘就原谅你了，以后不准干这种蠢事了，听到没？吴小白眼中闪过欣喜，点了点头。随后午夜宁用自己的灵力催动石核，想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玄机。随着灵力的涌入，石核震颤了一下，而后一丝一缕的光亮从其内渗透出来，映照在了洞府的墙壁上。这一刻，杀声震天，耳边是铁蹄声轰鸣，隐约能看到刀光剑影。午夜宁与秦晴仿佛置身在了一片古战场。这是哪里？午夜宁面色凝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高空之中，黑云遮天蔽日，无数身穿暗甲的兵将站立其上，锋利的刀刃闪烁寒芒，投下恐怖的威压。他们每个都修为极高，身经百战，
如今汇聚在一起，隔着画面都能感受到腾腾的杀气。轻轻呼吸急促，这些兵将们穿的铠甲竟然与藏神殿中坠落出来的阴兵相同。此时的他们并未战死，难道这里是无数岁月前的异域战场？秦秦心中难以平静，天津柱也是默不作声，与他一同观望这片未知天地的杀伐。这些兵将的最深处有一个巍峨的帝座，被无数士卒拱卫，一道窈窕的身影端坐于其上，俯视这片战场。帝座上垂落下混沌之气，将座上之人相貌遮挡，隐约能看到白皙的脖子以及那抹鲜艳的红唇。那是人族。秦秦瞳孔猛然一缩，他看不穿那些混沌气，但座上之人的身形与气息像极了一个人族女子。不可能，这里是异域古战场，怎么会共尊一个人族？秦秦心中难以平静。不过那女子散发的气息虽与人族同出一源，却又有些不同寻常，似乎走上了未知的道路。帝座两侧分立着数道恐怖的身影，气息强横无比，无法揣测他们的境界。他们都被无数兵将簇拥着，依稀能看到尖锐的鳞甲，但无法窥见全貌。他们到底是什么境界？有此大军，谁能阻拦？秦秦头皮发麻，不敢随意使用瞳术，否则将沾染因果，招来大祸。杀！突然，所有兵将发出咆哮，齐齐向前压进，杀声震耳欲聋，数不清的凶兽冲锋在前，撕裂阵线。这些兵将的包围之中，一个身穿地袍、头角峥嵘的身影在厮杀，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凶兽正在用自己尾端的巨锤掩护他。秦秦神色凝重，不知道被围杀的生灵是什么身份，但毫无疑问，同样是极强存在。这时，庞大凶兽的尾巴横扫而过，遮蔽长空，末端的巨锤向万军从中砸去，要将无数兵将碾成血泥。哼，找死！帝座之侧传来冷哼，一把玄铁长枪横空出世，闪烁森然无光，直接将那凶兽的尾巴斩断。小白的先祖！秦秦心中大惊，这把长枪他曾见过，正是藏神殿中甲胄所持时被他真正的主人催动，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好！凶兽发出愤怒的咆哮，与玄铁长枪站在一起，但终是被洞穿了，大片大片的血花洒落。扑通！凶兽的残躯淌落下来，如同一座小山，让大地震颤。至此，整个高空只剩地袍身影孤军奋战，于无数兵将中来回冲杀，金色的血液不断洒落。他浑身染血，地袍残碎不堪，头上尖角都被崩裂了，如同英雄迟暮，将要力竭而亡。帝号，你败了。帝座上的女子开口了，声音动听，也很冰冷，似乎在宣告着什么。这一刻，寒风呜咽，骤雨突降，如同整片天地在悲鸣，在哭泣。陪我征杀的将士，我负了你们。地袍身影转身回望来路，那里是一片片血海，无数残肢断臂堆积成山。这些都是他的兵将，更有曾经的亲朋好友，如今全部陨落，不曾苟活。成王败寇，地袍身影喃喃自语，放弃了挣扎，眼神中有无尽落寞。就在这时，变故突生，九天之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虚影，缓缓压落下来。那是一座地关，更像是一条道路，古朴磅礴，连绵曲折无数里，横贯了时间长河，通向未知的天地。天关漫道。秦秦的脑海之中，天津柱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关漫道竟然出现在这里。秦秦心中狂震不已，天关漫道来历莫测，无名甲胄与天运始祖都曾提起过，此刻竟然能亲眼一见。一道天关横贯古今，不知是何人修建，更不知通向何方。它被某种力量阻隔，并未真正显化，但那股洪荒的气息却难以掩盖。轰隆隆，虚空在作响，节节破裂，无法承受天关的威压，无数兵将从高空中坠落下来，难以维持身形。好可怕的伟力！这天关从何而来？为何显化在我界？天关漫道在无数岁月前曾出现过一次，不知来路，不知去向。帝座两侧那些至强者语气凝重，他们修为极强，是异域的至高存在，依然被这一幕震撼了。帝座上的女子豁得起身，仰视着这座浩大无边的天关，没有言语。帝号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爆发绝强的战力，瞬间震开所有兵将的束缚，向着天关漫道而去。想逃？帝座中的女子冷声开口，两道恐怖的眸光贯穿天际，将虚空全部撕裂。扑哧！地袍身影被洞穿了，血染长空，但终是没有坠落下来，拖着残躯迈入天关之中。天帝，难道就这么让他遁去？帝座两侧的身影想要追杀，但面对这座宏伟的天关，心生敬畏之心，望而却步。放心吧，他被我斩了本源，命不久矣。帝座中的女子冷声开口，很自信。随后，她凝视天关虚影，道：总有一天，我会带领你们踏入天关之中，找回我所失去的东西。随着地袍身影踏入天关，墙壁上的画面也发生了改变，成了一条沧桑而又枯寂的石板路，仿佛无数年没有生灵来过了。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墙壁也是由一块块的石砖堆砌而成，有些已经产生了裂痕，却没有腐朽的迹象。没有人知道天关漫道通向何方，更不知道外面是怎样一番景象。这里与世隔绝，看不到路的尽头。石缝中偶然会生长一些小草和其他植物，似乎是告诉世人，这里并非毫无生机。一些鲜血、神血洒在角落，将灰色的石砖染成了红褐色。若是在其他地方，一定会引发轰动，在这里却显得苍白无力。这条漫长而枯燥的古路承载了太多的隐秘。地袍身影在漫道中踉跄前行，不时拔下一些植物吞食，恢复己身，但本源已失，伤势无法抑制，不断咳出金色血液。很快，他的眸光便暗淡了下去，似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要陨落在这没有尽头的天关中。
既然这些石砖永存不朽，如果我能将其中的神秘伟力炼化，融入己身，或许可以无缘而生，另类不死。突然，地袍身影的眸中闪过一缕金光，就地盘坐下来，如同石化一般一动不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身上结出了一层薄薄的石痂，与天官漫道的颜色趋于一致。不知过了多少年，这里近乎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仿佛与那些石砖融为一体，亘古不变。之后的无数岁月，地袍身影不断凝结出灰色的石质，到了最后，完全变成了一尊石像，不像活物，但也没有陨落，处于不生不死之间。此时的他，还是最开始的他吗？午夜宁与秦晴相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突然，整座天关震颤了一下，前方出现了一道大开的门户，璀璨的光亮照耀进来，不知通向何方。这尊石像就这样坠了出去，过程中受到冲击，一些石块从本体上脱落，分散向四面八方。渐渐的，所有光亮内敛，没于石河之中，整座洞府归于平静。午夜宁与秦晴却沉浸在这惊天隐秘中，难以走出。这块石头竟然来自异域。午夜宁面色沉重，望向吴小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小白，以后没有我陪着你，不准再去危险的地方了。午夜宁柔声开口，将吴小白搂在怀里。吴小白也点头回应，蹭了蹭他的面颊。秦晴陷入沉默，与其说这石河出自于石像，不如说是出自天官漫道，两者融为一体，不知发生了怎样的惊天变化。这天官漫道到底什么来头？竟然能让将死之灵另类永生？秦晴心中自语，这其中牵扯到了异域以及更古老的隐秘，连天金柱都无从知晓。就在这时，一石之河震颤了一下，缓缓悬浮起来，向着午夜凝眉心凌迟而去。午夜凝心有所感，以灵力牵引。由于他的灵海中融入了吴小白的异血精华，此刻一石之河悬浮其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抗拒。同一时刻，无边无际的苍凉感蔓延开来，伴随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石河竟然将血九祖的祖血挤在一旁，占据了血海中央的位置。而午夜凝的气质也隐隐发生了改变，眸中多了几分神秘与朦胧，一股来自天官漫道的压迫感萦绕四周，让人不敢忤逆。午夜凝感受了几息，神情肃穆道：“小晴子，这块石头很不凡，明天我要到枯木林中闭关一段时间，尽快将之感悟。”闭关？秦晴一愣，点了点头。将这块石盒交给午夜凝后，吴小白似乎安心了许多，闭上眼睛，盘成一团。很快，他的气息就变得微弱且绵长，陷入了沉睡状态，上次还要深沉得多。午夜凝将吴小白抱到石床上，动作轻柔，秦晴则是看着这团毛茸茸的白色，心中苦笑。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个小家伙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俩的心神。第二天，整个万血海震动了，因为月食铺周围的天地法则消失了，这里不再可以助人修行，化为了凡土。这可如何是好？我们岂不是和外门弟子一样了？怎么会这样？一定是昨天那个黑影搞的鬼。那黑影速度太快了，不知逃向何方，我们分头找寻都未曾找到。所有内门弟子怨声载道，难以接受，一些外门弟子倒是暗自窃喜。许多修为高强的长老深入月食铺下，围着天外陨石仔细研究，连梅清柔和公孙弘文两大长老都亲自前来，却无法探明原因。不过他们在陨石附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爪印，似乎是故意留下的，充满挑衅意味。没有人能想到，午夜凝已经将一石之河收入灵池，此刻正在前往枯木林中。枯木林是血石祖悟道之地，这里的万千道运曾被驯服，参悟起来相对轻松，而天地法则殊途同归，用来参悟一石之河同样有奇效。午夜凝选择了一块青石盘坐，秦晴自然在旁边守护。很快，午夜凝便进入了一种悬而又悬的状态，周身气息深沉似海，磅礴无量，就算有再大的变故，也会被淹没其中，难以掀起波澜。这丫头也和你之前一样，进入了入道的状态。天金柱开口道：“入道？”秦晴一惊，因为入道并非全是好处，甚至有大凶险。他不奢求自家大小姐能得到多少机遇，只希望她能平安归来。随后，他也闭目盘坐，修行自己的，心思却全在午夜凝身上，还要提防暗处，进步速度极其缓慢。很快，半个月的时间便过去了，午夜凝完全没有苏醒的迹象，反而是身上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沉稳，有种厚积薄发之势。这期间，公孙弘文来过数次，对午夜凝的状态惊疑不定，似乎想动什么歪心思，最终忌惮于始祖悟道之地，没有出手。当然，萧雅叶也曾路过，甚至想对午夜凝的完美身材动手动脚，但被秦晴阻拦了。两人简单的聊了几句，萧雅叶表示自己就差最后的午夜草了，势在必得，随后便窜入了树丛之中，继续寻找去了。秦晴骇然，心道：这丫头还真是好骗。上官以莲也曾在远处驻足，但只是观望了片刻，没有靠近。转眼间2个月时间过去了，午夜凝依旧是入道的状态，没有苏醒。轰隆隆，又过了大半个月，天色忽然暗了下去，隐约有闷雷声传出，狂风卷动落叶，整个枯木林中沙沙作响。秦晴从修行中睁开双眼，刚一抬头，便被一滴小雨砸中。他一拍脑袋，道：坏了，得赶紧回洞府取伞，再为大小姐拿几件厚实的衣裳。秦晴看着午夜凝绝美的面庞，道：大小姐放心。秦晴只离开片刻。此时天色乌云密布，看来是一场大雨将要来临。秦晴淋过雨，所以不想让午夜凝淋雨。临行前，他将几滴血灵洒在午夜凝四周，如果有人踏入这片区域，将被感知。随后他御空而起，很快便回到了洞府。洞府内，吴小白还在沉睡，这一次他的体型竟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比之前大了整整一圈，额头上也生出2个右角，
看起来出现峥嵘。难道这小家伙要反祖不成？秦晴心中自语，不知吴小白成长起来会是什么模样。他娴熟地取出几件后衣，以乾坤之术收纳，可那油纸伞太长，以他如今的修为，怎么也收不进去。无奈之下，秦晴只好将油纸伞持在手中，向枯木林飞去。一路上想着能为武叶宁亲手撑伞，秦晴只觉得温馨而又美好，心里美滋滋的。就在这时，前路突然被一伙人拦住了，看他们的相貌，竟然是之前被抢去血晶晶的那些弟子。他们修为不高，大多都是启灵境，只有几个踏入了启灵境小城。那日被上官以莲的手下抢去血晶晶后，又被武叶宁轻视，心中早有怨言。此刻看到秦晴一人路过，顿时恶从胆边生，围拢了过来。轰隆隆，乌云越聚越浓，闷雷声阵阵，似乎随时会有大雨倾盆。秦晴看了一眼天色，眉头微皱，不想与这些人纠缠，但他往哪走，这伙人便往哪拦。哟，这不是那个武叶宁的奴仆吗？怎么单独出现在这里？一个女子阴阳怪气的开口：“你们几人，这是何意？”秦晴冷冷地看着他们：“何意？你主子抢走了我们的血晶晶，想必你这仆人也捞到不少好处吧？”一个中年男子阴恻恻地说道：“抢？何来抢之说？”秦晴冷声道：“我家大小姐不过是教训了一番恶人，你们若是不服，去找上官以莲，找我算什么本事？那血晶晶本来就属于我等，你主的鱼手却不将之归还，还不算抢？”一个弟子上前一步，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之辈！”秦晴冷嘲热讽道：“在你们眼中，我家大小姐没有亲手将血晶晶奉上，在每日行善积德，就是十恶不赦。是你主子先看不起我等，出言羞辱，今日我们至此，不过是想讨回个公道罢了。”另一个弟子恶狠狠地开口：“笑话，说了这么多，还不是为自己的无能与软弱找借口？”秦晴与他针锋相对，对得他说不出话。你听闻此言，所有弟子都面色一变，仿佛被戳中了痛处。小小奴仆还敢顶嘴，速速跪拜，并将血晶晶归还，饶你一条狗命！一个启灵境小城的弟子满眼怒意，开口呵斥。在他们看来，秦晴不过是身份卑微的奴仆，修为的气息也稍逊一筹，而他们是万血海的弟子，高高在上。哼，我不跪天不跪地，只跪大小姐。秦晴毫无惧意，随时准备祭出冰魄神剑。他知道一场争杀无法避免了，狗仗人势的东西，没有你主子，你算得了什么？今日不把血晶晶交出，难逃一死。所有人都气势汹汹，向着秦晴逼近。雨有变大的趋势。秦晴缓缓后退，神色凝重道：“无胆鼠辈们，不怕我家大小姐至此吗？”哈，平日与那女人形影不离，此刻却孤身一人，想必她短时间内无法现身吧？一个弟子神色张狂，其他弟子也是神色不善，道：“万血海内暗潮涌动，想杀他的何止我们？你一个奴仆的命又值几斤几两？”一个启灵境的弟子仗着人多势众，大踏步上前，就要给秦晴一耳光。秦晴目光一沉，单手持伞，另一只手动若雷震，直接将那弟子的手腕握住，用力一捏，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传出，那弟子惨叫一声，手腕直接被秦晴捏碎。秦晴以五绝踏入机缘之境，力道远超常人，岂是那弟子肉体凡胎可以承受得？此刻直接将他一脚踹出，坠向地面。其他启灵境的弟子都是大惊，因为万血海内皆是道法，很少有人修武。以他们的修为，在凡人眼中是高高在上的仙神，可面对真正的修武者却没有优势。就算你修了些武道又如何？我们不与你近身便是，境界的差距无法弥补。启灵境小城的弟子冷声开口，直接催动术道，血芒袭来。秦晴不敢大意，以他的修为接不下这一击，闪身躲避的同时，蹭地拔出冰魄神剑。神剑在手，寒气凛冽，将这些血芒摧枯拉朽的斩灭。一些细小的雨滴触碰到剑锋，直接被一分为二，顺滑无比。秦晴护着油纸伞，单手持剑，立身于风中，冷眼相看。他的眼中，这些弟子肉身都不强，有些人的弱点极为明显，若是能击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启灵境的弟子看到这把剑，都是后退一步，本能的畏惧；而那些小城之境的弟子，则是目露贪婪之色。这等神剑，恐怕亲传弟子都未曾拥有，在你一个奴仆手上，真是暴殄天物。不如交给我，我放你离去。中年男子上前一步，笑着开口，他是这些人中的最强者，隐隐触摸到了启灵境大成的门槛。听闻此话，其他弟子神色一变，因为他们此行是来讨要血晶晶的。中年男子却临时改变主意，不过他们不敢多说什么。秦晴用寒剑遥指中年男子，道：“有胆子就来取。”一时间，所有弟子竟无人敢上前，看着这把吹毛立断的神剑，心生惧意。这么多人，还怕一个奴仆不成？中年男子面色阴晴不定，催动血芒汹涌而出。其他弟子闻言，也是一同动手。刹那间，数十道血芒铺天盖地而来，秦晴急忙挥动神剑，将这些血芒斩得七零八落。然而，他的剑术再娴熟，冰魄神剑再锋利，也达不到密不透风的地步，身上被击出数道血痕，衣衫破碎。不行，得找个机会突围。秦晴咬牙，抓准时机，直接向一个较弱的弟子杀去，手中神剑寒芒乍现。那弟子大惊失色，慌忙躲避，速度却不及秦晴，直接被斩下半截手臂，鲜血从断臂处汩汩涌出。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长空。几个修为低的弟子都是面色煞白，他们虽说是魔门弟子，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杀法，
见到这种血腥的场面，感觉生理有些不适。而秦晴除了对午夜宁言听计从之外，对任何人出手都不留余地，一向以最狠辣的招数对敌。我的手，我的手！高空之中，那个被斩断手臂的弟子惨叫着，战意全无，匆匆到下方寻找残肢去了。大胆奴仆，竟敢恶意伤人！几个启灵境小城的弟子都觉得颜面尽失，但收起了大义之心，此刻全力出手，以漫天血芒将秦晴逼退。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秦晴下手如此果断，一出剑必见血。秦晴神色冰冷，一一扫视过众人，修为较弱的弟子都是神色一凛，感觉胆战心惊。冰魄神剑一如之前那般剔透，不过是沾染了几分血色。这场争斗自然也引得了不少弟子围观，不过他们只在远处观望，不敢掺和进来。那个好像是午夜宁的仆人，启灵之境竟能以一敌多，不过是凭借手中神剑而已。如果我能得到那把剑，照样可以。劝你不要动什么歪心思，我听说他主子狠辣无比，之前王哲几人擅闯洞府，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一些弟子想起了2、3月前发生的事，将王哲拉出来鞭尸。什么？王哲可是启灵境巅峰啊，除了那几个眼玄境，谁能是他对手？这些人中，王哲自然也在。他低头看向已经恢复的膝盖，只感觉后怕不已。此刻天空中再次爆发了争斗，秦晴挺剑向前，依旧选择逐个击破，不与他们硬碰硬。不多时，便有鲜血洒落下来，一个弟子的左腿被刺穿了，那是他的弱点所在，此刻遭受重创，失去了一战之力。当然，秦晴也负伤不少，但他手持冰魄神剑，有一股无往不利的气势。这个过程中，中年男子察觉到秦晴一直护着那把油纸伞，顿时神色阴森。他趁着秦晴挥剑未收之际，一连击出数道血芒，目标直指油纸伞。秦晴面色一慌，可身形招展，无法躲闪，只得强行扭转身躯，用后背将之扛下。噗噗噗！秦晴的后背绽放出几朵血花，每一处都深可见骨，他不得不踉跄后退，运转修为恢复己身。见这一招有奇效，中年男子顿时嚣张了起来，与一众弟子接连出手。每当秦晴大开大合，想要突围之时，便以血芒击向油纸伞。秦晴顾此失彼，身法大乱，很快便落入了下风。随着秦晴陷入颓势，原本害怕的弟子也不再畏畏缩缩，大打出手。可惜了，终究是寡不敌众，就算有神剑相助，也无法改变什么。那又如何？谁规定不能以多欺少？奴仆就是奴仆，招惹我们干什么？见到这一幕，远处围观弟子都议论纷纷，但更多的是落井下石。很快，秦晴便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那些弟子将他团团包围，不断逼近。没有你的主子，你什么都不是，速速交出血晶晶！中年男子冷笑不已。秦晴弓着身子，狼狈不堪，但自始至终，他怀里的油纸伞都安然无恙。那日你跟在信武的后面，不是笑得很开心吗？今天我们便让你把血晶晶全部吐出来。其他几个弟子也是目露凶光。可恶！秦晴咬牙擦去嘴角的血迹，他若真想逃遁，只需施展天金柱传授的神异步法便可，但若是被一些高手洞察，将有杀身之祸。既然如此，只能施展那一招了。想到此处，秦晴的眸子逐渐变得血红，像是在施展嗜血摩天诀，但又隐隐有些不一样。他在枯木林入道之时，曾记下嗜血摩天诀的残缺部分，而那也是此法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在场的所有弟子参悟的嗜血摩天诀都有缺损，唯有秦晴一人所修完整无缺。这一刻，秦晴的伤口竟然不再淌血，所有血滴逆流而上，重回己身。至于周围的几个弟子，都是面色骤变，浑身血液竟然不受控制，有要离体而出的冲动。这是嗜血咒，夺取他人之血，恢复己身，这本来是嗜血摩天诀的核心功法，每个弟子都可以施展。不过以他们的能力，只能夺取修为更低之人的血，夺取同境界之血已经是极其艰难，想要夺取高境界之血，更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但是此刻，他们的浑身血液竟然在战力，要臣服于秦晴。他们不知道的是，秦晴施展的并非普通嗜血咒，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摩天诀。随着血液逆流，秦晴彻底止住了伤势，猛地挥动神剑，向中年男子冲杀而去。那中年男子大惊失色，想要故技重施，击毁油纸伞。然而秦晴眼神狠厉，直接以肉身硬抗，毫不躲避。噗嗤！秦晴的胳膊被洞穿了，鲜血向四周迸溅，却不坠落，只是在短暂的悬浮后凝聚回来。什么？你竟能将嗜血咒催动到如此地步？中年男子大骇之下，想要逃遁，却已经来不及了，不得不双手掐诀，撑起一道血色屏障。秦晴挺剑杀至近前，冰魄神剑何其锋利，直接将血色屏障击碎，冰冷的剑刃斩入中年男子的肩头，去骨3分。噗嗤！大片的血花迸溅在秦晴脸上。秦晴舔了舔嘴唇，只感觉甘甜无比，其中的生命精华被他快速吸收。同一时间，中年男子体内的血竟也不受控制，顺着冰魄剑刃向秦晴涌来。不，那是我的血！中年男子惶恐不已，急忙催动嗜血咒与秦晴争夺。他的修为高于秦晴，一时间血液竟然在神剑上来回拉锯。然而，完整的嗜血摩天诀霸道非常，中年男子不光鲜血要被吞噬，就连灵池中灵力都在流失，被秦晴吸收。什么？这不可能！短短几个呼吸，中年男子已经面无血色，修为跌落至启灵境。眼看情况不对，中年男子一咬牙，竟然借着秦晴的力道，硬生生将整个胳膊斩落下来。鲜血挥洒，中年男子头也不回，弃臂而逃。
好锋利的剑！这一刻，远处围观的弟子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主一仆都是怪物。至于王哲，早已是庆幸不已，觉得那晚跪地求饶的选择极其明智。由于嗜血咒每个弟子都可施展，所以他们并没有多疑，只是惊骇于那把冰魄神剑的无坚不摧。秦秦吸收了中年男子的灵力与生命精华，感觉浑身上下有使不出的力道，凌迟中翻江倒海，不知疲倦。这就是完整的嗜血摩天诀吗？秦秦享受着这份快感，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想要吞噬更多的鲜血，用来提升境界。以他如今的状态，追上那中年男子未尝不可，但他没有动作，只是傲立当空，如同一尊浴血魔神。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其他围杀秦秦的弟子早已被吓破了胆，秦秦一个眼神便让他们面色惨白，四散而逃。秦秦以一剑破敌，杀出重围，纵使浑身染血，怀中之伞依旧完好无损。他仰望天空，目光清澈，道：“还好，来得及。”然而，正当他转身欲走之时，一股恐怖的威压将他笼罩了，伴随着猛烈的破空声。这一瞬间，秦秦汗毛耸立，头皮发麻，下意识地挥剑抵挡。那是一道血色长剑，以灵力凝结，却近乎实质，与冰魄神剑碰撞在一起，崩裂开来。饶是如此，秦秦依旧被震得踉跄后退，差点从空中坠落，虎口处传来剧痛，整条手臂发麻。咦，竟然没死！好剑，好剑！一个俊朗少年脚踏虚空而来，黑发披肩，龙行虎步，眸中有种狂傲不羁之感。见到这少年的瞬间，秦秦瞳孔猛然一缩，一股莫大的危机感涌上心头。他知道，纵使能看到弱点，也没有将其击败的可能。小子，快逃吧！这个人是眼玄之境，你不是对手。天津祝出言提醒道：“哈哈，晶莹剔透，寒意刺骨，至少有眼玄境小成的威力，与我功法完全契合。”少年爽朗大笑，肆无忌惮地打量冰魄神剑，只当是信手拈来，视秦秦如无物。见到此人，远处围观的众弟子面色一变，惊声道：“是他，燕飞尘！”燕飞尘竟然亲自出手了。听说他在上次血之传承中获得了造化，修为不输于亲传弟子。毕竟他的师傅可是那位老人家呀，修为比三大长老都要高。燕飞尘不是亲传弟子，但修为却直逼他们。有弟子隐隐知道他的身份。秦秦想都没想，果断向着枯木林方向逃遁。那里禁止征杀，就连公孙弘文都必须收敛。燕飞尘猜出了秦秦所想，摇了摇头，道：“别妄想了，3剑之内取你性命。”只见他翻手之间弹出一滴血珠，演化血之长剑，向着秦秦洞穿而来。那把血剑的速度太快了，状若流星，划破长空，其中威势不可想象。好强，这一剑之威，恐怕只有几个亲传弟子才可以接下吧。围观的众弟子都是战战兢兢，对这一剑惊惧不已。王哲神色复杂，他自认为眼玄境下第一人，但与真正的眼玄境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真的交起手来，恐怕顷刻就会毙命。秦秦想要躲闪，却发现那把血色长剑将他锁定了，避无可避。小子，那人掌握了一些空间门道，你逃不出他的剑雨的。天津柱在他脑海里解说。少说丧气话了，有什么办法助我脱困吗？秦秦咬牙。天津柱想了又想，道：“我有一法。”说。秦秦语气急促：“将你埋于江南藏古山，那里是风水宝地，可让你遗体不朽。”天津柱沉声道：“你丫的，我还没死呢，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是吧？”秦秦内心咆哮：“启灵境对眼玄境又不是闹着玩，你帮本天津找到一页经书，功不可没，本天津会到你墓前祭奠。”天津柱语气认真，已经在寻找下一个去处了。我才不要你祭奠！这番功夫，血剑已经杀到了近前，蕴含无可匹敌的剑意。秦秦以冰魄神剑相斩，而又显得将之击碎，但剑身也是狂震不已，让他虎口崩裂，近乎要脱手而出。好剑！如果能将其中剑意融入我的血灵，将是如虎添翼。燕飞尘眸光大盛，对这把冰魄神剑更加喜爱了。此刻大踏步向前，弹指击出第2道血剑。秦秦逃遁的同时，不得不运转全部修为，挥剑抵挡。噗嗤，血花绽放。秦秦虽然将血色长剑斩断了，但剑身的碎片四处崩散，威力大的惊人，直接击穿了他的肩膀、小腹。秦秦哇地吐出一口鲜血，只感觉一股巨力涌入伤口，要将他5脏6腑碾碎。这就是眼玄境吗？秦秦咬紧牙关，将摩天诀催动到了极致，所有血液疯狂流转，堪堪将那股巨力平息。燕飞尘眉头微皱，似乎没想到秦秦的命这么硬，挥手间血光乍现，第3道剑接踵而至。这一次，秦秦再也没有抵挡的力气了，胸膛直接被剑刃洞穿，大片大片的鲜血挥洒。秦秦闷哼一声，死死捂住胸口，可任他怎么催动摩天诀，鲜血还是透过指缝不断的往下流。好在那片血色的古树林出现在了前方，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离他不远。哈哈，3剑已过，你就这点本事？秦秦面无血色，在空中摇摇欲坠，却放肆大笑着，一边笑一边咳血，看起来有些癫狂。燕飞尘皱着眉头，此时秦秦距离枯木林还有些距离，再出一剑，秦秦必死无疑。但他终究没有出剑。秦秦不再理会燕飞尘，屏着胸中的那一口气，没入了枯木林中。燕飞尘并未离开，只是自顾自地盘坐在枯木林外，道：“哼，纵是薛兵上官以廉之流，我亦不惧。这次正好将你主子逼出，一并杀之。”听到这番话，围观的众弟子都神色一凛。
盘坐于枯木林前，坐等午夜宁出现。这等魄力，除了燕飞尘还能有谁？枯木林中，秦晴拖着残躯，一瘸一拐地来到午夜宁近前。他颤颤巍巍地撑开油纸伞，而后用尽全力将伞柄插入地面，遮挡住午夜宁头顶。做完这一切后，秦晴终于坚持不住了，仰躺在地面，粗重地呼吸着。他的胸口有一处剑伤，鲜血如注。此时，大雨哗啦啦地下了起来。秦晴仰面看天，任雨水打在脸上，嘴角却微微上扬，道：“大小姐，秦晴修为不高，这把伞是我最后的。”意识逐渐模糊，一股冰冷感蔓延全身。他仿佛回到了10年前的那场雨里，回到了那个幽暗而又冰冷的巷子。像，太像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个声音在回荡。午夜宁闭目盘坐，面前是一尊庞大无比的石像，衬得他很是渺小。你和他太像了。午夜宁睁开双眼，有点不耐烦的道：“你已经重复108000次了。”石像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盘坐着，不怒自威。就在这时，黑暗中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有雨水被阻隔在头顶。下雨了。午夜宁眉头微皱，突然有股强烈的不安感。他豁地起身道：“不行，我得走了。石头人，你自己在这里待着吧。”不知为何，午夜宁觉得心中忐忑，急于脱离入道的状态。你若离去，机缘将断。石像的声音传来，沧桑而又古，在这漆黑的世界内回荡，仿佛存在了无数岁月，亘古不变。跟你一样变成石头吗？不稀罕。午夜宁摆了摆手，消失在了黑暗中。不知过了多久，秦晴感觉身体里流淌出一股暖意，他知道那是血。我的血还在流动吗？秦晴睁不开眼，他的身体处于昏睡状态，意识在迷蒙中沉浮，只能看到一本金色的书静静悬浮。不对，这不是我的血。秦晴呢喃自语，那丫头正在施展嗜血魔天诀救你呢，以血养血，不然你早就死透了。天金柱淡淡的说道。以血养血，对大小姐可有危害？秦晴猛地一惊，从浑噩中清醒过来。没什么危害，也就是损失些寿命罢了。哎，年纪轻轻不知道节制，等老了就知道寿命的重要了。天金柱悠悠的说道。透过天金柱映照的光，秦晴看见午夜宁慌里慌张，在自己掌心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而后按在他的胸口。那一丝一缕的暖意，正是从午夜宁掌心流淌出来的，不断治愈他的伤势。大小姐，秦晴心颤，只觉得心疼不已。许久之后，秦晴的身体逐渐恢复了知觉，耳边也能听到一些风雨声。午夜宁跪坐在青石上，秦晴则是枕着他的双腿，旁边是那把歪歪斜斜的油纸伞。不过，午夜宁周围散发着一股玄而又玄的法则，所有雨滴坠落下来都被阻隔了，无法沾染两人的身体。大小姐，秦晴缓缓睁眼，声音沙哑。见秦晴苏醒，午夜宁眸中闪过喜色，漫不经心地将手背在身后，道：“怎么搞的？”午夜宁的小动作自然被秦晴察觉，他心中一暖，撑起身子，道：“回洞府取伞，遇到一个弟子夺剑，就为了这把破伞。”听闻此话，午夜宁眉头一皱，不由得训斥道：“蠢货！”秦晴挠了挠头。午夜宁起身，朝秦晴递来一只无瑕的手。秦晴目光一暗，却也不敢怠慢。啧，连续突破了2个境界，看来那块一石之河让他收获颇丰啊。天金柱开口：“2个境界。”秦晴内心震动。如今他虽然是启灵境巅峰，但身上却有股神秘气息，连我都琢磨不透。天金柱语气凝重。秦晴没有说话，那股气息不知是来自异界石像，还是天官漫道。对于未知的东西，他总是放心不下。走吧，我倒要看看是谁把我家小晴子伤成这样。就在这时，午夜宁开口了。他看向枯木林外，冷声道：“以后你负责做饭，挡雨的事我来。”秦晴一愣，突然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看午夜宁御空而起，急忙跟上。带上那把破伞。午夜宁没好气地说道。秦晴去而复返。枯木林外早已聚集了许多弟子，他们都是听到风吹草动，带着小板凳来看戏的。午夜宁缓步走出，立身在枯木林前，及腰长发无风自动，一双血眸妖异而高贵。秦晴则是撑着油纸伞站在不远处。午夜宁的气息竟然比燕飞尘丝毫不弱。不可能，他刚入万血海几个月，怎么会到达如此境界？一些弟子看着午夜宁，惊得说不出话。王哲更是骇然不已，心道：这3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角落之中，薛冰也在观望，自语道：打吧打吧，死一个最好，这样血之试炼就少一个对手。燕飞尘睁开眼睛，望向那道绝美的身影，道：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在枯木林中龟缩一辈子呢。就是你伤了我家小晴子。午夜宁冷眼看着他，毫不掩饰眸中的杀意。是又如何？小小奴仆，杀了便杀了。燕飞尘咧嘴一笑，不以为然。午夜宁面色阴沉，直接以祖血化作匕首，向着燕飞尘洞穿而去。什么？一出手便是那把飞剑，燕飞尘能挡住吗？一些弟子认出了午夜宁使得手段，很是心惊。血色匕首呼啸而过，在虚空中划出一道裂痕，难以愈合，锋利程度可想而知。这是午夜宁的最强杀招，一旦出手，代表不留余力。燕飞尘瞳孔一缩，急速后退，那血色匕首却仿佛将他锁定，让他无所遁形。你也踏入了眼玄境？不对，只是启灵境巅峰，为何能施展剑域？燕飞尘惊骇之余，边逃遁边掐诀，一连祭出7道血剑，一剑更比一剑强，与血色匕首碰撞在一起。砰砰砰！血色匕首横行无忌，连断7剑，
眨眼间，燕飞尘便被逼到了一个石壁前，退无可退。轰！巨大的威势扩散开来，引得山石崩碎，烟尘四起。好可怕的匕首！难道燕飞尘就这么死了？所有人都盯着烟尘，目不转睛，只有午夜宁眉头一皱。烟尘散去，燕飞尘毫发无伤，他的周身浮现出一个麒麟虚影，通体血红色，尖牙如利剑，口鼻中吞吐利气。那血之麒麟将足血匕首完全抵挡，难以再深入进去，而这也是血色匕首第一次受阻。好！血麒麟仰天长啸，声势浩大，一些修为弱的弟子顿时感觉心胸抽痛，差点就要拜倒下去。这血之麒麟一定是那位长老留给他的护身手段。听说那位长老早年曾踏入北域，获得大妖麒麟血，并借之一举成道。这下午叶宁手段尽失，应该不可能是燕飞尘的对手了。哈哈！燕飞尘张狂大笑道：“午夜宁，你以为我就没有手段吗？除了这滴足血，你还有什么本事？”午夜宁并不慌乱，灵力翻涌间，血色匕首随着他的心念继续深入，直指燕飞尘眉心。好！血之麒麟震怒了，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向着匕首撕咬而去，獠牙锋利无比，蕴含恐怖的力道。匕首有灵，冲上高天，血之麒麟穷追不舍，一剑一兽在乌云斗得不可开交，隐约见血光升腾，不时爆发轰鸣，如同雷震。所有弟子都仰望着高天，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了。咦，那不是小燕子的麒麟兽吗？他在与何人争斗？萧雅叶也望了过来。燕飞尘冷哼一声，双手合十，背后浮现出4把血剑，朝午夜宁急速袭来，纵横交错之间，将所有生路都断绝。这4把剑很不一般，剑锋上流转着血纹，似是某位极强者参悟得来，又像是天地间自然形成，难以言明。午夜宁不敢大意，灵池内翻江倒海，磅礴无量，无数血刃被他演化而出，与燕飞尘的4血剑相抗衡。砰砰砰！燕飞尘为眼玄之境，灵力威压甚是恐怖，血刃无法与4剑硬汉，刚一触碰便被斩得分崩离析。哈哈，眼玄境与启灵境有天差地别，你如何与我斗？燕飞尘轻蔑一笑，黑发张扬，朝着午夜宁大步杀来，道：“在万血海，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也得握着。”秦秦立身在不远处，为午夜宁捏了一把汗。他低头看向手中的冰魄小剑，沉声道：“如果大小姐不敌，只能使用此招了。急什么小子？他周身的神秘气息还没动用呢，应该有隐藏手段。”天津柱平静地说道：“隐藏手段？”秦秦一愣，午夜宁似乎对这一结局早有预料，虽说被逼得连连后退，却从容不迫，眸中冷静无比。哼，结束吧。燕飞尘目光一狠，4剑速度陡然加快，呼啸而至，剑意横贯长空，呈绞杀之势。见状，所有围观弟子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那4把剑太强了，启灵境巅峰难以抵挡。看来午夜宁要落败了，如果再给他时间成长，很有机会超越燕飞尘。眼看4剑杀至，午夜宁反而放慢了脚步，缓缓抬起手掌，猛地向前一按。轰！蛮横的剑意从午夜宁周身涌过，带动他长发飘扬，那4把剑却应声生顿在了空中，似乎被他一掌之力所阻。什么？这一刻，所有围观之人都大惊失色，就连薛冰都是瞳孔一缩。燕飞尘难掩惊容，只觉得前面是一堵高墙，坚不可摧，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将之穿透。一尊血色的石像浮现，静静盘坐在午夜宁身后，不知来处，不知去处，同样伸出一只手掌，古朴而沧桑。几乎是同一瞬间，几道强横的目光注视向了这里，并没有刻意的释放出威压，却让在场的众弟子喘不过气。秦秦心中咯噔一声，只觉得其中一道杀机凛冽。秦秦知道是万血海内的老东西被惊动了，他们不在乎午夜宁什么身份，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此女所施展，难道是江南允仙派的法？一个沙哑的声音传出，仿佛无数年没有开口了。像，但不完全是一个老妇人与他对话，只是徒有其形，再以嗜血魔天诀催动罢了，对我等难有提升。另一个声音叹息一声。至此，这些目光才蛰伏了下去，不再关注这里。短短的几个呼吸，却让秦秦汗如雨下。4剑受阻，燕飞尘难以接受，一步踏上高天，咬牙道：“4剑归一，无双！”只见4把血剑盘旋而上，直入苍穹。这一刻，乌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牵动了，整个天地都充斥着一股剑意。一道血色剑影缓缓浮现，很虚淡，却锋利无比，以锐不可当之势向着午夜宁身后的不动石像压落。咦，这小子隐藏的还挺深，道法中竟然有一缕开天剑的影子。开天剑！秦秦心中一惊，在始龙陵时，那个追杀他们的圣人便曾用自己的剑临摹开天剑，只是至圣境小成，却可抵挡至圣境巅峰的死气。这开天剑到底是什么来头？秦秦忍不住发问。剑神宗一个小子所著，几十万年前我曾见过，隐有万剑共尊之势。天津柱沉声道：“俗话说物极必反，过刚一折，可那小子却自创道法，另辟蹊径。自创道法！”秦秦大为震撼，这还是继天运始祖之外第2个自创功法，走上巅峰之人。至于其他围观的弟子，更是面色苍白，对那从天而降的剑影畏惧不已。他们2个真的是眼玄境与启灵境巅峰吗？我怎么感觉这2个都是天骄之辈，却必须为了少主之位争个你死我活？所有人心情沉重，但这也是修行的残酷之处。咔嚓咔嚓，剑影与石像相触的瞬间，爆发出剧烈的波动。午夜宁周围不断传来碎裂的声音，
石像在这血色剑锋之下，竟然有溃败的趋势。午夜凝目光一寒，果断无比，道：“破！”轰！整个石像崩散开来，血光从中贯穿而出，冲破云层。那道恐怖的剑影也节节破碎，化作虚无。即便如此，他们扩散出来的威势依旧横扫这片区域，围观的众弟子都被震退一步。哈哈，没人能挡住我的剑！燕飞尘踉踉跄跄，却在大笑。午夜凝不语，抓住时机，身姿招展，漫天血灵纷飞，结成血之大阵，向着燕飞尘碾压而去。你竟然能施展此阵！血阵加深，燕飞尘身形受阻，只觉寸步难行，目中却战意昂扬，一字一句地说道：“万血剑阵，开！”刹那间，一剑横空，化身千万，将午夜凝布下的血阵斩得七零八落。午夜凝连连变换阵法，依旧难以维持。哈哈，痛快，痛快，战个痛快！血阵在崩裂，燕飞尘脱困而出，仰天大笑：“让你尝尝我的万血剑阵！”这一刻，血剑凌空，分力周天，将午夜凝牢牢封锁。无数恐怖的剑影在阵内呼啸，如果不慎被击中，必将遭到重创，血洒当空。午夜凝眉头微皱，不断在剑阵中躲避身形，同时施展神通将剑影击碎。然而，这些剑影仿佛斩之不尽，不断衍生出来。这些剑影并非毫无规律的冲杀，而是勾勒某种剑势，纵横穿梭之间，让人心生惧意。许多弟子都觉得大势已去，暗自感叹：“那把剑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取定了。”燕飞尘朗声开口，言语中充满自信：“你就这么确定能杀我？”午夜凝冷冷地看着他，眉心凌迟不曾枯竭，不断将冲杀过来的剑影击散。“哈，我剑阵已成，以你的灵力，如何能破？”燕飞尘狂傲无比：“祖血与我麒麟缠斗，护身石像更是被我无双剑逼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手段？”午夜凝被漫天剑影缠身，这会儿功夫，整个万血剑阵竟然在缩小，他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被压缩，眼看就要避无可避。哈哈，你能将我逼到这一步，足以自傲了。燕飞尘大笑两声，话音刚落，面容却是一僵。只见午夜凝周身气息突然变得沧桑，玉手一扬间，无数血灵挥洒而出，还未坠落，一股杀气便腾腾升起。出来吧，我的将士！午夜凝一声轻喝，这些血灵竟然演化兵将模样，身姿魁梧，甲胄嶙峋，如同一支血色军队从远古走来。这些兵将或持盾牌，或持刀枪，将所有剑影抵挡在外，更有未知的凶兽发出咆哮，似经历了无数杀伐，有一往无前之势。什么？我只见过以血化形，难道还能演化生灵？见到这一幕，万血海内沸腾了，所有围观的弟子都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去吧，杀了他！午夜凝立身于万军丛中，发号施令，遥指燕飞尘：“杀！”这一刻，杀声震天，所有兵将滚滚压境，随午夜凝的号令冲锋陷阵。血光四溅，剑影能将这些兵将洞穿，却无法斩灭他们。这些兵将不知痛苦，更不知疲倦，不完成午夜凝的指令誓不罢休。不可能，以血演化生灵，极容易被反噬而亡。你如何让他们顺从？燕飞尘大惊失色，不断催动灵力，加固万血剑阵，却无法阻拦这些兵将的脚步。眼看整个剑阵就要被冲得溃散，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短短几息，攻守之势便互换了，整个万血剑阵难以维持，剑影向四处逃窜。不是想要剑吗？我给你！午夜凝俯视着燕飞尘，如帝如君，直接演化一道血剑，向燕飞尘眉心洞穿而去。不，师父救我！燕飞尘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他被血色兵将围杀，无力抵抗，只能发出绝望的呼喊。轰隆！整个万血海阵颤了一下，午夜凝的血剑直接被震得粉碎，连带着那些兵将也化作飞灰。午夜凝面色一变，竟无法御空，向下坠落。秦秦急忙一跃而起，将他揽在怀里，稳稳当当的接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老者立于高天，穿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衣服，浑身上下散发腐朽的气息。血之麒麟见状，匆匆返回老者身边，温顺无比。而祖血也借着这个机会归于午夜凝的眉心。是那位太上长老吗？他已经沉寂了无数岁月，竟然为了燕飞尘亲自现身。太上长老亲至，谁敢忤逆他老人家？随着老者的出现，整个万血海的弟子都惊惊战战，即便是公孙弘文、梅清柔也被惊动，赶来了这里。午夜凝眉头紧皱，直视着那个老者：“就是你要杀老夫弟子？”老者向午夜凝投来目光，声音嘶哑：“是他。”秦秦心中大惊，这个老者正是之前那道杀意目光的主人，不曾想他竟是燕飞尘的师傅。见午夜凝毫无敬意，老者直接抬起一只干枯的手掌，向午夜凝与秦秦压落下来。轰隆隆，虚空在破碎，一只血色大手浮现，向下压落，虽然很缓慢，却遮天盖地，蕴含难以想象的威压。所有弟子面色发白，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午夜凝与秦秦更是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动弹不得。无声无息间，一个红衣少年踏破虚空而来，只是弹出一滴血珠，却将那血色大手稳稳抗下。九祖见到少年，午夜凝又惊又喜。血九祖一如之前那般，黑发飘飘，红口白牙，一副邻家少年模样。但这样一个白净少年，却杀人无数。至此，整个高空中只剩下血九祖与老者隔空相对。血九祖，你管得未免太宽了吧？老者微微皱眉，似有些不悦。弟子之间争杀，我不会干预，但你以太上长老的身份出手，恐怕有些不妥。血九祖负手而立，淡淡开口：“什么？
九祖竟然出面维护一个弟子。所有围观弟子都是神色凛然，这是整个宗门的无上对话。老者面色一沉，老夫成道之时，你还未出生呢。如今老夫杀一个人，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听闻此话，血九祖眉头一皱，最看不惯你这种倚老卖老的东西。既然成道这么多年，怎不见你成仙？你……老者被血九祖对得说不出话，此刻冷声道：老夫曾与八祖对酒当歌，两人以兄弟相称，你一个后辈也敢训斥于我？血九祖神色冰冷，直视着老者道：八祖战死深海禁区，你却在这里苟延残喘，不过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也配与他称兄道弟？你！老者被气得浑身颤抖，脸红脖子粗，真以为自己当上万血海之祖就无敌于世间了吗？我为万血海之祖是始祖的选择，就算八祖在世也不会多说一句，你一个老东西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血九祖冷眼相看，根本不在乎老者的颜面。老者不怒反笑，好，今日老夫非杀他不可，你就伤未愈，岂能拦我？就伤未愈？武叶宁神色一变，那日血九祖从史龙林归来，便是强撑着一口气，问起伤势也是云淡风轻的接过，没想到伤得如此之重。只见老者须发皆动，催动血色大手压落，整座岛屿都在这股巨力下微微颤抖着，岛屿附近四海翻腾。难道九祖要为了武叶宁与太上长老大打出手吗？所有弟子都是不敢言语，这两人是宗门的无上高手，动起手来将是毁天灭地的，没有人知道谁胜谁负。血色大手之下，只有武叶宁与秦秦二人，他们承受着莫大的威压，即便隔着距离，依旧感觉浑身剧痛，要爆体而亡。老东西，反了你！血九祖面色一寒，催动血珠逆势而上，与血色大手相抗衡。哼，年少轻狂，不知自己几斤几两。老者冷哼一声，无视血九祖的威严，继续施压。血九祖没有说话，一头黑发张扬，眸中杀机毕现，那滴血珠内似有日升月落，演化一个大世界。轰！这一刻，一股巨力横扫四野，岛屿附近的海面全部炸起，不知扩散向多少里之外。高空之上，整个血色大手崩裂开来，血珠从中肆虐而过，去势不减，直指老者。你竟然消耗本源与老夫一战！老者面色骤变，躲闪不及，干枯的手掌直接被洞穿，鲜血潺潺流下。本源代表生命，老者活了这么久，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之处，他也是尽可能的将本源封印，才得以存活至今。血九祖冷冷的看着他，道：这次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再敢造次，我取你老命。为了一个小辈，值得吗？老者咬牙，面色阴晴不定。血九祖还年轻，有机会让本源成长，他却不敢施展全力，期盼着那虚无缥缈的成仙机会。无需你操心。血九祖淡淡回应，霸道无比。你疯子！见血九祖这般，老者终是不再言语，一挥衣袖，沉寂回了虚空之中。老者离开以后，弥漫在万血海上方的恐怖威压才算消散，所有弟子都是长舒了一口气。师傅别走！燕飞尘面如土色，可任他怎么呼喊，老者都不再出现。再看向武叶宁时，只觉得惶恐不已，不由得向人堆中逃去。就在这时，血九祖突然咳嗽起来，身体一阵摇晃，面色更是苍白不已。九祖！武叶宁心急如焚，也顾不得什么燕飞尘了，急忙飞上高天。九祖，你的伤势？武叶宁忧心忡忡。无妨，只是一点小伤而已。血九祖随意的摆了摆手，而后望向下方，道：我从不护短，你们小辈要争要杀，自己解决，但如果有人倚老卖老，所有万血海弟子，包括梅清柔与公孙弘文在内，都是恭恭敬敬，不敢多说一句，但任谁都能听出血九祖话中的偏心之意。靠山山会倒，靠人不如靠自己。秦秦看着血九祖与武叶宁的身影，拳头紧握，道：天金柱大哥，难道真的没有一丝机会让我变强吗？天金柱想了又想，道：有机会，不过又没有机会，这是何意？秦秦愣在原地，觉得这句话自相矛盾。我有一招禁忌之法，名为斩影存一诀，此法以影为化身，带你行走天地间，而且可以自主修行。自主修行？秦秦心中一震。理论上来讲，只要你不死，他就不会死，所以他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这也意味着他的修为很难低于你。不会我还在这里当废柴，我的影子已经在外面天下无敌了吧？秦秦又惊又喜，但总觉得此法称为禁忌没那么简单。倒是有这个可能，不过谁是真我，谁是影子，可就不好说了。天金柱若有深意地说道：一旦你修行此法，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你们只有斩了对方才可以成道。斩了对方？秦秦呼吸一滞，对，斩影存一，相当于给你树立了一个大敌，如果你被他所斩，将不复存在，而他将取代真正的你。秦秦心中一沉，道：那我的影子可会伤害到我的挚爱之人？那倒不会，你的影子除了要杀你之外，想你所想，爱你所爱。天金柱回应道。秦秦犹豫了几息，道：天金柱大哥，请你将此功法传授给我，想以此法成道。做梦吧你！天金柱鄙夷地说道，就连创下此法之人都死在自己影子下，失去真我，以你的资质，如何斩影？却见秦秦目光一暗，道：如果我能斩影成道，最好不过，如果不能，就让影子替我照顾好大小姐吧。小子，你这是自寻死路啊，何必呢？天金柱十分不解，你又不是人，哪里懂得这些？我不为成道，也不为成神成仙。秦秦自嘲一笑。听闻此言，天金柱陷入沉默，道：哎，你们人类真是复杂，用此法来寻死，你还是第一个。
霎时间，数百个骨字映入秦晴的脑海，这些骨字与之前的截然不同，全部呈墨黑色，如同鬼魅，一丝一缕，却又聚而不散。很快，秦晴眸底闪过一抹漆黑，将斩影存一诀完全掌握。他没有犹豫，直接在心中催动。只见他脚下的影子内分离出一团虚淡的黑色，沿着地面快速掠过，深入到了后方的树林中，无声无息，也无人可以察觉。而后，那团黑色逐渐向上方扩散开来，形成一个虚淡人影，站立在阴暗的树荫之下，如同厉鬼一般，静静地盯着秦晴。这就是我的影子吗？秦晴面色凝重，与他对视，那黑影却突然露出一个诡异微笑，阴森无比。这一刻，秦晴只觉汗毛耸立，背后发凉。放心吧，小子，在他渡到劫之前，不会伤害你的，反而要保护你。毕竟你一死，他也不复存在了。天津柱淡淡的说道。不过，如果他惊扰了无上生灵，对方极可能顺着因果而来，直接将你毙命。看来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啊！秦晴心情沉重，只觉得一把利刃悬在了头顶，而且永远不会消失，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将他斩成两半。但想到影子能走得更远，达到更高的境界，秦晴反而有些欣慰，这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情绪。明知道要死，还能开心的起来，真是搞不得你的想法。天津柱嘀咕道：“小晴子，愣什么呢你？”就在这时，耳边传来午夜宁的声音，他从天空中反落回来，众弟子也在徐徐散去。没什么，九祖呢？秦晴挠了挠头，这一晃神的功夫，树下黑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只留下淡淡的寒意。九祖啊，我让他回去养伤了，这家伙嘴硬得很。午夜宁不以为然。秦晴心中骇然，恐怕也只有午夜宁敢这样说雪九祖了。不过燕飞尘那家伙倒是溜得挺快，我在人群里找了几圈也没找见。午夜宁甚是惋惜，恶狠狠地说道：“下次带到他，我一定要他的命。”说起来，燕飞尘还算老实，曾与我有3件之约，并未多出一件。秦晴苦笑，并不是为燕飞尘求情，只是在这尔虞我诈的世界，能有一个真性情之人，显得格外不容易。哦，是吗？午夜宁若有所思。随后，午夜宁散去全部修为，钻进了油纸伞下。秦晴急忙将伞往他那边偏了偏，两人就这样在伞下走着，虽是一主一仆，挨的却是极近。午夜宁看着头顶的伞沿，悠哉悠哉道：“其实每天打打杀杀挺累的，像这样散步也挺好。”秦晴微愣，他又何尝不是这样想？老天爷似乎听到了午夜宁的话，江庭的雨突然大了起来，伴随着西北风呼呼，一把伞根本遮不住二人，雨水哗啦啦的往身上横飘。下大雨了！午夜宁御空而起，笑靥如花。大小姐，等等我！秦晴急忙跟上，两人在雨里打闹了一番，这才回到洞府。洞府里，吴小白双目紧闭，气息绵长，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体型却比之前大了1倍。午夜宁摸了摸他的右脚，目露忧色。两人聊起了枯木林入道之事，秦晴心神一动，道：“大小姐可曾见到前几位老祖？”午夜宁摇了摇头，道：“别提几位老祖了，连万雪海都没有。那时这里还是一片陆地，长满巨大的植物。”秦晴心中骇然，不知这一时之河将他带回了什么时代，也许是那遥远的洪荒。随后，午夜宁盘坐在石床上巩固修为，秦晴也顺便修炼了一番。自从施展了完整的嗜血摩天诀，秦晴对鲜血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渴望，那是一种急速成长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摩天诀果然霸道，只是吞噬了一些启灵境小成的修为，竟然让我有了突破的迹象。秦晴心中自语，现在他的灵池处于饱和状态，这是即将突破的预兆。如今我的资质已经追赶上了普通弟子，如果加以修行，未必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到时候既可以为大小姐做饭，又可以为大小姐挡雨。想到此处，秦晴自信心满满，准备洗澡水，收拾衣物，整理各种杂物，暖床。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第二天一大早，萧雅叶不情不愿地出现在了洞府前。萧师姐，你怎么来了？秦晴稍有疑惑。要不是小燕子答应帮我找五叶草，我才不会来呢。萧雅叶说着，朝旁边使了个眼色，只见燕飞尘站在角落，唯唯诺诺。燕飞尘，秦晴眉头微皱。哎嘿，听说雅姐和宁姐一起喝过酒，交情甚好，我才跟着来的。燕飞尘搓着手，一脸陪笑地走了过来。雅姐，秦晴一愣，上下打量着燕飞尘，没想到这家伙之前狂傲无比，一口一个薛兵上官以连之流，却对萧雅叶这小个子这般恭敬。看来萧雅叶的巫血读心体还是有些厉害的。秦晴心中自语。午夜宁从洞府内走出，冷冷地看着燕飞尘，道：“燕飞尘，我正愁找不到你呢，你还敢送上门来？”宁姐息怒，宁姐息怒。燕飞尘似乎是演练过无数次，快步上前陪笑道：“今天我是来认罪的，那件我不要了，不光不要，我还送上几10个血晶晶赔罪。”说着，燕飞尘掏出一个布袋，看起来装得满满当当。哼！午夜宁接过布袋，掂量了几下，道：“这血晶晶我就收下了，但你的命……”燕飞尘急忙挤了挤旁边萧雅叶。萧雅叶清了清嗓子，道：“午夜宁，虽然小燕子有眼无珠，伤了秦晴，但她曾履行3件之约，不然以秦晴的修为，绝对到不了枯木林。对，而且我是真心实意的悔改，以后宁姐和秦哥有需要，燕飞尘愿以命相报。”燕飞尘急忙附和，无比认真。午夜宁眉头一皱，看向秦晴，道：“小晴子，可有此事？”秦晴摸了摸鼻子，道：“其实一共有4件。”哎！燕飞尘吓坏了，急忙来到秦晴身侧，道：“秦哥，这数可不能这么算，3件之约后，我是不是出了3件？”秦晴掰着指头数了数，道：“那确实是3件。”燕飞尘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后希冀地看向武叶宁。武叶宁沉吟了一番，道：“罢了，看在你主动认罪、态度诚恳的份上，我就饶你一命。”哎，宁姐宽宏大量，谢宁姐不杀之恩，以后燕飞尘这条命都是你的。燕飞尘如释重负，急忙弯腰行礼：“我呢？没我你敢来？”萧雅叶不乐意了：“对，还有雅姐，谢两位好姐姐，两位都是好姐姐。”燕飞尘又对着萧雅叶一顿行礼。嗨，秦晴干咳了2声。哎，还有秦哥，你真是我的好大哥，以后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燕飞尘又转向秦晴来，一顿点头哈腰。那一日，燕飞尘在3人面前站着如喽啰。行了，去你的吧。武叶宁气消的差不多，便把燕飞尘轰走了，却见萧雅叶在原地站着不动。那个武叶宁啊，有没有？萧雅叶咽了口唾沫，欲言又止。没有，小白睡觉呢，没东西吃。武叶宁白了他一眼。好吧，下划线。萧雅叶无比失落的离开了。不过临走之前，萧雅叶告知武叶宁一个消息，那便是1个月后血之试炼就要开启了。之后半个月，武叶宁与秦晴每日在枯木林中修行，期间秦晴终于突破至启灵境小城，两人都很是欢喜。秦晴把枯木林当家一样，其他弟子早就见怪不怪了，更不敢多说什么，毕竟燕飞尘碰见他都得恭恭敬敬的叫声秦哥。这一天，武叶宁在枯木林中盘坐，秦晴百无聊赖，便起身闲逛起来。不知不觉，秦晴来到了他刻下小字的地方，却见这里的落叶有被卷动的痕迹，似乎有人用神通探查过这片区域。难道封印阵眼的经书被人取走了？秦晴心中一惊，急忙来到阵眼前查看。想什么呢？血始祖当年的境界放在现在也可横行，他布下的封印岂能随随便便被人破开？天金柱淡淡的说道。秦晴松了一口气，心里却沉甸甸的道：无数岁月前到底发什么，让这等惊才绝艳的人物都遗憾落幕？随后他看向自己脚下的影子，也不知道我的影子身在何处，修为有没有超越我？这样想着，秦晴不由得蹲下身子，试探道：喂，影子，听得见吗？这里一片寂静，什么声音都没有，显得他像个傻瓜。也是，我俩只能活一个，他搭理我干嘛？秦晴尴尬一笑，起身欲走。突兀间，一个阴冷的声音传出，道：忙着修行呢，吵什么吵？秦晴一愣，不满地说道：喂，我可是你的本体，你这是什么态度？本体又怎样？我不抓紧时间修行，以后谁来保护大小姐？靠你这废柴！影子内传来鄙夷的声音。你丫的，若不是我每天提防暗处，白天为大小姐洗衣做饭，晚上还要暖床递水，大小姐能睡得安心？秦晴不乐意了。你厉害，怎么不见大小姐给你记大功一件？影子揶揄道。你……秦晴刚想开口骂娘，又觉得骂影子好像是在骂自己，顿时提不起劲了。原来我平时这么可恶。秦晴愤愤不平，忍不住在影子上踩了2脚。你若再敢踩一脚，我渡道劫之时将你碎尸万段。影子恶狠狠地威胁道。来啊，有种你现在就弄死我，咱俩都别好过，大小姐也别保护了。秦晴用最狠的语气说出最怂的话。我呸，当你影子真丢影。影子无语了，一人一影吵了几句，却又很默契的收声。你现在身在何处？秦晴沉声道。深海禁区。影子声音凝重，这里与无数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言2语难以说清，你与大小姐前来一定要万分小心。知道了，你也别犯蠢，如果惊动葬神殿里的那家伙，咱俩都得死。秦晴出言提醒。你在教我做事啊？影子冷冷地说道。秦晴无语。小晴子，你在和谁说话呢？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武叶宁的声音。我自言自语呢。秦晴急忙起身，返回武叶宁身边。很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终于来到进入深海禁区的日子。洞府里，秦晴将沉睡的吴小白抱了过来，道：大小姐，我建议你将这小子带在身上。小白？咱们进深海禁区带他做什么？武叶宁疑惑。小白经常在深海捕猎，肯定对下面轻车熟路，说不定会派上大用场。秦晴笑呵呵地说道。也是。武叶宁沉吟了片刻，以乾坤之术将吴小白收下。随后两人御空而起，向着万血海东岸而去。东海岸附近聚集了许多弟子，可谓人头攒动。这些弟子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上面刻划着玄而又玄的纹路，隐隐有沟通虚空的能力。虽然周围弟子众多，但真正敢踏上传送法阵的只有那么数十人而已。为首的便是萧雅叶，上官以莲这2个亲传弟子，紧跟着是薛冰以及另外2个男子。那2人相貌年轻，修为却同样达到眼玄境。当然还有10几个启灵境巅峰的弟子紧随其后，也想在深海禁区中获得一番造化。不过他们断然不敢进入血始祖陨落地。再然后便是启灵境大成和启灵境小成的弟子，他们都是几人为一组，抱团取暖。只要不与那几个眼玄境争夺血灵就可以了，我们量力而行，实在不行就捏碎血符，有什么好怕的？这些弟子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手中握着一个令牌模样的东西，其上镌刻着与传送法阵一样的纹路，两者之间相互感应。后面又陆陆续续上来一些弟子，都是抱着同样的想法。深海禁区，凶险与机遇并存，这里谁都有可能获得惊天造化，但谁都有可能陨落。很快，吴叶宁带着秦晴来到了此地，两人选择了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静静等待。而后燕飞尘脚踏虚空，龙行虎步而来，对所有人都是桀骜不驯的态度，唯独看到武叶宁的瞬间收起了嚣张的气焰。宁姐，秦哥，上午好。
燕飞尘屁颠屁颠的过来打招呼，俨然一个小跟班。武叶宁淡淡的点了点头。这一次，三大长老齐至，许久不见的韩佑也在场。他摸了摸萧雅叶的头，道：“小雅，这次你一定可以得到始祖认可，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嘿嘿，谢师傅。在韩佑面前，萧雅叶很是乖巧。几位长老不跟着进去吗？武叶宁朝着燕飞尘问道。深海禁区内暗藏凶险，越强大的修士越容易引发变故，长老们进去很可能惊动更高境界的阴兵。燕飞尘沉声道。原来如此。武叶宁不再多问。随后，公孙弘文笑着走了过来，递给武叶宁2个令牌，道：“徒儿，这个是血行符，如果遭遇大凶险，只需将此符捏碎，便可传送回来。”武叶宁将之接过，当场捏碎，而后身影瞬间虚淡，缓缓浮现在了传送阵法中央。徒儿这是何意？你可是为师的亲传弟子，为师还会害你不成？公孙弘文板着一张脸。武叶宁没有多说什么，又讨要了一个血行符，扔给晴晴。就在这时，妩媚动人的梅青柔款款走来，笑道：“宁儿妹妹，在深海禁区可要万分小心哦，我听说有不少亲传弟子都死在了里面。”他看向晴晴，若有深意的说道：“千万不要为了秦公子设身险地啊！”武叶宁眉头一皱，回应道：“谢柔姐提醒。”听到这话，晴晴心中一沉，深海禁区的凶险不止葬神殿和那些阴兵，还涉及血始祖陨落地以及更多的未知。到时候没有人会是真正的朋友。所有参加血之试炼的弟子一定要保护好血行符，这将是你们最后的保命手段。随后，梅青柔御空而起，声音在东海岸上空回荡，所有弟子都是神色一凛，不敢再多言。武叶宁也带着晴晴来到传送法阵上站定。一个奴仆也配参加血之试炼？薛冰投来冰冷的目光。咦，哪来的狗叫声？武叶宁四下张望。武叶宁，这次进入深海禁区，你必死无疑。薛冰咬牙切齿，留下一句狠话，与武叶宁擦肩而过。晴晴看着他的背影，将眸中的杀意完全隐藏。燕飞尘来到武叶宁身边，小声说道：“宁姐，我和薛冰交过手，小心他那只眼睛。”眼睛？武叶宁一愣，薛冰的那只眼睛一直隐藏在刘海下，从未示于众人，如今看来必定是他的一大底牌。他那只眼睛应该是天机门某个老东西所残留。晴晴脑海中传来天津柱的声音：“天机门，这眼睛有何神异之处？”晴晴沉声道：“对于史龙林那个天机门老者印象深刻，看到未来一角。”天津柱淡淡的说道：“未来？”晴晴心中一惊，别担心，如果眼睛的主人在世，倒是可以做到。现在这只眼睛嘛，早就废掉了，最多只能看到1秒而已。晴晴沉默不语，有时候1秒时间足以改变很多。好了，血之试炼开启。随着梅青柔一声令下，传送法阵上绽放光辉，将所有弟子淹没。武叶宁与晴晴的身影也随之虚淡，最后彻底消失不见。很快，所有弟子出现在了一片幽暗的海域内，这里昏暗无比，海水夹杂了血液，难以被光亮穿透，形成了一片片斑驳的倒影，看起来诡异非常。武叶宁与晴晴撑开神通，抵御海水的同时，也照亮了一小片区域。然而，这里阴暗至极，寒意逼人，纵使有神通术法，照亮的区域也微乎其微，难以看得更远。那未知的黑暗中，仿佛有巨大阴冷的目光在凝视着众人，虎视眈眈，视他们为猎物。一些初入深海禁区的弟子都是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还未寻找机缘，便已经萌生了退意。毕竟深海之下太过广阔，漆黑而深邃，一旦迷失方向，恐怕再也无法相遇。如果碰到未知的凶险，除了捏碎血行符外，别无他法。那些起临近巅峰的弟子倒是毫无惧意，他们参加过数次血之试炼，此刻直接向着更深处的海域而去。一些境界低的弟子选择跟随他们深入，虽然只能喝口汤，但危险程度大大降低。其他弟子则是3、5成群，缓缓向着深海中进发，获得的机缘也许会少一些，但至少有了安全感。至于上官，以连薛冰等眼玄境的弟子早已不知了去向，他们虽然也在寻找机缘，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到达血始祖陨落地，获得始祖认可。武叶宁，咱俩现在可是竞争对手，如果有大机缘，我不会拱手相让。萧雅叶扬了扬拳头，奶凶奶凶的。那个宁姐、秦哥，我也到深海碰机缘去了，你们2个小心。燕飞尘也前来道别。去吧。武叶宁点了点头。从他们口中得知，血始祖的陨落地是一滴残破的血中世界，在这片禁区中沉浮，可遇而不可求，着急也没有用。很快，他们的身影完全没入了黑暗中，仿佛被一张深渊巨口给吞噬了，再也寻不到半点踪迹。至此，进入深海禁区的弟子都走得差不多了，倒是有一些选择留在武叶宁附近，其中不乏起临近巅峰的弟子。这些弟子想以武叶宁作为庇护，毕竟武叶宁的修为有目共睹，血九祖都出面袒护，也许跟着他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武叶宁与晴晴没有多说什么，默认了他们的存在。走吧，我们也去下面碰碰运气。随后，两人向着禁区更深处沉去，那些弟子也急忙跟上。随着他们的不断深入，周围的海水也越发冰凉，隔着神通都能感受到那刺骨的寒意。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不少血灵，但都失去了灵性，即便将之炼化，也难以提升修为。奇怪，都过去3年之久了，禁区中应该会流落出许多精纯血灵，为何这次进来只有这些废灵？是啊，好像被人洗劫过一般，干干净净。这些废灵倒像是别人炼化剩下的。一些参加过血之试炼的弟子皱眉，总感觉这里有和上次不太一样，大半天功夫也没有任何收获。不过他们也没有遇到什么凶险，
更没有阴兵从暗处杀出来，这也许是布心中的万幸。丫的，肯定是被那家伙给抢先一步了，也不知道给我留一点。秦秦心中暗骂，不知是喜是忧，喜的是影子越强，越可以保护大小姐，忧的是自己小命难保。越往深海，周围愈发阴森可怖，陆陆续续见到一些启灵境小城，启灵境大城的血灵都被午夜凝收入囊中，转手交给了秦秦。秦秦高高兴兴地收下。一些修为低的弟子眼红，但也不敢多说什么，老老实实将午夜凝挑剩下的血灵收下，日后将之炼化，也算是不小的提升。当然，他们遇到不少非人族血脉的血灵，境界不低，散发神异的光，一些弟子斗胆将之炼化，直接七窍流血，暴毙而亡。看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太上长老，所有弟子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敢再轻易尝试。就在这时，一块明灭不定的血光从几人面前飘过，如同一张被扯烂的大网，足以将所有人都笼罩。这张大网摇摇曳曳，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散发的波动却依旧恐怖，如果不慎触碰，将灰飞烟灭。这是禁制。午夜凝神色凝重，他在上面感受到了嗜血魔天诀的气息，只有极其强大的修为才可以布下。萧雅叶曾提醒过，只要不踏出禁制外，相对是安全的，而禁制外将有大凶险。但是这块禁制却损毁了，仿佛被某种巨大的生物用尖牙硬生生撕咬下来。这是几位老祖不下的禁制，一些修为高的弟子也将其认出，顿时面色骤变。什么生物干的？难道是那些阴兵？修为低的弟子颤颤巍巍，情不自禁地握紧了血行符。有大恐怖将禁制撕裂，踏入了我们这片海域，就隐藏在周围的黑暗中。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汗毛耸立，后背发凉。他们能感知的范围极其有限，总觉得阴暗处有一双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这里，张开血盆大口，缓缓靠近。咦，那是一滴至纯血灵吗？就在这时，一个弟子惊声开口，指向深海处。只见那里的阴暗中闪烁着淡淡的血光，若隐若现，不知是何人洒落，更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却可以将这血海穿透。午夜凝神色一喜，觉得那滴血灵甚是不凡，隐隐达到了眼玄境，对他修为大有帮助。那滴血灵没有被人收走，附近的区域也一定会被人探索。跟随的众弟子都是神色欣喜，觉得有汤喝了。秦秦暗中施展瞳术，观望那滴血灵，顿时神色一变，提醒道：“大小姐，这滴血灵来的突兀，还是小心为妙。”午夜凝微怔，点了点头，虽然在向那滴血灵靠近，却故意放缓了脚步。那边有光亮，看起来是咱们万血海的弟子。与此同时，不远处同样有数道微弱的光在向那滴血灵靠近。一些弟子都觉得轻松了不少，毕竟深海禁区太过压抑，待得久会让人发疯，遇到同门弟子感觉格外亲切。哈哈，这滴血灵乃是无主之物，先到者先得。那帮人之中，为首的弟子修为不低，达到启灵境巅峰，此刻毫不理会午夜凝等人，向着至纯血灵大踏步而去。午夜凝看着那人抢先一步，神色平淡，不为所动。他旁边的弟子倒是急坏了，有些人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想分一杯美羹。哈哈，有了这滴血灵，我说不定可以突破境界，踏入眼玄境。那个启灵境巅峰的弟子乐开了花，恨不得当场将之炼化。哇，周围还有这么多血灵，李师兄，我们这次赚翻了。一些修为不高的弟子匆匆赶来，欣喜若狂，各自收集起来。奇怪，这是什么？就在这时，一个弟子皱起眉头，发现下方有许多尖锐的怪石，直挺挺向上，足有半丈长短。这些怪石依附在布满褶皱的石壁上，无规则的排列着。那弟子沿着石壁向上探索，顿时被吓得面无血色。那是一只巨大的眼睛，周围布满奇形怪状的鳞片，眼珠子向外突出，闪烁着森然的光，静静地俯视着他。直到此刻，他才认清自己的处境，置身在一条体型庞大的怪鱼口中。这条怪鱼如同黑色的山丘，身上长毛倒角与尖锐鳞片，以致纯血灵为诱饵，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钩。怪物！那弟子惨叫一声，仓皇逃窜。其他人还沉浸在收集血灵的喜悦中，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回过神时，怪鱼的深渊巨口已经猛地合上。啊！惨叫声传来，一些弟子来不及捏碎血行符，当场被咬得稀烂。那个启灵境巅峰的弟子一时暴毙，化作怪鱼口中之血。死！跟在午夜凝旁边的弟子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后怕不已。这条怪鱼生活在万血海之底，不知吞噬了多少残血，肉身竟然达到了机缘境巅峰。怕什么？只是一条变异的鱼而已。我们一起出手，将之斩杀。有修为高的弟子逃过一劫，此刻镇定下来，向怪鱼施展神通。一些弟子闻言也是急忙出手。然而怪鱼的鳞片太过厚实，如铜墙铁壁一般，满是倒角的尾巴横扫而过，直接将许多弟子拍成血雾。逃！快逃！见到这一幕，幸存下来的弟子内心惶恐，不敢再战，纷纷捏碎血行符，离开了深海禁区。随后怪鱼凶势不减，竟然将矛头转向了午夜凝与秦秦，张开血盆大口撕咬而来。午夜凝旁边的弟子神色大变，四散而逃，有一些则是果断地捏碎了血行符。大小姐当心！秦秦获得抽出冰破神剑，上前一步。午夜凝神色一寒，毫无惧意，直接催动足血匕首浮现，向着怪鱼的两只眼睛斩去。噗噗！怪鱼的眼睛瞬间爆出血花，剧痛的同时也失去了光明，只能在原地来回噬咬，仿佛发疯一般。午夜凝玉手一挥，血色匕首锋利无比，直接从怪鱼口中长驱直入，在他腹腔内来回绞杀。好！浓稠的血液不断从怪鱼鳞片里渗透出来，
怪鱼发出痛苦的咆哮，扭动庞大的身躯向深海逃窜。哪里逃？午夜宁一声轻喝，与晴晴追杀上去。不知追杀了多久，这条山丘般的怪鱼终于失去了动静，静静地悬浮着，生机彻底断绝。小样，还挺能跑。午夜宁冷冷地开口，从怪鱼尸体中取出那滴质纯血灵，至于其他的，通通赏给了晴晴。晴晴心中骇然，这怪鱼可一点也不小。不过经此一战，他们附近再也没有跟随的弟子，整个深海禁区中昏暗无比，仿佛只剩他们2个人。也不知现在处于禁区的什么方位，血始祖陨落地又沉浮在何处。两人都有点犯嘀咕，继续在这片深海中游荡。不多时，他们竟然看到了燕飞尘的身影。燕飞尘闭目盘坐，眼玄镜的修为撑展开来，面前悬浮着一滴血液，散发着极为不凡的波动，隐约间竟能看到大妖在其内跃动。难道这是一滴麒麟血？午夜宁和晴晴打量了一会儿，没有停留，继续探索。很快，他们碰到另外一伙弟子，有3、5个麒麟境巅峰，此刻正聚集在一处商讨着什么。他们的前方是一片浓厚的血水，没有光线可以穿透，其内悬浮着不少血灵，但却无人敢上前，只是远远的观望。到了这里，阴冷气息格外的重，下方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吸力，仿佛一张大手在将所有人往深海里拖拽。这股波动绝对是藏神殿散发出来的，难道有什么生灵正在催动它？晴晴神色凝重，对这股吸力再熟悉不过。午夜宁同样有所警觉。就在这时，一个启灵境巅峰的弟子动了，他向着那片血水走去，道：“既然这些血灵都是从一个地方洒落出来，我们直接找到它的源头，大肆提炼一番，如何？”“你找死不成？这附近可是有阴兵沉浮，造化越多的地方也越凶险。”有弟子劝阻道：“有什么好怕的？此地有几位老祖布下禁制，那些阴兵还敢？”那弟子不信邪，大摇大摆上前，然而话还没说完，一道寒芒便从他脖子上抹过，那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那弟子脸上一僵，颤抖着捂住脖子，鲜血却汩汩涌出，连血行符都来不及捏碎，便横死当场。只见那浓厚的血水中，缓缓走出7、8个骷髅兵，身穿远古年代的甲胄，闪着乌光，手中持着锈迹斑斑的兵刃，杀气腾腾。他们早已死去，血肉更是腐朽，眼窝中却散发出2道幽暗的眸光，在这深海中忽闪，如同厉鬼。是阴兵。这一刻，在场的所有弟子大惊失色，向后退散。午夜宁与晴晴同样心中一沉，他们曾在一时之河中见到过这些兵将，深知他们的厉害。不要慌，这些阴兵实力并不强，我们且战且退，将他们摆脱。几个启灵境巅峰的弟子没有犹豫，齐齐向阴兵出手，霎时间血色神通横飞，将这些阴兵的骨头、甲胄打得崩散开来。然而这些阴兵被诡异力量所诅咒，不死不灭，很快便将断骨残甲接续，急速冲杀而来。他们生前曾身经百战，杀伐无数，一招一式都是最为致命的手段，绝不拖泥带水。啊！有些弟子遭到近身，直接被寒刃力劈成2半，血洒深海。眼看这些阴兵杀之不尽，其他弟子都果断捏碎血行符，消失在了深海中，什么造化不造化的，保命要紧。随着杀戮目标的丢失，一个阴兵竟然盯向了午夜宁与晴晴这边，2道阴冷的眸光如同来自地狱，让人背脊发凉。嘿嘿，他发出阴恻恻的笑声，将锈迹斑斑的大刀指了过来。霎时间，所有阴兵都扭转脑袋看向这里。小琴子，快逃！哎！午夜宁与晴晴都觉得大事不妙，快速逃遁，那些阴兵则是紧追而来。过程中，两人施展神通，手段尽出，将身后阴兵斩得分崩离析，却只能拖延片刻的时间。这些阴兵本就是死物，不知疼痛，此刻不断接续断骨，穷追不舍。可恶，难道就这么离开血之试炼吗？午夜宁心有不甘，此行连血始祖陨落之地都未曾寻见，更别说得到始祖认可了。突然，置身乾坤中的吴小白打了个哈欠，似乎有要苏醒的迹象，却只是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然而，只是这短短的一息，一股威严的气息却将两人笼罩了，高贵而又珍惜，不可侵犯。感受到这股气息，身后的几个阴兵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再追杀，只是远远的观望。咦，他们怎么不追了？难道是因为小白、午夜宁与晴晴见状，都是长舒了一口气？那些阴兵被黑暗所笼罩，只能看到那几双幽幽的眸光在凝视着这里，犹豫了许久，终是选择退去。小白既然能阻止这些阴兵的步伐，午夜宁皱眉，虽然逃出升天，却忧上心头。很快，两人收拾好心情，决定继续前行，同时寻找血始祖陨落地。原来你们在这里，找得我好辛苦啊！就在这时，一个人影缓缓向他们走来，浑身散发着眼玄镜的气息，声音冰冷。薛冰。午夜宁与晴晴都是眉头一皱。嘿嘿。薛冰阴森一笑，道：午夜宁，我来取你的命，这里没人就得了你。是吗？你哪来的把握？午夜宁冷冷地看着他，两人早有恩怨，一场争杀在所难免。在这里，你有祖血护体又如何？一旦爆发出威力，强大的阴兵将闻讯赶至，与寻死无异。薛冰冷笑着，一只眼睛被刘海遮盖，另一只眼闪烁寒光。午夜宁神色一动，薛冰说的并不是假话，禁制内混入了恐怖的存在，就隐藏在未知黑暗中。由血行符在手，就算你有再多杀招，我们也可返回传送法阵。午夜宁并不慌乱。血行符？笑话，你看看血行符还能使用吗？薛冰挑了挑眉毛。听闻此话，晴晴瞳孔骤缩，急忙取出血行符查看，却见上面的纹路不曾改变，依旧可以感应传送法阵。蓦然间，一道血光向血行符袭来，
秦晴一惊，想将血行符收回，却根本来不及。那血光仿佛在他未拿出血行符之前便已经击出了。只见血行符上面的纹路忽闪了2下，彻底暗淡下去，也失去了传送的能力。你！秦晴猛地抬头，愚蠢，不过试炸你们一下，竟然真的将血行符拿了出来。薛冰咧嘴一笑，自信无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可恶，那只眼睛！秦晴咬牙，天机眼让薛冰占尽先机，一个疏忽竟然上了他的当。你们主仆2人不是形影不离吗？如今血行符毁坏一个，若是陷入死地，让谁离开比较好呢？薛冰神态戏谑，做出思考的样子。午夜凝眸中杀机乍起，直接催动足血匕首，向着薛冰眉心斩去。你伤不到我的。薛冰冷笑，一歪脑袋，轻易将匕首躲过。午夜凝眉头微皱，不断催动匕首杀伐，却总是被薛冰险而又险避开，难以伤他分毫。太慢了。薛冰不屑地摇了摇头，道：时间都追不上我，你又算得了什么？大小姐，薛冰那只眼睛很古怪，似乎能提前预知我们的行动。秦晴适时地说出心中猜想。午夜凝沉默不语，挥手间血灵纷飞，想以血阵将薛冰封困。然而薛冰同样击出血芒，将阵脚击毁，让其无法成形。闹够了吗？轮到我出手了。就在这时，薛冰动了，弹指间击出一滴血珠，朴实无华，却蕴含他眼玄镜的全部威力。他的目中有2道午夜凝的身影，一实一虚，虚的正在快速躲避，而实的正在沿着虚影行动，将要撞上血珠。薛冰嘴角上扬，见那血珠袭来，午夜凝瞳孔一缩，本能的想躲闪，却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危机。想到秦晴的提醒，午夜凝硬生生停顿了一些身形。下一刻，那滴血珠出现在了他躲闪的必经之路上，擦着面颊而过，斩断几根秀发。竟然躲开了，有点意思。薛冰略有惊讶，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你躲得了1次，躲得了10次吗？午夜凝眉关紧锁，有了天机眼加持，薛冰的神通术法难以预测，防不胜防，还未争斗，午夜凝便已落了下风。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天金柱大哥，你超脱时间长河，可否让我短暂拥有同样的能力？秦晴心中急切，替午夜凝思考对策。这个嘛，倒是可以，但你修为太低，根本接近不了薛冰，就算以冰魄剑抵抗攻势，如何再有手段杀敌？天金柱不解。秦晴咬牙看向手中的冰魄小剑，这一刻，小剑似乎明白了秦晴所想，竟然打出一声剑鸣，很悲怆，但也无悔。冰魄神剑有灵性，虽然陪伴秦晴的时间不长，却与他出生入死。剑者，明哲不屈。好吧，那本天金便出手1次，但你一定要确保将他除掉，否则将惹来大祸害。天金柱告诫道。知道。秦晴郑重点头。这会儿功夫，午夜凝已经与薛冰再次争杀起来。午夜凝以不动石像护身的同时，洒血成冰，一个个远古冰浆从血灵中踏出，向薛冰杀去。这些手段对我造不成威胁的，你只能躲在石像里等死罢了。薛冰放肆大笑，万军从中过，冰刃不沾身，直接施展嗜血咒向午夜凝吞噬而去。午夜凝不敢大意，同样催动嗜血咒，虽然可以抵挡气血的流逝，但灵力却在快速被夺去。薛冰作为公孙弘文的亲传弟子，自然是天骄之辈，修为碾压普通弟子。此刻运转嗜血咒，让午夜凝倍感压力。如果任凭他这么施展下去，我迟早会落败。午夜凝面色凝重，用尽各种手段，却无法杀伤薛冰，只能被动防守。突然，昏暗的深海中闪过一道寒光，那是一道剑芒。就在薛冰放松警惕的刹那，秦晴高举神剑，挺身而出，向薛冰斩去。小晴子，你不是他的对手。见到这一幕，午夜凝神色大变，急忙开口阻拦。然而秦晴不管不顾，如同飞蛾扑火般飞速接近薛冰，手中冰魄神剑爆发璀璨的光辉。你找死！薛冰目光一寒，视秦晴如蝼蚁，直接击出一道血芒，向秦晴碾杀而去。秦晴见状，猛然挥动神剑抵挡，剑锋与血芒相碰撞，爆发出剧烈的波动。这一刻，冰魄神剑疯狂颤抖着，巨力沿着剑身全部蔓延到秦晴身上。秦晴咬紧牙关，运转全部修为，苦苦支撑。哼，浮游汉术。薛冰冷哼一声，正欲击出第2道血芒，却听见细微的破裂声传出，冰魄神剑上竟然蔓延出一条条裂痕。薛冰瞳孔陡然一缩，轰！下一刻，整个冰魄神剑碎裂开来，在这昏暗的深海中，如同一朵绽放的花，晶莹剔透，美得绝伦。昙花虽美，却只有一线，数不清的碎刃向着薛冰斩去，将他完全笼罩在内。什么？薛冰面色骤变，因为这些碎裂的剑刃竟然直逼他要害而来，任他如何观望，都无法窥探出诡计，更无从躲避。这些碎刃晶莹无比，尖锐而锋，蕴含小城玄冰的全部威力。给我死！秦晴目露狠色。然而，就在这些碎片要将薛冰斩成马蜂窝时，一股诡异的气息突然在他身上涌现。薛冰的刘海被这股气息卷动，露出了下面那只从未示人眼睛。那是一只残破的眼珠，瞳孔无神，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腐烂，看起来格外瘆人，却无比沧桑。你知道我为这只眼睛付出了多少吗？我再也不敢用真面目见人。薛冰歇斯底里地咆哮着。秦晴心中剧震，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哼！只听薛冰从牙中挤出这2个字，同一时间，他的所有灵力连带着生命精华都向那只残破的眼睛涌去。天机眼颤栗着，仿佛活了过来，一股灰白色从瞳孔中蔓延而出，所有触碰到他的碎刃都诡异地静止了。这是
秦晴呼吸急促，他也被那灰白色笼罩了，不光身子动弹不得，连意识都停止了思考。轰！灰白色炸散开来，这片范围内血海停止了翻涌，水中微不可察的颗粒微生物也凝固了。武叶宁同样保持着呼喊的姿势，一动不动。时间长河停止了流淌。哈哈哈！薛冰踉踉跄跄，捂着残破的天机眼，血水不断从他的指缝里渗透出来，看起来阴森可怖。你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竟然让我无法窥探。如今我让时间停止，你又该如何破解？薛冰死死地盯着秦晴，面色惨白，脚步虚浮，因为天恒耗费了他极大的灵力与生命精华。随后，薛冰的双掌中浮现出2道血芒，要在属于他的领域中将武叶宁与秦晴2人毙命。突然，秦晴的眼珠子转动了一下，冷冷地看着他。什么？你？这一刻，薛冰仿佛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事情，直接被吓退一步。哼！秦晴脑海中天金柱冷哼一声，而后所有的灰白色如潮水般倒卷，薛冰耗尽心血施展的天恒瞬间被化解。霎时间，血海恢复了流动，武叶宁与秦晴也恢复了自由身，那些冰魄神剑的碎刃依旧向薛冰洞穿而去。不！噗噗噗！薛冰避无可避，身上直接被斩出数不清的血窟窿，却凭借天恒于势，堪堪避开了最致命的一击。坏了，竟然躲开了！秦晴心中一沉，薛冰未死，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而他也来到了死地，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哈哈，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杀吗？薛冰满脸是血，虽然身受重伤，眼玄镜的修为却是实实在在的，此刻直接向秦晴挥出数道血芒，咆哮道：“去死吧！”秦晴面色难看，他的冰魄神剑已碎，失去了最后防身手段，无论如何也抗不下这一击，触之必死无疑。祖血，护住小晴子！就在这时，身后传来武叶宁急促的声音。轰！一滴祖血洞穿虚空而来，悬浮在秦晴头顶，垂落下恐怖的威压，将薛冰的血芒尽数碾碎。借此机会，薛冰拖着重伤之躯，迅速隐遁入黑暗中，无影也无踪。小晴子，没事吧？武叶宁满脸忧色，快速赶至秦晴身侧。刚刚的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武叶宁只看到薛冰被破碎的剑刃重创，不知道其中暗藏了多少凶险。我没事，大小姐，可惜没能将姓薛的斩杀，让他逃掉了。秦晴捂着胸口，整条胳膊麻嗖嗖的，不由得望向手中的残剑，心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将你复原。残剑震颤了一下，似乎在回应秦晴。武叶宁满眼怒意，挥手将祖血收回，斥责道：还管什么薛冰不薛冰的，若不是祖血破碎虚空，你早就死了，知道吗？秦晴看着武叶宁生气的样子，心中一暖，急忙打着哈哈道：知道了，大小姐，秦晴知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武叶宁依旧没有消气，冷声道：这次记你大过一剑，等离开血之试炼，看我怎么收拾你。啊，别呀，大小姐！秦晴顿时笑不出来了。突然，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将2人笼罩了，仿佛来自远古，冰冷而威严，不知比之前那几个阴兵强大了多少倍。一定是刚才祖血爆发出太强的波动，惊动了禁区暗中的存在。武叶宁皱着眉头，两人都是如临大敌，不敢轻举妄动。啪嗒啪嗒，有铁蹄的声音传出，很沉闷缓慢，却让这片深海都跟着颤抖。武叶宁与秦晴都感觉心脏极其难受，难以抵抗这股威压。黑暗中缓缓浮现出3双眸光，幽幽暗暗，向着他们缓缓逼近。竟然有3个！这一刻，两人心中巨震，那3道目光的主人太强了，杀伐之气外露，震慑这片海域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抵抗的。完了小子，这些阴兵触及到了道境的门槛，一个你们都解决不了，更别提3个了。天金柱第一时间说起了丧气话。可恶，血行符只剩下1个，以大小姐的性格，肯定不愿弃我而去。秦晴咬牙，若不是他大意失血符，现在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午夜凝神色凝重，盯着那3道眸光。啪嗒啪嗒，时间流逝得很缓慢，渐渐的，那3道眸光的主人出现在了他们视野中。那是3个身姿挺拔的骑兵，手中持着锋利的长矛，闪烁森森寒光，甲胄比普通阴兵要高贵很多，即便死去，也不曾失去生前的锐气。他们身下是3匹亡灵之马，头颅高昂，浑身被冰冷而沉重的铁甲覆盖，铁蹄上沾染着血迹，曾冲锋陷阵，不知踩踏过生命。这3个骑士如同兵中贵族一般，肃穆端庄，高高在上。午夜凝与晴晴被他们冰冷的目光注视着，断然没有逃跑的可能，一旦争杀，必死无疑。要不将小白取出来震慑他们？晴晴心中犹豫不决，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愿让小白与这些阴兵有瓜葛，但此时此刻仿佛已经走上了绝路。就在这时，一个骑士竟然跃下铁马，直直向午夜凝逼来。午夜凝面色一变，忍不住后退一步。见状，那个骑兵顿下脚步，没有再靠近，而是与之前的几个阴兵一样，凝视着午夜凝，似乎在犹豫着什么。午夜凝与晴晴同时皱眉，相视一眼，不知道这个骑士搞什么名堂。奇怪，小白并未散发出气息，他们到底在犹豫什么？一瞬间，晴晴脑海中闪过无数道思绪，最终定格在了一石之河头处的画面上。画面中，一座地座被无数兵将簇拥着，两侧更是分立着极强的气息，而端坐于地座上的生灵，体态与气息竟然像极了一个人族女子。难道大小姐与地座上的生灵容貌极其相像，或者说气息很相似？想到这里，晴晴瞳孔猛然收缩，只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荒谬，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时，下马的骑兵缓缓向后退去，似乎做出了某种判断，而另外2个骑兵身下的坐骑也都有意无意地抬动铁蹄，一股肃杀感从他们身上弥漫出来。秦晴心中咯噔一声，知道大事不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大摇大摆地上前朝那个下马的骑兵走去。小晴子，你……见到这一幕，武叶宁心脏骤停。只见秦晴撸起袖子，二话不说，在那骑士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抽得他头盔突噜噜地转。这一刻，武叶宁瞪大了眼睛，另外2个骑兵也是不知所措。深海中诡异地安静了下来，只能听到头盔与骨头摩擦的声音。被扇了一巴掌的骑兵猛在原地，万万没想到秦晴会做出这个举动。他随军征杀无数，立下赫赫战功，何时受过这种委屈？而秦晴同样也不好受，那头盔冰冷而坚硬，震得他手掌生疼，此刻强忍着疼痛，训斥道：“为何现在才来护驾？不知道女帝差点丢了性命吗？”女帝？吴叶宁一愣，心道：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个称呼？难道小晴子喜欢这一套？见秦晴如此行事，那下马的骑士终于打消了疑虑，连忙将自己的头盔戴正，而后对着武叶宁恭敬一拜。另外2个骑士见状，也是不敢再放肆，齐刷刷的下马，对武叶宁参拜下去。武叶宁惊得说不出话，事情转变得太突然了，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秦晴急忙朝他眨了眨眼睛，嗨嗨。武叶宁瞬间明白了秦晴的意思，此刻干咳2声，装模作样的说道：“起来吧。”听闻此言，那3个骑士才敢起身。这时，一个骑士竟然对武叶宁做出请的手势，似乎是想接他回到更深处的海域。不会是要带我们回葬神殿吧？秦晴头皮发麻，虽然他延缓了死亡，危急却不曾解除，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武叶宁投来目光，2人眼神交流一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前往那未知的禁区深处。另一边，薛冰跌跌撞撞的在深海中前行，身上散发的血光忽明忽暗，证明他此刻的状态极差。他疯狂催动嗜血摩天诀，才勉强止住伤势，让生命精华不再流失。该死，那奴仆身上一定隐藏着至宝，之前传授错误功法时，也是他从中作梗。薛冰咬牙切齿，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次试炼结束，一定要将此事告知师傅。不过在此之前，始祖认可才是重中之重。薛冰闭目盘坐下来，在这寂静无人的深海中，默默恢复伤势。无声无息间，一个身着黑袍的人影出现在了他面前，如同鬼魅一般，与这片深海完全融为了一体。似乎是察觉到了一缕寒意，薛冰猛然睁开眼睛，道：“你是何人？”他的眼中，这个黑袍之人散发的气息不过启灵境大成，就算是他身受重伤，也可挥手将之斩杀。在下是万血海的弟子。黑袍之人平静开口：“既然是万血海弟子，看到我薛冰还不速速退下？”薛冰冷冷地呵斥道：“我还不能走，因为你知道了我的秘密。”黑袍人的容貌被遮盖了，只能看到嘴角微微上扬。薛冰的瞳孔猛然一缩，冷声道：“是你？是我，也不是我。”黑袍人淡淡的回应。薛冰双目微眯，感觉极其不对劲，因为他刚才和秦晴交过手，秦晴的修为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启灵境大成。你以为我受了伤就有可乘之机吗？启灵境大成，我视之如蝼蚁。薛冰并无惧意，挥手甩出一道血芒，向着黑袍人击去。噗嗤，黑袍被撕裂了，想象中的血花并没有溅射出来，下面空无一物，仿佛根本没有人。什么？薛冰突然意识到危机，想都没想，直接取出血行符。可是他前方黑袍人已经不见了踪影。不可能！薛冰大惊失色，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修为的波动。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招惹我家大小姐。就在这时，薛冰身后传来一个冰冷刺骨的声音，同时一只满是黑气的手扣在了他的手上。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薛冰惊惧不已，他是修行之人，但这个黑袍人的一举一动却打破了他的常识，像极了凡人眼中的鬼怪物。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影子，阴魂不散的影子。黑袍人贴在薛冰耳边低语，如同索命的恶鬼。啊啊！薛冰想捏碎血行符，手指却被黑袍人一根一根的掰断了，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突然，黑袍人身上散发出冰冷的黑气，将薛冰完全缠住，而后薛冰的气血修为疯狂地往他身上涌动。这是嗜血咒？不对，我修为远超于你，你凭什么吞噬于我？薛冰面色惨白，同样催动嗜血咒，但修为与生命精华却在快速流失着。如果你全盛时期，我确实无法做到，但你现在修为大损，如何与我的摩天诀抗衡？黑袍人森然一笑。摩天诀？薛冰双目大睁，难以置信。直到此刻，他才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不由得哀求道：“师父，师父救我！”他的眉心留有公孙弘文的保命圣血，可以轻易灭杀至圣境以下的全部存在，此刻却一点反应也没有。短短几息，薛冰的灵力便所剩无几，最后2条胳膊一垂，彻底殒命。这就是眼玄境的灵力吗？过瘾，太过瘾了！黑袍人张开双臂，回味着修为增长的快感，周围散发的黑气仿佛凝实了一点，而薛冰则是死不瞑目，缓缓沉向冰冷的深海。这样下去，应该很快就能追上大小姐了。黑袍人喃喃自语，消散在了黑暗中。万血海，公孙弘文正盘坐在洞府之中，突然，代表薛冰的那一盏魂灯熄灭了。公孙弘文缓缓睁开双眼，无喜也无悲。禁区中阴森可怖，昏暗无比，几道淡淡的光亮在前行着，向未知的深处而去。午夜宁端坐在高大的铁马上，
秦晴紧紧跟随，那3个骑兵则是守护在侧，不敢与武叶宁并驾齐驱。我们到底走了多久？这里还在万血海范围内吗？武叶宁与秦晴小声交谈着，这片海域深不见底，他们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只感觉诡异吸力越来越大，让人心中不安。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了许多血色的纹路，演化玄妙的道痕，隐隐有封天锁地之势，如同一张大网，将这片海域隔绝。几位老祖布下的禁制，两人心中一沉。禁制之上出现了几个巨大的缺口，有强大的存在将他们撕毁了，而一旦踏出这里，代表他们来到了极其危险的位置。武叶宁抬手做出停的手势，想拖延一些时间，那3个骑兵却来到缺口前等待。他们与普通的阴兵不同，灵智尚存，并未浑噩，而且地位不低，曾亲眼见过地座上生灵的相貌。武叶宁与秦晴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只好继续前行，一旦表现出异常，恐怕会被当场诛杀。又深入了一段距离，周围开始出现巨大的岩壁，漆黑而冰冷，古怪嶙峋，形成一条幽深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到了这里，来自藏神殿的吸力猛然间增大了几分，仿佛可以将人的灵魂吞噬。不行，得赶紧想个办法脱身，一旦进入藏神殿，必将万劫不复。秦晴心中焦急，不断思考脱身之法。他们沿着这些岩壁而行，不时看到淡淡的鲜血与断裂的兵刃，这里曾发生过征杀，有修士折戟于此。随着他们的深入，岩壁上的鲜血越来越多，有的早已暗淡，失去了灵性，有的则鲜艳无比，像是近几万年才留下的。很显然，藏神殿被镇压后，不光血始祖来过这里，之后的无数岁月，同样有许多强者至此挥洒下鲜血。就在这时，秦晴突然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就在这些染血的岩壁上。难道是血始祖的血？秦晴瞳孔猛地一缩。血始祖当年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未能成仙，晚年踏入了深海禁区，曾走过这条，并且负伤。看来藏神殿已经不远，不过它的主人应该没有苏醒，不然将打破封印而出。秦晴心情沉重。渐渐的，岩壁上出现有一些刻字，有的是人族先辈所留，有的则难以辨认，疑似妖族古文。成神无望，为人族尽一份绵薄之力。日月神道，东方象民所留。仙路损，神道缺，万物悲天。这些刻字的年代难以判断，或陈或新，但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豪意与道韵，未曾被磨灭，说明他们修为极强。万血海3祖至此秉承先祖遗志。就在这时，岩壁上出现了几个简短刻字，只表明身份和来意，却有难以掩盖的锋芒。血3祖。武叶宁与秦晴同时一惊，这几个字是由紫色的血刻下的，苍劲有力，弥散出淡淡的杀意，却又不失优雅。紫色的血应该是某种神异体质。两人心绪难平，血3祖是极其古老的人物，就算修为不及血始祖，也一定是天骄之辈，却义无反顾地葬身在了这里。但两人不能表露太多声色，他们知道陨落在这里的前辈不计其数，留下刻字的只是冰山一角。就在这时，前路突然传来海水翻腾的声音，闷如雷震，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征杀。难道有前辈在前方征战？武叶宁与秦晴相视一眼，心生希望。随着前行，一个紫衣少女出现在了两人视线中，面容清秀，黑发翩然，一双紫眸中蕴含无边道士。她正在施展嗜血魔天诀，与一个手持长戈的异族激战，两者都是极强的存在，一招一式似可毁天灭地。血3祖竟然是一个女子！武叶宁与秦晴失望了，并非血3祖不强，而是这只是一道战斗残影，随着他们的到来将要消散。两人叹息一声，继续前行。没过多久，前方的石壁上开始出现刀刃的痕迹，狂放而又霸道，是武道极强的表现。他们的正前方是一道巨大的裂缝，断口处平整无比，似是被一刀力劈而下，隔着极远都能感受到寒意。好快的刀！秦晴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裂缝中延伸出几条铁链，森森然，闪烁乌光，另一端通向深海之中，不时与墙壁碰撞，发出声响。铁链上残留着鲜血，仿佛刚流淌不久，没有失去灵性。秦晴心神一动，他在这些铁链上察觉到了藏神殿的气息，一丝一缕，那是可以夺取生机的诡异力量。这铁链一定是从藏神殿延伸出来的，它的另一端通向何处？想到此处，秦晴急忙施展瞳术，观望向漆黑的裂缝深处。那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者，被深锁在铁链中，低垂着脑袋，仿佛早已死去。他的肉身极强，浑身上下只有3个弱点，但偏偏每个弱点都被铁链洞穿了，血液不断滴落。但是他正在呼吸着，虽然很微弱，却蕴含巨力，卷动周围的海水。是一位人族前辈，而且未死。秦晴大喜过望，如果能将这位人族前辈救出，他们或许也可逃出升天。这位老者身受重伤，但生机不曾断绝。然而铁链中散发出藏神殿的诡异力量，让他无法恢复己身。不行，得赶紧救这位前辈出来。秦晴大脑飞速思考，同时拉了拉武叶宁的裙角，示意他停下来。武叶宁心领神会，急忙抬手止住前进的步伐。这几根铁链干什么用的？秦晴背负双手，装腔作势地问道。一个骑兵发出冰冷的声音道：5000年前，有生灵踏入此地，惊扰了8部统领，特以铁链将其封锁。5000年。听闻此言，武叶宁与秦晴忍不住动容。秦晴不敢再耽搁，直接大摇大摆地向裂缝中走去。统领有令，擅入裂缝中，死！一个骑兵见状，霍地挥动手中长矛，擦着秦晴的鼻尖而过，矛头闪着寒芒，拦住了他的去路。
秦晴眉头一皱，反手给了那个骑兵一巴掌，道：“我乃女帝暖踏侍从，你也敢拦？暖踏侍从是何身份？从未听说，难道敢违抗统领的意志？”那个骑兵捂着脸怒视秦晴，他臣服于天帝，不代表畏惧秦晴。此刻被连续抽了2巴掌，心中难以接受。想知道暖踏侍从是什么？好，我告诉你。秦晴扬着下巴，一步步向那骑兵逼近，道：“八部统领管得了的，我暖踏侍从要管；管不了的，我暖踏侍从也要管。先斩后奏，帝权特许，听明白了吗？”那骑兵随8部统领杀伐无数，满身戾气，在秦晴这股威势下，竟然被逼得不断后退。此刻不堪受辱，就要向秦晴出手。就在这时，铁骑上的午夜凝投下冰冷目光，虽然没有散发威压，却如地如君，让人不敢忤逆。那个骑兵胸膛剧烈起伏着，手中长矛剧烈颤抖，终究是不敢出手。而后，秦晴两袖一挥，趾高气昂地踏入了裂缝中，顺利来到人族老者的身前。这位老者披头散发，双目紧闭，被葬神殿中的铁链深锁5000年，肉身近乎枯竭。他身上有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被铁链穿透了，无法恢复，那是他的弱点所在，如今已经溃烂，让人触目惊心。纵使他修为再高，血肉之躯再强横，也挣脱不开铁链的束缚，此刻奄奄一息，仿佛将要死去。前辈，前辈！秦晴心痛不已，小声呼唤。他的境界达到了与神境小成，若是全盛时期斩杀那几个骑兵易如反掌，但现在天金柱的声音也有些凝重。秦晴心中一沉，小友，你不必开口，免得让那些异族亡灵生了疑心。突然，秦晴脑海中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很虚弱，似乎只剩最后一口气。前辈，我有一道续航符，可否助你脱困？秦晴满脸忧色，眉头紧皱。不行，你此去若是能见到我的狂刀，将其带回，或许可解此绝境。老者声音时断时续，仿佛随时会消失。可是那狂刀连前辈都无法召回，以在下的修为，如何将其催动？秦晴焦急询问。这铁链很诡异，斩断了我与狂刀的联系。你若见到他，默念此诀，他自会听命于你。老者将几句口诀传入了秦晴脑海中，字句如刀，狂放不羁，随后便陷入了完全的沉寂，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前辈，前辈！秦晴心中呼唤2声，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前辈，坚持住！秦晴生怕那3个骑兵起疑，不敢再停留，快速返回武叶宁身边。2人目光交汇，无需言语，便可明白对方的意思。此刻只当无事发生，继续随铁骑深入。不多时，一座黑金铸造的墙壁出现了2人面前，上面布满刀伤剑痕，于血色深海中闪烁乌光，散发着威严而凝重的杀气。时隔无数岁月，秦晴再次见到了这座冷冰冰的宫殿——葬神殿。由于岁月的变迁，葬神殿深深地陷入了泥沙与岩壁中，只有一小部分暴露在外，但即便是这一小部分，也让人不寒而栗。它是宫殿，亦是镇杀神明的武器，终究还是来到了这里。秦晴心情沉重，葬神殿诡异非常，内部与世隔绝，就是天金柱也不能例外。可惜本天金残缺不全，若是找回全部的经书，非将这破宫殿掀个底朝天。天金柱嘀咕着，黑金墙壁上伫立着一道门户，深邃而漆黑，有吸力散发出来，却没有无数年前那种不可阻挡之势，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与它对抗。咦，看来葬神殿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如此，取回那位前辈的狂刀，并非全无机会。秦晴紧了紧拳头。就在这时，秦晴双目一凝，这道漆黑的门户旁竟然被刻下了几个古字，是某个踏入葬神殿的前辈所留。这是准仙之境。秦晴心中巨震，这些古字入壁3分，散发的波动竟然不低于巅峰时期的血始祖。葬神殿是由异界黑金铸造，坚不可摧，能留下痕迹已是难上加难，而能在其上刻字者更是少之又少。星河一转，命格难改，万古一念，轮回尽展。这些古字似是存在了许久，又像是刚刚被刻下，古朴与崭新的气息交替演化，神秘莫测。这位前辈可以与巅峰血始祖比肩，难道最终也没能成仙，陨落在了葬神殿中吗？秦晴心绪难平。前面的刻字中提到了仙路损、神道缺，还有成仙无望等字样，如今更是涉及轮回2字，这是他无法触及的隐秘。轮回，真的有轮回这东西吗？秦晴思绪万千，与武叶宁一起踏入葬神殿中。这里一如既往的昏暗冰冷，墙壁可以吞噬视线，弥漫的力量能剥夺生机。不同的是，他与天金柱的联系并没有被斩断，这里多了另外一股力量在与葬神殿抗衡。武叶宁有吴小白庇护，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秦晴有意无意往他身边贴了贴，以抵抗岁月的力量。这些骑兵要带我们去见谁？是他们口中的8部统领，还是地位更高的存在？秦晴知道，不论见谁，他们都极可能露馅，必须在此之前找到那位前辈的狂刀，那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没走几步，前方竟然出现了光亮，只见一个伟岸的身影盘坐在黑暗中，周身金光流转，介于虚幻与凝实之间，不知是古往还是今来。那是一个中年男子，长发披散，双目紧闭，眉宇间有气吞山河之势，仿佛只存在了一瞬，却又永存不朽，无法被磨灭。他盘坐于风口浪尖上，面容平静，岿然不动，金光中蕴含伟力，抵挡了葬神殿中的诡异力量，让其难以向外界扩散。是在葬神殿前刻下古字的前辈，他还活着。秦晴心中大喜，他在那道身影上感受到磅礴的力量。非也，他已陨落，如今只剩下执念尚存。就在这时，天金柱沉声开口：
什么？秦晴心中难以接受，道：“可是这位前辈气息绝强，不光抵挡藏神殿的诡异力量，肉身也没有腐朽。他将万古一念经修炼到了巅峰，看似一人，实则汇聚几世之力，凝于一身，这才短暂的超脱时间。”天津柱解释道：“而且藏神殿没有被真正催动，不然他也将被磨灭。”秦晴陷入了沉默。就在这时，借着中年男子散发的光亮，秦晴竟然看到一副熟悉的甲胄，正是藏神殿主人锻造的那副。他已通灵，曾手持玄铁长矛与血始祖激战，如今却被钉死在墙壁上，难以动弹，上面结满了泥浆，不知存在了多久。而在甲胄的不远处，那堆残冰断骨中赫然斜插着一把刀，刀刃不曾生锈，闪着寒芒。那是老前辈所说的狂刀。秦晴心中激动，但是这把狂刀在藏神殿中尘封了5000年，不知刀魂是否依旧在。秦晴怀着忐忑的心情，默念老前辈告知的口诀，顿时狂刀震动了一下，在这寂静的宫殿中格外显耳。而后整个刀身都激动地颤抖起来，仿佛感受到自己主人的气息。何人在召唤此刀？突然，宫殿深处传来沙哑的声音，震人心神，同时伴随着沉闷的脚步，有什么生灵在大踏步向他们而来。这一刻，吴叶宁与秦晴周围的3个骑兵齐齐参拜了下去，十分恭敬。只见2道墨绿色的眸光投了过来，蕴含恐怖的威压，镇压狂刀的同时，也在凝视着吴叶宁。坏了！秦晴心里咯噔一声，疯狂催动狂刀口诀。吴叶宁则是强撑着身子，与那墨绿色的眸光对视，额头上渗出冷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盘坐于黑暗中的男子眉头一皱，不怒自威，睫毛轻颤2下，竟然有要苏醒的迹象。然而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无法真正睁开双眼。即便如此，他周身的金光依旧大盛，照亮一方，倒是在其中纵横，形成一圈一圈的金色轮盘，交错旋转。这些轮盘上刻划着密密麻麻的纹路，似乎代表着命运、生死以及更玄妙的东西，散发出极强的波动。轮回，你果然未死！宫殿深处传来一声怒吼，那道墨绿色的眸光转移了视线，直逼中年男子。一时间，寒芒乍现，金光横飞，命运轮盘与冰刃不断碰撞在一起，爆发出璀璨的花火，让宫殿之内忽明忽暗。借此机会，那把狂刀终于摆脱了束缚，猛地向着秦晴与武叶宁这边飞来，速度奇快无比。3个骑兵见状，勃然大怒，一个骑兵直接翻身上马，挺出手中长矛，向狂刀冲杀而去。狂刀肆无忌惮，仿佛将5000年积压的力气全部释放了出来，刀刃锋芒毕露，两者交错的瞬间，直接将那骑兵连人带马斩为2半。这一幕太过震撼了，那骑兵与亡灵之马浑身布满铁甲，冰冷而沉重，却被狂刀摧枯拉朽的斩断，难以抵挡一击。好快的刀，秦晴心惊不已。刃以骨而成，魂以血祭炼，其实这几个准到竟可以抵抗的。天津柱开口。不过那骑兵虽然被重创，却无法死亡，即便只剩半截身子，也挣扎着要起身继续征杀。另外2个骑兵也是冲杀过去，想要将狂刀阻拦。大小姐，我们走。吴叶宁与秦晴相视一眼，抓住机会御空而起，快速沿原路而逃。一个骑兵见状，猛地投掷出手中长矛，携带恐怖的威势向2人洞穿而来。一瞬间，吴叶宁便绝望了，那是来自准道境的全力一击，以他们的境界不可能阻挡。大小姐先走，秦晴断后。就在这时，秦晴一步迈出，挡在武叶宁身前。小晴子，你！武叶宁面色骤变，秦晴的身影是那样单薄，在这恐怖的长矛之下，如同一张纸。秦晴黑发张扬，目中闪过狠厉，疯狂催动老者传授的口诀，口中大喝一声：“刀来！”蹭蹭蹭！就在长矛要将他洞穿之时，几道寒芒乍现，将那长矛斩成7、8小节，向下方坠落。而后，一把狂刀缓缓悬浮在秦晴面前，刀刃上不染尘埃，映照出他清秀的面容。秦晴没有犹豫，直接将刀柄握在手中。这一刻，一股狂乱的刀意携带着寂灭之气，将他全身笼罩，震得衣衫猎猎作响。暖他侍从！3个骑兵发出低吼，翻身上马，朝秦晴冲杀过来。秦晴目露凶光，脱刀而上。有了老者传授的口诀，这把狂刀对他没有任何抵触。霎时间，一道道寒芒从刀刃上纵横而出，席卷向4面8方。秦晴没有施展任何招数，只是随意的挥砍，便将这3个骑兵斩得七零八落。他们的甲胄崩散开来，连头骨都被斩下半个，眼窝中却闪烁着诡异的光，在地上慢慢震动着，要重新聚合。大小姐，此地不宜久留。秦晴神色凝重，他感受到生机在流逝，二话不说，拉起武叶宁的手便向外逃遁。唉，好。武叶宁一愣，点头回应。回路上不断有阴兵从暗处杀出，更有身披铁甲的巨兽拦住去路。秦晴狂刀挥舞，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所向无前。很快，一道门户出现在了眼前，2人神色大喜，一冲而出，顿时有种逃出升天的感觉。匆匆回望，那漆黑的藏神殿内，墨绿色多眸光依旧在忽闪，似有无边怒意，让2人背脊发凉。数个强大的阴兵从门户内追杀而出，武叶宁与秦晴没有犹豫，直接赶往封锁那位人族前辈的裂缝。见到秦晴归来，手中还持着自己的寂灭狂刀，老者浑浊的眼中闪过不可思议。快将这些铁链斩断！老者激动的浑身颤抖，话还没说完，便剧烈的咳嗽起来。前辈莫急！秦晴手起刀落，那铁链应声而断，
顿时剥夺生机的力量消失了，封困了老者5000年的枷锁不复存在。老者身子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午夜凝急忙将他搀扶。此时数个强大的阴兵缓缓围了上来，手中的兵刃直指他们，后面还有阴兵源源不断的汇聚，将几人团团包围。老者的身体枯瘦如柴，神力与生机流失严重，即便解开了枷锁，也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此刻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将周围的灵力全部抽光了。那把狂刀脱离秦秦的掌控，围着老者转圈圈，如同孩子一般，浑然不顾四周的险情。5000年了，火箭！老者摩挲着刀身，目露慈祥，视旁边的阴兵如无物。杀！周围的阴兵发出怒吼，向老者突刺而来。老者目光一寒，操控寂灭狂刀横扫，直接将这些阴兵齐齐腰斩。午夜宁与秦秦目瞪口呆，惊得说不出话。但是老者的状态也不容乐观，只是挥出一刀便咳出2口鲜血，不得不以刀柄支撑身体。那3处伤口极其致命，一时之间难以恢复。前辈，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两人都很忧心。也罢，老者扶着胸口，盘坐于刀面之上。午夜宁与秦秦紧紧相随，三人一同沿石壁而返。他们后方传来愤怒的咆哮声，葬神殿中的存在震怒了，但终究无法追出来。几人冲出岩壁，急速向上，不断远离葬神殿。不知过了多久，深海禁区的禁制出现在了眼前，这也意味着他们脱离了极度的危险范围。几人没有受阻，顺利通过。呼，到了这里，危险程度大大降低。午夜宁与秦秦长出了一口气，如同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后怕不已。老者闭着双眼，眉头紧皱，似乎想恢复枯竭的肉身，对周围的一切不闻不问。想到刚才的手被紧紧攥着，午夜宁有种异样的感觉，不由得偷看了某人一眼。然而某人只顾着护大小姐逃命了，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就在这时，两人心有所感，齐齐望向一处，那里悬浮着一滴嫣红的血，周围道韵流转，其内竟然传来嗜血摩天诀的波动，似乎有什么人在争斗。难道那里便是血始祖留下的残破世界？已经有人先行踏入。秦秦心中一惊，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将关系到自家大小姐能否成为万血海少主。狂道，你带着前辈回自己宗门去吧，保护好他。两人犹豫一番，最后决定停留，与老者坐下的狂刀告别。狂刀轻颤一声，似在回应，而后载着老者消失在了茫茫深海中。随后午夜宁带着秦秦来到那滴倒血之前，轻轻触碰，周围顿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与外面的天地截然不同，刮着漫天风沙，脚下是赤色的大地，极其广阔，头顶却有血海倒卷翻腾，月亮在其内沉浮，投下昏暗的光亮。这个天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二人面色凝重，不得不撑起神通抵御风沙。他们四周残破不堪，布满征沙的痕迹，许多断垣残壁在风沙中若隐若现，巨大的裂缝从脚下蔓延向远方，如同断崖。这里发生过极其惨烈的战斗，血十族染血此地，最后更是将自己葬身在这片天地。两人循着嗜血摩天诀的气息而行，不一会儿，竟看到2个模糊的身影在风沙中争斗。萧雅叶，午夜宁一愣，其中一道身影小巧玲珑，很好辨认，另一个则是男子，师承某个太上长老，同样是眼玄之境，与萧雅叶斗得不可开交。萧雅叶的血灵很诡异，通体乌黑色，洒落在地面上，滋滋作响。那个弟子不敢与他硬碰硬，只能在周围迂回。别说，这搓衣板还挺厉害。午夜宁与秦秦在一处遗迹后面观战，不时指指点点。萧雅叶个子小，修为却不弱于人，不断施展神通，将男子寄来的血芒化作黑烟。而后萧雅叶击出一道乌光，与男子神通触碰的瞬间，竟然炸散开来，化作漫天黑雨。男子大惊失色，其中一滴黑雨沾染到了他的手背，瞬间渗透进皮肤。而后他的经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黑色，仿佛坏死了一般，并且沿着胳膊快速向胸膛蔓延。男子一咬牙，直接将整条手臂斩断，仓皇而逃。午夜宁与秦秦心惊肉跳，也许萧雅叶才是最危险的那个人，但他们想了解更多有用信息，便径直向他飞去。很快三人碰面。萧雅叶，这里什么情况？始祖认可出现了吗？午夜宁直接询问，秦秦跟在后面。不知道，我也是刚刚踏入，便碰到了那烦人的家伙。不过始祖认可应该没有出现，不然整个天地都会震动。对于午夜宁的到来，萧雅叶并不惊讶。原来如此。午夜宁点点头。几人沿着皲裂的大地飞行，周围全是血色的风沙，没有任何植物。前方便是始祖的葬地了。萧雅叶满是期待。葬地，秦秦心中一震，因为离葬的越近，反而越能感受到一股勃勃生机，与四周的苍凉格格不入。不多时，几人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一片古建筑群，起始于血始祖年代，被神异的力量笼罩，保存得很完好。三人踏入建筑群，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茂密的草丛，其内生长着含苞待放的花，每一朵都生意盎然。这里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与想象中的枯寂与死亡完全不同。这里竟然是始祖的葬地。午夜凝环顾四周，这些花的种类与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叶片厚实，散发的气息重若万钧，有的呈浅白色，被朦胧的雾气包裹，有的则是清新脱俗，摇曳生姿。突然秦秦双目一凝，因为他看到一朵金色的花，周围闪烁神异的光，散发出一丝一缕的气息，像极了楚少君的神血。什么？难道？想到此处，秦秦心中巨震，仔细观望每一朵花苞，果然发现了其他人族先辈的气息。
怎么可能？始祖明明将这些仙贝的血完全炼化，融为己身，秦秦难以相信。这些花朵在血始祖的藏地中默默扎根生长，与世无争，看起来安静而又美好，静静等待盛开的一天。难道血始祖将所有仙贝的血抽离己身，再以另类的方式栽培，希望他们在后世重新绽放？秦秦心头狂跳，因为这是逆天而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在这时，午夜宁与秦秦同时注意到一朵紫色的花，散发的气息竟然与血三祖一模一样。这一瞬间，午夜宁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血三祖明明陨落在始祖之后，什么人能将他栽种于此？午夜宁与秦秦相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目中的惊骇。难道血始祖当年未死？这是两人共同的想法。倒血战花千万朵，一花枯来百花开。不远处的墙壁上刻着几个古字，娟秀而不失锋芒，是血三祖所留。午夜宁轻触及古字，顿时那朵紫色的花摇曳了一下，过去残存的画面在这片天地浮现。那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穿着红衣，枯坐在台阶上，脸上满是皱纹，却很慈祥。他身边跟着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有些婴儿肥，但明显是个美人胚子，眸子如同紫色的宝石。老祖，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小女孩双手托腮，摇头晃脑。老者眼中闪过落寞，摸了摸小女孩的头，道：未能成仙，愧对人族前辈。老祖，成仙是什么？很难吗？女孩眨了眨眼睛。听到这话，老者眸光突然变得锐利，仿佛回到了那意气风发，以9天雷劫镇压藏神殿的峥嵘岁月。不难。老者自信开口，虽已是垂垂暮年，周身的威压却极其恐怖。那老祖为什么无法成仙？女孩很是疑惑。你不懂。老者叹息一声，宠溺地看着女孩，道：老祖生错了时代。小女孩撅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后，老者浑身一震，一丝一缕的道血开始向外抽离，每抽离一缕，他眼中的生机便减少几分。始祖竟然自愿将仙贝的血抽离，看着这一幕，秦秦心中颤动。小女孩察觉到不对，急忙摇晃老者的胳膊，焦急地喊道：老祖，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老者遥望远方，眸中满是决绝，道：仙贝们，那日在下界的血，今日一并归还，希望你们能在对的时间重现世间。那些道血被葬入了土壤中，变成一株株幼苗，生根发芽。老者的全部修为则一分为二，一部分渗透入土壤，另一部分涌入了小女孩的体内。做完这些后，老者缓缓盘坐，目中有难掩的死气，道：小子，老祖要死了，接下来该送你回家了。老祖，老祖你不要死，小子不要离开你。小女孩一把一把的抹眼泪，抱着老者的胳膊不愿松开。此时老者体内的血全部归于了反血，将要死去。突然老者的眸中闪过金光，一身反血，却有最简单的道士在其中流淌，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老者急忙闭目，抓住契机参悟这种感觉。渐渐的，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年轻，短短几息竟成为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身姿挺拔，黑发披肩。不知过了多久，血始祖缓缓睁开了双眼，浑身气血旺盛，眸中有锐不可当之势。老祖。小女孩呆呆愣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生命的尽头褪去所有外力，一道通神，再续寿命，不简单不简单。天津柱对血始祖赞不绝口。画面中，一道之祖血始祖竟然有些窘迫，打趣道：嗨嗨，小子，其实刚才老祖是逗你玩的。小女孩红着眼睛不断捶打血始祖，道：坏老祖，坏老祖。错了错了，老祖新领悟了一招倒血战花，交给你好不好？血始祖陪笑道。好，小女儿大声答应着。于是血始祖牵着小女孩的手渐行渐远，画面也随之消散。午夜宁与秦秦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惊叹于血始祖的无上天资。两人决定就地盘坐，炼化得来的血灵。这里有血始祖倒血战花一道通神留下的痕迹，若能得到一点感悟，对于修行大有裨益。而且这也关系到始祖认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大战，两人必须将自己的状态提升到巅峰。萧雅夜来过数次，对这里的神意已经见怪不怪了，此刻也是盘坐下来。随后午夜宁将那滴至纯血灵取出，顺着眉心而入，让其悬浮在自己的灵池之上。这滴血灵内散发着眼玄镜的波动，蕴含很多空间之力，若能将之融入灵池，将有不小的提升。秦秦同样取出不少血灵，大多数是启灵境小成的，只有几个启灵境大成，但对他已经是极大的造化了。看来你们这次收获满满，我怎么这么倒霉，一个至纯血灵都没遇见。萧雅夜不满的开口道，也不知道被哪个混蛋抢先一步。秦秦心中骇然，明明不是他干的，但总觉得是在骂自己。随着炼化的进行，秦秦的气息逐渐内敛，灵池内糟粕尽除，灵力变得精纯而透彻，并且越发充盈。同时他一心二用，尝试突破5道境界。一道通神，古往今来绝无仅有，与修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寂灭狂刀中那股狂放的武艺，是从无数征杀中凝练而成的，同样不可多得。秦秦认真参悟，让其与血始祖返璞归真的道义融为一体。过了许久，秦秦猛地睁开了眼睛，浑身武艺纵横，在五绝残缺的情况下，成功踏入了机缘境小城。他的骨骼更加坚硬，血肉也越发紧实，一呼一吸间沉稳大气。秦秦挥了挥拳头，感觉通畅无阻，力道无穷。他的肉身与天地相感应，5道招数信手拈来，浑然天成。而且他的灵池内也波涛汹涌，比之前强大了太多。很快
吴叶宁也将那滴质纯血灵炼化，他从此的获得了不少感悟，但想要突破没那么简单。花丛中央有一条石阶，蜿蜒向上，通向更高的建筑。三人沿着阶梯而行，穿过花丛，来到一座古朴的大殿前。大殿内有一座血始祖雕像，虽然是以石而成，却威严无比，让人忍不住臣服。雕像下盘坐着三道身影，一个衣着华贵，相貌俊朗，正是上官以莲。他这几个月不知发生了什么，眸光变得深不可测，仿佛可以让人沉沦。另一个男子不显山不露水，但同样是眼玄镜，不容小觑。至于最后一个，自然是燕飞尘，他吸收了一滴大妖之血，周身的气息强悍了不少，此刻面带桀骜，不将另外两人放在眼里。见到武叶宁的瞬间，燕飞尘立马嬉皮笑脸，屁颠屁颠的迎上来，道：“宁姐别误会，我是来给你帮场子的。你们终于来了。”上官以莲面带笑意道：“既然宁儿姑娘平安至此，薛冰肯定落得大败吧？可惜差一点就能杀了他。”武叶宁淡淡的说道。听闻此言，那个太上长老的弟子瞳孔一缩，萧雅叶也很吃惊，道：“这么厉害？我和薛冰交手过几次，每次都略败一筹。几人还不知道，薛冰已经凉透了。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吧。始祖认可不出，我们也没必要争得头破血流。”上官以莲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做出请的手势。几人先后踏入大殿，盘坐在雕像前，想要与无数岁月前的邪始祖产生共鸣。萧雅叶则是笑嘻嘻的，与上官以莲挨得很近。然而过了许久，整个大殿毫无反应。秦秦手在武叶宁身后望着血始祖的雕像，百感交集。说起来，两人也算并肩作战过，沾染了一些因果。似乎是察觉到了秦秦心中所想，整个宫殿突然震颤了一下，而后一滴至纯的道血从雕像的眉心飞出，其内蕴含的倒是不可想象。这是始祖认可，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秦秦更是一脸懵逼。这滴道血静静的悬浮着，神意非凡，已经上千年没有出过，此刻却再次现世。由于秦秦站在武叶宁身后的缘故，那滴道血直冲着武叶宁而来，所有人都以为始祖选择了他。几乎是同一时间，几道目光汇聚在了武叶宁身上，气氛凝重的可怕。武叶宁先是一愣，而后从容不迫的起身道：“既然始祖认可我，那本小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你若敢收下这滴血，无法活着走出这座大殿。”那个太上长老的弟子第一个开口，神色冰冷，充满敌意。萧雅叶也是皱眉，凝视着那滴道血，他不想与武叶宁为敌，却有必须争夺的理由。燕飞尘退后一步，双手一摊，道：“我可不是宁姐对手，大家静一下，给我上官以莲一个面子。”就在这时，上官以莲轻笑开口，自信十足，没有施展术法的波动，却有一股诡异的气息从他身上扩散而出。这一刻，秦秦突然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怪力在影响他的心神，眸中的上官以莲变得虚幻缥缈，有种强烈的亲近感，让人无法抗拒。幻术！秦秦瞳孔猛然一缩，急忙默念天津柱传授的静心诀，眼前的景象这才恢复正常。然而，这个幻术极其霸道，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没能抵挡，就连武叶宁也情不自禁地听从上官以莲，不再言语。打打杀杀的多不好，容易弄脏衣服。上官以莲如闲庭信步一般，在几人面前走过，还替那个太上长老的弟子整了整衣领。可是众人却难以对他产生敌意，好可怕的手段！秦秦心惊不已。论修为，燕飞尘、萧雅叶等人并不惧上官以莲，却在无声无息间被掌控。宁儿姑娘，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呢？明明我是那么喜欢你。最后，上官以莲轻叹一声，停在了武叶宁面前，伸手想要触碰他的脸。秦秦心中一急，望向始祖道雪，心道：始祖，你若有灵，帮我一次。道雪似有所感，飘散出下一丝一缕的神力，直接将武叶宁从幻境中惊醒。武叶宁刚一回过神，便看到上官以莲的手顿时皱起眉头，血芒涌出，要将他的胳膊斩下。上官以莲瞳孔一缩，急忙收手，而后施展神通，将始祖道雪向着他这边牵引，却见血色匕首划过，不得不避退。奇怪，始祖道雪为何会如此？上官以莲难以理解。此刻，武叶宁已经完全走出了幻境，而始祖道雪正悬浮在两人正中央，两人隔空对峙，互不相让。宁儿姑娘，看来你我之间非要争个胜负了。上官以莲看着武叶宁，不甚惋惜。始祖认可于我，你若想争夺，战便是了。武叶宁冷冷地看着他，并无惧意。既然如此，上官以莲眸光一寒，不再留情，直接向武叶宁出手，背后浮现出血色海浪，向前扑杀。武叶宁不敢大意，以血色冰浆对敌，在上官以莲的血海中争渡，同时催动血色匕首向他眉心斩去。两人在大殿内争杀，手段尽出。上官以莲频繁施展媚道幻术，干扰武叶宁的心神，让他的杀招屡次落空。武叶宁的灵力不及上官以莲，但是有不动石像护体，血色冰浆争杀在前，一时间不落下风。就在这时，悬浮在武叶宁灵池上的一石之河震颤一下，古朴而沧桑的气息席卷整个血海，将他脑海中的杂念全部摒除。这一刻，武叶宁心无旁骛，血色匕首以最强之势向上官以莲杀去。上官以莲大惊失色，急忙躲避，但面颊还是被划出一道痕迹，留下紫色的血。紫色的血，难道上官以莲与血三族体质一样？秦秦吃了一惊，血色匕首去而复返，攻势不减，直接向着上官以莲的眉心洞穿而去，让他避无可避。突然，上官以莲眉心飞出一朵紫色的莲花，不断旋转，垂落下无边道势，竟然将血色匕首挡下。竟敢划破我最爱的脸，
不可饶恕！上官以莲一改之前的从容，面色阴沉，大喝一声：“倒血战花！”只见一朵朵紫色的花在海浪中盛开，绽放出恐怖的杀机，顺流而下，将武叶宁的兵将逼得不断后退。同一时间，紫色的花瓣摇曳而落，美丽绝伦。上官以莲立身在花朵之上，黑发飘飘，不染尘埃，如同谪仙下凡。倒血战花，你竟然获得了血三祖的传承！武叶宁咬牙，感觉压力倍增。这一招是血始祖自创的招数，无人知晓，不曾想被上官以莲学到了。事到如今，武叶宁不得不将祖血召回，用来庇护己身。两人的术法不断碰撞，一时间僵持不下。上官以莲，你杀不了我的，更拿不走属于我的东西。武叶宁沉声开口。就在这时，大殿中的几人都陆续皱起眉头，涣散的目光正在恢复清明，看样子是要走出幻境了。见状，上官以莲并不慌乱，反而是露出诡异的笑，道：“迟则生变，既然我杀不了你，那就交给别人吧。”你这是什么意思？武叶宁眉头一皱。这一刻，秦秦周身突然出现一股股的空间之力，将他笼罩，脚下更是浮现出玄妙的纹路。这是传送阵。秦秦心中一惊，以上官以莲的修为，不可能布下此阵，必然是梅清柔在暗中捣鬼。这些纹路正在不断完善，其内蔓延出难以抗拒的引力，锁定了他的位置，将要横渡虚空，不知通往何处。可恶，这传送阵是如何将我锁定的？难道是那一次？秦秦难以脱困，这才幡然醒悟，他曾被梅清柔以一口灵力救治，因而结下因果。那时梅清柔便布下此局。然而秦秦还没来得及多想，便被阵法中的空间之力扯了进去。上官以莲，你将小晴子送到哪去了？武叶宁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逼视着上官以莲。谁知道呢？也许是地狱。上官以莲冷笑道：“一边是千年一出的始祖认可，一边是你那微不足道的奴仆，选择哪一个呢？卑鄙无耻！”眼看传送法阵将要闭合，武叶宁想都没想，飞身而出，跟随秦秦踏入其中。而后整个阵法彻底消失无踪。唉，愚不可及。上官以莲摇了摇头，眸中深沉似海。未到幻术完全催动，大殿中的几人还未完全清醒，便再次陷入浑噩。此刻，上官以莲距离那始祖倒血只有一步之遥，再也没人可以阻止他。就在这时，萧雅叶身子一震，似乎有极大的执念，竟然要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幻境。上官以莲心中一惊，他知道拥有特殊体质的萧雅叶才是这几人中最为棘手的存在，连他也不敢硬汉。想到此处，上官以莲急忙来到萧雅叶近前，摸了摸她的头发，道：“雅叶，把始祖认可让给以莲哥好不好？”可是师父想让我得到始祖认可，证明我不弱于任何人。萧雅叶纠结不已。上官以莲眸光闪烁，语气轻柔道：“如果以莲哥能成为少主，咱们两个立刻结为道侣，如何？”“真的吗？”萧雅叶神色一喜，但很快就黯淡下去，小声道：“可是，一个是最爱他的师父，一个是他最爱的上官以莲。”萧雅叶不知该如何选择。自然是真的，以莲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见萧雅叶还在犹豫，上官以莲直接托起萧雅叶的下巴，俯身吻了上去。萧雅叶浑身一颤，只觉得大脑中一片空白，而后情不自禁地踮起脚尖，努力回应。一座昏暗的洞府内，二长老韩佑静静盘坐，萧雅叶忐忑不安地走了进来。“怎么样，小雅，可否得到始祖认可？”韩佑睁开眼睛，面带笑意。“对不起师父，始祖认可被以莲哥抢先一步。”萧雅叶低着头，揪着衣角。听闻此话，韩佑笑脸一僵，道：“不可能，你的道得天独厚，怎么会弱于上官以莲？”萧雅叶目光躲闪，道：“因为以莲哥答应娶小雅，所以你就拱手让人？”韩佑阴沉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氛凝重的可怕。“师父，你就别生气了嘛，你最疼小雅了。”萧雅叶见状，急忙来到韩佑膝下，得意洋洋地说道：“即便不是少主，小雅也不弱于人。那个太上长老的弟子都被我毁去一臂呢。”然而韩佑的神色并没有缓和，反而逐渐冰冷，道：“本想让你成为万血海少主，这样就能在血九祖传道之时将他毒杀。”萧雅叶心中一颤，眸中闪过不可置信，道：“师父，难道你……罢了，如今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凭借那张神异经书，再加上巫血读心，我必定可以踏入道境。”韩佑闭上双眼，自语道：“血九祖重伤未愈，又消耗本源，他的命我亲自来取。”萧雅叶面色惨白，手中紧紧握着铃铛，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一处不小的海岛之上，聚集了许多修士，穿着各门各派的衣服，有的凌空而立，四处搜寻，有的则在酒楼中吃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奇怪，如今这七股岛怎么这般热闹？一座酒楼中，几个修士正在议论：“这你都不知道？这里会有魔道宗门的弟子前来，许多宗门都以灵晶悬赏，要取他们的命呢。哪个魔道宗门？可靠吗？”“不知道，听说是万血海某个长老的亲传弟子，地位不低。”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道。“万血海的弟子，一般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有修士沉吟，他们只是为了各宗门的悬赏而来，此刻得掂量掂量。哼，万血海又如何？这次一定将那魔门弟子诛杀。”一听这话，许多修士都怒拍桌面，杀机腾腾。他们与万血海素有仇怨，此刻听到风声，赶来此地。我听说这次还有轮回道与寂灭神宗的弟子前来呢，诛杀那魔道弟子应该不在话下。有修士开口道：“轮回道、寂灭神宗、日月道为东海的三大仙门神道，无惧万血海。那完了，我们与悬赏无缘了。”一些修士顿时没了盼头。扑通，
突然，酒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传送阵，而后一个奴仆模样的人从其内掉了出来，直挺挺砸在地面上。可恶，没轻柔的女人，把我传哪去了？秦晴灰头土脸的起身，脑瓜子被虚空震得嗡嗡作响。小晴子！就在这时，头顶传来呼喊声，秦晴神色一变，急忙将来人稳稳当当的接在怀里。而后，这个单向的传送法阵消散。大小姐，你没事吧？小晴子，你没事吧？两人四目相对，异口同声：嘿嘿，大小姐没事就好。秦晴回过神来，急忙将武叶宁放下，又想起了什么，道：那始祖认可岂不是？武叶宁眉头一皱，狠狠踩了秦晴一脚，道：你以为本小姐傻吗？那始祖认可明明是冲着你去的。秦晴心中咯噔一声，正欲说些什么，却被一个粗犷的声音打断：喂，你们两个从哪来的？何门何派？两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中年大汉正盯着他们，神色不善。此时两人才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这里是一处繁华的大街，人来人往，全是修士，上方更有数十道身影凌空而立，散修与宗门弟子皆有，俯视着他们。见秦晴与武叶宁传送而来，许多修士都将目光汇聚了过来，有人则缓缓向他们逼近。秦晴瞬间明白了处境，嘿嘿一笑，拱手道：这位大哥，我和我家大小姐来自赤岩岛，一介散修，无门无派。赤岩岛？那大汉皱着眉头，没有多说什么。秦晴松了一口气，而后朝武叶宁做了个请的手势，两人顺其自然，就要混入人群中。慢着！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声音，一个男子凝视二人，冷声道：我是不是在中原见过你们？武叶宁眸光一寒，秦晴则急忙上前，笑道：这位道友认错人了，我等从未去过中原。那个男子阴沉着脸，似乎也在犹豫。突然，一个起临近巅峰的修士直接向他们出手了，击出数道神芒，道：是与不是，一试便知。武叶宁神色冰冷，弹指间击出一道血灵，将那修士的神芒击碎，而后血灵去势不减，朝那修士的眉心而去，要将他格杀。万血海的道法！那修士大惊失色，一连祭出5件压箱底的法宝，被血灵击碎4件，这才堪堪捡回一条命。这真的是起临近巅峰的修为吗？一些修士面色骇然，好恐怖的灵力，恐怕可以与眼玄镜比肩了。这一刻，附近的修士都被惊动了，全部聚集而来，将武叶宁与秦晴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他们大都是普通门派，被武叶宁平平无奇的一击震慑了，不敢随意出手。有的修士只是为了悬赏而来，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清楚武叶宁的底牌之前，不想丢了性命。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就让开。武叶宁冷眼相看，淡淡开口，一时间竟然无人敢向他出手。歪门邪道也敢这般狂妄！一个眼玄镜的弟子上前一步，要和武叶宁过过招。武叶宁直接祭出血色匕首对敌。那修士不过坚持了几息，眉心便被洞穿，喋血当场。所有修士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敢再妄动。他们知道面前之人不是万血海的普通弟子，几大宗门的弟子不出，无人可以与他争锋。多美的女子，可惜要死在我们手中了。这又怪得了谁呢？要怪就怪他败入魔道。正当这时，天空中飞来4道身影，每一个都身姿挺拔，背负大刀，看起来神武不凡。他们身后跟着一个灰袍老人，身材消瘦，眸光却锋利无比，无法揣测他的境界。难道是寂灭神宗的弟子来了？见到这几人，周围的修士都一惊，纷纷让出一条道来。看他们4人的修为，恐怕距离是一境只有一步之遥，莫非是寂灭4子？听说寂灭4子少年成名，刀法出神入化，4人联手，就是寂灭神宗的神子都得忌惮一番。有他们在，这魔女应该难逃一死。有修士将这4人认出，议论不断。秦晴凝神一望，这4个修士身上各有弱点，但与一般的修士相比，已经少之又少。最主要是那个灰袍老人身上弱点少而虚淡，代表他尝试将之并除，并且颇有成效。你们是何人，在这里夸下海口？武叶宁斜看他们一眼，我等为寂灭神宗寂灭4子，今日前来除魔。4人立于当空，浑身气血旺盛，谈吐间中气十足。寂灭4子！一听这话，武叶宁与秦晴相视一眼。之前在深海禁区中救下的那个老者也是以刀为器，似乎与这个宗门有些渊源。不知那位老前辈传授的口诀对几人有没有用？秦晴心中掂量，你们4人还不够资格，让你们神子前来与我一战。武叶宁神色从容，笑话，你不过起临近巅峰，也敢夸下海口？神子不出，我等照样斩你。4人获得拔刀，朝武叶宁与秦晴杀将过来。附近的修士见状，急忙避让，怕被波及。这一刻，4道巨大的刀芒肆虐而来，武叶宁眉头一皱，以血芒将其崩碎，却不得不闪身躲避，防止寂灭4子贴身。寂灭4子为武修，身手矫健，力道惊人，直接将大街上斩出几道巨大的裂痕，不断蔓延。他们手中大刀并非普通刀刃，而是以寂灭神宗的特殊方式锤炼，更是融入了自身血液，有了人刀合一之势。武叶宁立于高空，收起了大义之心。这4人虽然没有突破10一境，但也无限接近了，合力一击，威力不容小觑。这时4人再次提刀杀来，武叶宁且战且走，神通不断，与这4把狂刀接连碰撞在一起，散发出骇人的波动。哼！武叶宁冷哼一声，血色匕首呼啸而出，寂灭4子中的一人狂傲无比，以刀刃抵挡，却直接被匕首崩碎。好锋利的匕首！那弟子瞳孔一缩，仓皇躲避。若非他身体强健，反应灵敏，必将死在这一击下。见到这一幕，围观的修士都是惊出一身冷汗。然而
那个弟子并不慌乱，浑身武艺纵横，一把淡淡的狂刀出现在他手中，并无实质，却散发出恐怖的波动。这是以气凝刃。以气凝刃不是只有踏入试意境才可以做到吗？这4人的资质都是绝佳，将来的成就难以估量。一些普通门派的修士震惊，自愧不如。看来比想象中还要棘手。午夜宁自语，寂灭4子与普通弟子不同，每个都是武艺精湛、身手灵动之人，他们不与血色匕首硬碰硬，匕首也难以伤及他们。此刻，血色匕首与一个弟子缠斗在一起，那弟子身姿招展，大开大合，将匕首的攻势闪躲。这番功夫，另外3人已经快速杀至，巨大的刀芒划破长空，将午夜宁的不动石像震得隆隆作响。以血成冰！午夜宁轻喝一声，血灵坠落，远古冰将从中踏出，向前冲杀。这一刻，整个七古岛都被冰冷的杀意笼罩了。这些冰将身经百战，戾气久久不散。这是什么招数？那是生灵吗？为什么我感觉到了无边杀意？不可能！万血海的道法如何演化生灵？我只听说江南某个古老仙门可以做到。附近围观的修士面色骇然。寂灭4子也是眉关紧锁，道：“你乃魔道之人，如何学的允仙派的道法？”不对，并非允仙派的法，而是以某种诡异的方法让这些生灵臣服。其中一个弟子沉声道：“不论如何，杀之！”这一刻，寂灭4子齐身向前，大喝一声：“布阵！”只见他们手中狂刀挥舞，刀势彼此凝结，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四方阵，阵脚固若金汤，难以攻破。而后，四方阵猛然向着午夜宁逼近，一道道寒芒不断从阵内纵横而出，携带着漫天武艺，恐怖至极。寂灭4子心念合一，配合娴熟，手中大刀散而又聚，愈战愈勇，将血色冰将逼得节节后退。午夜宁面色一沉，这是他第一次对战午休，而且是同时面对4人，此刻陷入了劣势。他微微侧目，不远处站立着一个灰袍老人，修为深不可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默默地关注着这里。看来那魔女大势已去，寂灭4子果然名不虚传。不过那魔女以1敌4还能坚持这么久，足以自傲了，恐怕许多演玄境的修士都做不到。哎，悬赏也没了，白跑一趟。见状，许多修士摇头。天金柱大哥，那个老前辈传授的口诀，可否破解此阵？秦秦也在密切关注的战况，此刻见势不妙，急忙向天金柱寻求意见。此阵只是9节狂刀诀中的一个小阵，你若与他们修为相同，再由本天金稍加指点，可以轻易破除。天金柱淡淡的说道。不过嘛，那个人传你的操刀诀虽然不是杀伐手段，倒也勉强凑合。操刀诀？这番功夫，寂灭4子已经杀到了午夜宁近前，午夜宁疲于应对，眼看就要败退。秦秦不敢犹豫，急忙会心凝神，催动老者传授的口诀，目标直指寂灭4子。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结局已定时，寂灭4子中的一人面色骤变，他手中的狂刀竟然微微颤抖，不受控制。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弟子大惊失色，狂刀以他而成，本应人刀合一，此刻却难以维持状态，刀法大乱。而后，另外3人也纷纷察觉到了异常，目露惊骇，手中的动作变得迟缓。咦，为什么寂灭4子面色怪异，整个刀阵散发的气息弱了一大截？对啊，刚才的刀势毫无破绽，为何现在漏洞百出？不对，谁在操控我的刀？一些修士看出了不对劲，近处几个带刀的午休甚至感觉自己的刀也在颤抖，受到了影响。这是如何做到的？寂灭神宗的刀闻名东海，即便是中原西界等地也难寻敌手，谁能将其掌控？不远处，灰袍老人神色一动，眸中闪过金光，但并未出手干预这一切。左右左，秦秦不露声色，在暗中施展操刀诀，与寂灭4子相对抗，将他们手中狂刀搞得东偏西移，不听使唤。午夜宁知道是秦秦暗中相助，神色大喜，趁寂灭4子的刀法受阻，拖泥带水之际，反手围攻。轰隆隆，血色神通与刀芒不断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剧烈的波动，整个刀阵都摇摇晃晃，很不稳定。这股怪力怎么像极了咱们宗门的不传之秘操刀诀？操刀诀只有神子才有可修行，他不可能出现在此地。难道是宗门的某位老前辈至此？可他为何要在暗中帮助这魔女？寂灭4子苦苦支撑，满头大汗。各位师弟，一定要坚持，镇守本心，稳定刀魂。其中一个弟子咬牙开口：“好！”另外3人纷纷点头，全部竭尽全力，想夺回手中之刀的掌控权。午夜宁自然不能如他们所愿，眸光一寒，抓住破晓，将血色匕首杀入刀阵，而后对着一个弟子狂斩猛攻。外有血色冰将杀来，内有锋利匕首缠身，那弟子方寸大乱，只坚持了几息便无力抵抗。师弟，另外3人见状，不得不各施手段，出手帮衬，才让那弟子免于危难。至此，整个四方刀阵不攻自破。这个魔女，难道是万血海的少主吗？怎么跟神子一样难对付？应该不是，不然一定会有高手陪同，而不是一个机缘境小城的奴仆。寂灭4子神色凝重，背靠背而立，刀刃移至向外，他们被血色冰将团团包围，难以脱身。看来这次遇到大麻烦了，这个魔女不能以等闲视之。几人眸光坚定，紧握颤抖的刀柄，决定放手一搏。他们都很年轻，心高气盛，战意腾腾，即便身处险境，也不愿低头。哼！午夜宁不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周身血灵汹涌，欺身向前，大有一鼓作气将几人格杀之势。
一时间杀伐声震天，刀芒纷飞，寂灭四子在血色兵将中来回冲杀，很快便被兵刃所伤，血液挥洒间极其惨烈。而午夜凝眸光冰冷，静静伫立，绝美的容颜上没有丝毫波澜。坏了，那魔女要反败为胜了！好可怕的女人，明明10几岁的模样，出手却绝不留情。见到这一幕，许多修士都心悸不已，生出一股畏惧感。那位寂灭神宗的前辈还不出手吗？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宗门弟子死去？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有人情不自禁地望向灰袍老人。然而灰袍老人神色平静，不为所动。时间在一点一点流逝，直到寂灭四子全部染血，重伤垂死之际，一声厉喝才蔓延天际。够了！灰袍老人凌空而立，只喝出2个字，却如惊雷炸响，内含狂乱的刀意将午夜凝的神通术法斩得粉碎。许多偏弱的修士站立不稳，当场向下方坠去。那股狂乱的刀意涌入寂灭四子的刀中，将他们全部镇压。而后刀势不减，竟然要反噬到秦晴身上。秦晴心中巨震，急忙斩断与那些刀的联系，这才捡回一条命。不过即便如此，依旧感觉头痛欲裂，差点命丧当场。坏了，难道那老家伙要对大小姐出手？秦晴两眼一黑，双耳轰鸣，后怕不已。午夜凝在空中一个踉跄，却并未坠落下来，只是冷冷看着那个老人。灰袍老人背负双手，缓缓迈步，来到寂灭四子近前，道：“你们可知自己为何会败？”寂灭四子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眸中满是不甘，道：“有高手暗中出手，干扰我等运刀，这才落败。”老者眉头一皱，声音威严，道：“荒谬！修武修的是己身，你们的刀便代表自己，何来干扰运刀一说？”四人神色一变，道：“师父，你的意思是，我等心性不坚，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人剑合一。真正的武者，修的不光是体魄，更要内心强大。其实你们早已知晓，只是不愿承认罢了。”灰袍老人淡淡的说道：“小小年纪，心比天高，即便为师都以摒除弱点为目标，你们有什么可自满的？”听闻此言，寂灭四子拳头紧握，低头不语。弱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们不愿面对，不愿改变。灰袍老人语重心长道：“只有直面这些弱点，才能变得更强。”寂灭四子浑身一震，如同醍醐灌顶。这一刻，四人的心性竟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明明舞的是狂刀，心中却不再浮躁，气息内敛，隐隐有了升华之意。随后，灰袍老人又看了一眼午夜凝，道：“至于那个女子，我不会伤她分毫。若你们修为精进，亲自斩她，证明己身。”弟子明白，谢师父教诲。寂灭四子恭恭敬敬的一拜，虽然落得大败，眸中却熠熠生辉。师父，弟子隐隐抓住了突破的契机，想回宗门闭关。就在这时，一个弟子上前一步：“师父，弟子也从这场争斗中获得不少感悟，想尽快巩固。”四人争先恐后的开口：“好好好！”灰袍老人欣慰的笑了，带着寂灭四子离开了七谷岛。不愧是寂灭神宗，即便面对魔道，也不失大宗之风。看着几人远去，许多修士都感叹，秦晴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连寂灭四子都败了，谁还能斩杀这魔女？不是有轮回道的弟子至此吗？为何迟迟不现身？还轮回道弟子，刚才那一战，明显有高手暗中保护着魔女，道子不出，谁敢与他一战？咱们还是赶紧跑吧，这魔女被惹怒了，七谷岛恐怕要血流成河了。不过，更多的修士则是心中惶恐，因为午夜凝作为魔道弟子，很可能肆无忌惮，大开杀戒。你们不是视我为魔道中人，抢着要诛杀吗？来啊！午夜凝一一扫视过众人，目光所过之处，无人敢与他对视，有些修士更是转身就逃，以免惹来杀身之祸。毕竟万血海九祖渡劫屠城，一怒灭门，凶名在外。哼！午夜凝冷哼一声，落回到秦晴身前，朝他眨了眨眼睛。秦晴嘿嘿一笑，不过两人并未离开，而是大摇大摆地在街上闲逛起来。所过之处，所有修士面露惧色，纷纷避让。小晴子，你看这街像不像咱们信阳城那条？午夜凝在前面走着，秦晴在后面跟着。别说大小姐，还真像。秦晴看了几眼，心中莫名触动。这里与万血海不同，充满了烟火气息，路上行人不绝，两侧还有许多旧屋舍、老酒馆。许多修士投来目光，有的是惧怕，有的则是暗藏杀机。这里比信阳城大得多，也凶险得多。午夜凝并不想理会他们，自顾自的玩乐，与其在万血海内明争暗斗、打打杀杀，他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也不知道我爹怎么样了，现在身在何处？午夜凝轻声自语，眸光稍暗。秦晴知道午夜凝想家了，更想念亲人，急忙安慰道：“大小姐放心，以老爷的天资，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午夜凝点点头。两人在大街上逛了会儿，决定找一处酒楼坐下休息片刻。酒楼的掌柜看到午夜凝与秦晴前来，脸色一白，一句话也不敢说。其他食客则是面色骤变，纷纷放下碗筷，逃难似的离开了。哎，你们几个还没结账呢！掌柜的喊了几声，欲哭无泪。奇怪，咱俩长得有那么吓人吗？午夜凝嘀咕着，找了个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秦晴心中骇然，朝酒馆掌柜说道：“老板，上几个好菜，再来些美酒。”那个，这位少侠，我们店打烊了。掌柜战战兢兢的开口，一脸为难。秦晴眉头稍皱，没打烊没打烊，少侠你快坐。那掌柜一见这架势，哪里还敢多言，慌里慌张的跑到后厨去了。不就是一个奴仆吗？修为还没我高，有什么好横的？后厨里，一个少年郎不满的切着菜，
儿啊，莫要多言，小命要紧。掌柜的急忙劝阻。很快，一桌子酒菜便上齐了。吴叶宁与秦晴食欲大开，大肆吃喝。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时刻提防着暗处。酒足饭饱之后，两人便准备离开了。掌柜的看着他们，欲言又止。对了，还没结账呢。这时，秦晴快步走上前来，掏出一些银子，道：“老板，一共多少钱？”掌柜的看着这些银子，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少侠莫要说笑了，这顿饭不要钱。”哎，这怎么行？吃饭给钱，天经地义，我们又不是土豪恶霸。秦晴拉过掌柜的手，执意要给。可是少侠，咱们这边是用灵晶石作为交易的。掌柜心中忐忑，生怕说错话。秦晴一愣，这短暂的一顿饭，差点让他以为回到了凡俗。噗嗤，午夜狞笑的拍桌子。嗨嗨，秦晴干咳两声，而后掏出一个血晶晶，道：“老板，灵晶石我没有，你看这个玩意儿行吗？”见到血晶晶，掌柜的瞳孔一缩，只觉其内充斥着磅礴的灵力，比一般的灵晶石不知精纯多少倍。这太多了太多了，少侠使不得啊！掌柜的急忙摆手，不敢收下。老板，你就收下吧，有机会我们再来。秦晴笑着。掌柜的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从了秦晴，心里嘀咕：这真是魔道宗门的弟子吗？随后，吴叶宁与秦晴走出门去，在七股岛上游山玩水。眼看天色渐晚，便找了个地方住下。入夜，月微凉，秦晴服侍午夜宁上床后，将蜡烛吹灭。小晴子们的消息已经被传开了，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麻烦，此地不宜久留。黑暗中传来午夜宁平静的声音，道：“明天我们启程回万血海去吧。”秦晴一愣：“大小姐，万血海的凶险未必比外面少，梅清柔知道我们活着，恐怕还会出手。那又如何？师祖认可的是你，既然上官以莲敢横插一脚，我便回去杀了他。”午夜宁语气冰冷。秦晴心情复杂，道：“大小姐，秦晴不想做什么万血海少主，你去了，我就跟去了。这不重要，我只想给你讨个说法。等杀了上官以莲，咱们就回中原找我爹去。”午夜宁枕着胳膊，心意已决。秦晴沉默片刻，道：“好，都听大小姐的。”不一会儿，午夜宁沉沉睡去。一夜平安。第二天，午夜宁与秦晴飞到海边，向附近的修士问路。一些年轻的修士面色难看，掉头就跑。几个启灵境、机缘境的老头坐在海边，一边钓鱼一边谈笑风生。前辈，此去万血海该如何走？要飞多久？秦晴走在前面，上前询问。万血海啊，在南边，不过距离这里十分遥远，要是飞的话，恐怕得飞50-60年吧。一个老头咧嘴一笑，嘴里的牙掉得七七八八。这么远啊？秦晴遥望南方。你们可以用灵晶石向稍大点的宗门借道，他们内部有传送法阵，即便传送距离不远，也可省不少时间。另一个胡子拉碴的老汉开口。几人在七股岛生活了大半辈子，了无牵挂，也不在乎来人是正道还是魔道。午夜宁与秦晴相视一眼，以他们的身份，恐怕没有宗门会给他们借用传送阵，反而会惹来征杀。不过他们并不着急，至于什么时候能回到万血海，也许靠缘分。知道了，谢几位前辈。秦晴拱手。临行前，他向几个老头换了2顶斗笠、1条木船，以这样的方式前行，或许可以少些危险。很快，两人坐着孤舟离岛而去，悠哉悠哉，一路向南。一路上，不少修士从头顶飞过，都是冲七股岛去的。其中不乏修为高强之辈，浑身杀气，也有年轻弟子战意盎然，不知是何门派。苍茫的大海上，波光粼粼，一叶扁舟默默前行着，与世无争。距离被传送到七股岛已经过了2日有余，偶有修士从上空飞过，也不会在意下方的2人。白天，午夜宁与秦晴仰躺在小船里，以斗笠遮脸，沐浴阳光，再以灵力催动船身，好不自在。到了晚上，午夜宁便搭着小棉被，再把脚伸进秦晴衣服里，感受着她胸膛的温度，舒舒服服的入睡。秦晴揣着午夜宁的脚丫，看着她绝美的侧脸，心里也暖暖的。东海之内，岛屿无数，或大或小，有的孤零零一座，有的3-5成群。一些岛屿下有灵根，灵气不断溢散而出，便会吸引往来的修士驻足，慢慢变得繁盛至极，彻夜长灯。一些则呈现原始而又自然的景象，被绿色的植被覆盖，鲜有人迹。奇异的小兽物在里面探头探脑，而在阳光的映照下，海面也时常会有绝美的光影，五颜六色，美得不可方物。若有美不胜收的景色，两人便减缓行进速度，在欢声笑语中慢慢观赏。有时午夜宁嘴馋了，秦晴会跳下海去抓些海鲜上来，或是到附近的小岛上采些野果。还不满足，他们便登上有人的岛屿，混迹在闹市中，痛痛快快吃喝一顿，再带些小酒回来，在船上慢慢的饮。不知不觉，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小晴子，你看那朵云像不像小白兔？午夜宁抬起藕臂，遥指天空，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白云，如同一般缓缓漂浮着。秦晴看着他眼中的星星，嘴角微微上扬，故意道：像吗？怎么看都像只猫。长本事的小晴子，敢跟本小姐唱反调了。少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抬脚将他踹进了海里。秦晴从水中探出头来，攀着船沿，嘿嘿一笑。这时，一条大船从不远处驶来，与他们顺道而行。一个老者站在船头，道：两位小友，此去何处？其实，午夜宁与秦晴这些天遇到不少大船，但都匆匆而过，不知去往何地。秦晴上船，一边以灵力烘干衣服，一边笑道：前辈，我们一路向南。一路向南？正好，老夫的船也前往南方，何不上来同行？
老者慈眉善目，盛情邀请。武叶宁与秦晴相视一眼，决定登上船去，顺便打探一些消息。毕竟东海这么大，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们，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深仇大恨。很快，两人将东西收纳完毕，飞身上船。船上有30-50个人，男女老少皆有，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修为参差不齐，高的达到眼玄境巅峰，是一境大成；低的也有起灵境小成。见秦晴与武叶宁登船，短暂的投来目光，便各聊各的。前方有一个凌寒宗，有圣人坐镇，我们此行便是前往那里，借用传送阵。老者笑着开口。借用宗门的传送阵要花费不少灵晶石，对于散修来说数目不小，但与顺道之人同行，每人分担一点，倒也可以接受。武叶宁与秦晴找了个地方坐下，一边欣赏波澜壮阔的海面，一边听着船上之人闲谈。哎，上个月那个万血海魔女最后被诛杀了吗？你说是七股岛那个啊？没有，听说有高人相护，潇洒离去了。几人侃侃而谈，殊不知他们议论的主人公近在眼前。入夜，船上点起了篝火，别有一番意境。众人快意恩仇，把酒言欢。武叶宁与秦晴也参与其中，举杯共饮。之后的几天，陆陆续续有人登船，也带来不少新消息。听说寂灭神宗出了大变故，有把狂刀载着一个老者归去，惊动了整个宗门，老祖亲自出去迎接。难道是5000年前横行天下，却离奇失踪的那位刀祖？没想到他还活着。不过听说他重伤而归，寂灭神宗向各大宗门寻求奇珍妙药。听闻此言，武叶宁与秦晴神色一动。很快，3天时间过去了，前方出现了一片极寒的海域，其内有10几座岛屿，覆盖着皑皑白雪。这些岛屿之中，有一座高耸的大岛，陡峭险峻，所有寒意都以它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那座大岛便是凌寒宗的山门了。两位小友，确定不与我们同行吗？老者笑着询问。不了前辈，我与大小姐闲散惯了，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武叶宁与秦晴笑着推脱，并非他们不愿，而是囊中羞涩，一旦掏出血晶晶，将惹来麻烦。早知道就向七股岛那个老板换些灵晶石了，我这脑袋。秦晴心中自语，哈哈，相逢是缘，小友不必如此。老者爽朗一笑。临行前，一个青年前来告别，道：武小姐，东海无边无际，此去一别，恐怕再也不会相见了。他对武叶宁心生爱慕，不过并无杂念。李兄一路平安，我等有缘再会。武叶宁大大咧咧，随后与秦晴飞身离船。大船向着凌寒宗的方向驶去，渐行渐远。这也意味着所有人都将成为过客。武叶宁与秦晴并未立刻离开，而是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岛屿，决定在这里游玩片刻。这座岛屿受到凌寒宗的影响，常年冰雪，不过也很繁华，因为那些寒意中夹杂着充沛的灵力，对修行很有帮助。岛屿上建有许多屋舍，错落有致，有炊烟袅袅而上，也有修士来来往往。呜呼，下雪了！一处空地上，武叶宁扬起大片的雪花，向秦晴头顶洒去。大小姐，怎么跟个孩子似的？秦晴满眼笑意。阳光下，这些雪花晶莹剔透，很美丽，却不及目中之人的千万分之一。两人就这样玩闹起来，像没见过雪的普通人一般，放声欢笑，引得附近的修士纷纷侧目。就在这时，变故突生，一个雪球猛地向武叶宁面颊砸来。秦晴神色一变，脚下用力踢出一团雪芒。这团雪芒中蕴含秦晴的武道内力，速度极快，将那雪球击得粉碎。两人朝雪球击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锦衣、细皮嫩肉的少年正在团雪，而后肆无忌惮地砸向过往的修士。这少年8、9岁的模样，修为不过机缘境，举止却很是顽劣，是旁人为戏耍的目标。然而过往的修士大多默不作声，不敢生气，即便一些修士皱眉，也只是躲闪开来，匆匆而过。这次少年又将目标转移到了一个5大3粗的和尚身上，砸出雪球。噗！那和尚怒目圆睁，直接将雪球震碎，而后大踏步朝少年走去，大有将他教训一番的意思。见状，与和尚同行的人急忙将他拉住，摇了摇头：拉洒家干什么？一个毛孩子而已，还反了天不成？和尚气势汹汹，吹胡子瞪眼。同行人使了个眼色，小声道：看见他衣服上的标志了吗？那可是代表着凌寒宗啊。凌寒宗？和尚一愣，这才注意到少年衣服上有一个雪花的标志，很是凌厉。他们皆是散修，因为灵力而汇聚于此，自然知道凌寒宗代表着什么。凌寒宗的老祖可是武圣，咱们惹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行之人劝阻道。听闻此言，和尚面色阴晴不定，最终还是作罢，不情不愿地退去了。看和尚敢怒不敢言的样子，那少年更加嚣张了，直接捧腹大笑起来。随后他又看向了站在原地的武叶宁与秦晴二人，面带戏谑。武叶宁眸光微寒，他只是想与秦晴享受这份闲暇时光，可偏偏有人要打扰他们的雅兴。大小姐消消气，这点小事交给秦晴来处理。秦晴察觉到武叶宁心中所想，急忙笑着开口，毕竟此地人多眼杂，一旦施展万血海的道法，两人将成为众矢之的。武叶宁没有说话，算是应允了。这会儿功夫，那少年再次将雪球砸了过来，还夹杂着机缘境的修为。秦晴面色一沉，武艺纵横而出，轻易将那雪球震碎，随后朝少年冷声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家大人呢？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知道我的身份？少年仰着下巴，目中无人，道：你若再敢阻挡，我定让人教训你一顿。说罢，他再次将雪球砸了过来。秦晴神色冰冷，直接踢出一道雪芒，不光击碎少年的雪球，还顺势将残雪砸在了他脸上。啊！少年惊叫一声，跌坐在地，只感觉脸上剧痛无比。你竟敢砸我！我哥乃是凌寒宗少主，
你完蛋了！少年捂着脸，眼中噙泪。他平日在宗门内骄纵惯了，所有弟子都对他毕恭毕敬，从未受过这种屈辱。凌寒宗少主，秦晴眉头一皱，杀意冲天起，道：“管你哥什么身份，若不认错，我现在就送你去投胎。”你……少年哆哆嗦嗦，他是温室里的花朵，何时见过这种场面？此刻被秦晴吓得浑身发颤，说不出话。秦晴冷眼相看，对于这种作死之人，他并无怜悯之心。如果对方执迷不悟，他不会手软。二少主，你怎么了？就在这时，一个老者从凌寒宗的方向赶来，浑身武意蔓延，散发出机缘境大成的波动。少年见到老者，仿佛见到救星一般，急忙指着秦晴的鼻子道：“族叔，那个人欺负我。”老者降落下来，将少年扶起，随后看向秦晴，质问道：“哪来的野修，竟敢欺负我凌寒宗二少主？是他惹事在先，我才出手教训，在场修士皆可作证。你作为长辈，不应该管教一番吗？”秦晴并无惧意，眸光一动，老者身上的弱点尽数浮现。好大的口气！我家二少主年纪尚幼，还是个孩子，你年长于他，竟也不知礼数。老者看了一眼众人，将少年无礼之事一语带过，反倒指责秦晴起的不是。年幼，不要脸的东西！秦晴直视老者，道：“年幼又怎样？年幼就能对我家大小姐不敬吗？”听闻此话，老仆眸中闪过杀机，道：“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凌寒宗代表着什么？”在他眼中，秦晴不过是个机缘境小城的仆人，而武叶宁浑身上下更是没什么修为波动，似乎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代表什么不重要，我只知道做错了事就得道歉。秦晴冷冷的开口，寸步不让。老者双目微眯，机缘境大成的威压扩散开来，想让秦晴知难而退。然而秦晴神色平静，不为所动。族叔，别跟他废话了，杀他们！这时，一旁的少年发话了，有了这老者撑腰，他更加得寸进尺，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哼！老者早有此意，此刻冷哼一声，朝武叶宁与秦晴大踏步而来，只当他们是无名小辈，抬手便可镇压。武叶宁面若寒霜，美眸中血光流转，以他的修为，只需一击便可将这老者碾杀。大小姐稍安勿躁，凌寒宗是小，万一惊动其他宗门，可就麻烦了。秦晴急忙上前一步，武叶宁眉头微皱，道：“我看那老东西武道不低，你有把握吗？”嘿嘿，大小姐放心吧。秦晴咧嘴一笑，随意比划了2招，看起来信心十足。武叶宁稍加思索，点了点头，道：“去吧。”好嘞。秦晴笑盈盈的开口，转身的瞬间，立马恢复冷漠，随后一步迈出，凌空而起。老者见秦晴不退反进，顿时面露不屑，道：“区区机缘境小城，也敢与老夫为敌，找死！”眨眼之间，两人便交手在一起。这一刻，老者瞳孔骤缩，只觉秦晴的武艺雄厚磅礴，凝实无比。秦晴虽然是机缘境小城，但有五绝作为基础，又有以道通神和狂刀之意加持，纵使面对机缘境大城，也有一战之力。这小兄弟好胆量，竟然敢与凌寒宗为敌！机缘境小城的修为，与那老头打得有来有回，不简单。我看他施展的招数，好像是某个中原世家的武道。哎，他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两人这一交手，自然吸引了不少修士的注意，皆停留在远处，三言两语的议论着。短短数息，秦晴便与老者过了近100招，武艺不断在二人之间纵横，看得旁人眼花缭乱。秦晴没有施展万血海的道法，单纯以五绝中的招数对敌，却让老者心惊不已。他修武数百年，自视甚高，然而秦晴的招数狠辣无比，直指要害，若是不慎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想到此处，老者收起了大义之心，将机缘境大成的修为施展到极致，而后猛地出拳砸向秦晴面门。秦晴心中一惊，急忙侧脸闪避，挡息。就在这时，秦晴脑海中传来天津柱平静的声音：“息！”可是秦晴一怔，却觉一股猛烈的杀意自下而上，向着他的躯体贯穿。这一刻，秦晴汗毛耸立，想都没想的双掌沉底，正好将老者提起的膝盖压下。同一时间，老者强劲的拳风擦着秦晴面颊而过，震得他皮肤生疼，好在没有造成伤势。轰！这一碰撞，巨大的威势扩散开来，两人各退数步，分立而望。老者眉头紧皱，刚才的招数是凌寒宗的隐秘杀招，先有外人可以抵挡，更别提秦晴一个机缘境小城了。好凶险的武道，看似出拳，脚下却暗藏杀机。秦晴心中后怕不已，若非天金柱提醒，他必将遭到重创。此乃负我案进攻第一卷，虚实结合，让人防不胜防。不过我教你3招5式，可将之轻易破解。天金柱淡定开口。至于旁观之人，都是相视一眼，不知输赢如何。午夜宁则翩然而立，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哼，巧合而已，我不信你防得了一次，还能挡第二次。老者冷哼一声，再次摆开架势，挺身杀向秦晴。秦晴迈步迎敌，两人从雪地打到高空，又从高空打入雪地，震得雪花纷飞，难分胜负。横臂，左弓步右平膝，这不就是刚刚那一招吗？秦晴按照天金柱的指示而动，见招拆招，虽然手忙脚乱，却也将老者的拳脚尽数抵挡下来。在外人看来，秦晴早已处于下风，随时有落败的可能，但只有老者知道其中的恐怖之处。而有了天金柱的指点，秦晴对负武案进攻的参悟越来越深，抵挡起来越发得心应手。不可能，此乃凌寒宗不传武道，你如何知晓？老者心中惊骇不已，不论他施展什么招数，都被秦晴一一破解，仿佛秦晴知道的比他还多。这一分神，老者破绽尽出，
秦秦抓住机会，猛地挥拳，狂放的武艺肆虐，狠狠砸向老者。轰！巨响夹杂着寒意，席卷四周。然而老者并没有倒飞出去，竟然以一只拳头抵住了秦秦的攻势，岿然不动。秦秦瞳孔骤缩，只感觉击在了铁板上，生疼不已。而老者的胳膊也发生了异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满冰霜，一丝一缕的寒意从老者身上散发出来，沿着他的胳膊迅速蔓延，要将秦秦的拳头冻结。这是……秦秦大惊，急忙抽身而退，甩掉拳头上的冰渣。哈哈，让你见识一下我凌寒宗的永寒铁！老者大笑着，浑身一震，上衣皆碎，竟然露出坚冰一般的肉鞘，仿佛坚不可摧。咦，残缺的冥王永寒体，不过此的寒气逼人，确实有助于修炼此体。天金柱自语。说话间，老者不留余力，向着秦秦大步杀来。秦秦面色凝重，面对冥王永寒体，攻也不是，防也不是，只能被动躲避，很快便落入颓势。那是凌寒宗的神体之术。围观的修士见状，皆是震惊不已。嘿嘿，逞英雄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死。可惜了，这小兄弟武道虽强，却杂而不精。有修士摇头，也有修士落井下石。武叶宁的眸中闪过一道血光，秦秦若有什么闪失，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哪怕暴露万血海弟子身份。能将我逼到这一步，你足以自傲了。老者面带粉色，肆无忌惮地出招。有了冥王永寒体加持，即便普普通通的一拳都蕴含巨力。小子，冥王永寒体虽然可攻可守，但也无法将弱点摒除。天金柱提醒道。秦秦咬牙，被逼得步步后退，嘴角也溢出鲜血。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了破碎的冰魄小剑。冰魄小剑是公孙弘文从某个遗迹中得来的，充满灵性，与薛冰一战中为秦秦崩碎，只剩下半截残剑。即便如此，那半截残剑依旧是极寒之物，也许不惧冥王永寒体的寒气。想到这里，秦秦急忙从乾坤将它取出，化作正常大小，用以对敌。见到这一幕，老者哈哈大笑，指着冰魄神剑道：“就凭这半截残剑，也想攻破我的永寒体，做梦不成？”秦秦立于高空，不言不语，只是将所有武艺凝聚于残剑，陡然向老者击去。老者冷笑一声，与秦秦斗在一起，但很快便发现了异样，这残剑伤不到他，却可以阻挡寒气的侵袭。速战速决！不知为何，老者心生不安，加快了攻势。秦秦将老者的招数了然于心，此刻神色冰冷，目中别无他物，只剩下老者身上的一处处弱点。他连出数剑，每一剑都击在老者弱点之上，而后闪转身形，躲避拳脚的同时击向下一处。哼，你这残剑抵挡寒气又如何？伤不到我的。老者冷声开口，与秦秦战了上百回合。只见秦秦嘴角上扬，一剑击在老者身上，道：“最后一剑。”最后？什么最后？老者稍有疑惑，不待他多想，身子便猛地一僵，咔嚓咔嚓，一条裂缝以冰魄残剑为起点，迅速蔓延向其他弱点，难以遏制。转眼之间，老者的永寒体上布满裂痕。这不可能！老者面色大变，踉跄后退。秦秦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第二剑接踵而出，直接将老者身躯洞穿，破裂的冰晶四处崩散。老者如遭雷击，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在雪地里拖出一点长长的划痕。所有围观之人都不敢置信，愣在原地。看到这里，午夜宁微微松了一口气，而附近的修士早已炸开了锅，毕竟秦秦以弱胜强，难免让人怀疑他的身份。此时，老者的冥王永寒体已被尽数破除，变回了血肉之躯，鲜血从伤口处汩汩涌出，染红了这片雪地。他捂着胸口，不断向后挪动，道：“你到底是什么来头？”秦秦脚踏虚空，大步流星而来，道：“将死之人何必知道这些？”一听这话，老者顿时慌了，道：“你不能杀我！这里是我凌寒宗的地界，我不杀你，凌寒宗就会放过我吗？”秦秦冷声开口，一脚踩在老者胸膛上，让他动弹不得。老者面露痛苦之色，索性不再挣扎，恶狠狠道：“我身上有宗门印记，一旦身死，宗门高手顷刻赶至，你也无法活着离开。事到如今，还敢威胁于我？”秦秦目光一沉，脚下用力，武道内力肆虐而出，直接将老者五脏六腑震得粉碎。老者瞪着眼睛，吐出大口鲜血，而后脖子一歪，彻底失去了生机。随后，秦秦扭头看向武叶宁，武叶宁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死！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秦秦年纪轻轻，却胆大包天，真的敢在凌寒宗的地盘上杀人。族叔！凌寒宗二少主面色惨白，瘫坐在地上。秦秦只是投来目光，便吓得他惊恐后退。而随着老者的死亡，凌寒宗内的一个雪花印记也彻底碎裂了。附近的几个身影神色一变，霍地起身，几人相视一眼，快速冲出了大殿。片刻之后，数道身影从凌寒宗飞出，循着秦秦的方向而来，修为不低，杀气腾腾。坏了，凌寒宗的修士报仇来了！这小兄弟恐怕无法活着离开岛屿了。一些修士急忙让开道路，不敢招惹凌寒宗。秦秦神色一动，快速飞至吓破胆的凌寒宗二少主近前。你不要过来啊！凌寒宗二少主仓皇逃窜，但他修为低弱，哪里逃得出秦秦的手掌，直接被掐住脖子，像提小鸡仔一样提了起来。饶命啊！别杀我！凌寒宗二少主不敢挣扎，眼泪鼻涕齐刷刷的往下流，与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截然不同，让秦秦一阵恶寒。放心吧，
你现在还有点利用价值，死不了。秦晴冷声开口，把凌寒宗二少主拎在手里。同时，武叶宁也飞到了秦晴身边，一主一仆并肩而立。两人都是16、17岁的年纪，甚至有些稚嫩与青涩，却共同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凶险。此刻面对来势汹汹的重敌，有着说不出的平静与从容。小晴子，伤势如何？武叶宁黑发翩翩，容颜似仙，一双眸子绝美而妖异。嘿嘿，并无大碍。秦晴咧嘴一笑，何人敢杀我凌寒宗弟子？大胆恶徒，还不快放开二少主！说话间，凌寒宗的众修士纷纷赶至，强大的武艺在他们周身纵横。几人看见倒在雪地中的尸体，勃然大怒，向秦晴与武叶宁逼近，要将二人震杀。秦晴并无惧意，直接将手中的二少主提起，道：“你们再赶上前一步，我就捏断他的喉咙！不要杀我！”凌寒宗二少主浑身颤抖，感受到秦晴的五指在缓缓握紧，只要一用力，他就会暴毙而亡。你放开二少主！快住手，不然你们必死无疑！见状，凌寒宗众人急忙驻足，怒目而视。放开他！可以，让我们离去。武叶宁淡淡开口，他知道这一招只是权宜之计，尽早脱身才是重中之重。听闻此言，凌寒宗的众修士都是迟疑不定。突然，一个鹰钩鼻的老者上前一步，阴恻恻地说道：“杀了我弟子，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你凌寒宗管教无方，欺人太甚，总得付出点代价。”秦晴语气冰冷，与那老者针锋相对。我凌寒宗的事，轮不到外人插手。无论如何，今日你必死无疑。老者凝视着秦晴，眸中杀机毕现，是一进大成的修为展露无遗。不要脸的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秦晴双目微眯，手中稍稍用力，道：“怎么，你想试试吗？”凌寒宗二少主面露痛苦之色，几乎要喘不上气，只能艰难的道：“四师伯，别！”老者神色一狠，直接无视他的生死，正欲上前。谁敢伤我弟弟？就在这时，一个20来岁、神色阴沉的青年赶了过来，散发出击元境巅峰的修为。哥，救我！见到来人，秦晴手中的少年立马嚎啕大哭起来，拼命挣扎。上前的老者眉头一皱，默默停下脚步。此人就是凌寒宗少主韩少辉，这么年轻便已经摸到试一境的门槛，不得了。听说他是凌寒宗5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最有机会踏入破虚境，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远处围观的修士窃窃私语起来。鹰钩鼻老者来到韩少辉近前，道：“少主，此人劫持二少主，老夫正欲解救。”韩少辉斜看了老者一眼，不冷不热的道：“师叔，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我弟弟才是重中之重。”老者面色一僵，道：“贤侄所言极是。”随后，韩少辉转过头来，先是被武叶宁的美貌一惊，这才道：“两位稍安勿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误会？我看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吧。武叶宁并不将韩少辉放在眼里，肌肤如雪，窈窕丽，似冷艳的花朵，让人高不可攀。此言差矣。韩少辉一脸严肃道：“必是幼弟惹事在先，只要你们将他归还，杀人之事一笔勾销。我们到了安全之处，自会将他归还。”秦晴假装答应。韩少辉目光闪烁，犹豫片刻，道：“好，一言为定。少主，这不能放他们离去啊！”鹰钩鼻老者还想说些什么，但见韩少辉皱眉，只好作罢。韩少辉望向秦晴，皮笑肉不笑，心道：“只要你敢松手，我定施展老祖传授的禁招，叫你死无全尸。至于旁边的少女……”当然，秦晴也不是什么善类，将韩少辉的神色看在眼里，杀心大起。哥，你一定要救我啊！他的手中，凌寒宗二少主伸着胳膊，哭得不成人样。老实点！秦晴甩了这家伙2下，随后与武叶宁缓缓向后退去，寻找离开的契机。小兄弟，你们往西南走。突然，秦晴脑海中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道：“西南有座兽灵岛，与北域妖族有些关系，正邪两道都很忌惮，不敢轻易踏入。”这个声音秦晴听到过，正是之前那个5大3粗的和尚对凌寒宗颇有怨言。他与秦晴素不相识，不曾想会在此刻传音相助，正好可解燃眉之急。兽灵岛吗？多谢大哥了。秦晴向壮和尚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不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都好过漫无目的的逃遁。同样的，武叶宁神色一动，也听到了壮和尚的传音。两人相视一眼，御空而起，直奔西南而去。那个方向是兽灵岛。见武叶宁与秦晴所去之处，韩少辉目光一沉，奈何没有施展手段的机会，只能带着众人尾随在后。追这么紧，果然没安好心。秦晴望向身后，冷声开口：“小晴子，干脆让我出手，斩了那狗屁少主算了。”武叶宁稍有不悦：“不急，跟他们耍耍。”秦晴嬉皮笑脸，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暴露两人万邪海弟子的身份。武叶宁无奈。一路上，秦晴将凌寒宗二少主拎在手里，一旦韩少辉等人追得过近，便提起来扇2巴掌，几次3番将他们逼退。臭小子，你给我等着！韩少辉咬牙切齿，看自己弟弟被扇得鼻血横流，恨不得将秦晴碎尸万段。凌寒宗其他修士也是满脸怒意，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如此往复了2个多时辰，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碑，布满密密麻麻的苔藓，上刻兽灵2字。石碑之后，隐约可见一座巍峨的岛屿，被海面上的雾气遮掩，似匍匐的巨兽随时会扑杀出来。和尚大哥所言不假。秦晴心中一喜，与武叶宁加快了速度。该死！韩少辉阴沉着脸喊话道：“2位，前方乃是兽灵岛的海域，凶险至极，
你们随意闯入，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我呸！虚情假意，你又算什么好东西？秦晴心中暗骂，脚步不停。若非你们步步紧逼，我们何须踏入这等险地？武叶宁亦是横眉冷对，两人没有犹豫，果断越过石碑之后。当然，他们没有太过深入，毕竟寿灵岛正邪难辨，同样未知，何来紧逼之说？我不过是关心弟弟的安危罢了。韩少辉压抑着怒意道：“既然如此，还请两位说话算话，将我弟弟归还。”到了这里，凌寒宗众人不敢再追赶，只是隔着石碑而立，远远观望。这个嘛，秦晴看向手中之人，故作思考：杀了得了，还与他废话什么？武叶宁有些不耐烦，吓得这二少主浑身一颤。大小姐，我总觉得有些蹊跷。秦晴沉吟道。韩少辉背手于身后，心中冷笑道：哼，你以为踏入寿灵岛的海域就安全了吗？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取你性命。他的手中缓缓出现一团光晕，其内竟然显化出他弟弟的模样，同时也映照出旁边的午夜宁与秦晴二人。突然，午夜宁与秦晴下方浮现出一道黑影，不待他们多想，一条凶猛的灰鳄便张开血盆大口破水而出。小晴子当心！这灰鳄体内似乎流淌着一些远古血脉，鳞甲如刃，凶悍异常。两人反应迅速，一左一右躲闪开来。扑通！灰鳄扑杀不成后砸入水面，激起大片的浪花。不过他并未离去，相反，越来越多的黑影聚集过来，在午夜宁与秦晴下方来回游荡。这就是寿灵岛吗？好险！两人松了一口气。这时，秦晴灵机动道：“来的正是时候。”随后，他看向了韩少辉，道：“你不是要你弟弟吗？还给你。”说罢，秦晴直接将手中的凌寒宗二少主提起，抛向了下方的鳄鱼群中。啊！哥，救我！凌寒宗二少主被吓破了胆，他没有御空能力，被抛出的瞬间立刻向下方坠落。这一刻，鳄鱼群沸腾了，其中一条更是跃出水面，向着他撕咬而去。你！韩少辉神色一变，没想到秦晴年纪轻轻，心肠却如此狠辣，也顾不得施展什么禁招了，急忙去救自己弟弟。救命啊！凌寒宗二少主喊得声嘶力竭，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四肢，而韩少辉则快速向他接近。就在这时，变故突生，海面下的鳄鱼黑影四散而逃，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惊退了他们。而后，一条巨大的青蛇从水中探出头来，鳞片下灵光流转，竟然要捕食那条灰鳄。什么？韩少辉大惊失色，因为这青蛇境界在他之上，而他弟弟距离灰鳄极近，也进入了青蛇猎杀的范围。不可！少主速退！凌寒宗众修士急忙出言制止。该死！韩少辉咬牙，眼看青蛇杀至，只得狠下心抽身而回，否则他也会丢掉性命。同一时间，午夜宁与秦晴也是躲得远远的，怕被牵连。不！见到这一幕，凌寒宗二少主彻底绝望了，只留下一声惨叫，便与灰鳄一起葬身蛇腹。随后，青蛇没入水中，海面风平浪静。数息之后，青蛇重新浮出水面，看起来有些清秀，头顶立着一个青衫男子，背负双手。是寿灵岛之人。这青蛇难道流淌着北域大妖真龙一族的血脉？凌寒宗众修士神色凝重，韩少辉则退回他们身前，面色难看。看到了吧，你弟弟不是我杀的，要报仇找他去。秦晴两手一摊，很是无辜。你！韩少辉拳头紧握，双眼死死地盯着秦晴，满是杀意。青蛇之上，男子居高临下道：“何人擅闯我寿灵岛海域？”韩少辉心有无尽愤恨，却不敢对青衫男子动怒，道：“在下凌寒宗弟子，寻仇至此，无意冒犯。”寻仇？如今我杀了你弟弟，你也要向我寻仇吗？青衫男子冷声道：“不敢，自然不敢。”韩少辉吓了一跳，急忙拱手：“呵，欺软怕硬的东西！”秦晴在一旁嘲讽，气得韩少辉浑身颤抖。青衫男子眉头一皱，看向午夜宁与秦晴，道：“你们又是何人？还不速速退去？我们二人游历大千，随风而来，尽兴便去。”午夜宁淡淡开口，在他看来，青衫男子的修为不足为惧，唯一忌惮的只是那条青蛇而已。哼，敢这样和寿灵岛的人说话，找死！韩少辉在不远处冷笑，心道：可惜不能死在我手中。好一个随风而来，尽兴便去。果然，青衫男子轻蔑一笑，也不问缘由，只是背过身去，道：“青儿，今天有人肉吃了。”青蛇眼冒幽光，吐着蛇信子，大摇大摆地朝午夜宁与秦晴而来。可恶，难道非要大小姐出手吗？见到这一幕，秦晴眉头紧皱，暗中向天津驻打探青衫男子的底细。修为嘛，启临近巅峰，不过加上那条是一境的青蛇，倒是可以与你家大小姐掰掰手腕。天津驻回应道：“是一境的青蛇？”秦晴心中一惊，道：“既然这青蛇修为高于男子，为何听命于他？”天津驻悠悠道：“此人修有双灵不视觉，与那条青蛇心念合一，二者配合，可以发挥成倍的威力。”成倍威力！秦晴内心巨震，道：“那修为高强之人修行此诀，岂不是可以横行于天下？”理论成立，但此法有个致命缺陷，那便是一灵死，两灵亡，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天津驻道：“原来如此。”秦晴若有所思。就在这时，午夜宁开口了，道：“可惜我家小白没有苏醒，不然你这小蛇随便两下便可猎杀。”啊！秦晴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吴小白身份特殊，而且从未修行过，
更别提与世一境的生灵争斗了。不过他很快明白了武叶宁的意思，而且此情此景，似乎只能把小白推出去当挡箭牌了。你说什么？听闻此言，青山男子霍地转身，神色冷冽，青蛇也停了下来，似乎很不相信。对不起了，小白，爹娘不是故意坑你的，希望你不要怪罪。秦晴心中祈祷，适时上前道：大小姐，小白不过是击败只是一境小城的地鳌蟹而已，哪有那么厉害？是一境小城？青山男子面色一凝，哼，地鳌蟹算什么？那条龙皇里不也死于小白之手？午夜凝接过话，满脸不屑。龙皇里有这种生物吗？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听着二人的对话，青山男子心里直犯嘀咕。也对哦，可是小白与龙皇里争斗，不是差点落败吗？秦晴小声道。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以小白如今的修为，杀他轻而易举。两人你一言我一句的吹着牛逼，脸部红心不跳，听得青山男子面色愈发凝重。够了！突然，青山男子一声厉喝，打断了二人。什么里的蟹的？你们可知我座下青蛇流淌着何种血脉？青山男子冷声道。巧了，我家小白血脉同样不凡。午夜凝双手叉腰，自信无比。大言不惭，你灵兽那么厉害，何不换出来让我见识一番？青山男子双眼微眯，战意澎湃。你聋了吗？我家小白正在睡觉，长身体呢。午夜凝鄙夷。你玩我是吧？青山男子咬牙。哎，可惜今天没有蛇羹吃了。午夜凝轻叹一声，不甚惋惜。好，很好。青山气急反笑道：既然如此，敢不敢随我回寿灵岛，等他苏醒之时争个高下？正等你这句话呢。午夜凝挑了挑眉毛道：有何不敢？哼，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青山男子也不墨迹，一挥衣袖道：随我来。说罢，青蛇扭转腰肢，朝寿灵岛的方向疾驰而去，只能看到一条翠影在海面上留下层层涟漪。午夜凝与秦晴松了一口气，两人看向石碑外的凌寒宗众人，无奈地耸了耸肩，随后与青蛇一起消失在了茫茫雾气中。这什么情况？石碑之外，韩少辉等人一脸懵，眼睁睁看午夜凝与秦晴离去。少主就这么放过他们？鹰钩鼻老者最先开口，难以接受。不然呢？你能杀进寿灵岛？韩少辉无能狂怒。众人沉默不语。杀地之仇，不共戴天。韩少辉咬牙切齿道：我会向宗主求一块寒元石，与寿灵岛做笔交易。寒元石？身边人一惊道：少主，那可是诞生于祖脉上的灵石啊！有了寒元石，寿灵岛一定会将那两人交出，到时候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韩少辉深深地看了寿灵岛一眼，转身离开。另一边，午夜凝二人跟着青蛇在海面上疾驰，而寿灵岛也变得越来越宏伟广阔。越接近，越能感受到它那股原始的压迫感，仿佛一只巨兽沉睡于洪荒，会在未来的某一刻苏醒。偶尔能看到一些不知名的飞禽，或在海面上捕猎，或划过长空，又快速没入茂密的山林中。临近海岸时，巨大的青蛇突然变换成小巧模样，缠绕在青山男子肩头，看起来乖巧又亲昵。青山男子蹭了蹭它，这真的是那条吃人的巨蛇吗？简直判若两蛇，好吧。秦晴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知道小白有一天会不会变成庞然大物呢？午夜凝心情复杂，有期待也有担忧。海岸边，一个光脚少女行走在沙滩上，肩头立着一只乌鸦，与少女的青春气息形成鲜明对比。慕容素，你回来了！见到青山男子，少女快步迎了上来，但看清后面的午夜凝与秦晴后，面容顿时一僵。这两个是岛外人？少女的眼神中充满敌意，上下打量着二人。午夜凝眉头微皱，不知他的敌意从何而来。我与这两人约了架，所以暂时让他们登岛。慕容素开口道。约了架？好吧。少女撅了撅嘴，突然她肩头的乌鸦被惊动了，悬上高空，眸子里闪烁着血色的光。少女微微诧异，看向午夜凝道：慕容素，这位姐姐可不简单哦，黑乎乎看人很准的。难道她看出了我们的身份？秦晴心中一惊，没想到这少女深藏不露，如此正好。慕容素神色桀骜我正好想见识一下她的灵兽到底有多厉害。青蛇吐着信子点头回应。少女白了他一眼，朝高空中喊道：黑乎乎，给我过来！几经安抚，那乌鸦终于落了回来，眸子中的血色隐退。对了，芊芊，你哥人呢？这时慕容素开口问道。还能在哪？后山修行呗。少女望向远处的山林，扬了扬下巴。慕容素点了点头，随后带着午夜凝二人向寿灵岛深处而去。渐渐的，前方热闹了起来，一座座古建筑映入眼帘，更有屋舍与街道不绝，人来人往。这里修士众多，大多衣着朴素，不拘小节。看一看，瞧一瞧喽，上好的神玉，佩戴可助长修为。一些修士做起了商贩，蹲在街边吆喝，售卖自己的灵丹妙药、珍奇之宝。也有修士从头顶掠过，匆匆忙忙，不知去往何处。令秦晴吃惊的是，这里居然混杂了许多凡人，毫无修为波动，却可与修士并肩而行，谈笑间怡然自得。同时，一些奇妖异兽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对之习以为常，不少孩童凑上去抚摸。远处还有浅蓝色的翼鸟挥动翅膀，翩翩起舞，在高空降下雨水，帮助凡俗村民灌溉田地。这里不像是宗门势力，更像是一个市井，古朴却充满烟火气。凡人、修士与妖族达成了微妙的平衡。看着这种种，午夜凝与秦晴似乎明白寿灵岛为何不用外人踏入了。
没有人希望这份宁静被打破。当然，他们二人的衣着相貌也让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整条街道逐渐躁动了起来。这些人中修士不计其数，有的修为很是强大，甚至达到了准圣之境，可谓隐世高手。吴叶宁与秦秦目光警惕，在这股沉重的氛围中，随时准备对敌。你们滚出去！突然，一个老伯端着鱼叉，气势汹汹冲了过来。吴叶宁没有动作，自有秦秦上前替他拦住。不过，秦秦没有施展修为，因为这个老伯只是凡人，对他们没有威胁。老伯，你这是什么意思？吴叶宁有些不悦。什么意思？呸！这老伯头生华发，身子骨却很硬朗，道：你们这些岛外人，没一个好东西。就是，这次又打什么歪主意？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海里喂鱼。此话一出，附近的人全都激愤起来，无论是修士还是凡人，都向二人聚拢。吴叶宁与秦秦眉头紧皱。放心吧，赵伯。就在这时，慕容素站了出来，道：以这两人的修为，翻不起什么浪。他们若有歹心，我亲自诛杀。有了慕容素这句话，周围顿时安静了不少。小素啊，赵伯信你。老伯犹豫片刻，这才不情不愿地收起鱼叉，众人也都作罢，为他们让出一条道路。随后，慕容素带二人来到一座依山傍水的竹屋前，道：你们就暂住在这里吧，风景宜人，清静自然，倒是个好住处。午夜宁悠哉地观赏着。别忘了，你们现在是我的猎物。慕容素冷哼一声，道：给你们3个月时间，3个月后若拿不出相应的实力，休想活着离开寿灵岛。3个月？午夜宁不露声色，点了点头。慕容素走后，秦秦将竹屋收拾了一番，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此时天色还早，两人决定到外面的集市上逛逛，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瞧一瞧看一看喽，纯手工雕刻，可保佑平安喽。路过一处摊位时，午夜宁被各式各样的吊坠吸引了目光。姑娘好眼力，这些吊坠上刻的是祥瑞之寿，可凝聚好运，逢凶化吉。摊主热情地介绍着。大小姐，这些都是凡物，怎么可能保佑平安呢？明显忽悠人的。秦秦在午夜宁耳边小声说道。怎么，有个念想不行？午夜宁自顾自地挑选。行，原来大小姐还信这些。秦秦笑道。找打是不是？午夜宁瞪了他一眼，提起一条吊坠，没好气的道：过来。秦秦乖乖伸出脖子，让午夜宁给他戴上。不错，挺好看。午夜宁拍了拍秦秦胸膛，喜笑颜开，最后选定了3条吊坠，道：你一条，我一条，小白一条，完美。两人付了钱，继续闲逛。过程中，秦秦看到有人在卖花，其中一束绽放的格外美丽，与午夜宁很是搭配。想来大小姐的诞辰也快到了，嘿嘿，给她一个惊喜。秦秦这般想着，趁午夜宁不注意，偷偷将这束花买下，收入乾坤之中。没过多久，后山爆发了剧烈的波动，伴随着轰隆隆巨响，仿佛什么人在争斗，8成又是那2个小子在打架。是啊，这俩人也算从小打到大了。对此，周围的人见怪不怪，一些老者侃侃而谈。什么情况？午夜宁与秦秦凌空而起，只见后山之中烟尘四起，一头黑虎与青蛇缠斗在一起，两者都很庞大，压倒成片的树木。这条青蛇自然是慕容素的灵兽，已经达到了适意境，而那头黑虎竟然不弱于他，瘦躯健硕，雄壮威武。后山十分广阔，慕容素傲立当空，对面是一个身穿兽皮的男子，皮肤呈健康的小麦色，野性十足。两人周身浮现出玄妙的阵法，一青一黑，与下方的灵兽相呼应，使他们更加神异强大。青蛇猛地窜起，以锋利的尖牙向黑虎咬去。好！黑虎发出咆哮，近乎人力而起，一爪子将青蛇拍落。慕容素微微皱眉，周身青光大盛，同样的，青蛇的鳞片也熠熠生辉，流转出不同寻常的光泽。这一刻，青蛇变得灵动无比，沿着虎躯缠绕而上，黑虎则被紧紧束缚，怎么也挣脱不开。顾万里，认输吧，你不是我的对手。慕容素平静的道。兽皮男子并不服输，苦苦支撑。这种级别的战斗，小白能顶住吗？此情此景让秦秦头疼不已，不由得想起那团毛茸茸的白色，只感觉可怜、弱小又无助。突然，下方的山林中传来异响，伴随着阴风阵阵，而后有凶戾之气刮了上来，似有什么东西要出事。轰隆隆，转眼之间，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压得人喘不过气。午夜宁与秦秦同时动容，这股气息他们再熟悉不过，正是来自异族，不曾想会在这里遇到。不必担心，这个异族的实力没那么强，应该是依靠某种力量苟延残喘着。天金柱淡淡的道。同一时间，乾坤中的吴小白震颤了一下，仿佛受到某种吸引，将要苏醒。顾万里与慕容素面色凝重，停止了争斗。回来吧，青儿。慕容素开口，青蛇一溜烟的返回，黑虎也缩小身形，伴在兽皮男子身侧。两人没有犹豫，直接向下方沉去，紧接着又有几道强大的身影赶至，匆匆没入了山林中。午夜宁盯着阴风传来的方向，道：小晴子，小白要苏醒了。真的？秦秦又惊又喜，两人一起返回竹屋。午夜宁一挥衣袖，那团毛茸茸的白色便滚了出来。许久不见，吴小白发生了不少变化，头生右角，爪子与牙齿也变得锋利，但大眼睛还是忽闪忽闪的。爹娘！一见到午夜宁与秦秦，吴小白便高兴的上蹦下跳。小白，我们想死你了。午夜宁一把将他搂住，蹭个不停。
由于吴小白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一圈，正好可以抱个满怀，软乎乎的。秦晴露出老父亲般的微笑，摸了摸他的头。之后，午夜宁将买来的吊坠给吴小白戴上，心满意足。一番亲昵后，吴小白忽然指着一个方向，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不断比划着：“你是说那边有你想吃的东西？”午夜宁问道。吴小白点点头。午夜宁与秦晴一愣，因为那个方向正是发生变故的后山。后山深处有一座古朴的大殿，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中。古殿以石砖垒成，又以盘龙柱稳固八方，其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人族，也有妖族。这些图案记载着远古时期发生的事，原始与沧桑感扑面而来。古殿正中央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而阴风正是从井中涌出的。此时，兽领导众修士正围在古井旁交谈着什么，为首之人手持拐杖，老态龙钟。那个人的魂力越来越虚淡了，你们困不住我的。突然，古井中传来沙哑的声音：“叔祖，看来这次的情况比之前更加严重了。”慕容素沉声开口。顾万里朝古井里喊道：“呸！再给顾爷我几百年，定将你彻底抹杀！就凭你！”古井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同时一股霸道的力量涌出，直奔顾万里而来。顾万里吓了一跳，急忙后退。放肆！这一刻，手持拐杖的老者上前一步，浑身灵力汹涌，赫然是道境的修为。只见老者挥出拐杖，其上爆发璀璨的光，伴随着嘹亮的龙吟声，直接将古井中的巨力击溃。哼，有老夫在，轮不到你造次。老者身姿挺拔，话语掷地有声。哈哈，你这把老骨头早已没有全盛时期的实力，还能苟活几年？古井中的生灵不以为然。放心吧，我会死在你之后。老者冷声道。是吗？这就取你的命。话音刚落，古井中阴风大盛。老者面色一变，急忙施展修为，慕容素等人也在一旁帮衬。然而古井中的力量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哈哈，有那位大人的滴血，我已恢复不少修为，你们还能拦我？古井中的生灵叫嚣着，大有一鼓作气突破封印之势。就在这时，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收回了力道。那是……古井中的生灵颤声开口，仿佛很惧怕。而后整个古井都陷入沉寂，没有半点声响。片刻之后，兽领岛上空恢复清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殿中的众人惊疑不定，但都松了一口气。奇怪，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难道古祖之魂显灵了？顾万里俯视古井，摸不着头脑，其他人也不明原因。无论如何，这都是件好事。为首老者叹了口气，道：“只希望下一次危机来得慢一些。”众人都是点头，忧心忡忡的散去，只有慕容素一个人留在原地。难道这件事与那两人有关？不知为何，慕容素脑海中浮现出午夜宁与秦晴。夜已深，后山之中，两道身影正在鬼鬼祟祟的前行。其中一人脸戴面罩，身穿黑衣，另一个以黑布套头，却遮不住毛茸茸的皮毛，看起来有些滑稽。这两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秦晴与吴小白。小白，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秦晴拨开枝叶，小声开口。此地枝繁叶茂，又有夜色遮挡，极容易迷失方向，但为了帮吴小白吃到东西，只能出此下策。吴小白笃定的点点头。于是一人一兽继续前行，如同做贼一般小心翼翼。不多时，一座隐秘的石殿出现在了秦晴面前，若非吴小白指引，根本无法寻到。这石殿存在多少年头了？月色下，石殿静静伫立着，古朴而沧桑。秦晴面色凝重，道：“天金柱大哥，此地可有危险？涉及异族之事，他必须万分谨慎。”没有，不但没有，今天的异族气息也消失无踪，反倒像是故意躲起来了。天金柱道：“故意躲起来？”秦晴一愣，沿着石殿找了一圈，终于发现了门户。不过这道门户是紧闭的，无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打开。就在这时，吴小白拽了拽秦晴的衣角，并指了一个方向。秦晴心领神会，跟着吴小白来到角落，只见那里有一个小洞，又矮又窄，却刚好能让一个人爬行。丫的，这不会是狗洞吧？秦晴内心极度抗拒，然而吴小白已经钻了过去，他也只好变换身形，化作鸟兽而入。大殿内没有月光，很是阴暗，秦晴不得不施展神通，照亮一小片区域。这里静得可怕，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回音。咦？就在这时，秦晴注意到墙壁上刻着不少图案，像是某种壁画。第一面墙壁上刻满了山水图案以及各种大妖，观摩之下，秦晴还发现了龙凤等样式，似乎代表着蛮荒时期的景象。这是天官漫道。再往前看，秦晴心中一惊，墙壁上竟然出现了天官漫道，还有一个地座，无数大妖在地座下陨落。再然后，壁画上终于有了人族，但仅仅是一个背影，却让天金柱狂震起来。这道背影像极了他的主人。壁画中，此人联合一只大妖于逆境中崛起，近乎将地座打回天关之中。难道双灵不世诀是天金柱的主人所创？为了得到那今天的战力，秦晴暗中猜测。然而下一幅壁画中，那只大妖竟然陨落了，躯体断成两截，人族背影也再未出现。怎么可能？天金柱语气颤抖，一时间无法相信。天金柱大哥，此壁画为后人所刻，未必齐全，而且所刻之人也不一定是你主人。秦晴同样心情沉重。一灵死，两灵亡，他们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不知不觉中，秦晴与吴小白来到了一口古井前。秦晴回过神来，望向古井深处，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古井中漆黑无比，阴冷之意内敛，若是贸然踏入，必死无疑。小白，你不会是要下去吧？秦晴指了指井口。吴小白点头，不可不可，这下面凶险未知，你若有什么闪失，大小姐可饶不了我。秦晴急忙阻拦，然而吴小白却不断比划着，似乎很有信心。万般无奈之下，秦晴只好答应。随后吴小白一跃而入，如同石沉大海般再无动静。秦晴放不下心，在井口旁来回踱步。不，突然古井下传来一声惨叫，但明显不是吴小白的。不，我的滴血！渐渐的，那声音越来越虚弱。不知过了多久，一道黑影窜上井口，一动也不动。小白，秦晴试探道。那道黑影打了个饱嗝，跃到秦晴怀里，嘴角还残留着一些血迹。不知是不是吸收了先祖滴血的缘故，秦晴总觉得吴小白的眼神有了一丝变化。不过很快，吴小白便眨巴了眨巴眼睛，看起来与之前一般无二。错觉吗？秦晴没有多想，带着吴小白原路返回，离开了古殿。古殿外月色如瀑，万籁俱静。一人一兽刚走不久，忽地见到一只乌鸦落在枝头，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眸子里闪烁着妖异的光。坏了！秦晴暗道不妙，有种被逮个正着的感觉。而后一道倩影从山林中飞出，借着月色，隐约能看到姣好的容颜，正是海边那个少女，也就是顾万里的妹妹顾芊芊。顾芊芊凌空而立，神色冰冷，道：“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秦晴嘿嘿一笑，道：“闲来无事，出来欣赏月色，不然以我的修为还能做什么？”欣赏月色？顾芊芊皱眉，因为秦晴的修为确实不高，在这兽灵岛上根本成不了威胁。突然，枝头那只乌鸦正动着翅膀，发出悲怆的鸣叫声，落回少女肩头。顾芊芊目光一寒，周身灵力涌动，道：“你手中之兽与那口古井中的未知生物有关。”秦晴神色骤变，一股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这是吴小白第一次暴露身份，空气中安静的可怕。秦晴知道忽悠不过去了，索性将吴小白护在身后，道：“事又如何？”事已至此，一场争斗在所难免了。顾芊芊沉默半晌，忽地收起全部修为，道：“罢了，你们走吧。”秦晴一愣，顾芊芊凝视远方，道：“我哥与慕容素拼命修行，只是想守护兽灵岛罢了。只要你不打破这里的安宁，我放你离去。”秦晴松了一口气，随后郑重地点了点头，道：“绝不打扰。”便快速地消失在黑夜中。少女神色复杂，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竹屋中，武叶宁早已等候多时，见秦晴与吴小白平安回来，喜上眉梢。怎么样，收获如何？武叶宁将吴小白抱起，却没感受到任何变化，不由得有些疑惑。我也不知道，似乎变帅了不少。秦晴挠了挠头。武叶宁将小白放在桌子上，双手托腮，嘟囔道：“小白这样子，怎么可能打败慕容素的青蛇吗？可别小看他的珍稀血脉。”就在这时，秦晴脑海中传来天金柱的声音。天金柱似乎从刚才的失忆中走了出来，道：“以吴小白如今的战力，未必输于那条青蛇，不过是缺乏战斗经验罢了。”什么？那我岂不是最弱的了？秦晴难以接受，没想到吴小白毛茸茸的身体下隐藏着强大的力量，一个是道仙资质，一个是异族珍稀，你算得了什么？天金柱道。秦晴无语，道：“话说天金柱大哥，有没有适合小白修炼的功法？你觉得呢？”天金柱就差翻白眼了，嗨嗨，当我没问。秦晴讪讪，特训！突然，吴叶宁一拍桌子，吓得秦晴一个机灵。特训！秦晴与吴小白同时一愣。对，从今天开始，对小白进行为期3个月的特训。吴叶宁一本正经。一人一兽面面相觑。第二天，日出东方，蓝天白云，兽灵岛上熙熙攘攘。秦晴抱着吴小白来到一处篱笆墙外，只见里面有几个孩童围坐在一起斗兽。与其说是斗兽，更像是几个小孩子过家家斗兽场里，什么鸡鹅狗鸭都有，扑在地上摸爬滚打。不过这些小兽物并非普通，因为生长环境的缘故，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些返祖现象，体型与力量也大上不少。加油啊，翠翠，你是最棒的！大红花，打败他！几个孩子为自己的灵兽加油鼓气，玩得不亦乐乎。不是吧，大小姐，你所说的特训就是和这几个小屁孩过家家？见状，秦晴一脸为难，让你去你就去，哪这么多废话？吴叶宁在后边胁迫。秦晴苦笑，抱着吴小白走进篱笆墙，道：“那什么，我能加入你们的战斗吗？”一个孩童于百忙之中抬起头来，很是鄙夷，道：“一把年纪了，还来欺负我们，真不知羞。”秦晴尴尬一笑，道：“非也非也，我家小白年纪尚幼，还没参加过斗兽呢。”是吗？几个孩童将信将疑，围着吴小白转了2圈，见他人畜无害的样子，这才答应。于是秦晴将吴小白放下，示意他融入进去。吴小白很少光明正大的与旁人打交道，多少有些犹豫。别怕啊，爹娘在呢。秦晴在后面鼓励，吴叶宁也投来肯定的目光。吴小白这才鼓起勇气，与一众小兽物站在一起。这次的参赛对象一共有4只，分别是吴小白、铁公鸡大红花、大白鹅翠翠以及小牛犊阿蛮。而斗兽规则为2两一组，获胜者再决斗出小兽王。斗兽开始！随着孩子王一声令下，小兽物纷纷挑选自己的比试对象，吴小白则被大白鹅翠翠给盯上了。很快，阿蛮便与大红花斗在了一起。阿蛮是个力量型，不断以牛角进攻，大红花则扑腾着翅膀，
使出了攻击上树的招式，屡次化险为夷。另一边，翠翠盯着吴小白，神情严肃，而吴小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什么。突然，翠翠的额眸中闪过一缕寒芒，猛地向吴小白灼来。吴小白慌了神，急忙应对。别看这大白鹅年幼，战斗经验却很丰富，下嘴也毫不留情。随着一番鸡飞狗跳，吴小白被胖揍了一顿，委屈巴巴地跑回秦晴身边。几个孩童捧腹大笑。吴叶宁见状，眉头微皱，道：“吴小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一受挫就退缩，怎么能成长？”吴小白扣着找找，不情不愿的样子。大小姐先别急，慢慢来嘛。秦晴摸了摸吴小白的头，道：“记住，小白，战斗要的不是蛮力，而是技巧。”听完秦晴的话，吴小白若有所思。去吧，再试一次，也许这次就能成功呢。秦晴笑着开口。吴小白点了点头，转身重新投入到战斗中，与大白鹅斗作一团。没过多久，吴小白便又被啄了出来。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退缩，而是爬起来继续争斗。吴叶宁欣慰一笑，秦晴则时不时在旁边指点：“小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这才是最佳的取胜之道。”吴小白将秦晴的话记在心里，闪躲的同时伺机进攻。猛然间，大白鹅再次啄来，吴小白抓准时机，直接锁住了他的脖子，让其进退两难。大白鹅浑身一紧，急忙甩动脖子，然而吴小白死死不放，反而顺势骑在了鹅背上。翠翠，甩开这家伙！旁边的小孩直跺脚。大白鹅被逼急了，直接带着吴小白在篱笆内狂奔起来，附近的孩童纷纷散开。此时，阿蛮与大红花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小牛犊阿蛮累瘫在地上，大红花则站在他的身子上耀武扬威。不偏不倚的，大白鹅正好向他们冲来，而且速度极快，根本刹不住。这一刻，吴小白与大红花四目相对。小白，吴叶宁与秦晴闭上了眼睛，不忍直视。砰！下一刻，闷响传出，众人缓缓睁开眼睛，只见几只小兽物四仰八叉的躺在一起，全部被撞昏了头。这算谁赢了？几个孩童没缓过神。就在这时，那团毛茸茸的白色动了一下，而后晕头转向的站起来。至此，整个斗兽场里只剩下吴小白还站着。好吧，算这家伙赢了。孩子王只好不甘心的宣布。几个孩童将各自的灵兽抱回，吴叶宁也与秦晴也走上前去。小白，你赢了知道吗？吴叶宁将吴小白抱起，蹭了蹭。吴小白指了指自己，不可置信，随后咯咯的笑了起来。第二天，秦晴照常带着吴小白来参加斗兽，不过这次吴小白似乎激发了一些潜能，无意中一个动作都能将其他小兽陷得翻跟头。秦晴的教导也从原来的战斗技巧变成了怎样控制量，不要打伤其他小兽等。第三天时，吴小白的战斗技巧突飞猛进，三拳两下便能降服一只小兽，其他几只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对此，吴叶宁与秦晴甚是满意。你们欺负人！几个孩童哭唧唧的回家去了，发誓再也不和秦晴斗兽了。秦晴无奈，既然如此，你们何不去后山修行呢？那里有更强大的对手。就在这时，一根乌黑的羽毛飘落，随后少女顾芊芊翩然而至，后边跟着一只乌鸦。后山，吴叶宁神色一动。后山宽广，有山川瀑布，又有险峻地势，是修行的绝佳之处。少女足不沾地，说话时有意无意地望向吴小白。两人在顾芊芊的指引下，来到后山一处修炼之地。这里汇聚了许多青少年，大多彼此争斗，不过他们的灵兽可就不一般了，与之前的小兽有天差地别。有的身手矫健，追逐于岩壁之间，如履平地；有的翱翔天际，羽翼争空；更有灵兽踏水而行，卷动惊涛骇浪。两人看到眼花缭乱，啧啧称奇。不过他们没有看见慕容素与顾万里，想来是同辈之间难寻敌手，潜心修行去了。话说，你这只乌鸦到底有什么本领？吴叶宁与秦晴心有疑惑。带来死亡。顾芊芊吐出这4个字，听得二人云里雾里。喂，你们两个岛外人，来我们岛上有何目的？说话间，一匹赤炎妖马走了过来，背上坐着个红发少年，挑衅意味十足。目的是慕容素约战在先，我们二人才勉为其难的登岛。吴叶宁淡淡开口。红发少年仔细看了看吴小白，扑哧一笑，道：“你可拉倒吧，慕容大哥31连胜，年轻一辈无敌手，会约你这团毛球？”吴叶宁稍有不悦，道：“你若不信，自己问他去。”哼，不必了。只见红发少年嘴角上扬，飞身下马，道：“真假与否，一战便知。”与此同时，附近几个少年投来目光，大有看笑话的意思。吴叶宁眉头微皱。就在这时，秦晴上前一步，道：“大小姐，既然他执意要战，那便让小白试试呗。可是小白才刚刚接触战斗，能行吗？”吴叶宁面带忧色，严厉的是他，心疼的也是他。放心吧，我对小白有信心。秦晴眨了眨眼睛。吴叶宁犹豫片刻，这才答应。随后，秦晴俯身在吴小白耳边小声道：“小白啊，等会儿下手轻点，别闹出寿命。”吴小白点了点头，出面迎战。赤炎马则昂首挺胸，迈步上前，足足比比武小白高了数倍不止。见到这一幕，附近几个少年神色戏谑，还未开始，他们便觉得胜负已定。对此，秦晴选择无视。很快，战斗打响，赤炎马率先发难，朝吴小白撞来。吴小白一跃而起，打算从上方进攻，然而赤炎马浑身火光流转，还未触碰，便感觉滚烫无比，
只好折返回来。呵，就这！红发少年双手抱胸，这一下，吴小白逐渐落入了下风，在马蹄下左躲右闪，好在他速度够快，赤炎马怎么也伤不到他。少年面子上挂不住了，大喝道：“踏焰术！”话音落，赤炎马嘶吼一声，蹄子上腾起熊熊火焰，每一步落下，都在地面上留下焦黑的蹄印。午夜凝拳头紧了紧，小白，抓住敌人的弱点，才是制胜的关键。秦晴在一旁提醒。吴小白神色一动，似是想到了什么，忽地转手围攻，跃至赤炎马前方。哼，我的马浑身炽热，非将你这白毛烧光不可。红发少年有恃无恐。出乎预料的是，吴小白并未触碰赤炎马，反而在闪身的同时，一把揪住了他头顶的鬃毛。赤炎马嘶鸣一声，只感觉头皮发麻，伴随着猛烈的剧痛。红发少年面色一变，指着吴小白道：“你这家伙，争斗就争斗，揪鬃毛算什么本事？这你就错了。”秦晴摇头晃脑道：“争斗争的是输赢，不论用什么手段，能赢就是本事。”少年被噎得哑口无言。战场中，赤炎马不断的跃起、耸动，使尽浑身解数，可吴小白眼里只有鬃毛，每次都能薅下一大把。赤炎马吃痛，不断发出嘶鸣，毫无反制手段。对于这一幕，附近的少年都是目瞪口呆，没想到吴小白会使出这样的手段。午夜宁也是神色怪异，不知他跟谁学的。秦晴得意洋洋：“可恶，卑鄙的岛外人！”红发少年神色难看，见自己的灵兽这般痛苦，只得一咬牙道：“行行行，算你们赢，这总行了吧？”秦晴这才招手道：“回来吧，小白。”吴小白兴冲冲的归来，看起来玩得很过瘾。赤炎马则垂头丧气，返回红发少年身边：“等我宝马修为精进，再与你战。”红发少年抚摸着赤炎马，简直比自己秃顶还难受。接下来几天，不断有人前来挑衅，吴小白并不怯战，有输也有赢。之后，秦晴每天都带着吴小白到后山，午夜宁返而落了个清闲，自己修行自己的。当然，吴小白的进步也是神速，血脉的力量仿佛源源不绝，在被快速激发着。这一天，一个灰衣男子寻了过来，扬言要击败吴小白。秦晴见他身边空无一物，不由得有些疑惑。男子指了指上方，秦晴朝头顶望去，只见一只白眉苍鹰立于陡壁之上，羽翼如刃，目光凌厉。秦晴双目微眯。这些天，吴小白虽然争斗不断，但多是与走兽为敌，从未面对凌空的对手。不过这一战是吴小白成长的必经之路，不论输赢，都对他感应天地有巨大的帮助。想到这里，秦晴欣然应战。战斗一触即发，白眉苍鹰雄姿招展，俯冲而下，鹰爪如同锋利的弯钩向吴小白袭来。吴小白一个飞身，轻易躲闪开来。白眉苍鹰一击不成，短暂的贴地飞行后昂扬向上。然而地面上早已没有了吴小白的踪迹。白眉苍鹰心生不安，好在他的鹰眼极其敏锐，眸光微动，瞬间察觉到了吴小白的动向。此刻吴小白正在沿着陡壁狂奔而上，短短几个呼吸，竟然来到了与白眉苍鹰同样的高度。白眉苍鹰瞳孔骤缩，不好！灰袍男子心里一惊，急忙掐诀。同一时间，苍鹰拧动身子，无数的羽刃幻化而出，全部甩向吴小白。轰隆隆！霎时间，山石崩裂，灰尘四起。附近的少年被惊动，纷纷抬头，秦晴也在凝神观望。尘土散去，一道白影从中窜出，借助陡峭岩壁的力量，竟然一举骑在了苍鹰身上。白眉苍鹰在空中一个颠簸，差点被吴小白的力道扑下来。好样的，小白！秦晴长松了一口气。不过苍鹰的力量不容小觑，面对这等变故，依旧能稳住身形，而后在高空之中各种转体，直上直下，欲将吴小白甩开。吴小白则紧紧地箍住苍鹰，双爪齐动，把他的羽毛拔得四处纷飞。可恶！灰衣男子见势不妙，口中不知念叨着什么。下一刻，苍鹰周身爆发出一团灵光，如同小太阳般璀璨夺目。吴小白猝不及防，直接被光辉淹没在内。回过神时，白眉苍鹰已抽身离去。咿呀！吴小白愣怔一下，猛地向下方坠去。秦晴面色一变，正欲踏空而起，将吴小白接住，却见他使劲挥动双臂，短暂的坠落之后不减反升。吴小白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感应到了天地，掌握了御空之法。什么？秦晴大喜过望，下方围观之人则一片哗然。对此，吴小白也一脸懵。摸清了自身状况后，吴小白的眸中闪过一缕金光，直接冲天而起，向白眉苍鹰冲去。白眉苍鹰始料未及，直接被吴小白追着打，从东打到西，从高打到底。两兽在空中斗了半天，最终白眉苍鹰的羽毛被拔了个精光，连飞都飞不动了。白眉苍鹰立于地面，用双翅遮着隐私部位，瑟瑟发抖。灰衣男子脸红脖子粗，捧起他匆匆离开。显然吴小白取得了胜利，那些拥有飞天灵兽的少年再也不敢轻视他了。这天之后，又有一个长裙少女踏水而来，一只碧蓝色的海妖在其内沉浮，看起来灵性十足。少女神色傲然道：“我的灵兽善于水性，敢不敢与他在水中一战？我不信这毛球还能获胜。”秦晴神色怪异道：“你确定？要知道吴小白之前都是在水中捕猎的。”当然。少女想都没想，自信心十足。之后吴小白与少女的海妖一起跃入了大湖。少女的海妖身姿灵动，口中不断发出声波，蕴含无形的能量，搅得湖水不得安宁。若是寻常灵兽，必然无法阻挡这股攻势，但吴小白仿佛不受影响，越战越勇。
眨眼之间，吴小白便栖身到了镜前，两兽缠斗在一起，逐渐沉入湖底，没了动静。湖边聚集了不少人，都在等待结果。长裙少女的面色却越来越白。突然，湖面炸起水花，片刻后，吴小白率先登岸，手里拉着那只海妖的尾巴。至于那只海妖，早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只见吴小白娴熟的捡柴生火，看样子是想饱餐一顿。哎，吃不得，吃不得！秦晴急忙上前，笑着将吴小白拉开。长裙少女的面色极其难看。至此，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亦或是水里游的，都对吴小白忌惮不已。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秦晴与吴小白相视一眼，匆匆离开后山。竹筒里，午夜宁正在沐浴，秦晴一边给他擦拭后背，一边讲述今天发生的趣事，听得少女不时发笑。好了，我要出浴了。午夜宁摆了摆手，秦晴点头称是，退出浴间。不一会儿，午夜宁裹好了浴巾，喊道：“小晴子，进来给我擦擦头发。”然而没有人回应他。咦，人呢？午夜宁微微皱眉，又喊道：“小白。”同样没有动静。奇怪，这爷俩跑哪去了？午夜宁感觉到一丝不对劲，推门而出，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花朵。秦晴与吴小白彬彬有礼，早已等候多时。午夜宁不明所以，道：“你们俩这是搞的哪一出？”秦晴捧起那朵最美的鲜花，笑道：“大小姐生辰快乐啊！”午夜宁眼眸颤抖了一下。离开凡尘俗世之后，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有些东西已经被渐渐遗忘了。吴小白不会说话，便咿咿呀呀地比划着爱心。午夜宁扑哧一笑，道：“你呀，又是小晴子教你的吧？”秦晴挠挠头。午夜宁吸了吸鼻子，道：“好，小晴子，这次记你大功一件。”秦晴一愣，道：“大小姐，这也算大功吗？怎么，我的开心不够重要吗？”午夜宁没好气的道。秦晴嘿嘿一笑，道：“重中之重。”两人一兽回到卧房，午夜宁坐在镜子前，秦晴则在后面为他擦头发。午夜宁将秦晴送的花戴在头上，道：“好看吗？”秦晴看着镜子里绝美的容颜，一时间有些呆了。问你话呢？午夜宁晃了晃脑袋。秦晴这才回过神来，急忙收回目光，道：“好看，好看，好看，你为什么不看？”午夜宁眉头一皱，直接转身拉住秦晴脖子上的吊坠，把她拉到镜前。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女，秦晴咽了口唾沫，耳朵也有些发红。午夜宁眸子里闪过异样的光，道：“这样算下来，你的生辰也快到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礼物？秦晴目光闪躲，可以大胆一点哦。午夜宁嘴角微微上扬，若有深意。秦晴思索了半天，道：“我想吃大小姐亲手做的烤鸡。”瞧你这点出息！午夜宁直接给了秦晴一脚。这一夜，午夜宁做了个好梦，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转眼之间，2个月时间过去了。后山一处万丈深渊中，顾万里双手抱胸，凌空而立。这里的地势极其险峻，近乎没有立足之地，一步踏错都将是万劫不复。然而，一道黑影却在急速向上，每次闪烁都在石壁上留下极深的爪痕。很好，这次比之前快了一些，力道也增强不少。顾万里满意的点点头。黑虎跃上崖壁，虎躯微微起伏着，呼吸中吞吐煞气，眸子里闪烁凶光。也不知慕容素从海域历练回来没有，这次再去会会他。顾万里自语着，与黑虎一起离开了深渊。不多时，一人一虎来到了寻常的修炼地，却见这里堵满了少年，似乎在围观着什么。前方发生什么事了？顾万里随便抓了个少年问话。顾大哥，你终于回来了！那个岛外人已经18连胜了，你快管管他吧。少年欣喜道。18连胜？顾万里神色一动。知道了，我进去看看。顾万里挤进人群，来到了最前方。战场中央伫立着一只铁牛，头顶嶙峋的巨角，身上刻满古朴纹路，看起凶神恶煞。与他对立的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家伙，浑身毛茸茸的，眼睛里闪烁着贼光。这似乎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哦，顾万里饶有兴趣，在一旁观战。只见铁牛磨了磨蹄子，猛地向吴小白顶去，一对牛角闪烁乌光，轰隆隆，大地在震颤。然而吴小白临危不乱，竟然单凭双爪顶住了牛角。铁牛用尽全力，也只能让吴小白退后数步。这小家伙竟然可以与铁牛决力！加油啊，铁牛！此情此景，围观少男少女纷纷给铁牛助威。铁牛哞叫一声，尾巴卷动沙尘，横扫而来。吴小白一个后空翻，躲过这一击后，借着地面的力道，猛地向铁牛袭去。护体！一旁的少年大喝。这一刻，铁牛身上的纹路全部显化，庇护其身，却挡不住吴小白的两爪，被尽数撕裂。随后，吴小白一步跃在牛角之上，抱着就是一顿啃。咔嚓咔嚓，任凭铁牛的脚再坚固，也扛不住吴小白的尖牙利齿，被咬得咔咔作响。住口！我认输，我认输！一旁的少年急了，急忙将铁牛牵回，看着他脚上的牙印，心疼不已。吴小白眨巴了眨巴眼睛，返回秦晴身边。19连胜了，距离慕容大哥的记录又近了一步。难道他真的可以与慕容大哥一战吗？切，别忘了还有27连胜的顾大哥呢。对此，有的少年惊叹不已，有的则很不服。就在这时，顾万里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道：“那个谁，我来会会你。”秦晴神色一动，那日虎蛇争霸的场景历历在目，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面对了。是顾大哥，顾大哥回来了！
见到顾万里，旁边少年都很兴奋，觉得可以一雪前耻。顾万里大手一挥，黑虎跃入战场，散发的压迫感让不少灵兽心生畏惧，后退2步。看来你的灵兽还无法化形，既然如此，我也不让黑虎惧化，免得说我欺负你。顾万里笑道。秦秦沉吟片刻，道：好，那便比试一番。众人皆是后退，给他们更大的比试场地。吴小白与黑虎则在场中对峙。黑虎低吼一声，露出尖锐的獠牙，忽地从原地消失了，只留下一道残影。好快！秦秦心中一惊。下一刻，吴小白与黑虎招架在一起，两兽的爪牙都很尖锐，稍有疏忽就会受创。僵持片刻后，吴小白开始反击，一黑一白两道身影在场中闪转腾挪，不断碰撞。秦秦色凝重，吴小白为一血绝凶兽，又在古殿中吸收了先祖地血，可黑虎的力量竟然与他不相上下。显然，黑虎的血脉也极为不凡。两兽的动作都极其迅猛，只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看得众人目不暇接。吴小白腾上高空，黑虎竟也跃起，御空而行。两兽从地面打到空中，又从场中打出场外。这番功夫，吴小白的身上被划出了不少血痕，黑虎同样有些伤势。秦秦眉头微皱，吴小白的血很特殊，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引起某些强者的注意。也许是受伤的缘故，吴小白眸子中多了些戾气，招数也越来越狠辣。黑虎同样越战越勇，这样的近身搏斗让他酣畅淋漓。就在这时，黑虎咆哮一声，虎爪大开大合，向着吴小白拍去。而吴小白仿佛被激发了血液中的本能，竟然向黑虎的脖子咬去。不可！秦秦与顾万里同时色变，惊动了树梢的乌鸦。轰！下一刻，黑虎的身躯拔地而起，变得高大威武，而吴小白正咬在他的前臂上，牙齿深深地刺入了血肉。黑虎通过反应避开了致命伤。小白，还不快松口！秦秦急忙上前将吴小白带回。黑虎化成正常大小，返回顾万里身边，前臂上多了一处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潺潺。顾万里盯了秦秦好一会儿，道：你赢了。此话一出，附近的少年都垂头丧气。秦秦神色复杂，道：承让了。他知道黑虎没有使出全力，这种争斗也没必要如此。顾万里坦然一笑，道：无妨，我倒想看看你和慕容素的决斗了。那个家伙的话，一定会拼尽全力吧。夜里，秦秦将吴小白好好的教训了一顿，随后道：小白，你会不会今天那一招？吴小白露出疑惑的表情，就是变大大。秦秦张开双臂，用手比划着。吴小白心领神会，闭上眼睛，浑身因为用力而颤抖着。难道要成功了吗？秦秦目露希冀。噗！吴小白憋出个屁来。哈哈！秦秦捂着鼻子，武叶宁捧腹大笑。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与慕容素约定的日子到来了。寿灵岛的海域内波涛汹涌，一只巨大的海妖正在水面下兴风作浪，搅得附近渔民不得安宁。忽然，一条青蛇蜿蜒而来，初看不足为奇，来到近前时，竟已化作庞然大物。海妖咆哮一声，与青蛇缠斗在一起，不一会儿便被撕裂了，沦为青蛇腹中之食。海面恢复安宁，风平浪静，血水也终将被冲淡。随后，青蛇探出水面，腾起海浪，慕容素踏浪而归。海岸边，一个老者以拐杖作为鱼竿，静静垂钓着，怡然自得。小素啊，看来你们的修为又增长不少。见慕容素归来，老者面带笑意，有些进步。慕容素恭恭敬敬。老者悠悠道：其实你没必要修行双灵不是诀，这条路太极端了，只要能守护寿灵岛，我的生死不重要。慕容素神色平静，罢了，我尊重你的选择。老者叹了口气，道：说起来，古井里那东西消停有一段时间了。慕容素神色一动，道：知道了，我正要回岛上一趟。老者点点头。主屋里，武叶宁与秦秦早已等候多时。慕容素来到庭院，道：3月之期已至，你们该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了。自然负责到底。武叶宁淡淡开口。吴小白从武叶宁身后探出头来，这就是你们所说可以斩杀10一境的灵兽？慕容素眉头微皱，似乎觉得自己上当了。秦秦挠了挠头，道：应该可能大概可以。哼，多说无益，后山等你们。慕容素冷哼一声，御空离去。很快，几人来到后山。是慕容大哥，慕容大哥回来了。许多少年抬头，满眼期待。顾万里也于盘坐中睁开双眼。之后，慕容素选择了一处空旷之地，道：我出手不会留情，你们若败，将葬身蛇腹。武叶宁并无惧意，摸了摸吴小白头，道：去吧。吴小白点头，向着慕容素的方向走去。慕容素目光一寒，直接照出青蛇，于半空中显化庞大蛇躯，撕咬而来。武叶宁与秦秦神色稍凝，显然慕容素说到做到，与任何人争斗都是全力以赴，不留余地。咿呀！吴小白一个抖擞跃上高空，下一刻，青蛇擦着他毛发而过，压倒成片的树木。然而，青蛇的速度极快，不待吴小白反应，已然扭转蛇身，再次袭来。吴小白敌不过他的巨口，只能不断在空中闪躲，好几次都差点被吞噬。远处，所有少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战，只感觉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这样的存在。最后，吴小白索性掉在了青蛇身上，沿着蛇躯狂奔，不时拔下2片蛇鳞。哼，你就这点本事？慕容素单手捏印，青蛇的鳞片下金光流转，凝聚成一道道神芒，激射而出。吴小白心中悸动，急忙脱离蛇身，依旧被击得狼狈不堪，好几缕毛发都被烧焦了。慕容大哥，
好厉害！远处的少男少女激动不已，眼中闪烁中崇拜的光。有了神芒相助，吴小白的可移动范围大大缩小，速度也被迫慢了下来，直接被青蛇的巨口锁定。哗啦！下一刻，巨大的蛇躯遮天蔽日，俯冲而下，猛然将吴小白吞入口中。吃掉了！见到这一幕，包括午夜宁与晴晴在内，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慕容素眉头微皱，不对，没吃掉。就在这时，有人惊呼出声。只见那巨大的蛇口之中，吴小白撑开四肢，咬紧牙关，竟然死死地抵住了蛇牙。青蛇狂怒，甩动着头颅，却始终无法闭合。死！围观之人倒吸了一口气，就连顾万里都是瞳孔骤缩。以为巨化的身躯抵挡住青蛇的咬合，这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别高兴得太早了！却见慕容素神色冰冷，双手掐诀，周身青光狂涌。这一刻，青蛇竟然发出一声龙吟，口中凝聚恐怖的乌光，正好将吴小白笼罩在内。午夜宁神色一变，道：“小白速退！”下一刻，乌光贯穿天际，直接洞穿了云层，仿佛将天地撕裂。结束了吗？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秦秦死死地握着午夜宁的胳膊。乌光散去，吴小白不见踪影。慕容素面容平静，道：“胜负已分，你们两个也去陪他吧。”青蛇缓缓回过头来，看向午夜宁与秦秦二人：“你确定要对我出手吗？”午夜宁立于原地，衣发皆动，眸子里绽放血色的花，妖异而美丽。慕容素没有言语，青蛇已经随他心念而动。好！就在青蛇将要吞掉午夜宁二人时，一只巨大的爪子扯住了他的尾巴。慕容素面容一僵，看着面前悬浮的血色匕首。吴小白不知从何处归来，低着脑袋，气喘吁吁。不过他的体型竟然变得与青蛇一般庞大，手中拽着蛇尾，任凭青蛇怎么用力，也无法前进分毫。那是巨化，除了慕容素与顾大哥，竟然还有人的灵兽可以做到。远处观望的少年们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青蛇勃然大怒，回身反咬。好！吴小白猛地抬头，发出一声怒吼，而后扯着蛇尾狂转2圈，又狠狠地砸在地上。轰！山石崩裂，烟尘四起，整个兽灵岛都能听到这声巨响。青蛇挺起身子，很不甘心，还要继续撕咬。够了！就在这时，慕容素一声令下，青蛇一顿，不再进攻，退至慕容素身边。吴小白喘着粗气，这短短的几个动作似乎抽光了他所有力气，他变回正常大小，缓缓向下方坠落。见状，秦秦急忙上前将他接住。小白怎么样了？午夜宁赶过来，见吴小白双目紧闭，有些担忧。吴大爱应该是消耗了太多的精力，陷入了沉睡。秦秦沉声道：“小子，他的一族地血已经被彻底激活了，也许下一次苏醒时将完全返祖。”脑海中传来天津柱的声音。秦秦默不作声。午夜宁松了口气，看向慕容素，冷声道：“你该感到庆幸，是小白救了你。”说罢，午夜宁将血色匕首收回。倒是我小看你了。慕容素苦笑，就在刚才那一刻，他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这是打完了吗？到底谁胜谁负？一定是慕容大哥呀，没看那个家伙都昏迷过去了吗？远处的众人不明所以，觉得战斗结束的太过突然，他们只顾着看两兽相斗，不曾注意到午夜宁出手。慕容素凝视着午夜宁，道：“你的确了得，不过你们依旧不能留在这里。”青蛇缩小，缠绕回他的肩头。不用你说，我等正有离去之意。午夜宁道：“可否借你兽灵岛的传送法阵一用？”慕容素摇了摇头，道：“我们兽灵岛不与外界来往，所以没有传送法阵。”知道了。午夜宁不再多言，将吴小白收入乾坤之中，以自己磅礴的灵力滋养他。不过，我可以请岛上的前辈刻张传送符，送你们一程，毕竟你们帮了兽灵岛的大忙。就在这时，慕容素笑着开口：“大忙？”午夜宁与秦秦神色一变，心道：看来那天晚上的事果然无法隐瞒。而能刻下传送符，至少是梅清柔那样的准道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然没有出手。既然如此，多谢了。午夜宁点点头，回望整个兽灵岛，邻居家的熊孩子，后山争强好胜的少年，以及那个温柔的生辰礼物，全都历历在目。若非有未尽之事，他倒想多待些时日。不过也许离开，才能让这里长久的安宁下去。入夜，慕容素带着传送符来到竹屋，同时还有一块湛蓝色的石头。这道传送符只能使用一次，需以法力催动，在冥想所去的坐标才可到达。慕容素解释道：“坐标？”午夜宁与秦秦相视一眼，他们并不清楚万血海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在南方，距离此地极远。不过这个传送符已经够关键了。那这又是何物？午夜宁将石头拿在手中，只感觉其内灵力汹涌，同时还有一股温润的寒意，让人神清气爽，耳目一新。一个叫韩少辉的人送来的，说是块寒原石，从宗门祖脉上索取，十分珍贵。慕容素道：“韩少辉？”秦秦面色一沉，他送这寒原石干什么？午夜宁闻眉道：“自然是想换你们的命。”慕容素直言不讳。午夜宁眼眸中杀机毕现，道：“哼，我没取他的命，他倒惦记起我们来了，那便是你们的恩怨了。”慕容素起身道：“你们把这块石头带走吧，从此与兽灵岛没有因果。”午夜宁欣然接受。慕容素走后，午夜宁将寒原石扔给秦秦，道：“小晴子，你的冰魄小剑不是碎了吗？这二者属性相同，也许会有奇效。”谢大小姐。秦秦取出碎裂的冰魄小剑，将其放置在寒原石上。突然，冰魄小剑震颤了一下，而后寒原石竟然在一点一点的缩小。
难道冰魄小剑可以吸收寒元石之力？秦晴心中一喜。没过多久，寒元石彻底消失了，而冰魄小剑残破的部分似乎恢复了一毫。这寒元石竟有如此妙用。武叶宁挑了挑眉毛，道：“这么说来，若能进入灵寒宗祖脉，岂不是可以修复此剑？”大小姐，你的意思是？秦晴似乎想到了什么。武叶宁看向手中的传送符，笑道：“既然我们有了脱身之法，何不在离开之前干一桩大买卖？”第二天，两人收拾好东西，与慕容素一起飞向寿灵岛外。很快，代表寿灵岛海域的石碑出现在了眼前。韩少辉与灵寒宗众修士在石碑外驻足，甚至有是一境巅峰的长老亲至。我将这二人带来了，至于怎么处置，随你们意。慕容素立于青蛇之上，面容平静。武叶宁与秦晴神色难看，很不情愿的样子。你这混蛋，一块灵石而已，竟然值我们的命！秦晴咬牙道：“我与你们非亲非故，收留一段时间，已是仁至义尽。”慕容素居高临下，淡淡开口：“嘿嘿，慕容公子英明，多谢慕容公子。”韩少辉在一旁陪笑，仿佛自己的弟弟不是死于青蛇之口。我呸！秦晴吐了一口唾沫。韩少辉阴沉着脸道：“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青蛇甩尾，掀起滔天巨浪，直接将武叶宁与秦晴二人推出了石碑之外。随后，慕容素转身离去。呵，韩少辉冷笑一声，来到两人近前，道：“好久不见，我对你们两个可是日思夜想啊！卑鄙无耻之徒！”武叶宁咬牙切齿：“卑鄙无耻！若有你们卑鄙，我弟弟也不会丧命。”韩少辉目光一寒，一拳击在秦晴小腹上。秦晴踉跄两步，哇的吐出一口鲜血。小秦子！武叶宁心急如焚：“跑啊！你们不是很能跑吗？”韩少辉叫嚷道：“我们不过是一介散修，你们这么多高手在此，我们怎能逃得掉？”武叶宁扫视过灵寒宗众修士，面露愤恨之色。哈哈哈！韩少辉仰天大笑道：“你们杀我弟弟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一天？少主，让我杀了他们吧！”就在这时，阴沟比老者上前一步，抬掌向秦晴拍去。慢着！韩少辉一抬手，眯着眼睛道：“杀了他们太便宜了，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生不如死！”老者一愣，把这奴仆带回灵寒宗，囚禁在冰窖之中，让他忍受折磨，活活冻死。韩少辉淡淡的道：“不要，我最怕冷了。”一听此话，秦晴害怕的直摇头。韩少辉又看向武叶宁，道：“至于这个女子嘛，生得太过俊俏，杀了怪可惜的。哼，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武叶宁冷哼一声，横眉冷对：“哈哈，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韩少辉目露凶光，道：“既然如此，我偏不杀你，我还要与你成亲，让你伺候我一辈子。”成亲？武叶宁神色一变，显得有些慌张，道：“你休想，不能答应啊，大小姐！”秦晴也在一旁呼喊：“你若不从，我现在就弄死你！”韩少辉恶狠狠的道。与此同时，阴沟比老者散发出是一境大成的杀意。武叶宁浑身一颤，眼圈微微泛红。哈哈哈！见武叶宁这副样子，韩少辉笑声更甚了，道：“带他们走。”随后，几个修士押着武叶宁与秦晴向灵寒宗方向飞去。灵寒宗内千里冰封，白雪皑皑，所有亭台楼宇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看起来不染尘埃。韩少辉将武叶宁推进一个屋子里，又对左右道：“守好门窗，别让他给跑了，但记住要好生伺候。”是。几个手下点头。韩少辉，我死都不会嫁给你的。武叶宁眼中噙泪，看起来很是娇弱。哼，由不得你。韩少辉残忍的笑着，将房门紧闭。你混蛋！武叶宁趴在房门上，象征性的拍了拍房门，前一刻还悲痛欲绝，下一秒便恢复了平静。别说这屋子还挺豪华。武叶宁悠哉悠哉的躺在床上，心道也不知道小晴子那边怎么样了。另一边，秦晴被关进一座幽暗冰窟之中，四周是常年不化的坚冰，脚下不断有寒意渗透上来，冰冷刺骨。角落中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具尸体，身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死去多年却无法腐朽，看起来阴森可怖。大哥，求你们放我出去吧！秦晴朝冰窟外呼喊。小子，别嚷嚷了。外面传来一个弟子的声音，道：“进了这冷落冰窟，你就别想活着出去。”秦晴恳求多次，皆是无果，便不再叫喊。之后，秦晴尝试吸收这里的灵力，却发现难以化为己用，差点连灵池都给冻住了。怪不得这里能冻死人，除了修为高强，恐怕没人能承受这股寒意吧。秦晴心中自语。不过，这也意味着寒意的源头极近。他的灵池中悬浮着一滴血灵，那是武叶宁所赐，若有突发情况，可通过此灵告知。当然，现在还派不上用场。秦晴将冰魄神剑取出，握在手中，让其吸收周围的寒力，同时庇护己身。天津柱大哥，你能感应到灵寒宗祖脉的位置吗？秦晴发问。小意思，我是谁？我可是九天十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天津柱啊！脑海中传来臭屁声。说罢，秦晴的眼中浮现出几个光点，位于厚厚的冰层之下，逐渐连成一片。天津柱大哥，你真是我的亲大哥！秦晴狂吹一番，手持冰魄神剑，开始向那几个光点的方向凿去。这里的坚冰极厚，若是寻常修士，几个时辰便会冻死，想要破冰而出，更是绝无可能。但秦晴同时拥有御寒能力以及正确方位，这是灵寒宗之人万万想不到的。你听，里面好像有动静。冰窟外，一个弟子皱眉。秦晴手上一僵，屏住呼吸。还能有啥？
估计是想打破坚冰呗，垂死挣扎罢了。另一个男人嗤笑道。秦晴听到他们的对话，急忙呼喊道：啊，好冷，这冰层怎么这么厚，要挖到什么时候啊？小子，省点力气吧，你这招早就有人试过了。外面的弟子笑了笑，不再多想。时间流逝，半晌的功夫，秦晴将冰层凿一个大洞，听外面有些脚步，便弱弱的道：啊，我的腿被冻僵了。这声音可谓可怜又无助，听得那俩弟子直叹气，道：哎，小子，我俩也是听命于人，你别怪我们。秦晴捂着嘴偷乐，继续向下开洞。过了一会儿，冰窟中彻底没有了动静。你说那小子不会已经死了吧？一个弟子问道。估计是，这地牢可是冻死过市一境的修士，他一个机缘境小城算什么？另一人回应道。也是啊。两人一番交谈，他们不知道的是，秦晴已经来到了厚厚的冰层之中，距离凌寒宗祖脉越来越近。咔嚓咔嚓，随着深入，最后一点冰层也被破开了，秦晴直接跌了下去。嘶，好冷，这里比上面寒意更甚，即便有冰魄小剑在手，秦晴依旧被冻得浑身发颤，不住地搓身子。环顾四周，这里如同一个地下矿洞般，到处是天然的坚冰，四通八达，深邃幽暗。坚冰上结出不少寒原石，晶莹剔透，闪烁点点微光。我去，发达了，这下一定能将冰魄小剑复原。秦晴喜上眉梢，刚想动作，却见前方盘坐着一个人影，置身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坏了，能在这祖脉中修行，必然是极强的人物。秦晴心里咯噔一声，只觉大事不妙。不过那个人影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察觉到秦晴的到来，无声也无息。秦晴来到近前，只见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双目紧闭，身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死了！秦晴惊疑不定。突然，中年男子猛地睁开了眼睛，道：何人惊扰我沉眠？秦晴被吓得后退两步，道：那个是少主让我来取些寒原石。中年男子眉头一皱，道：看你衣服，根本不是我凌寒宗的弟子。与此同时，男子周身散发出极强的气息，至少在破虚境之上，引得祖脉内狂风大作，寒意席卷而出。秦晴大惊失色，拔腿就跑，躲避这股寒潮。小子，你慌什么慌？就在这时，脑海中传来天津柱的声音：你说呢？那可是大高手。秦晴一边逃遁，一边取出午夜凝留下的血灵，道：计划失败，我得请大小姐救命了。切，什么大高手？天津柱淡淡的道：这老家伙修炼的冥王永寒体残缺不全，搞得自己经脉尽断，现在半死不活，全靠这祖脉续命。经脉尽断？秦晴一愣，脚步也慢了下来。不然你以为你能跑得过破虚境？天津柱嗤之以鼻，好像有道理。秦晴这才注意到，除了声势浩大的寒潮外，中年男子并没有跟过来。矿洞深处，隐约能看见他的头影，依旧盘坐着。原来如此，哥这吓唬人是吧？秦晴黑着脸向回走去。中年男子见秦晴去而复返，不由得面色一沉，道：大胆，我饶你性命，你还敢回来？秦晴不以为然，道：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几斤几两。小辈，我乃凌寒宗之祖，你敢对我不敬，找死不成？中年男子怒发冲冠，衣衫猎猎作响。哦，原来凌寒宗口口相传的武圣老祖是个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秦晴摊了摊手。一听这话，中年男子面色骤变，道：你是如何知晓的？这你就无需知道了。秦晴举起冰魄神剑，哼，纵然我动弹不得，你也伤不了我，等我后人前来，定叫你尸骨无存。凌寒宗老祖恶狠狠的道：是吗？谁说我要伤你了？秦晴淡淡一笑，直接将冰魄神剑插在了凌寒宗祖脉上。霎时间，冰魄神剑震动了一下，而后整个祖脉中的寒力都在向残破的剑身凝聚。你！凌寒宗老祖面色刷得白了下去，再也没有之前的从容。这位小友，我还差一步便可凝出身外化身，你若收手，我让你继承少主之位。凌寒宗老祖急忙恳求。你当我傻吗？秦晴不理会他，自顾自地盘坐下来。小友，我还可以传你绝世功法，不稀罕。小友，秦晴干脆两眼一闭，啥也不听。不知过了多久，冰魄神剑附近的寒原石全部暗淡了下去，矿洞中寒意尽失。凌寒宗老祖从中年男子变成了枯瘦老者，嘴巴微张着，看起来只剩半口气了。秦晴起身，蹭的将冰魄神剑拔出。这一刻，锐利的寒芒闪过，将所有昏暗斩断。只见冰魄神剑恢复如初，剑身晶莹剔透，其内星河起伏，剑锋上流转着极寒之气，似乎比之前还锋利了几分。好久不见，秦晴自语。冰魄神剑发出一声剑鸣，回应着秦晴的话。这把剑跟着你也算没白受罪，现在是大成玄冰了。天津铸道，大成玄冰。秦晴心中一喜，兵器也如人的修为一般，也分元冰、玄冰、圣冰、羽冰。之后，秦晴在凌寒宗祖脉中扫荡了一番，将能用的几个寒原石收入囊中，便沿着道路而行，寻找出口。不多时，前路变得宽敞，也没有那般昏暗了，隐约能听见鞭炮声、锣鼓声，还有人在说话。秦晴来到出口之处，将耳朵贴近冰墙。奇怪，这天怎么越来越热了？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哎呀，不管了，今天是少主的大婚之日，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外面之人嘀咕着，渐行渐远。大婚之日，秦晴神色一动。此时正值夜色，凌寒宗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处处张灯结彩，
好不喜庆。大殿之上排列着数十张酒桌，皆是坐满了人，有的是外门散修，也有附近宗门的长老弟子前来祝贺。这些人中，韩少辉与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推杯换盏，喝得面红耳赤。凌寒宗宗主端坐首席，与几个年长之人交谈着，不是发出爽朗的笑声。就在这时，鹰钩鼻老者俯身在凌寒宗宗主耳边，小声道：“宗主，您看那边是不是滴水了？”滴水。凌寒宗宗主神色一凝，望向鹰钩鼻老者所指之处，只见那里有一处屋檐，正在缓缓滴下水珠。凌寒宗之内积雪不化，滴水成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这时，有其他门派的长老前来祝贺，道：“老友，大喜之日，为何事忧愁？”哈哈，无事，无事。凌寒宗宗主笑了笑，转身交给鹰钩鼻老者一个冰晶，道：“你先去祖麦那里看看，我稍后亲自过去。”鹰钩鼻老者点头，快步离开大殿。不多时，老者出现在了凌寒宗祖脉前，将一块冰晶插入凹槽，轻轻扭动，轰隆隆，坚冰上打开一道门户。鹰钩鼻老者眉头紧皱，若是平时这里必有寒气扑面，可此刻却少而又少。不待老者多想，一道寒芒便从他面前划过，转瞬即逝。而后，鹰钩鼻老者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痕。秦秦手持冰魄神剑，从门户后走出，神色冷漠之极。你，鹰钩鼻老者捂着脖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鲜血不断涌出，染红了他的袖口。夜色渐浓，凌寒宗的婚宴趋近尾声，众弟子纷纷散去，其他门派的修士也拱手告辞。屋子里，午夜凝头戴凤冠，身穿红裙，头顶披着一块大红盖头，静静坐在床沿。吱呀，透过红纱，午夜凝看到房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小娘子，我回来了。韩少辉喝了不少酒，面色通红。官人，你终于回来了，让人家好等。午夜凝掀起一角红纱，巧笑嫣然。这句话给韩少辉整懵了，道：“往日你都是各种抗拒，怎地今日这番主动？”午夜凝略有幽怨，道：“这几天我也想通了，既然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不如享受一下，总比丢了性命要好。好，今后你好生伺候我，我不会亏待你的。”韩少辉又惊又喜，伸手摸向午夜凝的脸，午夜凝则顺势往后一躺，将其躲开。娘子，你这是什么意思？韩少辉稍有不悦。哀官人先别急嘛。午夜凝满脸娇羞，道：“人家第一次成亲，若是让外面人听到声响，还怎么见人啊？”啊，对。韩少辉一拍脑门，恍然大悟道：“还是娘子你想的周到，我去便回。”说罢，韩少辉走出房门，对左右道：“你们几个速退去，今晚我要大展身手。可是少主、宗主命我们守好你。”几个弟子面露难色，在凌寒宗的地界，我还能出什么事？韩少辉不耐烦，摆了摆手，道：“去。”几个弟子犹犹豫豫地走远。临走前，韩少辉特意叮嘱道：“不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打扰我，听到没有？”是。几人点头。韩少辉这才满意，一脸坏笑地回屋道：“娘子啊，现在可没人打扰咱们了。官人，你确定吗？”午夜凝横卧在床，相间半路，要多诱人有多诱人。确定，10000%个确定。韩少辉咽了口唾沫，彻底放松了警惕，快步向午夜凝扑去。确定就好。却见午夜凝神色陡然变得凌厉，玉手翻转，露出一把血色匕首。娘子你！韩少辉面色一变，还没反应过来，便觉下身一阵剧痛。啊！婚房内传来一声惨叫，远处有弟子听到动静，眉头微皱，纷纷向这边走来。别去！这时，一个弟子将他们拦住，道：“少主特意吩咐，无论听到什么叫声，都不要打扰他。”可是这动静，几个弟子半信半疑。放心好了，年轻人嘛，玩得花一点也是正常，也许少主就好这口呢。一个弟子挤眉弄眼。哦，原来如此。其他人恍然大悟的样子，不再多想。婚房内，韩少辉捂着裤裆，在地上滚来滚去，冷汗不断渗出。午夜凝翘着玉腿，居高临下，手中把玩着精巧匕首。臭娘们，竟敢在凌寒宗对我出手，找死不成？韩少辉咬牙切齿，面色发白。凌寒宗算什么东西？午夜凝俯视着他，血眸中难有波澜，与刚才判若两人。你！韩少辉近乎狂怒，道：“来人呐，来人，给我杀了他！”房门外毫无动静。奇怪，人呢？午夜凝故作疑惑。该死！韩少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挣扎着起身，道：“既然如此，我亲自取你性命。”午夜凝看向他两腿之间，似笑非笑，道：“你身上少了块肉，还能和我打吗？”听到这句话，韩少辉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而后，他的躯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坚冰，闪烁寒芒，向午夜凝扑杀。午夜凝镇定自若，等到韩少辉临近时，才一个旋身，轻易躲开。咔嚓！午夜凝坐下之床被轰得四分五裂，而他本人早已来到了韩少辉身后。韩少辉忽地转身，膀臂蕴含巨力，横扫而出。午夜凝两手撑着桌沿，翻身而起，红裙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度。霎时间，桌面上的摆设、花瓶全部被击得稀碎。可恶啊！韩少辉愤恨不已。若是平时，他的速度要快上数倍不止，可现在受了致命打击，一旦步子迈得大，便会传来钻心的疼痛。屋子外，几个弟子全都望了过来。你们听，是不是有东西碎了的声音？有弟子疑惑。
大婚之日嘛，玩得过火也很正常了。也是哦，几人都觉得很有道理。此时屋子里已经乱作了一片，韩少辉武道招式全开，终于栖身到了午夜宁近前。给我死！韩少辉歇斯底里，连出数拳。午夜宁神情淡漠，挥动衣袖间，血色凌厉涌现，将韩少辉的拳头尽数挡下。韩少辉满脸不可思议，只觉击在了汪洋大海之上，所有力道全部被淹没了。你根本不是散秀，你到底是什么人？韩少辉慌了神。午夜宁懒得回答，玉手一挥，直接将韩少辉轰出了房门。噗！韩少辉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永寒体上满是裂痕，差点当场暴毙。少主你怎么了？见状，远处的几个弟子终于意识到不对，急忙冲过来将韩少辉扶起。韩少辉一手捂着下体，一手指向屋里，道：“给我杀了他！”几个弟子扭头，只见午夜宁一袭红衣，神色冰冷，正从屋内走出。杀！众人纷纷冲了上去。找死！午夜宁黑发张扬，直接催动嗜血摩天诀，顿时近前几人行动受阻，血液不受控制的站立。这是……几人面露惊恐，只觉修为与生命力在快速流逝，短短数息便已瘫软在地，面无血色。午夜宁深呼了一口气，眸中里多了几分妖异，比之前更加美艳。这是魔道宗门的术法。你是万邪海的弟子？后面的弟子见到这一幕，战战兢兢。哼，是又如何？午夜宁眸光一寒，挥手间漫天血灵纷飞。噗噗噗！那几人还未反应过来，眉心便绽放灿烂的血花。韩少辉被吓破了胆，向后挪动。午夜宁俯身轻轻抬起他的下巴，道：“别害怕，我会让你生不如死。”你……韩少辉又惊又惧，说不出话。住手！大胆魔女，还不速速受死！此时听到动静的凌寒宗高手纷纷赶了过来，皆是一境大成，是一境巅峰之辈，破虚境的宗主也亲至。聒噪！午夜宁眉头一皱，血色匕首呼啸而出，直接将一个长老的手臂斩下。什么？众人一惊，没想到这匕首如此锋利，收起了大义之心。午夜宁凌空而起，红衣翩然，行走在皎洁的月光下，有种别样的美丽。魔女，休要狂妄！凌寒宗宗主怒斥，将冥王永寒体与破虚境的修为催动到了极致，杀到近前。午夜宁不敢大意，以足血庇护己身，且战且退，同时施展神通，将那些杂七杂八的弟子尽数斩灭。魔女，你该死！凌寒宗宗主大怒，不断轰击在足血之上，却始终无法攻破防御。一时间，凌寒宗内惨叫连连。午夜宁所过之处，弟子纷纷逃窜。快去请老祖出面！眼见午夜宁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凌寒宗宗主急上心头。别去了，我给你们带来了。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御空而来，手中提着个奄奄一息的老者。小晴子！见到来人，午夜宁喜上眉梢。不可能，你被关入冷落冰窟，竟然未死！有人认出了秦晴，面色骤变。几人正欲出手轰杀秦晴，却见秦晴将手中的老者抛出，竟是他们闭关多年的老祖。老祖，你这魔道对老祖做了什么？凌寒宗众人目眦欲裂，急忙将老者接住。没做什么，只是借你们祖脉中的寒力一用。秦晴两手一摊，借此机会，午夜宁飞身来到秦晴近前，与他并肩而立，满眼笑意。大小姐，你的演技真是越来越好了。秦晴忍不住夸赞。切，你也不差嘛。午夜宁扬了扬下巴，有些小得意。对了，冰魄神剑怎么样了？修好了吗？午夜宁问道。秦晴蹭地将冰魄神剑抽出，笑道：完好如初。你们该死！一起上，杀了他们！凌寒宗宗主胸膛剧烈的起伏着，随着他一声令下，众修士全部冲杀了过来，将午夜宁与秦晴团团包围。午夜宁以足血庇护二人，神通术法不断，秦晴则手持冰魄神剑对敌，锐利的剑芒划破长空，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凌寒宗众人竟难以奈何。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神通洞穿虚空，狠狠地轰击在足血上，震得其隆隆作响。午夜宁神色一变，只见远处飞来几道身影，散发出极强的波动，难以估量修为。在下太昊门长老前来除魔卫道。天元圣宗至此，相助凌寒宗。在下。凌寒宗宗主大喜过望，道：各位道友，还请速速出手，一起诛杀魔道。小晴子，看来我们该撤了。午夜宁沉声开口，足血狂震，将附近的修士通通击退。是。秦晴急忙取出传送符，冥想所去之处。霎时间，两人周围浮现出玄妙的纹路，彼此连结，形成空间伟力。是传送符，大家一起出手，休让他们离去。这番功夫，几个强大的武修已经踏破虚空，杀到近前。那些圣人也在远处齐齐出手。这一刻，漫天的神霞纷飞，如同一道道流星般冲撞过来。几个大能的合力一击，威力骇人。见状，午夜宁奋力撑开足血，但其庇护的范围有限，一些传送纹路还是暴露在外。轰隆隆，足血爆发惊天威势，将这些人的攻击抵挡。虽有纹路被磨灭，但阵法依旧在运行。午夜宁与秦晴在高空中不断晃荡，终于在最后关头传送出去，竟然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溜了。该死，这魔女地位一定不低。各正道高手凌空而立，皆是愤然。凌寒宗宗主看着满地狼藉，气得浑身发抖。海面上倒映着明月，随着波浪时起时伏。突然，空间一阵扭曲，
两道身影从中跌了出来。呼，刺激！吴叶宁与秦晴悬在空中，确认安全后，这才松了口气。即便两人早有准备，依旧感觉险而又险。话说这里是哪？秦晴挠了挠头，见四下空旷至极，只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岛。由于他们没有万雪海的具体坐标，只能依靠感觉传送。管他在哪，先下去看看。吴叶宁道。两人登上这座小岛后，决定在此停留，暂避风声。这座岛屿灵气匮乏，没有人迹，但自然景观却是极好，山川草木皆有，正适合隐居。2个月后，吴叶宁从修行中睁开了眼，血海灵池中涛声阵阵，声势浩大。可惜还是没能踏入眼玄境，看来光靠修炼不行，还需要一些契机。吴叶宁叹了口气，启灵境巅峰与眼玄境之间有道门槛，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困在这里，难以逾越。倒是秦晴收获不小，凭借2个月潜心修行，再加上灵寒宗缴获的寒元石，终于突破至启灵境大成。此时秦晴的灵池中生机焕发，没人能相信这片灵池最开始只有指甲盖大小，干涸而贫瘠。这期间，吴叶宁为秦晴做了一顿大餐，用以庆生。好在吴小白没有苏醒，不会与他争抢。大小姐，这烤鸡也太香了，要是我每年都能吃到就好了。秦晴嘴里塞着鸡骨头，含糊不清地说着。嘿嘿，好吃吗？大功一件换呢。吴叶宁双手托腮，眼睛弯成了月牙儿。啊！秦晴顿感上当。两人估摸着风声过去了，便乘着小船离去，任其漂泊。5天后的一个清晨，小船在一片海岸上搁了浅，涛声将两人吵醒。喂，小晴子，船到岸了。吴叶宁用脚丫子揉了揉秦晴的脸，不耐烦地翻了个身，继续睡。知道了，大小姐。秦晴睡眼惺忪地起身，腾上高空，见岛上有几个国家城池，但灵气不是很充沛，并不适合修行。先去打探点消息吧。很快，两人来到了最近的城池，这里大街小巷全是凡人，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国，更别提知道万血海了。两人打探了一圈后，毫无收获，便找了几张饭桌子坐下，点了些吃食。看二位的样子，应该不是本国人吧？一个老妇面带笑容，为他们端上热乎乎的汤面，之后又有貌美的少女送上酒菜。老姨，我家人患了重病，不知此地可有仙人？我想求些灵丹妙药。秦晴开口询问，这里如果有修行之人，肯定会知道些什么。仙人？一听这话，老妇人面色微变，道：距离此地几十里外有座无量山，那里倒是有仙人，可是……老妇欲言又止。可是什么？老姨但说无妨。秦晴神色一动，哎，二位有所不知。老妇人满面愁容，道：那无量山的仙人虽然可以呼风唤雨，却整日作威作福，连皇上都对他们毕恭毕敬。说罢，老妇旁边的少女掩面微微啜泣。无量山，好气派的名字，吃完饭去见识一下。吴叶宁一边嗦面一边开口。就在这时，街道上狂风大作，一个男子腾云驾雾，气势汹汹而来。是那杨二，杨二回来了，快走快走！见到这一幕，街上的百姓纷纷回到家中，闭门不出。老妇也急忙将少女推回内屋，合好门窗。一时间，偌大的街道上只剩下吴叶宁与秦晴两人。老太婆，还不快出来，给本大仙上一碗面！杨二径直来到饭桌前，大摇大摆地坐下。不过启灵境小城的修为却横行无忌，目中无人。来了来了！老妇忙为他端一碗面出来。杨二随意扒拉了2口，便对老妇人喊道：你闺女芳芳呢？叫她出来。这……老妇顿时面露难色，道：小女今天身体有恙，不宜出门。杨二眉头一拧，又拍桌子又瞪眼，道：老太婆，本大仙看上你闺女是你的福气，别他妈不识抬举。老妇人被吓得浑身一震，却还是陪笑道：是，杨二仙息怒，只是小女。我告诉你，今天本大仙非要带她回无量山，若不然我掀了你这破面馆。杨二直接打断了老妇人的话，一只手施展神通，瞬间将旁边的3、5张桌子击碎。老妇人目露绝望，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知道了，我这就去喊他。说完这句话后，老妇人似乎被抽光了所有力气，一步一步地走回屋里。切，一个臭凡人也敢跟本大仙耍花样！杨二神气洋洋，低头吃面。这时他才注意到了坐在角落的午夜宁与晴晴，顿时眼冒金光，连面都吃不下了。啧，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从来没见过？杨二搓着下巴，不怀好意地走来。此时午夜宁正自顾自地吃喝，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晴晴起身将杨二拦下，笑道：这位大仙，我家大小姐吃饭时不喜被人打扰。杨二眉头一皱，斥道：我乃无量山杨二仙，你个奴仆也敢阻拦？晴晴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他。滚一边去！杨二很不耐烦，大手一挥，欲将晴晴甩飞出去。然而晴晴的动作更快一步，直接将杨二的手腕按下，任他怎么用力也抬不起来。你！杨二又惊又怒，另一只手猛地抬起，掌心灵力涌现，向晴晴面门击去。晴晴镇定自若，不知何时已经端起了汤面，一巴掌扣在了杨二脸上。我的脸！霎时间饭碗崩裂，汤水四溅。杨二踉跄后退，脸上一片狼藉，还没反应过来，便被晴晴一脚踹飞了出去，在街道上栽了好几个跟头。当然，这还是晴晴留手的结果，否则这一脚非将他踹死不可。啊，那可是飞天的仙人啊！见到这一幕，门窗缝里偷看的百姓都是瞪大了眼，惊得合不拢嘴。
你！杨二艰难地爬起来，只觉浑身剧痛，仿佛要散架一般。秦晴拍了拍手，道：“对不起啊，大仙，在下学了些武艺。”杨二看出了秦晴不一般，神色狰狞，道：“小兔崽子，你等着，我这就请师傅过来，治不死你。正好，省得我家大小姐亲自上门。”秦晴说着，望向武叶宁。自始至终，武叶宁都很平淡。好好，你们别后悔。杨二恶狠狠地说着，驾云离去。见杨二消失在天边，老妇人才着急忙慌地走出屋门，道：“小兄弟啊，小兄弟，你们快跑吧！大娘莫慌，我看那杨二仙也不过如此嘛。”秦晴安慰道：“小兄弟，你不知，那杨二的师傅可是无量仙祖，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你们不是他的对手。”老妇人催促两人离开。仙祖，秦晴神色怪异，随后笑道：“放心吧，大娘，我们二人自有分寸。”哎呦，你这年轻人怎么不听劝？老妇人急在心里，在原地来回踱步。没过一会儿，天边飞来两朵乌云，一人是杨二，另一人是个八字胡老道，手握拂尘，神情威严，看起来不好招惹的样子。师傅，就是那个小子对我不敬，还扬言要掀翻无量山。杨二在老道士身边指点。掀翻无量山？无量仙祖力在云端俯视下来，声音滚滚如雷震，道：“吾乃掌天统地无量仙祖，何人敢如此放肆？”听到此声，许多百姓都在屋子里跪拜叩首，祈求平安与保佑。我呸！什么狗屁仙祖，装神弄鬼！秦晴立在当街，见这老道士浑身上下满是弱点，散发的气息也不过眼玄境而已。无知小辈，胆敢藐视仙威，当诛！无量仙祖怒目而视，一挥拂尘，顿时其内散落出无数水滴。这些水滴出落石像雨，越往下变越急，最后竟变得像剑一般锋利，密密麻麻。秦晴吃了一惊，快步扑了出去，这才逃离剑雨的笼罩范围。那些雨滴蹭蹭蹭地没入地面，留下一个个细而深的剑痕。哈哈，我师父法力通天，你还不跪下求饶？见秦晴的狼狈样，杨二顿时得意，在无量仙祖身旁大肆叫嚣。无量仙祖一击不成，再挥拂尘，四周上忽地卷起狂风，秦晴感觉自己如陷泥沼，寸步难行。这老道还真有些本事。秦晴咬牙，正欲拔出冰魄神剑。哼，小小眼玄也敢称宗做祖？就在这时，一旁的午夜宁开口了。只见他心念一动，血色匕首化作一道惊鸿，迎着狂风直上高天。这是一瞬间，无量仙祖汗毛耸立，急忙向一旁逃遁。啊！他旁边的杨二可就没这本事了，直接被血色匕首洞穿，从空中坠落下来。你是之前大闹凌寒宗的魔道少主？无量仙祖也顾不上其他了，仓皇逃窜。惊惧之余，想起了2个多月前那个传闻。魔道少主？午夜宁不明所以，但血色匕首不停，以剑域将无量仙祖锁定，不断追杀。无量仙祖急了，连挥拂尘，神通与各种法宝齐出，却无法阻挡血色匕首一袭。姑奶奶，求你收了神器吧！无奈之下，无量仙祖只好求饶。午夜宁将他斩得披头散发，这才作罢。到最后，无量仙祖老老实实的跪拜在午夜宁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秦晴在午夜宁身后陪着。我问你，此岛是何方位？距离万血海多少距离？午夜宁用脚尖抬起无量仙祖的下巴。无量仙祖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姑奶奶，在下如实相告，可否饶我一命？”饶你一命？午夜宁斜看了他一眼，淡淡道：“看你表现。”无量仙祖大喜，忙道：“回姑奶奶，此岛位于3大海域的茫天海域，万血海还在南边，位于苍尘海域，还要往南啊。”午夜宁嘀咕。不过这里距离苍尘海域已经不远，还请用此一关。无量仙祖说着，将一张羊皮卷奉上。秦晴接过羊皮卷，见上面标注出了3大海域的范围，还有一些神宗道门的方位，包括万血海在内。不错不错，秦晴甚是满意。无量仙祖神色希冀，道：“姑奶奶，此事全因杨二而起，在下时再无意冒犯。您看。”话音未落，午夜宁一个弹指，直接将他眉心洞穿。掌天统地的无量仙祖倒在血泊之中。午夜宁与秦晴不知道的是，两人这一随手举动，竟让岛屿上的凡人为他们广修庙宇，参拜供奉，子女后代亦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杀了无量仙祖后，午夜宁便与秦晴研究起这东海地图来。忽地看见屋檐上竟蹲着个少年，这少年面容爽朗，五官清秀，不知何时便蹲在这里，两人竟然毫无察觉。秦晴心里咯噔一声，心道：天津柱大哥，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你说那小子来了有一阵子了，往那一蹲，跟个猴似的。天津柱调侃道：那岂不是说他知道了大小姐的身份？秦晴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双目之中，这少年气血旺盛，弱点不多，而且周身笼罩着一股神秘气息，一旦争斗起来，必定是棘手的存在。不过他似乎没什么恶意。天津柱大哥，此人与大小姐孰强孰弱？秦晴沉声道：这个嘛，是对手，但也不是对手。天津柱说了句不明所以的话。另一边，午夜宁早已做好了准备战斗，冷声道：你是何人？少年大方一笑，跃下屋檐道：我叫徐金年，梦想当个游历四方的大侠，除魔卫道。除魔卫道。午夜宁冷哼一声道：那你可知我是谁？当然知道，你便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万血海少主呗。徐金年目中闪过崇拜之色，道：在凌寒宗杀了几个来回，还能全身而退，真是厉害。既然如此，那便出手吧。
吴叶宁神色一寒，蓦地祭出血色匕首，悬在身前。误会，我不是来打架的。徐金年急忙摆手道：“都说万血海少主是个心狠手辣的女子，最喜滥杀。如今看来，传言不可轻信。什么意思？”吴叶宁眉头微皱，不知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徐金年嘿嘿一笑道：“我的意思是，我只见你们杀了恶人，却不见为非作歹。比起传闻，我更相信眼见为实。”哼！吴叶宁神色冰冷道：“世人评说，与我何关？”对，所以我也想和你们一样，来去如风，不受约束。徐金年两眼放光道：“让我与你们同行，快意江湖，如何？”同行？吴叶宁与秦同时一愣，不曾想一个素不相识的大侠会提出这种请求，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突然，徐金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急忙道：“快，躲起来！”两人云里雾里，在徐金年的催促下来到屋檐底。只见徐金年双手结印，周身腾起一股玄黄之气，迅速将三人笼罩。这股气息是……吴叶宁与秦神色一凝，总觉得在哪里感受过，但又想不起来。很快，三人变得朦胧，似不在远古，又难寻于今。数息之后，两个老者出现在了高空中，目光如炬，扫视过这方天地。道子，你快出来吧！一个老者焦急不已。另一个老者闭目感应了片刻，沉吟道：“看来道子并不在这里。”两人并未刻意展露修为，但散发的气息却刚正凝实，大气磅礴，让人心惊不已。道子！听到这话，午夜凝皱起眉头。徐金年连忙做出虚的手势。有了玄黄之气在身，三人的气息被隐藏。那两个老者在高空中驻足片刻，转身踏入虚空中。徐金年松了口气，收回神通。你背靠大宗，地位超群，何不老老实实当个道子，非要与我们同行？午夜凝出言质问。什么破道子，整天让我背那万古一念经，还要管这管那，烦都烦死了。徐金年不满的咕哝。万古一念经？秦心中一震，这才想起徐金年刚才散发的气息，竟与藏神殿中盘坐的那道身影极像。难道这家伙来自轮回道？秦心中掂量，毕竟轮回道是不惧万血海的存在，那道伟岸身影更是凭借残念应汉藏神殿中的未知。就在这时，午夜宁开口了，道：“你走吧。”徐金年顿时愁眉苦脸，道：“别呀，你们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我们是魔道弟子，以你的身份，只会给我们惹来麻烦。”午夜宁有些不耐烦，道：“而且跟着我们会很危险。”好吧。徐金年没话说了，耸拉着肩，很是失落。这时，秦眸光一动，道：“大小姐啊，让他跟我们一起也行，但必须得有诚意。”徐金年瞬间两眼放光，问道：“什么诚意？”听闻此言，午夜宁稍有意外，拉着秦背过身去，道：“小秦子，这家伙可是正道道子，留在身边靠谱吗？”说着，午夜宁偷瞄了徐金年一眼，道：“而且我看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放心吧，大小姐。秦微微一笑：“我与他说个条件，他若答应，咱们各取所需；他若不应，咱们各走各的便是。能行吗？”午夜宁半信半疑。两人转过身来，见徐金年一脸期待。嗨，秦清了清嗓子，道：“想要表明诚意啊，首先你得认我为大哥。”啊！午夜宁惊了，心道：这种条件是个人都不会答应吧？果然，徐金年面色古怪。既然我为大哥，那我家大小姐就更了不得了。秦又看向午夜宁，一本正经的道：“你得认她为大姐大。”午夜宁先是沉默，随后拍了拍衣服，道：“没错，是我。”周围一片安静。只见徐金年呆愣了片刻，突然兴奋起来，道：“帅，太帅了！”午夜宁与秦面面相觑。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结拜？徐金年走来走去，道：“再然后便是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哎，那些传统的东西就不必了，你只需要口头相拜即可。”秦急忙阻止他的幻想。好吧，大哥大姐大在上，请受弟弟一拜。说罢，徐金年一个拱手，单膝跪地。秦朝午夜宁蛇的眼色。嗨，那什么，起来吧。午夜宁回过神来，老气横秋的说道：“好嘞。”徐金年获得起身，神采奕奕道：“接下来我们去哪闯荡？是去劫富济贫，还是吃喝玩乐？你先消停一会儿，让我想想。”午夜宁扶额，感觉有些头大。正当此时，天空突然飘起了花瓣雨，一辆橙黄色的香车从三人头顶飞过，几个貌美的侍女随行。小姐，到您用膳的时间了。一个侍女端着银盘，其内放着一些奇珍异果，灵气馥郁。知道了。香车内传来动听的声音，一只纤纤玉手伸出，将灵果捏起。他那手腕上戴着一只青铜手镯，竟然与武成胜佩戴的极其相似。午夜宁眸光一颤：“小青子，你看那只青铜手镯像不像我爹所戴？”午夜宁望着香车，怔出神。秦双目一凝，道：“还真是。”午夜宁心乱如麻，恨不得直接冲上去看看香车中所作何人。秦急忙将他拦住，柔声道：“大小姐，香车中人地位不低，定有高手随行，我们身份特殊，不可轻举妄动啊。”午夜宁深呼吸几下，这才平复了心情。“你们说香车啊，我认得。”就在这时，一旁的徐金年开口了，道：“看见那个浩洋抱月的标志了吗？正是日月道的象征。”日月道。午夜宁思绪万千，心道：难道娘亲此刻正在日月道中？今年你可知香车中坐着何人，所去何处？
秦晴替午夜宁发问。徐金年想了又想，道：如果我没猜错，那边是瑶花岛方向，香车中坐的大概是日月圣女。瑶花岛，日月圣女，今年你快多说些。午夜宁催促。徐金年道：瑶花岛是一座小岛，上面生长着许多珍奇花卉，盛开之时可谓奇观，分外美丽。后来有人在那里举办了瑶花盛会，每年奇花盛开的时候，各宗门的青年才俊便汇聚在一起，切磋较量，熟络关系。当然，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很少参加。徐金年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说了个遍。午夜宁思索片刻，下定决心道：既然如此，我们也去那瑶花盛会看看，打探一下我娘的消息。很快，午夜宁与秦晴戴上斗笠，以垂落的黑纱遮面，整装待发。徐金年则不加隐藏，一行三人远远地跟随日月道香车向瑶花岛的方向飞去。半晌功夫，一座翠绿盎然的岛屿映入了眼帘，远远的便能闻到一股幽香，恬静淡雅，沁人心脾。整座岛屿层峦叠嶂，错落有致，一些山头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形成点缀，别有一番意境。那辆香车沉入了九曲绵延的植被中，不见踪影。午夜宁关心则乱，急急地向下追去，秦晴与徐金年相随。随着深入，前方豁然开朗，各种亭台楼阁坐落于风景绝佳之地，周围怪奇山石耸立，许多年轻男女在其间谈笑。这些男女一看便是各个宗门的天骄翘楚之辈，皆是衣衫华贵，谈吐不凡。午夜宁三人降落下来，正欲找寻日月道香车，却被一个年轻男子给拦住了。站住！你们二人奇装异服，遮遮掩掩，定然无门无派，不可踏入此地。那男子眼玄镜的修为，服饰上镶嵌着不知名宝石，用以彰显身份，神色更是桀骜，似高高在上。瑶花岛向来无主，上至天仙，下至凡人，皆可同赏。我等为何不能来？午夜宁本就心情急躁，此刻更是不悦。哼，瑶花盛会只有个门派的天之骄子才可参加，你们这种不入流的散修就不要凑热闹了。男子仰着下巴，戏谑开口。这番话吸引了周围男女的目光，都是小声交谈，看热闹的样子。斗笠之下，午夜宁神色渐冷，秦晴转了转眼珠子，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最看不惯你这种养尊处优的东西，规矩是你定的吗？还一口一个天之骄子，你算什么东西？就在这时，身后的徐金年听不下去了，直接朗声开口。此话一出，周围的青年才俊都是面色一变。你说什么？拦路的男子面色涨红，刚想大打出手，但看清徐金年的相貌后，又是一阵惊疑。你是？由于徐金年衣衫普通，举止随意，起初他并未放在心上，此刻看了又看，道：你是轮回道徐兄？是与不是，与你何干？徐金年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道：这位是我大姐大，这位是我大哥，你有意见？原来如此，失敬失敬。拦路男子一改之前的不敬，又对午夜宁与秦晴满脸笑意。对此，两人心里一阵反胃。说起来，我宗之前还拜访过轮回道，送上灵芝奇草以示友好，徐兄还记得吗？男子陪笑道：那个呀，喂狗了。徐金年淡淡的回应。男子笑脸一僵，不再自讨没趣，讪讪离开。之后，午夜宁三人沿着石板路而行，寻找日月道圣女的动向。这个过程中，不时有个宗门的翘楚前来结交，又有容貌姣好的女子含情脉脉，盛情相邀，都被徐金年打发了。走了几步，两人竟然看到了老熟人韩少辉，正在与几个青年男女交谈。突然，其中一人似乎提起了什么，众人忽地大笑起来，韩少辉则面色铁青，一阵红一阵白。三人不做停留，继续前行，又看到了寂灭四子，他们的气息比之前强横了不少，其中两人已经踏入了适意境，另外两人也无限接近了。不多时，几人终于在一处园林前寻到了日月道的香车，依旧有几名侍女守着，外人无法靠近。传闻日月圣女美丽至极，比之中原的天韵圣女也毫不逊色，不知今日有幸一见否？若是能与这位圣女有些缘分，别多想了，日月道圣女与神子早有婚约，两人恩恩爱爱，哪轮得到你？几个青年小声交谈。香车之前是一处空旷之地，两道身影正在高空中争斗，引得许多青年围观。只见其中一个男子头顶皓阳，脚踏神辉，双目似烈焰，周身卷热浪，将另一人打得还不了手，在空中摇摇欲坠。东方兄手下留情，在下甘拜下风。被打之人急忙呼喊。见状，出手男子才隐去神辉，露出一双清澈而又坚毅的眼睛。东方兄天资无双，在下实在佩服。被打之人拱手认输，落回地面，承让了。东方灿身姿挺拔，意气风发，一一扫视过众人，道：还有人与我战否？在场青年才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人敢应答。厉害，日月神子一人便可力压全场，若是再有圣女相伴，谁能是他对手？恐怕只有轮回道子徐金年，寂灭神宗杨叶兰可以与之一战了。有青年开口感叹，众人都是点头。不过我听说徐金年是个无心修行的浪子，杨叶兰正准备踏入绝天堑地，两人都没到此。别忘了，还有那个大闹灵寒宗的万血海少主，好像叫什么午夜宁，那又如何？她一个魔道女子，还敢参加来瑶花盛会不成？有人嗤笑。此时，东方灿已经回到了香车前，望着青纱珠帘，面带笑意。一条藕臂从其内伸出，轻抚东方灿的面庞，道：灿哥哥，累不累？东方灿握住那只玉手，笑道：月叔无需担心，一点也不累。两人手腕上都戴着青铜手镯，如同天造地设的一对，羡煞旁人，
可惜的是不能一睹日月圣女的芳容。午夜宁正想找机会上前，却听见厢车内传来轻柔的声音，道：“灿哥哥，我去幽洛泉沐浴一番，你切莫贪战。”知道了，我在此地等你。东方灿笑着回应。随后，厢车在几个侍女的陪同下，缓缓飘向山势后面。东方灿则找了个亭台坐下，倒了一杯热茶。今年你可知幽洛泉是什么地方？午夜宁转身问道。幽洛泉啊，瑶华岛下面的一处天然灵泉，这里能生长出珍奇花卉，全靠了它。徐金年道。说起来，幽洛泉也算整座岛屿香气的来源，倒是个沐浴的好去处。原来如此。午夜宁点了点头，吩咐道：“小晴子，你和今年就待在这里，我去幽洛泉走一趟。大小姐，你要亲自与日月圣女打交道吗？”晴晴有些担忧，此地人多眼杂，不好开口，也许幽洛泉是个好机会。午夜宁认真道。晴晴思索了片刻，点头答应。就这样，午夜宁循着日月圣女的方向而去。不多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窟，散发着缕缕幽香。虽说是洞窟，但里面却一点也不阴森，反而淡雅明亮，四周生长着许多淡蓝色、淡紫色的花，如同有呼吸一般，忽明忽暗。午夜宁踏入洞窟，拐了几个弯后，道路变得狭窄。日月道的厢车停在了这里，无法再深入。透过镂空的石壁，午夜宁隐约看到几处泉眼正在汩汩流淌。泉眼下是一汪青蓝色的池水，其内浮光流转，紫霞升腾。一个少女正在擦拭身体，晶莹皮肤若隐若现。止步！突然，两个侍女挡在了午夜宁身前，其中一人道：“你是何人？”“我们小姐正在泉中沐浴，闲杂人等免进。”遮遮掩掩，一看就不是好人。另一个侍女上下打量着午夜宁，警惕心很强。午夜宁眉头微皱，双儿不得无礼。就在这时，幽洛泉里传来温柔的嗔怪声，道：“此泉由天而成，我有什么资格独享？既然这位姑娘来了，那便一同沐浴。”“是，小姐。”闻言，那两个侍女弯腰致歉，左右退下。幽洛泉中，日月圣女黄月书正在戏水，白嫩的面庞楚楚动人，在泉水的映衬下更显通透。午夜宁摘下斗笠，边走边宽衣解带，来到泉水边时已经不着寸缕。随后，他用脚尖试探了一下水温，一整个没入了进去。黄月书哪里见过这般飒爽又绝美的女子，一时间有些发愣。回过神时，午夜宁已经来到了近前。“这位姑娘，此地宽裕，何须挨得这么近？”黄月书急忙收回目光，眼眸低垂：“我此行正是为你而来。”午夜宁没有多说一句废话，直接问道：“你日月道10几年前可曾丢失过一只青铜手镯？”听闻此言，黄月书神色稍异，道：“从未有过。青铜手镯是日月道神子与圣女的象征，怎么可能丢失？”不过他明显没有撒过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很好，骗人是吧？”午夜宁二话不说，欺身而上。黄月书想要闪躲，奈何浑身赤裸，此地也不是争斗的地方，显得缚手缚脚。午夜宁抓住机会，用胳膊将他拦住，两人鼻尖对鼻尖。“是，师父特意吩咐过，此事不准对外人提起。”黄月书没来由的一慌，低着头，不敢与午夜宁对视。“你说不说？”午夜宁直接托起黄月书的下巴。黄月书银牙轻咬，道：“不说。”午夜宁太过强势了，但偏偏到不了施展神通反抗的地步，让他进退两难。既然如此，午夜宁眸光一动，玉手在黄月书肌肤上游走，而后挑了个软嫩的地方，用力一捏。啊！黄月书一声娇哼，只觉浑身酥麻，又怕岸上的侍女发现异常，只能瘫软在午夜宁怀里。“你若不说，我有的方法折腾你。”午夜宁贴在黄月书耳边威胁。这倒不是他吹牛，而是在晴晴身上实验出来的。黄月书地位崇高，寻常人都是敬而远之，哪里受过这种屈辱？此刻面红耳赤，道：“你再这样，我可要叫了。”“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没用。”午夜宁更加得寸进尺，水面下的光景不得而知。莫一会儿，黄月书便被治得服服帖帖，气喘吁吁。你饶了我吧，我都告诉你。”黄月书终于服软了。“说。”午夜宁等他开口。黄月书缓一会儿，这才道：“在我们日月道，神子和圣女是必须成亲的，这样功法才能完全。然后呢？”午夜宁沉声道：“但是上一任圣女并不爱神子，便偷偷离开了日月道，被宗内长老带回时，青铜手镯已经不知去向了。”黄月书如实相告。午夜宁心中急切，问道：“那上一任圣女现在何处？”黄月书摇了摇头，有些惋惜，道：“回到宗门后，她依旧不愿与神子成亲，最后进入绝天堑地，恐怕已经……绝天堑地，那是何地？”午夜宁心中一颤。黄月书抿了抿嘴，道：“一处恐怖之地，传闻我宗门有老祖折陨在其内。”午夜宁沉默了片刻，迅速出水，穿好衣服。你叫什么名字？”池中的黄月书呼喊。午夜宁戴上斗笠，微微侧目，只留下3个字后转身离开。黄月书愣怔在泉水中。另一边，晴晴与徐金年正在瑶华盛会上闲逛，只觉百无聊赖。听说寂灭神宗准备深入绝天堑地，为那位刀族采摘神灵草，有把握吗？就在这时，两人听到有人议论：“那里可是凶险至极啊！古往今来，多少高手为了神灵草葬身其中。我听说寂灭神宗宗主准备携狂刀亲自征战，遭到一众长老的反对，最后是杨叶兰主动提出的。毕竟那可是一宗之主，若是出了意外，影响甚大，也许这样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不过
那位刀祖可是年少成名，最有机会突破境界，若是真能恢复巅峰，倒是值得冒这个风险。秦晴与徐金年听得津津有味，将寂灭神宗的事情也了解了个大概。这时，头戴斗笠的午夜宁从幽洛泉方向返回，步子走得很慢，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怎么样了，大小姐？可有收获？秦晴快步迎了上去。小晴子，午夜宁神情落寞，将黄月书所说的事如数告知后，便倚着栏杆，默不作声。秦晴想了又想，安慰道：“大小姐，夫人未必有恙，若有机会，我们亲自去寻她。”就是，还绝天欠地，本大侠早就想去见识一下了。徐金年跃跃欲试。不必了，日月道的老祖都无法全身而退，以我们的修为，只会平白丢了性命。午夜凝望着远方，暗自神伤。秦晴见他这副模样，心疼不已，急忙在心中询问天津柱：“绝天欠地吗？我去过几次，就算你们有那小子的祖血护体，也休想活着离开。”天津柱短短几句话，直接打消了秦晴的念头。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办法吗？秦晴不死心，办法倒是有，不过你们没有羽冰相助，依旧无法深入。天津柱这般回应。羽冰，秦晴眸光一动，似想到了什么。要开始了。突然，远处的男女都热闹起来，纷纷看向栏杆外。秦晴回过神，只见周围的草地上全部绽放出一朵小花，各自舒展姿态。这些花颜色各异，有的薄如蝉翼，清冽透明，有的婀娜多姿，美得不可方物。很快，整座瑶花岛变成了一片花海，微风拂过，花瓣摇曳，伴随着阵阵幽香，让人心旷神怡。不愧是瑶花盛会，这番美景真是难得一见啊！是啊，今日前来不虚此行。各正道弟子心情愉悦，尽情欣赏这静谧而美好的一幕。只有午夜凝看着花海，心绪不定。秦晴将他的愁容看在眼里，暗自思量。就在这万花盛开之际，一个道红衣身影翩翩而来，落座于高台之上，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见到来人，午夜凝与秦晴神色一寒。这道身影不是别人，竟然是许久不见的上官以莲。上官以莲一如之前那般风度翩翩，但是换上一袭红衣后，似多了几分杀气，眉心生出一个紫花印记，看起来邪魅而儒雅。你是何人？怎地这般无礼？一个正道弟子不悦。万血海，上官以莲。上官以莲直言不讳，轻笑开口：“什么？万血海竟然是魔道弟子？”听闻此言，下面的正道弟子都是面色一变，满座哗然。哼，魔道之人竟敢如此大摇大摆，我来取你性命！一个眼玄镜的男子圣光涌现，踏上高空，向上官以莲杀去。上官以莲微微一笑，弹指间击出一朵紫色的花。这朵花缓缓旋转，却垂落下恐怖的吞噬力，笼罩在男子的头顶。这一瞬间，男子头皮发麻，只觉生机与修为在快速流逝，而紫色的花则显得更加妖异。这是嗜血咒。午夜凝与秦晴眉头紧皱，看样子上官以莲已经得到了完整的嗜血摩天诀，比之前强了太多。男子抵抗不得，被逼得手段尽出，这才将紫色的花斩灭，狼狈而回。随意一击，竟可碾压宗门翘楚。这人到底什么来头？见到这一幕，众正道弟子都不敢再轻举妄动。你来这里所为何事？有青年冷声道。赏花，顺便告诉你们一件事。上官以莲面带笑意道：“我才是真正的万血海的少主。”你是少主？那之前盛传的女子？众男女面面相觑，一个午夜凝已经能在正道圣人的追杀下全身而退，现在又冒出一个，这还了得？那女子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罢了，各位无需放在心上。上官以莲轻笑，面对一众正道弟子，处之泰然。对此，午夜凝与秦晴不露声色，只是冷冷地注视着他。哈哈，好一个万血海少主，我来会会你。就在这时，东边爆发出璀璨的光辉，如同一轮金色的小太阳，冉冉升起。东方灿背负双手，脚踏神芒而来，眸中战意盎然。上官以莲镇定自若，反手间血海升腾，其内百花争渡，蕴含恐怖杀机。哼！东方灿怡然不惧，头顶浩扬，以神光耀世，两人争斗，上演了一幅血海蔽日图。霎时间，高空中血芒四散，声势浩大，看得众人心悸不已。上官以莲与东方灿的每一次碰撞，都有大片的血海被蒸发，化作滚滚热浪。然而，紫色的花永不枯竭，其内弥漫出诡异的波动。东方灿不过片刻恍惚，便有血海汹涌而来，大有吞天食日之势。东方灿心中一惊，急忙向后退去。这日月神子竟然败了！难道那个人所言非虚？他真的是魔道少主？众青年才俊难以置信。上官以莲淡淡一笑，道：“日月道果然名不虚传，可惜二缺其一，难尽其力，你不是我的对手。”东方灿立于高空，神色冰冷：“灿哥哥，我来助你。”就在这时，一道黄衣飞身上前，身姿妙曼而温婉，引无数男女动容。上官以莲闭目清秀，道：“好香的女子，休要胡言。”黄月书神色认真，挥袖间一轮明月高悬，头下阵阵清凉，将诡异波动全部消融。这一刻，日月同天，交相辉映，两者相得益彰。哈哈，多谢月叔。东方灿爽朗大笑，迈步上前，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似是披了一层银甲。有了黄月书相助，东方灿气势高涨，与上官以莲斗在一起，一时间难分胜负。突然，虚空中雷霆乍现，轰隆作响，一只苍老的大手从中探出，直向着上官以莲拍去。好恐怖的威压！这是有圣人王出手了吗？这一刻，
所有个正道弟子皆是惊骇。上官一连大惊失色，急忙逃遁。小辈们的事交给小辈们解决，你一把年纪以大欺小，未免太不合规矩吧？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出，慵懒而又妩媚。哼，与魔道还谈什么规矩？有老者的声音回荡，执意要出手。是吗？梅清柔语气一寒，下一刻，瑶华岛上空狂风大作，伴随着剧烈的破空声。下方的众人神情凝重，仰望高空，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爆发了难以想象的争斗。午夜宁没注意的是，他的黑纱被狂风卷起几下，露出了一角真容。几个呼吸后，虚空中传来一声闷哼，而后有几滴鲜血洒落，苍老的手掌被迫收回。哈哈，正道之人不过如此。上官一连放肆大笑，化作一道长虹，从容离去。可恶，就这么让他逃了吗？各正道弟子面色铁青，感觉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却又无能为力。那个圣人收手后，整个瑶华岛归于平静。是你们！正当所有人以为事情结束时，变故突生，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午夜宁与晴晴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人正指着他们，浑身颤抖，满目血丝，正是韩少辉。坏了，怎么忘了这家伙？晴晴心里咯噔一声，午夜宁则皱起眉头。这一下，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就是这两个恶毒之人，杀我弟弟，屠我宗门，害我老祖！韩少辉喊得咬牙切齿，可谓愤恨至极。什么？他们两个便是大闹凌寒宗的万血海弟子？没想到竟然真的敢来瑶华盛会！一听这话，四周瞬间充满了敌意，许多弟子都向这边聚拢。见状，午夜宁与晴晴索性摘下斗笠，冷冷扫视过众人。喂，这位是我大哥，这位是我大姐大，你们要对他出手，先过我这一关。徐金年大摇大摆地上前，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徐金年，你身为轮回道子，却与两个魔道同流合污，是何居心？就是你不怕轮回道背上骂名吗？有弟子指责道。我呸！你们少拿宗门压我！徐金年挺起胸膛道。再说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大姐大作恶了？凌寒宗仗势欺人，你们怎么不去管管？韩少辉顿时涨红了脸，那些弟子也一时语塞。哼，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万血海弟子，今日他们休想活着离开。几个眼悬镜的弟子向前逼近，午夜宁眸光一寒，直接祭出血色匕首，袭杀而出。上前的几人大惊，纷纷避让，但血色从匕首他们面前呼啸而过后，攻势不减，直指韩少辉。韩少辉面色骤变，来不及逃窜，下体又是一阵剧痛。啊！惨叫声传出，韩少辉捂着裤裆在地上滚来滚去。在场男子无不下身一紧，一些女子急忙转过脸去。哼，不怕死的就过来！午夜宁收回匕首，语气冰冷。那几个弟子面色难看，自认为接不下这一击，不敢再上前。不过午夜宁与晴晴依旧不能大意，暗中有几道恐怖的气息将他们锁定，若非徐金年在旁，恐怕早已出手。徐金年，你既然来了，何不与我一战？就在这时，东方灿从人群后走出，目光炯炯，黄月书与他并肩而立，神色复杂。很快，寂灭四子也来到前方，一个个战意昂扬，盯着午夜宁道：好久不见。旁边的正道弟子大喜道：日月道与寂灭四子齐出，这两个魔道必定难逃一死。午夜宁与晴晴心中一沉，只见东方灿赤焰加身，大步上前，直冲徐金年而来。徐金年本不想与他争斗，便不断避让，奈何东方灿紧追不舍，只好抬手与他对了一掌。轰隆！霎时间，命运轮盘扩散，一分一分二，二分三，其上刻纹流转，蕴含伟力。一掌过后，两人各退数步。徐金年背负金色神轮，手握生死二气，与之前的气质截然不同。徐金年，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东方灿手臂微微颤抖，不过出此一招，徐金年却后悔了。短短数息之后，两个老者从天边迈出，神色欣喜，道：道子，原来你在这里。徐金年顿时愁眉苦脸，散去神通道：你们两个追我这么久了，有完没完啊？金年，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实在是宗主有令。两个老者面露难色。不回不回，我祖上世代贫农，父母皆是凡人，怎会是你们要找的人呢？徐金年与他们讲道理。然而两个老者相视一眼，直接施展手段将徐金年卷起。哎，你们两个不讲武德，我要跟我大哥大姐大去闯荡江湖！徐金年大喊大叫，还没来得及告别，便被卷入了虚空中。那两个老者紧随其后消失。事发突然，原地只剩午夜宁与晴晴二人。徐金年一走，再也没人替他们说话了。看来是时候做个了结了。寂灭四子以气凝刃，几个闪身便将两人团团包围。午夜宁神色冰冷，晴晴则获得拔出冰魄神剑，替他提防身后。下一刻，寂灭四子成合围之势袭杀而来。轰轰，刀光剑芒漫天，血冰雪将冲锋陷阵。午夜宁与晴晴手段尽出，在刀阵中来回穿梭。可如今的寂灭四子不同往昔，没过几招，晴晴便被震得虎口剧痛，手臂发麻。而午夜宁同样落入下风，寂灭四子身法齐动，将武道招数施展得淋漓尽致，与他们近身搏杀，太过吃力。两人被动防守，从地面战至高空，几次突围都未能成功。事到如今，只能铤而走险了。眼看情况危急，晴晴只得咬牙嚷道：昔日我们救你刀祖，如今你们就这般报答？其实那日在万雪海底，他们与老者各救性命，互不相欠，不过如今也只能这般忽悠了。闻言，午夜宁神色一变，
因为此事关乎一宗之秘，很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寂灭四子只是微愣，便继续维持杀阵。其中一人道：休要造谣，邪魔歪道，也想与刀族扯上关系。几人施展全力，招数愈发凌厉。不信，那我便证明给你们看。秦秦抵抗不得，果断在心中催动操刀诀。霎时间，寂灭四子心有所感，齐齐动容。他们手中刀身在微微颤抖，仿佛受到某种牵引。难道这家伙说的是真的？不会错，这种波动只有操刀诀可以做到。四人缓下动作，望着手中刀刃，难以相信。午夜宁凌空而立，头顶足血，警惕地望着四周。果不其然，一个灰袍老者从虚空中走出，伸手挺拔，苍劲如松。是他。秦秦心中忐忑，这一瞬间，他被一股莫大的威压笼罩了，不敢有任何动作。师傅见到此人，寂灭四子不敢怠慢，齐齐参拜。原来那日施展操刀诀的是你。老者凝视着秦秦，迈步走来，眸中闪过一缕杀意。秦秦心里咯噔一下，心道：这老头不会现在就要杀我灭口吧？这个老者的肉身极其强横，弱点以大毅力磨灭了许多，若是拼杀起来，天津柱恐怕要为他准备身后事了。午夜凝秀眉微蹙，一步迈到秦秦身前，足血垂落威势，替他缓解了不少压力。不过老者并没有立刻出手，只是踱步至两人近前，似在犹豫。见状，秦秦急忙笑道：前辈，你看这操刀诀是真是假？若非那位刀祖亲传，我又如何获得？确实是真。灰袍老者神色冰冷，眸光如刃，真到连我都不曾习得，却落入你一个外人之手。嗨嗨，秦秦感觉自己被看了个穿，只能故作镇定道：那什么，前辈，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大胆！寂灭神宗行事磊落，嫉恶如仇，岂会与你们这种魔道交易？话音刚落，寂灭四子中的一人便动了，指着秦秦怒目而视。先别急。老者摆了摆手，平静道：什么交易？且说来听听。那弟子很不甘心，但还是退回。秦秦朝他摆了个鬼脸，随后道：听说你们正欲征战绝天堑地，巧了，我和大小姐也要前往。午夜凝眸光一颤，扭头道：小秦子，你……秦秦眨了眨眼睛，道：大小姐犹豫不决，可不是你的风格。午夜凝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秦秦嘿嘿一笑，继续望向老者，道：不如这样，你们把狂刀借我们一用，我们帮你们采摘神灵草，如何？这刀祖之兵怎能借于魔道之手？可是绝天堑地般凶险，恐怕只有他们能代替叶兰妹妹，将风险降到最低。此话一出，寂灭四子先是皱眉，但又陷入了沉默。若我们采摘回来，最好不过；若是未归，你们自可将狂刀召回，再做定夺，不是吗？秦秦补充完后，便静静等待后续。灰袍老者沉吟了片刻，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值得你们不要性命，主动涉险？为了所想，为了所念呗。秦秦认真道。午夜凝心有触动，冷冷地看着秦秦。好。老者不再多问，道：既然如此，这笔交易我答应了。寂灭四子无人言语。秦秦松了口气，朝午夜凝笑道：大小姐，这下有了寂灭神宗相助，我们总能去那鬼地方闯一闯了吧？午夜凝咬了咬嘴唇，轻嗯一声。只见灰袍老者环顾四周，淡淡道：我要带着二人离开，你们可要出手？虚空中一片寂静，但午夜凝与秦秦能感受到那几道恐怖的气息依旧存在，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北镇兄为人族立下不世之功，我等钦佩不已，自然不敢有异议。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响起。灰袍老者点了点头，道：其他人不回话，我便当你们答应了。随后老者一步迈出，狂放的武艺蔓延而起，直接将虚空震开一道口子。你们二人随我来吧。老者背负双手，率先踏入进去。午夜凝与秦秦相视一眼，紧随其后。东海之广，苍茫无际，随着岁月的变迁，不知淹没了多少文明与古迹。然而茫天海域的一处却有道巨大的裂缝，其内海水倒灌，漆黑无底，如同一张巨口，可将一切吞噬。细看之下，这道裂缝又像是一只深邃的眼睛，默默注视着九天之上，似等待着什么。这便是凶名在外的绝天堑地。凡是来到这里的修士都忍不住内心发毛，因为传闻里面生长着某种神灵草，可让人起死复生。可无数岁月过去了，数不清的修士踏入其中，圣人大能多如牛毛，却鲜有人活着出来。至于那传说中的神草，更是无人一见。如今下面是怎样一幅炼狱，不得而知。绝天堑地的周围悬浮着许多修士，或是各个宗门的高手，或是无门无派的散修，皆是修为不俗。显然他们都想借寂灭神宗这次大动作捞点好处。看来寂灭神宗是铁了心要攻打这里了，这么多长老都亲至。是啊，毕竟关乎到一代刀祖的性命，这地方可是禁忌之地，依我看寂灭神宗要大败而归了。唉，可惜了那个女娃娃成了宗门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修士是来凑热闹的，此刻议论纷纷，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段爷，你都第3次踏入此地了，有把握吗？人群中一个青年问向旁边的老者。这次有寂灭神宗插手，只需稍借其事，定能将祖师爷遗失的至宝取回。老者满脸皱纹，虽断了一截小臂，语气却很自信，望着深沉的海面，不知在思考什么。绝天堑地正上空，一众寂灭神宗高手凌空而立，每一个都是修为绝强之辈，散发的气息令人生畏。他们前方，一个清秀女子闭目盘坐，
黑发竖在脑后，看起来简单飒爽。叶兰，你想好了吗？为首的中年男子开口，神色复杂。宗主，寂灭神宗崛起尚短，不能无主，叶兰此行心甘情愿。杨叶兰睁开眼眸，无喜也无悲。寂灭宗主叹了口气，周围的其他长老则沉默不语。日月道特来此地，助神宗顺利取得神灵草。就在这时，几个强大修士昂首阔步而来，有男有女，衣衫上印有华贵的日月道标志，看起来身份不低。顺便见见我那位逝去的故人。其中一个男子神情冷漠，淡淡开口，不过20来岁的样子，修为竟已达到了入圣之境。多谢各位道友。寂灭神宗众人笑脸相谢。不过日月道此行为了什么，他们最清楚不过，只是心照不宣罢了。突然，旁边的虚空一阵撕裂，灰袍老者带着午夜宁与晴晴从中走出。由于寂灭神宗位于中央，他们这一出现自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有人看清他们的面貌后，顿时色变，竟然是他们，那日大闹凌寒宗的魔道弟子。可是他们怎么会跟着寂灭神宗高手？难道是被擒住了？这里修士众多，有些人认出了午夜宁与晴晴，瞬间一旦激起千重浪。就是这两人凭借传送符逃脱，害得我们颜面尽失。哼，今天有这么多的正道高手在此，无论如何，他们插翅难飞。同时，也有参加过凌寒宗一战的圣人在场，皆是目光阴沉。午夜宁冷冷扫视过众人，黑发与衣衫翩然，血眸中毫无惧意。北镇，你终于回来了。寂灭宗主笑着上前，随后略有迟疑道：“这两人是？”霍北镇拱了拱手，道：“宗主，这个年轻人修有操刀诀，我认为可以让他掌狂刀，代替叶兰踏入险地。”操刀诀？寂灭宗主微愣。晴晴咧嘴一笑：“操刀诀乃是我们宗门的不传之秘，这小子从哪学的？”几个寂灭神宗的长老盯着晴晴，神色不善：“你们刀祖亲自传授？”晴晴理直气壮：“不可能，定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偷得。魔道弟子修我正道绝学，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寂灭神宗众长老不信，周身散发庞大的威压。见状，午夜宁横眉冷对道：“你们若敢深入绝天堑地，自可出手；若是不敢，就少说废话。”你大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几个长老面色难看，他们在宗门内外都是受人尊敬的存在，哪里受过这种回怼？好了，都别吵了。就在这时，一直在旁的杨叶兰开口了，起身道：“我寂灭神宗的事，无需外人帮助。”杨叶兰虽为女儿身，却能力压寂灭四子成为神宗少主，可见天资之高，超迈绝伦。她的气质与午夜宁有些相像，不过多了几分刚毅，少了几分娇艳，两人隔空而立，气场互不相让。哎，这话就不对了。闻言，晴晴急忙上前道：“我们入绝天堑地有要事，你我各有目的，各取所需，何来帮助一说？”杨叶兰眉头微皱，想反驳，又觉得有些道理。对于这一切，日月道几人没有插嘴，只是那个入圣境的男子看向午夜宁，若有所思。奇怪，此女总觉得在哪里见过。男子心中自语：“叶兰，退下。”正当这时，寂灭宗主做出了决断，道：“我同意北镇的话，可是宗主与魔道之人合作，恐落下画柄。”杨叶兰欲言又止。果然，周围的修士神色有异，有的皱眉，有的窃窃私语起来，猜测寂灭神宗与万血海的关系。采摘神灵草之事，刻不容缓。他人闲话又如何？他们能带回神灵草吗？他们能护你周全吗？寂灭宗主展露威严，语气不容置疑，道：“他们不过是一群看客而已。”此话一出，杨叶兰陷入了沉默，终是退回。寂灭神宗众长老也不再有异议。随后，寂灭宗主看向午夜宁二人，道：“两位小友，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一旦进入此地，生死由天地，命数不由我。”说罢，寂灭宗主大手一挥，寒光乍现，一把冰刃从他袖口飞出，其势洞穿虚空，似可斩断苍穹，正是藏神殿中那把寂灭狂刀。此刀拿去，我等会在外面全力相助，护你们平安归来。寂灭宗主道：“多谢宗主。”午夜宁与晴晴点头。狂刀使一出现，便散发出森然的杀气，仿佛在地狱中征战无数。刀身一震，狂放的武艺席卷全场。这就是那位刀祖的兵器吗？好可怕的杀气！若是那位刀祖重回巅峰，手持此兵，该强到何种地步？在场众人无不心悸，不论相距多远，都不敢议论与造次。突然，寂灭狂刀震战，直奔晴晴而来。晴晴一愣，他没有施展操刀诀，狂刀便自主围着他转起了圈圈。你还记得我们？晴晴笑着开口。寂灭神宗众人相视一眼，包括寂灭宗主在内，都是难掩震惊。难道此子真与老祖有因果？操刀诀是老祖亲自传授，此刀除了老祖之外，不居于人下。就算有操刀诀，也只是勉强掌控，这般主动还是第一次见。晴晴心中催动操刀诀，将狂刀召来，握住刀柄的刹那，一股武艺纵横全身，震得他衣衫猎猎作响。呼！这一刻，晴晴浑身舒畅，仿佛一刀在手，可斩尽世间万千枷锁。天津柱大哥，有了此狂刀，能否全身而退？晴晴心中发问。这个嘛，马马虎虎。天津柱道。霍北镇立在原地，静静看着这一幕，不知在想些什么。始祖之刃融入了一张金色书页，才可斩断万物，坚不可摧。后世之兵都以其为根基。他的脑海中突然传来寂灭宗主的声音，道：“如今狂刀倾尽此子，是否与传说中的经书有关？”霍北镇没有回话。一切准备就绪后，
午夜宁带着秦晴向下沉去。临行前，杨叶兰犹豫再三，朝午夜宁喊话道：“听说你是魔道少主，这次出来，我必斩你。”好。午夜宁头也不回，与秦晴一起没入了巨大而未知的海底裂缝中。日月道众人见状，不急不缓地跟在后面。那个入圣境的男子祭出一面古朴的铜镜，几人合力催动下，散发的气息竟堪比雨冰。紧接着，许多强大的散修与宗门高手纷纷入水。这次有2大神宗仙道干预，是他们不可多得的机会。海底裂缝中冰冷刺骨，越往下光线越难穿透，寒意也更甚。这里的石缝中生长着许多怪异植物，似是某种海草，又像是一只手臂，摇曳间可将人拖拽。午夜宁头顶足血，庇护己身，秦晴则手持寂灭狂刀，以刀意开路，斩碎前方的阻碍。随行的修士各自施展神通，小心翼翼地躲避。不知不觉，众人已经下沉了许久，两侧除了神通的光芒外，就是冰冷的石壁，仿佛没有尽头。这裂缝到底有多深啊？难道我们已经深入绝天堑地腹地？秦晴沉声道：“切，还远着呢，这里不过刚刚踏入而已。”天津柱淡淡道。很快，众人的眼前出现了景物，那是一棵海底古树，主干足有10几人合抱粗，向黑暗中开枝散叶。这些树枝很奇怪，其上生长着尖锐的倒刺，有些地方甚至覆盖着鳞片，甚是诡异。树上挂着一具具的尸体，或被洞穿，或被缠绕，有的死去不久，还保持着生前痛苦的表情，狰狞而瘆人。午夜宁与秦晴只感觉浑身发凉，汗毛耸立，不由自主地打起了12分的精神，防备四周的凶险。突然，这些树枝向着众人袭来，似藤蔓似爪牙，速度奇快无比。啊！一些修士猝不及防，当场被绞杀，鲜血在冰冷的海水中蔓延。事发突然，众人这才回过神来，纷纷祭出法宝神通。霎时间，各种光亮在裂缝中此起彼伏。午夜宁与秦晴不敢大意，一人催动足血，一人挥舞狂刀，将这些怪枝通通斩灭。然而，他们仿佛斩之不尽，越聚越多，从四面八方袭来。两人忙于应对，无暇他顾。轰！足血震动，垂落下磅礴道士。午夜宁立身其下，且战且退。这些怪枝噼里啪啦地撞在道士上，状若疯魔，断裂后又重新汇集。午夜宁面色凝重，短短数息，残枝败叶便会成了一条巨大的主干，其上尖刺密布，旋转着冲杀过来。破！午夜宁一声厉喝，发丝张扬，将足血催动到了极致。轰轰隆！两者碰撞的瞬间，巨大的主干直接被从中力劈，齐刷刷地向后倒卷。让午夜宁始料未及的是，1分为2的枝干竟依旧不灭，如同2只大手一般向中间合拢。小秦子！午夜宁心中慌乱，急急闪躲，但还是被阴影覆盖。秦晴听到呼喊，猛地回头，正见午夜宁连同足血在内被诡异的枝干层层包裹。大小姐！秦晴心中大急，也顾不上起身了，挥刀前来。由于秦晴心急如焚，武道招式难免疏漏，一些怪枝趁此机会竟缠住了他的脚踝。秦晴脚步一滞，紧接着一根根枝干沿着他的腰而上，向着胳膊、脖子快速蔓延。这些枝干上长满尖刺，秦晴稍一震动，顿感剧痛无比，鲜血染红衣衫。给我死！秦晴怒发冲冠，仰天长啸。这一刻，他手中的狂刀似感知到了这股情绪，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武意，充斥他的全身。这些武艺是寂灭狂刀征杀无数的证明，亦是不可多得的感悟，演化各种杀伐之道，从秦晴天灵贯出。轰！下一刻，秦晴身上的枝干被震得粉碎，他如同一尊战神般大步流星，所过之处，所有阻拦节节寸断。很快，秦晴杀到午夜宁近前，这番功夫，他已经被裹成了一个大茧，密不透风。秦晴不敢耽搁，快刀斩乱麻，整个大茧上刀光纵横，而后轰的一声炸开。小秦子！午夜宁从中显露，神色大喜。没事吧，大小姐？秦晴急忙上前，将她揽在怀里。没事，有足血在，这些东西伤不到我。午夜宁摇头，看到秦晴衣衫上的血迹，顿时心弦一颤。疼不疼？午夜宁伸手摸了摸秦晴的头。秦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笑道：不疼。秦晴乃习武之人，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随后，秦晴神色渐冷，揽着午夜宁的腰对敌，不让他离开自己半步。另一边，日月道众人也在争斗，古朴铜镜悬在他们头顶，璀璨无比，如同一轮海底的小太阳。这面铜镜神异不凡，上刻玄妙纹路，激射出一道道炽热光束，凡是被照耀到的枝干，全部被灼得焦黑。与此同时，其他修士也在奋战，不过都靠拢在秦晴或者日月道众人附近，借着他们的余威，这才幸免于难。突然，数道扭曲的枝干从暗中袭出，蕴含巨力，想要将日月道那面铜镜击碎。哼，雕虫小技！入圣境男子冷哼一声，双手结印，铜镜内金光大盛，古朴的纹路浮现，萦绕四周。怪枝如遭雷击，竟然发出一声似人似兽的惨叫，缩回至漆黑的裂缝深处。很快，所有怪枝如潮水般退去，此地渐渐恢复平静。众修士长松了一口气，感受着血腥的海水，心有余悸。玉郎的体质果然超绝，这面浩洋镜由你催动，不亚于正品之威啊！一个日月道长老抚恤而叹：师伯过誉了。入圣境男子平静开口：这一战过后，不少修士身死，即便是修行多年的圣人，也或多或少负伤。其中那个叫段爷的独臂老者赫然在列，不知施展了什么手段，毫发无伤。这些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秦秦皱眉，用刀尖挑起一根残枝，与武叶宁一起端详，发现其断裂处竟然渗出点点血迹。我要回去，这里太可怕了。就在这时，有人心生退意，决定按原路返回。是啊，圣人如蝼蚁，还是小命要紧。不少人附和，纷纷离开。武叶宁与秦秦沉默，他们也见识到了绝天欠地的可怕程度，但此行有无法退缩的理由。当然，也有人咬牙，决定跟他们继续深入。随着前行，众人来到了一处海底断崖上，这里像是一处古战场，布满征沙的痕迹，许多白骨年代久远，一碰就碎。石壁间横七竖八地插着许多兵刃，有些锈迹斑斑，有的却还闪烁其芒，看起来锋利无匹。发财了，发财了！有修士上前将一把断戟拔出，此乃古圣之兵，即便断裂，依然是不可多得的宝物。于是乎，众修士纷纷行动起来。武叶宁无心关注这些，与秦秦行走在废墟之中，忽地看到远处有半截衣角，血迹斑斑，似印有日月道的标志。是娘亲，不可能，娘亲怎么会？武叶宁心神俱震，魂不守舍地向那边走去，正欲伸手，却被另一人率先捡起。那人穿着日月道的衣服，面容冷漠，眉宇间带着几分傲然，正是之前那个入圣境男子。你刚才说娘？白玉郎盯着武叶宁，双目微眯。武叶宁回过神来，心生警惕，道：你是何人？白玉郎没有回话，只是死死攥着那块血色衣角，道：我说你如此眼熟，原来是那个人的女儿。你是上一任日月神子。听到这话，武叶宁瞬间明白了男子的身份，不由得眉头一皱。没想到啊，那个人不光弃我而去，还为他人诞下子女。白玉郎神色逐渐阴沉，周身气息狂涌，竟超过了入圣之境，并继续向上攀升。武叶宁面色凝重，后退2步。大小姐莫慌，我在。就在这时，秦秦挺身上前，神色冰冷，手中狂刀闪烁寒芒，随时准备斩出。蝼蚁之境也敢撼术，真以为有把刀就无敌于天下了吗？白玉郎冷喝一声，古朴铜镜悬上头顶，状若浩洋，普照四方。古朴铜镜内赤阳浩荡，秦秦手中的寂灭狂刀亦是武艺逆卷，双方剑拔弩张，仿佛下一刻就要碰撞在一起。附近的修士被惊动，纷纷侧目。几个日月道的修士不明所以，也是赶来，道：玉郎，你这是作何？这是那个女人生下的女儿。白玉郎头顶古镜，身披木匣，眉心演化出第二轮艳阳，飞入镜内，双阳合一，其势完全不输于寂灭狂刀。武叶宁立在秦秦身后，冷冷地看着他。那个女人，日月道众修寺想到了什么，一阵惊疑。其中一个妇人打量了武叶宁几眼，道：别说，与云静年轻时倒有几分相像。哼，已有婚约却另嫁他人，已是大罪，诞下子女更是不可饶恕。白玉郎咬牙切齿：大罪？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定罪？武叶宁血眸冷冽，毫无惧意，斥道：逼着我娘进入绝地，我看你才是罪该万死。你找死！白玉郎作势上前，秦秦猛地抬手，用刀尖指着他的喉咙：稍安勿躁。那个妇人见状，急忙劝阻道：玉郎啊，此行是为了神灵草，切莫误了大事。是啊，寂灭神宗众高手在外接应，这一战注定有始无终，不如从长计议。其他日月道修士也是附和。白玉郎抬头看了一眼上方，面色阴晴不定。也罢，这次先饶过你，想来那个女人已经殒命，他日将你擒回宗门，替她受罚。犹豫许久，白玉郎终是收回古镜。是吗？我娘若有闪失，我必杀你。武叶宁冷声回应，血眸中杀机毕现。又是那鬼怪术！突然惊呼声响起，就在众人一不留神的功夫，他们周围竟然长满了之前那种蛊术，每一棵都奇形怪状，诡异非常。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一个已经够棘手了，又冒出来这么多，这下如何是好？众人不寒而栗，纷纷向秦秦二人或者日月道众修靠拢，以求庇护。一些较弱的修士战战兢兢，这些蛊术伫立在阴影中，无声无息间将他们逼入了绝路。白玉郎扫视四周，眉头微皱，秦秦握刀的手紧了紧。轰！正当众人准备拼尽全力一搏时，一束恐怖的刀光自上贯穿而下，如同9天雷落，震人心魄。而后，一棵怪树被力劈成2半，轰隆倒地，断口处干净利索。这股刀势是寂灭神宗出手了。众人神色大喜，抬头仰望。二位小友不必慌张，此行我寂灭神宗定当全力相助。上方传来寂灭宗主的声音，不知隔着多少距离，依旧中气十足，浩浩荡荡。东海之上，寂灭神宗众修士盘膝而坐，神色肃穆。他们本就是宗门顶尖强者，如今各司其位，结成一个圆形刀阵，其内武道意志狂涌，甚是骇人。很快，一把巨大的刀刃从阵中凝聚，以始祖之兵为雏形，虽是虚幻，却仿佛重达万钧，无往不利。落！随着寂灭宗主一声令下，这把刀刃急速坠入海中。下一刻，四海翻腾，势若雷震，整个东海仿佛都被斩断了，有了那么一瞬间的断流。轰隆隆！武叶宁与秦秦正前方有一棵怪树应声倒地，被摧枯拉朽的劈开。不愧是寂灭神宗，此等手段前所未见。众人无不惊叹。就在这时，其他的怪树仿佛被激怒了般，全部摇晃起来，伴随着嘶吼声，引得整个裂缝中波涛汹涌。武叶宁与秦秦稳住身形，神色凝重，做好征杀准备。显然，这次比之前还要危急，就连东海上也掀起了波涛骇浪。盘坐中的霍北镇睁开双眼，
右手虚握，于虚空中缓缓抽出一把刀刃。此刀刀身洁白如骨，倒映出他消瘦的面庞，刀柄与刀背呈暗金色，庄重厚实，上刻真空龙纹，仿若天成。同时，一股与神境的威压从刀中蔓延，向四周扩散。霍北镇只有破虚境巅峰的修为，他的刀竟然踏入了羽冰之列。难道他是1000多年前力压北域群妖，扛着龙尸而归的少年？有人想起了什么，面色一变。你是说，他是当年那个屠龙少年？不可能，以他的天资与修为，怎么会老成这个样子？传闻他为了那一战动用了生命本源，乃至留下无法弥补的道伤，看来是真的。一些修士听闻过此事，心中难以平静。只见霍北镇一声轻喝，暗金屠龙刀穿过刀阵而入海，如同真龙复苏般发出嘹亮的龙吟。此刀本就是羽冰，有了刀阵加持，更是强上加强。瞬息之间，几棵怪树被拦腰斩断。一击过后，屠龙刀并不像其他刀刃那般消散，而是化作一条金龙来回冲杀，尽情舒展身姿。咦，龙骨炼刀倒是有些能耐，天津柱都忍不住称赞。短短数息，又有几棵怪树被屠龙刀斩灭。一起上！午夜宁与秦晴追随那道金色真龙而动，斩断一根又一根怪枝。其他修士见状，纷纷出手，东海上也不断坠下刀刃，助他们突破重围。这个过程中，秦晴的气息节节拔高，从寂灭狂刀中参悟到了更多的武艺，并融入己身。不知过了多久，此地的怪树终于被全部逼退，空余一地狼藉。不过，难免有修士殒命，让人心情沉重。午夜宁与秦晴收拾好心情，继续深入寻找。渐渐的，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伴有草药的清香。好香！难道传说中的神灵草就在前方？众人赶到近前，发现这里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草药，有几株药香浓郁，摇曳间灵光飘散。在微光的映衬下，隐约能看到一具具骸骨堆积如山，有的死去了无数岁月，依旧不曾腐朽。显然，能到达这里的修士都是古往今来的至强者，却沉尸此地，成了养料。这些草药依托死地而生，却圣洁无瑕，看起来荒诞而又美好。虽然不是神灵草，但也是不可多得宝药了。一个日月道的长老快步上前，即便是他这种境界，也难免心动。其他修士虽不敢与日月道争抢，但也各有所得。秦晴眼疾手快，在天津柱的提醒下，将几株看似不起眼，实则弥足珍贵的草药收入囊中。这时，不远处的一点微光吸引了午夜宁的注意，远远望去，如同黑暗中的一颗星，忽明忽暗。午夜宁定睛一看，发现那是一枚青铜手镯，扮演在泥沙之中，与日月道的极为相像。难道娘亲来过此地？午夜宁心中升起希冀，情不自禁向前走去。忽然，他头顶的足血狂震起来，预示着那里有大凶险，不可接近。午夜宁急忙止步，只见前方的道路上缓缓浮现出青玉色的道士，一条一条向上蔓延。怎么了，大小姐？秦晴赶了过来，神色一凝，道：“这是禁制。”这些道士彼此连结交织，最后构建成一道高耸的门户，一股威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道门户不知是何人所刻，比万血海下面的禁制还要复杂玄妙得多，纵横交错间似有封天锁地之力。既然此地不有禁制，前路定然凶险至极。可娘亲，午夜宁心绪杂乱，其他修士也注意到此门，皆是被深深的震撼了。这道门后面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之前遭遇的种种凶险都只是在门外吗？里面才是真正的绝天堑点。在这道巨大的门户面前，每个人心中都升起一股无力感。此门后面太过凶险，恐怕只有真正的日月双镜旗帜才可博得生机。日月道众修士一番思量，摇了摇头，决定就此止步，不可再深入了，前路未知，我等无法庇护。另一边，秦晴手中的狂刀也传来寂灭宗主之声，他通过操刀诀感知到了这里的情况。没有一丝一毫机会吗？你妙的神灵草可能就在里面。午夜宁心有不甘。寂灭宗主沉默许久，道：“回来吧，此门不可入，神灵草也不可得。”午夜宁张了张嘴，终是说不出话。我有一法，可平安往返此门。就在这时，一个独臂老者走来，风尘仆仆。此话一出，众修士哗然，无人信他所言。你不过至圣境大成的修为，也敢夸下海口？有宗门高手戏谑，毕竟日月道与寂灭神宗都无能为力，一个无门散修又算得了什么？唯有午夜宁眸光一动，道：“此话当真？自然为真，这可关乎到我的性命。”独臂老者段爷信誓旦旦道：“此法需要有人配合，以我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做到。”秦晴查探着段爷的修为与弱点，心道：“天津柱大哥，这老头说的话可信吗？这道门户虽然封天锁地，但他说的不假，确实有方法可以通过。天津柱神神在在，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午夜宁迟疑。非也非也，漫长岁月前，我段家的至宝坠了下来，我此行只是为了将之寻回。段爷道。午夜宁犹豫片刻，道：“好，我与你一同前往。”闻言，白玉郎冷哼一声，道：“果然与你娘一样执迷不悟，我的事与你何干？我娘生死未知，你有何资格提她？”午夜宁斜看他一眼，别怪我没劝阻，你这一去有死无生。白玉郎蓦然开口。午夜宁不理会他，径直向封印之门走去，秦晴快步跟上，其他修士都停留在原地，远远观望。很快，一行三人来到封印之门前，踏入门户的瞬间，四周海水迅速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古朴道路。然而这里并无险情，古路上的每一块石砖都是用到痕构成的，散发灵光，看起来宽敞明亮。这是
令武叶宁与秦晴吃惊的是，这条古路竟然像极了那日所见的天关漫道。难道部下禁止之人曾经去过那个地方？秦晴心中震动，这涉及他无法触及的隐秘，连天津柱都难窥一二。两人尝试离开，发现无法做到，明明路在脚下，却又走不到尽头。这里蕴含空间法则，自成一片天地。不过，这里的气息又与天关漫道有所不同，似乎部下禁制的人尝试演化其中的神秘力量，但未能成功。别费功夫了，真有那么容易走出？要这禁制何用？段爷淡淡开口，仿佛对这里轻车熟路，道：“跟我来吧。”三人来到一处墙壁角落，这里的道痕与其他地方不同，像是被打开过一道缺口，又以粗略的手法补合。缺损的地方隐约可以看见一条条暗痕，灰色中带着点点血光，连通着未知的沙阵。看到这些暗痕了吗？他们才是整个禁制的关键所在，一旦触发，咱们都得死。段爷指点道。武叶宁眉头微皱，道：“这些道痕变幻莫测，以我们的能力，如何能够解开？”说话间，几条暗痕已经变换方位，与其他铭痕交错演化，勾勒出一幅玄妙道士图。放心，我段家祖祖辈辈都是研究此境的，早已洞悉了破解之法。段爷咧嘴一笑，将一套古法传授给二人。不知为何，秦晴总觉得其中有些蹊跷，便在暗中询问天津柱：“切，这道缺口就是本天津解开的，如何能不知晓？”天津柱鄙夷：“你解开的？”秦晴一惊，若非本天津破解于前，再给他5代10代，也休想窥见其中奥秘。天津柱臭屁道。这时，段爷不知施展了什么神通，身上泛起灵光，向他断臂之处涌去。这些灵光凝聚成一条青玉色的手臂，很虚淡，初看之下，竟与周围的禁制有些相似。紧接着，段爷就地盘坐，双手结印，开始运转家族世代传下的古法推演道痕。只见一条条道是在他周身浮现，明暗交替，逐渐与缺口处的纹路相契合。真的有效！武叶宁欣喜。之后，他与秦晴一起运转古法，很快便被明痕、暗痕笼罩了。由于推演道痕极为繁琐，稍有差错便会惹来杀身之祸，两人必须全神贯注。而随着道痕越来越完善，三人也不再被禁制排斥，将要与之融为一体。似乎一起都很顺利。不对，这样推演下去，迟早会走上绝路。突然，秦晴脑海中传来天津柱的声音，道：“很明显，你们被利用了。”利用？听到此话，秦晴心中一惊。虽然起始是正确的，但过程出现了偏差，注定有始无终。天津柱道。另一边，武叶宁关心则乱，丝毫没意识到其中的凶险。这老东西果然没安好心。秦晴按捺着杀意，心道：“天津柱大哥，可有破解此局的方法？”废话，本天津可是研究了近1000年才打开这道缺口，自然了如指掌。天津柱嘚瑟道：“什么段家古法都是狗屁，只需略施手段便可拨乱正反。”近1000年，秦晴内心震撼。要知道，天津柱集世间万法于一身，自称9天10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却在这里止步如此之久。若是寻常禁制，本天津根本不放在眼里。可这玩意儿与天关漫道扯上关系，就没那么简单了。提到那4个字的时候，天津柱的语气明显收敛了一些。于是乎，秦晴一边催动段家古法，一边在天津柱的指点下，暗中修正偏差的部分。渐渐的，秦晴周身的道士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没有被任何人察觉。嗡！如此过去了2个多时辰，三人周身的道痕震颤了一下，一条条纹路近乎凝固，不再演化。怎么回事？武叶宁眉头微皱，睁开双眼，只见段爷周边的道痕变得紊乱，而后迅速崩塌，暗痕如同裂缝般四处蔓延。段家古法似乎来到了尽头，前方是一条绝路，无法走通。多谢二位帮我解开了多年的困惑。段爷嘴角扬起一丝弧度，脸颊被闪烁的暗痕映照成灰红色，看起来阴森可怖。你这是何意？武叶宁霍得起身，怒目而视。秦晴早有预料，默默地站在武叶宁身后。哈哈，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过是我通过此门的牺牲品。段爷坐在原地，仰天大笑。这道封印之门，非仙神不可逾越，凡人望入，只有死路一条。话音落，无数道痕在几人头顶凝聚，形成大大小小的光点，如同漫天星辰，蕴含恐怖杀机。这是……武叶宁面色难看，道：“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段家古法，这就是你祖祖辈辈研究出来的道果。道果？我研究此法多年，只明白一个道理。”段爷冷笑一声，道：“化解凶险最好的方法就是转移凶险。”你该死！武叶宁大怒，血色匕首呼啸而出，直指段爷眉心。哈哈，太迟了，大事已成。段爷以青玉色的手臂快速结印，周身绽放圣光，明痕与暗痕呈2极分化之势。呲，血色匕首与道痕碰撞在起，爆发出一连串纹路，却无法洞穿过去。去吧！紧接着，段爷大手一挥，所有暗痕全部向着武叶宁与秦晴扑来，笼罩在二人周围。这些暗痕从封印之门中演化而来，是大道的另类体现，冰刃难断，奥秘无穷。可恶！武叶宁被迫收回族血匕首。你们踏入绝天堑地，应该还有别的目的吧？尽管开口，也许我能帮你们完成遗愿。段爷缓缓起身，立身在光明而又玄妙的道痕之中，格外神异。秦晴阴沉着脸道：“我们帮寂灭神宗采摘神灵草，你不怕他们得知，怪罪于你吗？”寂灭神宗？段爷阴恻恻地笑着道：“小子，这里可是绝天堑地，他们自己都不敢踏入，死你们2个又算得了什么？”秦晴没有说话，攥紧了握刀的手。
既然无话可说，段某告辞了。段爷背负双手，转身向缺口处走去，周身道痕与缺口处相补相融，让他的身影逐渐虚淡。随着段爷的消失，整条古路开始剧烈摇晃，头顶光点沉浮，如星起星落。午夜宁与秦秦神色凝重，他们被暗痕缠身，成了光点镇杀的目标。下一刻，光点内激射出道道神霞，颜色绚丽，五彩纷呈。两人大惊，急忙躲避。起初，这些神霞的速度并不快，两人躲闪上级。然而光点有灵，斗转星移间布下密集的杀阵。午夜宁与秦秦避无可避，只得硬汉。一时间，刀光血影纵横，古路上声威激荡。轰隆隆，斑斓的神霞冲击在足血屏障上，震得午夜宁踉跄，林海中亦是翻江倒海。秦秦伴他左右，彼此配合，手中狂刀爆发惊天威势。可狂刀虽利，秦秦的肉身终究太过弱小，每抵挡一次都要承受巨力，五脏六腑仿佛被撕裂。更可怕的是，他们头顶的光阵还在变化，神霞的威力越来越强，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寂灭狂刀都要被震碎。小晴子，午夜宁面色发白，由于频繁催动足血，灵池有要枯竭的迹象。大小姐，你看，我们周围的暗痕在减少。就在这时，秦秦突然开口。午夜宁细看之下，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暗痕消失了不少，而神霞每次袭来，暗痕就减少几分。真的，小晴子，也许这些暗痕全部消失，神霞就会停止。午夜宁欣喜，殊不知这是秦秦暗中修改段家古法所致。之后，两人拼尽全力，艰难抵挡神霞。这个过程中，他们吞噬了几株封印之门外所得的奇珍草药，这才维持着灵池充盈与肉身不灭。终于，两人周身的暗痕被消耗殆尽，而那些光点也停止了攻势，渐渐隐退。整条古路恢复平静。好险，差点命丧于此。午夜宁与秦秦背靠背而坐，大口地喘着粗气。姓段的竟然诓骗我们，一定要斩了他！秦秦咬牙切齿。此时，两人周身只留下清澈明亮的道痕，古朴自然。他们是天地间最原始的事，与缺口处相契合。一片海底遗迹中，段爷独自行走着，发光的根茎盘根错节，还有一些晶莹的水泡照亮了未知的路。这些壁画到底存在了多少年？封印之门又埋葬着怎样的隐秘？段爷伸手抚摸残柱上的图案，震撼不已。就在这时，他青玉色的手臂忽闪了一下，似乎在指引着什么。段爷望向漆黑遗迹深处，咧嘴一笑，道：“成仙的契机，我来了。”无声无息间，他的背后亮起一道细而璀璨的光，没有任何威势，却将这个海水一分为二。段爷瞳孔骤缩，猛地闪身，下一刻，立身之处被劈出一条极深的沟壑。黑暗中缓缓走出两个身影。是你们？你们还活着？段爷大惊，看来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午夜宁冷声开口，刚才的刀光正是秦秦斩出。不可能，古法明明行不通，你们是如何活下来的？段爷心中难以平静。姓段的，受死！不待他多想，刀芒再次袭来，秦秦手提狂刀从午夜宁身后夺步而出。段爷回过神，急忙躲避身形，同时抬起青玉色的手掌，一指点出。进！霎时间，秦秦前方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禁制，方中抱圆，正反逆转，上刻各种纹路，玄妙非常。这是从封印之门中参悟出来的术，蕴含空间伟力，不能等闲视之。给我破！秦秦一步跃起，挥刀力劈而下，刀刃银白如骨，恰若残月当空。咔嚓嚓！那禁制只抵挡了一息，便彻底崩裂，凌厉的刀芒肆虐，击碎了不少古建筑。段爷骇然，急速倒退。哪里逃？秦秦一个飞身，踏刀而行，化作长虹追杀过去。以他如今的修为，虽无法将寂灭狂刀完全施展，但在操刀诀的加持下，不乏屠胜之力。段爷一连布下数道禁制，皆被摧枯拉朽的斩灭，难挡秦秦脚步。该死！眼看刀影杀至，段爷眸中闪过一抹厉色，道：“是你自找的。”说罢，段爷像是解开了某种封印，术法凝成的手臂上霞光流转，升腾起一丝一缕的仙气。与此同时，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与异族怪术极其相似，却圣洁纯净得多。咦，异界仙魄！天津祝似想起了什么，道：“当年本天津挖墙脚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缕溜了出去。”秦秦停下脚步，神色凝重，让你见识一下异仙之力。段爷张开双臂，异界仙魄由胳膊遍及全身，连眼眶都充斥霞光。原来你至此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异族之力。秦秦望着段爷，沉声开口：“哼，是又如何？只要能成仙，管他是非对错。”段爷放声大笑，至圣境大成的修为，在仙魄的加持下，步步攀升，竟然有了道境之威。轰！突兀间，一轮禁制笼罩在秦秦头顶，携带着恐怖的威压，向下压落。此刻，段爷不再隐藏手段，以异界仙魄催动禁制，要将秦秦永封。秦秦不敢大意，向上连出数刀。哼，镜中剑，久近十剑。段爷冷哼一声，双手合十，巨大的禁制翻转而复合，直接形成一个镜中镜，将秦秦卷入其中。秦秦至身于未知的天地，刚想突破重围，禁制又发生了层层改变。如此交错往复10次，久近10界大成，秦秦彻底被封困。这是什么鬼地方？秦秦咬牙，在10境9界中横冲直撞，却找不到方向，纵有狂刀在手，也无处施展。这里并非单纯的10界，而是9境交替演化的无序空间，彼此支撑，牢不可破。
世间万物都有其薄弱的地方，生灵如此，道亦如此。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脑海中响起天金柱的声音。秦秦闻言，急忙施展瞳术，可看到的都是虚无缥缈的道士，根本无从下手。眼睛有时候不一定会帮助你，反而会让你停止思考。天金柱悠悠道：“既然你手中有刀，我便传你9节狂刀诀中的一式镇刀式。”谢天金柱大哥教诲。秦秦感激不已，郑重点头。随着心法流入脑海，秦秦闭目凝神，很快，身体与手中狂刀同时腾起武艺，两者缓缓接近，靠拢，最后完全融合在一起，如同烈火般熊熊燃烧。这一刻，秦秦用不属于自己的刀进入了人刀合一的状态。紧接着，秦秦持刀于耳畔，两指抚过刀身，用力一弹，嗡！寂灭狂刀轻颤。这是一种独特的韵律，清冽肃杀，又如野兽低吼，蓄势待发。武者修己身，不依靠外物，手中握紧刀刃的快感，是修道远远无法比拟的。秦秦忍不住侧耳，用心倾听。起初，他的心脏砰砰直跳，但随着刀鸣声入耳，逐渐静了下来。不够，还不够静。秦秦眉头微皱，深呼吸了一口气后，再弹刀身。嗡！这一次，秦秦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了，但脑海中多了一种律动，那是9界10境与刀共振的声音。秦秦缓缓转身，寻找契机，就在狂刀指向某一处时，律动出现了杂音。就是现在！秦秦猛地睁眼，刀如瀑而昏晓开，一层小天地随之瓦解。绝天欠地，段爷立身在9境10界外，欣赏着自己的完美杰作。你对我家小晴子做了什么？吴叶宁心急，操控足血匕首斩向禁止，却被轻易弹开。差点忘了，还有你。段爷扭头，反手甩出一道神通。吴叶宁见状，急忙撑展开足血，垂下道士，但还是被震得后退数步。咦，这滴血倒是不简单，应该是某位道境大人物所留，若能被我炼化，将是不小的提升。段爷森然一笑，向前逼近，期间接连出手，震得武叶宁单膝跪地，嘴角溢血。武叶宁死死盯着段爷，没有丝毫逃离的意思。说起来还得好好感谢你们，可惜段爷掌心积聚力量，决定结束这一切。老东西，尔敢！突然9界10境中巨震，如天塌地陷，后有刀芒横贯，秦秦踏芒而出。什么？你！段爷神色骤变，回身的瞬间，满眼尽是刀光。敢伤我家大小姐，我要你命！秦秦黑发倒卷，状若疯魔，人未来而刀先至。段爷躲闪不及，头颅直接被削飞，鲜血挥洒。然而他并没有立刻死去，眉心元神复苏，带着脑袋急速逃遁。任何修道至圣境的修士，眉心都会生出元神，代表着2次生命。一仙救我！段爷终于感受到了恐惧，一边呼喊，一边操控身体向头颅飞来，想要重塑己身。秦秦哪能给他机会，一个旋身将寂灭狂刀踢出。不！段爷发出惨叫，头颅被一分为2，元神也来不及逃脱，被彻底斩灭。大小姐，秦秦护驾来迟。随后，秦秦带着狂刀，火急火燎地赶回武叶宁身边。记你大过，下次不许再犯。武叶宁嘴上斥责，眼眶却泛红。突然，寂灭狂刀震颤起来，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反应强烈。大小姐，站在我身后。秦秦心生警惕，挡在武叶宁身前。废墟深处，缓缓走出一个人形生物，看不清模样，只有2道眸光幽幽暗暗。那是人族吗？不对，人族先辈不会有这股杀意。武叶宁与秦秦不敢妄动，小心翼翼地向后挪步。突然，那异族生物不见了踪影，在出现时已经向前逼近了一大截，古朴腐朽气息扑面而来。秦秦被吓了一跳，急忙挥刀向那黑影斩去。刀芒璀璨，划破黑暗，短暂照亮了异族生物的脸。那是一张人族的脸，但只有半张是完好的，另半张上爬满了扭曲的枝干。这些枝干顺着脖子而下，洞穿了他的心脏，再蔓延周边，直到将整个身体完全掌控。而随着刀芒劈来，那异界生灵只是一摆手，便轻描淡写的将之弹开。这是什么境界？两人头皮发麻，显然这位人族先辈早已陨落，但肉身绝强，被异族生物占据。大小姐，我们走！秦秦不敢犹豫，一把将武叶宁抱起，随后立身在寂灭狂刀上，化作流光而去。这一刀，他能清楚感受到对方的可怕，绝无战胜的可能。养分，好久没有吸收养分了，我要新鲜的养分。废墟之中传来异界生物沙哑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呜咽，让人毛骨悚然。紧接着，那异界生灵动了，一步跃起，横跨无数距离，同时探出一只大手向两人抓来。大手伤痕累累，因为血液干涸的缘故，枯瘦如柴，却撕裂出一道道黑色雷霆，伴有轰鸣声。他的威力足以压塌虚空，只是受到封印之门的限制，无法隔空杀来。小晴子，当心！午夜宁发丝凌乱，紧紧搂着秦秦的脖子。秦秦没有回头，寂灭狂刀陡然提速。你们逃不掉的！身后，异界生物缓缓逼近，两道眸光如鬼火跳动，干枯大手遮天蔽日。很快，封印之门出现在了前方，一如来时那般傲然伫立，威严无边。而那只大手始终悬在两人头顶，头下的阴影挥之不去。秦秦心中急迫，这样下去根本来不及演化道痕，就要被震杀。小子，攻击封印之门！就在这时，天金柱发声，攻击。可是秦秦微愣，让你劈你就劈，哪这么多废话？天金柱不耐烦，听起来没有丝毫慌乱。秦秦别无他法，
放下午夜宁，两人立身在高耸无边的封印之门前，背对异界生物。此时，那只大手距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恐怖的威势弥漫四周。秦晴双手握刀，神色决绝，朝着封印之门狠狠劈下。轰！刀芒过后，封印之门泛起淡淡的涟漪，但很快消散，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那个异界生灵却一惊，探出的手掌硬生生缩了回去。真的有效！秦晴大喜，接连出刀，搅得封印之门后海水倒卷，泥沙呼啸。不，快住手！异界生灵露出恐惧的神色，转身便逃。下一刻，封印之门上腾起雾气，一个白衣身影显化，周围泥沙纷纷避退，所有尘埃不沾其身。这道身影圣洁无瑕，置身在氤氲的雾气中，隐约可见完美的身材与及腰长发，平添了几分神秘。运神经，是他！秦晴睁大了眼睛。走出封印之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天运圣地的始祖天运神女。史龙林中，两人曾有一面之缘，而这次的他比那道化身还要强大。凝实，天金柱大哥，这难道是他的真身吗？秦晴忍不住发问。非也，依我之见，这是他脱胎换骨时吞下的枷锁。天金柱沉声道。吞下的枷锁，秦晴心中巨震。此时，异族生物已经逃到了极远的位置，将要完全没入黑暗中。天运神女没有说话，只是抬起纤纤玉手，虚抓一下，那异族生物顿时僵在原地，动弹不得。随后，天运神女将两掌移至胸前，一上一下，缓缓复合，举手投足间霸道而优雅。啊！异族生物惨叫一声，只觉巨大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来，每一条枝干都滋滋作响，要被碾碎。饶命！非我妄图破镜！异族生物求饶，使尽了浑身解数，依旧被天运神女擒于股掌之间。侵入我界，已是死罪，追杀我人族后辈，罪上加罪。天运神女淡淡开口，掌心生出雾气，仿佛天地初开时原始混沌的景象，又似雷霆乍现，诞生无限可能。这是他武道意志的体现，亦是他独特的道。午夜宁与秦晴第一次见到这种级别的人物出手，内心掀起惊涛骇浪。突然，异族生物发出嘶吼，所有枝干开始耸动，从人族先辈的躯体上脱落。天运神女眉头微皱，手上的动作停缓。借着这个机会，异族生物完全脱离，而后化作一道乌光，逃回了遗迹深处。海水中，空余人族先辈的残躯冷冷清清。天运神女轻叹一声，施展神通，以白雾裹尸。白雾散去，人族先辈的残躯化作点点微光，消散。之后，天运神女没有立刻追杀，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午夜宁与秦晴。晚辈午夜宁，见过神女姐姐。午夜宁急忙拱手。秦晴也挠了挠头，道：晚辈秦晴，见过神女。你们来这里作何？天运神女开口，白衣如雪，不容亵渎。晚辈来这里寻找亲人，顺便采摘传说中的神灵草。午夜宁直言不讳。亲人？此门虽不完善，但也不是谁都可以逾越的，除非……天运神女没有说下去，意有所指。秦晴脑海中天金柱干咳两声。晚辈所言非虚，这是在封印之门内找到的，还请神女过目。午夜宁翻手，掌心是一个青铜手镯，刻有日月道标志。天运神女看着手镯，似乎想到了什么，道：你们随我来。三人穿行在重重废墟中，经过了一棵又棵怪奇古树。渐渐的，前方出现了光亮，并且越来越强烈，最后豁然开朗。那是一棵巨大的古树，与想象中不同的是，它并非阴森可怖，反而神圣至极。古树周边仙魄流转，每一根枝节都晶莹剔透，照亮了这方天地。但是这棵古树遭受了重创，只零星生长着几片叶子，其他的都已凋零。主干上有道狭长的裂痕，像是被天雷所击，一片焦黑。古树下尸骸遍野，却鲜有人族，或是巨大的龙狮沉于泥沙，头颅高昂，或是不知名的远古大妖，骨骼峥嵘。秦晴心情沉重，这番场景印证了兽灵岛壁画的真实性，同时也涉及无数岁月前天金柱主人那一战。而先前逃脱的异界生物正躲在这棵古树后面，瑟瑟发抖。就在这时，午夜宁眸光一颤，古树主干中依稀可见一个人族女子，双目紧闭，似在沉睡。那是……午夜宁的心跳落了半拍，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先天古道体生来与道亲近，怪不得可以跨越封印。天运神女自语：古道体，难道夫人是那位先辈的后人？秦晴心念一动，想起枯木林入道之时藏神殿中的种种。那时有位名叫姚妙之的女子，将自己的古道体之血献出，助血十族摆脱困境。这棵老树想通过古道体推演天地之道，从而解开封印之门，这样下去可不太妙啊。天金柱沉声道：不知在说给谁听。天运神女没有回话，只是抬起手掌向那异界生物拍去。元虚天尊，护我！异界生物满眼恐惧，往树后一缩。无声无息间，一根晶莹的枝干垂下，将天运神女的攻势化解。午夜宁与秦晴心惊，天运神女的手段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现在竟然遇到了对手。天运，你越界了！渊虚古树发出沧桑的声音，阵阵回荡。越界？这里本就属于我们，何来越界之说？天运神女语气冰冷：我与天地同生，观六道更迭，扎根于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界。渊虚古树开口：哼，倚老卖老，活得久又怎样？今日我偏要杀他！天运神女冷哼一声，飞身上前，周身白雾升腾，若寒霜凛冽。哈哈，无知小儿，狂妄至极！渊虚古树大笑，
所有枝干震动，演化出无数叶片状的波纹。这些波纹由异界仙魄凝成，每一片都足以杀伤道境，此刻激射而出。面对铺天盖地的仙纹，天运神并无惧意，身法与白衣齐齐招展，如同秋风扫落叶。霎时间，霜叶漫天，数不清飞叶被挡回，又再次袭来，如此往复数次，最终归于渊虚。你就这点本事？天运神女背负双手，迈步向前，白雾如仙尘临世，衬得她超凡脱俗。天运小儿，莫要张狂。渊虚古树冷冷回应。话音落，整个废墟下传来异响，伴随着剧烈的摇晃，而那些死去大妖的眼眶中全部泛起幽光。午夜凝与晴晴心感不妙，远远避退。天运神女则立身于高空，俯视下方。好！下一刻，一具具庞大的妖尸挣脱泥沙，拔地而起，咆哮声震耳欲聋。这些大妖血肉枯竭，死气缠身，但骨骼与爪牙却不朽，即便过去了无数岁月，依旧闪着森然寒光。此刻，他们被渊虚古树的根茎操控，全部复苏，向着天运神女扑杀。天运神女临危不乱，踩着一只大妖的头颅，旋身而起，随后5道招式全开，不断将扑来的大妖击落。然而，这些大妖不知疼痛，前仆后继，更有庞大的龙躯盘踞四周，吞吐雷电。毫无疑问，他们生前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厮杀无数，纵是生死，战斗本能依在。天运神女一人独占群妖，不落下风，虽为女子却大开大合，拳脚间道韵相随。轰隆隆，神女周围虚空不断塌陷，还未凝聚便又被击碎，一只大妖坠入其中，瞬间被搅得4分5裂。这是封印之门所造成的，同时也维持了一方天地的稳定。若是在绝天堑地外，必定引发更大的声势。午夜凝与晴晴目不转睛，这一幕看似天运神女与群妖的碰撞，实则是她与渊虚古树的对决，无法揣测输赢。是时候结束了。就在这时，渊虚古树自信开口，所有仙魄内敛，向他主干涌去。同时，神女周围的群妖眸光大盛，气血不断攀升。在异界仙魄的加持下，他们仿佛活了过来，拥有了生前的影子。这下有点棘手了。天金柱替天运神女担忧，晴晴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对此，天运神女近身助力，只是缓缓吐出4个字：百转夺天。说罢，神女周身的白雾化作了千丝万缕，看似漫无规律的飘荡，实则有迹可循。这是道韵。晴晴心中震动。入道时，她曾见血始祖凝练道韵，自己也曾利用天劫之后的道韵开辟灵池。道韵生于天地间，不为人所掌控。而如今，天运神女竟然尝试用运神经演化真正的道韵，深化灵池骨作玄，反血通圣道于心。你居然走了这条路！天金柱忍不住出声，近乎无缺之道。难道你要逆势成仙？不对，这是你斩下的道。渊虚古树同样震惊。随着百转夺天功的施展，天运神女周身浮现出2种道韵，彼此纠缠，共同流转，隐隐有合二为一的迹象。随后，天运神女出手了，简简单单的一拳，却如流星坠地，将大道挥洒得淋漓尽致。轰！一条巨龙的头颅直接被击碎，连带着身后的龙骨节节寸断。紧接着，天运神女英姿在动，数只骨妖被横扫，庞大妖躯砰砰砰的炸裂。好强！午夜凝与晴晴被惊得说不出话。这一刻，天运神女成了天地间的唯一，每走一步，身后都有残肢断骨坠落，孤身一人，竟硬生生从万妖丛中杀出一条路来。此情此景，让渊虚古树后的异族生物恐惧不已，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噗嗤！突然，一根枝干自后向前，洞穿了他的躯干。天尊，你！那异族生物满眼不可思议，躯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了下去。既然你迟早要死，不如在此之前为本尊做点贡献。渊虚古树冷漠开口，仿佛这个生物的死微不足道。而后，所有大妖轰隆隆的坠地，归于沉寂。天运神女立于高空，冷冷注视着渊虚。天运，你杀不了他，你输了。渊虚古树道：我呸！恬不知耻的东西，明明被逼得亲自出手，还搁着嘴硬。晴晴心中暗骂：是吗？天运神女并不反驳，心念一动，身前浮现出3片叶子。这3片叶子沁香扑鼻，嫩绿无比，并非仙魄凝成，而是渊虚古树上为数不多的几片真叶。什么？你！渊虚古树大怒，树躯晃荡，引得整个遗迹泥沙四起。不过他很快平静下来，道：没想到天地缺损，万法泯灭，后世竟然还有你这种存在。活得久，见识短，这个天地出乎你预料的事情还有很多。天运神女道：呵，口舌之力。渊虚古树冷笑，反问道：我承认你很强，但像你这种人物又能有几个？天运神女沉默片刻，道：有我一人足矣，凡侵入我界者必杀之。他顿了一下，道：包括你。绝天堑队中静了下来。哈哈，若非那人将我打回原形，你这门户拦得住我？渊虚古树突然大笑，等我参悟这具古道体，大破封印之门，亲手将你震杀。天运神女不再与他争辩，带着叶子返回午夜凝与晴晴面前。这里没有神灵草，不过这3片渊虚古叶也许能解你们的燃眉之急。天运神女开口，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多谢神女。晴晴急忙将古叶收下。神女姐姐，能否将树中的女子救出？她是我的至亲之人，午夜凝祈求。天运神女摇了摇头，道：渊虚虽损，但以我如今的状态，无法撼动其根基。午夜凝顿时眸光黯淡。晴晴见状，安慰道：大小姐，既然那古树没有伤害夫人，说明夫人十分重要，至少目前是安全的。
吴叶宁含泪点头，望向古树中的女子，道：“娘亲，等我一定会将此树劈开，救你出来。”冤虚中的女子眉毛轻颤，似乎听到了吴叶宁的话，流下2行清泪。随后，一行3人按原路返回，行至封印之门前，天韵神女身形渐隐，多谢神女相助。吴叶宁与晴晴由衷感激。如今你走到了哪一步？看到了什么？天金柱给天韵传音：一道门。天韵神女只留下这3个字，彻底消失。一道门。晴晴思绪万千。封印之门，生死之门，似乎从古至今，门都是最神秘存在，而人活于世，就是打开一道又一道门的过程。门后面到底是什么？无人知晓。每打开一道门，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与代价。天韵神女离开后，吴叶宁与晴晴演化缺口处的道痕，回到封印之门内部。古路悠长，望不到尽头。这里蕴含空间法则，是天韵神女对大道的体现，也是不可多得的修行圣地。甚至这里还牵扯到天官漫道，于冥冥之中增添了一点变数。吴叶宁决定在此修行一段时间，尝试突破眼玄境。晴晴点头，2人就地盘坐。天金柱大哥，这次多谢你了。晴晴心道：别多想，我只是不想一个道仙资质者陨在这里，不然太可惜了。天金柱道。之后，吴叶宁闭目凝神，认真参悟起这里的空间之力。他的灵池内血海汪洋，一块灰白色的石块静静悬浮，仿佛亘古不动。突然，一时之河轻颤一下，似与封印之门有了微不可察的感应。吴叶宁沉心静气，努力抓住这种感觉。与此同时，晴晴也在修行，但以他启灵境大成的修为，近乎不可能参悟空间法则。不过，晴晴凭借机缘境小成的肉身，再加以断家古法作为参考，并非不可一试。断家古法凝聚了断家祖祖辈辈之力，涉及道痕、空间与封印等，虽走了错路，但不可全盘否定。晴晴反复钻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很快，半个月过去了，晴晴睁开满是血丝的眼睛，揉了揉太阳穴，参悟空间法则极其耗费心神。这半个月，他只掌握了巴掌大小的区域，进展缓慢。这个过程中，吴叶宁陷入了深层次的修行，没有要苏醒的迹象。又过了1个月，晴晴不再继续，他来到了瓶颈期，再参悟下去没有意义。唉，才这么点。晴晴看着周身流转的空间之力，忍不住叹息。殊不知，这足以震惊万血海弟子。如今，他也可以施展以血为阵了。而在万血海，只有少数几个启灵境巅峰，或者那几个眼玄境弟子才可施展。随后，晴晴将寂灭狂刀握在手中，闭目，尝试突破5道境界。上次在万血海时，寂灭狂刀已经让他受益匪浅，这次终于可以大肆感悟一番。不多时，一人一刀腾起武艺，如火光跃动，又如一个个小人在争杀，施展5道动作。不知过了多久，晴晴获得起身，挥刀而动。修武与修道不同，修道若有大量资源，或可一步登天，而修武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脚踏实地。晴晴凭着感悟，不断施展5道动作，直到那股熟悉的剧痛感袭来，疼得他冷汗直流，连刀都握不住了。可恶啊！晴晴咬牙，他的肉身资质平平，承受不了这种强度。好在以5诀打下了结实的基础，不至于骨裂而亡。晴晴没有就此止步，等肉身恢复后起身继续，每次都练到肉身将要崩溃，这才停止。不知不觉中，5个月过去了，晴晴的体魄经过磨练，比之前强大了太多，一块块肌肉紧实，气血旺盛至极，这足以支撑他施展一套5道动作了。对于刀法也有了更深的见解。晴晴心满意足，对练刀还是练剑并无执念，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许有一天可以融会贯通。就在这时，吴叶宁睫毛一颤，身上涌现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大小姐，你终于醒了！晴晴欣喜。吴叶宁睁开双眼，眸中血花绽放，妖异无比。小琴子，我们该走了。吴叶宁起身，径直向封印之门外走去。东海之上，明月高悬，月光下，只有薛北镇一人盘坐。过年了！远处的岛屿上响起鞭炮声，一朵朵烟花在高空绽放，万家灯火中充满了孩童的欢声笑语。哎，又1年了，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矣。霍北镇看着自己的白发，唏嘘不已。北镇，不用再等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寂灭宗主从霍北镇身后走出，道：这半年，我多次催动操刀诀，都无法与刀祖之兵产生感应。刀祖怎么样了？薛北镇没有回头。唉，寂灭宗主叹息一声，道：不容乐观，恐无力回天。霍北镇神情落寞，道：当年始祖一定是从精液中看到了什么，才会在神崖刻下5统天地4字。可如今日月道、轮回道，甚至于万血海，都是以道为本，5剑示威。寂灭宗主接过话，2个男人的背影停留在东海上，沉默无言。突然，9天之上发生异动，一朵朵劫云快速凝聚，瞬息之间便已成了黑压压一片。这是雷劫。霍北镇眸中闪过一缕金光，难道他们未死？寂灭宗主又惊又喜。绝天剑地中，吴叶宁抬头仰望，目光仿佛穿透了无尽海水，直视9天。轰！一道天雷骤降，砸入水面，炸起巨大的海浪。吴叶宁迎身上前，直面天劫。紧接着，数不清的电弧齐落，仿佛在海面上起舞，闷雷声不绝于耳。吴叶宁周围血光滔滔，或是翻涌成海，或是散落成星，与一道道天雷激烈碰撞在一起。这是以血为阵，在他未入眼玄境时便可施展1、2，如今有了空间之力加持，更是得心应手。远处，晴晴正在观望，眼眸中倒映出那一抹鲜艳的红色。此时此刻，
吴叶宁尽情舒展腰肢，以神通术法抵抗雷劫的同时，也在巩固自己的境界。这个过程中，他不可催动足血，否则将被察觉，到时候要面对的就是盗劫了。轰隆隆，众雷惊怒，九天共振，更猛烈的雷霆一波接一波的降下，引得东海之上巨浪翻腾。这些雷霆锁定了午夜宁，是要将他震杀。午夜宁沐浴在滚滚雷霆中，逐渐被淹没。许久之后，天雷熄灭，劫云退散，东海之上月朗星稀。午夜宁从余尘中走出，披头散发，脸颊和衣裙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焦黑，不过他的气息已经完全稳固。这就是眼玄境吗？午夜宁内视几身，发现灵池中多了一个漩涡状的洞天，缓缓旋转，似可衍生神意，又引无数玄秘。有了这个洞天，整个灵池化境为洞，多了一种勃发的生机。恭喜大小姐渡劫成功！晴晴笑着飞来，为午夜宁披上一件长袍。小晴子，此行你功不可没，记你大功一件。午夜宁眨了眨眼睛，这是传音之术。晴晴微愣，因为午夜宁没张口，声音便直接出现在他耳中。午夜宁点头道：“此法在万血海便已习得，如今终于可以施展了。”晴晴感叹，以他所掌握的空间之力，无法做到。两人浅谈两句，准备离开。临行前，午夜宁深深地看了封印之门一眼。娘，我一定会回来的。不曾想，刚一转身，一棵巨大的古树拦于身前，树影婆娑，绰绰而动。来时的那些怪树纷纷出现，将出路隔绝。午夜宁与晴晴面色一沉，这些怪树虽然没有封印之门内的生物厉害，但数量之多，斩之不尽。晴晴握紧狂刀，准备恶战。突然，两把刀刃自上而下斩落，一金一白，璀璨无比。所过之处，所有枝干齐齐断裂。两位小友，好久不见啊！屠龙刀内传来霍北镇的声音。霍前辈。午夜宁与晴晴大喜。小友，我们在外接应，你们速速归来。另一把刀内传来寂灭宗主的声音。好，两人答应。说话间，那些被斩断的枝干已经重新生长，一根根枝干层层叠盖，向前逼近。蹭蹭蹭，两把刀刃齐动，刀芒如龙，肆意挥洒，重新斩出一条路来。午夜宁与晴晴也施展手段，披荆斩棘。一路上不断有怪树阻挠，又不断被展开。不知穿行了多久，两人终于在金白双刃的掩护下破水而出。此时天色刚刚破晓，天边的灰蒙中出现了一抹橙黄，为两人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呼呼，午夜宁与晴晴重见天日，忍不住深呼吸了几口气。寂灭宗主与霍北镇收刀而至，多谢两位前辈相助。午夜宁与晴晴拱手，两位小友可否采摘到神灵草？寂灭宗主迫不及待地询问，见晴晴摇头，脸上顿时一僵。不过，晴晴说着，将两片叶子取出。月色下，渊虚古叶流转仙光，嫩绿无瑕，蕴含的生命伟力难以估量。这是渊虚？霍北镇神色一凝，这两片叶子或许可以帮到神宗。晴晴笑着开口。寂灭宗主回过神，激动地将古叶收下，道：“有此渊虚古叶，刀族有救矣。二位真是帮了寂灭神宗的大忙。宗主言重了，没有神宗之兵，我们不可能生还。”狂刀在晴晴周围盘旋3圈后，返回寂灭宗主身边。霍北镇看着晴晴，若有所思。寂灭宗主则邀请两人到宗内小坐，以表谢意。午夜宁犹豫片刻，终是拒绝。好吧。寂灭宗主没有强求，与霍北镇匆匆踏入虚空。事关刀族安危，他们一刻也不想耽搁。半个月后，午夜宁从绝天欠地归来的消息迅速传开，震动了整个东海。芒田海域，一艘大船正在航行。听说了吗？那魔女竟然从绝天堑的出来了。早就听说了，不光出来，还带着神灵草呢。神灵草？天地间真的有神灵草吗？那可是传说中的神药啊！千真万确。自那日起，寂灭神宗上下可是戒备森严，做好了应对一切征杀的准备。这样看来，那魔女身上定然还留有神灵草。若能取得，大船上一些散修三言两语的交谈着。他们修为不高，也没有势力，更不会注意角落中衣衫破烂的两个身影。这段时间，午夜宁与晴晴通过乔装打扮，借用了不少宗门的传送阵，而通过前方的移星宫，他们将正式进入苍尘海域，距离万血海又进一步。不过最近几天，随着神灵草消息的传开，各宗门的核查明显严格了许多。很快，大船在移星宫的山门前停靠了岸，众散修纷纷下船登上山岛。移星宫位于芒天海域边境，论规模与凌寒宗不相上下，文宫内有圣人几尊，弟子数以万计。你施展神通？青石台阶上，几个弟子不耐烦地盘查着，他们自觉高高在上，对散修没有好脸色。午夜宁跟在人群后，眉头微皱。自从修行嗜血魔天诀后，他的灵力变成了血色，一眼便会被认出。很快轮到了他与晴晴。交了足量的灵晶石后，晴晴笑道：“这位仙哥，我们是习武之人，不会神通术法。”那个弟子见晴晴蓬头垢面的样子，心生鄙夷，道：“少废话，证明给我看。”好嘞。晴晴来到旁边平台，施展了一套4步相拳法，倒是与万血海完全不沾边。那弟子点了点头，又看向裹得严严实实的午夜宁，道：“他呢？”晴晴绕到午夜宁身前，陪笑道：“仙哥儿，这是我小媳妇，这几日身体有恙，实在不宜施展。”午夜宁便捂着嘴巴，剧烈咳嗽2声。小媳妇儿。那弟子盯着午夜宁，半信半疑，道：“过去吧。”哎，多谢仙哥，多谢仙哥。
秦晴点头哈腰，拉着午夜宁的手与几人擦肩而过。宗主有令，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突兀间，一个弟子掌心凝聚神芒，向午夜宁背心拍去。秦晴神色一寒，霍得抽剑，寒芒乍现。啊！惨叫声传出，一条胳膊应声而断。你敢动手？是那2个魔道。周围弟子大惊失色，慌忙退后，场面一度混乱。快通知宗主！其中一人捏碎心符，一时间破空声阵阵，数不清的移星宫弟子向这里赶来，铺天盖地。这些弟子修为参差不齐，最低者不过启灵境小成，一个个摆开架势，嫉恶如仇的样子。午夜宁与秦晴立身在青石台阶上，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数息后，一个少妇腾云驾雾而来，雍容华贵，体态丰腴，身后跟着几个眼玄境长老，皆是大成巅峰的高手。其他散修哪里见过这阵势，都远远的躲开，恐被波及。想不到啊，你们竟然来到了我移星宫的地界。移星公主居高临下，30来岁的模样，保养的却极好，皮肤细嫩有光泽。小小移星宫也敢招惹我万血海？午夜宁冷声道：“别硬撑了，你根本不是万血海少主，背后能有多少势力呢？”移星公主掩面轻笑。午夜宁咬牙：“公主，这魔女能从绝天堑地中走出，除了神灵草，定还得到了其他宝物。”一个长老在移星公主旁边进言。移星公主点了点头，道：“说的在理，今日我移星宫便除魔卫道，为东海的安宁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呸！不要脸的老女人！你们到底是除魔卫道，还是觊觎神草？秦晴剑指高空，移星公主愠怒，一甩袖袍，道：“污言秽语，不知礼数。诛杀魔道还需要理由吗？”公主，听说这魔女有些本事，是否邀其他宗门前来相助？另一个长老询问。移星公主摆了摆手，道：“不必了，这次是不可多得的机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好，那长老转身一声令下，道：“擒住他们！”话音落，移星宫众修士纷纷结印，以神通术法演化漫天星辰，向午夜宁与秦晴砸来。小晴子当心！午夜宁撑开足血屏障，将所有长老的神通隔绝在外。另一边，秦晴手持冰魄神剑，以大成玄冰之威挑落下一颗颗星辰。哼，知道你们会有这一招，本宫早有准备。移星公主轻蔑一笑，从袖袍中取出一物，状似海螺，上刻原始纹路，浑然天成。随后，移星公主以灵力催动此物，激射出一道光柱，照耀在足血上。午夜宁神色一变，这一刻，他感受到自己的灵力在快速流逝，被源源不断地吸入海螺中。倘若灵力全无，足血将无法催动。与此同时，移星公主再施手段，9颗大星一字排开，高悬于天际，又斗转星移，接连砸落。轰轰轰！足血被击得狂颤不已，午夜宁一阵摇晃。大小姐，秦晴看在眼里，急速思考，准备以神灵草做些文章。既然你想吸我干的灵力，我就让你吸个够。却见午夜宁的眸中闪过狠厉，道：“小晴子，随我来。”好！秦晴想都没想，急急答应。两人飞身而起，不退反进，以足血硬扛着各种术法的同时，直杀向移星宫弟子最多的地方。那里的弟子手足无措，正欲逃脱。是血咒！午夜宁大喝一声，满头黑发披散，血眸中绽放妖异的花。这一刻，所有眼玄境以下的弟子都感觉胸口一滞，呼吸困难，浑身血液不受控制的站立。秦晴抓住时机，手中冰魄神剑挥舞，如砍瓜切菜。啊！一个照面便有数十名移星宫的弟子负伤，轻者被划出极长的血痕，重者直接缺胳膊少腿，或是当场殒命。然而，他们的鲜血没有洒向大地，诡异的悬浮后，全部向午夜宁汇集。这些鲜血流转着，涌入足血，再将灵力归于午夜宁灵池，短短数息，便将海螺所吸尽数不回。午夜宁感受着灵池被填满的快感，舔了舔嘴唇，绝美中多了一丝妩媚。啊！一些弟子修为较弱，血流不止，直接被嗜血咒夺光了生机，做干尸而死。魔女，你敢！移星公主大怒，怎么也想不到午夜宁一介女流如此心狠手辣，有何不敢？你吸我一分，我杀你10人！午夜宁咧嘴一笑，带着秦晴在移星宫弟子中来回冲杀，周身血阵随行，肆意吞噬灵力。宗主救命！有负伤的弟子哀嚎，血液不断从伤口处涌出，面色愈发苍白。公主，要不放他们离去吧？一些长老看不下去了，为了神灵草，这点牺牲命算得了什么？移星公主狠下心，继续催动海螺状物，数颗大星接连撞击在足血上，要将午夜宁击落。见如此，移星宫众弟子斗志全无，四散而逃。午夜宁与秦晴穷追不舍，忽地看见前方有座娟秀庭院，风景宜人，一个5、6岁的女孩站在院中，呆呆愣愣。移星公主面色骤变，道：“快拦住他们！”是。几个长老亲往，在前路上施展神通。给我滚！午夜宁以足血为防，秦晴以冰魄神剑为攻，两人杀意正盛，横行无忌。这些长老一个个惜命的很，眼见阻拦不得，纷纷避让。午夜宁顺势落到庭院中，一把将小女孩起。移星公主顿时慌了神，停下手中动作，道：“午夜宁，她只是个孩子，你还有没有良心？良心？哼，笑话！你孩子的命是命，别的弟子就不是命吗？”午夜宁讥笑，绝美的容颜上染血，灿烂而妖艳。移星公主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娘亲，我怕。午夜宁怀里，小女孩终于意识到了害怕，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妹妹别哭，再哭姐姐可要生气喽。吴叶宁贴在小女孩耳边轻声细语，吓得她浑身一颤，只敢上气不接下气的抽噎。冷静，我愿送你们离开。宜兴公主没有了之前的从容。就在这时，整个宜兴宫震动，庭院内瓦片脱落，碎裂一地。吴叶宁与秦秦背后耸立起一道巨大的人形虚影，两个白发老者盘坐其中。这是圣境老不死！秦秦一惊。这一刻，宜兴宫沉寂多年的老祖出手了，人形虚影甚威浩荡，以大手盖顶，向两人压落。轰隆隆，虚空节节破碎，大手还未至，下方的建筑与树木便被碾得粉碎。吴叶宁衣衫猎猎，一头黑发凌乱，他没有抬头，甚至没有看那缓缓压落的大手一眼，只是用血色匕首抵着小女孩的脖子，面带微笑。不！宜兴公主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圣境修为施展到极致，替他们挡下这一掌。你敢拦我们？人形虚影中的两尊圣人怒而睁眼，瞪如铜铃。两位老祖，她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将来有望成道。宜兴公主嘴角一血，苦苦哀求：“给我滚开！”宜兴宫老祖不听她言，继续出手。两人命数不多，为了寿命，什么都做得出来。宜兴公主再次迎了上去，吐血而归。哈哈！对于这一幕，吴叶宁没有丝毫怜悯，反而仰天大笑，让他们离去。宜兴公主回头，艰难吐出几个字后，继续冲向巨大的人形虚影。几个长老犹豫片刻，匆忙带着吴叶宁二人来到传送法阵前。很快，阵法上的纹路全部点亮。吴叶宁蹲下身，将血抹在小女孩脸上，笑道：“不要活成他们的样子，知道吗？不然姐姐会来找你的。”小女儿哽咽，止不住的点头：“很好。”吴叶宁起身，与秦秦一同踏入传送法阵，目光扫视过周围散修。原本要去苍尘海域的修士战战兢兢，无人敢与他们同行。随后，传送法阵彻底激活，两人的身影被光辉淹没，直至消失不见。吴叶宁不知道的是，若干年后，他在东海留下了只小儿夜啼的传说。苍尘海域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岛上，两个头戴斗笠、身披黑袍的人走在大街。由于万血海的缘故，整个苍尘海域鱼龙混杂，不乏有穷凶极恶之辈，所以人们对这装扮见怪不怪。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处客栈，点了些好酒好菜，慢慢的吃喝。大小姐，我们现在处于这里，大概再传送几次就可以到万血海了。秦秦指了指地图。对于这些琐事，吴叶宁向来是不负责的，也懒得过目，只是提起酒壶，咕噜咕噜几口后发出舒畅的声音。秦秦宠溺的摇摇头，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浅尝两口。在信阳城时，秦秦近乎滴酒不沾，如今被这位大小姐带着，倒是酒量见长。不过她依旧没有体会过喝醉的滋味，每每稍觉异样，便得运功排酒，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倒是这位大小姐有恃无恐，3杯5杯下肚，便已醉意初显，脸颊飘起红云，眼神也跟着旖旎。小秦子，吴叶宁嘴角上扬，眸若秋水，也不在意旁人目光，脚丫子在秦秦腿上肆无忌惮的磨蹭。秦秦苦笑。就在这时，客栈的大门被一阵厉风刮开，从外面走进来3、5个弟子，穿着红衣，面容桀骜。秦秦神色一动，因为这些人中2个面孔有些眼熟。客栈内散修看到他们的衣着，齐齐色变，吃喝也不是，逃也不是。你们几个，速速把灵石交出来，否则嘛！为首男人修为最高，眼玄镜，长得5大3粗，满脸横肉。几位爷，别杀我们！在场众修士无不恐慌，纷纷将足量的灵晶石送上后逃出客栈。嘿嘿，这么多灵晶石，可比在宗门里多得多啊！男人身后，一个瘦猴轻点着数量，笑歪了嘴。是啊，是啊，宗门那点血晶晶还不够给人上交的。另2人附和。其实那些散修中，有的修为未必低于眼玄镜，奈何这5个弟子背靠万血海，他们不敢轻易招惹。出来混会打没什么用，讲究的是势力。你呢？突然，为首男人脸一黑，揪住了一个混在众人中准备逃跑的老头。血爷，在下修为低弱，实在搞不来那么多灵晶石啊！老者哭丧着脸，干干瘦瘦，让人一看便心生怜悯。贱骨头，要灵晶石没有，吞了也增长不了多少修为，要你何用？拍死得了！为首男子不耐烦地举起巴掌，就要拍在老者脑门。别呀，老大！那个瘦猴急忙将男人拦下。干什么？男人疑惑。大哥，你忘了上次他骗来的那个少女，血液可是十分的鲜美啊！瘦猴眼中闪过邪光，道：“看着那细嫩光滑的皮肤，由红润变得一点一点苍白。”瘦猴忍不住发抖。哦，为首男人恍然大悟，与其他几人相视一眼后，对老者道：“去，今天再给我骗一个姑娘来，饶你不死。”多谢各位爷，多谢各位爷。老者如释重负，慌忙逃离。这时，男人才注意到了客栈角落，迟迟没有动作的吴叶宁与秦秦2人顿时心生不悦。哟，这儿还有俩胆肥的，看来今天可以开荤了。瘦猴嬉笑着，几人大摇大摆地朝角落走来。秦秦不急不缓，只是给那只脚丫子穿上鞋，而后轻拍2下，以作安抚。吴叶宁倒也不闹，撑着红腮，看秦秦如何应对。各位爷，我们2人初来乍到，不识这里规矩，还请见谅。秦秦取出1小包灵晶石，为首男人接过灵晶石，上下掂量着。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2个黑袍人不好招惹，便打算作罢。可这时，身边那瘦猴却不乐意了，盯着吴叶宁若隐若现的身材，道：“初来乍到，可以，总得留下点什么。”哦，这位爷的意思是面纱下
秦晴眼中闪过杀意。我的什么意思是把这小娘子借我们玩个3、5日，到时候再。瘦猴正摇头晃脑地说着话，突然感觉脖子一凉，紧接着便看到了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他看到了自己的脖子正在汩汩涌血。冰魄神剑，是你，秦晴！随着这颗头颅落地，其他万血海弟子大惊，为首的男人摸着腰间，匆匆后退。秦晴心中一沉，急忙出剑，将修为低的几人头颅挑飞。那眼玄镜男人抵挡几息后，也被冰魄神剑所斩。秦晴看着血泊中的尸体，神情凝重。怎么了？午夜凝上前，不明所以。秦晴用剑挑起一张符箓，虽已被鲜血浸染，但不难看出撕毁的痕迹。这一刻，晴空万里的小岛上空突兀出现了3道门户，每一道都由血色的纹路刻成，稳固虚空。那是3道传送门。而后3个血衣老者从门内走出，2男1女，皆是圣境修为。咔嚓嚓！不待午夜凝与秦晴多想，头顶的建筑直接被掀翻了，凛冽寒风夹杂着建筑的碎屑，将那张血符卷上9天。快逃啊！是万血海的魔头，他们为何会来此地？岛屿上的众修作鸟兽散，我等奉大长老之命来取你们性命。高天之上，3尊圣人俯视着午夜凝与秦晴，投下冰冷的声音。坏了！秦晴大感不妙，这3人不似其他修士，他们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人。下一刻，3尊圣人齐动，以血海凝成阵法，笼罩四野，再以灵力演化各种杀伐手段，汹涌而出。午夜凝见状，急忙撑开足血，将他与秦晴庇护在内。轰轰轰！足血上倒是浮现，抵挡一波又一暗的攻势，漫天血芒撕裂虚空，将整个天地都染成了红色。我为九祖亲自带回，你们杀我，不怕九祖怪罪吗？午夜凝承受着莫大的威压，手臂微微颤抖。3尊圣人心中一虚，但很快恢复冰冷，道：九祖被寒佑所伤，正在必死关，不会知道这一切的。紧接着，3人同时施展嗜血咒，欲速战速决，不留后患。可恶！午夜凝面色陡然苍白，即使有足血隔绝，灵力依然被一丝一缕的抽走，逆流而上。面对3圣，他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未知的恐惧，而是触手可及的绝望。大小姐，我有一法，但需要用到夫人的青铜手镯。秦晴犹豫片刻，终是开口。午夜凝心中一颤，瞬间明白了秦晴的意思。可那是娘亲留下的唯一东西。2人彼此凝望，没有说话。午夜凝默然将青铜手镯取出，抛向空中。阳光下，手镯被肆虐的血芒击得粉碎，化作点点晶莹。远在无数距离之外，日月道拜月堂，这里挂着历代圣女的画像，神圣庄严。画中每个女子都姿色倾城，才貌双绝。此刻，白玉郎正望着其中一张，沉默不语。突然，画像前的月状灵石生了一道裂痕，砰的崩裂。白玉郎愣怔过后，猛地转身，眼眸中满是杀意。同一时间，未知的昏暗中，另一只青铜手镯也颤抖了2下，隐约听见铁链震动的声音。小岛上空，万血海3圣也察觉到了异样，加大神通的施展。午夜凝顿觉头晕目眩，脚下虚浮，整个灵池近乎被掏空。秦晴见状，急忙用双掌撑住午夜凝后背，同时将自己的灵力全部传输给他。足血屏障忽明忽暗，以2人之力，很快就要坚持不住。突然间，2人前方燃起一点火苗，赤中透青，使一出现便迅速铺张，沿着血色神通向上灼烧。赤焰寒阳，万血海3圣吃了一惊，不得不收手。午夜凝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那赤青色的火焰脱离载体，并不熄灭，直将虚空烧出一个大窟窿。而后，一道身影从火光中走出，观衣束发，面容冷冽。白玉郎，3圣认出了来人，顿时皱眉。这是我万血海的私事，与你日月道何关？1. 此女与我有些瓜葛。2. 我正想试试自己的道行。3. 你们这3个老魔头，该死！白玉郎背对午夜凝与秦晴，语句简明扼要，语气阴沉的可怕。白玉郎，你入圣不过100年，未免太过狂妄。3圣中的一人大怒，他们成圣至今，无不修行了上千年，哪容得下一个后辈这般羞辱？猖狂！老东西，今日把你们都烧成灰！若是平时，白玉郎断然不会说出这种话，可今天他杀心大起。说罢，白玉郎施展神通，眉心印记被点亮，璀璨如火，一轮皓日从中演化，高悬头顶。去！白玉郎一声令下，那皓日便飞向3圣，其内流淌出神火，生生不息，犹如一帘焰瀑，倒挂天际。小辈，你会付出代价！万血海3圣哪能示弱，各自结印，汪洋血海中掀起滔天巨浪。呲呲呲！一时间，高天之上霞雾纷腾，血海与焰浪水水不容，爆发了最激烈碰撞。这番场面太过宏大，午夜凝与秦晴在一旁观望，心神皆震。然而3圣合力不容小觑，血海狂涌，不断将焰浪熄灭，其势不减，直逼皓日。赤火寒然！白玉郎见状，连连掐诀，所有焰浪转为赤青2色，赤得犹如天火，焚尽一切，青焰反其道而行，冰若寒极。霎时间，大片的血海被青焰冻结，再经滚烫的赤焰灼烧，化作焦黑血痂，咔嚓咔嚓的碎落。不好，布阵！3圣知道这赤青火焰的厉害，不敢大意，以血海盖顶，结成天圆地方阵。霎时间，天空消失，大地也消失了，整个天地唯余血色茫茫。随后，3圣合力催动嗜血咒，将这方天地的灵力抽了个空，
所有焰浪还未灼烧过去，便快速虚淡。道火虽烈，无灵也息。哈，白姓小辈，你还有什么招数？万血海三圣爽朗大笑，甩出各种杀伐神通。白玉郎且战且退，被逼至血阵角落，忽地握紧拳头，道：“别高兴得太早。”万血海三圣察觉到了什么，笑声戛然而止。只见白玉郎的拳缝中一片通亮，继而飘散出点点火星，直接将他整个身体点燃。这是三圣瞳孔一缩，至纯神阳体。白玉郎脚踏虚空而起，一头黑发无风自动，周身璀璨，如神皇耀世。没有太阳，我便是太阳。至纯神阳体脱离了道法的范围，也无需依靠灵力，是一种先天优势。速退！万血海三圣急急散开。他们只知几百年前日月道出了个了不得的神子，没想到这神子手段如此之多。白玉郎神色一寒，直接踏破虚空，出现在一个老者面前。你！那老者惊慌失措。白玉郎二话不说，一拳轰出，拳锋上火星四溅，势如陨石破空。老者情急之下以手抵挡，半边身子直接被砸烂，血肉模糊，另半边身子向下方翻飞。还有你们！白玉郎忽地转身，目光如炬，闪身至下一个老妇身前。老妇大骇，自知不敌，欲逃窜。白玉郎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直将他拽了回来，照着面门就是一拳。噗！那老妇吐出一口鲜血，仰面栽倒，为数不多的几颗老牙全被咽进了肚子里。最后一个圣人面色难看，取出一张传送符，随时准备离开。以后不准再打那个女孩的主意，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白玉郎盯着他。此时烂了半边身子的圣人已经将残躯修复，不过脸色有点苍白。其实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那么容易死，除非遭到碾压，本体与元神都没有使用传送符的机会。白玉郎索性不追了，以力破法，将血阵打出几个大窟窿，阳光普照进来。好强，不愧是日月道最强神子。岛屿附近一些散修没有离开，目瞪口呆。听说这样一个人物却被那时的圣女所拒，一代神体沦为笑谈。有人提起往事。轰隆隆，说话间，万血海三圣部下的血阵全面坍塌。白玉郎沐浴在阳光下，仿佛披上了一层金甲。午夜宁被轻轻搀扶，抬头望，突然一道血绸从虚空中洞穿出来，其威势恐怖，差点将白玉郎身上的火光熄灭。白玉郎神色一变，凝神火入掌，攥紧成拳，轰出。轰！血绸炸裂，所有焰浪向四周席卷，灼烧出一片真空地带。白玉郎后退数步，胳膊上被划出一道血痕，鲜血涌出。好炙热的血，若能感受到这样的胸膛就更好了。虚空中传来靡靡之音，妩媚至极。午夜宁与晴晴心中一沉，幕后的指使者终究来了，卖弄风骚，令人作呕。白玉郎举起胳膊，伤口处燃起星火，轻轻一吹，两者皆散。哼，语气倒是很硬，不知梅清柔也不生气，反倒调笑起来。白玉郎皱眉，直接向声音的来源施展神通，虚空塌陷，却不见任何身影。哟，年纪不大，火气不小，要不要姐姐帮你一火？这声音又在另一处响起，勾人心魄。老妖婆，受死！白玉郎懒得与他废话，接连出手，一道道火光漫天。臭弟弟，你这样，姐姐可就不客气了。梅清柔咯咯地笑着，声音渐寒。下一刻，天上突然下起了花瓣雨，洋洋洒洒，不知其来处。这些花瓣呈紫红色，轻若无物，却锋利至极。白玉郎一不留神，身上便被划出一道口子。这是盗血战花。晴晴一惊，道：“这一招不是三祖传给上官以莲的吗？怎么落入了梅清柔手中？”高空中，白玉郎面色极其凝重。梅清柔为万血海大长老，踏入准道境不知多少年月，置身在第二层虚空中，让他无从下手。与此同时，虚空中不断有道花飘落下来，看似徐而缓之，实则如同大网，密不透风。白玉郎身似骄阳，神通术法齐出，依旧被划得伤痕累累，狼狈不堪。而且这些花瓣诡异无比，每划出一道伤口，都会吸走他一部分灵力与气血。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白玉郎咬牙，背后升起一面铜镜，直上九天，古朴的威压蔓延，若浓云滚滚。浩阳镜，梅清柔终于重视起来。浩阳镜横空出世，与太阳争辉，镜中吞吐出无量道火，将紫色花瓣焚烧殆尽。老妖女，还不速速显形！白玉郎大喝，一道神光普世，直接洞入第二虚空，将梅清柔照了出来。神光之中，梅清柔有些惊愕，受死！白玉郎没有犹豫，直接催动浩阳镜，引道火焚其身。梅清柔见状，忙施展神通抵挡，身无损，衣裙却先被烧退，本就半遮的身姿更加露骨。白玉郎眉头一皱，闭目不视。梅清柔微愣，转而嬉笑道：“臭弟弟，征杀中可不能犹豫哦。”说罢，他妙曼的身姿若流影，化血光而动，欲趁此击袭杀白玉郎，不知廉耻。然而白玉郎可没有怜香惜玉的打算，闭目掐诀，至纯神阳体与古镜共鸣。九天之上，浩阳镜震颤，其内竟然睁开一只眼睛，转动两下后俯视下来。什么？梅清柔色变，被浩阳镜注视着，无所遁形，白嫩的肌肤无火而自燃，顷刻被烧得焦黑。这世间唯人心与太阳不可直视，可如今浩阳睁眼，如神灵怒目，俯视诸天。这是什么神通？梅清柔使尽各种手段，依旧无法将道火熄灭，最后整个人被烧成了飞灰，只剩下半截衣角摇曳落下。就这么死了？不可能，
万血海的老魔头怎么会这么轻易殒命？那面镜子太可怕了，是真正的盗气吗？岛屿附近众散修哗然，议论纷纷。身外化身吗？白玉郎接过衣角，双目微眯，浩阳劲回归，引入他体内。此时天空中恢复晴朗，那3个圣人早已不见踪影，想来是用传送阵遁走了。白玉郎扬了衣角，反落回地面，直冲午夜宁2人走来。你想作何？秦晴抽出冰魄神剑，防备地望着他。白玉郎2指夹着剑锋，一把将秦晴甩开，而后拉起午夜宁的胳膊，道：走，跟我回日月道。午夜宁双脚抵着地面，身子使劲向后倾，道：放手！你放手啊！突然白玉郎小臂一痛，下意识地松手，回头正见午夜宁用血色匕首指着自己，血眸中满是憎恨。秦晴同样感知身侧，看看你这副样子，人不人鬼不鬼，那个当爹的就是这样管教你的吗？白玉郎斥道：你混蛋，你有什么管我？有什么资格说我爹？午夜宁与他针锋相对，一点也不怯。管你，我才懒得管你！白玉郎强压着怒意道：那个女人让我为世人耻笑，今日你必须带她受罚。哼，世人耻笑，到头来你只是在乎你那点微薄的颜面。午夜宁冷笑：你说什么？白玉郎像是被戳中了痛处。我说你是个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小人。午夜宁一言一句，毫不掩饰自己的恨意。白玉郎阴沉着脸，直接以圣境修为笼罩午夜宁，欲将他强行带走。午夜宁灵力枯竭，抵抗不得，秦晴用冰魄神剑挥砍，也被弹开。混蛋，你放开我！午夜宁用力挣扎着，质问道：我娘在绝天堑地受苦，你只敢在这里与我逞威风？白玉郎动作一僵，你是说那个女人还活着？午夜宁逼视着他道：封印之门，渊虚古树，你若真有本事，去把那棵老树砸了。白玉郎眉关紧锁，陷入沉思。怎么不敢？午夜宁面带讥讽。白玉郎忽地收了神通，背身看不到表情。秦晴忙帮午夜宁稳住身形。许久之后，白玉郎将一张传送符甩在地上，道：你们走吧。秦晴也不在乎这些，上前捡起，吹了吹，却见白玉郎一把揪起秦晴的衣领，道：他若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不劳您费心，有事多担待。秦晴咧嘴，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之后白玉郎以神通开虚空，踏入进去，不多时出现在拜月宫。看着画中女子，白玉郎猛地咳出一口鲜血。早晚我会去接你。另一边，午夜宁与秦晴出现在万血海上空，在宗内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他们俩，他们竟然还活着！许多弟子看着高空，指指点点，仿佛是什么新鲜事物。一些刚入门的新面孔对此深感疑惑。这时便会有自称有过交集，实则被打过的师兄上前，孜孜不倦地讲述2人的传奇故事。秦哥、宁姐，你们终于回来了。最先飞上去迎接的是燕飞尘，感受到午夜宁的气息后，惊疑道：宁姐，你入玄了？午夜宁淡淡点头。我靠，我可是用了整整5年啊！5年！燕飞尘张着手指，内心极不平衡。王哲站在人群中，神色复杂。1年多以前，午夜宁初入宗门，他便是启灵境巅峰。如今午夜宁入了玄，他依旧是启灵境巅峰。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啊！王哲摇头。之后，燕飞尘还不忘摸摸秦晴的胸肌，道：秦哥这肌肉不愧是习武之人，小弟属实羡慕。德行。秦晴笑了笑。3人边聊着，边向午夜宁的洞府飞去。当初谢之试炼，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没想到你们大闹凌寒宗，赴瑶华盛会，还闯了绝天堑地，牛，太牛了！一路上，燕飞尘吧嗒吧嗒地说个不停，满眼崇拜之色。如果之前他是被打服的，现在就是视2人为偶像了。很快，几人来到了午夜宁的洞府前。1年多没见，这里的草木繁盛了许多，角落中堆积了不少杂叶，石桌石床上也满是灰尘。秦晴进去，娴熟地开始收拾。听闻我们走后，九祖与2长老有过一战。午夜宁道：是。燕飞尘点头道：原来2长老与九祖素有仇怨，你们走后，他不知怎地成了道，便想趁九祖旧伤未愈报仇。结果如何？九祖怎么样？午夜宁关切。那一战过后，2长老身死道消，九祖闭关至今。燕飞尘道。午夜宁沉默，替血九祖担忧。对了，萧雅叶呢？怎么没见那小妮子？秦晴干着活问道。燕飞尘神色稍异，从怀里取出一个铃铛，道：宁姐，这是萧姐让我交给你的，还嘱咐不能让别人知道。午夜宁接过铃铛，眉头微皱，因为这个铃铛萧雅叶向来是不离身的。什么意思？他人呢？死了。燕飞尘道。死了？是。怎么死的？听说是走火入魔，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晓。燕飞尘如实相告，并且还透露到薛冰也死了。听闻这些消息，午夜宁与秦晴怅然若失。2人离开这段时间，万血海变化了太多，当年明争暗斗的3大亲传弟子3去其二。宁姐，你怎么不早说？你们把薛冰给弄死了。燕飞尘道。午夜宁一愣，与秦晴相视一眼，道：薛冰不是我们杀的。啊，那就奇了怪了。燕飞尘挠头。秦晴想起了什么，神色稍凝。不一会儿，上官以莲寻了过来，手中捧着朵鲜花，道：宁儿姑娘，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午夜宁斜看他一眼，道：是想我生，还是想我死？宁儿姑娘说笑了，自然是生。
上官一连笑着开口，眉心一朵紫花印记，淡显儒雅。吴叶宁没打算现在与他撕破脸皮，若想将修为提升到最佳，有些事情还要问公孙弘文。浅谈过后，上官一连准备离开，临走时表示想设个宴会，为吴叶宁接风洗尘。吴叶宁没有拒绝。第二天，吴叶宁与秦晴飞往枯木林寻找公孙弘文。枯木林作为血始祖悟道之地，道运于恒犹存。血色林海中一片静谧，偶有微风拂过，掠起涛声阵阵。吴叶宁寻到公孙弘文，自顾自地坐下，秦晴守在身后。你的宝贝徒儿薛冰怎么死了？吴叶宁道。公孙弘文于盘坐中睁开双眼，只当吴叶宁在说笑，道：为师只能有一个宝贝徒儿，自然容不下他。吴叶宁心中冷笑，随后开始请教他关于眼玄镜的问题。很快，两人交谈起来。洞天玄而又玄，有人认为它是天地的雏形，修到深处可演化了不得的东西。公孙弘文道：我们所说的自己的气，便是从洞天内演化出来的。自己的气？吴叶宁心中思量着，祖血终究不属于我。听到这里，秦晴不由得发问：天津柱大哥修武孑然一身，如何拥有自己的兵器？这个嘛，简单，只需抽出自己几根骨头，碾碎成尘，再以血浸染，凝固其形，经过千锤百炼后，兵器可成。天津柱说的轻描淡写，却听得秦晴浑身发疼。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啊。秦晴心道：想啥呢？试一境以前，少有人能拥有自己的气，像那把冰魄小剑，只是略通灵性而已。试一境以后，全身骨骼将有一个蜕变的过程，那些褪下的肌骨才是助气所用。天津柱解释了一番，原来如此。秦晴恍然大悟。这时，公孙弘文继续开口了：眼玄镜，一个洞天为一转，每多出一转，便可突破一层境界。若以越多的转数入圣，则圣境修为越强。当然，这也与灵池脱不了关系。寻常修士4转便为极限，有些人天赋异禀，可达5转、6转甚至更高。不过，也有古之先辈走上另一条道路，只修单一洞天，以求极致。吴叶宁听得仔细，道：你们这些大长老呢？几转？公孙弘文有点得意地抚了抚胡须，道：老夫为6转，梅清柔与韩佑皆为7转。问及血九祖时，公孙弘文语气一凝，道：可能超越了9转。超越9转？吴叶宁吃惊，道：那世间最强者为几转？公孙弘文摇了摇头，道：9转为极，再往上便无可计量了。秦晴想起那道白衣身影，心里嘀咕，也不知他是真有100转，还是一轮洞天转了100次。之后，吴叶宁将修行中遇到的困惑尽数说出，公孙弘文心惊的同时，一一解答。秦晴也在旁边听着。夜色降临，两人打到洞府，午夜凝诀定闭关数日，将今天的所得完全消化。秦晴点头。叮铃铃！突然，一声清脆且空灵的铃音响起，打断了二人的思绪。午夜凝皱眉，将萧雅叶给的铃铛取出。夜色下，铜铃安安静静，刚才的声音如同鬼魅。两人疑惑，在铃铛的指引下，来到萧雅叶的洞府，并在枕头下找到一个黑色盒子。秦晴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片午夜草。这是出于本能，午夜凝在盒子里感受到一股不祥的气息。突然，盒子上的黑色扭动起来，一条一条杂乱无序，仿佛拥有生命般，沿着秦晴的胳膊快速蔓延。这盒子有毒！两人同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叮铃铃！就在这时，铃音在响，那些黑色纹路一顿，如潮水般退回盒子里。两人这才松了口气。再看黑色盒子，午夜凝若有所思。回到洞府后，午夜凝开始闭关，秦晴便也盘坐在他身边，揣摩今天所得。不过，他可不能全身心的沉浸进去，需时刻保持警惕。第二天，上官以连派道童前来，请午夜凝赴宴。秦晴以大小姐正在闭关，不方便，将她打发走。没过一会儿，道童去而复返，道：上官师兄说宴会推迟，五小姐什么时候苏醒，什么时候开始？看着道童远去的背影，秦晴眉头微皱，道：天津柱大哥，上官以连设宴这事，你怎么看？天津柱悠悠道：依本天经看，这是一场鸿门宴。鸿门宴？什么意思啊？秦晴云里雾里，总之就是险而又险。天津柱懒得解释。秦晴沉下脸道：看来得想个对策，以保大小姐平安。这般想着，秦晴蹲下身，敲了敲地面上的投影，道：喂，有影吗？投影毫无反应。咦，什么情况？上次还管用。有可能陷入了深度修行的状态，或者进了某个封印之地，与天地隔绝，再或者相距太远，以你的修为无法感知。天津柱道：好吧，也不知道那家伙什么境界了。秦晴揉了揉太阳穴，道：如今万血海能与梅清柔掰手腕的，只剩公孙弘文了。可那老家伙100个心眼子，其他人又请不动，只剩下……秦晴犹豫片刻，心一横，在天津柱绷不住的笑声中，秦晴撒了血灵，飞离洞府，左拐右拐后，登上一座满是荆棘的小山峰。这座山峰其貌不扬，也没有什么建筑，平时少有弟子来往。秦晴站在山头，鬼鬼祟祟地张望一番，确定无人后，这才两眼一闭，露出舒爽的表情。一座与世隔绝的洞府内，灵光氤氲，各种异象纷呈，可谓奇观。灵光中盘坐着一个红衣少年，双目紧闭，唇红齿白，眼圈残存着淡淡的黑色，让他看起来有些虚弱。突然，洞府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而后上方的岩壁渗透出一滴液体，啪嗒，那滴液体蓄谋已久后，忽地落下，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了红衣少年头顶，又顺着头发丝滑到鼻梁上。少年似有所感，皱起眉头。另一边，阁楼梅轻柔的香床前，上官以莲静静站立。以莲需不需要为师出手呢？香床上轻纱扮演，隐约可见诱惑的身材。不必，弟子掌握摩天诀与倒血战花两大神通，又有七煞幻点中的御煞，不可能输于他。上官以莲淡淡回应。看来我的乖徒儿长大了，等你成道，可别忘了为师哟。梅轻柔舔了舔嘴唇。弟子不敢。上官以莲恭敬道。5日后，天气阴，午夜凝出关，整个人神采奕奕，气息愈发凝实，这才算正式踏入眼玄境。午夜凝自语，随意施展了几下神通，感觉畅快不少。这几日，他将能解决的问题摒除，并尝试感知洞天内部，演化自己的气，但失败了。灵池中，一轮洞天静静旋转着，仿佛永恒，里面充满着未知。不过，午夜凝并不沮丧，这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晴晴备好洗澡水，伺候午夜凝沐浴更衣后，将上官以莲邀约的事告知。走，会会他。午夜凝眸底闪过一抹暗色，大步出门。很快，两人来到了上官以莲居住之地。这是一座香木修建成的阁楼，清新淡雅，顶端有座观景台，可将四周的美景尽收眼底。宁儿姑娘，你终于来了。上官以莲笑着迎接，随即吩咐几个下人还不速去备宴。是。奴仆和侍女们立刻忙碌起来，进进出出。午夜凝与晴晴在阁楼随意转了转，看过上官以莲收集的珍奇古玩后，又登上观景台，倚楼听风。透过层层山峦，隐约可见血色的海水，海面上腾着雾气，与天边的大云混淆在了一起，朦胧而阴郁。不多时，一个长老踏云而来，匆匆瞥了他们一眼后，进了阁楼。这个长老两人见过，曾在月食铺担任讲师，为内门弟子传道，颇有资历。不多时，又有几个长老结伴路过，其中包括那日劫杀他们的三圣，面色不善。起风了。午夜凝伸出藕臂，以手抚风，发丝凌乱了他的侧脸。是啊。晴晴点头，有意无意看向小山峰的方向。由于天气原因，整个观景台上风声呜呜，清冷寂寥，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宴会不好时，已至夜，明月染了云烟，阁楼上灯火通明。阁楼里桌幕俨然，纵观两列，满座皆盛，看起来不像宴会，倒像是审犯人。午夜凝打趣道：“宁儿姑娘，这些长老是我师父邀来的，非我本意。”上官以莲略带歉意：“无妨。”午夜凝淡淡回应，带着晴晴从众圣面前一一经过，行至他的座位时，却只有桌子，不见椅子。侧幕前立着一个仆人，看戏的样子。怎么，想给我个下马威？午夜凝戏谑一笑，道：“小晴子来了。”见名起，晴晴单手撑剑，单膝跪地。午夜凝一个旋身，裙摆擦着晴晴头顶掠过，裙下的光景不得而知。裙落时，午夜凝已经稳稳当当的坐下，一只胳膊揽着晴晴脖子，两条玉腿上下搭着，好不惬意。至于晴晴，习武至今，承载这副娇嫩身躯还是轻而易举。那仆人像是被噎住了，神色可笑。听说宁儿姑娘喜酒，在下特意备了飘香10里的美酒。上官以莲适时开口，几个仆人轮流上来，在他们面前添上好酒好菜。午夜凝也不客气，拈起一杯，小酌几口。仆人退，上官以莲拍了拍手，幕后顿时响起丝竹管乐，婉转悠扬。紧接着，几个妙龄少女踩着舞步进来，翩然而动。一时间，阁楼里笙歌阵阵，似很热闹。午夜凝一边摇晃酒杯，一边欣赏这些与她差不多年纪的少女，不时给臂弯里的小仆人喂两婆。烛火摇曳，灯影婆娑，一个节目唱罢，又有节目登场。不过众人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酒过3巡，午夜凝有了些许醉意，道：“上官，你邀我过来，不单是接风洗尘这么简单吧？”上官以莲微微一笑，道：“宁儿姑娘，其实在下仰慕你已久，如今你平安归来，在下真的很开心。说重点。”午夜凝似有不悦。上官以莲笑脸一僵，很快恢复正常，道：“你我相争，不论谁生谁死，都将是万血海巨大的损失。若能化干戈为玉帛。”说完了吗？午夜凝提起酒杯，一饮而尽，脸上醉意全无。少跟我扯这些深明大义，万血海的得失与我何关？啪！话音落，阁楼大门户的闭合发出一声巨响，少女与乐师都被吓了一跳，不敢有任何动作。一时间，宴会陷入了寂静，满座圣人皆投来冰冷的目光，整个阁楼里弥漫着肃杀之意。午夜凝左右斜看两眼，道：“怎么，你们这些老东西还敢在万血海对我动手不成？”众圣不语，只是眼眸中杀机更甚，威压滚滚，将面前酒杯一个接一个的碾碎。幕后，梅轻柔立在阴影中，眸底映照着火光。“宁儿妹妹，今晚你是生也得死，不生也得死。”然而他这句话刚说完，神色却是一变。吱呀！宴会上原本紧闭的大门被推开了，一个红衣少年背负双手，缓步走了进来。“你们设宴竟然不请我？”少年16、17岁的样子，红口白牙，若没有那双杀人无数格格不入的眸子，像极了邻居家的乖巧弟弟。包括梅轻柔在内，所有长老心中一凛。九祖！众长老急忙起身，弯腰行礼，不敢直视血九祖的目光。“九祖，你怎么来了？”午夜凝欣喜，上前搂住血九祖的胳膊。“本来我闭关闭得好好的，也不知哪个杀千刀的混蛋竟敢！”血九祖说着，血眸中涌起滔天杀意，仿佛有无数亡灵在其内挣扎。“竟敢什么？”
午夜宁眨了眨眼，深感疑惑。罢了，不提也罢。血酒组呼出一口怒气。一旁秦晴将视线移向别处，看似稳如老狗，实则慌得一。若是让血酒组知晓，那日扔石子的与这次是同一个人，非得气出一口老血不可。到那时，恐怕这位道仙资质的大小姐也保不住自己了。血酒组随意找了个位置，别管我这个闲人，你们继续。众长老相视一眼，这才满脸不自然地坐下。很快，丝竹管乐声在响，那些姿色姣好的少女们继续舞了起来。不过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气氛凝重的让人喘不过气。唉，片刻后，上官以莲叹息一声，终是开口：“宁儿姑娘，你我之间非要一战吗？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结果。我只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午夜宁回应，眸子冰冷而坚定。我们听到这两个字，秦晴的心触动了一下。好吧，宁儿姑娘，请。上官以莲沉默过后，起身做出请的手势，依然风度翩翩。午夜宁放下酒杯，与他一起出门，秦晴则跟在后面。砰！就在午夜宁与上官以莲前脚踏出阁楼，大门砰的关上了，将秦晴脑门顶了回来。秦晴瞳孔一缩，猛地看向血酒组。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他的预料，这一战生死有命，谁都不准干预。少年模样的血酒组面容平静，慢悠悠地倒上一杯酒，道：“轻柔，出来喝两杯。”来了。幕后传来娇媚的声音，梅轻柔青衣白袖，款步走出，裸露的大腿粉嫩而不失肉感。秦晴心中虽急，但这样的场合众盛都不敢大喘气，哪容得下他一个仆人说话，只好压着情绪立在一旁。说起来，我们是一起拜入万血海的吧？血酒组道。哎呀，没想到酒组还记得呢。不过我的修为可就差远了。梅轻柔巧笑嫣然，指尖抚过血酒组胳膊。这时，阁楼顶传来细微的声响，血酒组动作一顿，抬头望去，是雨声。梅轻柔柔声道。说话间，雨势突然大了起来，冷风从窗口灌入，将烛光尽数吹灭，卷得薄幕翻飞。一时间，整个阁楼中陷入了黑暗，只能听到哗哗的雨声，偶有窗帘被掀起，如同寒芒乍泄，照亮每个人的脸颊。夜雨晚来急，不用想也知道外面是怎样一副光景。秦晴神情忧切，这是午夜宁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战，可他不敢随意施展瞳术，这么近的距离，恐怕立马会被血酒组查教。天津柱大哥，大小姐现在情况如何？秦晴沉声道。开打了。天津柱只吐出3个字。雨幕中，2道身影正在逐杀，恰如青丝落雨滴，紫光对月相紧急，忽有残花袭得起，百万雄兵踏血泥。明月下，紫色稻花高悬，上官以莲踏花立，周身叶瓣纷飞，衬得他如仙凌尘。午夜宁坐拥百万兵，乘风踏浪起，血色匕首穿梭其间，无数雨滴被一分为二。两人身法与身段齐施，神通术法碰撞的激烈，将雨水打得四处迸溅。这一夜注定不会太平。阁楼内除了风声雨声，再无其他。而随着时间流逝，血酒组的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秦晴不知道具体情况，只能从天津柱口中得到只言片语，心也随着血酒组的表情起落。至于梅轻柔，嘴角微微上扬，仿佛胜券在握。阴霾中，午夜凝喘着粗气，他的胳膊上有数道伤口，鲜血淋漓，有的是上官以莲所伤，更多的是自己所致。为了保持神智，他不得不这样做。然而，即便他做到这一步，依旧处于劣势。上官以莲紫血神翼，灵力雄厚而精纯。宁儿姑娘，何必呢？上官以莲单手捏印于胸前，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他虽有损伤，但并无大碍。午夜宁没有说话，灵池中一轮洞天疯狂旋转，补充消耗的灵力。看来你一心求死。上官以莲轻笑，紫色稻花绽放无量天光，向着午夜宁头顶笼罩。这一刻，他催动了摩天诀。午夜宁像是做好了拼死一搏的打算，奋力而起。可在摩天诀的笼罩下，每一个动作都异常艰难。噗噗噗！没过一会儿，午夜宁踉跄而回，身上被紫色花瓣洞穿出数个窟窿，鲜血汩汩涌出。与此同时，他的血冰血浆溃散，无论怎么掐诀都无法凝聚成型。哈哈，好磅礴的灵池！若是寻常人，早已灵力枯竭而亡。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若将你完全吞噬，我说不定可以冲击眼旋进小城。上官以莲大笑着，剥夺灵力的快感让他浑身战栗，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儒雅随和。午夜宁佝偻着身子，满脸血污，浑身上下都被冰冷的雨水打湿，体温快速流逝。哈哈，受死吧！上官以莲收起了所有防备之心，血色稻花暴涨，贪婪地吞噬着午夜宁灵力。午夜宁没有说话，一吸两吸，就在5吸过后，上官以莲突然面容一僵，稻花中多了一抹黑色，迅速蔓延。这是毒！上官以莲似想起了什么，瞳孔骤缩，而后整朵稻花开始枯萎。不可能，此毒融入灵池，你必先亡于我，怎么可能存活至今？上官以莲方寸大乱，他曾亲眼目睹韩佑与血酒组那一战，强如血酒组，依旧被此毒所伤，不得不必死关。是吗？午夜宁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露出一个瘆人的笑。洞天中飞出一枚铃铛，轻晃之下发出脆生生的铃音，这是他最后的手段。看着铃铛，上官以莲似乎明白了什么，哇地吐出一口黑血。阁楼内原本从容淡定的梅轻柔神色一变，欲起身坐下。血酒组一把按住他的胳膊，脸色由和煦转为了冰冷。我说过，小辈们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谁敢插手？可
梅清柔凝望着血酒组的眸子，终是无力的低下头，道：“是。”萧雅叶，你死都死了，还缠着我不放。雨夜下，上官以莲歇斯底里的咆哮着。他尝试逆向运转摩天诀，可惜太迟了，这些污血进入，凌迟已久，再无抽离的可能。午夜宁反而平静，看着上官以莲的稻花一朵一朵枯萎。你们两个疯女人，把铃铛给我！上官以莲突然死死盯着午夜宁，一头黑发披散，状若疯魔。说罢，他再次施展神通，疯狂地向午夜宁杀来。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寒芒闪过，将上官以莲的头颅斩下。哈哈，成也萧雅叶，败也萧雅叶。说完这句话后，上官以莲彻底失去了生机。阁楼里，梅清柔浑身一颤，像是泄了气一般，面如死灰。紧接着，一阵腥风将大门刮开了，背光下只能看到那漆黑的身影。那道身影立在门前，看起来有些单薄，仿佛随时会被风吹倒。即便在座长老都是圣境，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大小姐，晴晴快走两步，脚步忽慢。门前，午夜宁浑身是血，一条胳膊耸拉着，近乎能看到森然白骨，雨水与血水混杂着淌落，留下一地血污。小晴子，回府。午夜宁艰难地动了动嘴唇。大小姐，我先帮你疗伤。晴晴颤抖着上前，让你回府，听不见吗？午夜宁似想训斥，但他太虚弱了，一用力便止不住的咳嗽。好，回府，我们回府。晴晴吸了下鼻子，快步将午夜宁抱起，飞离了阁楼。血酒组看着俩人远去的背影，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大雨哗啦啦的下着，晴晴抱着午夜宁在雨中疾驰。一路上，午夜宁的伤口不断淌血，即便晴晴将嗜血摩天诀催动到了极致，还是无法止住。他伤得太重了。回到洞府后，晴晴急忙将午夜宁放在石床上，一手扶着背，一手取出冤虚骨液。小晴子，属于你的东西，谁都抢不走。午夜宁呢喃，双目紧闭，毫无血色。大小姐，你不要说话了，吃药，乖，咱吃药。晴晴红了眼眶，颤颤巍巍地喂他，可午夜宁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吞咽了。晴晴直接将骨液送进嘴里，嚼碎了，再一点一点渡到他口中。嗨嗨！午夜宁剧烈地咳嗽着，咳出不少残液，却不见好转的迹象。天津柱大哥，这冤虚骨液怎么没用呢？怎么没用呢？晴晴满眼慌乱。小子，冤虚骨液这样用，真叫你给浪费了。天津柱道，他重伤未愈，生机一直在快速流逝，你补多少又有什么用呢？对，疗伤，以血养血，以血养血。晴晴恍然大悟，想起午夜宁曾用过的招式，发疯一般碎碎念着。然而，他将自己的手掌划破后，愣住了。午夜宁的伤口太多了，本就孱弱的身躯上，好几处都足以致命，五脏六腑皆损，根本不知道治疗哪个。晴晴感觉自己喘不上气了，第一次像那孩子一样手足无措。哐当，一个大木桶被他取了出来，这是午夜宁平时沐浴所用。晴晴抱着午夜宁跃入桶内，并指如剑，划破手腕。霎时，鲜血开始在桶底积聚，而晴晴还觉得速度不够快，以双指催动脉搏，使手腕处血涌如泉。很快，鲜血没过了午夜宁脚踝，纵然晴晴是修武之人，依旧感觉两眼一黑。晴晴咬牙，取出绝天堑地中所得的草药，胡乱撕咬几口，而后同时催动五诀与嗜血摩天诀，生血造血。不知过了多久，血液终于没过了两人的肩膀。午夜宁面色惨白，无力地靠在晴晴怀里。大小姐，坚持住啊！晴晴声音有些嘶哑，她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开始运转神通，以血养血。顿时，浴桶中血液被快速消耗。一天一夜后，午夜宁的伤势终于止住了，而随着冤虚骨液在体内流转，他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晴晴看着午夜宁的脸，由衷的笑了。再回首，满头白发。一场大雨冲刷了山石间的泥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洞府内，午夜宁平躺在石床上，晴晴在床边守着。午夜宁的身体虽已痊愈，但意识还没有恢复，需要时间慢慢调养。整整2日，晴晴就这样守在床头，确定午夜宁气息平稳，无大碍以后，悬着的心才放下。他刚想起身收拾一下洞府，忽觉一阵头晕目眩。晴晴取出铜镜，见里面的自己满头白发，活像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不行，这样岂不是要以老奴自称了？晴晴无奈苦笑，他取出仅剩的草药，一股脑吞进肚子里，但由于服用过多的缘故，身体已经有了耐药性，恢复的生机十分有限。晴晴看了看镜中的自己，若不去注意鬓角的几缕白发，倒是与之前无太大差别。唉，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晴晴叹息一声，试探地问道：天津柱大哥，可有染发的诀窍？这个简单，我告诉你几株草药，你去山上采来便是了。没想到天津柱还真有染发的秘诀，不愧于9天10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之名。晴晴布下血灵禁制后，兴致冲冲地出了门。之后几天，血酒组来洞府看望了午夜宁一次，伫立在床前片刻。期间，公孙弘文也曾来过，一进门便作势要言语，仿佛多心疼自己的爱徒，在晴晴晋升的眉眼中憋了回去。至于燕飞尘，隔3差5就要来一趟，送上些补品后，会与晴晴在洞外说说话。让晴晴没想到的是，梅清柔竟然也来了，俯视着沉睡中的午夜宁。晴晴冷冷地看着他，两人没有过多的言语。梅清柔冷哼一声后，转身离开。与此同时，上官以莲被午夜宁所杀的消息也在这几日传开了。
起初，一些弟子并不相信，但从几个仆人的闲言碎语或是目击者的亲口描述中，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于是乎，所有弟子看向秦秦的神色都不一样了。秦秦山上采草药时，偶有一些弟子路过，都会恭恭敬敬的。秦秦师兄，一点心意。一些内门弟子甚至会主动献上血晶晶，讨好关系，以求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得到庇护。师兄，秦秦一愣，其实论身份，他只是一个奴仆而已。这一战过后，倒是有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味道。不过单论实力，秦秦已经可以和内门弟子掰手腕了。若再加上冰魄神剑，恐怕几个人也拦不住他。对于这些极尽献媚的人，秦秦一笑置之。折腾了半月有余，秦秦终于将所有草药集齐，又经过65道工序后，满怀期待地抹在头上。这样大小姐应该看不出来了吧？看着镜子里乌黑亮丽的发丝，秦秦嘿嘿地笑了。距离那一战1个月后，午夜宁终于在秦秦欣喜的目光中悠悠转醒。小秦子，午夜宁嘴唇微动，秦秦忙端着一杯温水上前，将他扶起。我昏迷多久了？几口温水下肚，午夜宁感觉舒心不少。约莫1个月。秦秦笑嘻嘻的。哦，上官以莲，不对，梅清柔有没有来找你麻烦？午夜宁第一时间关心这个。没有。秦秦顿了一下，道：至少在万血海，我们是安全的。午夜宁点头。经过渊虚古液的滋养，他的身体生机勃发，甚至比之前还要充沛，不过是精神上有些虚弱。秦秦将燕飞晨送来的一些补品取出，熬成粥，再为他慢慢的喝下。看着秦秦忙碌的身影，午夜宁总感觉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静养3日后，午夜宁的精神基本恢复。小秦子，陪我出去走走。两人乘云而起，飞离了洞府。万血海虽为魔道宗门，但风景却是极好的。两人在空中闲闲的转悠，引来不少弟子的目光。不过这次没有弟子敢不进。极远处的阁楼中，梅清柔注视着他们，阴柔的眸子里透着刺骨的寒意。宁儿妹妹，你终于醒了，这次我会让你清楚地感受到丧爱之痛。他的目光停留在秦秦身上许久许久。一同看过晚霞后，午夜宁与秦秦回到洞府。第二天，有道童落至府外，道：武小姐，九祖唤您到枯木林走一趟。九祖。午夜宁与秦秦相视一眼。枯木林中，血九祖盘坐于青石上，左右除了梅清柔与公孙弘文外，还立着几个宗门长老。九祖，您找我？午夜宁带着秦秦落下。血九祖眼眸微抬，道：今天唤你过来，主要想聊一下你杀了我万血海少主的事。秦秦呼吸一滞，枯木林中的空气凝固了，左右两侧无人言语，静得可怕。片刻后，午夜宁深呼吸了一口气，道：九祖，要杀要剐都由你定夺。血九祖缓缓敲动手指，一双血眸审视着午夜宁，似在思索如何开口。许久之后，血九祖道：既然你杀了我万血海少主，就罚你做我万血海的新少主吧。是。午夜宁气无力地低下头，坐任罚状。忽的一愣，啊！午夜宁瞪大了眼。血九祖已不再看他，只是对两侧道：你们可有异议？我等没有异议。众长老恭恭敬敬。虽说是罚，但任谁都能听出血九祖话里的意思。秦秦神色怪异。随后，血九祖又看向梅清柔，道：清柔你呢？没有异议。梅清柔直视着前方，神情淡漠，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午夜宁一眼。可是我……午夜宁犹豫片刻，终究没有说出因果。他知道有些话不能乱讲。既然都无异议，夜宁你随我来。血九祖道。之后，血九祖带着午夜宁踏入虚空，众长老也各自散去。秦秦索性一个人盘坐下来，边等待边修行。一座宽敞的洞府内，灵光四起，隐约可见祥瑞升腾，若龙若凤。这座洞府并无天光，而是血九祖以手段将五色灵光搬运至此，再借四周水面形成反射，才将它衬得透亮。此时，午夜宁正盘坐于洞府中央，血九祖大手招展，从虚空中射来几个古字。午夜宁抬头见这些古字金光灿灿，笔画不多，却有种独特的道士，蕴含古朴伟力。此乃我万血海的至高功法摩天诀。血九祖道。摩天诀。午夜宁神色一凝，那日他曾在上官以莲手中见识过，知道其厉害之处。只见血九祖以神通将古字归拢，凝于掌，再一指点在午夜宁眉心。午夜宁浑身一急忙闭目，感悟这些古字中的道士。待到将所有古字参悟完全后，午夜宁又将它们与嗜血摩天诀共同运转，融会贯通。半晌后，午夜宁睁开了眼睛，双目中清如明镜，许多困惑的地方无师自通，一切如水到渠成。短短几个古字，竟然让他修为提升了一大截。不错。血九祖满意的点点头。九祖，既然这一部分如此关键，为何不与古卷共同记载，反而特意分出去呢？午夜宁不解，并非特意分出，而是本就缺失。血九祖道：传闻始祖悟道之时，曾遇到瓶颈，幸得高人赐下古字，才得以成功。而这些古字太过神异，难以被凡物承载，故而以这种方法传下来。原来如此，那这位高人定是9天10地了不得的人物。午夜宁这般想着，突然神色一动，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九祖，弟子还有些私事处理，欲先走一步。午夜宁起身，去吧。血九祖没有多想，一摆手将他送出。而后，午夜宁寻到秦秦，两人匆匆返回洞府。石床前，那团毛茸茸的白色正在深沉地呼吸着。午夜宁与秦秦看着熟睡中的吴小白，眉头紧皱。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吴小白每次呼吸都会吞吐出旺盛的气血之力，仿佛浑身骨骼、浑身血肉都在发生着改变。而随着吴小白的改变越来越明显，竟然有一丝仙意随着呼吸扩散出来。吴叶宁心中一惊，急忙在洞府里布下禁制，防止这股仙意外散。坏了，看来这小家伙已经克制不住血脉之力，要完全返祖了。天津柱沉声道：“完全返祖。”秦秦心里咯噔一声，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吴叶宁看着这团白色，眉头怎么也舒展不开。秦哥，宁姐在吗？就在这时，洞府外传来燕飞尘的声音。吴叶宁沉吟片刻，道：“进来吧。”燕飞尘兴高采烈地走进洞府，见两位偶像盯着石床，一言不发。秦哥，宁姐怎么板着一张脸？燕飞尘一脸疑惑地走近，正好看到了床上的吴小白。咦，这毛茸茸的是什么灵兽？怪可爱的。燕飞尘刚想走近，突然感觉心脏一阵抽痛，不由得后退2步。怎么了？秦秦发问。奇怪，我的血。燕飞尘似乎在压制着什么，神色痛苦。好！突然，他的背后腾起一只巨大的古妖虚影，张牙舞爪，朝着吴小白咆哮。同时，一股来自远古的凶戾气息充斥整个洞府。吴叶宁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急忙撑开足血，挡在吴小白身前。好在那古妖虚影只持续了片刻，便被燕飞尘压制回了体内。奇怪，这滴深海禁区中的古妖之血明明已经被我炼化。燕飞尘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再看向吴小白时，只觉本能的排斥，仿佛无数岁月前两者曾在一起厮杀，结下血海深仇。秦哥，宁姐，我建议你们离他远点，否则杀身之祸这4个字，燕飞尘终究没有说出口。秦秦心中沉重，这番话他不止一次听天津柱说过。远离说得轻巧，可小白又做错了什么？吴叶宁失神道：“若将小白抛之弃之，他又该如何活命？天津柱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掩盖这股气血吗？”秦秦不死心，这次天津柱没有直接拒绝，沉思后道：“吴姐，对于这异界生灵，本天津实在无能为力。”秦秦默然。2天时间，吴小白的气血越发高涨，无法遏制。这期间，吴叶宁与秦秦用尽了各种办法，尝试掩盖其气息，但都是徒劳。轰！终于，在一个平静的午后，那股气血如同血柱般冲上了云霄。吴小白完全返祖了。这一刻，无数万血海弟子抬头仰望，议论纷纷。那股气血雄浑无比，冲开一层又一层云雾后，又向着四周席卷，似仙的出尘，又如神的霸道。被气血冲刷过的天空，紫色、红色与青色交相演化，隐约有雷霆闪过，似9天震怒在排斥他。这便是吴小白的返祖意象。灵光洞府之中，血九族猛地睁开了双眼，迈步间已经出现在了气血的来源之地。看到吴叶宁与秦秦，又看到石床上的异血绝凶兽后，血九族瞳孔骤缩。你们走！没有一句废话，血九族抬手便要在虚空中刻下道纹。可他手指刚动，3道气息瞬间挤来，将所有纹路泯灭。血九族心中一沉，缓缓转身。那3道气息将目光投向了这里，合力封锁这片区域。九族！吴叶宁抱起吴小白，与秦秦并肩而立，眼中有些惶急，但他说不出任何请求。九族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交给我。血九族留下3个字后，转身离开。高天之上，3道身影踏空而立，皆是浑身腐朽，垂垂老矣之辈，但眼中分明爆发金光，比任何年轻人都要炙热。那是一种对生强烈的渴望。这3人便是万血海的太上长老，散发的气息恐怖，直将虚空压得轰鸣，整个万血海都在震动。发生了什么？难道是3大太上长老齐出吗？万血海的弟子们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这股威压下喘不过气。不会错，这定是最精纯的一仙之力，老夫成仙有望。一个太上长老浑身颤抖，干瘪嘴唇里露出3两颗黄牙。嘿嘿，此等气血，若是饮上一口，恐怕都能多活几年吧。另一个老妇阴恻恻地笑着，他们早已是将死之人，只不过凭着一口气苟延残喘，如今延寿，甚至呈现的契机近在眼前，怎能不激动不疯狂？血九祖缓缓来到3人面前。血九，你要拦我们？几人神色骤冷，同为万血海之人，此刻却是如仇敌。血九祖不语，只是滴下血珠，化作屏障，将下方弱不禁风的洞府笼罩在内。血九小儿，今天我就替8祖教训教训你。其中一个老者早就对血九祖有怨，此刻大打出手，以神通化作漫天血剑。此人正是燕飞尘的师傅。血九祖神色一寒，掀起滔天血海，将铺天盖地的剑雨尽数挡下。随后，一个大手从海中探出，卷动风浪，直向老者拍去。老者惊骇，连退数步，又凝数剑于一身，才将那手掌洞穿瓦解。再看血九祖，背负双手，红衣黑发，清秀的面庞上有一双格格不入的血眸。该死！老者咬牙，血九祖一出手便是毫无保留。可他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燃烧生命。我们3个一起上，将这小辈震杀。老者朝另外2人说道。3人眸中闪过杀意，准备群起而攻之。为了延寿和成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突然，虚空一阵动荡，紧接着数道身影从中踏出。这些身影置身在神辉中，状若星辰，看不真切，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大神宗道门的至强者，散发的气息令人生畏。
其中2道身影相拥而立，如浩洋抱月，为日月道；一人命运轮盘加身，金光璀璨，为轮回道；一人背负长剑，白衣翩然，属剑神宗。不光如此，还有其他身影接踵而来，中原5家、江南太玄皇朝，甚至有西界的大宗横跨两域。他们都是被吴小白的返祖意象所惊动，特来此地，短短几个呼吸，高天上众强林立，如9天星斗，各据一方。最后，大片的黑云从北方涌来，其内爪牙嶙峋，电闪雷鸣，几双妖眸足有磨盘大小，虎视眈眈地望着这里。北域妖族。这一天，万血海上风云起，五域齐至。吴叶宁与秦秦立在冷风中，仰望高天，他们如同案板上的鱼肉，等待任人宰割的命运。此时，冲天的气血已经消散，吴小白从沉睡中苏醒，看天上这么多人，一脸茫然。别怕，爹娘在。吴叶宁颤声开口，可未来的命运如何，他自己也不知晓。啧，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倒是有几个熟面孔。之前对血九祖出手的老者咂嘴，一族出事，必将为祸世间。我等至此，是为了将劫数扼杀在摇篮中。一个正道强者开口，声音滚滚，如洪钟大雨。少在这道貌岸然，假仁假义。你们为了什么而来，自己心里没数吗？老者满脸鄙夷，啐了一口。你！那正道修士大怒，周身神芒起伏。异血绝凶，属异族珍稀血脉，据古籍记载，因其血可登仙，食其肉可通神。一个仙宗老道悠悠开口。众正道修士沉默，其实到了他们如今的境界与修为，有些话无需挑明，自然能感应到。老者阴损般的目光扫过众修，道：不如这样，咱们将异族血肉分而食之，成仙与否，各凭本事，也省得争个死去活来。你这老魔头也想窥探先机，不如现在就送你入土。一位太玄皇朝的皇主冷冷开口，身姿雄武，甲胄如鳞。嘿嘿，老夫是半截身子在土，可若是被逼急了，倒也能留下几处道伤。老者森然一笑，道伤即伤及生命本源，不可弥补的伤，一旦被留下，近乎与仙神无缘。那太玄皇主不说话了，能来到这里的修士无不各有心思，没人愿意被疯狗咬一口。一凶不除，将来必成大祸，可就这样抹杀，未免太过可惜。背负命运之轮的人开口，似乎在考量老者的话。洞府之下，秦秦握紧了拳头，心中不甘。原来有时候正道也会和魔道站在同一阵营。人族果然是贪得无厌，此役当由无族镇杀，焚其血肉，不为尔等所得，方能永绝后患。就在这时，黑云中传来嘶哑且低沉的声音，巨大的牙齿互相摩擦，让人没来由的心悸。这是来自远古的压迫。放肆！别忘了，这里乃我人族之地。剑神宗老者开口。人族之地。听闻此言，众妖似乎被激怒了，一只巨大的兽爪从黑云中探出，卷动风雨雷电。正道修士皱眉，纷纷出手将那巨爪逼回。哼，亏你们掠夺了这么多天地资源，到头来不过是些无胆鼠辈。黑云中传来粗犷的低吼，几只大妖蠢蠢欲动，欲再次袭来。说够了吗？就在人妖两族剑拔弩张之际，沉默许久的邪九族开口了，声音平静却冰冷刺骨，让整个万血海上空寒了几分。我为万血海之祖，在万血海之界，你们什么都带不走。血九族眸中古井无波，却仿佛有亿万亡灵在其内挣扎，这是屠戮过多自然而然产生的，旁人演化不来。这一刻，不光正道修士，纵是黑云中的众妖也静了下来。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包庇一族吗？日月道的女子率先开口，声如天籁，却也冷冽。包庇一族，该当何罪？手持霸王枪的五祖上前一步，罪？你们这些正道之人，还是那么喜欢给别人扣帽子。血九族嘲讽。血九，若非你宗辈靠天险，早已被我等铲除，如今岂敢言他？有老者质问。哈哈，铲除？你们若敢去深海禁区走一遭，自可铲除我万血海；若是不敢……血九族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脸上的戏谑不言而喻。此话一出，众修再度陷入了沉默。万血海之下存在着什么？以他们这种境界隐约知晓，可真要抹去万血海，谁又该填补这个空缺，坐镇这个位置？血九族看他们的神色，笑着摇了摇头，道：一口一个诛杀一族，让你们去禁区中征战，却又畏畏缩缩，实属可笑也。众正道修士面色难看。红衣，吾欣赏你的魄力，若你生在北域，或可八拜结交，可今天吾必须将那一族带走。黑云中的妖族开口。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一族不管，先将血九镇压，归属再做定夺。人族这边也达成共识。一时间，人妖两族都将目光放在血九族身上。面对此情此景，血九族称展开双臂，竟要以一己之力独面人妖两族。狂妄！五家五族挺霸王枪上前，另有轮回道祖、逍遥派老祖跟随，其他人则驻足高空，将神念锁定在下方的吴小白身上，等待时机。轰隆隆！霎时间，枪芒如龙，血光四溅，各种惊天大树碰撞在一起，威势激荡四方，将东海掀起滔天巨浪。血九祖布下阵法，万血随行，一滴血为一世界，其内无数亡灵争夺。好！这些亡灵缠着正道三人，不断撕咬。哼，速战速决！就在几人缠斗之时，远处的剑神宗老者神色一寒，背后长剑出鞘，在虚空中留下一道璀璨长弧。噗！血九祖以一敌三，躲闪不及，肩膀直接被神剑洞穿，大片的血花挥洒。血九祖咬牙继续对敌。不要脸的，以多欺少就算了，还搞背后偷袭。
秦晴急了，朝着高空呼喊，可根本没有人理他。黑云中，众妖冷眼旁观，他们不屑于以多欺少，也知道血九祖必败无疑。这番功夫，那剑神宗老者也加入了战斗，血九祖的处境急转直下。见此机会，万血海老妇忍不住了，踏破虚空，向着九祖部下的屏障奋力一击。咔嚓嚓，屏障上蔓延出一道巨大裂缝，午夜宁与秦晴剧烈摇晃，整个洞府仿佛要坍塌。而感血九祖心有所感，猛地回头，这一分神，背心又被长枪灌入，鲜血汩汩涌出。镇压他！吴家五祖大喝一声，用枪身将血九祖锁住，正道三人齐动。血九祖不顾伤势，以手掐诀，此身化作血水消融，令身于血色屏障中走出。你，老夫还没反应过来，血色大手已经抽在了他脸上，满是褶皱的老脸上多出一个巴掌印。你，血九，你欺人太甚！老夫又羞又怒，浑身气息高涨，竟是要燃烧生命，以最强姿态一战。然而他狠，血九祖更狠，直接放弃了所有防守，集万千道士于一滴血珠。轰！猛烈的声势过后，秦晴心中一震，他看到老夫的眉心被洞穿，眼中生机止不住的流逝，而血九祖直接被碾碎了，血水四处迸溅。哈哈，血九，你活该！老夫大笑着，仰面栽倒，生机全无。九祖午夜宁不敢相信这一幕，一地血水中，血九祖的身影重新凝聚，喘着粗气，脸色苍白。正道众修道吸了一口气，没有人再敢轻易出头，以命换命，除了血九祖，谁还能做得出来？你疯了吗？这样做可能会留下道伤，不就是放弃成仙契机吗？日月道中的女子不解。成仙？血九祖有了片刻恍惚，但他想起一个人，白净的脸上顿时泛起笑意。狗屁成仙，我只求生命的尽头，战死在禁区中。那女子愣住了。此时轮回道祖等人已经突破了血九祖部下的阵法，血九祖拖着残躯再次踏上高空，与他们站在一起。争斗间，鲜血不断挥洒。远处旁观已久的太玄皇主冷笑道：我不信以你如今的状态还能再施展一次。说罢，他闪身质疑有裂痕的血色屏障前，一掌击出。砰！屏障支离破碎，消散于无。如此近的距离，午夜宁与秦晴终于看清了他的满头白发与那张苍老的脸。哈哈！一血绝凶，成仙，我来了！太玄皇主大笑着，探出手掌向吴小白抓去。不要过来！午夜宁见状，急忙撑开足血。太玄皇主皱眉，大手一挥，道境修为铺天盖地。噗！足血瞬间破碎，午夜宁也吐出一口鲜血，巨大的威势直接将两人震飞出去。大小剑！半空中，秦晴目眦欲裂，一把将午夜宁抱在怀里，以自己的背身撞在墙壁上。轰！秦晴深深陷进了墙壁里，大口的咳血。好在怀里的一人一兽只是轻伤，足血碎裂，但也承担了绝大部分到危。然而太玄皇主赌对了，血九祖确实无法抽身，甚至战斗起来都很是吃力。见爹娘受伤，吴小白先是一愣，眸子中的迷茫尽数消退，而后毛茸茸的身躯忍不住颤抖起来。好！随着一声惊天怒吼，吴小白拔地而起，庞大的身躯直冲入云霄，投下大片的阴影。这是绝凶巨化！这一刻，人妖两族都被惊动了，仿佛在吴小白身上看到了远古绝凶的影子。太玄皇主心生畏惧，竟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此时的吴小白浑身戾气，一双黑眸因为极度愤怒而充血，他猛地挥出爪子向太玄皇主砸去。小白，不可！秦晴伸手阻拦，可太迟了，两人的伤势让吴小白理智全无。幼年期便已显露凶性，成长起来必将未获天地，需立刻镇压。有正道修士开口，太玄皇主也回过神来，冷声道：找死！紧接着便是一拳轰出。轰！咔嚓！道威四散，吴小白整条胳膊骨骼寸断，直接被打回原形，跌落回来。不！午夜宁跌跌撞撞的上前将他抱起。凭什么？小白从未作恶，你们凭什么这样对他？午夜宁红着眼。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必须扼杀在摇篮中。一个道尊俯视着他们，冷冷开口。午夜宁心中一颤，这番话多么熟悉，曾几何时也有人对他说过。看着浑身是血吴小白，再看向流泪的午夜宁，秦晴的心脏剧烈抽痛着。这一切都是他最想守护的。天津柱大哥，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秦晴似乎做出了某种抉择。天津柱明白他的意思，沉默片刻，道：好。话音落，秦晴脑中金光一闪而过，那个陪伴他许久的大哥彻底消失了。你们这些人休想伤害小白！午夜宁踉跄起身，以眼玄镜的修为挡在吴小白身前，面对众星如同萤火。突然九天之上浮现出一道金光，璀璨无比，比太阳还夺目。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本经书，是那本传说中的经书。九天上，天津柱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息，每一页都很神异，隐约可见古朴的文字承载着未知的隐秘，是那位人族留下的至宝。黑云中，妖族第一次以位相称，隐约有尊敬之意。传闻经书中有成仙成神的秘诀，既然在这里现世，在场众强者无不动容。哈哈，2000年，我足足找了你2000年。正在与血九祖争斗的逍遥派老祖大笑，抽身离去。他在信阳城便追逐过天津柱，如今怎能错过？
得此经书，说不定可以补全万古一念经。轮回道祖心中思量着，同样退出战斗。就在这时，天津柱动了，猛地向天边窜去，留下一道长长的金光。你们在这里争吧，老夫去也。逍遥派老祖脚踩神意不乏，身体化作流光，紧接着又有数道身影坐不住了，纷纷追逐天津柱而去。随着他们的离开，血九祖压力骤降，强行震开面前的两人后，大步杀向太玄皇主。太玄皇主心中一惊，身上玉甲爆发无量神光，与血九祖应对一掌。轰！一掌过后，两人各退数步，血九祖止步在午夜宁与秦秦前，身上还留着与四人争斗的伤口，无法愈合。九祖、秦秦与午夜宁心颤，哈哈，现在你这么虚弱，如何阻拦我们？太玄皇主见状，放肆大笑。是吗？血九祖眸光渐寒，躺落在地的血液中亮起一条条纹路，恐怖至极的气息蔓延。这是血阵。太玄皇主的笑声戛然而止。原来硬撑这么久，就是为了暗中布下此阵，以血为阵。开！只见血九祖将满是鲜血的双手合十，大阵被瞬间激活。太玄皇主心生惧意，急急后退，可大阵并没有击向他，而是轰在了众强部下的封天镜上。砰！镜质破碎，第一层虚空被打开了。不好，他想横渡虚空，快拦住他！众修士这才反应过来，各种神通术法轰向血九祖，也轰向他布下的大阵。血九祖撑开漫天血海，背负万千神芒，继续道：第二虚空开！轰！又一声巨响传出，第二层虚空被撕开了。血九祖猛地吐出鲜血，身体一阵摇晃。九祖！血九祖强撑着身子，再结道印，阵法轰鸣，直到那最后一层虚空也被撕开。这便是午夜宁与秦秦从未听说与接触过的更深层次的第三层虚空。你们走！血九祖催促，依旧是三个字。闻言，午夜宁急忙抱起吴小白，与秦秦一同向第三虚空奔去，拦住他们！高空中那些老不死急了，一血绝凶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一个道尊推动巨剑向第三虚空斩去，血九祖以身挡剑，腹部被戳出一个大窟窿。你！那道尊欲抽剑再斩，可血九祖将自身血液凝固了，他怎么也抽不出来。九祖！午夜宁满眼是泪，走不动了。走啊，别拖累我！血九祖没有回头。此时第一虚空已经坍塌，第二层也摇摇欲坠，若第三虚空再被波及，他们将再无出路。大小姐，走！在这种紧要关头，秦秦的心性明显更一筹，强行抱着午夜宁踏入第三虚空，将义兄留下。就在这时，变故又生，众修合力施展修为，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般拽住了吴小白的身躯。午夜宁心中一慌，第三虚空中有股强烈的吸力牵引着他们，可众强的神通同样无法抵抗。再这样下去，怀里的吴小白迟早会被那只大手扯断。吴小白咬着牙，面露痛苦之色。与此同时，第三虚空狂阵在神通术法的冲击下濒临塌陷。小白！午夜宁流下两行清泪，于万般抉择中缓缓松开了手。轰！第三虚空塌陷了，强大的冲击力不知将两人卷向了何方。可在最后一刻，午夜宁分明从吴小白口中听到一个字，一个他无数岁月熟记于心的字：娘。冰冷枯寂的无序虚空中，两道身影静静悬浮着，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整个虚空中静得可怕，除了他们，再也看不到任何漂浮物。他们是被第三虚空塌陷时的余波冲击至此的，若不是两人十指相扣，恐怕早已遗失彼此。也正是因为虚空塌陷的缘故，两人没有回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天地，似乎要永远的迷失在这里。突然，一时之河震颤了一下，发出微弱的光，两道身影才受到牵引，开始缓缓下沉。不知过了多久，可能是1天、2天，或者1个月、2个月，他们前方出现了一抹灰白。那抹灰白不是光源，却在黑暗中清晰可见，随着接近越来越大，直到最后高不可攀。这竟然是一道城墙，一道古城墙。城墙是由一块块石砖整齐垒成的，上面布满征沙的痕迹，两端绵延至黑暗中，不知其所长。一道城墙横贯古今，它是何人铸造，又通向何方？是上古诸神走过的路，还是通往彼岸的桥梁？没有人知道。它就这样悬浮在黑暗中，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似在缓缓移动，又似永恒不动。而随着午夜宁与秦秦的到来，终于给这道古朴的城墙增添了一点生机。两人在一时之河的牵引下，沿着墙体缓缓漂浮，最后进入了一座宏伟的门户中。一进入门户，里面空间法则便与虚空完全不一样了，两人无法悬空，重重摔在地上。死！秦秦揉了揉脑袋，撑起身子，看清周围的景物后，彻底呆住了。那个只在远古画面中残存一二的场景，真的出现在了眼前。他们竟然来到了天关漫道。天津柱大哥，这什么情况？我们怎么？第一时间，秦秦便在脑海里发问，可惜没有任何声音回应他。天津柱早已离开，如今能靠的只有他自己。秦秦默然。小白！就在这时，午夜宁眉毛轻颤，猛地坐了起来。他从沉睡中惊醒，离别时的画面历历在目。大小姐，小白不在这里，我们也……秦秦搀扶着他，神色复杂。这里是天关漫道。喘了几口粗气后，午夜宁逐渐意识到现在的处境，也将悲伤的情绪压下。两人起身观察了一下四周，又看向身后那道巨大的门户。我们应该是从这里进来的，但现在恐怕无路可归。秦秦沉声道。
门户外是一片漆黑，没有标志，也没有声响，如果贸然进入，只会白白迷失。两人在门户前盘坐了很长时间，也没等来什么变动。不行，这样苦等下去不是办法。午夜凝望向两边，道：“看来只能沿古道而行了。”漫长的石板路通向未知的尽头，在极远处的拐角处，不知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出发前，两人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这里除了没有天地灵气外，与原本天地无太大差别。可一旦灵力耗尽，午夜凝便与凡人无异。这个时候，秦秦修武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即便灵力全失，依旧有战斗之力。但很快又有新的问题摆在了两人面前：哪里是前，哪里是后？该往左还是往右？这个选择将改变他们的命运。午夜凝沉吟片刻，道：“往左吧。”好。秦秦点头。两人一同向左行，一路上除了有说话声和脚步在枯寂的石板路上回荡外，再无其他声响。同时，这里也没有日升日落，仿佛时间流逝得很缓慢，很缓慢，近乎感觉不到。走了许久，两人终于看到了另一道大门。不过这道门户是紧闭的，上面刻有各种纹路。欣喜之余，秦秦上前推了推，发现无法打开。门后面是什么？是无尽虚空，还是繁华的城市？在真正进入前，这都只是猜测。就在这时，秦秦眉头一皱，在午夜凝的推搡中，把他鞋袜给脱了。你干什么？午夜凝坐在地上，气喘吁吁，那双从小便娇生惯养的粉嫩脚丫，已经因为长时间行走而有些红肿。秦秦直视着他，没有说话。不知为何，午夜凝心里一虚，道：“我只是想节省点灵力，万一遇到什么凶险，我还得救你呢。”秦秦背过身去，喂，你这什么态度？我可是你主子。午夜凝恼了，抬腿在他身上蹬来蹬去，却见秦秦蹲下身子，弯下腰，道：“上来。”午夜凝一愣，礼不直气也壮的哦了一声，趴到他背上。之后，秦秦背着午夜凝继续前行。过程中，他们又经过了数道门户，但每道都一模一样，无法打开。这不禁让他们产生怀疑，自己到底前进了，还是在原地踏步。不知道走了多久，两人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回望来路，灰色的石板砖蔓延至看不到的尽头，他们仿佛走了很远，又仿佛还在起点，仿佛在向前进，又仿佛在后退。一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感、恐惧感涌上心头。也不知道我爹娘怎么样了，还有小白，他还那么小。午夜凝声音颤抖，抱着双膝，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别担心，大小姐，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他们还在等我们回去。秦秦坐在午夜凝身边，伸手想摸摸她的头，可想到自己鬓角的白发，又缩了回去。就在这时，午夜凝一扭身，直接扑进了秦秦怀里。秦秦浑身一震：“小秦子，我们会死在这里吗？”午夜凝抬起头，一双眸子里满是水汽。秦秦神色一柔，轻拍她的肩膀，道：“不会的，大小姐，别怕，秦秦会一直陪着你。”午夜凝闭上眼睛，往他怀里拱了拱，就维持着这个姿势睡下了。小秦子，冷。睡梦中，午夜凝呢喃。秦秦犹豫一下，抱住了他。午夜凝嘴角扬起，心满意足的笑。待午夜凝熟睡后，秦秦再次审视起这条苍凉枯寂的石板路。这里没有生机，没有希望，没有尽头，但同样也没有敌人，没有征杀，没有尔虞我诈。不知不觉中，秦秦竟然也睡着了。这还是他离开凡俗以后睡的第一个安稳觉。恍惚间，秦秦感觉有什么在他脸上贴了一下，软软的，气气的。等秦秦睁开眼时，午夜凝早已苏醒了，正叼着头绳，对着悬浮的镜子梳理长发。大小姐，你怎么没叫我？秦秦慌忙起身。大小姐醒着，而她在旁边睡觉，这是进吴府以后从未发生过的。看你睡得香，没忍心叫你。午夜凝没有扭头，只是在镜子里嘻嘻一笑。多谢大小姐。秦秦讪讪的挠头，突然觉得在这天官漫道中也挺好的，但他很快便将这个想法扼杀，心道：我真自私。两人收拾一番后，继续上路。一路上满眼尽是灰白色的石砖，午夜凝与秦秦早已看得麻木。又经过了3-5道巨大门户，两人眼前突然晃出一抹绿色，细看之下，竟然是2棵绿色的小草。午夜凝与秦秦震惊，快步上前。墙角的缝隙中，2棵小草平平无奇，若在其他地方根本不会让人多看一眼，可在这天官漫道中却是绝美的风景。因为在石砖的裂缝中是不可能生长出草叶的，如果有，一定代表生命的奇迹。这2棵不会是传说中的神灵草吧？两人相视一眼，难以置信。一时之和的画面中，地袍生灵曾以天官的植物为食，用以延续生命，但因为本源被斩，最终化为石像。而当时他所食用的小草与现在所见一模一样。秦秦采下一颗，放在鼻尖嗅了嗅，只觉一股清香入体，虽然虚淡，却浸润5脏6腑，经久不散。要不尝尝？两人犹豫过后，决定分食一颗。随着小草入腹，磅礴的生机瞬间在两人体内炸开，充斥于每一分血肉。这股生机让两人的生命力完全充盈后，又无法外溢，最后只能向内消融于骨肉。真的是神灵草！感受着体内的变化，秦秦大喜，不用想也知道自己的鬓角腹黑了。可当他向午夜凝时，瞬间瞪大了眼睛。午夜凝由于吞噬过渊虚骨液的缘故，生命力本就充沛，如今又有神灵草入体，竟然直接变回了15-16岁的青涩模样。原本成长不少的他，再度有了些稚嫩与可爱。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午夜凝问道。秦秦咽了口唾沫，道：大小姐，您自己看吧。
午夜宁不解，欲取出镜子，才发现自己的袖口大了一截。两人不敢再胡乱食用了，决定将另外一颗神灵藏好生保管，以备不时之需。这种东西一旦暴露于天地间，必将引发无数人争抢，特别是那些寿元将近的老不死。不过有了这颗神灵草后，两人的心情好了不少，觉得在天关漫道中生还的机会大了些。接下来走了多久，两人已经没有概念了，时间单位也有几天、几个月，变成了几道门。看着秦秦乾坤中取出的最后一壶酒，午夜宁陷入了沉默。就放在这吧，也许其他生灵看到会好奇这是什么。午夜宁道。其他生灵，秦秦心中一颤。进入天关漫道以来，除了那2颗神灵草外，他们再未遇到过其他活物。似乎天关的尽头便代表着死亡。放下酒壶，收拾好心情后，两人重新出发。终于在经过第31道门户时，看到了不同于灰白的颜色。在古道的拐角处生长着一棵翠绿的植物，与神灵草不同的是，它竟然开出了花，一朵淡黄色的花。这朵花很圣洁，散发独特的香，花瓣晶莹剔透，薄如蝉翼，随着两人的到来而摇曳。一定是了不得的神药。秦秦精神一振，走到近处才发现异常，这朵花下面的石砖上竟然沾满了干涸的斑驳的血迹。而顺着血迹往拐角看，秦秦愣住了。前方的古道上堆满了体型庞大、形态各异的尸体，只在中间留下一条狭长的可通人的崎岖小路。原来是吸收了这些尸体的血液才得以盛开。午夜宁也看到了这一幕。两人摘下这朵不知名的花后，缓缓向尸体堆走去。他们不知死去了多少年月，血肉早已腐烂的不成样子，有的骨骼不朽，堪比雨冰，足以证明生前的强大之处。看来是那一界的生物。午夜宁与秦秦心中一沉，这些尸体身上的甲胄与一石之河中所见的冰浆完全相同。他们为何会死在这里？是什么生物所为？前路又通往何方？这些问题压在两人头上挥之不去。而且这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被钝器所杀。话虽如此，他们死的却干净利索，或是被一击命中要害，当场毙命，或是断口处齐整无比，仿佛再坚固的甲胄都无法抵挡。好可怕！午夜宁与秦秦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尸堆中，希望不要有变故发生。没过多久，前面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骨甲，上面刻着的东西赫然是人族文字。难道这里是人族先辈走过的路？两人又惊又喜，觉得有生机可循。骨甲上开篇便是造化天成功5个大字，下面又洋洋洒洒刻了几百个小字，苍劲有力，明显是武道极强者所留。这篇功法就这样刻在明面上，不加掩饰，也没有任何线，任何经过的生灵都可以一观，透着股洒脱之意。大小姐，稍等我片刻。秦秦心潮澎湃。哦，午夜宁对武道提不起兴趣，便由着秦秦参悟，自己在一旁等待。盘坐一番过后，秦秦猛地睁开双眼，满目骇然。这篇功法与之前所接触过的截然不同，隐约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一条极端的道路。功法中涉及气在与3大卷，每一卷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其中与比较好理解，可以以自身或者自身武艺代替，可契合在又是完全对立的2个面，无法同时存在。怪不得大大方方刻在这里，此乃天道悖论，根本无法修行。若是强行为之，只会自取灭亡。秦秦心中后怕，但面对这种未知的新鲜事物，又有强烈的好奇。正当他准备沉下心继续参悟时，一声异响将两人惊动。只见不远处的尸堆中探出一只巨大的爪子，同时还有半边被斩断的脑袋。有异族兵将未死。午夜宁与秦秦头皮发麻，这种境界的存在，不论伤得多重，都不是他们可以抵抗的。不待他们多想，那异族兵将已经从尸堆中爬了出来，仅存的一只眼睛闪烁乌光，浑身甲胄满是血污。他的半边身子被钝器斩断了，是依靠其他尸体的遮盖才躲过一劫。跑！这是午夜宁与秦秦的共同想法。好！咆哮声震耳，那异界生物发疯一般向两人扑来，速度之快让人骇然。小秦子，站在我身后！午夜宁神色一变，下意识地催动足血抵挡，然而什么都没出现。午夜宁一愣，这才意识到足血已经在之前那一战中破碎了，再也无法催动，而异族的巨爪已经近在眼前。大小姐！随着眼前一花，一个温暖的胸膛将他抱走，与那巨爪擦肩而过。正是秦秦。轰！巨大的爪子扑了个空，又与其他异族的尸骸碰撞在一起，发出尖锐而剧烈的轰鸣。秦秦抱着午夜宁落在旁边的尸堆上，这一击过后，两人彻底放弃了争斗的想法。那异族兵将的肉身至少是破虚境，一旦被击到，必将当场殒命。两人没有犹豫，御空而起，在狭长的古道中急速飞行，同时躲避各种巨大骸骨形成的障碍物，这会让他们速度锐减，但别无选择。身后，那异界兵正扒开重重骸骨，快速追赶。他的身体被斩了一半，只能借助一只手撑地来维持平衡，但即便如此，他的速度还是快过两人，几个呼吸便已贴到身后。轰！又是一记重击落下，午夜宁与秦秦险而又险地避开。若不是古道中存在某种法则，无法破碎虚空，这一爪恐怕已经落在两人头上。呜呜！那异族张开残缺的嘴，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丑东西，离我们远点！午夜宁催动神通，血色灵力不断轰击在身后的异族身上，但收效甚微。眼玄镜的攻势击在这种破虚境的老怪身上，如同挠痒痒。午夜宁收手，不再浪费灵力。就在异族兵将的爪子再次袭来，两人避无可避之际，秦秦眼疾手快，从旁边的尸堆中抽出一根棒骨，狠狠甩在他的脸上。轰！那异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棒子捶歪了头，失去平衡，栽倒在尸堆中。两人借此机会瞬间飞出极远的距离，
回首看，那异族生物已经不见了踪影，似乎被彻底甩开了。呼！吴叶宁长舒了一口气。砰砰砰！可就在这时，两人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再回首却什么都看不到。在上面，秦晴一声急呼，不知何时起，那异族兵将竟然倒攀在古道顶部，追到了距离两人极近的位置。下一刻，异族兵将一跃而出，恐怖的黑影笼罩在头顶，几乎已经预示着两人的死亡。大小姐小心！秦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推开武叶宁，两人一左一右，各自坠进旁边的尸堆中，这才躲过一劫。轰！古道中传来闷响，那异族兵将再次扑了个空。尸堆中有的骨骼坚硬无比，彼此穿插间形成了缝隙，正好可以让人躲藏。好！异族兵将发出愤怒的咆哮，巨爪在尸堆中来回刨弄，不断压缩两人的生存空间。武叶宁与秦晴忍着各种腐烂器官带来的恶心，在巨大尸骸的夹缝中东躲西藏。就在这时，两人察觉前面的尸骸越来越稀疏，意味着这段尸堆路即将走到尽头，而他们也不再有任何庇护。两人透过尸骸间的缝隙相视一眼，小晴子，冲！武叶宁果断传音，紧接着两人化作流光冲出了尸堆。随着眼前豁然开朗，他们正式离开了这段堆满尸体的古道。两人身后，那只异族兵将也追了出来，在古道两侧的墙壁上来回攀越，残缺的头颅里不明液体挥洒一路。好在现在的古道空间宽广，畅通无阻，武叶宁与秦晴的飞行速度陡然提高，那异族第一时间追赶不上。就这样，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两人在前面逃遁，一个异族在后面穷追不舍。很快，一道门的时间便过去了。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灵力迟早会耗尽。武叶宁咬牙，若是灵力耗尽，他只能靠秦晴抱着了。可小晴子一个人又能坚持多久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那异族兵将虽然去了半边身子，但有破虚境的体魄支撑，速度只增不减。紧迫之际，第二道门户出现在两人面前。与先前经过的所有门户不同，这道大门竟然是敞开着的。从天关中向外望去，四周尽是深邃的虚空，但并非完全黑暗，未知的地方传来光亮，映照出无数星辰。与此同时，极远处还有璀璨的星河倒挂，无数细小的星辰漂浮其间，如同尘埃般散发若隐若现的光。有星辰！两人大喜过望，星辰的存在意味着有东西可以做标记，不至于完全迷失方向。这时，沉闷的脚步声接近了，那异族生物已经杀到近前，巨大的爪子高高抬起，恐怖的肉身卷动狂风。大小姐，跳！两人一咬牙，纵身跃入了这片未知的虚空。再回首，那异族兵将已经不见了踪影，甚至于整个门户、整个庞大的天光漫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能，我们在天关中走了那么久，根本无法丈量其长度，怎么会凭空消失呢？两人心中巨震，不知来处、不知归处的古天关就这样消失在这片天地，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人悬浮在了一片天地未知的虚空中，放眼望去，四周尽是冰冷与枯寂，没有任何生机，只有一颗颗星辰为伴。天关漫道是怎样将我们带到这里的？我们又该如何归去？武叶宁与秦晴心情沉重，他们被天关漫道所抛弃，迷失了回家的路。总之，先找个地方落脚吧，说不定可以找到回去的方法。两人借助极远处一颗星辰散发的光，在虚空中游荡。期间，他们登上过几颗距离较近的古星，但一无所获。这些星辰无一例外，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仿佛整个虚空也是如此。不知游荡了多久，一块碎裂的大石从两人面前飘过，让他们暗淡的眼眸重新有了光。这是建筑！秦晴激动地上前，这块碎石上明显有凿刻过的痕迹，并且手艺精细，像是某个大殿的顶层建筑。有建筑就说明有生命。武叶宁与秦晴难掩喜悦，在这片死寂的虚空中，没有什么比鲜活的生命更能振奋人心。两人望向大石飘来的方向，那里还有不少建筑残骸，或大或小，不知道漂浮了多久才到达这里。秦晴探查了一番，发现一块断墙上竟然刻有古文字，与原本天地的古字极为相似，辨认起来无大碍。难道无数岁月前，两个天地的生灵曾有交集？这个消息让两人震惊，不禁看向茫茫虚空。他们是通过天关漫道穿行的吗？或者说，他们是天关的铸造者？为了去往某个地方，两人决定逆着碎石的方向而行，希望能找到他们的来源地，寻到生命的痕迹。接下来，两人开始了漫长的飞行。沿途中，他们穿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星辰，也见识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绝美星河。渐渐的，建筑残骸变得越来越密集，起初只是坍塌的墙壁或断裂的房梁，后面又出现了骸骨、兵器与玄铁铸成的甲胄。武叶宁与秦晴心生警惕，这些明显是征杀过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感知不到的地方潜藏着某种凶险。但同时，两人也心有疑惑，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感应到任何灵气，不知这片天地的人是如何修行的。就这样，又飞行了一段时间，两人停留在了一颗赤红色的古星前。建筑残骸正是从这里开始四散的。从远处看，这颗古星似乎没有被植被覆盖，河流也很稀少，隐约能看到一条条山脉与干涸的河床。但是，当两人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时，赫然看到了一个巨坑，一个足足占据了星球表面1/5的巨大深坑。这么大的坑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是其他星辰撞的？不对，如此大的撞击范围，整个星球都会爆掉。秦晴自语，感觉很不寻常。下去看看吧。午夜凝道。两人快速接近这颗古星，穿过层层大气后，降落在了巨坑的边缘。站在这里，根本望不到巨坑的边际，下面则一片漆黑，深不见底，仿佛直通向了地心。除了巨坑外，
周围几乎没有人迹，赤红色的大地生长着灰褐色的杂草，风里夹杂着肉眼可见的沙尘，让人很不舒服。红沙中隐约可见点点微光，两人走近，发现是些指甲盖大小的矿石，残存着极少的灵力。看来这里的人是依靠这个修行的，类似于我们天地的灵晶石。午夜凝道，在远处还有座残破不堪的山门。午夜凝与秦行至山门前，见大石上刻有浩渺宗3个字，旁边散落着一些法器，但早已失去灵性。但从规模与数量来看，这里曾经是有许多修行者的，并且繁极一时，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这副荒芜破败的景象。谁？就在这时，午夜凝神色一寒，甩出一道血芒，轰隆，一根石柱应声倒地，扬起的灰尘中蹲着一个身影，正在瑟瑟发抖。那是一个7、8岁的男孩，抱着头，双目紧闭，体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有些消瘦。不过他并非凡人，身上有微弱的起灵境波动。别杀我，我没有偷藏矿石。感受到脚步接近，男孩下意识的求饶。午夜凝与秦相视一眼，除了极重的口音外，小男孩的话他们完全能听懂。果然，两个天地有过交集，语言与文字极有可能同出一源。两人心中有了判断。你是什么人？午夜凝开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杀伐气，吓得小男孩浑身一颤。我是浩渺宗的弟子。小男孩道。秦见他这么怕的样子，神色稍缓，道：放心，我们不是坏人。可你们穿的是长衫。小男孩颤颤巍巍抬头，略显脏乱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衫？秦一愣，这才注意到小男孩上身仅有一件破烂的短袖。你们的文字和语言是何人所创？他们现在身处何处？午夜凝直接问道。小男孩脸上闪过疑惑，但还是老老实实答道：是几位太祖所创，但他们早在远古时期便已离开，消失在了茫茫星海中。他们有留下什么吗？午夜凝眉头微皱。小男孩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太过久远了。好吧。两人叹了口气，恍然若失，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星空中，他们渺小如尘埃。这时，小男孩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道：哥哥姐姐，你们跟我来。两人一怔。于是，在小男孩的带路下，午夜凝与秦穿过各种建筑，行走在荒废已久的浩渺宗里。期间，小男孩一直小心翼翼，好像怕被什么人发现。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类似于藏经阁的地方，这里不似外面那般脏乱，书架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显然，小男孩经常至此。午夜凝与秦打量着，随意抽出几本翻看，大都是一些起灵境的、眼玄境的低级功法。小男孩借着梯子登上高处，从书架里抽出一本厚厚的书，道：这本是古史，应该有关于太祖的记载。太好了。秦接过古史，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中文字虽然晦涩，但大致可以阅读。据史书记载，这颗星球原本是有灵力的，太祖到来后开灵智，传道法，修行者层出不穷，甚至出现过诸强并起的繁荣时代。从对这些强者的描述中，秦猜测他们可能是破虚或者至圣境巅峰，而6位太祖大概是道境。然而书中关于近代史的部分却缺失了，整个星球为何变成这样，无从考证。秦继续翻阅，直到翻到一张画像时，瞳孔骤缩。画中有6名男子，神色端庄，其中一人将双手高举过头顶，似乎供奉着一物。这是天经柱的书页。秦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午夜凝见他神色异样，隐约猜到了什么。在天官漫道那段难熬的时间里，秦已经向他坦白了天经柱的事，当然免不了一顿责罚。好在天官中无人看见，不然小秦子恐怕要找个砖缝钻进去了。也就是说，这里的文字其实是从我们那边带过来的，包括这页经书。午夜凝道。秦点了点头，但心情难免沉重。经书的存在，证明这6位太祖并非天官的铸造者，而是与他们一样，因为某种原因来到了这里。他们最后踏天关而回了吗？还是永远留在了这片天地，不得而知。之后，两人向小男孩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小男孩答不上来。自从他出生以来，那个巨大的坑洞就已经存在了，里面都是采矿的人，偶尔会有巨大的铁皮人出入。采矿？铁皮人？秦愕然，他猜测巨坑深处可能是这个星球的灵脉，由于开采过度而不再产生灵气，同时也受到影响了生态环境。两人继续翻阅古籍，希望能找到更多有用的东西。期间，他们得知小男孩叫西南，出生在后山的一处贫民窟里。秦给了他一些食物，这小家伙估计是饿坏了，吃得狼吞虎咽。很快，两人在古籍中找到了关键信息，那就是6位太祖曾留下一个吊坠，上面刻着玄妙的图案，像极了传送阵的一部分。两人仔细研究了一番，觉得吊坠上的图案更像是一个标记，虽然不可以横渡空间，但可以遥相感应，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谁在里面？就在这时，藏经阁外响起男人的声音。西南神色一变，本能的想躲藏，但想到屋子里还有午夜凝与秦，又迟疑了。哥哥姐姐，你们千万别出来，被抓住就惨了。西南留下这句话后，不等两人反应，毅然决然地冲了出去。透过窗纱的破洞，秦看到一个中年道士正朝这边走来，修为不高，约莫起灵境巅峰。张师叔，是我。西南迎了上去。原来是你小子，你跟谁讲话呢？那中年道士凶神恶煞的样子训斥起西南。午夜凝与秦没有轻举妄动，正好他们正想通过这道士之口了解更多信息。就我一个人，我自言自语呢。西南挠着头，有点窘迫。一个人？你一个人来这干嘛？道士半信半疑。我想学习一些道法。
学个屁！再厉害的道法，没灵力有个屁用！走，给我下井去！道士不耐烦的道。是说，我不想回去，你就放我一马吧。西南不住的摇头。给我过来！你不去我上哪领赏啊？那中年道士揪起西南的领子，二话不说，御空而起。他们走后，午夜宁与秦晴才现身，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山脚下10几个穿着短衫的人正在前行，男女老少都有，除了少数几个有修为外，其他的都是凡人。他们被几个启灵境大成的修士压守着，没有逃跑的机会。中年道士落下来后，把手里的西南推进队伍里。很快，一行人来到了巨坑边缘。与之前不同的是，这里有几个穿着奇装异服、容貌怪异的人正在等着他们。这是什么生物？午夜宁眉头微皱，这些人的皮肤呈深蓝或者墨绿色，明显不是这个星球的生命。其中外侧的几个体型庞大，足有2人高，身上背着重型武器，中间则是个脑袋硕大、四肢瘦小的侏儒，脸上戴着半透明的面罩，上面不断有数字闪动。姓张的道士将西南等人带来后，掏出一个通行证模样的东西给巨型外星人，随后走到侏儒外星人面前。侏儒外星人冷漠的点点头。长官，我这次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您看。张道士满脸期待的苍蝇搓手。侏儒外星人没有说话，从腰间取出一个装满蓝色矿石的罐状物，丢在地上。哎，多谢长官，多谢长官。张道士激动的点头哈腰，捡起矿罐后，又将里面一些分给手下人。之后，侏儒外星人看向穿短衫的一行人，指了指深不见底的巨坑，示意他们下去。等什么呢？你们还不快下去！张道士附着踹了旁边的壮丁一脚。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死！突然，人群中传来怒吼，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冲杀出来，赫然是眼玄境的修为。你！张道士被吓了一跳，急忙扑倒在地，躲开致命的神芒。老者一击不成后，又看向旁边的侏儒外星人，道：“还有你们这些怪东西，滚出我们的星球！”说罢，老者欲再次施展神通。自无声无息间，一道红色激光洞穿了老者的眉心，势头不减，直将地面切割出一条长长的沟壑。见这一幕，暗中观察的午夜宁与秦晴吃了一惊。小晴子，刚才那是什么？午夜宁问道。没有使用灵池，而是以某种特殊手段将灵力转化为了杀伤力。秦晴沉声道：“哼，低等生命。”没有感情的机械翻译音响起，侏儒外星人收起激光枪，面容冷淡。长官，你这法宝也太厉害了，什么时候借我玩玩？姓张的道士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嘴里不断说着恭维的话。经此一事，穿短衫的人心生畏惧，再也不敢反抗了，纷纷沿着巨坑边缘的阶梯往下走。之后，张道士的手下继续押送一行人进入巨坑，他自己则带着剩下的矿石美滋滋的御空而起，跟上他。午夜宁与秦晴尾随张道士翻过几座山，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城池。这座城池面积不大，半截城墙都已倒塌，里面的人来来往往，有修士也有凡人。见到张道士，许多人都远远地躲开，不敢招惹，一些修士则主动上前攀谈，似在商量某种交易。对此，张道士总是挺着胸膛，露出得意的神色，在外星人面前卑躬屈膝的他，在自己族人面前却是神气十足。大爷，有没有那个？秦晴装作很懂的样子，与旁人打探消息。从他们口中得知，这里暗中是有蓝矿石流通的，由巨坑里的亡命徒带出来，再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张道士聊过几句后，径直拐进一个巷子。午夜宁与秦晴急忙跟上，怕跟丢了。巷子里充斥着男男女女的呻吟声，一些姿色较好的少女站在门前，神情麻木。哎呦，张官爷，您来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上前，热情地招呼着。今天又新到了一批货，都是极品，您要不要尝尝？张道士挑了挑眉毛，道：“有没有年纪再小一点的？”妇人露出为难之色，道：“张官爷，您也知道，年纪小的哪里经得住你折腾，恐怕一次就……”张道士没说话，抛了抛手中的蓝色矿石。妇人立刻两眼放光，道：“有，我这就上楼给您安排。”贱人！张道士骂了一句，心满意足的转身。突然，一只大手捂住了张道士的嘴，把他拖向阴暗的胡同。张道士刚想反抗，忽觉脖子上传来眼玄境的恐怖气息，瞬间不敢动了。见张道士老实了，秦晴缓缓松开手。面对眼前这一男一女，张道士咽了口唾沫，道：“你们是谁？从现在开始，我们问你答。”午夜宁冷声道。张道士慌里慌张的摇头，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以把矿石都给你们。”午夜宁眸光一寒，血芒向前逼近几分，一滴鲜血流下。张道士被吓得一哆嗦，浑身紧绷，再也不敢乱开口了。那些外星人从哪来的？秦晴道：“我不知道啊，他们称之为母星。”张道士颤颤巍巍的回答：“什么时候来的？”大概4000多年前，他们用尖端科技打败了我们星球的强者，并大肆开采地下矿脉，获得资源的同时，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果然，午夜宁看向秦晴，这与他们猜测的基本相同。这个星球的其他修士呢？就这么放任外星人掠夺资源？秦晴继续道。张道士露出欲哭无泪的表情，道：“我们也想反抗啊，可第2次赤星大战失败以后，修士便彻底没落了，直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你这种败类还反抗，我看巴不得认外星人当祖宗吧。”午夜宁冷冷嘲讽。张道士恬不知耻地笑了笑。这时，秦晴取出一张从古籍上撕下来的书页，指着道：“见过这个图案的吊坠吗？你们太祖把它留在哪了？”张道士仔细看了看，摇头道：“
没见过，几位太祖可是远古时期的人物，我哪知道这些。吴业宁又将血蟒往前推了推。别！张道士快急哭了，这我真不知道啊！太祖的东西都在太祖庙，可太祖庙已经在大坑下不复存在了。吴业宁看他不像说谎的样子，面色一沉，看来想要找到吊坠，还得冒险去巨坑里走一趟。就在两人沉思之际，张道士眸光闪烁，突然从乾坤中取出通行证，欲按下某个按钮。然而秦秦早有防备，一把寒光凛冽的长剑现世，直接把他的胳膊钉在了墙壁上。啊！与此同时，吴业宁用血芒抹了他的脖子。张道士嘴巴大张着，只发出一声短暂急促的呼喊，缓缓滑坐在血泊中。奇怪，这畜生到哪去了？胡同外，妇人扇着扇子来回张望了几眼后，又返回了阁楼。好险！吴业宁与秦秦松了一口气，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若两人的配合稍有差错，可能会惹来大麻烦。秦秦从张道士手中捡起通行证，剑上面有块特殊晶体，蕴含不小能量，一旦被触发，两人必将被轰击出去。同时，那些外星人也会感知到。两人收好通行证后，御空而起。不多时，巨大的坑洞出现在眼前。两人找到阶梯的位置，顺着往下走，穿过一个透明的玻璃通道后，来到了第一个关卡。这里有几个巨型外星人在巡逻，背上的重型火炮流转能量，蓄势待发。秦秦压着午夜宁走近，亮出手中的通行证。那巨型外星人看了通行证两眼，晃了晃手中的激光枪，示意他们过去。就这样，午夜宁与秦秦顺利通过关卡，来到了巨大深坑的内部。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层层的弧形建筑，通向未知的地心深处。建筑不远处悬浮着几个巨大的虫洞，其内散发强烈的空间之力。走道里，穿着短衫的人正拉着一车车的矿石艰难向上，但这些精纯的蓝色矿石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换取活下去的口粮。这些人将矿石拉上来后，暂存在运输飞船的货舱里，待货舱装满，飞船便启动了，悬浮着，缓缓驶进巨大的虫洞，消失无踪。走道与走道之际，还连通着几根纵向升降的柱状走廊，可以在各个区域间快速往返。吴业宁与秦秦乘坐快速回廊，来到下面一层的空间，与过路的人打探消息。大哥，见过这张纸上面的图案吗？这位大哥，见过这个图案的吊坠吗？秦秦指着书页询问。不知道，没见过，不清楚。然而他一连问了好几个人，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这些人看到他们穿着长衫后，或是露出厌恶的表情，或是麻木着擦肩而过。两人不由得驻足，感觉这个问题有些棘手。突然，一个正在拉矿中年人晕倒在地，口鼻中涌出大量鲜血，抽搐不止。旁边人围了上去，手足无措。吴业宁与秦秦赶了过来，问道：“他怎么了？”一个少年红着眼道：“巨坑下面的物质会干扰能量运行，影响生命健康。那些外星人不愿干，就逼着我们下去。”秦秦心情沉重，怪不得张道士一直从外面拉人，一旦进入这里，寿命必然会大大减少。吴业宁将手放在中年人的胸膛，施展嗜血摩天诀，替他止住了伤势。多谢两位少侠。中年人开口，虚弱的眼神中夹杂着感激。吴业宁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次疗伤只是暂时的，这个中年人活不了太久了。你们几个干什么呢？还不去干活？远处负责看管的修士嚷嚷起来，众人纷纷散开。吴业宁与秦秦也起身，打算继续搜寻。没走两步，一个之前询问过的老者拉住了秦秦，道：“小兄弟，你刚才问的那个东西，我在 B 区一个地方见过。”秦秦顿时欣喜，道：“真的吗？多谢老大哥。”老者眼中有泪，道：“我看出来了，你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怕外星人，就怕自己营地里的蛀虫。”吴业宁与秦秦沉默，这几千年里一定发生了太多，但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探究。两人根据老者指明的方向，通过快速回廊，穿过机械守卫区，最终来到了 B 区。这里是距离洞口极远的区域，几乎没有光线，唯一的光源便是头顶的聚光灯。这里依旧有许多人在拉矿，有的早已习惯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有的从出生便在这里，到死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几个机械手臂正在运作，用巨大的钻头开凿着什么。午夜宁与秦秦行走在 B 区中，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乱石堆里找到了那块刻有神秘图案的吊坠。秦秦心中五味杂陈，曾经太祖留下的东西就这样埋没在不起眼的角落中，被人所遗忘，被历史遗忘。说把偷的矿石藏哪了？突然隔壁传来厉喝声：“我没有偷，我没有偷。”另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午夜宁眉头一皱，这声音不是别人，正是小西南。隔壁区域一个胖修士将西南倒提了起来，晃荡几下，顿时几块蓝矿石噼里啪啦的坠地。还说没偷，那这是什么？胖修士眼冒金光，这是师傅留给我的，师傅临终前给我的。西南奋力挣扎着，但以他微弱的修为，根本无法抵抗胖修士。胖修士将西南扔在地上，狠狠踩住他的背，随后看向悬浮在一旁的外星侏儒，道：“长官，抓到一个私藏矿石的小鬼，您看怎么处置？”说话的时候，胖修士满脸期待。其实他与西南并不相识，但只要抓到私藏矿石的，就会获得赏赐，所以他才这么尽心尽责。私藏矿石者死！外星侏儒高坐在悬浮椅上，用手掌对准西南的脑袋，掌心的环状物正在积蓄能量。西南咬着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眼睛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蓝矿石。迎接他的将是死亡。噌！突然间，一道血芒呼啸而来，斩向外星侏儒的手臂。
外星侏儒神色一变，坐下悬浮椅自动开启保护罩，将其庇护在内。砰！闷响过后，悬浮椅一阵摇晃，外星侏儒的手臂也被甩向一旁，掌心积聚的能量正好轰在了胖修士胸膛。噗嗤！胖修士看着胸前的血洞，满眼不可思议，随着倒地，胸腔里不断往外冒血。谁？外星侏儒猛地回头，见一男一女缓步走出，男子18、19岁的样子，清新俊逸；女子看起来稚嫩得多，但眸子闪着血光。大哥哥，大姐姐！西南愣了一下，再也忍不住委屈了，眼泪从面颊淌落。人类修士！外星侏儒双目微眯，一掌拍下悬浮椅上的红色按钮，道：找死！顿时，四周的通道里响起呼呼的破空声，有大量的飞行物正在向这边迅速靠拢。吴叶宁与秦秦神色凝重，其实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本想悄无声息地离开，但是到如今不得不出手了。那个小男孩曾为了保护他们，天真的去引开张道士。短短几个呼吸，悬浮的小炮台一个接一个冲出，红外线汇集在两人身上，将他们团团包围。外星侏儒的面罩下，红色的光圈锁定了两人，他没有犹豫，一声令下，轰！下一刻，所有小炮台同步发射激光，午夜宁与秦秦急忙闪身，躲开这致命的攻势。而随着两人的动作，这些小炮台齐齐调转枪口，一道道激光接连不断，在周围的墙壁和机械设备上留下焦黑的坑洞。午夜宁与秦秦御空而起，剑芒与神通术法齐出，将一连串的炮台打爆。快跑啊！出事了！快跑！一时间，整个 B 区陷入了慌乱，所有人四散而逃。西南趁乱向前摸爬了几步，捡起蓝矿石就跑。我去宰了那个矮冬瓜！与此同时，午夜宁黑发张扬，血色凌厉，汹涌而出，直指坐在悬浮椅上的外星侏儒。砰砰砰！数十个小炮台被击落，然而他们还在源源不断的支援，密集的挡在外星侏儒的身前。一瞬间，又有数十个炮台将炮口对准了午夜宁，恐怖的能量正在积蓄。可恶！午夜宁咬牙，掀起血浪，将这一轮的攻势挡下。秦秦见西南趁乱逃脱了，道：大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撤。好。午夜宁点头。两人不再恋战，一个急转弯飞进了来时的通道，从这里出去便可以离开 B 区，沿着巨坑快速向上。他们身后那些小炮台也齐齐拐弯，穷追不舍。午夜宁与秦秦一边抵挡，一边急速飞行。突然，前方传来沉闷的脚步声，有庞然大物正在逼近，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坏了，是那些大家伙！秦秦心中一沉。只见5、6个巨型外星人出现在视野中，其中一只发出咆哮，背上的重型炮台已经在运转了。轰！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整个 B 区一阵晃荡，仿佛要坍塌一般。烟尘散去，通道里出现了一个大洞，被损毁的高端设备不计其数。大洞旁边，午夜宁与秦秦一阵后怕，若不是他们反应及时，恐怕已经被这一炮轰成渣渣灰了。蠢货，不要在这里使用重型能源！后方，外星侏儒扶正倾斜的悬浮椅，大声训斥。外星巨人一愣，左右为难的挠挠头。见此一幕，秦秦神色一动，快速冲至一个外星巨人前方，锋利的冰魄神剑高举，猛地朝他膝盖劈下。啊呀！那外星巨人发出一痛苦的咆哮，单膝跪地，背上的重型炮台积聚能量，正好对准了秦秦的脸。小秦子！午夜宁惊呼出声。对此，秦秦没有慌乱，一个翻身跃至外星巨人背上，那重型炮台对准的目标便发生了改变，成了围追过来的小炮台与侏儒外星人。给你送的大礼物！秦秦咧嘴。侏儒外星人瞳孔骤缩。轰！又是一声巨响。这次过后，飞行的小炮台被清理得七七八八。侏儒外星人看着能量罩上的一条条裂痕，咬牙切齿。我说过，不要在这里使用重型能源。这一下，5、6个外星巨人更为难了，只能迈着步子扑来，挥动手中的武器与拳头。然而，这种笨拙的攻击怎么能伤到午夜宁与秦秦？两人在外星巨人的脚下闪转腾挪，轻易绕了过去。迟则生变，两人不想再耽搁，飞行速度陡然提高。前方的通道里光亮越来越明显，意味着他们离 B 区出口越来越近。看着他们的背影，外星侏儒的脸色愈发阴沉。他打开通讯界面，道 ：B 区申请调动地形机甲。很快，那边传来回复：允许调动。另一边，午夜宁与秦秦一鼓作气冲出了 B 区的范围。这里虽然还在巨坑，但是少可以看到天光了。两人感觉轻松了不少，打算御空而起。突然，几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他们头顶，头下的阴影遮天蔽日。两人抬头望去，不由得心中一沉。这就是西南所说的铁皮人吗？只见4台类人的机甲缓缓降落，体型庞大而巍巍，全身由不知名的金属铸成，力量感十足。关键部位与关节处有发光体覆盖，应该是融入了某种尖端科技。这4台机甲俯视着午夜宁与秦秦，里面各自坐着一个外星侏儒。此时，他们正通过扫描装置将午夜宁与秦秦的各项数值显示出来：生命种族人族，能量属性未知，危险等级未知。说着，显示屏里的午夜宁便甩来一道血芒。短暂的花屏后，面板上的数值发生了改变。能量属性灵能生物系，危险等级2，能量指数2390，经评估可以消除。巨坑里，午夜宁与秦秦看着毫无损伤的机甲，正感疑惑。突然，几台机甲发出苦苦呲呲凄凄的声音，浑身零部件转动，结构变得锋利而尖锐，像是进入了战斗状态。不待他们多想，
一台机甲便猛地挥动铁拳砸来。午夜宁冷哼一声，铁拳虽大，但对于这种物理上的攻击，他并未放在心上，此刻直接施展神通抵挡。然而，就在铁拳即将碰撞到血色灵力时，机甲肘关结出的发光体突然能量暴涨，给他提供了强烈的助推力。什么？午夜宁吃了一惊，这一拳的力量至少超过了是一境小城，直接将他的血灵全部轰散。危急关头，秦晴的背影出现在了前方，冰魄神剑横撑于胸前。轰！一声巨响，午夜宁急忙用胳膊抵住秦晴的背，两人足足向下坠了数十丈有余，这才稳住身形。小晴子，你没事吧？午夜宁关切道。没事。秦晴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冰魄神剑虽然无恙，但这一拳的巨力通过剑身的传递，给他五脏六腑造成了一定冲击。能量属性：冰能物理系，危险等级2，能量指数2933，经评估可以消除。高空中再次传来冰冷的声音。两人抬头见壁区那个外星侏儒也乘坐悬浮椅飞了出来，高高在上的俯视着他们，道：放弃吧，进化缓慢的低等生命是无法与高端科技相抗衡的。去他妈的高端科技，不就是靠掠夺其他星球的资源积累起来的吗？你们这么厉害，怎么不自己下巨坑采矿啊？秦晴骂道。低级生命，莫出！几个外星侏儒似乎激怒了，其中2个巨型机甲俯冲了下来，另外2个则镇守高空，防止他们逃脱。午夜宁与秦晴不敢再大意，一边与2台机甲周旋，一边伺机进攻。轰轰！高空中不断响起爆炸声，这些机甲不单有物理攻击，掌心或其他部位还可以发射小型导弹与激光，躲避起来必须万分小心。呲呲呲！秦晴挥动冰魄神剑，在一个机甲背上展出一连串火花，但只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刮痕，无法伤其根本。他们脆弱的电路都隐藏在了厚厚的金属外壳下。另一边，午夜宁同样如此，这些机甲不知是用什么金属铸成，坚硬无比。期间，他们多次冲天而起，但都被另外2台机甲补上空缺，拦了下来。可恶，只敢缩在这王八壳子里！秦晴咬牙。小晴子，你刚才说什么？听到这句话，午夜宁似乎想起了什么。秦晴一愣，道：我说王八壳子。午夜宁一拍手，道：对啊，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这铁皮人虽硬，但它里面的外星侏儒可是弱得可怜。秦晴这才回过神来，只见午夜宁一双血眸变得很厉，道：既然你刀枪不入，我就亲自把你请出来。说罢，他踏天而起，神通术法不断轰击在4台机甲上。没用的，你这种低端能量是无法对复合金属造成伤害的。不远处坐在悬浮椅上的外星侏儒冷笑，但这次他失算了，因为午夜宁的血色灵力并没有消散，而是全部涌向了机甲的结构处。这个过程中，午夜宁需要全神贯注。警告！警告！检测到不明能量入侵！检测到不明能量入侵！几乎是同一时间，4台机甲中响起危险提示音。坐在里面的外星侏儒神色一变，迅速找到了能量的来源——午夜宁。消灭它！一瞬间，他们启动了所有导弹与炮台装置，激光与追踪导弹倾泻而出。小晴子，帮我拖延时间！午夜宁一边急呼，一边躲避身形。遵命！秦晴并指如剑，冰魄神剑离手而出，在空中留下锐利的长弧。其实以他目前的武道是无法做到御剑离体的，但借助绝天堑地中掌握的空间之力，再以启灵境大成的修为作为辅助，倒可以勉强施展。轰轰轰！数十个追踪导弹被冰魄神剑拦截，与午夜宁不远处炸开，扩散的冲击卷乱了他的发丝。但是午夜宁的眸子却越发深沉，血色灵力在他的操控下，沿着繁琐的线路与复杂的零部件，一点一点向操控室里渗透。警告！检测到不明能量入侵！警告！检测到不明能量入侵！操控室里危险提示音还在继续，4个外星侏儒急了，纷纷驾驶机甲向午夜宁杀去。但是他们的显示屏里再次出现了那道持剑的身影。你们的对手在这里！秦晴将冰魄神剑召回，接连抵挡他们的猛烈冲击，每一次都被砸得大口吐血，身子倒飞，但又再次迎上去。成了！就在秦晴即将承受致命打击的刹那，血色灵力涌入了操控室，午夜宁神色大喜，毫不犹豫地催动摩天诀。这一瞬间，4台机甲僵住了，里面的外星侏儒身躯一震，感觉某种神秘在霸道地抽取他们的脑髓，抽取他们的生命。铁拳下，秦晴向午夜宁投来感激的目光。危险！检测到生命流失！危险！检测到生命流失！操控室里闪烁着红色的报警灯，几个外星侏儒挣扎着，希望有补救措施，但都无济于事。他们的脑袋迅速干瘪，无力地低垂下去。与此同时，4台机甲眼里的发光体闪烁几下，彻底熄灭。他们急急地向下坠落，有的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巨坑中，被黑暗吞噬；有的砸在了巨坑中架设的桥梁上，发出巨响。午夜宁与秦晴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那个悬浮椅上的外星侏儒被吓坏了，转身欲逃。他来赤星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诡异神通。还有你！午夜宁斜看他一眼，手掌虚抓，血色灵力涌现，全部灌入他能量罩的缝隙里。13号星请求支援！13号星请求支援！随着午夜宁纤长的手指缓缓闭拢，那外星侏儒发出最后的呼喊，变成了干尸。那几个铁皮人被解决了，真的，啪叽一声就掉下来了。直到现在，巨坑中的人们才反应过来，有的从大桥那一层探出脑袋，激动地向上张望。
确定是午夜宁与秦秦击败了4个机甲后，弧形走道里爆发了猛烈的欢呼，巨坑更深处的人不明所以，也跟着欢呼。大哥哥大姐姐，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人群中，西南满眼崇拜，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午夜宁与秦秦刚降落在一处矿石暂存地，立马被冲过来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2位少侠好厉害，你们是太祖派来的救世主吗？2位少侠，求你们带领我们反攻吧！人们兴奋地说个不停，有的修士眼中重新燃起了光。午夜宁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有点不知所措。秦秦则拨开人群，尽职尽责地护着他。2人的当务之急是补充灵力。自进入天关漫道以来，他们的灵力一直处于只减不增的状态。若非午夜宁灵池宽广，这一战都不一定打得赢。分矿石，分矿石了！妈的，给我留点！许多人冲向巨型运输船，有的则围聚在大桥上的机甲旁，想把它砸烂。午夜宁与秦秦飞至运输船上方，见里面足有半个飞船的矿石，不由得大喜过望。这么多的蓝矿石，足够他们将消耗的灵力完全补充了。2人当即盘坐下来，开始炼化。午夜宁的灵池中，一轮洞天缓缓旋转着，有了洞天相助，炼化灵力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随着灵力不断增加，他的灵池逐渐恢复充盈，隐约可以听见惊涛骇浪的声音，声势浩大。与此同时，秦秦也利用这股磅礴的灵力蓄满灵池，恢复己身所受伤势。突然，午夜宁神色一变，提着秦秦的领子便向上飞。轰！下一刻，几道水桶粗的黑色激光从虫洞里激射出来，将运输飞船轰出数个大洞。许多人反应不及，当场被泯灭。午夜宁与秦秦悬在半空，神色凝重。只见虫洞里探出一只巨大的机械手臂，比之前4台的构造更加精密与复杂。它攀在虫洞边缘，似乎想要横跨星域而来，但由于体型太过庞大，无法第一时间走出。快跑，快跑啊！他们又回来了，有更大的家伙过来了。这一变故让人群再度陷入了慌乱。天行931号奉主星之命前来平定叛乱。虫洞里传来冰冷的机械音。午夜宁飞至虫洞前，想借着大家伙没有完全走出的时机，再次施展摩天诀。然而，这条机械手臂的表层浮现出一层能量虹膜，将所有血灵隔绝在外。坏了，这是个厉害家伙，我们不是对手。一瞬间，午夜宁的心中便有了判断。怎么办，大小姐？要直接感应太祖吊坠吗？秦秦沉声道。以这家伙的能力，就算我们现在开始逃，恐怕也会被追上。午夜宁深思着，突然道：走，去开之前那个铁皮人。秦秦刚想去执行命令，又猛地顿住了。啊，你确定吗，大小姐？你去把外星侏儒的尸体捡回来，我去研究挂在大桥上那个铁皮人。午夜宁神情严肃，当机立断。好。秦秦不再犹豫，2人分工明确，各自散开。此时，天行931号已经探出了第2只机械手臂，2只大手支撑着虫洞边缘，正将庞大的躯体一点一点送出。人群纷乱，秦秦循着外星侏儒坠落方向的急速下沉，恍惚间看到了西南的身影，那个小男孩也在怔怔地看着他。从这几次的接触，不难看出西南是个善良的人，而且多次去藏经阁求学，很有上进心。秦秦心念一动，飞至西南近前，将五绝的残液塞给他。西南，有时候无需外物，依靠自身也可以变强。西南眼中闪过憧憬，道：大哥哥，我也可以变得和你们一样厉害吗？一定可以。秦秦给了他肯定的回答。西南重重的点头。秦秦摸了摸他的头，飞身离开。很快，秦秦在一个圆形平台上找到了摔碎的悬浮椅，他提起那具干瘪的尸体，迅速向上。大桥上，午夜宁正站在机甲的胸膛位置等着他，脚边踩着一个多边形标志。如果我猜的没错，这个应该是进去的开关。午夜宁道。秦秦在外星侏儒的尸体上翻了翻，最终在腰带部位找到相同标志，两者相扫描下对接成功。吃！机甲内部发出解压的声音，随着白雾升腾，一个舱门被缓缓打开了，里面一片昏暗，隐约能看见各种仪表盘与精密的电路，不过都处于未开启状态。午夜宁纵身一跃，径直来到操控室，将座位上的干瘪尸体扒拉向一旁，自己坐了上去。怎么样，大小姐？秦秦在外边放风，时刻注意着虫洞那边的情况。正在研究。午夜宁神情专注，血眸在各种按钮上扫过，最后将一个蓝色按钮一按到底。滋！操作室里的霓虹灯一盏接一盏亮起，几张虚拟的操作台出现在眼前。成功了！午夜宁眸中闪过异样的光，呼吸也微微急促。显然，这可比金银首饰的吸引力多得多。检测到驾驶者生命信息，人族已自动切换语言，金刚570号正在为您服务。耳边响起没有感情的机械提示音。准备好了吗，小晴子？准备好了就进来。午夜宁迫不及地喊道。来了。秦秦答复。就在舱门即将闭合之际，他朝所有身处巨坑的人喊道：我们不是领袖，更不是什么救世主，我们走后，你们每个人都是救世主。这句话在巨坑中滚滚回荡，每个听到的人都不由得浑身一震，慢下脚步，浑噩的思想似乎有了一点改变。另一边，秦秦已经来到副驾驶的位置，狐疑道：大小姐，你确定会开这玩意儿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午夜宁舔了舔嘴唇，此刻他展现出了惊人的驾驶天赋，面对各种仪表盘、操作杆、花里胡哨的数字面板，丝毫不乱。动力系统已启动，能源链接成功，感应系统已启动，资源调度已完成。随着一句句提示音响起，金刚570的眼睛忽闪几下，全身发光体重新载入能源，而后通过掌心与足底的助推器协调运转，
缓缓悬浮起来。大小姐，你真是个天才！秦晴彻底看呆了，心道：原来自己这位大小姐不光是道仙资质那么简单。哼，别小看本小姐。吴叶宁得意洋洋。就在这时，他们上方的天行931号再次有了动作，一只腿与头颅伸出了虫洞，整个身躯逐渐展露出来。它的核心驾驶室里足有5个外星侏儒在共同操作，可见其复杂与危险程度。目标编号：金刚570号，授权状态：准许销毁，重型能源状态：已部署，攻击状态：已锁定。只见他缓缓抬起一只胳膊，对准了午夜宁与秦晴所在的金刚570，手臂上的机械快速运转，一连升降起5个炮台。发射！外星侏儒下达命令，5个炮台同时开火，导弹在压缩能量的助推下急速飞来。危险！检测到重型能量波。危险！检测到重型能量波。驾驶室，午夜宁与秦晴耳边响起急促的警报声。大小姐，有东西飞过来了！秦晴看着显示器里迅速放大的几枚导弹，大喊起来。我知道，别嚎了。午夜宁盯着操作面板，双手快速拨弄，将一个个助推器全部激活。就在导弹即将撞击过来的刹那，他猛地推下了操作杆。轰！导弹在他们身后炸开了，金刚570所有推动器喷吐蓝色火焰，一飞冲天。呜呼！午夜宁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强烈的推背感让两人不得不向后仰。与几个建筑碰撞过后，金刚570彻底飞上高天。副驾驶上，秦晴紧绷着脸，双手死死抓着扶手。通过后视显示屏，他看见天行931彻底走出了虫洞，身躯比金刚系列高大了数倍不止，各个零部件穿插紧密，镶嵌着特殊的能量体，在光线的照耀下反射刺目的光。目标状态：逃离，地对空高级追踪导弹，已部署，攻击状态：已锁定，击毁率99%。天行931抬起头，核心操作室的显示屏上，一个红色光圈牢牢套住了金刚570，周围延伸出数条虚线，代表着他分析出的各项数值。随后，他的后背升起一排排炮台，在能量体与精密结构的层层穿插下，积蓄着恐怖能量。速！一连串导弹划破长空，以怪异的轨迹向上追击。大小姐，那玩意儿又来了！秦晴出言提醒。雷达上数个红点正在从不同的方位快速逼近。让他来，我金刚570也未尝不利也。午夜宁目光炯炯，浑身血液沸腾。金刚570的背上同样升起炮台，调转向后，发射出一连串导弹。轰！高空中爆炸出数十团火花，在午夜宁的绝佳操作下，这些导弹全部命中。然而烟尘散去，金刚570的导弹全部被毁，天行931的导弹却毫无损失，依旧在逼近。啊，这不公平！午夜宁不甘心，天行系列的导弹强度远高于他，而且追踪导弹内置特殊感应，不触碰到目标不会爆炸。这番功夫，那些导弹已经追到了极近距离，触发了危险警报。既然我的铁疙瘩撞不过你，那我就让你自己撞自己。见此，午夜宁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目光一沉，对旁边的秦晴道：抓稳了小晴子，我要开始加速了。啊！秦晴还没反应过来，午夜宁便猛地侧压操纵杆，带动金刚570急转。身后那些导弹同样调转航线，就在他们即将击中金刚570时，午夜宁再次猛拉操纵杆。轰！两个追踪导弹彼此碰撞，各自炸开。金刚570从爆炸下方旋转着掠过，看到两个红色光点从雷达上消失，午夜宁精神亢奋，直呼过瘾。大小姐，你这是刀尖舔血啊！秦晴的后背紧贴在座椅上，后怕的同时，不知为何有股晕眩感。由不得他们多想，其他导弹继续追来了。午夜宁眼里闪烁金光，操控金刚570在高空中旋转跳跃。轰！接下来，午夜宁展示出了他超乎水准的微操技术，接连引爆导弹，一时间火星子漫天。很快，雷达上只剩下4个红点了。正当两人都以为可以成功脱险时，变故还是发生了。这一次，有3枚导弹被同时引爆了，巨大的冲击掀动570的机身，让他短暂的失去了平衡。就这么一刻的恍惚，最后一枚导弹追上了他们。轰！高天上爆出一团巨大的火花。虫洞边，天行931号静静伫立，看着那团滚滚浓烟，他冰冷的机械音第一次有了波动。击毁任务竟然失败了，启动 B 计划，强制回收。驾驶室里，几个外星侏儒气急败坏，当即下达指令。收到，哭呲气气。随着各种零部件快速升降，天行931的结构变成了更有利于飞行的流线型，数不清的助推器同步启动，给了他难以估量的动力。机身严重受损，需要紧急修复。机身严重受损，需要紧急修复。闪着红光的驾驶室里，警报提示音不断重复。知道了，烦不烦？午夜宁吼了一句，随后看向感应面板，那里清晰显示出了整个机身的受损情况。金刚570号虽然还在飞行，但机甲的右腿部分被炸毁了，冒着滚滚浓烟，这严重影响了飞行速度。被午夜宁这么一凶，警报提示音短暂停住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又继续响起来：机身严重受损，需要紧急修复。机身严重受损，需要紧急修复。午夜宁扶额道：小晴子，你去后面修一下。啊，我？秦晴指着自己鼻子，见午夜宁还在努力稳定飞行，只好强忍着不适来到后方。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窟窿，许多零部件和电路都被损毁了，呲呲冒着火花。复合型金属制成的坚固外壳，在天行系列的导弹下不值一提。秦晴按照图标的指示，半猜半悟，终于启动了紧急修复程序，一个个破损的零部件开始被有序替换重组。
就在这时，秦秦神色一变，透过破损的窟窿，他看到一个黑点正在迅速逼近，速度之快难以想象。坏了，大小姐，那大家伙亲自追来了！秦秦急忙朝驾驶室呼喊：“我知道，我在想办法了。”此时，驾驶室里的午夜宁并没有闲着，眼眸中反射出一条条操作指令，最后定格在了虫洞跳跃4个字上。这个应该就是类似于传送阵的开关吧？午夜宁的手指悬停在这条指令上，迟迟没有按下。他不确定，也没有自信承担出错的后果。叛逃设备：金刚570号，回收进程已进入回收范围，回收程序启动。正后方，体型庞大的天行931已经贴了过来，在秦秦凝重的目光中，他的胸前悬开了一个大洞，如同深渊巨口，其内隐约可以看见无数转动的齿轮。紧接着，天行931伸出2条巨大的机械手臂，缓缓合拢，要将整个金刚570扯进深渊中。耳边的警报提示音挥之不去，午夜宁深呼吸了一口气，闭眼，重点在虫洞跳跃这条指令上。虫洞跳跃程序已启动，即将横跨星域。滋，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圆，随着金刚570没入其中，虫洞瞬间闭合。高空只剩下天行931一台机甲伫立，2条巨大的机械手臂无处安放。在它核心操控室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蓝色光点，正处在距离这里极远的另一个星域，以检测到目标方位，是否立即开启虫洞追击。一个外星侏儒询问：“不必了，也许这2个人类能将我们带到其他生命原地，到时候我们将拥有更多资源。”屏幕另一头传来阴冷的声音。未知的星域中，一台类人形机甲正在缓缓航行，经过紧急修复后，它的各个部件恢复正常。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方便，和传送阵有的一拼。驾驶室里，午夜宁兴致冲冲，还没从刚才的惊险刺激中缓过劲儿来。好在他最担心的是没有发生，虫洞跳跃执行为默认程序，没有跃回那些外星人的母星。再看秦秦，一只手爬着扶手，一只手捂着小腹，面色说不出的怪异。小晴子，怎么了你？午夜宁深感疑惑，却见秦秦身子往旁边一扶，腰，咦，别搞我裙子上。午夜宁像只受惊的小鹿，2条腿蜷缩在座椅上。对不起大小姐，我实在忍不住了。秦秦话没说完，又继续约了起来。午夜宁看他这副虚弱的样子，忍不住打趣道：“陪我杀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做个铁皮人，却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秦秦老脸一红，道：“大小姐，你就别拿秦秦开玩笑了。”哟，你脸红了？午夜宁嘴角微微上扬，勾起秦秦的下巴。检测到荷尔蒙过高，检测到荷尔蒙过高，警报提示音不合时宜的响起。闭嘴！午夜宁扭头斥道。收拾完一地的烂摊子后，秦秦又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古基内尔星系，据570给回的反馈，附件没有生命信息。午夜宁看着窗外缓缓后退的大小星辰，秦秦取出古吊坠，注入灵力，上面的神异图案顿时明亮，发出的光映照在驾驶室里，呈现出8个方位。很快，其中的一处方位闪烁起来，仿佛穿越了无数距离，在与什么遥相呼应。有了！午夜宁与秦秦欣喜。远古时期，6位古强者选择离开赤星，踏上了星空征途。也许追随他们的足迹，能了解更多隐秘，或者找到返回原本天地的路。也不知道他们去了怎样一个地方，最后回到天关漫道没有？午夜宁将古吊坠放进感应台，让金刚570自主扫描，检测到能量体正在扫描安全信息，安全正在校准，校准完成，雷达已同步更新。很快，雷达上显示出一个明亮的光点，那便是刚才古吊坠所感应得到地方。好，开始横跨星域。怀着憧憬的心情，午夜宁点击光点，再次下达虫洞跳跃指令。滴滴，能源不足，无法开启虫洞跳跃。目前能源剩余31%，提示音再次响起。啊，这么消耗能量，明明之前还有70多的。午夜宁查询了一番，发现就算加上备用能源，也最多可以开启2次虫洞跳跃。若是发生突发情况，可能2次都不够。不管了，接入备用能源，准备开启虫洞。2人下定了决心，他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滋，虫洞闭合，金刚570出现在了另一片星域，前方是一颗土褐色的巨星。随着机甲缓缓降落在星球表面，午夜宁与秦秦走出舱门，吊坠所感应的地方就在这里。然而，这颗古星与他们想象中不太一样，没有大气，也没有生命，苍凉至极。不远处，一具风干的尸体静静盘坐，脖子上戴着一条古吊坠，证明了他的身份。尸体旁边还有一座半坍塌的庙宇，里面有几尊泥人，刻的是一个女人，还有几个孩童。2人走至近前，心情沉重。这是一位至少到极境的太祖，寿命悠久而漫长，却走不出这片茫茫星空。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孤独的时光，最终老死。2人没有取走吊坠，乘坐金刚570离开了，并借着感应再次开启虫洞跳跃。不久后，他们来到了又一颗荒芜的星球，这里同样遗留着一具太祖尸体，旁边的大石上有些刻字，虽然被时间磨损了不少，但依稀可以辨认。天地损而神道缺，我们走过长生路，行过鬼门关，希望能在新的天地找到成仙契机，但我失败了，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此之际，只希望他们能在宇宙中走得更远，或者不要在孤独中游荡太久。这是第2位陨落的太祖。看着这些古字，午夜宁与秦秦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2人开始怀疑，这6位太祖是否找到回去的路，或者所谓的成仙契机，再或者这些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是一条绝路。长生路指的是天关漫道吗？但鬼门关又是什么意思？天地损神道缺，好像在万血海下面见过类似的话。秦秦沉声自语，
完全找不到头绪。两人收拾好心情后，别了这颗古星，再次出发。经过2次横跨星域后，金刚570的能源不足以再开启虫洞，只能以航行的方式向第3个光点行进。好在它的速度并不慢。很快，1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秦晴将武道突破至机缘境大成，而武叶宁也时常处于闭目感悟的状态。灵池中多了一个小小的洞天雏形。就在金刚570的能源即将耗尽时，他们到达了第3个光点处。这是一颗青蓝色的古星，上面没有太祖陨落，只遗留了一个古吊坠用作标记。很庆幸，我们找到了一处生命古星，这里有能源以及一些可以增加寿元的物质，不然仅靠天关中得到的植物，这里将是我们葬地。吊坠旁留有这样一行古字。武叶宁与秦晴回头，见周围漂浮着许多半透明的软体生物，在光线的照射下，它们尽情地摇曳，舒展自己的身躯，颜色会在青蓝色与透明色之间来回过渡。秦晴尝试抚摸，它们也不避开，就这样没有灵智、漫无目的地漂流着，不知什么时候生，不知什么时候死。两人在这里待了数月，提炼出一些青蓝色的物质，将之与神灵草存放在一起。他们猜测，这种物质可能与绝天堑地中的草药特质相同，第一次使用或许可以增长寿命，但次数越多，效果越小。在这里将金刚570充能完毕，又存了一些在乾坤中后，两人继续上路。这一次，武叶宁与秦晴足足经历了3次虫洞跳跃，才来到第4处发光点。这颗古星上没有生命，也没有太祖的尸体，只有一个古吊坠深埋在泥沙中。两人不知道这4位太祖经历了什么，只知道他们还在继续前进，因为雷达上出现了第5个光点。到达第5个古星时，这里又出现了一位太祖尸骸，而金刚570的能量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武叶宁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让他自己在枯寂的宇宙中航行，驶向那未知的第6个光点。那个光点会是尽头吗？两人不得而知。也许剩下的3位太祖会刻下更多古吊坠，但直觉告诉他们，这3位太祖的时间不多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目的光将两人从睡梦中唤醒，秦晴不得不以手遮挡。到哪了？武叶宁揉了揉糟乱的头发，看向窗外。他们置身在一片美丽至极的星系中，从金刚570反馈的模拟数据来看，这片星系呈螺旋状。不远处还有一个熊熊燃烧的古星，仿佛一个大火球般散发着强烈的光与热。金刚570继续向着第6个光点驶进，最后在一颗坑坑洼洼的灰色星球上搁了浅，所有可用能源全部耗尽。金刚570，很高兴为您服务。随着最后一句提示音戛然而止，这台机甲上的所有发光体全部熄灭。唉，武叶宁重重叹息一声，摸了摸570坚硬的金属外壳，感觉有点怅然若失。在这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到底什么才是永恒呢？也许他看向旁边的人。就在这时，秦晴手中的古吊坠自主亮了起来，投映出来的图案中，一个方位在快速闪动。两人顺着那个方向望去，看到一颗蔚蓝色的古星，在大火球的照耀下，它仿佛拥有无穷的生命力。就在这时，两人同时一震，在这颗古星上，他们竟然感受到了天官漫道的气息。夏夜的星空下，一个老奶奶与小女孩正在房顶纳凉。奶奶，我想要今天那个布娃娃。小女孩头枕胳膊，翘着2郎腿，仰望星空。老奶奶一边给自己的小孙女扇风，一边笑道：好啊，如果今天有流星雨的话，奶奶就给你买。哦，小女孩撅撅嘴，她知道奶奶又在哄3岁小孩了，可她明明已经6岁了。就在这时，老奶奶的背后2道流光正在快速下落。小女孩一下坐了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奶奶，奶奶，你快看，有流星！老奶奶扭头看向小女孩所指，那里星光点点，一片静谧。好啊，你学会骗奶奶了。她刮了刮小女孩的鼻尖。可是我看到了，我真的看到了。小女孩百口莫辩，急得直咕涌。好好，奶奶明天就给你买。老奶奶宠溺一笑，只当一心想要布娃娃的小孙女在耍赖。同一片夜空下的另一个房间内，一个黄毛正在四仰八叉的睡着。他没注意到自己脖子上的吊坠正在发光，吊坠的图案印在墙壁上，神秘非常。一片昏暗的古战场里，武叶宁与秦晴正在小心翼翼地行走，看着周围一具具倒地不起的尸体，两人皱起了眉头。这里很不寻常。突然，一个身穿白衣、衣冠楚楚的俊朗男子跃了出来，将手中长剑随意挥舞几下，而后以一个自认为帅气的动作收入鞘中。看到武叶宁与秦晴后，男子眉头一皱，道：还有余念。说着，男子猛地将手中长剑拔出，朝2人狠狠劈下。武叶宁与秦晴愣住了，那男子也愣住了。短暂的愣神后，白衣男子再次横劈一剑，并朝2人使了使眼色。武叶宁与秦晴更懵了，心想这个人好像不太聪明的鸭子。3连猛逼，喂，你们俩怎么演的？就在这时，一旁的绿幕被拉开了，戴着墨镜的秃顶导演从幕后走出，嚷嚷道：刚才那一幕你们应该倒下懂不懂？就这样咻的一下飞很远，懂不懂？你们不飞那么远，怎么彰显主角剑法厉害，懂不懂？说着，导演似乎觉得自己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又配合肢体语言亲自飞了一遍。也许大概应该懂了。武叶宁与秦晴懵懵懂懂的点头，就这样半推半就下，在片场里飞了起来。哎，不错，就这样。导演对效果甚是满意。飞完后，看着手中莫名其妙多出来的2张红票子，武叶宁与秦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个星球上的人似乎都很奇怪。昨天晚上他们借着夜色降落在这座城市，结果本地人逮了个正着，本以为会引混乱或者轰动，结果这里的人非但不怕，反而拉着他们夸夸一顿拍。
哇，小哥哥小姐姐好漂亮，好有古风的味道。这位小姐姐，请再跟我合照几张吧。面对各种镜头与目光，秦晴忍不住嘀咕：奇怪，这里的人大晚上都不睡觉吗？正当两人纳闷时，他们又被几个同样穿着奇装异服的人邀请，顺便参加了一个叫做什么口撕铺类的活动。这里的人穿的一个比一个怪异，嘴里说着呆胶布、戏班之类的怪异语言。与他们相比，两人算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让人疑惑的是，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两人曾见到过2、3个出入启灵境或者半步机元境的修士，他们都刻意隐藏修为，似乎怕被什么发现。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星球是有天地灵气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变得极其稀薄，几乎无法被人体感知到，更别提用来修行了。第二天，午夜宁与晴晴便凭着吊坠所感应的方位，寻到了这片上古遗迹，开始天外飞仙。从昨天晚上开始，吊坠便不再闪烁，说明与第6枚的距离已经很接近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去哪找那第6枚吊坠啊？晴晴叹了口气，两人托腮坐在台阶上，看周围陌生的人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就在这时，一个染着黄毛的小伙走了进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眼神中有3分不屑、3分凉薄与4分漫不经心。小伙名叫李三金，这一天他照常来参演某国产古装大型仙侠爱情偶像剧的群演，却看见2个鬼鬼祟祟的人进了他原本应该进的戏，并以娴熟的飞技成功取代了他的位置。喂，你俩什么情况？谁拉你们进来的？我那200块钱去演费就被你们这么瓜分了，还有我的午餐呢？我一天可就指望这顿免费盒饭呢。小伙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连招，听得台阶上俩人连连道歉，虽然不知道他巴拉的什么。随着附身指点的动作，李三金的圆领半袖里掉出一个吊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晴晴神色一变，霍地站了起来，道：你这吊坠哪来的？李三金下意识捂住胸口，露出警惕的表情，道：怎么，大庭广众的你们想打劫啊？这可是我祖宗传下来的，很值钱的。午夜宁与晴晴相视一眼，神色逐渐凝重起来，道：冒昧问一句，你祖宗还好吗？啊！李三金露出黑人问号脸，心道：丫的哪有上来就问候人家祖宗的？这俩人不会是故意找茬的吧？我祖宗好得很，吃香的喝辣的，不劳2位费心。李三金感觉到一股披刮的气息，转身欲走，突然一只大手拉住了他的胳膊，吓得他嗷嗷叫。带我们去见他。扭头见晴晴神色认真，李三金嘴角抽搐了2下，可看向旁边的少女，分明也是一副很想见他祖宗的样子。这俩人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可看这样子不像是装的。于是李三金决定试探一番。嗨嗨，可以是可以，但我接下来的问题你们必须如实回答。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起来。午夜宁与晴晴点头。你们从哪过来的？李三金道。晴晴想了想，道：一个坑坑洼洼的灰色星球。李三金一愣，空气里诡异的安静。那你们是怎么来的？他又沉声道：做这么大个铁皮人来的。晴晴说着，用手比划了比划，旁边的午夜宁附和着点头。李三金的目光在两人脸上短暂停留，道：你是说你们是从月球上坐高达来的？晴晴先是点头，又摇了摇头，道：准确说，我们是坐高达到月球，再徒步到这里来的。喂，我没和你们开玩笑，我是问你们家住哪，坐啥车来的？李三金不干了，当场掀桌，嘴里骂着神经病等知乎者也的话，噔噔噔的下了楼梯。然而接下来，不论他走到哪，不论超市、酒吧还是男厕所，这一对男女都悄咪咪的跟在后面。终于，李三金忍无可忍了，转身道：你俩什么情况？我祖宗死了，埋了，腐了，变成地里的一坨烂泥了，你们满意了吧？却听见少女用最真挚的语气问道：你祖宗埋哪了？我。李三金摊开双手，一时语塞，他迅速掏出手机，按下3个键，喂110吗？我要报警。这时晴晴手中垂下一个古吊坠，就晃在他眼前。李三金表情有了变化，他摸了摸胸口，那枚老祖宗传下古吊坠还在。喂，你还在吗，先生？这里是110，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对不起，警察叔叔，打错了，实在对不起。挂了电话后，李三金默默的道：你俩在这里等我一下。哦。午夜宁与晴晴点头，站在原地。没过一会儿，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在了两人面前。李三金摇下车窗，道：上车。对于这种铁皮设备，午夜宁向来是很有兴趣，欣然坐在后排。晴晴犹豫再三，也坐在午夜宁身边。上次坐机甲时的眩晕感历历在目，让晴晴有些后怕。很快，车子启动了，一路上李三金不停地通过后视镜打量后排的两人。我就这么把2个刚认识的陌生神经病带上车了，我是不是疯了？他心中咆哮。后座上，午夜宁正用自己柔软无骨的小手在晴晴大腿上来回抚摸，坏笑道：小晴子，不会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吧？晴晴则闭着眼，皱着眉，心里不断默念：别吐别吐，千万别吐，不能在凡人面前丢了脸。嘻嘻，午夜宁的眼睛弯成了月牙，他就喜欢这种强人所难，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感觉。随着两侧的行人越来越少，车子驶离了市区，又过了半个小时，车子在一栋农家独院小别野3层精修小洋楼前停了下来。一下车，晴晴便倚着大树开约，午夜宁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看着这一幕，李三金心里更加怀疑了，开高达来的神仙还会晕车？刚才在车里，3人已经交换过了姓名，简单来说就是午夜宁与晴晴是从其他门里来的神仙，而李三金是富商家的大公子，只要不去创业败家，
钱这辈子都花不完。几人进了别墅，上了楼，期间一个人都没看到。这么大的阁楼，就你一个人住啊？吴叶宁不禁问道。爸妈去国外度假了，我妹在外地读书，10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李三金交代完后，神色怪异地看着两人，道：你们俩真的是神仙吗？即使他已经将两人带回了家里，还是有点难以相信。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吊坠确实出现了2个，而且根据祖训，不，我们只是普通的修行者，阴差阳错来到了这里，距离成仙成神还很遥远。午夜宁随便找了个沙发躺下，感觉挺舒服。这时秦晴下了楼，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块从后花园找到的大石，咔嚓咔嚓，随着他的用力，大石被轻易碾成了粉末。卧槽！李三金目瞪口呆，想起秦晴也曾这样握过他的胳膊，如果那时候秦晴稍微用点力，李三金不敢想下去了。话说你们这个星球到底怎么回事？之前在那边遇到过几个修行者，都是刻意隐藏修为，好像在躲避着什么。之前那边修行者，卧槽卧槽！李三金彻底震惊了，道：离我近吗？是那个送外卖的大哥，还是奶茶店里的雀巢小妹？午夜宁与秦晴皱眉相视一眼，从李三金的反应不难看出，这个星球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修行这回事。可古吊坠没有指出第7个坐标，说明3位太祖确实留在了这里。难道他们没有传下道统？就算没有传下道统，也应该会留下关于修行的蛛丝马迹。可事实上是，连李三金这个吊坠的直接佩戴人都不知道。好像不论是修行者还是普通人，都被一张无形的大手给盖住了，没人可以逾越半步。这也是两人没有轻易与那些修行者打交道，或者展露自己修为的原因。这颗蓝色星球说不出的古怪，3位太祖来到这里以后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谜团。行了，你先告诉我你祖宗埋在哪了。午夜宁问回正题，也许亲自到几位太祖的埋骨地，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你们这么关心我祖宗，难道我祖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再次听到这句话，李三金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了。是，比我们强得多得多。午夜宁承认道。耶！李三金有点小激动，道：我祖宗埋在老家呢，那里有座祠堂，小时候我还在里面玩过嘞。不过我老家在山里，离这边比较远，过去大概需要2天。2天？午夜宁想了想，道：今天先暂作停留，了解一下这个星球的情况，后续再出发。OK。李三金疯狂点头，他敢保证自己今天晚上会激动的睡不着觉。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有个建筑很长，由石砖砌成，像是一条古道？就在这时，秦晴沉声问道。他与午夜宁下落时，曾远远地看到那个建筑，发现其竟与天官漫道有几分相似，故而散发若有若无的神秘气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魄力，敢以天官漫道为原型修筑城池？天官漫道曾出现在这里吗？修筑它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几个问题在两人脑中挥之不去，但他们隐约觉得这些与太祖之谜脱不开关系。很长的建筑由石砖砌成。李三金一拍手道：你们说的不会是长城吧？长城？秦晴皱眉，长城都不知道吗？秦始皇啊，秦始皇灭6国，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以御外敌，后面又有几个帝王扩建。李三金刚想狠狠地嘲讽一番，但想起两人的身份又憋回去了。秦始皇，长城。午夜宁默默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对，2000多年前的事了，我去给你们找本历史书，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李三金吧嗒吧嗒地上楼，又吧嗒吧嗒地跑下来，将手中的历史书递给两人。午夜宁与秦晴当即翻看起来。这个过程一直从中午持续到晚上，很可惜的是，两人并没有获得太多有用的信息。书中只记载了近代短短几千年的历史，关于更古早的时代几乎只字未提，关于先神的描述更是少之又少，且多集中在先秦时代。而根据秦始皇修筑长城来推测太祖到来的时间，也是没有依据的。仿佛有只大手截断了历史，一手遮天，他想让世人知道什么，世人便只能知道什么。两人决定去过太祖祖祠后，再去长城一探究竟。这座修筑于2000多年前的古城，也许能揭开某些尘封的隐秘。就在这时，李三金端着3桶泡面走了上来，道：两位师傅，到饭点了，这是孝敬你们的。先放那吧。午夜宁与秦晴随意答应了句，又齐刷刷地抬起头。你刚才叫我们什么？师傅啊。李三金有点扭捏地转了转脚尖，道：其实我们祖上一直留有祖训，如果有人带着相同的吊坠前来，一定要拜他为师。午夜宁看向秦晴，也许那位太祖觉得能将古吊坠带过来的人，必然是可以横跨数个星域的极强者。秦晴猜测道。可两人能来到这里，靠的完全不是自己的实力，如果没有外星人的尖端科技，他们可能早已葬身赤星。午夜宁沉吟了一会儿，道：李三金，我们不能收你为徒。第一，我们所修的神通留有禁制，无法外传。第二，这里灵力稀薄，就算传你神通也无法修行。第三，我们完全不及你太祖当年的修为，如果他都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传下道统，我们更不可能承担这个风险。好吧。李三金当场沮丧，但很快又眼泛金光，道：那有没有那种很低级的神通，不需要灵力，也没不会触犯啥禁忌，只要能和朋友装逼就行。午夜宁两眼一闭，盘坐修行。哎呀，师傅，这两位好师傅，你们就传我一招了事吧，这可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我没办法不遵守啊。哎呀，师傅。李三金这个10几块20的人兼富商家大公子的黄毛小伙，就开始在两人面前撒起娇来，一会儿给午夜宁端茶送水，一会儿给秦晴揉肩捶背的格外殷勤。午夜宁实在忍不了了，
皱眉道：“小晴子，把他应付了。”秦晴干咳2声，摇头晃脑道：“既然你脸皮如此之厚，我就传你一招吐息之法吧。”“好好好。”李三金小鸡啄米般点头道：“这吐息之法厉害吗？”秦晴一副老成的样子道：“你若完全参悟，一口气可行100里。”“卧槽！卧槽！卧槽！这妖牛逼！多谢师傅师娘！”李三金激动到返祖，还没开始修行，便已经恨不得叩首了。“别乱叫！”武叶宁打断了他。李三金一愣，以为自己说错了话，紧接又听武叶宁道：“我们可没答应收你为徒。”李三嘿嘿一笑：“知道了，多谢师傅师娘。”看他激动的样子，秦晴不由得想起了天津柱。几年前，他也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功法起步，没想到转眼间便经历了这么多。天津柱大哥，你现在身在何方？秦晴心中自语。这时，他才注意到李三金端上来的孝敬3个纸质的小桶，里面泡着弯弯曲曲的面条，其中2个还贴心的加了卤蛋。你一个富家子弟，晚上就吃这个？秦晴道。说到这个，李三金不得不挺起了他骄傲的胸膛，道：“我虽然是富二代，但我和其他富二代不一样，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富二代。”“哦，请说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花爸妈的钱，也能吃得起饭。”李三金一字一句的道。秦晴指向3桶泡面，打击道：“看来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有了牛逼功法后，李三金抱着自己的泡面开开心心上楼了，临走前还不忘提醒2位师傅，记得吃面，坨了不好吃了。秦晴将泡面端过来道：“大小姐，尝尝吗？异域风情。”武叶宁眼眸微张，斜看了几眼后，二话不说的呲溜起来。在秦晴面前，他也不摆什么修行高人的架子了。其实以他们的修为，已经不需要通过食物来维持生命了，但吃东西的感觉是很爽的。他们也是很久没吃东西了，偶尔满足一下食欲也是蛮好的。吃过泡面后，秦晴独自向后花园走去，尝试修行天官漫道中得到的那篇功法。武叶宁则盘坐在阳台，静静感悟洞天中的空间之力。那篇无所顾忌、堂而皇之的记载在天官中的功法，名叫造化天成功，其内容之古怪，几乎与所有功法背道而驰，隐隐走上了一条未知的路。宇宙航行时，秦晴进行了几次深层次的参悟，对他有了一定的见解。来到后花园后，秦晴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打算以木棍为器，以泥土为载，以己身为羽，以写字的方式演化造化天成功的施展。很快，一连串字符出现在泥土上，随着武艺涌入木棍，秦晴的眼神变得锐利，不知不觉中，他写下的字也变得笔走龙蛇，难掩其锋。突然，秦晴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心悸，向后看，他写下的字竟然在一个接一个变得焦黑，并向着他现在所写的字快速追赶。这时，秦晴心中震惊，急忙抬起木棍，焦黑才停止。他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这些焦黑的字像是被什么东西灼烧过，已经看不出字形了。好端端的在地上写字，怎么会被灼烧呢？火源在哪里？秦晴眉关紧锁，感觉有股诡异的力量在抹杀这些字迹，不让它们存在于世间。接下来，他又以木棍为器，后花园中大青石为载，己身为羽，再次写下字符。我在石头上写字，这次总不会烧起来吧？秦晴自语。随着武艺涌现，大青石上很快浮现出字迹。这一次，他时刻注意着后方，见所有字迹都没有要被烧焦的迹象。难道这次可以成功？秦晴心脏砰砰直跳。突然，秦晴瞳孔骤缩，他手中的木棍竟然自行燃烧起来，黑色的火焰迅速蔓延。什么？秦晴吃了一惊，急忙将其甩出去。而这节木棍也在顷刻间被烧成了飞灰，不复存在。什么情况？这黑色的火焰来源在哪？怎么会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呢？秦晴神色凝重，就在刚才，他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危机，而距离黑色火焰较近的指尖，现在还在隐隐作痛。经过这2次尝试后，秦晴对造化天成功有了更深的见解。如果把气比作最锋利的矛，那么再就是最坚固的盾。造化天成功的施展，便是用最锋利的矛去刺最锋利的盾，两者同存有违于天道，所以必然有一方会被泯灭。秦晴心中自语，越往深处想，越能感觉到这篇功法的可怕之处。最锋利的矛与最坚固的盾无法在碰撞中共存，否则将产生天道悖论，这也是造化天成功无法施展的直接原因。而当真正有反斜杠反斜杠气反斜杠反斜杠与反斜杠反斜杠在反斜杠反斜杠可以共存时，那么施展这篇功法的反斜杠反斜杠与反斜杠反斜杠必然会承受莫大因果，大恐怖。想起那自燃的黑色火焰，秦晴只觉一股寒意涌上心头。那位前辈将功法留在天关，一定有他存在的道理。秦晴盘坐在大青石上沉思，也许气和在并非指具体的物，而是需要另辟蹊径。有了！突然，秦晴想到了水，水后天地而成，是孕育生命的源泉，即便修行者也离不开水，因为水亦是天地灵气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水也是一种最原始古老的形态，流淌中蕴含道士，静则磅礴大气，无孔不入，可为最坚固的盾；动则凝如剑刃，摧坚破固，可为最锋利的矛。二者相交相融，殊途同归。秦晴激动不已，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以此为根本，或许可以走得更长远。想到这里，秦晴急忙从花坛中取出一汪清泉，将其运于掌心，而后施展造化天成功中的5道动作。随着招式的进行，秦晴身上的武艺不断积聚，逐渐与泉水交融在一起，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磅礴汹涌，仿佛有大海之威。成功了！秦晴心中大喜，此时若将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泉水甩出，其威势恐怕比他启灵境大成的血芒还要厉害。谁？突然间，秦晴猛地转身，
他察觉到身后有一股窥视的目光，就在距离他极近的位置。然而夜空下一片寂静，什么都没有。奇怪，错觉吗？秦晴迟疑着回头，却见一个黑影站在面前，吓得他一个机灵。哎呦，大小姐，你怎么神出鬼没的？秦晴顺了顺心口，面前的黑影不是别人，正是修为高他不少的武叶宁。你也察觉到了吗？就在这时，武叶宁沉声开口。秦晴一愣，道：大小姐是说？那股窥探的目光。武叶宁道。秦晴心中一沉，如果一个人的话可能是错觉，但两个人同时感觉到定然不是空穴来风。还有刚才那黑色的火焰也并非无缘自然，而是来自虚空。武叶宁继续开口，他的空间之力远超秦晴，能察觉到更多端倪。虚空？秦晴顺着想下去道，也就是说此火并非天道所为，而是有迹可循。武叶宁凝重的点点头。嘶！这一刻，秦晴突然感觉后背发凉，汗毛耸立，不由得望向四周。这个星球上有什么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吗？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眼睛在注视着一切，掌控着世间万物。他看向武叶宁，使了一个眼神，两人无需言语便可明白对方的意思。随后秦晴再次捡起一根木头，开始以造化天成功在泥土上写字。就在自己即将起火自燃的瞬间，武叶宁突然急呼：小晴子，就现在！噌！剑鸣响彻黑夜，秦晴想都没想，直接将冰魄神剑插入地面，插入了那即将渗透出黑色火焰的虚空中。剑锋扭转，原本只有一丝一毫的虚空被撑开了。随后秦晴便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泥土之下有一只眼睛，而那只眼睛同样有些惊恐地看着他。愣神了2秒后，秦晴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直接将胳膊探进了虚空中，一把拽住了那个眼睛的主人。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一幕，眼睛的主人使劲往里钻，秦晴则2只手使劲往外拔，就好像拔萝卜一样。噗！费尽9牛2虎之力，秦晴终于将萝卜拔了出来。萝卜正欲逃遁，武叶宁已经将血灵架在了他脖子上，说：你是谁？武叶宁冷声质问。面前是一个穿着粗布衣、体型矮小的老头，手里拿着一节拐杖。二位少侠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小老头急忙求饶道：小神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地公而已。土地公？干什么的？武叶宁皱眉，秦晴也拍拍屁股走了过来。小神是负责管理这片区域的，不论农畜伤渔还是土改墓葬，都在我的监察范围之内。若有妖邪鬼怪或是不循乎常理的事，小神也当出手。土地公老老实实的回答，不敢有丝毫怠慢。听起来倒不像作恶之辈。武叶宁沉吟。那你为什么要放火烧我的字？秦晴提起手中剑，恶狠狠的道。土地公连忙摆手道：误会，少侠误会了，小神只是察觉到不寻常的气息，特此过来观望，没想到被二位。秦晴打量着他道：你这点修为也敢妄自称神？不对，你的修为弱于我等，为何能遁入虚空？土地公支支吾吾的道：是依靠天庭所赐的法宝，名号也是天界上仙册封的官职。天庭、天界，两人神色一凝，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星球的隐秘。天庭在哪？谁人负责？武叶宁道：这小神只负责管理这1亩3分地，哪里有权利知道那些？土地公被追问的紧，额头直冒汗。武叶宁看他不像装的，隐约猜测天庭是个等级森严，并且权势滔天的宗门。那你可知这黑色的火焰为何而起吗？秦晴问道。二位少侠，你们若是巡山问路，小神知无不言，可要问这上面的事，小神属实不知啊。土地公两手一摊，委屈坏了。两人见这土地公没有恶意，知道的也确实有限，便收了神通，放任他离开。多谢二位少侠。土地公松了口气，临走前告诫道：二位少侠，你们在小神面前无所谓，可切勿在外人面前显露修为啊，若是破坏了人间界的秩序，会惹来灾祸。说罢，他一个旋身，不知遁去了哪里。看来想解开3位太祖隐遁之谜，还是得亲自去太祖祠看看，也许他们并不是销声匿迹，而是找到了回去的路。武叶宁与秦晴交流了一番心中想法，决定明天启程。第二天，李三金抱着一大堆衣服来到两人面前，道：师傅师娘，这是我的，这是我妹的，都是新的没穿过的，你们尽管挑。多谢了。秦晴开始挑选，在没有搞清楚地球到底怎么回事之前，他们不想太过招摇。我穿你妹妹的衣服，你妹妹不会生气吧？武叶宁随手提起一件洛丽塔，见风格与她现在穿搭差别甚大。不会不会，她那衣服多的柜子都塞不下，新买的几年都轮不到穿，师娘你尽管挑。李三金非常笃定。行，你先去车里等着吧。武叶宁吩咐道。好嘞。李三金噔噔噔的下楼，在车里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迟迟不见两人下来。奇怪，师傅师娘怎么这么慢？于是他又上了楼，便看到了下面的场景。镜子前，武叶宁正在帮秦晴系胸衣的扣子，而秦晴上半身赤裸，露出一身精壮的肌肉，下身穿着一条粉粉嫩嫩的裙子。我什么都没看见。李三金一路小跑。哎，三金你等等，不是你想的那样。秦晴疯狂解释，武叶宁笑得前仰后合。很快，两人换好了衣服下楼。秦晴是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长发束在脑后，脸上戴着墨镜。武叶宁是一条红白色相衬公主裙，上半身为露肩吊带，下半身齐至膝盖，甜美而不失高贵，妥妥的公主与保镖。卧槽，师傅师娘，你们也太帅了，我这车简直就是给你们配的。李三金看得发呆。很快，红色跑车启动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秦晴的身体快速适应，晕车现象不复来。途中，他们路过了各式各样的商超、店铺、娱乐场所，也目睹了喂鸽子、
扶老太太过马路这种稀疏平常的小事，但见得最多的还是在城市中奔波忙忙碌碌的人。不多时，车子驶离市区，开上了高速。李三金打开播放器，放了一首伤感情歌。吴叶宁倚在窗边，看外面的风景不断变化，晴晴则看着他的侧脸，猜测他的心事。中午的时候，几人在一座小城停下来，点了碗当地的夹烙，10块钱一大碗，别说，还真香。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日落西山，红色跑车开在了乡间水泥路上，四周是茂密的山林，鲜有人迹。李三金，你开这么久车不累吗？要不休息会儿？吴叶宁笑眯眯的道：“师娘，自从学了师傅传我的吐息法，我现在干啥啥不累，吃嘛嘛香。”李三金还在乐呵，突然感觉后座有2道血色的眸光。车子在路边停靠，吴叶宁一把拉开驾驶位的车门，道：“下来。”李三金苦着一张脸，道：“我也想啊，师娘，可无证驾驶是违法的，万一出了交通事故……放心吧，三金，你知道那炮弹有多大吗？那么大的炮弹都击不中我们，这么小个车算得了什么？”晴晴在后座比划着，想起在赤星那场惊心动魄的空战，晴晴不禁骄傲地挺起胸膛，心道：“我和大小姐真厉害。”好吧。李三金惴惴不安地下了车，怀着忐忑的心情坐在后座。封闭环境拍摄，请勿模仿。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多虑了。对于这种简单的机械设备，吴叶宁只需3-2分钟便可上手，交通规则也从1天的车程中学到了不少。他还切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跟着节拍轻点下巴。卧槽，牛！我当时考驾照可是熬了3个月。李三金不得不佩服。第二天，车子驶进了一座山清水秀的村落，两侧是高低起伏的山峦与大片的梯田，伴随着晨雾缭绕，4人间仙境。道路两旁很少能看到年轻人，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在侃侃而谈，有的围坐在一起编织竹篮，有的孤独地眺望远方。这是与大城市截然不同的人文景观。车子就这样一路开进了山里。中午时分，3人来到了一座古旧的祠堂，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这里散发腐朽的气息。长大后我就很少回来了，我爸妈倒是偶尔会来祭拜一次。李三金扇了扇面前的灰尘。吴叶宁与晴晴打量着，见祠堂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木桌，几个蒲团，正前方是一尊太祖的石刻像。晴晴取出赤星古籍里撕下来的纸张，对照一番，发现石像与其中一位太祖极其相似。奇怪，怎么只有一位？他们失散了吗？晴晴自语。我记得哪里有书来着。对了，这时李三金从桌子下翻出几本破旧的古籍，吴叶宁与晴晴接过，翻看起来。其中一本上书：是月，无关9星璀璨，其一叶落，乃至画一人形也，倍感神异。星曰：无命呜呼矣，留古时以待其霜，视其为师也，遂亡。其血淌于土，农作丰耕，五谷兴旺，故拜其祖，兴其祠，世世代代供奉之，以待天时。看完后，吴叶宁与晴晴心情沉重，看来这位太祖确实遭遇了不测，甚至来不及传下道统。9星璀璨是指8个至强者围杀太祖一人吗？吴叶宁沉声道。我靠，这些书里写的都是真的。李三金一惊一乍，当即对着石像祈祷起来，先祖保佑，先祖保佑。晴晴苦笑道：你现在拜他没用了，不如拜我们。对，拜师父师娘，拜师父师娘。李三金掉头。随后3人开始在祠堂里搜寻起来，希望能找到有用的东西。不多时，晴晴在石像背部找到一个镶嵌的石盒，方方正正，上面刻有神异的纹路，像是某种封印。难道说太祖临死前将自己的一身修为封印在此盒中，留作传承？吴叶宁与晴晴神色凝重，隔着石盒都能感受到一股浩瀚的道力，若是将其炼化，融入己身，成长将难以估量。不过石盒上的禁制繁琐至极，想要打开，缺少某一至关重要的器物，若是强行破盒，恐怕会落得个合毁人亡的下场。吴叶宁决定将石盒带走，他日若能开启，将是一份大造化。接下来3人将整个祖祠翻了个底朝天，可惜再无收获。这里没有天津铸的金色书页，也没有返回原本天地的方法。吴叶宁与晴晴倍感失望。正当3人准备离开时，偶遇一道铜挑水山上，其双桶内装的满满当当，却不外露，脚踏青石而行，如履平地。咦？晴晴惊异，这个小道童脚下躺着灵力，明显是有修为的，而且步伐轻盈，身形如鹤，融入了一定的武道动作。与城市中那些遮遮掩掩的修士相比，小道童就显得从容自在多了，在这大山中来去自如，好不自在。小道童，你这一身本领跟谁学的？晴晴飞身上前将其拦住。吴叶宁与李三金跟过来。你们是何人？小道童警惕地往后缩了缩，眼眸里流露出清澈的不染尘埃的光。小师傅别怕，我们不是坏人。黄毛小伙搓着手上前，惊得道童转身就跑。唉，晴晴再迈一步，轻易拦住道童，道：我们想拜访一下你师傅，请教些问题。小道童见躲闪不开，只得道：我师傅早已隐世多年，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你们若想请教问题，还是请回吧。是吗？你若不带路，我现在就扒了你裤子打屁股，等打得皮开肉绽，脓血直流，再亲自杀上山去。吴叶宁抬起双爪，故意吓唬道：别打我屁股！小道童被吓得撂担子，直往晴晴身后躲。咕噜噜。这时李三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几人都一愣。小道童不问世事，心又善，便探出脑袋道：虽然我师傅不接受拜访，但留你们吃顿饭时还是可以的。对，我们就是想去吃饭，早就饿了。李三金一边笑一边摸肚子。于是小道童挑着水桶在前面走，吴叶宁3人随行登山。
走过几条不算路的山间小路，又拨开几层云雾后，一座普普通通的道观出现在三人眼前，匾上刻济福二字。这座道观隐在高山深处，似有山川移位之玄机，若没有道童指引，寻常人一辈子都寻不到。道观里房屋数座，有的悬于高墙，依山而建，有的垂于崖体，仿若仙阁。正中是座庭院，内有古井与凉亭各一。此时凉亭下正躺着一人，生得龟形鹤背，大耳圆睛，穿着破旧道袍，看起来邋里邋遢。经过古井时，午夜宁与晴晴神色一动，察觉到一股精纯的天地灵气。也正是因为这口灵井，观内弟子才能有所修行。师父，弟子未经允许，擅自带人上山，还请您责罚。小道童立于庭前，双手合十，对着道人一拜。去吧，我已算到今天有客，故而在此等候。邋遢道人摆摆手，小道童立马嘻嘻地跑开了。三人入凉亭，坐于邋遢道人对面。晚辈午夜宁，不知真人尊姓大名。午夜宁与晴晴很恭敬，凭直觉，他们能感受到面前之人修为很高，神秘莫测。在下姓张名三丰，南宋人，平生道号繁多，便不赘述。邋遢道人面带笑意。张三丰，你是说那个武当山的张三丰？李三金掐着指头算了算，突然瞪大眼睛道：卧槽，那岂不是说你活了1000多岁？张三丰笑着点点头，又对午夜宁与晴晴道：冠二位小有于山间古祠一游，许是来自他乡。午夜宁神色一喜，道：真人对古祠之事有所了解吗？非也，只是见祠中石河神异，其上道文玄妙，前所未见，故而猜测。张三丰道：好吧。午夜宁黯然，真人方才路过古井时，发觉其内灵气浓郁，为何天地间反而灵气尽失？晴晴问道。灵力为得道之根，肉壳为通神之本，若是人人有道可循，有神可炼，则世间无仙也无神。张三丰说了一番古怪的话，引得两人皱眉。张真人，你们这些高人明明这么厉害，为何都喜欢隐居山林，好像怕被人知道一样？李三金插嘴道。张三丰捋了捋胡子，笑道：若是出世，须得位列仙班，受尽万般枷锁，故而不得。位列仙班还不好吗？怎么会有枷锁？李三金嘀咕着，不过如今他已开悟，知道所谓的仙不过是修为更高的生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仙。对于这个问题，张三丰只是笑而不答。那真人可知几千年前这颗星球发生了什么？为何古史中全无记载？午夜宁道。张三丰摇了摇头道：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果然与天庭有关。午夜宁心中一沉，不再多问。接下来午夜宁向张三丰请教了许多修行上的问题，发现这位张真人武道皆修，所知甚广，让他受益颇丰。而李三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厨房，与几个观内弟子抢饭吃了。只有晴晴一人站在午夜宁身后，盯着脚下发呆。原来亭子的地面上刻着一个圆形图案，被弯弧一分为二，其似阴阳两面，又并非极端，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两者浑然一体。不知为何，晴晴想到了造化天成功，其中的气与在也是两个对立面，与地上这幅阴阳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有说不出的不一样。小友，你似乎陷入了某种困惑。突然晴晴耳边传来张三丰的声音，抬头见邋遢道人与自家大小姐都在看着他，于是晴晴嘿嘿一笑，将造化天成功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对水的一些理解说出。张三丰没有多言，起身打出一套缓而有力的武道动作，古井中的灵力受他牵引，自然而然地在周围流转。晴晴认真地看着，发现这些动作只有极少部分与造化天成功相似，其他的近乎完全相悖。此乃我所创太极式也，小友看完有何感悟？一套动作打完后，张三丰问道。已记不清。晴晴思索了片刻，又道：只记得两鱼得水，顺流而动，其水有多广，则是有多大。张三丰满意的点点头，道：世间万法不外如是，太极之道便在其中，而如何将所有水汇集在一滴，让鱼儿跃出水面，才是小友现在所要思考的问题。晴晴陷入了沉思。临了时已至日暮，一行三人拜别张三丰，离了济福观，行至半山，鹤发童颜的邋遢道人立于红日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小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晴晴虽不知其意，但还是对着张三丰恭敬一拜，道：多谢真人指点。离开济福观后，三人打算驱车前往长城，见见这座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宏伟建筑。一路上，晴晴时常发呆，思索张三丰演化的太极之道。行了几个小时车程，同行的车多了起来，大多是旅游的。等来到长城脚下时，这里的游客已经人头攒动。李三金跑去检票，午夜宁则与晴晴来到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一闪而过。三人在不远处汇合，开始顺着游客一起向上攀登。即便这座建筑是仿天关漫道而筑的，图具奇形，依旧散发若有若无的神秘气息，不亲自去过天关很难察觉。三人攀爬的速度并不快，过程中午夜宁与晴晴一直在细细感知周围，希望能找到一点太祖留下的蛛丝马迹，这也许是他们返回原来天地的关键。没过多久，李三金便嚷嚷着不爬了，扶着旁边的墙体，两条腿直打颤。怎么，你恐高啊？午夜宁打趣道。那太可惜了，以后若传你腾云驾雾的神通，你非得吓死不可。啊，恐高？谁？一听这话，李三金顿时不服气了，抬起哆哆嗦嗦的双腿，扬言要爬个10万8千里。到半山腰时，李三金口渴难耐，提议去买瓶水，三人便来到一个鸭舌帽胡渣男的摊位前。李三金挑了一瓶，道：老哥，这水多少钱？胡渣男头也不抬，道：10块。李三金瞪大了眼，道：
不是吧，老哥，这水在其他地方就3-2块，你这里卖10块，怎么不去抢啊？胡渣男抬起鸭舌帽，轻蔑地看了李三金一眼，道：一看你这样子就没钱。紧接着他便加言加语起来，道：1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好吗？长城上的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好吧？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努力工作？卧槽，我没钱，我没钱！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狠狠地打你的脸！李三金气急败坏，在口袋里翻了半天也没能翻出一张红票子，只得一甩脸扬长而去。又过了2个多小时，三人登顶长城，这里聚集了不少游客，男男女女都很兴奋，有的用各种姿势拍照发朋友圈，有的大声呐喊发泄情绪。吴叶宁与秦晴站在关内，望那万里雄关如龙盘虎踞一般，百转千回，最后消失在山河的尽头。师傅师娘，看这边！突然，身后传来李三金的声音，两人回头，见一个手机摄像头正对着他们。啊，我们？吴叶宁一愣，莫名有点害羞，但又情不自禁往秦晴边上靠了靠。哎，对，靠近点，再靠近点。李三金一副大导演的样子。咔嚓！随着提示音响起，这幅画面被永远定格了下来。照片中的男子挠着头，咧嘴轻笑，旁边的少女眼眸低垂，面颊上有抹淡淡的红晕。拍完这张后，李三金又请求旁边的游客帮忙，三人合影了一张，这才心满意足。此时，一朵笼罩在远处的大云正好飘开了，千道万道阳光难掩锋芒，直射大地，如同斩断了世间的枷锁，横扫了一切尘埃与阴霾。看着这一幕，秦晴突然想起了张三丰留下的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何让鱼儿跃出水面才是重中之重。不知为何，他怔住了。对啊，太极是顺应天道的产物，所以不论它万般变化，始终都逃不出一个圆。可造化天成功的核心是冲破束缚，哪怕向天而亡。这一刻，秦晴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走上了岔路。从一开始，我便觉得气宇在的存在悖于天道，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另辟蹊径，选择了顺应天道的方式。但或许最锋利的矛与最坚固的盾本来就可以在碰撞中共存呢。秦晴不断自语着，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逐渐抛开了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了造化天成功的本质。这人嘀咕什么呢？不会有病吧？见状，旁边的游客纷纷避开，只有武叶宁知道秦晴正在经历怎样一场顿悟。师傅，你自言自语啥呢？什么矛不矛盾不盾的？李三金刚想凑过去，便被武叶宁拎到了一旁。矛非矛，盾非盾，锋利无比的东西即矛，坚不可摧的东西即是盾，两者并存。另一边，秦晴眸底闪过金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道：是剑与剑鞘啊！如果以剑作为最锋利的矛，以鞘作为最坚固的盾，二者分儿各自为最，可守可攻，合而完美无缺，两极归一，反斜杠反斜杠。想到这里，秦晴心脏砰砰直跳，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脚下的路突然变得清晰无比，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也同样是在这一刻，长城内外天色骤变，狂风卷着乌云，将原本晴朗的高空遮掩殆尽。怎么回事？天气预报不是说今天没雨吗？是啊，这天怎么说变就变？游客们纷纷抱怨着，找地方躲雨。坏了，被发现了！吴叶宁与秦晴立于长城，神色难看，乌云中投下来几道强大的目光，正在四处搜寻，让他们无所遁形。谁被发现了？李三金左看右看，不明所以。敢在这里顿悟，你们不要命了！突然，三人耳边响起急促的声音，紧接着，一只大手掠过，将黑布盖在他们头顶。黑布下，虚空陡然塌陷，三人只觉脚下一空，直接坠了进去。距离他们较近的几个游客愣神，指着地上的黑布道：刚才这里是不是有3个人？我不到啊，先躲雨吧。另一人懵逼。与此同时，高天上几个身披银甲的天兵天将正在俯视着这里。其中一人道：明明察觉到忤逆天道的气息，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这一天，国际航天测控中心接收到一组来自于月球卫星探测仪的画面。画面中，一台巨大的类型人机甲半跪在月球表面，陷入了沉寂状态，旁边还留有2串人类的脚印。整个测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盯着大屏幕，鸦雀无声。作为这一幕的始作俑者，吴叶宁与秦晴并不知道他们给航天测控中心造成了多大的轰动。此刻他们才刚刚跨出虚空。卧槽，活神仙！第一次经历横渡虚空的李三金激动不已，大口地喘着粗气。吴叶宁与秦晴很快镇定下来，审视四周，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简易的出租屋，大概30平米。屋里有一台电脑、一张床、一个衣柜、一间厕所。面前站着个背影，黑色夹克牛仔裤，转过身来，竟然是之前卖水摊的鸭舌帽胡渣男。看不透修为，但既然帮了我们，至少现在没有恶意，只是不知道其最终目的是什么。秦晴心中提防。卧槽，是你！一瓶水收我10块的无良奸商！李三金立刻上前指指点点。胡渣男往床上一躺，点燃香烟，道：要不是我出手，你们可能连小命都没了，就别计较那几块钱了。你是何人？为什么要帮我们？午夜凝道：我一个低调的大明星而已。胡渣男故作神秘：大明星就住在这30平米的出租屋里啊，你不会想让我师傅师娘站在床边讲话吧？李三金很是不爽，条件有限，凑合待着呗。胡渣男不耐烦地闭上眼，吞云吐雾。一听这话，李三金顿时控制不住了上扬的嘴角，道：要不去我家？我家还蛮大的。你？胡渣男扭头看到一张贱兮兮的脸。很快，一行4人坐进了红色跑车里，胡渣男坐副驾驶，午夜宁与秦晴在后面。卧槽，
你小子还真是有钱人啊！在胡渣男羡慕的目光里，李三金狠狠地装了一把。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帮我们？武叶宁憋了一肚子的话想问。我姓胡名渣男，其他的等到了地方再说，外面不安。胡渣男调了调座位，懒洋洋地躺下。胡渣，不对，渣男，你那长城上的摊子不要了，一瓶好几块的暴利呢。李三金一边开车一边道。慌什么？我还有副业呢。刚说完，胡渣男便接了一个电话，依稀听见什么要万把块钱之类。卧槽，你不会还是个卖假药的吧？李三金震惊，少在这放屁，我卖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药。胡渣男愤然回怼。卧槽，还真是卖假药的。经过一路的争争吵吵，几人终于回到了李三金的别墅。说说吧，你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天上那些人为什么要监视人间界？午夜宁靠近柔软的沙发里，秦秦立于身后。胡渣男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手指沾水，在房间的4个角落刻下一些隐形的纹路。霎时间，整个阁楼仿佛被盖上了一层薄膜。好厉害的静止！秦秦环顾四周，暗道这人不简单。安排妥当后，胡渣男才点燃一根香烟，慢悠悠的道：“我并不是想帮你们，只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老师的影子。”你老师？午夜宁眉头微皱，道：“你老师与我们有何关系？”胡渣男面容平静，道：“你俩明明是愣头青，却能有这么高的修为，想来应该不是生于地球，而是与我老师一样，自同异界吧？你知道异界的事？”听闻此言，午夜宁与秦秦神色一凝，隐约猜到了他老师的身份。你老师人呢？带我们去见他。午夜宁直接开口。不用想了，我老师早死了，一身本领也都传给了我。胡渣男淡淡的道。太祖为了成仙契机，走过漫长天关，跨越遥远星域，终是没能成功嘛。两人不由得心情沉重。那你老师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秦秦问道。胡渣男似乎早就在等这句话了，道：他老人家教会了我3件事，一是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二是一身本领与炼丹之术，三吗？胡渣男微微一顿，道：他告诉了我返回你们天地的方法。午夜宁与秦秦心中齐震，这正是他们追逐几位太祖横跨星域的目的。炼丹？你真不是卖假药的？这时李三金半信半疑的开口了。胡渣男懒得废话，直接将一颗黑不溜秋的丹药甩进他嘴里，道：咽下去。李三金吞下去之后，只觉腹中一阵炙热，并快速向其他部位扩散。哎呀，你这丹药怎么炼制的？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李三金风骚的扒弄着身上的衣服。胡渣男咧嘴一笑，道：刚从身上错下来的。约李三金跑卫生间吐了。胡渣前辈可否将返回我们天地的方法告知？午夜凝试探道。可以，但有条件。胡渣男翘起2郎腿，直言不讳。果然图穷匕现了。秦秦心中一沉，道：前辈想要什么？胡渣男吐出一口烟圈，只说了4个字：推翻天庭。午夜凝与秦秦僵住了，空气里静得可怕。见两人这副样子，胡渣男忍俊不禁，道：别，你俩先别害怕，我可不是要你们亲手去覆灭天庭，只是想让你们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帮我办一件事。午夜凝这才松了口气，道：愿闻其详。我师尊说了，想要去往你们的天地，需以长城引动天关，再踏入门内，而催动长城的至宝就在天界的灵虚殿中。胡渣男道：天界灵虚殿？午夜凝皱眉道：据我所知，天界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入的吧？那是自然，想要飞升，需前往昆仑山，走过登仙道，端坐羽化台，而这羽化台可是100年才开启一次。100年，想必前往参加的都是人间翘楚。前辈这么相信我们？午夜凝迟疑，100%相信。胡渣男看向午夜凝身后的秦秦，扬了扬下巴，道：有这位小兄弟在，羽化登仙不成问题。秦秦一愣，道：我？胡渣男点了点头，道：你所修的功法，既然能引动天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脱了人间界。秦秦暗自感叹，道：造化天成功当真了得，莫不是天津柱大哥提得到那位？然后呢，进得了天界又如何？这灵虚殿所在何处？至宝又如何取得？午夜凝继续开口，觉得此行困难重重，难以实现。这个嘛，灵虚殿你们是不可能进去的，但你们可以去往天界的另外一个地方。胡渣男眸光渐寒，坐起身，将手里的烟头拧灭。神域？卧槽，照你们这么说，世界上真有天庭啊！这时李三金刚好从卫生间跑出来，听到几人的对话，再次被震惊了。有，只不过距离你太遥远了，远到你踮起脚尖抬起头都看不见。胡渣男张开双臂靠下。西巴，那他们现在搞毛啊？他们不是掌管人间的吗？小日子往大海里排放核废水都不管。李三金一连3问。胡渣男摇了摇头，笑道：如今的天庭早已不是当年的古天庭喽，他们高高在上，怎肯低下头看苍生一眼？这个星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那段历史被抹除得一干二净？午夜凝道。胡渣男组织了一会儿语言，才道：古神话时代，仙神共存，其后仙者掠夺了大量的地球资源，引发诸神不满，最终爆发了仙神大战。这一战过后，诸神败退，天庭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重道而若武，筑神域以囚禁诸神，筑羽化台以固化明志，并将所有天地灵气引入天界。此后数十万年，地球上的灵力不再有，最初意义上的神逐渐被伪神取代，凡人想要登仙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我认为成仙成神的资格不该由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定夺，
而是每个人应该知晓和选择的权利。胡渣男再次点燃一根香烟，隔着烟雾道：“所以我要推翻他们。”听完这些话后，午夜宁与晴晴陷入了沉默。很显然，这是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卧槽，渣男哥，我收回对你的看法，你现在就是我的偶像。李三金愣了片刻，一把握住胡渣男的手，晃个不停，被嫌弃的甩开了。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打开神域，引发天界大乱，你再趁机入灵虚殿取得至宝，用来催动长城，对吧？午夜宁沉声道。胡渣男点点头。神域连诸神都能封锁，我们凭什么可以打开？晴晴心里抗拒，觉得胡渣男有些不靠谱，而且此事风险太大，一旦有事将无可挽回。这就需要你们动用一点自己聪明的小脑袋瓜了。我也不是要你们打开整个神域，只需要放出其中一尊古神就够了。胡渣男道。谁？战胜刑天。胡渣男说完后，自顾自地掏出一物放在茶几上。晴晴瞳孔骤缩，那是一张金色的书页。晴晴曾与天津柱接触过不短的时间，这股气息她再熟悉不过，也不可能有假。怎么样，这个诚意够了吧？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如何选择自己决定。胡渣男再次靠下。好，成交。午夜宁犹豫片刻，终是将金色书页收下，这也许是他们回家的唯一机会了。胡渣男笑了，到时候取得至宝，我们长城上会合。怎么，你要跟我们一起进天关吗？午夜宁道。当然了，我还想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大千世界呢。胡渣男双手枕在脑后，乐呵呵的。我呢？我负责什么？李三金兴致冲冲地指着自己。你负责后勤就行了，比如今天中午吃什么。胡渣男仿佛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卧槽，差点忘了。李三金一拍大腿，匆匆下楼了。午夜宁看向胡渣男道：天庭根深蒂固，你有几成把握？胡渣男拿出手机看了下日期，道：羽化台还有1个礼拜就要开启了，你们先管好自己吧。午夜宁与晴晴不再多言，起身离开。而胡渣男整个人似乎轻松了许多，竟然躺在软软的沙发上打起了呼噜。回到房间后，午夜宁便与晴晴研究起天金柱的金色书页来，发现上面记载的并非修行功法，而是密密麻麻的丹方。这些丹方条件苛刻，所需的药材多为珍稀，而炼制出来的丹药也各有神异，增长寿命、生死人肉白骨等皆在其列。其中一篇丹方写到长生不老等字样，而所需的药材甚至包含了神灵草。这些药材举世罕见，恐怕几个天地都无法集齐吧。两人心惊之余，无法想象天金柱主人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当然，他们现在还没工夫研究丹道。藏神殿中，血始祖曾以金色书页为兵，斩断封印，这也是他们打开神域的关键。入夜，晴晴来到后花园，手中除了冰魄神剑外，还有一把凡铁制成的简陋剑鞘。只见他将冰魄神剑收入鞘中，站立不动，而后运转造化天成功中的核心要义。渐渐的，晴晴身上腾起武艺，这些武艺经过引导，又全部涌入了剑鞘中。至此，气与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回路，难以想象的力量在剑鞘中积聚。晴晴手中凡铁剑鞘在微微颤抖着，她不敢想象此时出鞘，冰魄神剑将有多利，将会造成怎样的景观。砰！终于，凡铁剑鞘承载不住造化天成功所积聚的剑气，直接炸开了。晴晴内心狂颤，她从没意识到剑鞘竟然是剑道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在造化天成功下，剑刃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奇锋，不必担心过刚易折；而剑鞘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奇钝，不必担心杀伐不足。两者走上了2个极端，却离不开彼此。能创下这篇功法的，恐怕只有剑神宗那位开天剑祖了吧？晴晴自语。可惜没有到达世一境，若是能以某种玄铁铸成剑鞘，再将退下来的击骨融合其中，冰魄神剑将发挥更大的威力。晴晴看着手中的冰魄神剑，心潮澎湃。不过即便如此，他已经很满足了。这篇功法带给他的不单单是武道上的进步，更是心性的改变。此时此刻，晴晴心如利剑，眸如其芒，武道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突飞猛进，直逼机缘进巅峰。第二天，晴晴从李三金口中得知，他父亲有个朋友便是做金属生意的，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帮他们打造一把不一样的剑鞘。对此，晴晴深表谢意。他知道在人间界难以寻到什么稀有金属，但不论是以什么打造，总比凡铁能承载的剑气多些。谢什么？徒弟孝敬师傅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李三金说完，又搓着手道：师傅啊，徒儿每天参悟吐息诀，早已做到滚瓜烂熟，了然于心了。不知晴晴想了想，又传给他一道明经之术，并告诫道：此瞳术你一定要认真参悟，日后将派上大用场。卧槽，瞳术，多谢师傅！李三金激动得直跳脚，郑重答应下来后，闭门参悟去了。之后几天，晴晴每日钻研造化天成功，提升剑道，而午夜宁也在不断参悟嗜血魔天诀中更深层次的奥义，为羽化台开启日儿做准备。当然，两人也会偶尔研究一下丹道，毕竟技多不压身嘛。倒是胡渣男，一天到晚根本不修炼，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游戏，把自己搞得油油腻腻。如此平静地度过了3、5天，别墅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是个高马尾、单肩包的少女，看起来15、16岁，脸上还抹着淡妆。少女一进门便低着头换鞋，看到沙发上的一男一女，还有一个胡渣大叔都在看着她以后，下意识地以为自己进错了门，又穿上鞋出去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这里就她一家，于是发疯似的冲了回来，吼道：喂，你们谁啊？这可是我家啊！听到动静的李三金从楼上探出脑袋，正好看到少女神色不善地盯着午夜宁，道：还有你，如果我记得没错，
你穿的应该是我的裙子吧？午夜宁盘腿坐在沙发上，一边啃苹果，一边认真玩着笔记本里的游戏。而他旁边，晴晴疯狂给李三金使眼色。李三金匆匆下楼道：“那个瑶瑶啊，这师傅和师娘，叫师娘啊？疯了吧哥？”李瑶瑶瞪大了眼道：“他看起来还没我年纪大，要我叫他娘？你裙子那么多，少穿一条又不会死，对不？”李三金疯狂挤眉弄眼：“我不管，我的裙子凭什么给别的女生穿？我现在就要从她身上扒下来！”李瑶瑶气势汹汹的就要上前，李三金急忙张开双臂拦着道：“冷静冷静，师傅师娘可是正儿八经的神仙。”“神仙个屁！哥，我看你是被这些江湖术士给洗脑了吧？”李瑶瑶掐着腰喷了李三金一脸唾沫。哈哈，胡渣男没忍住笑出了声。“还有你猥琐男，你笑什么笑？立刻掐了你的烟，从我家滚出去！”李瑶瑶调转枪头，胡渣男憋回去了。眼看老妹是不可能相信自己的话了，李三金深呼了一口气道：“李瑶瑶，你书包里是不是有本小黄书，叫美艳富婆与9个男宠不得不说的秘密？”这话一出，全场寂静。李瑶瑶涨红了脸道：“什么小黄书？是言情小说，言情啊，懂不懂啊？你那是言情小说吗？我都不惜的说你。”李三金玩起梗来。李瑶瑶的脸直红到耳朵根，连眼睛里也泛起了水雾，丢下一句笨蛋老哥后，重重摔上了卧室门。“师傅师娘别见怪哈，这小妮子脾气就这样。”李三金哭笑不得，又追上去道歉去了。入夜，午夜凝盘坐在阳台上闭目修行，一双光脚丫子悄咪咪的走了进来。“那个师娘姐姐。”李瑶瑶小心翼翼的坐在午夜宁旁边。“午夜宁轻应一声，没有睁眼。李瑶瑶抿了抿嘴唇道：“今天的事，师娘姐姐别放在心上哈，我确实没想到祖训会是真的。”“不是，你跟你哥的第一反应倒是挺像。”午夜宁道。“嘻嘻。”李瑶瑶松了一口气，没离开，慢慢问了一些关于异世界的事，午夜宁也会回答。感受到自己这位师娘姐姐很好相处以后，李瑶瑶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表示想八卦一下师傅与师娘在异世界的传奇冒险经历。提到这个，午夜宁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意，红唇轻启，两人就这样一句我一句的聊起来。“六岁，那师傅和你岂不是青梅竹马？”听着午夜宁与晴晴的故事，李瑶瑶觉得这比言情小说有意思1万倍。青梅竹马许是吧？你俩出生入死，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师傅还没和你表白啊？李瑶瑶大为不解。午夜宁睁开眼睛，眸光望向漫天星空，最后落回到后花园那个身影上。“我知道他有自己的心事，可身处这样一个乱世，谁又敢轻易许下承诺呢？”午夜宁轻声道。“哦。”李瑶瑶似懂非懂的托着腮。此时晴晴刚刚练完一套剑诀，有10年的武剑经历作为基础，她对造化天成功的掌握速度可谓飞速。随后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使劲跺了跺脚：“土地公在吗？出来一下呗。”“来了来了。”几息后，身材矮小的土地公旋身出来道：“少侠需要什么帮助吗？”晴晴蹲下身嘿嘿笑道：“土地公，在下有一事相求，能不能把你打开虚空那玩意儿借我和大小姐玩2天？”土地公一听这话，当即转过身去道：“不行，可是上界赐下的，若是被发现是要遭罪的。”晴晴往土地公面前挪了一步道：“土地公，土地爷，您就借这一次成不？”“不成不成。”土地公把头摇成了拨浪鼓道：“这可是大事，我不能失职。”“失职？”晴晴转眼珠子道：“土地公，我现在在你的管辖范围里，你说我是不是你的名？”这土地公抚着胡须想了想道：“是，那就好办多了。”晴晴悠悠的道：“那你说是这官大呢，还是名大？”这话一下把土地公给问住了，他迟疑了半晌道：“名大。”“这不就对了，既然名比官大，现在你的名有求于你，你却不应，算不算失职？”晴晴道：“啊。”土地公张了张嘴，既然无言以对，你要这法宝可是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土地公问道。晴晴看向四周，又指了指头顶，小声道：“不害理，但伤天。”“你……”土地公一惊，深思熟虑过后，土地公将一如一模样的东西取出，道：“用完需尽快归还，莫要牵连于我。”“嘿嘿，多谢土地公，多谢土地公。”晴晴满心欢喜的收下。怎么跟那孙猴子一副德行？土地公咕哝着遁入了土里。翌日，李三金为晴晴量身定制的剑鞘到了，通体墨色镀金纹，看样子是用某种黑金与钛合金按照比例铸成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鞘身的光泽会向深紫色渐变，有种古典与高雅的美感。看来你爹这个朋友也不是一般人啊。晴晴将剑鞘在手中把玩了几下，而后取出冰魄神剑，噌，冰魄神剑入鞘，这一刻二者完美归一。之后，李三金开车送午夜宁与晴晴前往昆仑山，因为距离羽化台开启的时间不远了，胡渣男也要跟着。作为万山之祖，昆仑山自古以来便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许多神话故事都与其相关，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百年一开的登仙道与羽化台便在其中。到达山脉脚下时，这里汇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午夜宁与晴晴凭借修行者的敏锐感官，察觉到不少修士的气息。看来今天会很热闹。胡渣男点燃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几人决定一起登山，毕竟来都来了，不看看这绝美的风景，属实可惜。昆仑山山体巍峨，高耸向天，直插入磅礴的云雾中，不知其内隐着什么。
五彩斑斓的岩壁上附着着常年不化的积雪，仿佛人间仙殿，不染俗噬魂浊。秦晴等人爬了半天，最后来到了一处陡峭的岩壁前。由于这里无路可走，所以游客要么选择改道，要么选择下山，无人停留。不过岩壁里却有一丝一缕的灵气外溢出来，在普通人感知不到的地方，似有一道隐形的门户。去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胡渣男扬了扬下巴，师父师娘，你们这一去可就天人永别了，我们还能再见吗？李三金泪眼汪汪，你这说的好像我俩要记了一样。秦晴笑着，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也是学到不少网络用语，尤其对卧槽2个字格外熟练。一旦天界爆发动乱，我会立马用手段潜入灵虚殿，到时候在长城那边接应你们。胡渣男道。午夜宁与秦晴点头，转身踏入那道隐形的门户中。紧接着他们眼前的场景发生了变化，虽然依旧是陡峭的雪山，但山体间却被开辟出了一条宽广的古道，古道仙气渺渺，由一节一节的台阶筑成，通向看不到的高处。这里应该就是胡渣大哥所说的登仙道了，羽化台还在前方。午夜宁与秦晴并肩立。此时登仙道上坐了不少人，有的戴着眼镜，西装打领，有的像是书香门第，旁边还跟着小小书童，有的则衣着普通，闭目调息。在更高处的阶梯上，还有许多人在往上走，但也不急不缓，因为他们知道仙道并不能先得。我靠，又来一个，成仙名额这么卷的吗？见午夜宁与秦晴到来，一个浑身名牌的少年发牢骚，另一个少女白了他一眼，道：这还卷啊？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蓬来的就是因为考试卷不过那些人才来这里尝试羽化的。仙二代就别凡尔赛了，羽化台100年才开启一次，你等年纪轻轻就能来到这里，已经超过了 99.9% 的人。一个穿着中山装头发花白的老者笑道：老爷子，您这一把年纪了还来登仙啊？在家里领几百年的养老金不香吗？有人打趣。老朽横跨元明清至今，可惜书没读成，功名也没立下，空活岁月，若是死之前能看一眼天界是什么样子，这辈子也值了。老者嘿嘿地笑着。这时众人又将目光看向了一个络腮胡老外，道：美爷，你不去拜你的上帝，来我们昆仑山凑什么热闹？那老外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腔，道：我从小生活在这里，信仙佛不信上帝，要不 V 我50看看实力。哈哈，年轻人都笑了起来。登仙道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午夜宁与秦晴找了个台阶坐下，默默听他们交谈。由于天地灵力匮乏以及天庭的封锁统治，这些人的修为都在启灵巅峰、出入眼玄或者眼玄境小城之间徘徊，只有少数几个境界更高。但两人不敢大意，能来到这里的人，要么是修道世家，要么是上古一脉，都是有一定的家族底蕴。这时登仙道上方传来动静，抬头看，浓厚的云雾一道神霞拨开了，透出的光洒落在冰玉台阶上，色彩纷呈。开始了，开始了，羽化台快要开启了。登仙道上的众人收敛笑容，纷纷开始踏仙道。午夜宁与秦晴也起身，踩着台阶向上走。哎呦！没过多久，上方便传来惨叫声，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男人倒飞下来，额头在台阶上磕得血淋淋的。哟，这不陆子超吗？见你好几次了，今年又来了。有人调笑道。叫做陆子超的男人艰难爬起来，道：别笑，这次可是来了几个厉害角色，我没戏，你们也没戏。说罢，他愤愤地下山了。众人面面相觑。越往高处走，登仙道上的祥瑞气息越少了，反而飘散着淡淡的血腥。再往上，甚至有人伏尸于此，鲜血顺着台阶淌落，将冰玉染成了血色。然而周围的人仿佛没有看见一般，继续踩着斜脚印向上。不可能，这和想象中的羽化登仙完全不一样。羽化登仙不是应该？有初来乍到的修行者看到这场面，神色异常。应该的是什么？你以为的又是什么？一个秃子阴恻恻的道。不对，仙者应当清廉自好，不该染上这层层血污。那修行者直摇头，道心受到了巨大冲击，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冲下了登仙道。午夜宁与秦晴早已见惯了这种腥风血雨的风景，也知晓天庭的内幕为何，此刻踏雪而行，神色平静。由于微微抬头的缘故，午夜宁露出一截纤长的天鹅颈，白皙秀奇，让人恨不得咬一口。突然，前路上的男子扭头，掌心凝聚眼玄境小城的神芒，猛地向他拍来。面对这扑面的杀机，午夜宁没有施展任何神通抵挡，甚至于没有看那男子一眼，只是心无旁骛地往上走。噌，剑鸣璀璨，如现世惊鸿，一条手臂与午夜宁擦肩而过，溅出的血没有一滴染在他身上。这一刻，附近的人全部被惊动了，纷纷止步，看向午夜宁身后那个默默无闻的侍从。黑鞘、白刃，刚才的剑芒是那个随从展出的吗？总之，小心那个带剑的。前路上不少人窃窃私语。午夜宁没有理会他们，在断臂之人恐惧的目光中，继续向羽化台迈步。秦晴则收剑跟在后面。又走了一段距离，一个身穿白衣、梳着长发的俊秀少年出现在两人面前。在下苏七代，自幼习剑，15岁成家族第一，17岁名动修行界，自诩人间剑道第一流，想你与较个高下。少年体型单薄，执剑拦路，一双眸子注视着秦晴。剑道第一。秦晴神色稍凝，苏七代身上的武道气息比他只高不低，尤其是手中那把青铜剑，上面刻有玄文，像是先秦时期所铸。几成把握？午夜宁道。3成。秦晴答。去吧。午夜宁点了点头。秦晴沉默着上前，其实在这里遇到午休，他并不想出手，奈何双方各有所求，没有退让的可能。
听着两人的对话，苏七代眉头微皱，俯身挺剑而出，白衣胜雪。秦晴没有犹豫，剑一出鞘，身动如雷。霎时间，两人站在一起，清冽的剑鸣声不绝于耳。剑锋每次相触，都是武艺与剑道之间的激烈摩擦，一发招斩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随着他们的武道招式，剑芒与剑锋反射的神霞一起在登仙道上激荡，引得无数修士驻足，心惊不已。然而，苏七代不愧为剑道天才，年纪轻轻便可以做到人剑合一，剑随心动。秦秦师斩造化天成功，顺手持剑，逆手持鞘，依旧被逼得落入下风。就在又一次惊险的交锋过后，苏七代以当剑势扫盲快攻，大步逼近，秦秦躲闪不及，不得不反身压背，以鞘格挡。有破绽！见状，苏七代神色大喜，剑道招式陡然变换，转扫为突，挑向秦秦右肩。若此招中，秦秦手中的冰魄神剑必将脱落，失去一战之力。面对苏七代的单剑直入，秦秦眸光一沉，可一步慢步不慢，此时提剑已来不及。想到这里，他索性兵行险道，借势翻身两圈，手中剑鞘有手为攻。噌！下一刻，黑发擦过眉梢，秦秦的墨鞘正对上了苏七代的青铜剑，直接将其收入其中。你！苏七代面色一僵，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古怪的招式，也是自己的剑第一次没入别人的鞘里。他手上用力，欲让青铜剑抽出，然而秦秦的鞘内仿佛积聚了无边武艺，让其动弹不得。噌！就这么一瞬的功夫，秦秦手起剑落，将苏七代的头绳挑断，顷刻间青丝披散。苏七代愣了片刻，抿嘴道：“我输了，想不到我练剑13载，最后败给了鞘。”承让。秦秦拱手，其实他心里后怕得很，若是苏七代那一剑不是挑向右肩，而是刺向背心，他可能会死。此时登仙道上一片哗然，剑阁的少公子竟然败了，那家伙什么来历？从来没听说过，看来又是一个了不得的家伙出事了。那把剑，人间界真有这么锋利的剑吗？我觉得厉害的不是剑，而是那个人的剑招。众修士议论纷纷，有的知道登仙无望，摇头叹息，也有人神色阴沉，按兵不动。苏七代收剑，在众人的目光中坦然下山。很快，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迎了过来：“小姐，莫要灰心，咱们管家神色复杂，也不知如何安慰。才没有灰心，不就100年吗？我等，哪怕200年、300年，我也要寻上天界，与他再决高下。”苏七代眼眶微红，回首，那个持剑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更高处。此时，午夜宁与秦秦已经来到了之前那个一身名牌的少年面前。怎么，你要拦我们吗？午夜宁道：“不，其实我只想在人间界爽个够，是我爷爷硬逼我来的。”名牌少年笑着，欲掏出手机上前，被秦秦拦在了3步外。这个距离，没有人可以伤到午夜宁。名牌少年也不生气，晃了晃手机，道：“小姐姐，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呗？你闲了就拍几张天界的照片发朋友圈，我可以和圈里人装个逼。”午夜宁沉默了一会儿，道：“我没手机。”我靠，你这拒绝方式也太绝了吧！名牌少年无话可说，遗憾离场。不多时，午夜宁与秦秦赶上了那个来自蓬莱的少女。此时她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气息紊乱，脚边还有几具尸体。看到两人上来后，蓬莱少女一摆手，道：“不打了，为了登仙丢了小命可不值，我还是回去好好学习吧。”午夜宁与秦秦沉默，他们知道前路上还有更多的凶险。之后，两人继续向上，期间不断有身影向他们袭来。秦秦单中直鞘，剑出如龙，没有花里胡哨的动作，只有招招致命的剑道。午夜宁脚步不停，不论周围是怎样一副断肢残臂纷飞、鲜血喷涌的场面，他前方始终是风平浪静。经历过重重杀伐后，两人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了羽化台前。这里躺满了尸体，鲜血如潺潺溪流，近乎无处落脚。在他们头顶，也就是霞光穿透云雾的地方，隐约能看到一道金色的门户正在缓缓浮现，其内异象纷呈，似有灵兽跃然。而羽化台同样泛着圣光，上面雕刻有各种祥瑞异兽的图案，与天门交相辉映。据胡渣男所说，羽化台本身便是用一块上古遗留的仙石所铸，其内有天地初开时诞生的纹路，并非等闲。此时，羽化台上闭目盘坐着两人，一个脸上有疤的魁梧大汉，一个阴郁男子，修为皆是眼玄境大成。阴郁男子睁开双眼，道：“你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带剑的应该算是人间界的巅峰战力之一了。那又如何？”大汉开口，不以为然：“如何？你我实力相近，若是相争，皆有机会羽化。可若与这人单打独斗，恐会化作剑下亡魂。”男子冷声道。魁梧大汉略作思索，自上而下俯视道：“既然如此，先宰了他吧。”羽化台下，午夜凝神色渐寒，秦秦双目微眯。随后，台上的两人缓缓起身，向他们投来充满杀意的目光。“小秦子，几成？”午夜凝道。秦秦稍作沉默，道：“5成。”好。午夜凝点头。“5成，小子你太狂妄了。”台上，阴郁男子神色狠辣，直接施展神通，从袖袍中照出2道黑色明器，其内沉浮着无数骷髅头。秦秦剑刃出鞘，飞身而上，剑锋上附着武艺，锐不可当，于铺天盖地的明器中展出一道宽广大道。阴郁男子冷哼一声，明器汹涌而出，其内骷髅头似是活物，眼泛乌光，牙齿嘎嘎作响。秦秦手持冰魄神剑冲杀其中，斩灭多少，他们便复生多少。如此过了几招后，秦秦调转攻势，手中坐荡剑势直向阴郁男子杀去。就在这时，魁梧大汉的拳锋猛地从侧面砸来，秦
秦秦心中一惊，急忙抽剑而归，一剑一鞘交叉向大。轰！巨响过后，秦秦噔噔连退数步，这才稳住身形。大汉虽是道修，但体质特殊，此刻加以神芒附体，威势大得惊人。这股巨力透过剑身传递，若非秦秦以造化天成功引武艺入鞘，凝结最坚固的遁势，他的肉身恐怕无法承受。嚯！竟然没死！就算有这把剑，你也应该五脏六腑剧烈，吐血3声啊！大汉看向自己的拳头，深感疑惑。秦秦有意磨练己身，此刻压下翻腾的气血，再次冲杀过去。一时间，羽化台上明气滔滔，剑光如虹，3道身影来回穿梭，声势浩大。这个过程中，秦秦对剑与鞘的掌控更加熟练，冰魄神剑在造化天成功的加持下无往不利，每过个几招，便可在他们身上留下伤痕。而自始至终，武叶宁都在台下冷冷观望，没有出手。眼见久攻不下，阴郁男子忽地将目光转向武叶宁，道：“此子既然拿我们练剑，不如先斩其主，乱其剑心，再趁机围杀。”说罢，阴郁男子卷动冥气，牵引万千骷髅，只身向武叶宁杀去。正在与魁梧大汉争杀的秦秦一个侧目，眼眸中杀机毕现。然而，就在阴郁男子即将杀至武叶宁身前时，动作却是一僵，浑身血液不受控制的逆流与他本体作对。你修炼的是什么邪术？阴郁男子惊骇。杀人术。武叶宁的眸中盛开出2朵妖异的蟹花，这一刻，他将摩天诀催动到了极致。阴郁男子的剑伤里，血液与灵力一起外涌，向他身上汇聚。若阴郁男子没有外伤，武叶宁只有败退的可能。可他此刻浑身上下皆是秦秦斩出的血痕，如同装满水的袋子被戳了10几个窟窿，血流不止。阴郁男子心中惶急，急忙催动神通，3轮洞天疯狂旋转，欲将摩天诀压制。可惜秦秦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一道剑芒断其头颅。武叶宁沐浴血光之中，尽情吞噬着阴郁男子的修为，眼玄境大成的洞天蕴含许多空间之力，对他突破境界极有帮助。拿命来！突然，秦秦背后响起一声厉喝，彪形大汉暴起至高空，浑身神芒近乎燃烧，要给他致命一击。秦秦微微偏头，不知为何，他的脑海中浮现了造化天成功的核心要义，气与在3者互为个体，却密不可分。想到这里，秦秦反而放弃了所有抵抗，脑海中只剩下一个追求：锋利，极致的锋利。在这股心念下，秦秦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以剑鞘推动剑柄，再以剑刃从腋下贯出。噗嗤！大汉顿住了，满眼的不可思议。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剑，就这么洞穿了他的所有防御，直直刺入了他的心脏。随后，大汉踉跄后退，轰然坠地，眼睛瞪得大大的，到死都想不明白秦秦是如何做到的。赏给你了。武叶宁迈步登上羽化台，闭目盘坐。嘿嘿，多谢大小姐。秦秦收剑，施展摩天诀，吞噬大汉的气血，恢复己身，以起灵境吞噬眼玄境的修为，这是外人不敢想象的，获得的成长同样无法估量。之后时间，又有人陆陆续续来到羽化台前挑战，皆被秦秦一剑所退。最后，那个白发苍苍的3朝元老也登上了羽化台，道：“小友，老朽时日无多，只剩下这最后的机会了。”秦秦没有多说什么，与他站在一起。可每将要刺中老者要害时，剑锋便会发生偏转，并落入逆势。老者摆开架势，身上仿佛流转着一股看不见的道士，随着他身形一震，苍老的身躯内爆发巨力，直接将秦秦震退数步。卧槽，这不是太极吗？秦秦揉着胸口，龇牙咧嘴。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鞘画弧，施展太极之道，顺着老者的招数走，再以剑施展造化天成功，如蜻蜓点水，游离在太极之外。两人再次交手，时一开始，老者的神色便发生了变化，逐渐从轻描淡写转为凝重，再到震惊。终于在又一次转身后，秦秦的长剑如鱼儿般跃出了水面，轻飘飘地抵在老者的喉结前。老者沉默片刻，这才道：“你的师傅是谁？太极造诣竟然比我还要高。”秦秦道：“姓张。”张？老者稍一思索，恍然大悟，苦笑道：“罢了，时也，命也，终究是一事无成啊。”他意难平地坐于台阶下，不久后气绝身亡。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午夜宁与秦秦了。100年开启一次的羽化台，将要以满地的鲜血落下帷幕。云雾中，霞光汩汩，那道金色的天门在一点一点变得凝实，将要从虚空中完全显化出来。精纯的灵气从中飘散，驱散灯仙道上的血腥味。半个时辰后，天门被彻底打开了，一道仙光垂落，普照于灯仙台上，冲刷尽了上面的所有血污。午夜宁与秦秦置身在仙光下，抬头仰望，见一头戴素冠、仙风道骨的老人立在门内。老人挥动手中拂尘，道：“天门已开，羽化台上何人登仙？晚辈午夜宁拜见仙人。”午夜宁俯身道。老者没有回话，只是翻手取出一面小镜，往他身上一照，霎时间镜面内金光大盛。此等资质，万年难得一遇也。老者露出惊容，这才道：“快请起，与我同往天庭。”仙人，我想带一名仆从随行，可否？午夜宁道：“你资质过人，提出的要求我当尽量满足。”老者面带和善的笑意，随后在秦秦身上扫视了一下，道：“启灵境大成，倒也可以。多谢仙人。”午夜宁拱手，在仙光的牵引下，他和秦秦的身体开始缓缓漂浮上升，仿佛纯净无瑕，最后没入了天门。随着天门闭合，羽化台上恢复了冷清，灯仙道内发生的种种也与他们再无瓜葛。另一边，午夜宁与秦秦正式踏入了天界。
与其说是天界，其实就是用大手段在第二虚空内开辟出了一片区域，并将地球上的灵气全部引入。好大的手笔！午夜宁与宿关老者驾云在前，秦晴跟在后面，不时观望四周。这里的天地灵气极其浓郁，如雾如稠，有些地方随手一抓，近乎能凝出水来。在此修行，速度定会快上不少。若是凡人能在这里呼吸一口，恐怕可以延寿10几年。远处还有各种珍奇稀有的灵气在升腾，五光十色，一些灵禽异兽在仙雾中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与人间界相比，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秦晴心中自语，不知仙人如何称呼。这时，午夜宁开口：“仙人不敢当，换我杜使君即可。平日里协调诸多琐事，也受各大星官差遣，当真是一份苦差事。”接印度抚着胡须笑道：“您苦，您还苦啊！再苦也不见您去人间界喝一口核废水。”秦晴故意道。杜使君神色一变，扭头道：“你说什么？你一个仆从，怎敢口出妄语？”使君息怒，使君息怒！午夜宁急忙帮衬道：“这恶仆平日里被我娇宠坏了，多少有些不知礼数。今晚我定好好调教他一番。”杜使君碍于午夜宁资质超绝，将来极可能在诸天星辰中拥有一席之地，便也作罢。话说核废水入海一事，使君可曾知晓？难道不是天庭该管的吗？午夜宁道：“这倒是略有耳闻。”杜使君迟疑一番啊，但此事理应由龙王负责，他与天界诸仙如何商榷的，我便不知晓了。原来如此，看来是龙王大人失职了。午夜宁笑了笑道：“我倒觉得，若是能将天界中的部分天地灵气引入大海，既可净化河污，又能助边海渔业蓬勃发展。”杜使君摇了摇头道：“那可不行，天地灵气何其珍惜，理应天界享用，怎么能渡给下界的凡人呢？”哦，午夜宁做出懂了的样子道：“是夜宁多言了。哪里话，你还年轻，又刚刚飞升，定然有很多规矩不懂，以后慢慢就会明白了。”杜使君笑道：“人间界抽来的天地灵气不给人间界用，真是他妈的黑心，他妈给黑心开门，他妈的黑心到家了。”秦晴心中暗骂。不知不觉中，三人飞到了一处宏伟大气的门户前，上刻大字南天门。几人进了南天门，又在杜使君的接待下来到一处精雕细琢的阁楼前，这里仙雾迷蒙，四周生长着些奇异花柳。“叶宁啊，你就先在此住下吧，之后会为你安排官职。”杜使君说着，又取出一枚丹药啊，这颗净玄丹是给你的见面礼，可助长修为，延年益寿。多谢使君。午夜宁做出欣喜的样子，欣然收下。之后，杜使君便飘然离去，午夜宁则带秦晴来到住处。这里装饰繁多，雍容华贵，桌面上还摆放着各种不知名的灵果与珍馐，每过一段时间便有穿着仙裙的妙龄侍女前来更换。午夜宁随手拿几个来品尝，觉得不好吃的就丢给秦晴，而秦晴则学着胡渣男传授的手法，在屋舍内简单的布下一小片禁制。处理妥当后，午夜宁取出了杜使君给的净玄丹，只觉其内道力横溢，若是吃下去，恐怕可以直接突破至眼玄境小成。大小姐，小心有诈！秦晴出言提醒，毕竟张三丰所说的受尽万般枷锁，可能不止天界的规矩那么简单。午夜宁点了点头，取出天经柱那张金色书页，其上除了记载有密密麻麻的丹方外，还有详细的丹解与注释。两人开始对着万丹解研究起来。色黄微赤，气稍苦，其表有星点，半生禅意纹，看来确实是净玄丹，只是不知道其成分是否精纯。研究了一番后，午夜宁闭目盘坐，施展经液中教授的解丹之法。不多时，净玄丹中各种细微的颗粒被逐一拆解出来，化作药材虚影，悬浮于两人周围，其中多出一味，明显不是丹方中所记载的，而这一味将直接牵扯到所有药材，改变最终药效。好厉害的神通！秦晴看着四周，惊叹不已。解丹法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杀法手段，但神异程度丝毫不逊。而且这不代表两人掌握了丹道，炼丹之道条件苛刻，某种意义上超过了修武与修道。午夜宁挥手将多出的一味药材抹除后，所有药材的颗粒内敛重新凝聚于一丹。至此，一枚至精至纯的净玄丹悬于两人面前。没过一会儿，一个穿着流仙裙的小侍女来到屋外，请求更换瓜果珍馐。秦晴左右观望了一下，将她盛情邀至屋内，道：“小仙女，可否和你打探个消息？”小侍女见午夜宁闭目盘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又见秦晴一副神经兮兮的样子，便眨了眨水灵灵的眸子，道：“你要问什么便问呗，何须拉进屋里鬼鬼祟祟的？”嗨嗨，秦晴干咳两声，道：“你可知神域在什么地方？”神域？小侍女歪着脑袋道：“天界有这地方吗？从来没听说过。那什么，要不你回去的时候问问你那些小姐妹呗。”秦晴说着，将一些灵果塞给她，以作贿赂。好吧，小侍女不善推脱，只好答应。第二天，小侍女再次来更换灵果珍馐时，秦晴急忙将她请了进来。据可靠消息，天界好像被划分为9重，神域在第7重天，具体位置无从知晓。小侍女道：“9重。”秦晴神色一凝，看来他们对天界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不然3位太祖也不会寻仙机至此。那一般犯什么事才能入狱？秦晴又问道。小侍女满头问号道：“你这人好生奇怪，我小姐妹们说那里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进去的人是会被吃掉的。”哈哈，好吧，多谢了。秦晴拱手。接下来几天，秦晴从小侍女口中打探到不少消息，包括如何才能升到更高的界域等。500年。当得知想从9重天升到8重天需要500年，而从8重天升到7重天至少需要上千年时，秦晴惊了。这一天，午夜宁从闭关中苏醒，
凌迟中2轮洞天共同旋转。不过他并未突破至眼玄境小成，而是在洞天中凝练出了一个小小的匕首雏形，为以后属于自己气打下了基础。秦晴恭贺过后，将自己打探到的消息告知上千年。午夜宁沉吟了一番，道：哪有这么多时间折腾，启动 B 计划。之后两人直接当起了天界街溜子，每天在外面晃荡，终于在一棵神柳下物色到了目标。那棵神柳枝干如龙，盘根错节，扎根在一汪清池旁边，垂落下万千柳条。而它旁边的清池更是通灵，其内竟然显化出了人间界的种种景象，不论是高楼大厦还是市井之间，全部清晰可见。此时一个7、8来岁头戴高帽的孩童正在神柳旁吵闹，身下骑着一个银甲天兵，玩起了钓鱼骑马的游戏。这孩童手持神柳制成的鱼竿，将柳条垂入池水之中，末端绑着一个晶莹的发光体，不似实物。通过池水可以看到，无数劳苦大众在为了这一个发光体苦苦奔波追寻，这仿佛代表了他们的希望，他们一生奋斗的目标。然而每当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达成目标时，孩童只需将手中的钓鱼竿轻轻一提，发光体便会远去，代表着他们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看到人们求而不得、痛苦后悔的样子，孩童会乐得直拍手。可一旦有人抓住了柳条上的气运，成功实现了目标，孩童又会很懊恼，鞭策坐下的天兵换位置，能以垂钓人间界为乐，这小畜生来头肯定不小。秦晴道。这时一个侍女从两人旁边经过，秦晴急忙将她拦下，道：小仙女，你可知那神柳和池子是什么来历？旁边的孩童又是何许人也？侍女远远看了一眼，道：听说神柳叫浮世柳，池子叫观天池，是远古时期为了让人间督察天界而筑的。至于那个孩童，南天七宿雷耀星君的独子，雷耀小星君是也。说完后，侍女便匆匆离开了，似乎不想和这雷耀小星君扯上关系。观天池？狗屁观天池！大小姐，要不就这小星君。秦晴道。OK。午夜宁赞成，两人向着观天池走去。另一边，雷耀小星君刚刚被一个凡人咬走了气运，正闷闷不乐呢，突然看到午夜宁走来，顿时喜上眉梢。你就是从下界飞升上来那个凡人？雷耀小星君趾高气扬地问道。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灵气充盈的环境里，相貌白净，皮肤光滑。是又如何？午夜宁淡淡开口，走至观天池旁坐下，清池中泛起涟漪，倒映出他的容颜。听说你资质不凡，过来让我骑一下。雷耀小星君说着，拍了拍身下的马背，道：一定比现在这匹笨马强多了。他身下那个银甲天兵窘迫地低下头，面红耳赤。午夜宁眉头一皱，不理会他。雷耀小星君见状，得意洋洋叉腰，道：你若让我骑一天，我保你300年内升到8重天。你与我们同为人族，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真以为自己天生真仙，可以搬动别人的命运吗？这时站在午夜宁身后的秦晴开口了。雷耀小星君闻言大感不悦，道：闭嘴，这里哪有你一个仆从说话的份，给我到浮世柳下面壁100年。不好意思，小晴子只能挨我一个人的罚，你没有资格。午夜宁抬起头，面容平静。雷耀小星君一愣，忽觉颜面尽失，道：好好好，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他怒视着午夜宁，道：以为自己飞升天界就可以改变命运吗？我告诉你，依旧是牛马。看到我身下这匹马了吗？他就是前几次飞升上来的。说罢，雷耀小星君踢了踢身下的银甲天兵，道：你说我和你们一样吗？银甲天兵迫于压力，只好道：您是高高在上的星君之子，怎么能与我们这些飞升上来的凡人混为一谈？雷耀小星君这才心满意足，翻身下马，道：去，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这小星君，天界内是禁止打斗的。银甲天兵起身，十分为难。我不管，你若暴揍他们一顿，明年我就让我爸把你升到8重天。雷耀小星君信誓旦旦。银甲天兵犹豫了片刻，终是一咬牙，照出自己的长歌。他看向午夜宁与秦晴二人，道了一声得罪，便冲将过来。雷耀小星君看着这一幕，将双臂交叉在胸前，自信心满满。他知道人间界灵气匮乏，根本不适合修行，而这个天兵已经在天界待了数百年，修为突飞猛进，按理来说午夜宁不可能是对手，很快就会被治得服服帖帖。可惜他得意过早了。午夜宁坐在池边，压根就没动手。几个剑光过后，银甲天兵手中的长歌便被秦晴一脚踢飞了，脖子也被寒气凛然的冰魄神剑给抵住了。别！银甲天兵举起双手。随后午夜宁缓缓起身，在雷耀小星君惊恐的目光中捋起袖子向他走去。啪啊啪啊！观天池旁传来一声一声凄厉的惨叫，可谓千回百转，荡气回肠。浮世柳下，雷耀小星君被扒了裤子，捆在一根粗干上，两半屁股高高撅起，上面全是午夜宁留下来的巴掌印，而且这印子还在一巴掌一巴掌的往上加。姐姐我错了，姐姐你饶了我吧！雷耀小星君扑腾着，泪流满面，哭爹喊娘，但以他的修为根本挣脱不了午夜宁的束缚。求饶？看来还是不够。午夜宁无动于衷，继续打。不过这打屁股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打得小星君恨之入骨，又不能太过火，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有些侍女远远的看到这一幕，都是掩面偷笑而过，暗道活该。而那个银甲天兵被秦晴控制着，一动也不敢动，只能闭上眼，不忍心看下去。最后雷耀小星君被打得奄奄一息，像死鱼一般挂在树上。午夜宁见打得差不多了，这才甩了甩玉手，道：我还以为这星君之子的屁股有多娇嫩，原来打多了手也会疼。雷耀小星君抽噎2下，
连哭嚎的力气都没有了，两半屁股蛋被打得红肿不堪。说还敢不敢装腔作势了？午夜凝质问道。姐姐，我再也不敢了。雷耀小星君哭着求饶。午夜凝散了柳条，把他放下，晴晴也收剑，让那银甲天兵自由活动。银甲天兵急忙跑过来，把雷耀小星君扶起。你们两个给我等着，我这就回去告诉我爸，我爸是雷耀星君。果然，雷耀小星君一恢复自由身便原形毕露了，一边艰难的抽裤子，一边哭哭啼啼的道：“找打是吧？”对此，午夜凝早有预料，只是抬手做出还要打屁股的样子，顿时把小星君吓得屁滚尿流，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便逃走了。都做到这一步了，应该不成问题了吧？晴晴走了过来，两人没有再多留，向住处飞去。第二天，雷耀星君没来，反倒来了个身材臃肿、面相刻薄的妇女，还领着一众天兵天将，将午夜凝所在的阁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哪个是午夜凝？出来受死！妇女黑着一张脸，即便穿得再华贵，也掩盖不住那股尖酸气。我是如何？午夜凝带着晴晴堂而皇之的走出，见周天乌压压的全是人影，一副出兵讨伐的样子。你个贱女人，竟敢欺辱我儿，我要处死你！耀母指着午夜凝，恶狠狠的道：“嚯，夫人好大的官威啊！处死我之前，怎么不先问问你儿做了什么？”午夜凝冷声道：“我儿出生至今，何曾受过这种委屈？无论做了什么，你出手伤他都是不对。”耀母气急败坏，对旁边一名天将发号施令道：“你们去给我拿下他！”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打了个小畜生，来了个老畜生。晴晴也开口：“什么？你们这一主一仆！”耀母被气得浑身发抖，又朝旁边的天将吼道：“还愣着干什么？去给我杀了他们！”是旁边的天将惧于雷耀星君的身份，只好硬着头皮命大兵压境。耀母使不得呀！就在这时，头戴素冠的杜使君匆匆赶来，落至耀母近前，道：“此女刚刚飞升，不懂天界规矩，还请耀母息怒啊！”众天兵又止步。哼，刚入天界，没有一官半职，便敢这般欺人，以后还不反了天？耀母板着脸道：“敢伤我儿，今天他们必死无疑。”是，耀母所言极是，但此女天资过人。杜使君话说一半，又压低声音道：“此女天资过人，将来有望入封神榜，若是斩了他们，恐怕会被上面怪罪。”封神榜。听到这三个字，耀母神色微变，但很快便冷哼一声道：“那岂不是更留他不得？使君好算计啊，这白脸都让你占尽了，我夫君那边恐怕不好交代吧？”不，耀母误会了，这一主一仆曾阴阳于我内心早有芥蒂。杜使君转了转眼珠子道：“不如这样，把他们打入神域大牢，与那些远古蛮夷关在一起，再偷偷取其性命，嫁祸于蛮夷之人，岂不是万无一失？”打入神域，耀母略一思索道：“妙啊！被神域中那些饿疯了的蛮夷生吞活剥，想来上面也无从怪罪。”他望向杜使君道：“使君好计谋啊，怪不得可以众星之间混得风生水起。我回去一定在夫君面前为你美言几句。”耀母谬赞了。对了，小星君伤势如何？杜使君关切道：“服用了些老君赏赐的灵丹妙药，已经不打紧了。”耀母神色稍缓：“如此甚好，改日我定亲自登门看望。”杜使君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朝左右两边的天将使了个眼色，带着他们一同下落。很快，杜使君落在了午夜凝与晴晴面前，一上来便忧心不已的道：“夜凝啊，你怎能如此糊涂，伤了雷耀小星君呢？”午夜凝不以为然道：“是那小屁孩欺人在先，我才出手教训，而且我下手已经算轻的了，不然非得废了他不可。”你简直胡闹！雷耀星君位高权重，是众星中最璀璨的一颗，得罪了他，你难逃一死。杜使君大声训斥完后，又偷偷瞄了高空中的耀母一眼，道：“不过你放心，我在天界任职这么多年，也算积累了不少关系，刚刚费尽了口舌之力，终于劝耀母放了你们一条生路。老家伙演得还挺像。”晴晴心中冷笑，不过这正中他们下怀。真的吗？多谢使君。午夜凝面露喜色，自然是真。杜使君说完后，故作为难道：“不过这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接下来你们要被押入神域100年，算作是对以下犯上的惩罚。使君为叶宁做的已经够多了，如此大恩，叶宁没齿难忘。”午夜凝这次是由衷的感谢。这100年你们需悉心改过，重新做人。杜使君满意的点点头，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不论最后双方斗得如何，他都可以从中得利。随后，众天兵一拥而上，压着午夜凝与晴晴向神域而去。就这样，午夜凝与晴晴被天兵压着，连续登上了第8重天与第7重天。越往高处，周围的天地灵气便越浓郁，建筑也越发高贵端庄。一行人向着偏远地方而去，最后停在了一处巨大的吊闸前，闸刀上染着斑驳血迹，不知是何人留下。两侧的石柱上盘着黑龙，随着他们的到来而显露爪牙，发出低吼。吊闸旁边伫立着一块界碑，上面刻着红色的大字“神域”。进去吧。有天将触动界碑，打开一道黑漆漆的门户，将午夜凝与晴晴推了进去。一入神域，周围的空气便陡然阴冷了下来，祥瑞多彩的天地灵力被灰红色的煞气取代，浓滚滚的死雾中泛着墨绿色的乌光。两人环顾四周，不由得呼吸一滞。在这些煞气与死雾之中，全是用玄铁铸成的牢房，彼此错落。阴暗的角落中，隐约可以看到骨瘦如柴的背影蜷缩，有的则被倒吊起来，鲜血淋漓。他们的手脚被戴上了重重的铐锁，上面刻有玄文，可以封印修为。
难道这些都是反抗天庭的午休？被抓起来囚禁在此，秦晴心情沉重。看什么看，走快点！有天兵催促。两人继续迈步，一路上他们见到了诸多囚犯，有的因为长时间的关押，肉身已经枯竭。最后，两人被推进了一间单独的牢房里，有天兵天将上前给他们戴上铐锁。这些铐锁上同样刻有玄文，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与凡人无异了，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老实待着，懂吗？100年对你们来说也不算太久。众天兵关上牢门后，警告了几句便离开了。午夜宁与秦晴在牢中观望了一会儿，见四下无人，迅速开始动作。只见秦晴翻手间，从袖口中调出一物，正是天津铸的金色书页。这张金页上虽然写满了丹方，但同样是不可多得的神兵，即便不以修为催动，依旧锋利无比。于是两人盘坐在牢房中，秦晴负责背靠墙壁，一点一点割据手腕上的锁链，午夜宁则负责放哨。小晴子。过了一会儿，午夜宁出言提醒，秦晴急忙缓下动作。一个负责看守牢房的中年天兵走了过来，手中还提着一壶酒。这是两人不由得疑惑。大妹子，听说你们是因为打了雷耀小星君才进来的？中年天兵蹲下来道。正是。午夜宁道。闻言，中年天兵立马将酒壶递了进来，道：佩服佩服，实不相瞒，我早就看那狗屁小星君不顺眼了，你们干了我不敢干的事。午夜宁接过酒壶，也不管里面有没有毒，好饮2口后道一声好酒。嘿嘿，好喝吧？这可是我从老家带上来的，珍藏了上千年。那天兵笑道。大哥，难道你也是秦晴道？对，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不过那已经是900年前的事了。中年天兵说着，自己也掏出酒壶饮了2口，道：哎，本来以为飞升成仙能为人间界多做好事，没想到空在这里当牛做马，蹉跎岁月。大哥，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刑天的犯人关在何处？秦晴问起关键信息。刑天？哦，你是说那个没有脑袋的怪家伙吧？好像被关在重刑区，从这里拐到头，再沿着阶梯下到深处，那里有道红色的门。中年天兵比划着道。真的吗？多谢。秦晴话没说完，便见这位天兵匆匆收起酒壶，站了起来。两个看起来比他地位更高的天兵走了过来，问道：你在这干什么？这不老乡吗？陪他们喝点酒。中年天兵笑道。两个天兵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行了，你出去吧，接下来没有我们允许，不准进来。收到。听到这话，午夜宁与秦晴面色一沉。中年天兵离去后，两个高阶天兵向他们投来目光，并掏出钥匙开锁。你们什么意思？午夜宁冷声道。什么意思？送你们上路。两个天兵冷笑着，直接走进牢房，抽出腰上佩剑。使君说过关押我们100年，你们两个不怕他怪罪吗？秦晴见状，急忙开口拖延时间，暗中加快背后动作。100年？哈哈！一个天兵大笑道：天真，神域可是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谁会在乎你们的死活？等把你们斩了，再随便丢进远古蛮夷的牢房里，伪造出逃跑未遂的假象，根本不会引人怀疑。另一个天兵道。说罢，他们大步向午夜宁与秦晴走来，手中的利剑高高抬起。午夜宁用于光扫了一眼秦晴背后的动作，突然高呼一声：慢着！两个天兵一愣，道：你还有什么遗言吗？只见午夜宁眼眸低垂，嘴唇轻抿，道：其实小女子长这么大，还没有经历过人世，只是想在临死之前体验一次鱼水之花。此时她的面颊红的仿佛能掐出水，一举一动尽显妩媚与娇羞。一个天兵看得呆了，情不自禁咽了口唾沫，道：这女子长得如此俊俏，若是就此殒命，属实可惜，不如帮她完成遗愿。另一个天兵皱眉，推了他一把，道：疯了吧你！药母交代过，这次动作不能有失，迟则生变。然而第一个天兵有点被色欲冲昏了头，嚷道：怕什么？他被铁链铐着，与凡人没两样，还能出什么变故不成？另一个天兵沉着脸，见反驳不成，只好转身走出牢房，道：那你快点，办完事好回去和药母交差。嘿嘿，行。第一个天兵胡乱答应着，急不可耐地上前。突然午夜宁一个仰身，用脚尖抵住了他的小腹。你这是何意？那天兵大为不解。大人别急嘛，大人只需要躺下，小女子自会静心服侍。午夜宁舔了舔朱唇，用极慢且诱人的动作拉动腰绳，同时拖动铁链，发出清脆的响声。嘶！那天兵看得眼都直了，哪里还会多想，更不会注意到秦晴背后传来一声轻不可闻的断裂声。好了吗？好了吗？你！牢房外正在等待的天兵不耐地喊了2声，没有得到回应。不行，得尽快解决，不能被那家伙给连累了。不知为何，他感觉心烦意乱，便匆匆往回赶。突然间，一颗染血的头颅晃在了眼前，其上面容狰狞，双目圆睁，吓得他一个机灵。紧接着，一道冰冷且锋利的金光划过，以快到极致的速度斩断了他的喉咙。你们！天兵捂着脖子看向金光飞来的方向，瞬间明白了什么。可惜他没有说话的机会了，金光再闪，将其头颅一分为2，而后返回秦晴手中。金色的书页上没有沾一滴血。那天兵扑通一声倒在了血泊中，身首分离。秦晴迅速将他的尸体拖进牢房，又以修为催动金色书页，帮午夜宁斩断手脚上的锁链。两人朝牢房外望了望，见走道里空无一人，全部被两个天兵给支出去了。还得多谢你俩呢。午夜宁转了转手腕，
冷冷看向那2具无头尸体。之后，他们根据中年天兵所给的信息，小心翼翼地来到拐道尽头，见这里有一道阴森门户通向下面一层。门户内涌出浓烈的杀伐气与怨气，近乎实质化，让人心中悸动。两人稍作犹豫，踩着斑驳的石阶一路往下，足足下了18层，这才来到神域的最深处。这一层关押的并非人族，或者说是奇奇怪怪的人族，同时还有许多不知种族的远古大妖，体态各异，目露凶光。他们的肉身十分强大，每一滴血都蕴含庞大的生命精气，不知被囚禁了多少年月，仍没有死去。奇怪，他俩怎么进去了这么久还没出来？不好，出事了！就在这时，上方的通道里传来疾呼声，有天兵发现了尸体。午夜宁与晴晴不敢再耽搁，快步在第18层神域中穿行，终于找到了中年天兵所说的红色门户。隔着门户，两人仿佛感受到了滔天的血海在向他们涌来。呼，晴晴深呼了一口气，上前一脚踹开此门。入眼的是一条条巨大的铁链，从四面八方而来，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用以封印修为。铁链正中央深锁着一具身躯，魁梧壮硕，雄健挺拔，头颅缺而乳化双目，肚脐中一呼一吸，吞吐凶戾之气，仿佛可以卷动风云。好恐怖的气息，这人应该就是渣男大哥所说的战神刑天。两人心惊不已，觉得低估了天庭的实力。此时，刑天的双腿、双臂、腰身全都被缠满了锁链，透过缝隙，隐约可见结实的肌肉与累累的伤痕，那是他厮杀无数的证明。好！突然，刑天猛地张开了双眼，发出近乎原始野兽般的咆哮，向两人咬来。午夜宁与晴晴大吃一惊，仓皇后退。好在刑天锁链加深，没走2步便被拽住了。刑天前辈别误会，我们是来救你的。晴晴急忙解释，并祭出金色书页向锁链斩。嗡！锁链轻颤，上面刻着的符文浮现，将金色书页挡下后缓缓隐退。两人尝试了几次，发现不论斩向哪里，所有锁链的玄文都会尽数浮现，共同承担下这一击。没有，这里也没有，他们不会下到地重刑区了吧？走，快去看看。与此同时，门户外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和嘈杂声，大量的天兵天将在向这里寻来。可恶，我们的修为太低了。晴晴咬牙，若是修为更高的人催动书页，结果肯定会不同，但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异界来者！就在这时，刑天逐渐清醒了过来，用嘶哑的声音道：你们这样漫无目的的劈砍是没有用的，只需向我手臂斩来，若我一臂脱困，此境可解。好！晴晴点头，催动书页斩向刑天手臂上的锁链。与此同时，刑天也握紧粗糙的大拳，两者里应外合，共同发力。轰！轰！轰！斩击了3次之后，金色书页终于破开了符文禁制，在铁链上留下一道口子。哈哈，有此足矣！你们且让开！刑天大笑，浑身战意狂涌，手臂上的肌肉迅速膨胀，将那道口子撕得越来越大。午夜宁与晴晴急忙躲得远远的。砰！终于，这条铁链承受不住巨力，彻底崩碎开来。刑天的一条手臂完全脱困。刑天活动了活动臂膀，随意一个动作都压得虚空隆隆作响。而后他用这只手抓住另一条胳膊上的锁链，狠狠一拽。轰隆！巨响传出，这条锁链应声而断，上面的符文爆发剧烈的火花，如同电闪雷鸣。有大量天兵听到动静赶来，看到这一幕后，顿时被吓得面色苍白。不好，那个怪物脱困了！刑天脱困，快去请诸天仙神！他们自知不敌，慌张逃离。诸天仙神听到这句话，刑天面露愤恨之色，猛地挥动臂膀，将锁链横甩而出。顷刻间，数不清的天兵天将被抽成血泥。暗中潜藏的午夜宁与晴晴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道修，竟敢违背盘古大帝的意志！还有那帮秃驴，都该死！刑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两手一震，道：兵来！这一刻，远在天边的另一处封印中，一把霸道的神斧与一面嶙峋的盾牌齐齐颤动起来，其中盾者明干，斧者明漆。这2把兵器受到刑天的牵引，破除封印而出，沿途击碎了无数建筑，引得天界之中一片慌乱。轰！18层神域被砸出一个大口，灵力与天光渗透了进来。刑天一手持漆，一手持干，立于神匣之下，以雄武之躯斩断一身枷锁。陪我一起征杀的将士，刑天这就助你们脱困。随后，刑天浑身气血升腾，以武御兵，催动阔斧横扫而出，所过之处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锁链断裂声。午夜宁与晴晴望向头顶破出的大洞，只要他们能离开神域，便可借土地公那里求来的法宝横渡虚空。轰隆隆！神域在狂震，数不清牢笼崩塌。放眼望去，煞气中浮现出一道又一道眸光与漆黑的轮廓。他们并非相同种族，却有同样的力气。刑天大手一挥，神斧再次激荡，又有更多的古神喘着粗气从牢笼中走出。随后，刑天召回神斧，一步跃出神域，大口呼吸着外面浓郁的天地灵气。回首望，百万天兵铺天盖地，全部将枪尖矛头对准了他，随时准备冲杀。刑天没有动作，背后升起一个个古神、古妖，且越聚越多。神域中的煞气滚滚涌出，将周围的灵气染成了赤红色。这些古神低语着，急需能量来填补干涸的血肉。好！最后，半龙半象古神显露庞大腰躯，发出咆哮，直接将众天兵吓得后退一步。刑天缓缓举起手中神斧，指向百万天兵，道：将士们，今天开荤！
霎时间，众神如发疯一般冲杀过去，大口撕咬，有妖禽展开双翼俯冲而过，数不清的天兵吐血，也有庞大的兽躯踏下巨足，来不及躲闪的天兵全部化作血泥。啊啊！一时间，战场之中惨叫连连，天兵天将几乎刚一交锋，便落入了溃败之势。孽畜，休得放肆！就在这时，几颗璀璨的星辰从更高的天域降落，加入战场。远处还有不知名的仙光从四面八方赶来。轰隆！整个第七重天陷入战乱中，大片大片的建筑倒塌，几尊强大的古神与众星君站在一起，激起滔天威势。后方还有源源不断的天兵在向这边支援。小秦子，我们撤！午夜凝见时机成熟，走出角落，道：“神域已开，天界大乱，接下来该轮到胡渣男那边了。”好，大小姐，你等我一下。秦晴跑回刑天脱困之地，将几条崩裂的巨大锁链收入乾坤中，道：“这玩意儿不是凡铁，说不定对练兵大有帮助。”午夜凝点点头，两人御空而起，向上方的缺口飞去。突然，一个天将探出脑袋，发现了他们，是那两个逃犯，他们在这里。那天兵立刻扭头呼喊：“什么？抓住他们！就是他们放出了刑天！对，不能让他们逃了！”几个强大的天将闻讯赶至，跃入神域，浑身绽放圣光。午夜凝与秦晴相视一眼，直接躲入旁边的阴影中。待众天将杀过来时，这里空无一人。人呢？不可能，明明逃到这里来了。几个天将大怒，施展神通胡乱攻击。殊不知，午夜凝与秦晴早已化作滚滚煞气中的两只飞虫，悄无声息地向上飞去。嘿，这些呆子！秦晴心中暗喜，可就在两人离光线越来越近，即将逃出这18重神域时，一道金色的眸光扫视了下来，照在了他们身上。不好，被发现了！午夜凝与秦晴吃了一惊，急忙遁入煞气中，化作两块长着眼睛的小石石，打算躲过金色眸光的主人后再做逃离。然而，那道眸光直接洞穿了滚滚浓雾，再次照到了两人身上。坏了，此人竟然能看透我们的神通！两人心中一沉，索性化作本体，剑意威武，真君脚踏虚空，龙行虎步而来，眉心生着一只树眼，所望之处，所有虚妄尽显真容。那真君神情冷漠，没有言语，只是照出一把3尖2刃戟，远远地朝他们掷来。轰轰！神戟划破长空，几刃之下，虚空节节破碎，所过之处，万千黑色闪电相随。午夜凝与秦晴面色惨白，这一击的威势太过恐怖，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砰！就在这危难关头，一面古朴大盾从天而降，直直砸入虚空，拦住了3尖2刃戟。二郎神猛地转身，双目微眯：“三木小儿，你明明修了一身精湛武艺，为何与天庭这帮败类同流合污？”无头战神刑天缓步走出，手中巨斧沾满鲜血：“与你何干？”二郎神一挥披风，召戟而归，朝刑天杀去。午夜凝与秦晴松了一口气，两人趁机离开神域，取出了玉如意。此时第7重天已是一片狼藉，放眼全是断垣残壁，诸神势不可挡，一举杀入了第6重天，并向着更高处进发。天界众仙抵挡不得，不断败退。就在这时，高天上有佛光普世，其内显化出几尊佛陀，双掌合一，背负7色光辉，是西天诸佛到了。太好了！天兵天将们一个个露出喜色。那是佛。见此一幕，午夜凝突然意识到什么，神色变了又变，道：“可恶，胡渣男竟然诓骗我们！秃驴，受死！”只见刑天怒发冲冠，一斧头将二郎神甩开，冲上高天。几尊大佛闭目盘坐于高天，神情肃穆，口中念诵梵文，以无量佛光向下压落。哎呀！若非你们这些秃驴从中作梗，那一战我们怎会大败？刑天愤怒咆哮，手持巨斧逆势而上，武艺与煞气纠缠在一起，仿佛有开天之力。轰！两者碰撞，引得整个天界动荡。刑天之身杀入了更高几重天，看不到身影了。有了佛陀加入，仙神的天平似乎发生了改变，众天兵天将压力骤减，纷纷将目光投向午夜凝与秦晴。不好，撤！两人不敢再犹豫，催动玉如意打开虚空，离开了天界。此时此刻，人间界正在经历一场特大暴雨，高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遮蔽阳光的同时，也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让他们无法察觉天界动荡带来的异常。我擦，这天怎么回事？要世界末日了吗？有人看着窗外笑道。谁知道呢？天气预报错的也太离谱了吧？咦，刚才我好像在乌云里看到2个人影。哈哈，你的意思是何方道友在此渡劫？城市中的人们仰望高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只有教室里上课的李夭夭看向窗外，神色担忧。午夜凝与秦晴连续催动了几次玉如意后，终于返回了人间界，两人不做停留，再次横跨虚空，向长城而去。大雨滂沱之中，胡渣男独自撑着伞，静静立于长城上。混蛋，你骗我们！刚一踏出虚空，午夜凝便朝胡渣男吼道：“你可从来没有说过天界动乱会牵扯到第3势力。大小姐冷静，冷静，也许胡渣大哥有他的计划。”秦晴急忙将他抱住。真没想到，你们不仅打开了神域，还能活着回来。对此，胡渣男只是淡然抽着香烟。至宝呢？我问你可以催动长城的至宝在哪？午夜凝咬牙道：“没有。”胡渣男笑了笑道：“还没想明白吗？根本没有什么至宝，我只是利用你们而已。”秦晴呼吸一滞，啪！午夜凝上前扇了胡渣男一巴掌，把他嘴里的香烟打飞了。
秦晴取出一把油纸伞，默默撑在午夜宁头顶，三人就这么站在雨中。小姑娘，香烟很贵的，这下我们可两清了。雨伞下，胡渣男无奈地耸了耸肩，道：“不过催动长城的法阵，在我下令修建它的时候，已经藏在其中了。”下令修建长城？午夜宁皱眉，有点不明所以。胡渣男迈步走上虚空，转身道：“其实，在2000多年前，我还有一个比较响亮名字，嬴政。”嬴政。秦晴默念着2个字，突然想起了史书中的记载，道：“你是始皇？”哈哈，我没骗你们吧？我真是大明星。嬴政大笑，一举一动间有了股君临天下的气魄。所以你早知道诸神会拜，那让我们冒死打开神域的意义是什么？午夜宁冷声道：“意义？”嬴政想了又想，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轰隆隆！就在这时，高天上又是一声惊雷落下。嬴政目光所望，仿佛看穿了滚滚乌云，看到了天界之中正在发生的一切。那里有几尊大佛联合众仙之力，不断镇压诸神。刑天挥动巨斧，奋力而起，却逐渐不敌。雨下得更大了。好了，我该走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嬴政点燃香烟，将一个小炼丹炉丢给2人，道：“有这个，你们就能回家了。可惜不能跟你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要去哪？不跟我们一起走了吗？”秦晴问道。不了。始皇帝摆摆手，留给2人一个背影，而后转身踏入虚空，出现在昆仑之巅。此时，天界仙佛忙于镇压神域之乱，无暇监测人间。嬴政一步步走过登仙道，来到羽化台前，划分仙凡之别的糟粕，今日朕便废了你。只见他弓下腰，用尽全部力量，竟然将整个羽化台抬了起来。轰隆！羽化台晃动，其作为上古仙石，蕴含诸多原始天地的痕迹，重量可想而知。嬴政嘴角一血，取出几枚丹药吞食，这才重新有了力量，一举将他抗上肩头。朕扫灭6国，遍寻灵草，炼丹求道，为的就是这一天。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扛着羽化台飞出昆仑，直上高天。你们看，那是什么？好像是一块陨石。不对，那大石头下有人。这时，世界各地的人终于发现了异常，纷纷指点。有人眯着眼睛仔细观望，顿时满脸惊骇。乌云之中，竟有一块大石违反物理常识，逆天而上。大石下赫然是一道单薄的人影，正在负重前行。卧槽，这什么情况？这一画面打破了人们的认知，无数城市的人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踏天扛石的照片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有凡人擅动羽化台，快向上面请示。与此同时，天界也洞察到了异样，有宏大威严的声音从9重天上传下，道：“雷公电母何在？速速铲除异己。”是。一男一女应答，化作2道电光，伫立在黑云之上。雷公背生2翅，尖嘴猴腮，以锤钻相击，照出灭世雷霆；电母为人形，以闪电神镜相撞，降下璀璨的电弧。轰轰！一时间，人间界中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道道电弧劈在嬴政身上，激得他大口吐血，摇摇欲坠。嬴政再次吞下一把丹药，艰难稳住身形。午夜宁与秦晴见状，急忙通过炼丹炉内部的刻纹，催动长城法阵。霎时间，一块块石砖震颤，缝隙中绽放圣光，勾勒神秘图案。轰隆！这一刻，虚空中有什么东西被牵动了，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降临这方天地。一股难以言明的古朴威压席卷整个地球。抬头望，一抹灰白色的虚影横跨了宇宙，引得众星沉浮。其由一块块石砖整齐堆叠，不知所长，不知所往，仿佛横贯了整个古今。正是天官漫道。他受长城牵引而来，并未真正显化，只是一道虚影，已经压得虚空站立不止。而且没有人可以真正踏入其中，只有长城上的玄妙法阵以巧带道，强行与他产生了因果。从午夜宁与秦晴所在的方向望去，这座宏伟的古天关仿佛与连绵不绝的长城连接在了一起，二者并到齐形。是他？为何出现在此9重天上传来凝重的声音？卧槽，那是长城吗？不对，这一幕无疑给人间界造成了更大的震感。人们怔怔地看着天空，大脑中一片轰鸣。雷公电母承受不住天官漫道所带来的威压，只得从云端退去。嬴政看向午夜宁与秦晴的方向，笑着比了一个大拇指，而后浑身上下仿佛燃烧了起来，推动羽化台冲天而起。不好，他要带着羽化台砸过来了，这样下去天界会败露的。天界众修惶急，奈何诸强还在与刑天带领的古神厮杀，无暇他顾，而神秘天官临世让所有人忌惮不已。哎呀，给我破！嬴政嘶吼着，速度越来越快，带动整个羽化台熊熊燃烧。他的血与肉早已被烧尽，只剩下一副骨头在做最后的支撑。轰！最后，羽化台彻底砸在了天界上，崩碎开来，如同一道美丽的烟花，灿烂而短暂。咔嚓嚓！在这股剧烈的撞击下，天界被砸出一个大窟窿，一条条裂缝迅速扩大蔓延，其内神光璀璨，喷涌出无数珍稀的灵气，化作霞光漫天。天裂开了，世界末日来了！不对，这些东西好像有奇效。城市里的人们先是陷入恐慌，但很快有人注意到，这些灵光附着，雨水洒在大地上，竟可让枯木逢春，恶疾驱除。于是人们纷纷冲出家门，沐浴在圣灵雨下，手舞足蹈。这一天，世人终于看清了天界的一角，也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与他们所知的相差甚远。地球正式进入灵气复苏时代。秦晴给午夜宁撑着伞，
人立于长城暮雨中，看着那朵烟花逐渐消散于天际，神色复杂。不知千百年后，还会有人记得这个大明星吗？师傅，师娘！就在这时，李三金浑身湿透的跑了过来，将一张照片递上，道：“呼，可算赶上了。”秦晴接过照片，发现上面是他们三人的合影，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师傅师娘，你们真的要走了吗？李三金满面愁容的道。吴业宁点了点头，从秦晴手里接过一把伞递给他，道：“虽然我们来地球的不长，但被你伺候的还是挺开心的。”李三金内心纠结了一下，道：“师傅师娘，其实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去闯荡，可我还有爸妈，还有妹妹要照顾，少给我好高骛远，外面的水很深，你把持不住。”秦晴笑骂道。李三金鼻子没来由的一酸，颤声道：“那师傅师娘，我们还会再见吗？等你修为足够，自然会见，到时候别忘了叫我盲僧的马氏三角杀。”吴业宁笑了笑，妥妥的网瘾少女。好，李三金破涕为笑。之后，秦晴取出玉如意与化形之术一并传给了李三金，道：“你将此物归还给土地公，替我多谢他。还有，灵气复苏是机遇也是凶险，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多谢师傅，多谢师娘。”李三金对着两人恭敬一拜。这时，长城上的法阵暗淡了不少，想来下面有某种灵力在快速消耗，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行了，回去吧，我们走了。吴业宁与秦晴不再耽搁，两人转身，踩着长城与古天关连接处那不存在的古道，消失在了模糊的光影中。而后，长城上的阵法熄灭了，归于沉寂。李三金望向远方，见横贯于天际的天关漫道逐渐透明，最后消失不见，没有人知道它连通着哪里，去往了何处。宇宙中，一艘巨大的飞船从虫洞里缓缓航行出来，其内的外星人后怕不已，道：“好可怕的能量波动，刚才那是什么？隐约超越了物质与生命存在的基础，若其真身降临，恐怕我们已经被压成粉末了，就算这 SS 级战舰也抵挡不住。”检测到能量体，检测到精纯能量体。突然，飞船里响起急促的提示音，外星人纷纷扭头看向快速闪烁的显示器，那里是一颗蓝星。安静的石板路上，只有脚步声在回荡。吴业宁与秦晴再次踏上天关漫道的征途，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但是这里似乎与来时不太一样，有几道巨大的门户是敞着开的，其中一道并非枯寂冰冷的虚空，而是大片橙黄与黑色交替的迷蒙。难道天关中的道路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每次到达的都是不同的地方，两人猜测。秦晴从乾坤中取出一小节锁链，丢入其中，瞬间被这两种重达万钧的气体压成了粉末。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玄黄二气吧？两人心惊的同时，不免疑惑，这种天地里也会有生灵存活吗？之后，两人用尽办法想带走这些玄黄气，发现难以做到，最后祭出嬴政所给的小炼丹炉，将其化作正常大小，这才装了一些回来。炼丹炉内除了刻有催动长城法阵的诀窍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道纹，将这些翻腾的玄黄气牢牢压制在底部。小晴子，你还记得咱们来的时候经过几道门吗？吴业宁问道。秦晴掐着指头数了数，道：“好像有40-50道，记不清了。”突然，炼丹炉内的刻纹亮了起来，且会随着方向的不同时隐时现，似乎在感应着什么。难道他在感应我们的天地？吴业宁大喜，将炼丹炉缩小，持在掌心，随着指引而行。过程中，他们没有遇到来时那段古尸道，却找到了故意留下的酒壶，里面的酒水也被喝了个光。这不由得让两人不寒而栗，望向四周。显然，在他们离开天关漫道这段时间，有生灵走过这里的路。是之前追杀过他们的异界生灵吗？还是潜藏在暗中的未知凶险？两人不得而知，只是默默加快了速度。终于，在经过了10几道门户后，吴业宁与秦晴停在了一道敞开的门前。门户外是茫茫的虚空，没有悬浮物，也没有声音，只有空寂与黑暗。吴业宁手中小炼丹炉正在急速闪烁，证明他们来对了地方。就在这时，秦晴神色一动，发现正后方的墙壁上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道深紫色的门户，无声无息地伫立着。这道门户不像其他门那般庞大，只有1人多高，门框四是由青铜铸成，锈迹斑斑。门户内隐约有什么东西在走动，注意到秦晴的目光后，又停下脚步看过来。那是什么？秦晴皱着眉头走近，却看不穿深紫色的隔膜，那个停下来的脚步似乎只是他自己投在门户上的倒影。于是秦晴缓缓将耳朵贴近，想听听里面有没有动静。你是谁？突然门户里传来一个短而急促的声音，很轻很阴凉，仿佛来自地狱，让人如坠冰窟。卧槽！秦晴被这猝不及防的声音吓得一个机灵，慌里慌张的后退。小晴子，搞咩呀你？身后传来午夜凝疑惑的声音。秦晴扭头僵硬的笑道：“没事大小姐，就是那怪门里的声音有点吓人。”怪门？什么门？午夜凝眉头微皱。秦晴神色再僵，缓缓转身，可眼前除了灰白色的石砖外，哪里还有其他？难道是我看错了？不可能，那个声音，他在与我对话。这一刻，秦晴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行了，该走了，这炼丹炉应该能带我们回去。午夜凝将小炼丹炉放大，跳了进去。哦，秦晴回过神，急忙跟上。之后，炼丹炉升起，载着两人缓缓飞出了天关漫道的门户，置身在无依无靠的虚空中。随着离开，这座古城墙的全貌逐渐展现在两人眼前，雄伟荒凉，上面布满刀枪剑戟的痕迹，不知经历过怎样的争斗。两人乘着炼丹炉渐行渐远，天关漫道也由最初的高耸威严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白蛇，弯弯延延，直到彻底消失在视野中。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点微光正在闪烁，那是炼丹炉上所刻的玄妙纹路。午夜凝与秦秦盘坐其内，于虚空中悬浮了漫长的时间，却迟迟没有横渡出去。显然，此炉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炼丹神器，只是两人不会催动，所以看起来平平无奇。可一旦显露威能，可能会惹来杀身大祸。秦秦将乾坤清点了一番，发现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这炼丹炉与玄黄器外，还有天金柱的金色书叶、一株神灵草、一朵生长于天关之中、依靠鲜血盛开的小花。而午夜凝手里还有一件地球得到的神秘石盒，未曾开启，其内拥有磅礴的道理。就在这时，炼丹炉似乎来到了某一临界点，一阵晃荡后，突然进入了失重状态，开始急急下落。抓紧了小青子！午夜凝急呼，与秦秦紧紧攀附着炉壁。外面是无尽的虚空，一旦脱离此炉，他们将永远迷失。轰隆隆，虚空震动，与炼丹炉发生了剧烈的摩擦。与此同时，炉子周围燃起了凌乱的黑色闪电，声势骇人。两人将头深深地埋进炼丹炉里，这才没有被黑色闪电所撕裂。不知下坠了多久，炼丹炉猛地一滞，从失重的状态恢复了过来，而后四周陡然明亮，光线似洪水一般涌进了炉内。他们坠出了虚空。午夜凝与秦秦起身，见四周是大片大片的云雾，如同纯白，向下观望，隐约可以看见高耸的山峰、涓细的河流以及成片的山峦。山川河流内有些宗门与建筑，但从这极高处来看，十分渺小。回来了，我们真的回来了！炼丹炉里，午夜凝激动得又蹦又跳，又踮起脚尖在秦秦脸上吧唧亲了一口。秦秦一愣，摸了摸侧脸，但看向午夜凝，他好像完全沉浸在归来的喜悦中，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此时，炼丹炉还在受着某一处的牵引，向下坠落。两人越过诸多山河，坠进了一处山脉里。轰隆！最后，他们砸在了大山深处的一座小山头上，引得鸟兽惊飞，烟尘四起。午夜凝从摇摇欲坠的炼丹炉里跳出，将其缩小在掌心，收入乾坤。放眼望去，周围全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却不见一座是高耸的，像是被什么给荡平了。脚下不远处还有一些建筑群的痕迹，隐在枝繁叶茂中，似乎荒废了许久。难道炼丹炉就是与那里产生了感应？午夜凝与秦秦御空而起，决定到那处建筑所在地看个究竟。若欲修饰，也可以打探一下现在的方位。两人穿过重重残壁、断垣与藤蔓，最终落在了一处长满苔藓的大石台上。这个石台位于建筑群的中央，上面刻有纹路，与炼丹炉内部的相似却又不同。二者作为搭档，似乎在这里共度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来这里应该是6位太祖之前所在的宗门，炼丹炉正是受到了他的牵引才降落至此。两人心中有了判断。可惜的是，这些纹路不知经历过怎样的变故，损毁严重，除了能产生微弱的感应外，别无他用。环顾四周，也尽是些坍塌的建筑与破裂的丹炉。这里也许盛极一时，但都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化作尘埃。突然，秦秦神色一变，在天关漫道中采摘的那朵小花产生异动，竟然摆脱了他的乾坤，自行飞了出来。午夜凝见状，急忙布下血阵，但这株不知名的神花已经通灵，直接无视空间法则，遁入了虚空。我靠，这没良心的！我们把你带出来，你就这么飞走了？秦秦朝小花消失的地方扔了一块石头，感觉心在滴血。也许是听到了秦秦的话，那小花竟然从虚空中探出头来，将石头拍回了他脸上。秦秦黑着脸，哈哈，算了吧，小晴子，既然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留不住。午夜凝笑道。之后，小花彻底消失。两人在建筑遗迹里搜寻了一番，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便向着大山外飞去，想找个人打探消息。也不知道我们离开了多久，九祖和小白怎么样了？眼前是秀丽的山川，午夜凝却无心欣赏，脑海里思绪万千。没过一会儿，几个眼悬进小城的修士朝他们迎面飞来，穿着黄色道袍，长发披散肩头，不知在交谈着什么。秦秦心中一喜，上前问路：“几位大哥，我们寻到至此，迷了方向，不知这里何名何地，是何方位？”秦秦拱手，几个黄袍修士上下打量着秦秦与后面的午夜凝，皱眉道：“寻到至此，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穿的这般不伦不类？”秦秦一愣，低头看了两眼，这才想起他们穿着地球的衣服，不由得尴尬一笑，道：“我们是从地球村乘船送法阵过来的，那里人都是这么穿。”地球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闻言，几个黄袍修士神色微不可察的移动，其中一人道：“那你们过来时，可曾见一物从天而降，坠在这大山深处？”秦秦面色如常，道：“不曾。”是吗？几个黄袍修士眼神交流了一下，突兀的施展神通朝两人杀来。对此，秦秦眸光一寒，手中寒刃早已等候多时，一出鞘便是两个头颅横飞。什么？你？剩下几个修士大惊，在他们眼中，午夜凝与秦秦不过是两个无名无派的散修，修为也低于他们，围杀起来轻而易举。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出乎了预料。不待他们喘息，秦秦已经挺剑杀来，冰魄神剑锋芒毕露，反射刺目的光。他乃寒刃浴火。一个修士反应过来，急忙大喊。其他几人见状，纷纷吞下红色丹药，合力喷吐烈焰。一时间，焰浪连天，秦秦置身在火海之中，行动大大受阻。就在这时，有血芒扫至，几个黄袍修士躲闪不及，瞬间被击得踉跄，大口吐血。午夜凝神色冰冷，脚踏虚空而来，
虽没有踏入眼玄境小城，已然拥有2轮洞天。血色神通，难道你们是？几个黄袍修士意识到什么，战意全无，转身欲逃。秦秦乘势而起，长驱直入，接连将他们头颅削飞。突然，一个修士在伸手分离之际，将某种黑色丹药喂入了口中。小辈，等我回到宗门，定叫人来围杀你们。那修士恶狠狠地开口，没有身躯，只剩一颗血淋淋的头颅，竟然还有生机，没有修出元神也能存活。午夜凝吃了一惊，这番功夫，那颗头颅已经借势飞到了远处，速度极快，将要引入山林。秦秦目光一沉，手中握紧冰魄神剑，而后深呼吸了一口气，做出投掷的动作。下一刻，冰魄神剑被他掷出，在以武玉冰与造化天成功的共同加持下，化作一道流光，直追上去。不可能！头颅上的五官露出惊恐的表情，无力躲闪，直接被这一剑钉在树上，挣扎了2下后，生机全无。秦秦将这颗头颅提了回来，与其他几具尸首丢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搜出一颗同样的黑色药丸。这颗药丸上有许多细长的纹路在蠕动，透着诡异。这时，2人神色一凝，同时想到了一个人，萧雅叶。就在这时，午夜凝血眸一斜，右手虚抓，直接从旁边的灌木丛里吸出一个人影。别杀我！我和那些家伙不是一伙的。那修士的面门被午夜凝抓在手里，吓破了胆，拼命求饶。午夜凝见他穿的单薄布衣，修为约莫起临近大成，造不成什么威胁，便大手一挥，哎呦！那修士摔了个屁股蹲，龇牙咧嘴。秦秦一脚踩住他的胸膛，并将冰魄神剑架上，道：说什么人？布衣修士不敢再乱动，忙道：少侠饶命，饶命！在下碧霞宗弟子，只是看到疑似宗门至宝之物太眼炉，故过来查看。太眼炉？午夜凝心念一动，道：你这碧霞宗与山里面那处废墟是何关系？那个地方是我们碧霞宗的旧址，名为碧霞丹教，巅峰时期曾是中原第一大宗，受王朝来拜，但现在已经没落。布衣修士颤颤巍巍地回答：碧霞丹教、碧霞宗想来与6位太祖的离开有关，也许顺藤摸瓜，能找到开启食河的方法。秦秦脚下微微用力脚，刚才那几个黄袍道人呢？你可相识？布衣修士吃痛，艰难道：他们是玄炼教之人，曾是碧霞丹教的一部分，但早已分出去多年，想必这次也是为了宗宝而来。秦秦见他不像说谎的样子，便抬脚道：起来吧。呼，多谢2位少侠。那布衣修士松了口气，缓了好一会儿才起身。之后，午夜凝与秦秦向他打探消息。布衣修士表示，这里地处中原，为3大山脉之一的横断山脉，另有通天山脉与石鼓山脉。问起震动五域的东海一战时，布衣修士摇了摇头，道：碧霞宗现在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宗，地偏人稀，不曾了解那些大事，但经常远游寻药的宗主可能会有所听闻。好吧。午夜凝与秦秦点了点头，打算跟他去碧霞宗走一趟。布衣修士迟疑了一会儿，答应。处理好尸体后，2人跟随他御空而行，来到一处稀石错落、草木繁盛的山谷上方，见里面有个简陋的宗门，规模不大，约110来号人。宗内弟子衣着朴素，修为大多在眼玄境之下，有3、5岁的孩童在花丛中打闹，8、9岁的男少女则在附近的山上采药，不时抹去额头的汗珠。宗门的篱笆院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0几个炼丹炉，有弟子盘坐在炉前炼丹，偶有1、2炉爆炸，便会将脸熏得乌黑，惹来一阵哄笑。山谷外有些穷苦人家前来求药，接待者也会热心的给予，倒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午夜凝负手而立，秦秦陪在后面。这里名为方寸谷，也就是我们宗门的所在地。布衣修士介绍道：怎么样，方远？可是宗宝回归？这时，一个穿着药服、须发皆白的老道士飞了上来，感受其修为应该在眼玄境大成之上，不曾找到。方远挠了挠头，看向旁边的午夜凝与秦秦。老道士微微动容，当即对午夜凝一拜，道：碧霞丹教第98代传人方青莲，拜见掌教真人。午夜凝与秦秦一愣，忙将他扶起，道：方前辈误会了，我们和碧霞丹教不熟。方青莲一脸认真道：2位小友不必隐瞒，掌宗宝者当为掌教真人。今日刚有疑似宗宝之物从天而降，便有2位小友寻到门内，天下哪有这般凑巧的事？对此2人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就保持着一种引人猜疑的距离。而午夜凝就被这一口一个掌教真人的邀进了亭子里。方前辈，你可知几年以前东海曾有一场惊动5域之战？午夜凝坦然落座。方青莲想了想，道：略有耳闻，听说是东海有大凶出世，5域高手前往镇压。什么时候发生的？大概5年前。5年？午夜凝与秦秦相视一眼，他们光在宇宙中便度过了3、4年之久，再加上其他零零总总的时间，必定超过了5年。难道天官漫道超脱了时间长河，其内是永恒静止的？2人这般猜测。那一战结果如何？那大凶，午夜凝说着，语气一颤：那大凶被处死了吗？方青莲摇头道：这我便不清楚了，那一战打得惊天动地，有些内幕，恐怕只有亲自参与过的几个宗门知道。好吧。午夜凝与秦秦倍感失落，但也表示理解。当年那一战不光有剑神宗、日月道这种超级大宗，还引动了北域妖族，不是谁都可以窥探的。就在这时，秦秦注意到方青莲腰间挂着一块玉佩，似乎正好与石盒上的纹路互补，但其并不完整。方前辈，你腰间那块玉佩可有什么来历吗？秦秦道：哦，你说这个。方青莲闻言摘下玉佩，叹息道：这块玉佩乃是当年碧霞丹教传位之物，
可惜现在只有一半了，另一半归属于分出去的丹教玄炼教。玄炼教秦秦神色一动，将一颗黑色丹药摆在桌子上，道：“方前辈，你可认识这个？”方青莲见之，顿时色变。武叶宁与秦秦没有说话，静静等待方青莲的下文。方青莲沉默了一会儿，道：“10几万年前，碧霞丹教曾是中原数一数二的大教，可有一天，6位丹祖突然离去，带走了宗内至宝太眼炉与稀世丹方。自那以后，丹教逐渐没落，大量丹师远走他宗。直到3万年前，一位教主在药阁中发现禁方，乃引洪荒蛊毒入体，提炼至纯生气，以其为药引，可炼制出不亚于稀世丹方中的神丹。当时与他一起发现的，还有一个丹道奇才，也是他最得意的弟子。然而，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人认为此方可重振碧霞丹教的威名，一人认为此方为饮鸩止渴，有违人道，需立刻销毁。就算销毁，也该有几位丹祖销毁，而轮不到你。最后，那个丹道奇才留下这样一句话后，带着诸多弟子与禁方离开了碧霞，自创玄炼教，号碧霞正教。而碧霞丹教从此一蹶不振，成为了现在的碧霞宗。这传位玉佩也是那时起一分为二的。方青莲说完后，摩挲着手中的玉佩，道：“那位教主晚年曾悔恨不已，认为自己一时心软，让碧霞丹教犯下弥天大罪，终是含恨而终。”原来如此。听完这些话，武叶宁与秦秦不由得心情沉重。那洪荒之毒，想来与萧雅叶身上的巫毒同出一源，其可怕程度自不必多说。唉，每每想起此事，我都觉得内心不安。方青莲将玉佩推到武叶宁面前，道：“掌教若是需要，自可拿去，也算让我少些负罪感。”武叶宁想了想，将玉佩收下。两人在碧霞宗换回行头，休整数日，期间与宗内弟子打成了一片，一起学习，得知炼丹炉径可玄火内燃。方青莲似乎年轻了不少，道：“这玄火乃是炼丹的入门之术，也是最简单的神通，然其火一控火难也，如何控制心中那股迅速蔓延的火势，才是重中之重。”两人若有所悟。临走前，武叶宁从天津柱的书页中摘抄了几个珍稀丹方，传给方青莲。一把岁数的老道人竟激动到落泪，道：“多谢掌教真人，有此丹方，在下说不定可以炼出解毒之丹。”之后，两人根据方青莲所给的方位，飞往玄炼教打探虚实，在快要接近山门时，幻化身形，以2只青鸟的形象悄然潜入。这是一座气派的山门，云雾缭绕，规模也比碧霞宗大得多。其内一座座亭台楼阁俨然而立，许多年轻弟子穿着整齐统一的道袍，在大殿前认认真真炼丹。在这些弟子前方，一个身穿黑色道袍的洋胡子老道正在踱步，不时指点一番，见他们有所成长，便会满意的点点头。这时，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走了过来，洋胡子老道神色一动，与他一同前往后院。树梢上，2只青鸟被惊动了，扑腾着翅膀落在屋顶上。哎，小禽子别挤我！两鸟前仰后合的站稳脚跟。只见那管家模样的人朝洋胡子老道恭敬一拜，道：“教主，白羽宗这次求丹只需6粒下等品次即可，但咱们剩下的至纯生气已经不足以炼制了，这么快就不够了？再从那些肉体上榨取些不就行了？”玄炼教主皱眉，老管家面露难色，道：“他们每个人都服用了3、5次的剂量，若是再来一次，恐怕会立刻暴毙身亡。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先把这些至纯生气炼成上品丹药，给贵客那边备好。至于白羽宗，让他下次再来。”玄炼教主吩咐道：“是。”管家拱着手告退。对了，前几天进山寻找宗宝那几人回来没有？玄炼教主又道：“未曾归来，会不会是？”玄炼教主面色一沉，道：“知道了，下去吧。”就在这时，旁边的花坛里传来细微的声响，老管家眼疾手快，直接施展神通，将那里的草木削平。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跌坐在里面，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小梁，你来这里做什么？”老管家和蔼可亲的上前，想将孩童扶起。烦老，我只是想抓些蝴蝶玩。我什么都没听见。小男孩害怕不已，不断的往后挪。抓蝴蝶？过来吧，你！老管家神色一狠，直接将他揪在手里，道：“听到不该听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烦老饶命！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教主饶命！”小男孩不断哭喊祈求，然而玄炼教主神色冷漠，就这么看着他被老管家拖进地下密室里。突然，玄炼教主眸光一寒，反手甩出一道神芒，向屋顶上方扫去。2只青鸟受到惊吓，急忙挥动羽翼，一左一右飞开。看来是错觉。见状，玄炼教主不再多想，自语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呀。”“怎么了，教主？”管家合上密室大门赶来。“无事，吩咐个堂弟子，让他们这几日严加防范，一只虫子也不准放过。”玄炼教主道。“是。”老管家点头答应。随后，玄炼教主迈着步子回到大殿前，继续指导一众年轻弟子修行。“教主，你看到阿良了吗？他贪玩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一个同乡的小女孩问道。“你说阿良啊？刚才他爹娘山上把他接走了，说有要事，得离开一段时间。”玄炼教主摸着小女孩的头，“好吧，等我练好丹道，下山找阿良哥去。”小女孩不再多想，卯足了劲修行。然而，她的阿良哥已经被2个大汉揪着头发丢进了一道冰冷的铁栅栏里。小男孩扒着栏杆，哭喊的声嘶力竭，根本没有人理他。回过头，眼前的场景顿时让他浑身一颤，用力的往墙角缩。在这阴暗的地下室里，足有10几20张石床，每张上面都锁着一个浑身赤裸的男女，大的15、16岁，小的只有7、8来岁。此时，几道黑色纹路正在这些少年们身上蠕动，如同毒蛇一般，
残忍啃噬着他们的血肉，将他们折磨得体无血色，冷汗直流。可是他们嘴里却被蛮横地塞着粗布，连发出声音的权利都没有。这些少年们都是花一般的年纪，本应与同龄人一起玩耍，享受人世间的美好，现在却被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密室，忍受折磨。每个石床旁边还放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香炉，他们抵抗巫毒时产生一丝一缕的至纯生气，都被这香炉吸了去。这时，老管家领着几个黄袍修士走了进来，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裹着面巾，把自己保护得严丝合缝。为他们喝药，老管家冷冷的道：“是。”几个黄袍修士上前，粗鲁地掰开少男少女的嘴，将整整一小瓶的毒药灌入他们口中。啊呀！石床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少年们拼命挣扎着，却无济于事。密室中不有禁止，即便他们叫得再大声，外面的人也听不见。既然是最后一次了，不多喝点，岂不是很可惜？老管家残忍开口。终于，这些孩子们再也承受不住猛烈的毒性，就这么挺着身子，七窍流血，死在了石床上。而他们最后的生命力也化作了至纯生气，流入旁边的香炉内。老管家提起一个晃了晃，道：“怎么才这么一点？看来下一批的精挑细选下了。”呼！这时角落中传来声响，老管家走近，见一个少女双目无神，浑身是汗，微弱的喘息着。啧，这个倒是不一般，多承受几次，说不定可以修炼成传说中的巫血毒心体。老管家说着，又走向墙角里吓傻了的小男孩，笑眯眯的道：“小梁，这次该轮到你了。”不要啊！密室里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处理妥当后，老管家洗了洗手，对几个黄袍修士道：“你们再去附近的村子里带一批回来，记住，老东西不要，生气太少，也别挑太小的，折腾不了几次就死了，麻烦。”是。几人领命告退。另一边，吴叶宁与秦晴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会合，后怕不已。若不是两人来时商量过细节，这玄炼教主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宗内修士近千人，半城在眼玄镜小城之上，但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玄炼教背地里干的勾当。秦晴蹲在地上，用树枝画下地形图，也就是说，炼毒之人可能都在那地下密室里，可杨胡子老道又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在暗中操控午夜凝坐在树梢，抱着凶沉吟。秦晴站起身道：“那个管家应该还没有突破眼玄镜巅峰，若是袭杀，我有把握快速结束，但杨胡子老道就麻烦了，想要击杀，必然会惊动山门内大量修士，而另外半边玉佩大概帅会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只要把杨胡子老道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悄咪咪的那一组特，剩下的就都好办了。”午夜凝说着，比划了一记手刀。秦晴一愣，点了点头：“那简单，我们只需要。”午夜凝要了半天，抱着头一顿甩，道：“哎呀，烦死了，根本不可能吗？”秦晴不禁莞尔。就在这个时候，几个穿着黄袍的修士从玄炼教方向飞出，腾云驾雾，不知去往了何处。午夜凝与秦晴相视一眼，无声无息地跟了上去。不多时，几个玄炼教修士来到了一座凡俗城池上空，故意惹出大动静，降落下来。是大仙，山中大仙出事了，恭迎大仙！城中之人见状，纷纷聚拢过来，跪地参拜，口中念诵祈福之语。嗨！为首的黄袍修士甩了甩手中拂尘，装腔作势道：“我乃太岁山玄炼教杨毅真人，奉宗门之命前来慈悲度世，广收弟子。”说着，他身边的几个修士从手中变化出丹药，分发给周边群众。有久病难医之人吞下，顿时精神百倍；药到病除，有暮气沉沉的老者吞下，顿时腰背挺拔。仙医，真乃仙医啊！这病困扰了我几十年，一下就好了。多谢大仙，多谢大仙！城中群众感激不已，对玄炼教的话更加深信不疑。有人匆匆回家，牵自己的孩子出来拜师。仙人，我儿阿良2年之前曾拜入贵教，不知他现在如何？这时，一个孱弱女子挤开人群，跪拜在黄袍修士面前。杨毅真人闻言，悠悠道：“求仙问道，非一朝一夕之事，少则3年5载，多则数10年，方能有所成。”女子眼圈一红，道：“在下知晓，只是其父过世，还请仙人代话，想让他回家祭拜一下。”这杨毅真人胡乱编道：“阿良正在修行的关键时期，若是乱他心念，恐有误仙途。不过你放心，他寿命悠久，早晚会下山探望的。”女子眸光暗淡了下去，无力的起身道：“知道了，还请仙人叮嘱他好好吃饭，把身子养得高高壮壮。”自会转告。杨毅真人和蔼的点头，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他妈的，这个老畜生给他108000件都是便宜的。秦晴在暗中骂道。此时，城中群众已经把玄炼教众修为了个水泄不通，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孩子送上。孩子年龄大小不等，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中。急不得，寻仙问道是要看资质的，并非谁都有仙缘。几个黄袍修士假模假样的张罗着，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午夜凝与秦晴收敛气息，扮作脏兮兮的乞丐模样，混在人群中冷冷看着他们。大仙，你看看我家这孩子怎么样？悟性很好，可惜灵根不太行。大仙，我家孩子读书可厉害了，还学过乐器。这个孩子倒是不错。玄炼教众修在人群中挑选，不过自然不是看什么资质，而是挑选谁的生机更旺盛。就在这时，杨毅真人余光扫过，一眼便相中了个子挺拔、精气旺盛的秦晴，道：“咦，你是谁家的孩子？”秦晴引下杀意，只是装作懵懂的样子，道：“我无父无母，是和妹妹拾荒过来的。”
秦晴旁边，午夜凝眨巴了两下清澈的眸子。由于服用神灵草的缘故，他的个子比秦晴矮上不少，正好到肩膀的位置。拾荒，好好好。听到这话，杨毅真人更满意了，道：“本尊观你根骨极佳，愿不愿意拜入我玄炼教？”秦晴故作迟疑，道：“拜入玄炼教有什么好处吗？能吃饱饭吗？”杨毅真人彻底放松了警惕，笑道：“我们玄炼教的前身乃是中原数一数二的大教碧霞丹教，现在也与诸多仙门有合作，只要你肯加入，保证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忽悠，接着忽悠。秦晴心里正冷笑呢，午夜宁突然一把搂住了他的胳膊，怯生生的道：“哥，你不要离开我。”见午夜宁这副惹人怜惜的模样，秦晴心肝一颤，差点在杨毅面前露出马脚。大小姐的演技真是绝了，这谁顶得住啊？秦晴这般想着，面露犹豫，对杨毅真人道：“可是真人，我妹妹还没出嫁，不能没我照顾。”杨毅真人看向午夜宁，打量了一番，心道：此女虽然身轻体弱，但相貌出众，倒适合当个绝佳的炉鼎。哈，那也无妨，你可与妹妹一同入教，两不分离。杨毅真人假笑，可谓3个人800个心眼子。真的吗？多谢真人。秦晴目露感激，又拉起午夜宁的手，含情脉脉的道：“宁儿，我们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啊！这下轮到午夜宁慌了。秦晴疯狂挤眉弄眼，潜台词：说词儿啊！午夜宁赶忙低下头，浅浅的嗯了一声。呵呵。杨毅真人看着面前这一对兄妹，心满意足。这场招收仪式一直持续到下午才结束。之后，午夜宁与秦晴踩着杨毅真人照出的云雾向高空飞去，同行的还有10几个少年，都是眸光灿灿、生机蓬勃的年纪。爹娘，我会想你们的。少年们挥手告别，而城中的父母们则怀着期待，含泪相送。殊不知，他们亲手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魔鬼。一行人离开凡俗后，直向玄炼教方向飞去。少年们哪里体验过腾云驾雾的感觉，一路上都在夕阳下畅想未来，兴奋不已。莫名的，午夜宁想起了他与秦晴第一次离开凡俗时，被血酒诅收在袖口里，俯瞰整个东海的场景。那时候，他们也像这群少年一般，满怀憧憬，激动不已。可将要面对的却完全不一样。哥，有你真幸运啊！午夜宁突然凑在秦晴耳边吐气。秦晴微愣，扭头见自己这位大小姐望着远方，也不知话里几分是真，几分是戏言。不多时，一行人来到了玄炼教所在的太岁山。不过，几个黄袍修士并没有带着他们飞向山门，而是往山脚下的密林降落。仙人，我们不从这上山吗？有少年望着云雾缭绕的气派山门，表示疑惑。不急，先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帮你们脱胎换骨，洗精法髓。杨毅真人背对着他们，看不到表情。哦，少年们不敢胡乱猜测。午夜宁与秦晴则暗中警惕。很快，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的一个溶洞前，这里被参天大树遮掩着，没有一丝阳光，若是不来到近处，根本发现不了。溶洞里面幽暗阴冷，只有几个火把的微光在闪烁，隐约能听到水珠滴落的声音。仙人，你确定这里可以洗精法髓吗？我怎么感觉凉飕飕的？有少年情不自禁地紧了紧衣服，观望四周，感觉很不对劲。杨毅真人突然扭过头，露出一个阴森森的笑，道：“不要害怕，那么宏伟的山门立在上面，还能有假不成？好吧。”一行少年半信半疑，但不知为何，总觉得面前这些仙人像变了个人，再也没有了之前仙风道骨的气质。之后，他们跟随杨毅进了溶洞，拐过几个弯后，开始踩着阶梯向上，而越往深处，周围的阴寒之气便越重。一路上，午夜宁与秦晴都在仔细观察，见这里密不透风，似乎只有来时那一个出口，而且墙壁上隐约有静置的痕迹。不知走了多久，他们来到了一处宽敞明亮之地，这里有10几个1人多高的炼丹炉，铸造工艺精美，不似凡器，炉壁上刻着未知纹路，随着炼丹师的操控时明时暗。在这些纹路中，隐约可以看见腾腾的玄火映照在炼丹师的半边脸上，让他们看起来诡异可怖。就在这时，一个丹师神色大喜，以神通打开了丹炉，顿时彩色的雾气汩汩涌出，一股馥郁的芳香弥漫遍整个洞府。哇，好香啊！有少女忍不住驻足观望，道：“仙人，我们也能炼出这样的仙丹吗？”杨毅真人抚着胡须，若有深意的道：“那是当然，这些丹药必须由你们才能炼出来。”听闻此言，一行少年感觉自信心满满。可当彩雾散去时，丹炉上方悬着的却是一颗黝黑的丹药，似乎还有些诡异的纹路在蠕动。少年们面容一僵，突然大感不适。刚才开口的少女也说不出话了。看这个成色，应该有中等品次。将成丹收下后，那个炼丹师大手一挥，引旁边的山泉水清洗炉内，又取出数十种药材丢入其中，每个都是奇形怪状，歪歪扭扭。随后，他又取出一个小香炉，将其催动，里面顿时飘散出缕缕的至纯生气，看起来神圣无瑕。那股香气的来源也正是于此。有了这股至纯生气的加持，那些古怪的药材似乎也跟着仙灵起来。众少年惊异的同时，午夜宁与秦晴却眸光渐寒。在他们眼中，那一丝一缕的至纯生气，怎么看都像一个痛苦的魂魄在嘶吼咆哮。好了，随我来吧，你们要去的地方还在前头。杨毅真人面带笑意的催促道。哦，一行人再次踩着阶梯往上走。走着走着，午夜宁突然面色一沉，看向自己的胳膊，那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自从经历过一次中毒后，他的身体便对巫毒产生了天然的抗拒，而隔着如此远的距离便感到不适，还是第一次。
一路上来往的修士越来越多，或三五成群，个个神情淡漠的样子。据午夜宁与晴晴感知，这些人大都在演玄境小城，有少部分达到了大成境界。渐渐的，他们脚下的阶梯被铺上了石砖，墙壁也由开凿变成了整齐修建而成。难道从我们山脚来到了那个地下密室里？晴晴猜测。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池子出现在众人面前，里面满是漆黑的粘稠液体，起伏间仿佛拥有生命。几个裹得很严严实实的修士站在池边，正用容器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倒些液体。一旁的修士提醒道：“小心点，可别溅到身上。”吃！随着不明液体的倒入，池子里产生了剧烈的反应，腾起白色雾气，而那些粘稠液体则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气泡。仙人，那是什么？见此情景，同行的少年们感到害怕。午夜宁与晴晴也不由得面色凝重。原来他们就是在这里练毒，这一池子简直比我那日催动的还要多出千倍万倍。午夜宁咬牙，强装镇定，可拳头上略微发白的骨节已经出卖了他。就在这时，一双温暖的大手覆盖了上来。午夜宁一愣，望向牵他之人的侧脸，顿时感觉安心了不少。不急，马上你们就知道了。杨怡自语道，不知在说给谁听。哦，众少年们战战兢兢地从黑池旁边经过，生怕一不小心掉进去。哎呀！突然，一个小女孩惊呼，被黑暗中的遗物绊倒。众少年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只见小女孩跪趴在地，可看清绊倒她的东西后，瞬间被吓得面色惨白，说不出话。那赫然是一条发白到不正常的手臂，正无力地耷拉在地上。而顺着这条手臂往后，他们看到的是更多苍白的肢体与一张张七窍流血、狰狞而亡的恐怖面孔，肢体上还残留着黑色纹路，久久不散。啊！鬼啊！不知哪个人率先叫了一声，众少年彻底失去了理智，纷纷尖叫着往回路跑。然而那些黄袍修士早已堵住了退路，将他们逼回墙角。仙人，我们不修仙了，放我们走吧。众少年缩在一起，满脸是泪，瑟瑟发抖。此刻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来到了怎样一个地方。那些被随意的堆叠在角落中浑身赤裸死状瘆人的尸体，分明是和他们一般大的年纪。午夜宁与晴晴混在其中，阴沉着脸，心中杀意大起。不要怕嘛，他们都是不听话的小孩，只要你们乖乖听话，就不会和他们一样。杨依依就笑着，可现在看来却如同来自地狱的恶鬼。啊，娘，我要回家。有少女被吓得双腿发软，嚎啕大哭。来了这里还想走？你们哪都去不了。其他几个黄袍修士索性不装了，大摇大摆地上前，凶相毕露。那杨毅大手一挥，瞬间有猛烈的阴风刮过，将众人卷起，摔到了一个平台上。平台左侧有排铁栏杆，但由于太过昏暗，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下手轻点，万一摔破皮就不太好了。有人迈着步子从阴影里走出，吓得众少年抱作一团。拜见法老！包括杨毅在内，所有黄袍修士都对其一拜。起来吧。老管家面带笑意，眼睛掠过这些鲜活而恐惧的面孔，满意的点点头，道：不错，真不错。这时杨毅上前，在老管家旁边说了点什么，老管家便将目光投向了午夜宁。来，小妹妹，你过来。老管家和蔼可亲的招着手。我？午夜宁眸子里闪过畏惧的光，道：为什么是我？老管家色眯眯的道：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午夜宁立刻往晴晴怀里一缩，颤声道：不要，我要和我哥在一起。对，我们不分开。晴晴也是上前一步。老管家又在晴晴精壮的肉体上打量过，眼中邪光更甚，道：好，你们一起过来吧，如果不听话，可是要挨罚哟。午夜宁与晴晴犹豫再三，手牵手向他走去。哎，真乖。老管家朝杨毅使了个眼色，将两人领向黑暗中，身后的杨毅则缓缓打开了铁栏杆的大门。走过昏暗的甬道，午夜宁与晴晴听到了潺潺的水声，紧接着便被带进了一间宽敞的石室里。与其说是石室，更像是一个浴场，因为其处在山泉水淌过的必经之路上，除了中间有张大床外，四周都被泉水围着，仅有一条小道供人行走。水面波光粼粼，反射的火光照耀在墙壁上，明灭不定，隐约可见一幅符石刻画，尽是些男男女女的各种姿势。老东西还挺会享受，等下取你狗命。晴晴心中暗骂。老管家来都市市中央，将那张带血的床单接走，又换上一张毛茸茸的布毯，道：你们现在这洗浴一番吧，脏兮兮的多不好。就在这里吗？午夜宁支支吾吾的低下头，手指在衣角上卷弄，晴晴也一副放不开的样子。羞什么？这里又没别人。见两人迟迟没有动作，老管家笑了笑，亲切的来到晴晴身前，弯腰欲帮她解开腰绳。晴晴则是听话的展开双臂，与午夜宁相视一眼。宽敞明亮的山体溶洞中，一众炼丹师正在专心致志的控炉。很快，一人丹成，引得溶洞里芳香满地。那炼丹师收下丹药后，开始引山泉水清洗炉壁。可就在这时，他却眉头一皱。原本清冽甘纯的山泉里，不知何时竟染上了一股血腥味。再往山泉淌来的方向望去，赫然看到老管家怒目圆睁的脑袋被冲了下去。那炼丹师被吓了一跳，慌张呼喊道：不好，出事了！石室里，午夜宁与晴晴看着漂浮在水面上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面色有些难看。本以为这会是一场顺利的袭杀，可没想到这老家伙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难对付。以重伤之躯连连吞下几颗丹药后，竟然还有一战之力，看来得改变作战计划了。两人转身看向石室外，那里隐约有人影烁烁。急促的破空声在甬道中回荡，
一道道身影匆匆向石室赶去。砰！一声闷响，大床被掀飞了出来。当先的几个修士见状，忙催动神芒轰去，却见一道璀璨的剑光划破黑暗，伴有清冽剑鸣，那大床被搅得炸裂开来，有长虹从其内灌出。小心！近处的几人大惊，急忙施展神通，然根本抵挡不了一击。他们的神通在这剑锋下犹如薄纸。只见秦手持冰魄神剑大步杀出，直取几人首级，瞬息的功夫便有3、5颗头颅被挑飞。噗噗噗！血芒闪过，这些头颅应声炸成血雾。午夜宁亦是出手，2轮洞天奇转，不给他们吞食乱七八糟丹药的机会。是你们？看清2人，杨毅心中震动，高呼道：“速速布阵！”其他修士闻言，纷纷第一时间便吞下丹药，肌肉与经脉蠕动间，修为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提升。午夜宁与秦面色一沉，见昏黑的甬道里人头攒动，难以估其量，一个个手持道剑，剑锋上闪烁蓝绿2种光色，蹭蹭蹭，道剑横空。这些人合力结成杀伐阵型与图案，其内激射出数不清的剑光，威力与速度惊人，把2侧墙壁映得通亮。秦挡在午夜宁身前，一手持剑，一手持鞘，将武道动作施展的极致，与那些光剑噼里啪啦的撞在一起，又将他们弹向4面8方。啊啊！许多修士猝不及防，当场被弹回来的剑光洞穿，惨叫着坠地。而午夜宁也在秦的庇护下接连施展神通，一时间剑芒与神通术法碰撞的火花不断，让整个甬道亮如白昼。哼，附魔！火！杨仪大喝，有修士吞下赤红色丹药，朝着沙阵喷吐火焰，霎时间阵中激射出的剑芒全部转为了透亮的火箭，其表附带着滚烫的火光。轰！这些火箭一触碰到秦的剑芒便会炸开，在四周留下炙热的高温，一些火星子突破防御泵溅到衣服上，便会瞬间灼烧进去。可恶！秦咬牙，感觉压力倍增。午夜宁见状，直接以手结印，血眸花开，灵池中掀起惊涛骇浪。轰！这一刻，一股来自远古的杀伐之气瞬间充斥整个通道。午夜宁黑发与衣衫猎猎，背后升起天血海，其内走出一个个血色冰浆，手持尖兵与利刃，甲胄嶙峋。杀！下一刻，杀声震天，戾气狂涌，血冰血将迎着剑阵而上，更有骑兵冲锋在前，带领一众将士横推。轰！轰！甬道里轰鸣不止，一方是黄袍修士的道剑阵，一方是午夜宁麾下的血甲兵，两者爆发了最激烈的碰撞。血色冰浆不知痛苦，即便被打得四散迸溅，也会在后方重聚。可一旦有玄炼教的修士被他们所杀，生命力与灵力就会快速被摩天诀剥夺，不得不以丹药来维持战力。这是什么鬼神通？有修士心慌，竟然生了惧意。万血海！杨毅盯着午夜宁，脸色愈发阴沉，吼道：“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会败给他们2个？加大亚灵丹药量！”随着他一声令下，周围修士纷纷不顾后果地吞下亚灵丹，而后一指点在眉心，顿时他们的修为再次拔高，直逼眼玄境大成。在这股威势下，血色兵将被冲击得不断败退，隐有溃散的迹象。而在通道的尽头，似乎还有黄袍修士在赶来。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败。在这关头，午夜宁突然想起毒池边的修士都裹着厚厚的防护服，心一狠，道：“小秦子，助我！”好！秦应道。只见午夜宁踏着秦肩头飞身而起，以血冰血将做一字长蛇阵开道，秦则紧紧相随，任何杀向午夜宁的神通都被他拦下。变阵，拦住他们！杨毅急指挥，可午夜宁与秦多次出生入死，早已心念合一，两人边走边杀，硬生生从众修之间杀出一条血路。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杀到了之前那个铁栏杆的位置。血色兵将也被消耗殆尽，难以为继。就在这时，他们耳边响起痛苦凄厉的嘶吼，侧目一看，栏杆里全是赤裸的身躯，竟是与他们同行来的少年。短暂的分离，这些少年已经被锁在石床上，嘴里塞着粗布，身上有道诡异的黑色纹路在蠕动，而这纹路每蠕动一下，就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剧痛。有的少年承受不住毒性，已经昏死了过去，可苏醒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再一次的剧痛，如此往复，直到被折磨死为止。你们该死！午夜宁猛地转身，近乎低吼着说出这句话。此情此景，让作为亲身经历者的他怎能不怒？小秦子，带他们走！午夜宁杀气腾腾，挥手间将一个小炼丹炉抛了出来。是。秦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接住太眼炉向牢笼冲去。那是太眼炉。看到小炼丹炉的刹那，杨毅先是迟疑，而后突然激动起来，道：“快！那可是宗宝太眼炉，快夺回来！”众黄袍修士听命，纷纷调转目光向秦杀去。我看谁敢！午夜宁一步跃出，飞身而至，眸中除了血色外，还多了几分乌光。咕噜咕噜，大池子里的巫毒受到摩天诀牵引，直接冲天而起，化作2道黑柱向他双掌汇聚。杨毅微微一怔，狞笑道：“哈哈，敢引巫毒为术，找死不成？”午夜宁没有言语，洞天中飞出一个小巧铃铛，晃动间发出叮铃铃的脆响，让万毒不沾其身。杨毅的笑容戛然而止，惊呼：“毒心道果！”紧接着，午夜宁动了，直接催动2道毒柱向他们甩来。凡是被沾染上的修士，皆是目露恐慌，尖叫着后退。快吃夺生丹！他们颤巍巍地取出黑色丹药，囫囵吞下。原来你们也会害怕！午夜宁怒极反笑，
再次激动巫毒涌出，这次再也没有修士抵抗，纷纷四散而逃。见没有人敢上前，杨毅神色难看，吼道：“只要夺回太眼炉，每人赏赐2颗上品夺生丹。”上品夺生丹。听到这句话，后退的众修士脚步一顿。夺生丹由至纯生气炼成，因能将人从鬼门关夺回来，故此得名。而上品夺生丹不仅能驱世间万毒，御濒死之伤，甚至可以增长不少寿命。太眼炉乃宗门至宝，有了它，别说2颗，10颗都给你们炼出来。杨毅阴恻恻的道。众修士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一咬牙，纷纷掏出夺生丹含在口中，再次向午夜凝杀去。另一边，秦晴已经照出太眼炉，将石床上的少年一个接一个丢了进去，装不下了就用2条胳膊夹着。正当他转身欲走之际，突然听到微弱的喘息声，循声望去，见那漆黑的角落中似乎还有一张石床。此时午夜凝已经与黄袍众修杀在了一起，有不少人从他侧边绕过，向栏杆包围来，若再不走，极有可能走不掉了。阿依西巴，秦晴纠结了一瞬，又骂骂咧咧地返了回去，见石床上躺着一个双目无神的小女孩，脸上有好几道黑色纹路，看起来狰狞吓人。还有力气吗？秦晴几脚跺断锁链，小女孩死水般的眼眸中泛起一丝波澜，微微看向他，来，上来。秦晴转身俯下腰，见状，小女孩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艰难爬到秦晴背上，抱住了她的脖子。很好，转好了。秦晴起身颠了2下，回首见一众修士正在向他杀来。小子，留下太眼炉，拿命来！这些修士脚踏神芒，御空而行，手中刀剑绽放光辉，欲轰杀秦晴。秦晴面色渐寒，冷声道：“你们不是想要炉子吗？给你们！”说罢，他一脚将太眼炉踹出，大喝一声：“剑来！”太眼炉虽然不是主杀伐之器，但其由吸金铸成，岂是眼玄境小城可挡？所过之处，所有人大惊避让，有些人躲闪不及，当场被碾得粉碎。与此同时，一道剑光出鞘，在人群中冲杀2圈后返回。秦晴飞身踏剑，以太眼炉开道，在众修之中横冲直撞，无人挡得住他。轰！铁栏杆炸裂，数十个修士倒飞。秦晴从牢笼里杀将出来，直向着下方的通道逃去。追！快追上那个小子！杨毅急了，指挥众修士追杀，却见午夜凝再次飞身而来，2道毒链横扫，直接将他们阻拦了大半。妈的，先宰了这臭娘们！杨一勃然大怒，亲自布下杀阵，各种神通激射而出。午夜凝旋身在巫毒池上方，嘴角突然扬起一抹冰冷的笑，下一刻，巫毒池里剧烈起伏，如大海狂怒般波涛汹涌。呼，终于不用再忍耐了。午夜凝舔了舔嘴唇，低声自语：“你要干什么？”杨毅心脏一颤，忽地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急忙朝左右咆哮道：“快，杀了那个女人！快！”众黄袍修士闻言冲天而起，周身神芒璀璨。而面对这些杀至近前的身影，午夜凝只是仰头，双臂撑展开，做出一个掀起的动作。轰！整个巫毒池震动，所有剧毒受魔天诀牵引，直接在午夜凝背后高高腾起，化作滔天毒浪。这是什么？上前的修士满脸惊惧，颤抖着后退。这哪里是中毒，简直就是在巫毒里泡澡，10颗夺生丹也夺不回来啊！有修士当即转身，头也不回的逃遁。午夜凝大手一挥，背后的毒浪前仆后继，滚滚向前，直接以无差别的方式向所有人浇灌。这女人疯了，她要淹了我们！快逃！快逃啊！众修被吓破了胆，慌忙逃窜。可密室上方的入口严禁通行，他们只能向大山下唯一的出口逃去。午夜凝立身在毒海之上，卷动滔天巨浪，向所有人追杀过去。啊！数不清的修士被淹没其间，瞬间七窍流血，惨死当场，什么丹药都无济于事。巫毒挥洒间，杨毅也不能幸免，被一朵毒浪拍中后背，灵池快速黑化，他一个踉跄，差点坠进毒海里。此刻忍着剧痛，掏出极品夺生丹向口中喂去。可就在这时，一条白嫩的胳膊从后方环了过来，掐住他张开的嘴。杨毅被吓得直哆嗦，缓缓扭头，看到一张绝美而冰冷的脸贴在镜前。别，你不是喜欢练毒吗？我让你练个够！午夜凝杀红了眼，直接引来一柱巫毒，一股脑的往他嘴里灌。咕噜噜，咕噜噜，疯子！杨毅被灌得翻白眼，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什么，最后连肚子都被撑得炸开了，巫毒夹杂着肠子汩汩往外流。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修士无不胆寒。另一边，秦晴已经带着一炉子人冲到了洞口，将他们倒出来后，见后方还有修士在追杀过来。是时候检验一下我的控火技术了。秦晴转身，眸光熠熠，以双手结印，盘坐太眼炉前，口中默念法诀。这一刹，太眼炉的中的纹路全部亮起，彼此交织，某种炙热的能量在炉内积聚，将炉壁衬得五光十色。轰！就在那些修士冲杀过来时，太眼炉里忽地腾起七色火光，向上席卷，被扑到的修士当场灰飞烟灭。不好，他会火诀，速退！追杀而来的众修面色骤变，急急后退。看来我的控火技术有待提高。秦晴嘴上这般说着，七色火焰却不做收敛，他一人盘坐洞口，堵住所有退路，引神火如真龙直上，向那些修士吞噬过去。快退！众修士惊恐万分，只能按原路往上逃。可逃了一段距离，却见同样一群人正在慌不择路地往下冲。快逃！下面有火！
快逃！上面有毒！双方碰头，听到这句话后都傻眼了。一个修士看着逐渐被火光照亮的通道，终于回过神，用双手疯狂对着墙壁挖。啊！下一刻，毒火相触，大山内部爆发了最凄厉的惨叫。大殿里，玄炼教主盘坐在炼丹炉前，一边炼丹，一边与几个长老研究丹道。就在这时，炉里的玄火跳跃了一下，引得整个火势失控，瞬间将里面的珍贵药材炼成了焦炭。玄炼教主眉头微皱，内心突然生出一股不安感。这教主，你没事吧？一个长老关切道。无事，只是偶感心烦，想去后院歇息一下，你们不必跟来。玄炼教主说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殿。这众长老面面相觑，后院是教主的闭关之地，未经允许不得入内，他们也不例外。玄炼教主离开后，径直遁入了后院的密室中，可没走几步，他便察觉到一丝不对劲。静，太安静了，烦老！玄炼教主试探地叫了一声。噌！骤然间，一点寒芒刺破黑暗，声未响而渐已至，向他的眉心灵驰动穿。玄炼教主吃了一惊，忙踩步后撤。秦晴一招不中，再追一剑，借势欺身而上。如此近的距离，是秦晴最有可能重创玄炼教主的机会。冰魄神剑在造化天成功的加持下，锐不可当，于黑暗中留下一道道剑光残影。然而，玄炼教主不知施展了什么手段，身手极快，在剑光下接连抬脚、偏头、俯身，秦晴连进7步，竟未能伤他分毫。坏了！秦晴深感不妙，已有抽身之意，于下一剑陡然变换招式，转扫为突，向玄炼教主双眼刺去。不曾想，玄炼教主且退之间，横置2指于眉前，竟硬生生夹住了这极快的一剑。什么？秦晴瞳孔骤缩。臭小子，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玄炼教主森然一笑，咧嘴间露出唇齿中夹着的一颗银色丹药。随着用力，这颗丹药被玄炼教主咬碎吞噬了下去，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原本干瘦的体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硕，眸子与经脉都变成了银灰色，像是流淌着某种神秘物质。下一刻，他大脚向秦晴踹来，秦晴只觉头皮发麻，秦晴急忙抽剑而回，一剑一鞘挡在身前，以武艺演化最坚固的盾。轰！一声闷响，秦晴口吐鲜血，倒飞出去，直撞到通道尽头的墙壁上，这才停了下来。咦，竟然没死！待我用噬魂丹看看你脑袋里都隐藏着什么秘密。玄炼教主稍有惊讶，缓步向前，五指间夹着4颗红蓝相间的丹药，上面似有蚂蚁在爬动。秦晴撑着剑柄艰难起身，又是咳出2口血，心中却在掐算着距离。就在这时，玄炼教主陡然提速，一个迈步便闪至秦晴面前，欲将噬魂丹强塞在他嘴里。好快！秦晴心中一震，下意识偏头，堪堪躲过这一击。而玄炼教主的鹰爪已经追至，向他喉咙所来。秦晴眼见来不及动作了，索性一个劈叉，把自己身位放低。轰！玄炼教主的鹰爪直接探进了秦晴身后的墙壁上，将那里崩裂出一道大口子。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一招不慎，秦晴早已被擒。可玄炼教主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猛地反身，以另一掌向他头顶拍落。秦晴身处被动，几个偏头从玄炼教主大手下避过。玄炼教主怒了，变掌为拳，速度陡然提高。这一拳之下，寻常人已是避无可避，却见秦晴眸光一寒，直接将冰魄神剑逆持，柄在下而锋在上，剑尖正好高过头顶。武家的招式，寸长枪芒。玄炼教主的拳锋刚要砸落，忽地看见这一招，不得不强行收拳。此刻，秦晴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撑着剑鞘旋身而起，长剑转手为攻，快速向玄炼教主背心挑去。小子，你好胆！玄炼教主忍不住惊叹。蹭蹭蹭，剑芒狂闪，在墙壁上留下一道道极深的剑痕。玄炼教主闪转身形，虽被划出伤势，却都不足以致命。那颗银色的丹药给了他极强的速度与力量。可恶，要是有天金柱大哥在就好了，若能斩中这老道的弱点，不死也让他半残。秦晴咬牙，还不想暴露天金柱的金色书页，若不能一击必杀，可能会引得这老东西暴走。小子，你这一身剑道当真了得，可没了剑，你又算得了什么？玄炼教主冷笑，趁着秦晴乘胜而动，只攻不守之际，竟要双掌合一夺了他的剑。秦晴见状，怎能如他所愿，一个偏身，以膝盖顶起剑鞘，腾身间将冰魄神剑直刺回鞘中，待玄炼教主夹住剑鞘，再抽剑向他手掌斩去，逼得他气鞘。这是什么古怪的剑法？玄炼教主眉头大皱，感觉同时在面对最猛烈的进攻与最坚固的防，两者齐头并进，让他无从下手。两人且战且走，这个过程中，秦晴并非漫无目的的避让，而是将玄炼教主引向甬道中央。小秦子，让开！就在他们到达指定位置的瞬间，头顶传来午夜宁的疾呼，紧接着一口大噜噜口朝下，从黑暗中急急坠落。秦晴早有准备，撑着剑鞘在玄炼教主身上连踹几脚，借势后退，玄炼教主躲闪不及，直接被太眼炉的阴影完全笼罩。轰！闷响回荡过后，玄炼教主单膝跪地，额头上银筋暴突，竟是用双手撑起了太眼炉。啊，这都盖不住你！午夜宁满眼震惊，在太眼炉上蹦了2下。本以为会掉一条小鱼出来，没想到你们给我送来了太眼炉这份大礼。玄炼教主艰难抬起头，眉心绽放光辉，涌出灵力，与浑身上下共同发力，欲将太眼炉一点一点的掀起。大礼还在后头呢。
武叶宁眉毛一横，也不吝啬，直接将太眼炉里面的玄黄二气倾倒出来。轰隆！几乎是同一时间，太眼炉下方的地面塌陷了。玄炼教主双膝跪地，背负玄黄二气，全身骨骼被压得咔咔作响。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玄黄气？玄炼教主的神色大变，终是扛不住这股巨力，被压倒在地，动弹不得。秦秦手持冰魄神剑，飞身而来，向他眉心斩去。没想到你们两个小辈竟然能将我逼到这种地步！突然间，玄炼教主森然一笑，脖子上自主浮现出一道血痕。就在秦秦剑锋将至时，这老家伙竟然用灵力自断头颅，躲过了致命一击。只见玄炼教主的头颅卷动黑气，以极快的速度冲天起，秦秦几次出剑都未能将其斩落。真是出乎意料啊！玄炼教主于高空中吞下一颗夺生丹，血液瞬间不再淌落，滚滚魔气从他的项颈的断口处涌出，弥漫周天。见此情景，武叶宁与秦秦心中一沉，两人各施手段向上袭杀。呵，找死！玄炼教主目光一狠，吞下巫毒丹，张口喷吐漫天的巫毒之气。秦秦一惊，急忙旋身躲避，还好有武叶宁祭出灵荡，将毒雾驱散。这是毒心道果。好好好，怪不得你们如此胆大，两个人就敢擅闯我玄炼禁区。玄炼教主爽朗大笑道：“我倒看看，你们还给我准备了多少惊喜！禁区？我呸！不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毒窝子吗？若是暴露在世人眼前，早已不知道被铲平了多少次。”秦秦骂道：“小子，你还太嫩了。”玄炼教主嗤笑着摇了摇头，道：“3万年来，像你们这样闯入这里的人不计其数，可有些秘密是永远不会传出去的。”说罢，他缓缓咬碎一颗极品亚灵丹，眉心灵池瞬间暴涨。虽然只剩一颗脑袋，但修为却节节攀高，直逼半步圣境。准圣之境！武叶宁与秦秦神色骤变，转身便逃。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两人估测的范围，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抵抗的。好了，该收下你们送来的大礼了。玄炼教主冷笑，眉心凝聚出恐怖的神芒，猛地击射出去。轰！地下通道震颤，武叶宁与秦秦一左一右扑开。那道神芒虽然没有命中两人，但爆炸的余威足以震得他们嘴角溢血。不待两人喘息，第二道、第三道神芒接踵而至，武叶宁与秦秦被逼得分散开，各自躲避。轰！轰！破空声不止，剧烈的爆炸四处激荡。武叶宁见神芒追来，忙将太眼炉祭出，挡在自己身前。砰！太眼炉轰鸣，被震得晃荡不止，吸睛表面将神芒反射向其他角落，造成炸裂。武叶宁施展神通，死死抵着炉壁，这才勉强挡下几击，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倒是个生命力顽强的小乌龟。玄炼教主数击不成后，又将目光看向另一边的秦秦，眉心灵池绽放神辉。轰轰轰！猛烈爆炸在身后响起，秦秦脚踩天金柱传授的神异步伐，缩地成寸，踏墙而行，周身虚空发生着短暂而密集的交叠。咦，逍遥派，你身上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玄炼教主双目微眯，隐约察觉到了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他并不打算减缓攻势，只要留下秦秦一颗脑袋，他就有手段挖出里面的全部隐秘。叮！只见玄炼教主眉头用力，轻喝一声，霎时间，一道道空间之力呈波纹状向四周扩散，飞速将秦秦笼罩在内。这一刻，秦秦只感觉四面八方的空间都在向他挤来，将虚空闭合，让他移动速度大大受损。玄炼教主踏入眼玄境多年，掌握了大量空间之力，此刻四轮洞天共同旋转，以秦秦的修为根本超脱不了。而那半圣之境的神芒已经顷刻杀至，一举从秦秦心口洞穿而过。噗！秦秦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子横飞，重重地摔在通道另一头，没了动静。不！看到这一幕，武叶宁一个踉跄，目眦欲裂。玄炼教主缓缓转过头，残忍地笑道：“小乌龟，终于肯出头了。”武叶宁抿着嘴唇，双眼通红，掐诀之后，双掌猛地轰击在炉壁上。轰！随着火诀的施展，太眼炉里亮起七色火光，交相辉映，紧接着有焰浪腾天，照亮无边黑暗，驱散滚滚魔气。呲！由于距离太眼炉太近，武叶宁脸上映的全是火光，双掌更是被炙热的炉壁烫得冒烟，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继续催动火诀。好！腾起的火焰化作7道龙影，各执一色，盘踞周天，发出嘹亮的龙吟声，向玄炼教主撕咬而去。面对扑面的火光，仅剩一颗头颅的玄炼教主不慌不忙，冷哼道：“你以为这么多年我玄炼教对太眼炉没有研究吗？”说罢，一连吞下7颗不同的丹药，灵池中翻江倒海，竟然同样喷吐出7种神辉，与7色神龙争锋。好！龙吟声震耳欲聋，7色神火腾涌间，龙影被逼得不断后退。啊，炉是好炉，但你的修为与控火之术差得太远了。玄炼教主狞笑，加大神通力度，火势逐渐向武叶宁那边倾斜。然而武叶宁只是摸了一把眼泪，神色决绝，丝毫没有要逃离的意思。见此，玄炼教主笑容更甚了。突然，他的后方的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只见原本被半圣之力洞穿到底不起的秦秦突然动了一下，而后咳出2口鲜血。什么？这一次，玄炼教主神色巨变，露出了比看到太眼炉与玄黄气还惊骇的表情。但是玄炼教主却回不了头，因为他正在施展神通与太眼炉的神火激烈对拼，稍有松懈就会遭到猛烈的反扑。小秦子！武叶宁见状，喜极而泣。通道尽头，秦秦用颤抖的手摸向胸口位置，那里一片焦黑，正中有一张金色的书页，完好无损。嗨，我没事，大小姐。秦秦虚弱的开口，感觉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都传来剧痛，
仿佛要散架一般，看向旁边的阶梯，那里正是密室入口的位置。玄炼教主神色一慌，大感不妙，猛地催动神通，欲速战速决。小晴子，快打开密室入口！武叶宁重振精神，咬牙硬撑。这番功夫，七色神龙已经快要被逼回太眼炉里了。一旦神火熄灭，他与秦晴必死无疑。是，秦晴撑着剑鞘起身，艰难向台阶走去，感觉每一步血肉都在被撕裂。小子，你想干什么？玄炼教主慌了神，道：“我玄炼教授武家庇护，一旦有失，武家大人物命数尽矣。到时候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武家也会杀了你们。”武家？听到这两个字，武叶宁心头一震。见武叶宁的表情，玄炼教主还以为他怕了，继续道：“只要饶我一命，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我还可以给你们炼制极品夺生丹。姓武的人那么多，应该不可能与我有关。”武叶宁心里这般想着，深知迟则生变的道理，冷声道：“管你什么武不武家，带着你那肮脏的夺生丹下地狱吧。”而秦晴也已经撑着剑鞘，一步一步来到了密室入口前，将冰魄神剑高高举起。不，杀了我，武家不会饶过你们的！玄炼教主是真的害怕了，失声嚷嚷着。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那小子不是施展过武家的招式吗？你们一定与武家有关吧？”听到这句话，武叶宁眉头一皱。然而，秦晴已经一剑斩开了密室的入口。轰！一瞬间，整个山体上下贯通，形成对流。七色神火在风势的助推下，猛地窜起，沿着通道向上喷发，将玄炼教主的脑袋在内。在火龙即将吞噬过来之际，秦晴一步跃起，扑到了密室外面。下一刻，冲天的火光从后院灌出，隐约能听到龙吟声。炙热的焰浪将周围的植被烧成焦炭，也将秦晴掀翻到旁边的院子里。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在后院，教主闭关之地出事了。这巨大声势惊动了玄炼教山门内的修士，纷纷凌空而来。看到那缓缓消散的七色龙影后，面色凝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秦晴在院子里滚了好几圈，撞到一棵树干才停下。刚想有所动作，便被一柄柄锋利的刀剑架住了。你是何人？为何擅闯我玄炼禁地？说，我们教主呢？你把我们教主怎么了？几个修士围着他质问道。秦晴忙伸手示意，别急，你们先别急，先让我缓口气。若敢伤他一根毫毛，我灭你们满门。就在这时，午夜凝脚踏太眼神炉，从密室入口缓缓升起，一头黑发张扬，眸中尽是寒意。还有人，小心此人！在场修士全部转移注意力，持刀剑踏上高空，将午夜凝围在中间。那老东西干尽伤天害理之事，你们还要被蒙在鼓里吗？午夜凝冷声道：“伤天害理，你是说我们教主吗？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你一个擅闯禁区的外人，有什么资格污蔑我们教主？就是你凭什么污蔑我们教主？”玄炼教众修根本不相信午夜凝的话，一个个欲逼近。午夜凝也不多说，只是道：“信与不信，去山脚一看便知，那里应该还有10几个少年在等着你们。”这有几个修士迟疑，转身向山脚下飞去。突然，一个长老神色有异，道：“那是太眼炉。”此话一出，又有几个老者凝目细视，震惊道：“太眼炉真的是消失了10几万年的宗宝太眼炉？太眼炉？”一些辈分小的修士不明所以，压根没听过什么宗宝，只有些年龄较长的修士才知道，玄炼教前身便是盛极一时的碧霞丹教。怎么还要与我为敌吗？想清楚了，我可不是什么大善人。午夜凝神色冰冷，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如果这些人执迷不悟，他不介意一把火将玄炼教烧个精光。我等玄炼教第17代长老拜见掌教真人。几个长老相视一眼，齐齐参拜，而后盛情道：“掌教真人，快下来，咱们有话好好说。”许多修士还是没反应过来，举着刀剑立在空中，不知发生了什么。午夜凝背负双手，缓缓下落。不论这些人是趋于太眼炉的威力，还是真的谨记教规，他都不惧。不多时，山脚下被秦晴所救的10几个孩子也被抱回了山门。两人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离开一片狼藉的地下密室没多久，玄炼教主那颗被烧得焦黑的突然晃动了2下，而后猛地睁开了眼睛。还好老夫将一颗极品夺生丹藏于舌下，不然还真有可能葬身在那2个小辈之手。玄炼教主脸上的五官近乎都被烧没了，焦肉混杂着带血的骨头依稀可见，格外瘆人。那小子竟然能在我准圣境的神芒下捡回性命，只能说明他身上有不弱于太眼炉的至宝。待我服用几颗丹药，再随便找个人接上身手，将此事告知武家。玄炼教主用毒怨的语气在角落中自语：“老道，你嘀咕什么呢？”骤然间，一个慵懒的声音在他旁边响起。玄炼教主瞳孔一缩，慌忙转头，见一黑袍身影躺在大石上，2条腿悠哉悠哉地晃荡着，无声也无息。你是什么人？玄炼教主颤声开口，竟然没有感知到任何气息。此人仿佛是凭空出现，又或者早已在此多时。而且他此时处在极其虚弱的状态，任何一点变故都是足以致命的。黑袍人没有回答玄炼教主的话，只是双手插兜跳下大石，而后用脚尖勾起来这颗焦炭一般的头颅，当做皮球踢了起来。你！玄炼教主瞪大的眼睛又惊又怒，却不敢多说什么。黑袍人就这么用玄炼教主的脑袋耍起了杂技，又是膝盖又是脚的，甚至踢到背后用起了脚后跟。道友，我可以帮你炼制出夺生丹，极品夺生丹，那可是堪比仙丹。我还会炼制混元丹，让你脱胎换骨。我还能把你送进武家进修，就是那个中原第一武道世家，他们离不开我的。道友，只要你饶我一命，这些统统都能给你。到最后，玄炼教主算是彻底认怂了，
每次脑袋被踢到黑袍人眼前时，就会说2句话求饶的话。说够了吗？许是玩腻了，黑袍人停下动作，将玄炼教主的脑袋踩在脚下。够了，够了，都听您的。玄炼教主满眼惊恐，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黑袍人压低身子，用平静而漠然的语气道：“你的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很可惜，那2个人你一个都不准碰。”玄炼教主呼吸一滞，而后在他痛苦与不安的神色中，黑袍人脚下缓缓用力，噗！这颗脑袋炸成了血泥。接下来几天，午夜宁与晴晴都是在玄炼教中度过的，也了解了这个宗门的具体情况。而晴晴服用了藏丹阁中的几颗丹药，身体已经痊愈。夺生丹的炼制方法乃宗门之秘，从始至终都在禁区内完成，由教主全权监督。没想到我妄作就是扶贫之药，不曾想竟是与摧残他人的毒害同流合污。当得知地下密室的内幕后，几个长老都是低着。一个长老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就在自己脸上抽了几巴掌。怪不得总有弟子回乡或者同门远走，原来是被这些人给残害了。也有人胆寒与愤恨。午夜宁与晴晴没有说话，玄炼教主做的孽，没有人可以替他偿还，也偿还不起。之后10几个中毒的少年陆陆续续苏醒，看到玄炼教之人后，顿时被吓得面色惨白，不断往午夜宁与晴晴背后缩，嘴里重复着别杀我们魔鬼之类的话。对此，玄炼教众长老只能重重叹息一声，心里有种深深的负罪感。安抚好情绪后，这些少年已经再无修行之意，午夜宁便给了他们些丹药，安排专人送他们回凡俗。只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小妹妹，你家在哪？午夜宁柔声道。我没有家，没人要我。小女孩摇了摇头，又抬起胳膊指向晴晴，道：只有这个哥哥要我。午夜宁与晴晴想了想，决定让他留在碧霞宗，拜方青莲为师，那里的环境更适合成长。几位长老，这夺生丹你们都提供给何宗何派？晴晴问道。一长老道：夺生丹能治濒死之伤，甚至有增长寿命之效。为此，附近的大小宗门都曾与我们交好，也援助了不少功法和设施。这之中可否有5家？午夜宁沉声道。几个长老相视一眼，道：近万年来，5家一直是玄炼教的上课，原本需要1000年送去一次夺生丹，后来缩短至100年，如今更是3年便要一次，算下来也该轮到今年了。3年一次，这万年不知要折磨死多少人。午夜宁沉声道。人说写9祖屠城为魔，却也不见这般摧残人命。之后几人开始商量玄炼教的诸多事宜。一长老道：巫毒不复，靠夺生丹来维持的关系必将破裂，到时候宗门想要发展，恐怕会难上加难。不过掌教真人带回了太眼炉，定然可以炼制出其他稀世丹药。是啊，掌教真人一定会带我们恢复往日碧霞丹教的盛世。众长老都是这般想法。对此，午夜宁深表头疼，毕竟他还有许多未尽之事，不可能整日枯坐在这炼丹炉前。而且太眼炉不是凡物，若暴露于世，以玄炼教如今的实力，恐怕守护不住。嬴政大哥真是给我们抛了一个难题啊！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能管理得了宗门呢？午夜宁揉着太阳穴，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有些动作越来越像武成圣了。要不双教合一，把这难题丢给方前辈？晴晴提议道。若是单论人品与能力，方前辈无疑是最佳人选，可他早有隐世之心，恐怕不会答应此事。午夜宁愁着脸。晴晴笑了笑道：有时候啊，人越老就越固执。午夜宁一愣，不多时，2人腾云驾雾来到了方寸谷上方。见到2人，方青莲亲自出来迎接。当得知他们一把火烧了玄炼教巫毒池时，方青莲老泪纵横，当场就要叩拜。方前辈，快请起，我们2人这次前来，主要是有一事相商。午夜宁扶起他。掌教真人但说无妨。方青莲道。午夜宁道，玄炼教今日无主，我们想将其与碧霞宗合二为一，由你担任宗主，毕竟你有多年的执教经验。听到此话，方青莲面露为难之色，道：双教分离数万年，且玄炼教远胜于碧霞，恐怕不会听我之言。这你不必担忧，我们自有办法。午夜宁说着，直接将太眼炉哐当一声放在地上。方青莲瞪大了双眼，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震惊不已，围着神炉不断打量。不过他依旧没有答应，叹息道：如今毒害已除，在下只想待在这方寸之间，给孩子们传道授业，安度晚年。这时晴晴上前一步，沉声道：方前辈，实不相瞒，我们并未能击杀玄炼教主。方青莲神色一变，道：确有此事？晴晴点了点头，忧心忡忡的道：千真万确，那老道在最后关头将一颗极品夺生丹藏于舌下，趁我们大意时逃了去，也就是说，巫毒很有可能再现于世间。午夜宁适时的接上话，道：方前辈，你一辈子不都在致力于研究可解巫毒的丹药吗？玄炼教的藏药阁可比碧霞大得多，里有的药材成数以万计，也许能帮到你。听了2人的话，方青莲陷入了深深的犹豫。许久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道：好，我就随你们去玄炼宗走一趟，巫毒不能尽除，我寝食难安矣。午夜宁与晴晴神色一喜。很快，3人回到了玄炼教。午夜宁至深大殿上，立于众长老前，道：我以掌教之名，主双教合一，属碧霞宗，宗主方青莲，你等可有异议？看着午夜宁脚下的太眼炉，众长老忙摇头，道：我等没有异议，全听掌教真人安排。2人又将小女孩牵了过来，安置在方青莲手中。处理好诸多事宜后，已至夜，午夜宁与晴晴决定闭关一段时间，
看看从地球带回来的食盒里到底有什么好东西，之后再借送药之名前往武家打探吴小白的消息。方宗主，这玉佩先借我们耍耍，用完了就还给你。吴叶宁晃了晃手中各执半边的2个玉佩，不敢当，不敢当，掌教真人言重了。方青莲谦卑道。之后，吴叶宁与秦晴动身向后院走去，走着走着，吴叶宁突然甜甜的叫了一声哥。唉，秦晴下意识的应了一声，当即一个踉跄，汗毛耸立，嘻嘻扭头见吴叶宁神色不善的盯着自己，道哥。哎，秦晴拖着长长的尾音指向旁边的树，道哎，那是什么？反了你！吴叶宁一个变脸，道抱头，蹲下，检查身体。大小姐就别说笑了。秦晴苦着一张脸，乖乖照做。哼，让你占我便宜。吴叶宁在秦晴脖子上骑坐好了，这才道起驾。秦晴无奈载着他耍了起来，叫姐姐，姐，叫娘啊！这悬链教主闭关之地，秦晴将2个玉佩合二为一，放入了食盒表面的缺口里。咔嚓，微不可察的响动过后，食盒上的纹路以玉佩为中心，一条条被点亮了，夺目的光辉刺的2人睁不开眼。光芒散去，秦晴掀开石盖，一股芳香顿时溢散而出。只见食盒里安安静静的躺着9颗丹药，从左到右依次排列，颜色各有差异，而那股磅礴的道力正是第9枚散发出来的。吴叶宁拿起天金铸的金色书页比对了一番，发现这种丹药名叫连道丹，需与自身相匹配的境界食用，即便是后成道之后也有大帮助。我靠，有这连道丹，岂不是可以100%培养出一个道境？秦晴心惊，巅峰时期的碧霞丹教有多强可见一斑。吴叶宁将第1枚赏给秦晴，第2枚留给自己，在网上则不是他们可以吞食的了，若急于求成，很有可能凌迟崩裂。之后2人开始闭关，尝试以连道丹冲击境界。1个多月后，秦晴比吴叶宁率先睁开双眼，境界由启灵境大成突破至巅峰。秦晴感知了一下，发现自己不只是突破那么简单，凌迟充盈且时常处于汹涌的状态，说明他距离眼玄境已经极近了，只是没有足够的空间之力将其承载。要是能在禁绝天堑第一次就好了，凭借封印之门内的空间之力，定能一举突破眼玄。秦晴慷慨，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上次进入几乎动用了寂灭神宗全宗之力，起来活动了一番筋骨，又在闭目盘坐的大小姐鼻头上刮了2下。秦晴取出墨金剑鞘与从神域中捡回来的破烂锁链，打算将2者炼为一体。掀开太眼炉，看了看里面残余不多的玄黄器，秦晴心疼不已，道：如此珍贵的玄黄2器用在那老东西身上，真是可惜了。接下来半个多月，秦晴消耗完所有玄黄器，将大量神域锁链炼入到了墨金剑鞘中。如今这把剑鞘应该步入羽冰之列了吧？秦晴起身，以剑鞘施展了几套武道动作，发现是与剑锋完全不同的感觉，无意中多了几分厚重与压迫感。这不代表剑鞘弱于剑刃，两者各有极境需要追求。不错，不错，虽然不及冰魄神剑，但对武道的提升可不小。秦晴甚是满意。之后，他尝试将剩余的锁链炼入冰魄神剑，发现难以做到，两者属性相悖，又缺少了玄黄器这种珍稀材料，想要炼入几乎不可能。第3个月时，吴叶宁从闭关中苏醒了过来，灵池中赫然出现了第3轮洞天，修为也正式踏入眼玄境小成。3轮洞天共同旋转，给吴叶宁的灵池带来了庞大的生机与动力，在他们的旁侧，隐约还能看到第4洞天的虚影。吴叶宁心念一动，一把血色的匕首从洞天中飞出，盘旋过后又落回手里。这把匕首如今还是剑胚模样，表面粗糙，轮廓也没完全定型，还需进一步的刮削与打磨，不过已经可以初步用于对敌。这次闭关，两人都是收获不小。推门出关时，见外面竟是一副白雪皑皑的场景，寒风卷着鹅毛，呼呼地灌进屋内。下雪了！一时间，吴叶宁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秦晴急忙取出一件银绒红袍为他披上。碧霞宗内不少年轻弟子正在打雪仗，玩得不亦乐乎。少年阿良正在与同村的小姑娘堆雪人，一脸认真。大殿中，方青莲与众长老都换上了冬装，一边烤着暖洋洋的炉火，一边交谈着什么。被方青莲收为弟子的小女孩不与同龄人玩耍，也托着腮在旁边似懂非懂的听着。我记得上次看雪还是在凌寒宗那里，没想到一眨眼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吴叶宁与秦晴撑伞走在雪中，看那山川与建筑都是银装素裹，清扫过的阶梯弯弯延延，消失在道路的尽头，不多时又会被白雪给覆盖。是啊，都快100章了。自从离开凡俗以后，时间好像一直在后面追赶我们，一旦停下脚步，就要被他吞进肚子里。秦晴苦笑。两人在外面逛了一会儿，行至大殿，方青莲与众长老忙起身迎接。不必如此，我不过是个甩手掌柜罢了，能将碧霞打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多亏了方宗主。午夜您轻笑，将传教玉佩归还。掌教真人哪里话，此次双教合一，我等各通有无，皆感觉受益匪浅，相信之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方青莲道，几个长老都是点头。当然，方寸谷这段时间并不是无人打理，方远独挑大梁，一个人在屋檐下给7、8个孩子喂饭，忙得手忙脚乱。算了下时间，距离给吴府送丹药的日子还有1个月，午夜宁与秦晴便待在太岁山，跟众弟子一起学习丹道。在方寸谷时，两人只是初学了一下火诀，掌控能力趋近于无，对上炉炼丹也是完全没有尝试过。这次打算亲自试试。可惜的是，半个多月过去了，两人炼制成功的次数寥寥无几，还都是些简单的丹方。若涉及半点高深复杂的技法，必然是炸炉烫法，
浪费药材，炼丹一事并非易也。两人发自内心的感叹。方青莲抚了抚须，笑道：太眼炉确实了得，但对于新手不太友好，若是有地玄台还在，火势会好掌控些。地玄台？武叶宁一愣，想起碧霞丹教遗址中的大石台，太眼炉就是受到其牵引才得以返回那里。不过地玄台上的纹路因为10几万年前的变故与纷争，已经磨灭到不能再使用了，后人也没有能力修复。武叶宁让方青莲将太眼炉内部的纹路临摹下来，道：有了这些刻纹，说不定可以将地玄台重新筑起。多谢掌教，在下与众长老一定好好研究。方青莲激动的拱手。很快1个月时间过去了，这一天将是给武家送去丹药的日子。说来可笑，能解世间万毒的丹药，竟是靠无药可救的剧毒来炼制的。秦秦站在传送法阵上，看向手中的盒子，那里有几颗上品夺生丹与1颗极品夺生丹。随着传送法阵上的纹路被点亮，一股空间之力将武叶宁与秦秦笼罩。等踏出虚空时，两人已经来到了一座巍峨肃穆的府邸前。中原吴府，吴府历史悠久，作为中原最强的武道世家之一，与天运圣地、剑神宗并驾齐驱。至于中原第4个大势力，则是3大邪教之一的幽冥峰。武叶宁与秦秦穿着玄炼教的道袍，一前一后来到吴府大门前。2个手持长枪的卫兵将他们拦下，道：你们2个做什么的？我们乃玄炼教使徒，3年之期已至，特来为贵府送药。武叶宁说着，反身掀开秦秦端着的盒子一角，属于夺生丹特有的香气飘散出来。2个门卫认真看了一眼，道：行，进去吧。多谢。武叶宁微微点头，带着秦秦踏入门户，迎面来的便是一张大湖，两畔一座座亭台楼阁依湖而建，直延伸到远处几座高山上还不止，一条条走廊百转千回，不知通向哪里。此时冬季未过，天空中还飘着小雪，吴府上下建筑与瓦檐上皆是白茫茫一片，大湖周围的古树结满了晶莹剔透的冰霜，映照在湖面中格外好看。武叶宁与秦秦在侍女的陪同下，沿着湖面上搭建的木质走廊而行，路过几个小亭，里面都有专人给湖里的花园喂食，好美的雪景。路过一处缤纷花园时，武叶宁不禁自语：姑娘眼力真好，这里的布局是静泽公子亲自设计的，故此好看。一旁的侍女娇羞道：这位姐姐，你可曾听说府内有关于东海的消息，或是一只相貌奇特的白色兽物？秦秦与他打探消息。侍女摇了摇头，东海太过遥远了，我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把吴府走遍呢，至于白色奇兽也不曾听闻。好吧，多谢。秦秦道。几人且望且走，又来到一座宽广的演武场边，这里虽有静谧的雪景为伴，却掩盖不住常年争斗带来的肃杀之气。此时演武场里，一个约莫20岁、沉默寡言的男子正在独自练武，使一把普通的木质红缨枪搅得落雪成风。起做盘龙状，又以一点单枪刺破寒芒，每次都能于万千雪花里将看中的那一朵挑落下来，毫不拖泥带水。湖中走廊，秦秦神色凝重，作为习武之人，他能直观感受到这个男子的武道有多强，至少突破了试一境，踏入了试一境小城。难道这个人就是武家年轻一代的最强者，武家少主？秦秦心中猜测。然而看旁边人的神情，似乎并没有对这个男子表现出太多的尊敬。下雪天还在这练武，那么勤奋装给谁看呢？是啊，练得再厉害有什么用？少主之位不还是凌霄少爷的？几个男仆从小声议论着，一旁的侍女听到了，顿时皱眉道：你们这几个男人怎么这么碎嘴，不准议论泽玉少爷。男仆从不服，与他辩嘴：去，你一个带路的丫鬟，管得着吗你？武叶宁与秦秦面面相觑，也不知这家族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但感觉比宗门关系还要复杂得多。这时演武场中的男子听到动静，投来目光，看秦秦手中端着盒子，眸光一凝，收枪走了过来。几个男仆从见状急忙夹着尾巴灰溜溜的离开，侍女则恭恭敬敬地弯下腰道：参见大公子。起来吧。武敬则目不斜视，径直来到武叶宁与秦秦面前道：二位盒子里装的可是夺生丹？正是夺生丹。你有何事？武叶宁有些疑惑。武敬则神色稍喜道：还请两位将盒中的夺生丹赠我一粒。闻言，武叶宁眉头微皱，临入吴府时，门卫曾道，沿着湖中小道一直前行，自会有人接应，但显然不是面前这个刚从演武场走出，额头还有汗渍的人。这夺生丹于我们有大用，不可轻易赠你。武叶宁道。武敬则抿了抿嘴，拱手行礼道：在下恳请二位赠予。一旁的侍女急了道：公子，您身份尊贵，怎能给外宗使徒行礼呢？武敬则一动不动。武叶宁见此人态度诚恳，也不骄纵，索性从盒中取出一粒上品夺生丹，道：起来呗，给你。多谢。武敬则面露喜色，将夺生丹收下。吵什么呢外面？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阁楼上传来声音，一个18、19岁的少年探出头来，向这里张望。参见二少爷。旁边的侍女急忙行礼，又对武叶宁与秦秦小声道：此乃二少爷凌霄公子也，你们还不快快行礼？武叶宁见状，拱手道：在下玄炼教使徒，见过凌霄公子。武士林看了看武敬则，并没有打招呼，又看向药盒，道：哦，是你们啊，从那边的楼梯上来就行。武叶宁点点头，不再多留，带着秦秦向阁楼方向走去。见两人离去的背影，武敬则叹息一声，不再返回演武场，而是从侍女手中接过一件后衣，走进了侧面的小道。小道悠远，
两侧先有建筑，更显偏僻。武敬则踩着积雪走过长长的阶梯，最后来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囚室前。囚室里，一道背影立在窗前，静静看着外面飘进来的雪花。他的手脚上锁着铁链，面容也被披散的长发遮掩住了，但腰背依旧挺拔。你们先下去吧。武敬则吩咐左右。是，大少爷。守卫退下。听见动静，披头散发之人缓缓转身，武敬啧开锁走了进来，将上品夺生丹递到他手上，道：族叔，这是我讨来的一颗宝丹，可助你恢复伤势。披头散发之人似乎对夺生丹不感兴趣，只是拉着武敬啧的手，关切道：可曾找到你堂妹？武敬啧闻言，神情一暗，道：我派人打听遍了整个中原，没有妹妹的任何消息。有人说万血海强行开启第三虚空，但最后被打碎了。武承胜身子一僵，踉跄两步。武敬啧急忙将他搀扶，认真道：族叔请放心，叶宁会没事的。中原没有，我就派人去东海，去西界还没有，我就派人入北域，下江南，一定能找到他。知道了，去吧。武承胜无力地答道。武敬啧走后，武承胜才一人站在窗前，挺拔的背影仿佛一下佝偻了许多。他望向手腕上的青铜手镯，自语道：宁儿，你娘已经不在了，再没有你，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另一边，武叶宁与秦晴登上阁楼，来到一间装修精致的屋子里。武士林立在窗边，逗弄着鸟笼里的金丝雀。秦晴上前将盒子摆在桌面上，往前推了推。武士林放下鸟笼，悠哉悠哉地坐下，可掀开盒子一看，顿时皱眉道：这次的丹药怎么这么少？那姓樊的可不是这么答应的。武叶宁神色平静道：樊老已经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夺生丹了。你说什么？听闻此言，武士林猛地站了起来，一股杀意迅速将武叶宁与秦晴包围。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又坐下，点着桌面道：怎么回事？把话给我说清楚。武叶宁不慌不忙道：几个月前，两个神秘高手闯进了我们禁区，不光杀了教主与樊老，还在禁区里放了一把火。您猜怎么着？那禁区里竟然有个大毒池，这夺生丹泉是用摧残人命的巫毒炼出来的。武士林神色微不可察的一动，沉声道：哦，竟有此事。他默默将丹药合上，没想到我武家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还帮了你们那么多忙。武士林说完，似乎有点不甘心，又道：据我所知，你们教主修为不低，有望成圣，更有夺生丹这种仙丹妙药相助，应该不会轻易被杀吧？武叶宁摇了摇头，道：确实陨落了。那两人神秘莫测，不知是何方圣人，杀完人后抽身而去，不留一丝痕迹。两个圣人？武士林沉着脸思索，突然想起武叶宁与秦晴还在看着自己，急忙一拍大腿，道：好，杀得好，将这毒害铲除，当真是替天行道，大快人心。秦晴站在武叶宁身后，不露声色，但通过武士林的反应，已经能猜出个大概。确实是大快人心，不过看士林公子的神色，好像很需要夺生丹的样子。武叶宁顿了一下，故意道：我们新任的宗主说，若能得到一物，说不定可以炼制出比夺生丹还稀有的丹药，是吗？武士林一下提起了精神，道：快说快说，是何物？武叶宁看着他，只吐出4个字：一血珍稀。武士林神色一僵。武叶宁继续道：据古丹方记载，一族有兽名绝凶，为珍稀，其骨肉可助人通神，其血液可助人登仙，若能得些其血肉，炼出的丹药远胜夺生丹。这武士林迟疑了一会儿，道：这一血珍稀确实厉害，不过听说其只在5年前的东海匆匆一现，如今已不知所踪。好吧，那真是太可惜了。武叶宁深表惋惜，道：士林公子，既然丹药已送至，我等就此告退，回宗门复命。行，去吧。武士林头疼的摆了摆手。待武叶宁与秦晴离开，他的神色才完全阴沉了下来，道：来人。是。二公子有何吩咐？一名亲信恭恭敬敬的进来。你把这盒丹药给祖爷爷送去，另外联系其他几大宗门，看能不能多从那畜生身上割点血肉。是。那亲信捧着盒子退下。交代完这些后，武士林看着窗外，冷声自语道：寂灭神宗，你若执意多管闲事，休怪我武家不留情面。下了阁楼后，武叶宁与秦晴走在湖中走廊，按原路返回。你是说静泽公子又去求事了？两个侍女迎面走来。是啊，我看他8成是将刚刚求得的丹药送去了，真是可惜。其中一人正是刚才引他们来的。哎，你说那求事里关的到底是什么人？另一人问道。不清楚，据说是叛徒一脉，刚回武府时家主执意要处死他，十二当家极力阻挠，这才饶他一条性命。武叶宁与秦晴听着这些闲言碎语，并没有放在心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两人出了武府，往东飞了300-500里，引入山峦。小晴子，你怎么看？武叶宁看着武府的方向。武家一定知道小白的下落，我的建议是以那个二公子武士林作为突破口，夜探一番。武叶宁点了点头。夜半，两人换上夜行服，化作飞蛾模样，在武府门卫前的灯笼上盘旋了许久，这才往里深入。武府规模宏大，屋舍与建筑众多，两人这一路上察觉到不少强者的气息。好在天金柱传授的幻形之术了得，虽不可用来征杀，但在特殊情况却有奇效。路过演武场时，那里传来呼啸的破空声，细目一看，武敬则居然还在认认真真的练武，周围只挂着一盏微弱烛光，一个侍从也没有。大半夜的不睡觉，难道这家伙是个武痴不成？两人的目光只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便看向武士林所在的屋子，
那里还有亮着灯光，似有人在秘密交谈着什么。午夜宁与晴晴心中一喜，打算往那边飞去。突然间，一股深沉的视线投在两人身上，回头看，武静则不知何时竟停下了动作，正在凝视着他们。被发现了，两人心里咯噔一声，不过并未表现出异常，而是按照自然的轨迹飞行。什么人竟敢擅闯我武家？武静则神色一寒，眸底闪过暗金之色，忽地将手中长枪掷出。不是吧，又来！午夜宁与晴晴终于确定暴露了，显而又显地避过这一击后，闪身遁入了旁边的花园中，化作其他。哼，雕虫小技！武静则脚踏虚空，大步追来，抬手将木枪召回，朝两人横扫出璀璨枪芒。眼见唤形之术无效了，晴晴只好现出原形，抽剑将枪芒斩灭。这番功夫，武静则已袭至近前，两人在万花丛中战了几招，挑的是雪花纷飞，夜半洋洒。武静则用的虽是凡枪，但一身霸王枪法使得出神入化。晴晴以冰魄神剑对之，竟然占不到任何便宜。小晴子，不可恋战！午夜宁心中焦急，也现身施展神通，只求尽快脱身。为防给碧霞宗带去麻烦，两人穿着夜行服，又以黑金遮面。但看到那迎面而来的血色神通时，武静则是愣了一下。万血海！这一愣神，他的胳膊直接被晴晴用冰魄神剑再划出一道血口子，又不得不后退几步，以枪尖挑碎午夜宁的血芒。午夜宁与晴晴抓住机会，纵身跃入了旁边的大湖，化作两条花鱼，一下子没了影。什么人？什么人？听到动静，一名破虚境的大能踏空而来，又有守卫赶至，迅速将武静则护在中间。然而周围除了湖面上的点点涟漪外，没有半个人影。静则，伤势如何？什么人伤的你？破虚境老者上前，见武静则胳膊上有伤，顿时沉下了脸。四叔，我不打紧。武静则眼眸微微低垂，道：是两个神秘人，看不到面貌，伤了我之后，从水路遁走了。水路武四长老扭头朝身后众人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追！是。武家修士领命，纷纷动身。静则，你好好养伤，四叔一定把伤你之人抓回来。关心了武静则两句后，武四长老也踏空而起，追了上去。多谢四叔。武静则对其背影恭敬一拜，之后静静地立在雪下，心绪纷乱。就在这时，武士林不急不缓地走了过来，瞥了一眼武静则染血的胳膊，道：哟，怎么搞的？连两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你那黄金瞳不是很厉害吗？武静则抿了抿嘴，没有说话，转身向自己的住处走去。武士林见他这副高冷的样子，顿觉气不打一处来，道：不就比我大2岁吗？神气什么？我告诉你，你修为再高，我也是家主之子。噌，一把红缨枪洞穿黑暗，直直刺入了武士林耳侧的墙壁上，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再看武静则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在了风雪夜色中。你吓唬谁呢？武士林更气了，拔下红缨枪，狠狠地折断，丢进湖里喂鱼了。武家规模庞大，各式各样的建筑依天然美景而建，府中大湖一直延续到府外的一处山脚下，这才到达边际。午夜宁与晴晴从这里扶岸而出，浑身上下湿透，还挂着不少水草，可谓狼狈至极。晴晴张嘴吐出一条小鱼，后怕道：好险，那家伙不光武道精湛，还有瞳术加持，差点栽在他手里。午夜宁一边揪着头上的各种水藻，一边愤然道：烦死了，亏我还给了他一颗夺生丹，真是恩将仇报。那边有声音，走，去那边看看。在那边山脚，不远处传来搜寻声，武四长老领着一众修士沿大湖追来。午夜宁与晴晴见状，急忙再次化形，潜入水下，隐匿所有气息。很快，那些身影悬在了湖岸上方，透过水面，午夜宁与晴晴能看到他们正在四处张望，同时释放气息，探查周围的异景异物。四长老，这边什么也没有，那两个毛贼会不会已经翻山而逃了？一修士上前向四长老询问。武四长老面色深沉，负手而立，道：就算翻山而逃，也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看向下方漆黑而深邃的湖面，突然抬起胳膊，反手就是一挥，轰轰轰，湖面上接连炸起水柱，什么小鱼小虾小蛤呀都被炸了出来，肉香四溢。晴晴吃了一惊，急忙抱起午夜宁，破水而出。果然藏在这里。武四长老神色一寒，正要出手，忽地看见晴晴脚踩神意不乏，缩地成寸，速度奇快无比。逍遥派江南之人，来我武家作甚？武四长老眉头微皱，这一迟疑，午夜宁与晴晴已经借着夜色引入了大山深处，再也不见了踪影。给我追！武四长老冷哼一声道：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潜入我武家有何目的。是。众人正欲向大山压境，忽有一道飘渺不定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何人扰我清修？谁？什么人？武家众修纷纷止步，观望四周，可任凭他们如何感知，都无法探查到音的来源。夜色之下，声音的主人仿佛无处不在。武四长老左右看了两眼，惊疑不定，道：何方高人？还请现身一谈。小辈，看你态度诚恳，我便给你个面子。幽夜的声音在四下回荡，一个黑袍人从夜影中缓缓浮现，如同鬼魅般，没有散发出一点声息。你是？武四长老双目微眯，据他感知，这个黑袍人的修为最多不过再是一境小成，根本不可能藏匿得这么完美。我乃影杀老祖，游荡至此，本体于山中小憩片刻，浑身带行在外。黑袍人摇头晃脑。影杀老祖？听到此话，武四长老身边一个年轻修士微微动容，上前道：四长老，这影杀老祖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人物，
其自称曾与开天剑祖坐而论道，和天运圣地的某位女祖暧昧不清，还见过咱们老祖宗穿开裆裤。五四长老的嘴角抽搐了2下，反手给了年轻修士2耳光，道：混账！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我错了吗？年轻修士捂着脸，委委屈屈的退下。五四长老回头凝视着黑袍人，道：装神弄鬼之辈，今日我便撕了你这身黑秋裤。说罢，他直接从虚空中照出一把闪耀长枪，朝黑袍之人洞穿而去。五四长老踏入破虚境多年，虽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有武道世家的底蕴在，非一般大能可比。此刻全力出手，似有毁天灭地之势。面对这破碎虚空避无可避的一击，黑袍人只是展开双臂，做出迎接的姿势。轰！大地震颤，山势崩裂，黑袍人的身影直接被枪芒泯灭，半点生机不存。哼，故弄！五四长老把枪收回来，刚想嘲讽2句，忽的瞳孔一缩。旁边的大石上不知何时竟躺着一个黑袍人，此刻伸了个懒腰，道：小辈，你若再敢不敬，我的本体将亲自出山，到那时可就不是好言相劝这么简单了。哇呀呀！五四长老大怒，直接以枪芒横扫，将黑袍人连带下面的大石全部粉碎。夜色下一片寂静，这次再也没有人影出现了。哼，故弄！五四长老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刚想挺起胸膛，忽的感觉有人在他背后轻点2下，转过头却见一袭黑袍悬在脸前，里面空洞洞一片，唯有2道鬼火般的眸光。娘爱！五四长老惊退数步，哼，小辈，这玄虚，你到底是弄还是不弄啊？黑袍人哑然失笑，轻飘飘的滑至远处，看着他，五四长老的神色难看至极，变了又变。只是一道浑身变，可不死不灭，那他的本体该有多强？莫非真的是古仙神一般的存在？想到这里，五四长老忽然感觉毛骨悚然，如坠冰窟。看着武家众人恭敬退去的背影，秦颖松了一口气，两手往腰上一掐，道：嗨，可把我牛逼坏了。可当他发现自己折损了不少修为后，动作顿时一僵。短暂的沉默后，秦颖发出了抓狂般的咆哮：你们2个家伙能不能让人省点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惹祸，还得我来擦屁股？咕咕咕！此时秦晴已经抱着午夜凝逃到了极远的位置，回首看，那里似乎爆发了某种不知名的怨气，惊得鸟兽纷飞。那老头似乎没有追来，两人不明所以，慢下脚步。不过发泄完这句话后，秦颖立刻捂住了袍子，鬼鬼祟祟地看向四周，好像怕被什么人带到。几日后，午夜凝与秦晴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城池，随便找了个酒馆坐下。哎，有了那天晚上的事，咱们再想进吴府啊，难了。桌子前，午夜凝竖着单马尾，穿着秦晴的衣服，一条腿随意撇在长椅上，将几颗花生米抛在嘴里。若不仔细辨认，真以为是谁家的浪荡小弟。若不是那杆红缨枪，咱们说不定已经成功了。另一边的秦晴苦笑，青衬衫蓝大褂，头发梳得锃光瓦亮，垂在背后，手中持一柄扇子做摆设，扮起了儒雅随和的世家公子。其实这座城池的人流量并不大，多数修为在启灵境或者机缘境，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中原。但为了保险起见，两人还是有所乔装。阿依稀巴，想想就来气。午夜凝说着加密语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后，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秦晴叹了口气，道：现在只剩2个方法了，一是混进其他参与过东海一战的宗门，从头开始打探；二是我与大小姐兵分2路，一人引开大公子武敬泽，一人附近2公子武士陵，但这样风险实在太大了。午夜凝思索了一番，道：我更倾向于后者，万一到了别的宗门也遇到麻烦，怎么？我们再去下一个宗门？秦晴猜到午夜凝会这么选，稍显沉默，只是道：总之这件事急不得，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你们说，现在的武家、剑神宗还有天运圣地，到底谁最厉害？就在这时，邻座的几个大叔酒足饭饱，开始闲聊起来。那还用想吗？肯定是武家，这一代出了个至尊不灭体，可与北域大妖的肉身比肩，同百炼玄黄体并称2大神体呢。一人信誓旦旦的道：不敢苟同，我倒觉得是剑神宗最强。自从10几万年前一代天骄开天剑祖横空出世后，力压五域，别忘了他那把开天剑现在还在那里摆着呢。有人反驳道：哀少拿开天说是了，他最后又没传下道统，不然那把剑也不至于放了10几万年，连自己宗门的人施展起来都费劲。切，什么剑神宗至尊体的，要我说还是天运圣地的仙子最厉害。嘿嘿，仙子老婆一个圆脸大汉插嘴，喝得面红耳赤，满嘴流哈喇子。咦？众人一阵嫌弃，又道：说起来，最近好像出了个什么影杀老祖，只用1道分身行走天地间，不死不灭，根本无法猜测其本体有多强。是啊，听说那老祖居无定所，神秘莫测，前几日还在这附近现身，一声厉喝，吓退武家数百名至强。有人补充道：影杀老祖，吓退武家？卧槽，原来那天晚上是这家伙。我们离开这几年，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听着几人的对话，一旁的秦晴简直惊掉了下巴，不用猜也知道他们口中的影杀老祖是谁。而邻座之人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议论不断的影杀老祖的本体就坐在几步之遥的地方喝酒。当然，展隐觉得是秦晴没有向午夜凝交代，也不能交代，原因很简单，涉及到生死。我还听说那影杀老祖好像与天运圣地的某位女祖有染，引得众仙子举教追杀，圣女穆倩影更是第一次出山。这时又一人开口：噗！正在喝酒的秦晴突然没绷住，直接喷了对面的午夜凝一脸。小青！午夜凝挤着眼，
双拳紧握，胸膛剧烈起伏着。错了，大小姐，我错了，这酒实在太烈，给我呛到了。秦晴手忙脚乱，急忙上前给自己这位姑奶奶擦干抹净，又柔声哄了2句，这才安抚下她的怒火。两人继续从周围食客的议论中打听消息。不过最近通天山脉那边可能会有大动静啊，我听一哥们说，好几个宗门的强者都往那边去了，估计与东海一战有关。就在这时，一精瘦男子神秘兮兮的道：“东海。”听到这2个字，午夜宁与秦晴同时竖起了耳朵，整个酒馆的人也不约而同的看过来。你倒是说说，东海那一战到底是图了啥？结果是啥啊？有人催促道。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东海一战，但对于内幕知之甚少，所以有强烈的好奇心。东海那一战啊，明面上流传的是各大宗门为了镇压异族倾巢而出，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精瘦男子说着，左右看了2眼，小声道：“听说那异族的血肉可以助人成仙成神，所以被各大宗门锁在了通天山脉的某个地方，每日割肉放血。”砰！话音未落，旁边的午夜凝猛地拍碎了酒杯，一把揪住精瘦男子的衣领，道：“那异族被关在哪？在哪？哎，干什么干什么？你谁啊你？我告诉你，我背后可是有势力的。”精瘦男子先是一懵，又很快回过神来，用硬气的言语威胁：“大小姐别急，先别急。”秦晴沉着脸上前，强行将午夜凝抱了回来。午夜凝这才恢复冷静，红着一双眼，连给精瘦男子鞠了3躬，道：“对不起大哥，实在对不起。”精瘦男子正了正林子，满脸不悦的道：“切，小兔崽子，算你识相。”感受着午夜凝颤抖的身躯，秦晴脸色愈发阴沉，并非他不心痛，而是他知道，越是这种关头，越是要冷静。哎呀，别管他们了，你快说那异族的事吧，他到底被关在哪了？就是，我们能去分一口汤不？周围人围在桌前，急不可耐。分一口汤？别想了。精瘦男子摆手道：“这些消息也是听我那哥们无意间透露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异族被关在哪。”嗨，你这不说了和没说一样吗？众人直呼扫兴，又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各自谈说刚才的话题也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万千闲话之一，很快便会被新的代替。秦晴俯身在午夜宁静前，小心翼翼地帮他取出扎入血肉的碎酒杯，而后运功给他疗伤。过程中，午夜宁一直很安静，眼眶红红，思绪不知飘到了哪里。待那精瘦男子喝得醉醺，出了酒楼后，秦晴这才起身道：“大小姐，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就回。”午夜宁愣愣的点头。无人巷道里，精瘦男子正哼着歌，歪七八扭的走着，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在快速接近。谁？精瘦男子刚想回头看一眼，便被一只探出的大手抽了一巴掌，几颗大牙夹杂着血沫横飞。哎呀，我操！精瘦男子痛呼一声，还没站稳，又被人推住后脑勺，把他刚被打肿的脸狠狠按在了墙壁上。说，那一族被关在通天山脉什么地方？背后传来冰冷且沙哑的声音。你他妈是谁？我告诉你，我可是有势力的。精瘦男子不愿服软，刚想挣扎，忽的感觉脖子一凉，一把冰刃刺进了他下巴底的墙壁里，如同刺进了一块嫩豆腐。精瘦男子一个机灵，算是彻底酒醒了，再也不敢乱动。我问你，那一族被关在啊？秦晴眼中满是冷意，一字一句的道。精瘦男子咽了口唾沫，哆嗦道：“我不知道啊，我那哥们只说了在通天山脉，通天山脉那么大，我怎么知道在哪？”秦晴眸光一寒，把剑锋往里一横，精瘦男子的脖子上顿时冒出鲜血。哎呀，我！精瘦男子被吓得嗷嗷叫，两眼一闭，不明液体流了一地。秦晴见他这副样子，眉头微皱，道：“你那哥们是谁？现在在哪？”精瘦男子呼吸急促的睁开眼，道：“我和我那哥们关系很铁，不可能出卖他的。”秦晴懒得与他废话，作势压剑。啊，我说，我那哥们是武家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武家。精瘦男子近乎喊破了音。武家。秦晴心中一沉，反手又给了精瘦男子一耳光，抽得他两眼发黑，满嘴是血，这才闪身离去。我他妈，我招谁惹谁了？精瘦男子晕头转向，最后栽倒在巷道里，陷入了婴儿般睡眠。回到酒馆后，秦晴抱着午夜凝御空而起，飞离了这座城池。小青子，我们该怎么办？一个大宗门我们都对付不了，若是加上其他……午夜凝搂着秦晴的脖子，声音细若蚊蝇。一想到吴小白现在的处境，他便感觉心在滴血。别怕，大小姐，有我在。秦晴心疼不已。两人降落在附近的山林，商量一番后，决定再入吴府。这次由午夜凝负责引开黄金童武尽责，秦晴趁机潜入，等打探出关押吴小白的地方，两人再到指定位置汇合。虽然这个方法风险极大，但却是最快最有效的一条路。夜幕降临，两人换好着装，即将分别。秦晴望着午夜凝，叮嘱道：“大小姐，注意安全，尽早脱身。”你也是。午夜凝抬手替秦晴整理了一下衣服，目送他远去后，自己也遁入黑暗。另一边，秦晴并未直接奔着吴府去，而是来到了一座僻静无人之处，敲了敲墙上的投影，道：“喂，你在吗？有事快说，忙着呢。”安静了一两息后，那边传来冰冷的回应，同时伴有猛烈的破空声，似乎在发生激烈的追逐。“帮个忙，护我一下。”秦晴沉声道。“哦，我可不想死。”秦颖道。秦晴深吸了一口气，道：“我是说进吴府护我一下。”这下那边彻底安静了。啊！
又过了2息，一只黑气缭绕的手突然从墙里探了出来，揪住晴晴的衣领，道：“找死吗你想死别拉上我啊！”晴晴没有说话，扯着秦颖的胳膊后退2步，将他从墙上的投影里带了出来。这是晴晴第一次面对自己的影子，面对注定会来杀自己的影子。此时的他与刚诞生时没有太多变化，依旧冰冷阴暗，没有生气，只是黑袍下的气息似乎凝实了许多。境界不知用什么来形容，像是无与道的混合体，或是独属于自己的体系。说说吧，怎么回事？秦颖不耐烦地甩开手，找了块大石坐下。晴晴则将今天发生的事与计划告知。听完后，秦颖顿时恼了：“我那天下无敌都是吹出来的，吓唬吓唬半吊子，圣人大能还行，真以为能斗得过武家的大人物啊？”晴晴神色渐冷，道：“不论想不想帮，最后你都得帮，这不就是你存在的意义吗？敢威胁我？”听闻此言，秦颖的黑袍底下突然闪过杀意，抬手演化出3道影锥，朝晴晴刺来。晴晴眸光一寒，蹭地拔出冰魄神剑，将其中的2道斩落。然而秦颖的身子如同鬼魅，直接从剑锋上穿透而过，终而不伤，一脚踢在晴晴手腕，将他手中的冰魄神剑踹飞。去！晴晴面色微沉，霎时间秦颖欺身而上，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一只手握住第3道影锥，将他死死按在了地上。你算什么东西？没有这把剑，你什么都不是。秦颖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将影锥缓缓压向晴晴的脸，道：“别忘了，我存在的意义还有一个，那就是弄死你。”可秦颖话音刚落，身体却是一僵，一只墨金剑鞘不知何时竟抵在了他的胳膊处，让他手中的影锥怎么也压不下去。而此时冰魄神剑受到剑鞘的牵引，正在急速向他洞穿而来。可恶！秦颖咬牙欲抽身而去，晴晴抓住机会，猛地翻身，将他骑在身下。冰魄神剑在手，晴晴没有丝毫犹豫，一剑将秦颖的胸膛钉在了大石上。你又算什么东西？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晴晴冷冷地直视着他。秦颖愣了片刻，突然笑了，黑袍随风而散，又于不远处重现，道：“想不到这些年你的成长速度如此之快，倒是没丢我影杀老祖的脸。喂，我才是本体好吧，请注意你的措辞。”晴晴收剑起身，很是不满。秦颖不以为然，道：“你这家伙别得意，我想杀你还是轻而易举的，只是未到成道之时，多留你活些时日罢了。”晴晴道也没有反驳，只是道：“你和天运圣地怎么扯在一块了？不会真如传言所说？”打住！我对大小姐可是忠贞不二的，而且比你还要忠贞。少扯，明明我多一点。哎，行了，不过是借他们的事而已，不和这些大宗门扯上点关系，谁还会相信我影杀老祖的威名？秦颖解释道。哦，晴晴点了点头，两人席地而坐，商讨起来。如果你在吴府出了变故，我贸然出手，必然会引起那些老不死的注意，到时候咱俩恐怕难逃一死。秦颖语气凝重。晴晴沉吟了片刻，道：“天运圣地那边呢，能不能利用一下？”能倒是能，可是那妮子咋说呢？不太聪明。秦颖扶额，不太聪明，你就教他聪明呗。什么阴谋诡计啊，卑鄙手段啊，整一整，这不都是咱拿手好戏吗？晴晴起身拍了拍秦颖的肩膀，好吧，我去就回。秦颖答应下来，身体直接陷入了晴晴投下的阴影中，再无声息。另一边，午夜宁与晴晴之前待过的那座小城里，来了一个头戴斗笠、身穿白衣的窈窕身影。这女子长得俊俏，束发披肩，又以薄纱微微遮面，初看之下，倒有几分男子英气。此刻，她唯唯诺诺地进了城，在个大门殿前犹豫了半天，最后选了一间看起来最豪华的阁楼走了进去。老板，我要一间房。少女举手道：“来了。”一个花枝招展的美妇探出头来，道：“这位客官，您是要点98还是598还是998的呢？这3个有什么区别吗？”少女有些心虚地向里张望，见各色各样的男女勾肩搭背，进进出出，好不嘈杂。瞧您说的，这998肯定比前面2个大上不少啊，而且服务还周到，环境也特别好。美妇热情介绍着，手中扇子摇个不停。宽敞，服务周到，环境好，那就选最后一个吧。追那家伙累得要死，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下。少女心里这般想着，举手发言道：“老板，我要998的。”哟！美妇一惊，上下打量着白衣少女，心道：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开放吗？这小身板能吃得消吗？她转身喊道：“5楼雅间贵宾一位。”交接完各种手续后，白衣少女被领上了5楼一间雅室。见这里环境清幽，各种盆栽与装潢都很精致，心里很是满意。不过床上这毛茸茸像尾巴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的？少女没有多想，摘下斗笠与面纱，露出一张精致不染尘埃的脸。之后她脱下鞋袜，打算泡个脚。这里的水虽然不像天山灵池那般可以滋养肉身，但好歹能缓解些疲乏。咚咚咚！就在这时，有人敲门。谁啊？穆倩影正疑惑呢，突然听到推门而入的声音，紧接着一个8块腹肌的男模踩着踢踏走了进来，浑身上下只有腰上围着一块白布，嘴里还叼着朵玫瑰。哦，这位尊贵的小姐，今天就由我来服侍您吧，请您狠狠地蹂躏我吧。男子单膝跪地，与坐在床沿泡脚的穆倩影四目相对。咦呀！尖锐的叫声响彻整个阁楼，无数正在忙活的男女停下了动作，一脸懵逼。穆倩影面红耳赤，破窗而逃，脚上湿漉漉的，连鞋都来不及穿。神经病啊你！雅室里，性感男模无缘无故被扇了一巴掌，愤怒咆哮，直到飞出极远的距离，
穆倩影才躲在墙后停了下来，拍着胸脯道：“还好，还好，没人看见我。”啧。秦影抱着胳膊立在他旁边，道：“没想到天运圣地一代圣女竟然会去逛青楼。”闻言，穆倩影僵住了，机械一般的转过头，1秒、2秒后抬腿便向秦影踢来。秦影眼疾手快，一把握住穆倩影纤细的脚踝，道：“咱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咋的？武道杀不了我，改用法术伤害了？你不要脸！”穆倩影脸红的仿佛能滴出水，猛地将脚抽回，怒道：“既然你知道刚才的事，我一定要杀你灭口！”说罢，他再次杀来，袖袍中袭出数道白链，随着他的身姿而舞动。我说这位圣女，自打你出山以来，这一路上的糗事还少吗？随便说一件都能让世人笑话半天吧。秦影且避且退，实在躲不开，就融进黑暗中，于一旁再次现身。闭嘴！要说随便你说去，总之我一定会杀了你。穆倩影咬着银牙，接连出手，数道白链在他手中化身成了招招致命的兵器。秦影见他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不禁嗤笑出声，道：“这位圣女，我知道你脸皮厚，但你也不想自己师傅唯一的弱点被别人发现吧？”听到此话，穆倩影的动作一下僵住了。他的师傅，也就是天运圣地当代女祖，明明从来没有在与人争斗中暴露过弱点，甚至世人都认为她是最接近天运神女无缺体的人。可面前这个黑袍家伙，这个自称影杀老祖的无耻之徒，偏偏能准确说出他师傅只有一个弱点，还因此闹出了绯闻。作为习武之人，弱点暴露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用多说。也正是因为此，他才一气之下出了18年从未离开过的天圣山，是要灭杀秦影。可杀到现在，他好像一次都没杀到，或者说杀到了却杀不死。说吧，怎样才能替我师傅保守秘密？穆倩影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的道。秦影微微一笑，道：“很简单，今天晚上你全部要听我的。”你！穆倩影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朵根，浑身颤抖，道：“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卑鄙无耻、下流的人。”秦影两手一摊，道：“诺，那你现在见到了。”武府演武场内，手持凡枪的武静则还是一个人在练武。他的个子高而挺拔，一招一式间有种说不出的孤独感。作为武府第2脉的子嗣，武静则的年纪长于家主之子武士陵，武道也在其之上，两人本该以兄弟相称，却因为这特殊的关系渐行渐远。这些年，武静则听惯了冷嘲热讽，也默默承受着武家其他势力带来的孤立。即便他根本没有争夺家主之位的心思，只想练好自己的武道。可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有时候就是这么没来由。想到这里，武静则不由得一阵心伤，默默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闭目养神。喵！就在这时，一声微弱的猫叫传入他的耳中。咦？武静则心中一动，飞身来到屋顶，见一只体态修长的黑猫盘在月下，给这寂静清冷的夜增添了一点生机。喵！武静则走来，黑猫也不逃，似乎很亲人。这么晚了，你不怕冷吗？武静则眼底闪过一抹柔意，蹲下身想顺黑猫背上的毛发。嗷呜！突然，黑猫张口发出一声恶龙咆哮，猛地在武静则手上咬了一口，窜下屋檐。死！武静则抽手而回，在以暗金色的眸光追上黑猫身影时，顿时面色一沉。化形之术。此时，黑猫已经跃到了武府外的一块大石上，即将引入山林。回过头来，一双眼珠在黑暗中格外显眼。武静则抿了抿嘴，没有惊动武府的其他修士，手持长枪，只身一人追了上去。黑猫则一个闪身，消失在了繁盛的草木中。咔嚓！另一方位，秦晴于盘坐中睁开双眼，灵池里武叶宁留下的一滴血灵破碎了，这也意味着武静则被成功引开了。秦晴起身，遥望武府方向。武府中大部分灯火已经熄灭，武士林的窗口却还通明。他一人在屋中来回踱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突然，一只金丝雀从窗口飞了进来，脚上还绑着一个小信筒。终于来了！武士林神色大喜，快步上前。他没多想的是，一只猫头鹰就悄无声息地立在不远处的树梢上，两只瞳孔浑圆，一眨也不眨，密切关注着周围的风吹草动。这猫头鹰自然便是秦晴，此兄能延祖寿命，增成仙之望，对宗内小辈也大有帮助。故我等暂同将取血间隔缩短，暂定于下月月初齐聚于。武士林取出信件，低声自语，两眼逐渐放光。念啊，怎么不继续念了？树梢上，秦晴心里可谓急死了，可武士林偏偏说到齐聚之地时停了下来。好，既然这几个宗门都已答应，就能完美解决夺生丹短缺一事了。那些持中立态度的，不理会他们便是。至于一个寂灭神宗，翻不起什么了。另一边，武士林兴奋不已，将信件放到了桌下某处，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秦晴见状，心中一沉，看来只能让影子那边帮忙了。他转头在自己的影子上啄了两下。远在武府之外的一棵大树下，秦影推了推前面的白衣少女穆倩影，道：“走吧，圣女，该你出场了。”我没说过谎啊，我不会说。穆倩影惴惴不安，那脚板底跟沾了胶水一样，一步也走不动道。秦影扶额道：“我说姐姐，你能不能别这么紧张啊？放空，脑袋放空，懂不懂？”穆倩影转过头来，可怜兮兮道：“非进去不可吗？这武府跟你能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你不用管，只需要按我的传音来做就行了。”秦影没好气的道：“哦，好吧，放空。”穆倩影深呼吸了几口气，这才按照秦影的指示飘然而起，化作一道白衣倩影，光明正大的落在了武府的湖心亭上。谁？什么人？
他这一出现，立马便被五府巡查的守卫抓了个正着，数十道身影围了过来。可当这些守卫看清穆倩影的面容后，顿时呆住了。那是一张俊俏不失英气的绝美面庞，眼眸低垂，似仙女凌尘，两颊还有抹化不开的红晕，更添了几分生气。我乃天韵圣地当代圣女穆倩影，想见你们武家少主。穆倩影磕磕巴巴的道。天韵圣地，穆仙子。一众守卫瞪大了眼，相传天韵圣地的女子个个倾国倾城，当代圣女更是美得不可方物。此刻这张惊为天人的面庞，显然是说不了谎的。快去通知二公子！守卫头慌忙下令，大有吃瓜之意。很快，一名守卫从晴晴蹲伏的树下匆匆而过，登上了楼。难道影子那边起效果了？晴晴心中大喜。阁楼里，武士林眉头微皱，道：穆倩影，我与他仅在幼时有一面之缘，他来找我干什么？不知只是其指名道姓要见公子，而且守卫欲言又止。而且什么？武士林道。而且她真的很漂亮，不愧天人之名。那守卫由衷道：是吗？武士林来了兴致，道：你这么一说，我倒要见识一下她能漂亮到什么地步。不多时，两人下楼了。武士林披着一袭浴袍，又经过了晴晴蹲伏的古树，向湖心亭方向去了。晴晴没有轻举妄动，继续等待时机。湖心亭里，穆倩影正心不在焉地看着湖面，一袭白衣胜雪，黑发随意地披散在脸侧，露出一只粉粉嫩嫩的耳朵。任凭武士林地位崇高，从小到大见过的美人数不胜数，来到亭前时，还是感觉呼吸一滞。他整理了一下着装，走至近前，道：穆姑娘深夜寻我，所为何事？穆倩影浑身一抖，僵硬地回过头，道：那个，我与公子曾有一面之缘，公子可还记得？秦影在他脑子里低语：我与公子曾有一面之缘，公子可曾记得？穆倩影语气急促地说完这句话。武士林一愣，总觉得面前这位仙子怪怪的，仔细一想，原来是怪可爱的，这才释然。没想到穆姑娘还记得在下6岁那年，祖父曾带我去天圣山灵池中洗精法水，那时曾与穆姑娘有一面之缘。武士林笑道：是啊，天圣山灵池不光能洗精法水，还能让人体有余香。说。秦影暗中指挥道：啊，对，我们天圣山的灵池不光能洗精法水，还能让人体有余香。穆倩影目光躲闪，尴尬的脚趾抠地。不过这一切在武士林眼中反而成了少女独有的娇羞，让她防不胜防。那是自从下山以后，在下足足3个月没洗澡，就是为了记住与穆姑娘初识时的味道。武士林脸不红心不跳的道：咦？秦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忙终止话题，道：我此次前来，除了与公子叙旧，还想探讨一下武学方面的事。我此次前来，除了叙旧，还想与公子探讨一下武学上的事。那边穆倩影支支吾吾地说出：哦，贵宗的运神经不输武家，更是出过神女这等惊才绝艳的人物，还需要与在下探讨吗？武士林若有深意地笑了笑，总觉得穆倩影是有其他话想对自己说，才这般不自在。殊不知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诈骗团。运神经虽然神异，但武诀里归纳出了武道境界的核心纲领，如此对比下来，天运圣地倒是略输一筹。秦影小声开口，再由穆倩影说出。武士林一愣，浑然不知自己上当了，只道：想不到穆姑娘竟然对武诀也有研究，真乃才貌双全之奇女子也。于是穆倩便在秦影的指令下，与武士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来。过程中，两人的配合逐渐默契，穆倩影不时也会插几句话。另一边，树梢上的晴晴见时机差不多了，便悄无声息地向窗口飞去。可他刚踏进屋子，那鸟笼里的金丝雀便扑腾着翅膀，叽叽喳喳叫了起来。坏了！晴晴心里一惊，急忙施展昏睡之法，一口气将这坏事的鸟吹昏过去。同样心惊的还有秦影，毕竟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此时，正在湖心亭尬聊的武士林听到动静，眉头一皱，将目光投回了窗口。那里一片寂静，金丝雀的叫声戛然而止。武士林感觉有点不对劲，起身道：穆姑娘，你在此稍等，在下离开片刻。丫的，那蠢货在搞什么呀？秦影暗中咆哮，脑子里急速思考对策，突然道：对了，表白一定能留住他。啊，表白？什么表？怎么白？穆倩影彻底慌了，这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就说公子，我喜欢你，快！秦影催促道：这种话怎么可以随便对别人说？穆倩影好不容易恢复的面色一下骚了起来，而武士林已经迈步欲踏空而起了。情况紧急，秦影已经没时间思考了，直接威胁道：你若不说，我保证1个月内整个武域都会知道你师父的弱点在哪。穆倩影脸色一变，道：你还是人吗？哼，你猜对了，我还真不是人。秦影冷声道：你。此时此刻，穆倩影恨不得将秦影碎尸万段。一番挣扎后，他终于妥协了，朝武士林喊道：我喜欢你。喊完这4个字后，他的头顶腾起一股热气。正准备离开的武士林脚步一僵，回过头，满眼不可置信。穆姑娘，此话可是对我所讲？他又坐回了亭子里，什么鸟不鸟的都无所谓了。穆倩影脑袋空空的点点头，道：其实小时候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公子了，至今念念不忘，从此脸红是你，心跳是你巴拉巴拉。当然，这些话也都是秦影教的，还好他在万雪海时与上官以莲偷学了1、2，不然现在还真应付不来。武士林嘴角微微上扬，一副果然如此的自信姿态。两人再次聊起来。阁楼里，
秦晴见武士林没有堵回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可当他蹑手蹑脚来到桌前时，不由得双目一凝。我靠，这么多！眼前是好几行好几列一模一样的抽屉，而金丝雀带回来的那一小张信件根本不知被塞到了哪个里面。时间有限，秦晴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翻找起来。夜色之下，树影婆娑，两道身影正在急速追逐，不时有锋利的枪影划过，将几人合抱粗的古树拦腰斩断。武进则武道极强，又有黄金瞳加持，而午夜宁凭借连道单踏入眼玄境小城之后，已然在3轮洞天之上。两人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在这场追逐戏中，谁都占不到便宜。不过，这正是午夜宁想要的。拖了这么久了，小晴子那边应该有收获了吧？希望他不要出事。午夜宁一边拖延时间，一边自语。他的身后，武进则虽是在追杀，眉头却始终紧皱。犹豫许久，武进则终于试探道：“你修为精湛，又能将万雪海神通施展的出神入化，莫非是几年前在东海闹得沸沸扬扬那个女魔头？”哼，定是又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谴责之语了。听到此话，午夜宁冷笑一声，扭头道：“是又如何？”武进则眸光一颤，心道：“果然是妹妹吗？”这一瞬间，他的心中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先是欣喜、欣慰，再到忧虑、沉重，最后变成了决绝。无论叶宁为何而来，都不能让他再接近武家了。想到这里，武进则心一狠，直接从乾坤中取出属于自己的银色长枪，同时将气血提升到了顶峰，速度陡然提高。好快！难道这家伙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午夜宁吃了一惊，短短几个呼吸，武进则竟已追到近前。这个距离，同境界的武者足以碾压道者。此时的武进则气血冲天，浑身武艺熊熊燃烧，一枪便朝午夜宁刺来。午夜宁被枪域锁定，躲闪不开，只得施展神通应挡。一尊石像虚影浮现在他周围，静静盘坐，古朴端庄，仿佛永恒不动。轰！石像与枪尖相触，碰撞出了剧烈的火花，无数血芒向着四周迸溅。午夜宁咬牙，感觉格外吃力。对不起了，夜宁，你不该回来这里，要恨你就恨我吧。武进则抿了抿嘴，不再留情，以人枪合一之势击碎石像，银色长枪直接洞穿了午夜宁肩头。午夜宁一声闷哼，倒飞出去，孱弱的身子撞在了一棵古树上，大片血花淌落。夜色笼罩下的吴府寂静而幽深，花灯沿着湖中的木质走廊蜿蜒而挂，成了一道静谧而美好的风景线。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吴府内外却有着不一样的暗潮涌动。漆黑的大山中，午夜宁面色发白，捂着肩膀，那里有一个血窟窿，传来钻心的疼痛。他刚想起身，一把银枪便划破黑暗，指在了喉间。武进则神情冷漠，直接揭开了午夜宁脸上的面纱，入眼是一张嘴角溢血，带着几分零碎与冷意的绝美面庞。是你？武进则怔住了，因为这张脸他早在吴府时就曾见过，甚至两人还有过一丹之缘。原来那时妹妹便已经来过了。想到这里，武进则神色更复杂了，他急忙压下心疼，质问道：“你这万血海的魔女，几次三番潜入我武家，有何目的？有何目的？你们武家背地里做的那些恶心事，自己不清楚吗？”午夜宁咬牙开口，想到吴小白所受的痛苦，眸中满是恨意。“你说什么？”武进则故作发怒，枪锋一拧。午夜宁反而将扬起脖子，道：“来呀，你杀了我吧！亏我曾赠你一颗夺生丹，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武进则动作一顿，皱起眉头。午夜宁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恢复己身，道：“就算你真想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我若底牌尽出，多少拖你些时日，这段时间足够我手下在吴府办事了。”听闻此言，武进则瞳孔一缩，道：“你是说他进了武家？调虎离山，没听说过吗？”午夜宁轻蔑一笑，然话音刚落，却见武进则猛地挺枪朝他脖颈间刺来。你！午夜宁浑身一抖，树梢震颤，银色长枪直接擦着午夜宁下巴而过，没入了后面的树干里，将他的好几缕秀发斩落。武进则抽枪转身，默然道：“看在你曾给我丹药的份上，姑且饶你一命，下次再敢踏入武家，我必杀你。”说罢，他转身离去。待武进则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夜色中，午夜宁才回过神来，惊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他扶着肩膀站起身，道：“小晴子，你一定要没事啊。”吴府内正在书桌前仔细翻找的秦晴心神一动，凌迟中午夜宁留下的第二枚血灵破碎了。坏了，看来那家伙要回来的。秦晴心中一沉，加紧速度翻找起来，额头也因为高压而渗出一滴汗珠。要知道，他现在潜入的可是中原最强武道世家，武家不知道有强者蛰伏其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差错都是万劫不复的。终于，在又检查了2、3个抽屉后，秦晴在一沓古籍下翻到了金丝雀送来的信件。呼，可算找到了。秦晴擦了擦额头的汗，打开信件观看，可里面的完整内容却让他越看越心惊。信中除了武家外，还提到许多强大的宗门，涉及东海、中原、西界、江南，近乎人族的所有势力全部参与了进来。最后约定的地方则是通天山脉、通天塔。通天塔，秦晴心情万分沉重，迅速将信件放回原处，打算离开。就在这时，他的余光扫过了旁边一本古籍，顿时一震。那本古籍上赫然写着2个字：武诀。真正的武诀不可能放在此处，这个应该是临摹本。怀着忐忑的心情，秦晴翻开此集，见上面有不少标注，大概是武士陵钻岩石留下的。从这些标注不难看出，武士陵的武道造诣绝非等闲，只是还没有真正显露过。
其中第1页上的内容便是初入姬元境的纲领与秦秦所修行的残业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信阳城的武家极有可能是从这里脱离出去的，侥幸得到传承的可能微乎其微。秦秦接着翻看第2页、第3页，其上的招式与心法对他有极大帮助，再加上武士林所做的标注，参悟起来轻而易举。在此之前，秦秦凭借血始祖以道通神、寂灭狂刀中霸道的武艺，以及造化天成功中矛盾各求其极的核心奥义，先后突破3重武道境界，但隐隐有种杂而不精的感觉，想要将3者融会贯通，难上加难。如今有了五诀作为总纲，一切似乎都有了可能。很快，秦秦参悟完了姬元境的全部内容，又看过了适宜境与适宜境界小城的部分。可当他翻到下一页时，心里咯噔一声，那里没有了武士林所写的标注，仅有一只金丝雀的羽毛作为书签。湖心亭中正在与穆倩影有说有笑的武士林面容一僵，猛地起身看向自己房间的窗口。穆倩影见状，急忙向秦影求助道：“不是人，他自己又动了，这下怎么办啊？”暗中的秦影语气凝重无比，沉声道：“拖，1个字，拖，就硬拖。公子，发生什么事了？”穆倩影朝武士林问道。“没什么，只是有只害虫进了我的屋子而已。”武士林冷笑，转身向庭外走去。穆倩影忙起身道：“公子不与我促膝长谈了吗？我还有许多话想对公子说。”穆姑娘不必着急，在下消灭那只害虫轻而易举，很快便会回来。武士林不由分说，大步离开，只留穆倩影一人立在庭下。不是人，这可不能怪我，我真的尽力了。穆倩影道。这一刻，秦影的脑子疯狂思索对策，可他不是主角，实在想不出绝处逢生的可能。完了，这下真要被那家伙给害死了。如果我现身阻拦，定会被武家老怪物抓住因果，到时候还是死路一条。阁楼里，秦秦的面色难看到了极点，刚想从窗口遁走，便察觉到一股冰冷的杀意堵了过来。而看向另一侧的房门，那里有吴府家丁看守，不论走那一条路，都会被立刻察觉。窗户上隐约有一个模糊的黑影正在缓缓逼近，秦秦只能下意识地往后退。抓到你了！下一刻，武士林的脸出现在了窗外。屋子里，武敬则正默默翻看着武诀，神色平静。不远处的房门还在微不可察地晃动着。武敬则，你怎么在这里？武士林眉头一皱，跃进屋内，见自己养的金丝雀不知怎的睡着了，而且睡得不省鸟事。怎么，作为兄长，看看你将武诀修炼到什么程度了，不行吗？武敬则合上古籍诀，淡淡的道：“兄长。”哼！武士林冷哼一声道：“你若想在武诀里使什么绊子，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后面的内容我虽没有完全参悟，但也熟记于心。”武敬则道自然而然的将古籍放回来，不及合上的柜子里，道：“你多虑了。从始至终，我都不想与你争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你自己害怕而已。”武士林像是被戳中了痛处，神色一寒，道：“笑话，我乃至尊不灭体，何惧于你那双破眼睛？”武敬则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向屋外走去，道：“随你怎么说，总之管好你的下人，再让我听到什么闲言碎语，我不会留情。”武士林阴沉着脸，待武敬则离开后，他才一脚将面前的椅子踢了个粉碎，气得再来回踱步。这时，一名侍女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道：“公子，穆小姐让我转告您，她有急事需要回天运圣地一趟，恕不能与公子亲自告别。”这么快就走了？武士林诧异，但他正在气头上，便也没有多想，只是不耐烦的道：“下去吧，下去吧。”是那侍女恭敬告退。等下！突然，武士林神色一凝，快步走至存放武诀的桌沿前，俯下身子，只见那里残留着一抹血迹，还未干涸，明显是不久前才蹭下的。武士林用双指在血迹上划过，抿了几下，沉声道：“奇怪，武家的血脉。”他扭头对门边的侍女道：“除了武敬则外，还有其他人进过这个屋子吗？”“除了大少爷，没有任何人出入过。”侍女道。武士林双目微眯，自语道：“那就有趣了，到底是他伤了谁，还是谁伤了他呢？”“行了，出来吧。”吴府之外的一处山林中，武敬则站定，一只蝴蝶从他袖口飞出。“你为什么要救我？”秦秦现身，心有余悸。这次的行动虽然没有爆发争斗，但危险程度不亚于十死无生。“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为了……”武敬则望着远方，没有再说下去。“难道是为了大小姐？”秦秦心思敏锐，隐隐猜到了什么，道：“看来大小姐果真与这里关系匪浅。她现在怎么样了？”武敬则道：“她受了些伤，不过无大碍。这次之后，你替我好好照顾她，再别接近武家了。”这是为何？秦秦眉头微皱。武敬则沉默了许久，道：“他乃武家叛徒一脉，万年前曾因出卖武诀遭到家族清洗。”秦秦呼吸一凝，空气中安静的可怕。家族清洗，这简简单单4个字，不知承载着怎样残酷的血与泪。会不会搞错了？我从小在大小姐家里长大，她一脉已经没落到了凡俗小城，除了一张机缘镜的武诀残叶外，再无其他。秦秦颤声道。武敬则叹息一声，道：“万年前的事情，谁又理得清？对错呢？有些事情早已被时间掩埋，无从考证了。我也是受一位家族长辈之言，才护他周全。万年，万年！”秦秦脑海中思绪万千。好了，我该回去了，离开太久会引些人起疑。武敬则开口，临走前，秦秦又与他简单沟通了些信息，包括万血海的情况、通天塔等。武敬则道：“据我能打探到的消息，你们2人遁入第3虚空后，血九祖没有再管一血绝凶的死活了，全身而退了。各大宗门又与北域大妖争夺异兽的归属权，战至东海深处，
期间似乎还有其他2大邪教插手，但最终的结果是妖族败退。好吧，多谢了。秦秦拱手，武家的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叶宁，以他的性子肯定会做出些傻事。武敬则叮嘱道。明白。秦秦郑重应下，两人就此分开。夜色下，武敬则返回了武家，又径直来到囚室，命左右退下。囚室里一片昏暗，只有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武承胜坐在角落的阴影里，双目无神，与之前比较，他似乎又苍老了几分。族叔，族叔。武敬则走了进来，轻声道：好消息，我找到叶宁了。找到了？真的吗？武承胜浑身一震，挣扎着起身，双目中难掩激动之色。千真万确，我今晚刚与他见过面，你不必担心。武敬则双手扶着武承胜，抿了抿嘴，道：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将族叔你的事透露给他。对，你的决定是对的，只要得知叶宁平安就好，千万不要让他牵扯到家族之事中。武承胜激动得浑身颤抖，又将之前武敬则所给的夺生丹取出，眼中重新有了精气神。另一边，秦秦御空飞行，赶往与武叶宁约定的地点。到达时，见他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且换上了一身新衣裙。小秦子，怎么去这么久？没少块肉吧？武叶宁掂着秦秦的衣服前瞧后瞧，细细打量。没有大小姐，一切都很顺利，只是为求谨慎，所以慢了些。秦秦苦笑道。武叶宁松了口气，道：那就好，我还以为武敬则那家伙回去后把你抓住了。秦秦心中一动，道：大小姐呢？大小姐那边可还顺利？险而又险，武敬则隐藏了修为，距离11境大成恐怕只有1步之遥。武叶宁指了指自己的肩膀，愤然道：他用一把银色长枪我这里给刺穿了，若不是念及那颗夺生丹的情分，我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双眼可以看破幻形，修为还在咱俩之上，有他在，咱们还是少招惹武家为好。秦秦道：哼，若不是为了小白，谁愿意与他打交道？武叶宁冷声开口，又道：对了，打探到小白的消息了吗？秦秦点了点头，道：此行不光打探到了小白的下落，还侥幸翻看到几张五绝残页，收获不小。太好了，小白现在何处？武叶宁忧切万分，急忙询问。通天山脉，通天塔，具体在什么位置还要再做打听。但是秦秦话音顿住了，面容格外凝重。但是什么？武叶宁的一颗心悬了起来。但是想救小白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困难，而且他们打算将割取小白血肉的时间缩短，就在下个月月初。秦秦沉声道。月初？武叶宁心脏一颤，道：那岂不是只剩半个月不到了？小白他……想到吴小白将要遭受的待遇，武叶宁只觉得脚下一软，两耳嗡鸣。大小姐！秦秦急忙将他搀扶，道：大小姐切莫急火攻心，伤了身子。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武叶宁心慌意乱，紧紧抓着秦秦的胳膊。沉思过后，秦秦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道：事到如今，恐怕只能走一步险棋了，那就是将小白为一血绝凶兽，能助人成仙成神的事完全宣扬出去。武叶宁听了，下意识的不答应，道：这怎么行？小白的身份一旦暴露，以后岂不是再无容身之处？可看到秦秦的眼神，他又犹豫了，道：小秦子，这个方法能行吗？大小姐，这可能是助小白脱困的唯一方法了，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其他，总有人会想插一脚的。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尽可能多的人搅进这趟浑水里。秦秦神色认真。武叶宁还是有些迟疑，道：可各大宗门强者如云，而天下修士大多修为不高，圣人与大能都难得一见，能与之抗衡吗？大小姐，你可别小看了人言的力量。秦秦神色渐冷，道：修为再高的人也不过长了一张嘴，料他各大宗门权势滔天，也不敢像雪九祖那样大肆屠戮。武叶宁纠结过后点了点头，道：好，听你的。第二天，秦秦与武叶宁来到了一座规模更大、人流更密集的城池，两人乔装打扮，混迹在各大场所中，实施计划的同时，也顺便打探其他消息。通天塔呀，传说那玩意儿是上古遗留的神器，以前是用来关押神明的，不过如今下面几层已经没有什么隐秘了，而上面的层数一般修士也不可能进去。酒楼前，一名老者向戴着斗笠的秦秦透露：多谢。秦秦拱了拱手，混进人迹，消失不见。很快，身后酒楼里便传来众人的议论声。哎，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东海那个异族的事？记得啊，不是说3大邪教之一的万血海勾结异族，引得武域征讨吗？不过结果咋样就不知道了，兴许早就死了。哎，我可听说了，那异族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只不过是被各大宗门隐藏了起来，原因是他的血肉可以助人成仙成神，所以不能被外人得知。啊，成仙成神？真的假的？一听这话，顿时有许多人围拢。自然是真，那异族本名一血绝凶兽，十分珍惜，就被各大宗门关在通天山脉通天塔里，需要10遍割肉放血。这么残忍，怪不得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内幕，原来是被那些人故意封锁，有人面色不忍，但不敢大声批判。他妈的，原来如此！我看东海那一战根本不是为了镇压异族，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一群装模作样的东西。也有脾气暴躁者直接拍桌子瞪眼。一时间，吴小白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整个城池的人便都知道了这件事，并且随着人员的流动，快速向其他地方传播。他们若是杀了那一族，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要是锁起来放血割肉，似乎有点。我看他们跟那些邪教宗门没什么区别，又想独占一血，又想落个镇压异族的好名声，又不想让我们知道内幕，好事都让他们占尽了。而且我听说，那异兽还在幼年期，从未出手伤过人，众修士各持己见，议论不断。
在这些议论声中，秦晴已与武叶宁在约定地点会合，赶往下一处大城池。什么？通天塔第7层要开启了吗？我记得第6层开启时，不少法宝古器从里面崩飞出来，若是能得到一件，岂不是天大的机缘？不管了，我是打算通天塔那边去，说不定能捞到点好处。若是侥幸得到异族血肉，定能突破境界。这次两人在城中散播的是各大宗门将在下个月月初借助异族之血开启通天塔第7层的虚假消息，同样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异族之血，通天塔，这是要出大事了呀！各城修士不论修为高低，全部眼冒金光，想去碰碰运气。这通天塔，有的说里面关着绝世大妖，有的说里面镇压的乃远古异族，还有人其原本就属于妖族，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啊？管他呢，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就算得不到机缘，凑凑热闹也行。短短几天，10几个城池被闹得沸沸扬扬，大量的散修赶往最近的宗门，要借助传送法阵。秦晴与武叶宁混迹在嘈杂的人群中，顺势横渡虚空，来到了通天山脉，继续传播消息。此后几天，易雪、绝凶与通天塔将要开启的事愈演愈烈，以海啸般的速度席卷了通天山脉与横断山脉，之后迅速传遍至整个中原。什么？通天塔要倒了？什么？几大宗门的老祖要在通天塔争夺易雪、绝凶兽的最终归属权？什么？影杀老祖和天域女祖要在通天塔举办婚礼？这个过程中，秦晴与武叶宁发现，似乎有另外一股势力在暗中推波助澜，散播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离谱。最主要的是，还真有人信。吴府里，武士灵气的晕头转向，直摔东西。到底是哪个混蛋将这些消息散布出去的？那个混蛋！旁边的侍女唯唯诺诺，根本不敢吱声。公子，要不要与其他宗门协商，更改去往通天塔的时间？易清信胆战心惊的开口，心中咆哮：我不就跟我那哥们小提了一嘴吗？怎么可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这事应该可能大概肯定跟我无关吧？无关吧？改不了，让那些人知道了又如何？到时候随便施展点武力，我看谁还敢多说一个不字。武士林恨得牙痒痒，扭头道：你去查一下到底谁泄露的消息，抓回来乱棍打死，丢到湖里喂鱼。这是。那亲信满头大汗的退下。时间飞逝，转眼便到了各大宗门约定好的下月月初，而通天塔周围早已是人山人海，围满了无数修士与吃瓜群众。他们不单单是散修，还有许多穿着统一着装的中小型宗门从五湖四海而来。通天塔远古时期便存在于中原，无法追溯来历，有人称其是一件大杀器，震杀过仙人，通天山脉便是因此而得名。其塔身9层，巍峨伫立，高过了大多数山峦，每一层上有4道敞开的门户，不过被禁制阻拦，无法随意通行。有人猜测，通天塔是由几种不知名的稀有金属合铸而成的，所以才能长存于世间，但时至今日，它早已是锈迹斑斑的模样，失去了原本的光泽与神性。而且它并非完好无缺的，许多地方有明显损坏的痕迹，有的地方甚至破裂严重，很难想象什么力量才能将它损毁成这样。然而没有人敢轻视它。最初时，不少贸然踏入第5层的圣人被震杀了，第6层也是近代才有几个强大的宗门合力探索的。至于第7层往上的区域，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宗门敢踏入。秦晴与武叶宁初到此地时，曾随行进入塔中一观，见其内部刻满了仙骨玄纹与繁琐的道痕，与封印之门上的有些相似。除了这些外，通天塔内再无其他。漫长岁月以来，无数修士都曾踏入过这里，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它失去了最初的神秘色彩。两人在第1层、第2层观望期间，尚可自由活动，可一旦踏入第3层，顿觉压力倍增，每走几步便不得不退了出来，再待下去可能会被那股强烈的威压碾碎。他们猜测，关于通天塔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里面也许真的关押着什么恐怖的存在。想到吴小白就被关押在塔里的某个地方，武叶宁心如刀绞，若不是有秦晴陪在身边，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此时，通天塔附近的修士都在议论纷纷，各执一词，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得到几滴异族之血，那里面可是蕴含仙意啊，定能助我突破圣境。亏他们还自称名门正派呢，不过是些唯利是图的宵小之辈，还不及邪教光明正大。要我说，他们干脆把异族宰了算了，免得落下画饼，让世人耻笑。秦晴与武叶宁混迹在众修之间，听他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同时观察周围的风声。没过多久，一股极强的气息笼罩在众人头顶，紧接着虚空中打开了一道缺口，有人要从中踏出。来了，有人来了！通天塔附近的修士全部神色一凛，说话声音小了不少。只见那虚空通道中飞出一台大轿，由8个侍女抬着，轿中之人击出数道强横的武艺，以雷霆手段将通天塔第6层上的一道门户打开。这股武艺是武家的大人物吗？好强的气息，恐怕是半步与神之境。难道这次想借助异族血肉一举突破境界，有隐藏气息的武圣人神情凝重。说话间，一个浓眉厚发、身姿魁梧的中年男子从轿中走出，飞身踏入了通天塔。紧接着，又有7道身影先后从虚空中踏出，皆是声势浩大，气息骇人，有的龙行虎步，剑芒相随，有的圣光在体，男剑相融，有的男女道同在侧，琴乐与笛声齐鸣。日月道、剑神宗、杜生门，我的妈呀，到底来了多少仙宗？见此一幕，在场众修无不心悸，秦晴与武叶宁也是心中沉重，暗自为吴小白捏了一把汗。这些人虽不是老祖级别的存在，但都是各大宗门的核心人物，将来有望成祖，随便一人行走天地都会引起轰动。天运圣地的仙子呢？不是说好今天举行婚礼吗？我还想一睹仙子的芳容呢。就在这时，有人不甘心的开口：对哦，
好像还有3大邪教，西界的相氏一族与天机门也没来。这种场合，3大邪教怎么敢来？啊，上面那些人做的好像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吧？此话一出，顿时有人冷嘲热讽，不少人持同样的想法，出言附和。很快，到场的各大人物都施展手段，进入了通天塔第6层。他们眉头紧皱，立在窗边，俯视着下方众修。怎么回事？这么多年来，这件事都被压得好好的，怎么突然闹出这么大动静？西界渡生门的强者沉声道：“这下难办了，看样子这件已经传出了中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此地。”逍遥派之人开口：“这么快的传播速度，很不对劲。你是说，邪教之人在暗中操控此事？”这话一出，众人陷入了沉默。渡生门的女子道：“那日众组合力击退了邪教，他们无法得知后续，更不可能知道易雪被关押在这里，不然这几年也不会如此安静。实在不行，就舍弃这条路，另寻他法吧。”复剑之人沉吟了片刻，对逍遥派强者道：“几年前你家老祖凭借独门步伐，是唯一能追上神秘经书的人，后续可有重要收获？”逍遥派之人摇了摇头，道：“老祖追逐经书3天3夜，至北域，被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惊退，不敢再深入。老祖猜测，那经书可能落入了妖族之手。”惊退。闻言，在场众人都是神色一凝。到了老祖那种境界，相互间忌惮是常有之事，除非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否则难以争个高低。而惊退一词，足以说明那大妖的修为有多强，强到老祖毫无胜算。哼，我们凭自己的手段求仙神，寻长生，何须听下面那群蝼蚁说3道4？那一族血肉，该取便取，谁敢拦我们吗？武家家主大感不悦，冷声开口：“其他强者面面相觑，皆是不语。一是宗内的某些存在确实急于突破境界，延续寿命；二是以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做这种事，确实有些不光彩。”就在这时，通天塔下爆发了激烈的嘈杂声，秦秦暗中挑动情绪，引许多修士抬手，指点各大宗门这种行为。武家家主眉头一皱，道：“放肆！我去让他们闭嘴！”说罢，他一挥袖袍，踏出塔外，浑身武艺波涛汹涌，散发的气息滚滚压落。而等塔外之人，若不服，自可登塔与我一战，否则尽当闭嘴。若再是聒噪，休怪我出手无情。武家家主立于高天，声音如雷震，扩散于向四面八，即便隔着极远距离，都能感受其威势。通天塔周围的修士心生畏惧，全部安静了下来。纵有人不满，也只是敢小声嘀咕2句。秦秦面色一沉，刚准备冒着风险继续挑动众修，倒有人先替他开口了：“好大的威风啊！嘴长在我们身上，你管得着吗？不听你的，还能把我们都杀了不成？”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年轻而又戏谑，离他不远，但被众人的身影遮挡，只能看到一抹红色的头发与耳垂上的精致吊坠。难道就是他在暗中推波助澜？他是谁？是3大邪教之人吗？秦秦与武叶宁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点，不论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目前是在帮他们。男子说完话后，红发一闪而过，再也寻不到踪影了。是啊，自己干的事还不让我们说吗？难不成自知理亏？武家贵为中原长盛不衰的武道世家，无数岁月来积累了不少名声，如今也开始仗着修为随便欺人了吗？红发男子带头后，有不少人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了。通天塔下又嘈杂了起来。谁？给我出来！武家家主眸光一寒，看向声音的来源，大手一射，直接将一个起灵境的修士抓到近前，道：“你再说一遍。”“不是我，不是我呀！饶命！饶命！”起灵境的修士恐慌不已，但声音明显与第一个开口之人不一样。下面的众修见武家人竟然真的出手，全都不敢出声了。武家要这是被戳中痛处，要胡乱伤人了吗？此地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要是传出去，岂不是受世人耻笑？就在这时，人群中再次响起红发男子的声音，带着讥讽之意，不过早已与刚才的位置截然不同。谁？武家家主大怒，以半步与神境的修为感知那里，却只能看到杂乱的人影。说话之人身上似乎带着某种至宝，可以隐藏气息。是啊，武家这么做和邪教之人有什么区别？哈，我看不光武家，上面那些宗门都一个德行吧，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名门什么正道的，根本不在乎。红发男子这话一出，静下来的众人再次沸腾，还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表达不满。你们！武家家主面色难看，恨不得一掌将这些开口之人全部震杀，但聚在周围的修士太多，他实在不好出手。最终，他只能憋着一肚子气，随手将抓上来那人丢开，转身回到通天塔。见武家无计可施，通天塔周围的修士逐渐大胆起来。有人道：“既然异族祸害无穷，你直接杀了就行了，何须留下来折磨？”就是杀死和折磨致死，那能一样吗？放血割肉，简直比邪教的手段还要残忍。况且那异族还处幼年，未尝作恶，稍加培养，说不定能为人族所用，都被你们的贪婪给毁了。这次发生的是一批爱心人士，言辞慷慨激昂，不少凑热闹的人感觉有道理，纷纷加入爱心大军。这之后，又有一派声音站了起来，道：“不杀也成，但你不能把我们当傻子，既享受异血带来的好处，又不让我们评头论足。”是啊，至少也给我们点得到异血的机会。很快，通天塔下方乱作一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嘈杂声不绝于耳。通天塔里，几大宗门的核心人物看着外面越聚越多的人，都是头疼不已。各位有什么想法？要么最后取一次血肉，将这异族斩了；要么给天下人让利，堵住他们的嘴；要么就一条道走到黑。一名身穿龙袍的君主道：“哼，我们身份显贵，地位崇高，凭什么与那些蝼蚁妥协？就算他们不服又怎么样？能进得来这第6层吗？能阻得了我们吗？”
刚才在外面受气的武家家主第一个不答应，道：“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这次缩短割取血肉的时间，其实是为了我武家一位2万多年前的老祖。2万多年前，各宗强者心中震动。成道或者踏入与神境之后，修士的寿命会大大增加，但最多在1万年左右，能称祖者也只是在1万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2千年而已。当然，有些人会选择蛰伏沉眠的方式，强行将寿命延长几千年，但存活2万多年者闻所未闻。难道你那位老祖踏入了准神之境？”有人道。在场众强所处的宗门虽然都是人族顶尖势力，但也都是无数底蕴累积所成的结果。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准神代表着什么。未曾，只是侥幸得到一颗增长寿命的神药而已，但距离准仙之境只有一步之遥了。武家家主将延寿之事一语带过，道：“若老祖能持续获得新鲜的异族血肉，突破准神境指日可待。到时候再一举打开通天塔第7层，也许能窥见成神的奇迹。”听闻此言，各大宗门的强者都陷入了衡量，毕竟有一方势力太过强大，并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武家家主猜出了众人心中顾忌，道：“诸位请放心，就算我那位老祖成了准神，也不会独占异族血肉，通天塔第7层也会有各宗的一份。”说完后，他便静静等待后续。剑神宗的强者权衡了许久后，一咬牙道：“那便继续割取异族血肉。为了宗门的发展，背负些骂名算得了什么？”日月道与轮回道强者也点了点头，道：“世人大多修为不高，寿命又短，不会动摇到各宗根基，咱们能熬死一批是一批，几千年后还有谁会记得此事？也是，我们只需要给那些想要一血的人随便一些好处，他们自然会反过来帮我们打压不利的言论。有了这些咬人的狗，其他人成不了气候。”很快，各宗强者都陆陆续续点头表示赞同。之后，他们打算进入第6层深处，不再理睬外面此起彼伏的议论与嘈杂声。可恶！难道这些人竟然要不顾宗门的名声，顶着这么多修士的斥责，继续割取小白的血肉吗？通天塔外，秦秦与午夜凝见第6层迟迟没有动静，咬紧了牙。突然，一把白刃暗金屠龙刀从虚空中洞穿而出，横成天际，散发的威势震人心魄，比几大宗门的核心人物还要强。感受其气息，通天塔第6层的几个强者纷纷止步，转过身来，见一个灰衣老者背负双手走出虚空，身子看起来有些消瘦，眸光却凌厉无比。霍前辈终于出现了。见状，秦秦与午夜凝神色大喜，来人正是在东海与他们有过数面之缘的寂灭神宗前辈霍北镇。暗金屠龙刀，难道他就是东海那个天才少年？号称近万年来天资最接近开天剑祖的人。通天塔附近的修士一阵哗然，有不少人都听过霍北镇的名号。可惜了，据说1000年前北域群妖蠢蠢欲动，大举压境，霍北镇与妖族天骄对赌，虽然赢了，但也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势，天才少年从此落幕。有知道内幕的长者开口，连连叹息。霍北镇没有进塔，只是立在高空，道：“诸位，容许你们割取异族血肉，已是寂灭神宗的底线，不可再缩短间隔。”北镇，你……通天塔内的众强者语塞，不知如何开口。若是其他宗门有人来阻，他们大可集体施压。可霍北镇是为人族做过重大贡献与牺牲的人，以至于年龄不大，相貌却比他们苍老得多。霍北镇，我们寻我们的长生，与你寂灭神宗何干？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后辈，有什么资格与我们谈判？武家家主阴沉着脸，资格？霍北镇眉头微皱，直接以金色屠龙刀卷动万千风云，斩入了第6层通天塔里，目标直指武家家主。你！武家家主动容，不曾想霍北镇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对他动手。北镇，冷静啊！各大宗门的人物纷纷呼喊。然而，金色狂刀根本没有停顿的迹象。武家家主急急后退数步，浑身武艺爆出体外，同时照一把乌金长枪现世，与屠龙刀狠狠对在一起。轰！通天塔第6层内爆发了剧烈的波动，从四方的门户中席卷而出，震得附近的修士脚步踉跄，站立不稳。这就开打了吗？一人独面数个宗门，好气魄！通天塔周围的修士心中惊骇。塔内，屠龙刀与乌金枪间并未真正相触，两者交锋的地方，虚空泯灭又闭合，不断往复。霍北镇没有言语，以手虚推，屠龙刀爆发狂乱霸道的威势，一往无前，竟是硬生生将乌金长枪的枪尖一分为二。武家家主大惊失色，慌忙后退，那屠龙刀锐不可当，趁势压境，直将他逼到一根立柱前，这才停下。武家家主面色难看，北镇莫要动怒，大家有话好好说。剑神宗之人急忙从中调解，毕竟霍北镇生机大损的事，众人都清楚，称之为亡命徒也毫不为过。若把他惹急了，真有可能做出血溅通天塔的事来。是啊，北镇，快收刀，不要伤了和气。其他几个宗门的强者也是这般道。霍北镇看着武家家主，谈判带把刀很正常吧？现在我有资格了吗？哼！武家家主冷哼一声，终是不再言语。今日碎你一气，全当警告，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将这把刀刺进人族的血肉里。霍北镇将刀收回，紧接着一挥衣袍，从虚空中照出4个金色大字，悬浮于高天，散发古朴而沧桑的伟力。武统天地，这是各大宗门的强者神色一凝，察觉到某种熟悉的气息。武统天地，那是天津柱大哥书页里所写的内容。通天塔外，秦秦与武叶宁也在抬头观望，二人对这股气息再熟悉不过，毕竟现在还持有一张天津柱的金色书页。那4个大字金光灿灿，古意盎然，隔着极远距离都能看到。一时间，所有修士都在议论，猜测其来历。这4个字乃是我寂灭神宗的始祖于宗内神崖所刻，出处不用多说，你们应该能猜出来。霍北镇道，
这各宗强者相视一眼，神色变了又变。他们知道神秘经书这代表着什么，也隐约能猜到这4个字的含义。五统天地，说明在武与道之间，武应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道者本来便占据着天地间大量资源，若是再得一血珍惜，武与道将会失衡。霍北震道：始祖刻下五统天地这4个字，想来便是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吧。听闻此言，几个道宗人物皆是心中一沉。这4个字无根无据，许是从哪段无法里随便摘录出来的，恐怕难以服众吧。武家家主冷着脸开口，他知道一旦其他宗门选择让步，他也不可能再取得一族血肉。道者依靠天地，武者磨练己身，你武家想依靠一族血肉来突破境界，已经是偏离了本心，这辈子成神无望。霍北震淡淡道：你。武家家主心中有怒，他的身份与辈分都高于霍北震，此行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帮家族老祖突破境界，可霍北震这番话仿佛在赤裸裸地羞辱他。而同为武修的剑神宗与逍遥派也感觉有点难堪。其实单论境界，在场众修没有人弱于霍北震，可那把融入了龙骨的屠龙刀让他们忌惮不已。武家家主紧了紧拳头，终究是压下怒火：霍前辈，我支持你。就在这时，一个爽朗的声音突然响起，与一众高手的交谈格格不入，引得无数修士惊愕。霍前辈，千万不能向他们妥协。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五官清秀、衣着随意的小青年立在大石上，摇晃手臂，肆无忌惮地呼喊着：这是哪个门派的弟子？如此大胆，就是这么显摆，不怕各大宗门暗中报复吗？旁边的修士都很惊疑。这声音是今年。秦秦与武叶宁稍愣片刻，喜上眉梢。那声音的主人不是别人，竟是他们在东海忽悠的便宜小弟徐金年。数年不见，徐金年的面庞比以前多了几分棱角，不过眸光依旧清澈，打扮也还是一副天涯浪子的形象。这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随心随欲啊！能在中原能见到东海故人，两人的心情不言而喻。可他们没法前去相认，因为徐金年的位置太过显眼，贸然接近只会带来凶险。金年，你怎么在这里？通天塔上，轮回道宗主眉头一皱，飞身出来。难道这人是东海轮回道子徐金年？怪不得敢这么明目张胆。奇怪，他竟然与自己的宗门站在了对立面，古来少有啊，不怕受到责罚吗？周围的修士评论不断。天地那么大，我还有很多地方没见过呢，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徐金年叉着腰对轮回宗主道：还有这件事，我站霍前辈这边。胡闹，你现在就给我回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轮回道宗主沉着脸：怎么还要把我强行带回去吗？这件事不解决，万古一念经我不修也罢。徐金年扯着嗓子道：有事无恐。你轮回宗主没了法子，斥道：你年纪小，根本不懂其中的利害关系，利谁害谁？徐金年反问一句，对得轮回宗主哑口无言。重叹一声后，轮回宗主返回到通天塔内，几个强者见状都很是疑惑。允仙派的强者道：陈兄，此子虽然天赋不错，但以道子的身份顶撞你，是否有点太过了？哼，一个道子算什么？以为自己有点资质就能左右一个宗门吗？殊不知这天地间最不缺的就是奇才。武家家主也是冷声开口，却见轮回宗主沉吟过后道：诸位，此事闹到这一步，实属出乎预料，我觉得还是先回宗内与老祖再做商榷为好，否则影响太大了。这闻言，众人稍感意外。武家家主皱起眉头，考虑到霍北镇带来的屠龙刀、通天塔外大量修士所给的压力，以及轮回道的态度，众人不得不再次陷入衡量。而霍北镇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一族可斩，不可留用。也罢，那便先将今日之事暂缓吧。交谈过后，众强者决定返回宗门，重新征求意见，于半个月后再聚通天塔，彻底定夺一血绝凶兽之事。武家家主虽然不情不愿，但他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接受。随后，各宗强者陆续走出塔外，带着自己的随从遁入虚空。霍北镇将这个消息宣布后，也没有多留，消失在了高空。通天塔外，秦秦与武叶宁都是松了一口气，而周围的修士情绪更加高涨了，人数越聚越多。走吧，先去旁边的城里喝点花酒，半个月后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有修士飞往附近的城池歇息玩乐，大部分人则选择找个地方盘坐，三三两两的攀谈。徐金年跃下大石，进了人堆，不少宗门翘楚都上去套近乎，一些貌美的女子送上礼物，想与他结识。徐金年不善于这种场合，推脱几下后慌忙逃离了。秦秦与武叶宁站在人群，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也是，今年的未来一片光明，本就不该与我们扯上关系。武叶宁道。两人放弃了换住徐金年的打算，转而思索下一步解救小白的对策，毕竟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在这时，一抹显眼的红色从秦秦余光中闪过，耳朵上的吊坠轻微晃动。是他，此人敢在暗中与各大宗门较劲，背后一定有了不得的势力。秦秦神色一动，急忙与武叶宁挤开人群，跟了上去。红发男子似乎察觉到了他们，脚步飞快，在人群中东转西折。秦秦凭借桐树提供的超长洞察力，这才没有被甩开。红发男子脱离人群后，径直飞向南边。秦秦与武叶宁也挤了出来，紧随其后，最后跟到了一座小城里。此刻城中人头攒动，大量修士受通天塔风波的影响，暂留于此。那红毛走在前头，只留下一个后脑勺。秦秦与武叶宁远远盯着他，直进到一个巷子里，三转五拐后，彻底找不见踪影了。人呢？凭空消失了。两人心中一紧，惊觉自己进入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应该是某种法器布下的。喂，你们两个跟一路了，
这么不怕死吗？这时，红毛男大摇大摆地从两人面前走了出来，18、19岁的样子，紧身裤、高筒靴，身上挂着叮叮当当的吊坠，脸上还刻有旋纹。此刻他肩头扛着一根狼牙大棒骨，对两人邪魅一笑，道：“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哦。”话音落，秦晴与武叶宁身后再次走出一道身影，白白净净，穿着简单长袍，一副沉默寡言的书生模样。这两人身上散发出一股森然的杀意，将秦晴与武叶宁笼罩。武叶宁斜看他们一眼，血眸微寒，三轮洞天旗运转，同样释放出一股血腥的杀意，与之相抗衡。咦？红发男轻咦一声，因为武叶宁看起来柔柔弱弱，杀意却十分凝实，说明其杀过的人绝不在少数，而且境界也与毫不弱于他们。二位兄弟，我与大小姐。秦晴拱手，刚想说明来意，却见红发男子猛地挥动手中棒骨，朝武叶宁大步杀来。秦晴眸光一寒，噌地抽出冰魄神剑，剑锋出鞘的那一刻，璀璨且快到极致的剑芒如约而至。那红发男瞳孔一缩，没想到修为不高的秦晴竟然能给他带来死亡的危机感，急忙扭身以大棒骨挡下这一击。另一边，白面书生也动了，袭杀而来的同时，周身涌现出一股诡异的力量。武叶宁并无惧意，血眸花开，与他对上。可就在这时，白面书生嘴角扬起一抹危险的弧度，双眸似有煞气升腾，变得漆黑如墨。下一刻，武叶宁只感觉天旋地转，周围的场景接连变换。等他回过神来时，竟然出现在了信阳城吴府后花园里。一个男子正背负双手眺望远方，鬓角生了几缕白发，眉宇间似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爹！武叶宁心中一颤，有强烈的念头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幻觉，必须赶快清醒。可血缘之中那股亲近感、熟悉感以及对亲人的思念，却怎么也挥之不去。这就是幻术最可怕的一点，它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沉迷进去。宁儿，你怎么在这里？武承胜皱眉，又道：不对，如果你是宁儿，那刚刚离开的那个宁儿是谁？听到这句话，武叶宁身子一震，原本恍惚的心神有了一瞬间的清醒。他眼眶微红，道：对不起，爹，宁儿不能在这里陪你了。不过你放心，我和小晴子现在都很好。说完后，武叶宁毅然决然地催动了静心诀，周围的场景开始消融，武承胜的身影也变得模糊。宁儿，宁儿！武承胜轻唤两声，向前追赶，可武叶宁的身影已经完全消散了。他立在原地，怔怔失神。许久之后，武承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从怀中取出一张五诀的残页。看来是时候将此法交给秦晴了。巷子里，武叶宁正呆呆愣愣地看着前方，而白面书生的神通已经袭至近前。大小姐，当心！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秦晴挥剑逼退红发男后，再想拦住另一侧的白面书生已经来不及了。突然，武叶宁呆滞的双眸陡然恢复了清明，在白面书生的惊讶的神情中，抬手便击出数道血芒。轰轰轰！两者神通相撞，各自崩散，谁也占不到便宜。这番功夫，秦晴已经护在了武叶宁身前，手中冰魄神剑直刺而出，两人顺势交换位置，由武叶宁对上红发男，而秦晴对上了白面书生。白面书生恐接不下这一剑，紧急避险，武叶宁则急声提醒道：小晴子，小心他的幻术。是。秦晴得到反馈，直接在心中提前默念静心诀，将白面书生催动的诡异力量全部驱散。与此同时，红发男再次挥棒砸来，武叶宁急忙施展神通与他交手。一时间，四人全部激斗在一起，寂静的巷道中爆发起阵阵轰鸣。秦晴以武对道，又有静心诀加持，面对白面书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可红发男虽是道修，手中大棒骨却是一件厉害的兵器，时常让武叶宁落入下风。好在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争斗间不断腾换位置，武叶宁接不住的招式自有秦晴帮他挡下。不过他们也因此而受限，无法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双方战了几个回合后，难以分出胜负。红发男率先摆手了，道：不打了不打了，你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对我们不公平。白面书生不再施展神通，轻飘飘退至红发男身侧，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秦晴与武叶宁见他们打够了，自然也是收手，毕竟他们来这里还有其他目的。你俩万血海的吧？是为了一族之事而来？红毛往墙边一蹲，吊儿郎当的样子。正是。秦晴道：哎呦，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胡同，竟然集齐了咱们三大邪教。红发男乐呵呵的：三大邪教？你们是？秦晴与武叶宁神色一动，这确实出乎他们的预料。我幽冥峰的，叫子东来，这小白脸我兄弟，乃江南鬼谷上道白鬼生。子东来起身拍了拍身边白面书生的肩膀，道：不过你们别误会，他不是哑巴，只是脸皮比较薄，面对陌生人比较害羞。白鬼生吐出一个字：滚。嗨嗨，给点面子嘛。子东来干咳两声，转头道：你俩呢？秦晴与武叶宁不再隐瞒，报上姓名。哦吼，原来你就是武叶宁，前几年可是东海的小名人呢。子东来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两人，又对秦晴道：还有哥们儿，你应该还处在机缘境巅峰吧？怎么这武道比一般的试艺境还厉害，追着我演玄境小城的兄弟砍？白鬼生微微皱眉，多亏了大小姐赏赐的这把神剑，以及侥幸获得的一道静心诀。秦晴道：剑。子东来搓着下巴，似乎在思量什么。问完了吗？问完该轮到我们了。武叶宁直言道：你叫子东来，为什么染个红毛？啊？子东来一愣，道：我叛逆期到了，不行吗？那你为何要在
暗中帮助我们，也是为了一族之事嘛。秦晴道：不，哥们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帮谁，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子东来搓着手，贼笑道：正道越想要什么，我们越要反着来，这样才能把事情闹得更大，好趁乱去挖了他们的祖坟。挖祖坟？秦晴与午夜凝相视一眼，隐约猜到他们被称为邪教的原因了。声明一下，我对挖祖坟的缺德事不感兴趣，是他执意要如此。一向沉默寡言的百鬼生难得说了句长话，还是为了与子东来撇清关系。喂，你这面瘫脸，咱挖坟的好处你也没少的吧？子东来咆哮2句，又朝秦晴与午夜凝嘿嘿一笑，道：不过嘛，如果正道宗门愿意与我们分享异血珍稀，倒也能和他们合作。原来如此。秦晴不露声色的点了点头，心道：果然一切都是为了利，要想借这2人的事，得先给他们足够的诱惑。你们可知有什么方法能潜入通天塔第6层？这时午夜凝开口了：那个破塔呀，没有至圣境巅峰或者破虚境巅峰就别想了，而且塔内必定有几大宗门合力布下的禁制，稍有异动便会被察觉。子东来道。午夜凝听了，顿觉心情沉重，思绪繁杂。子东来见他的神色，眸光微不可察的一闪，道：怎么，你们还想闯进去救那小绝凶兽不成？是有这个打算？午夜凝沉声道。子东来笑了笑，其实嘛，想救他也不难，只需要一件强大的兵刃，可破除禁制，抵抗威压，再有一道传送符，可在个宗强者赶来之前横渡虚空。暗中，百鬼生给子东来传音道：东子，你真要帮他们吗？怎么可能，只是利用他们捞点好处而已。若是真能夺回异血绝凶，再祸水东引，宰了他们，想来正道宗门也烦不到咱们头上。子东来脸上带着淡淡笑意，看着秦晴与午夜凝。理论上是这么简单，可这一切都建立在身份没有暴露的基础上。若是正道知道是我们抢了绝凶，定会给万血海施压。到时候该如何应对呢？是将绝凶兽让出去，以此来换取共享异血珍稀的资格，还是说直接找个替死鬼比较好？就在这时，秦晴声音在子东来耳边响起。子东来笑脸一僵，他确实计划到了这一步。这自然是找个替死鬼为好。子东来尴尬道：是啊，小晴子说的这一点很关键，如今几大宗门同气连枝，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和任何一个宗门借兵刃都是不可能的。午夜凝道：嘿嘿，那个。子东来干咳2声，举手道：我倒是有个背黑锅的绝佳人选，只是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冒这个风险了。午夜凝心中一动，道：你说。子东来道：剑神宗。剑神宗？子东来道：剑神宗有一地名剑灵，是他们历代强者的葬地，什么宗主啊、长老啊、太上长老啊，都埋在那里，强大的剑刃自然不在少数。说完，他又神秘兮兮的道：听说开天剑祖的衣冠冢和开天剑也在那里哦，若是能得到进通天塔，不是轻而易举？午夜凝一阵无语，道：合着还是盗墓呗？这你就不对了，咱们邪教的事怎么能叫盗呢？只是帮他们打理一下年久失修、落满灰尘的砖墙，顺便收点打理费而已。子东来不要脸的道：剑神宗、剑灵。午夜凝沉吟一番，道：剑神宗那么厉害，凭我们怎么可能顺利潜入，全身而退？子东来拍着胸膛，道：这不还有我们吗？我们拥有多年的盗墓经验，在这方面是专业的，你们只需要搭把手就行了。是他，与我无关。百鬼生淡淡开口。午夜凝内心犹豫，转头道：小晴子，你怎么看？秦晴深知这搭把手可能连命都给搭进去，但是到如今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便道：我觉得可以一试。嘿嘿，总之到时候你们取剑，我们取其他，事成之后还提供传送符服务，只需要用少量的异血珍稀交换即可。子东来满脸笑意，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异血珍稀。听到这4个字，午夜凝眉头一拧，张口就要拒绝，却见秦晴二话不说的答应了下来，道：没问题。小晴子。午夜凝稍有怒意，爽快，秦兄真乃爽快人也。子东来眼冒金光，快步上前，拉着秦晴的手一顿甩。午夜凝冷下脸，揪着秦晴来到角落，道：姓秦的，你疯了吗？那可是你儿子，你也下得去手？秦晴心里叫冤，忙在午夜凝耳边道：大小姐你误会了，我和那红帽一个不想给，一个想独吞，这才是一拍即合的真正原因。午夜凝神色一变，道：你是说？两人背过身，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起来。见他们返回，子东来搓着手，道：那么二位商量的怎么样了？午夜凝道：我们答应合作，但是异血珍稀不能给你们太多。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子东来两手一拍，对旁边的百鬼生道：老百啊，你读过几年书，给咱们的组合起个响亮又好听的名字呗。百鬼生默默地思考了几息，道：蛇鼠一窝。好听，但不够响亮。怎么说，咱们也是3大邪教，对吧？换一个。子东来道。百鬼生又沉默了一会儿，道：鸡鸣狗盗。秦晴、午夜凝、子东来3人同时陷入沉默。不是，咱不能好好当人吗？非得跟人家呀、鸡呀、狗抢名字。子东来无语。其实咱们的组合不需要有名字。秦晴举手提议。不行，必须要有仪式感。子东来不答应。最终几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简单、好听、响亮又符合邪教身份与人族种族的名字：4大恶人。子东来叉着腰，甚是满意。只见他大手一挥，周围隔绝的小天地随之消散，变成了他耳朵上的一双吊坠。巷子里也再次有了嘈杂声。
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耳坠竟然是一件法器。秦晴心道，到现在为止，子东来除了甩过那根大棒骨外，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底牌，这才是让他最忌惮的地方。走，上街去，是时候外人见识一下我们4大恶人的威风了。子东来说着，双手插兜，领着3人出了巷子。大街上人来人往，一行4人并肩而行。可子东来的步伐和神色实在太嚣张了，就差把恶人2字写在脸上了，导致他回头率极高。这红毛的表情好欠揍啊，好像给他鼻头上来一拳。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家伙背后说不定有势力。走走走，离他远点。街上的修士都是满脸鄙夷，避而远之。一些带孩子的家长道：看到了吗？千万别和那人学。子东来也不在乎这些言论，反正就怎么开心怎么来，不时摸一下过路女修的漂亮脸蛋，惹得他们破口大骂。起初秦晴与武叶宁都觉得很丢人，纷纷别过脸，假装与子东来不认识。可走着走着，情绪似乎被他感染了，步子渐渐拽了起来。此时队伍里尚有百鬼生一个正常人，面色平静，目不斜视。可当他们路过一处鬼脸面具摊时，唯一的正常人也没有了。4个人都是戴着面具，大摇大摆，步伐那是怎么拽怎么来，逢人便宣传自己4大恶人的名声。不知为何，武叶宁竟然产生了一种在信阳城的错觉。这4个家伙神经病吧？我受不了了，我要干他们！终于，街上的修士们忍不住了，纷纷围殴上来。快跑呀！一行4人也不还手，就戴着面具逃窜，直到被堵得无路可逃了，才御空而起，飞离城池。城中的修士自然也不会深追，悬在城头骂咧几句，重新返落。半个时辰后，秦晴4人降落在了一棵古树的树荫下，背靠树干而坐。秦晴与武叶宁摘下面具，感觉心情畅快了许多。这些日子，他们每天都承受着高压，偶尔发疯发泄一下也是蛮不错的。树下，武叶宁微微喘息着，由于戴面具的缘故，他的面颊被闷得通红，额头上也渗出一点汗。秦晴看着武叶宁放松的样子，心中一柔，忍不住抬起手，帮他捋开了粘在额间的几根头发。武叶宁微愣，突然有种莫名的安全感与满足感，那感觉初时徐缓，后面愈演愈烈，竟如江河决堤般一发不可收拾，让他鼻头发酸。武叶宁稍别过头，吸了下鼻子。秦晴也没有多想，打算趁这个功夫试探一下子东来与百鬼生的底细，毕竟这2人只是看起来与他们亲近，背地里的心思不得而知。秦晴朝摘下面具的百鬼生道：原来百兄也有随心所欲的一面，我还以为你一直那么高冷。百鬼生老脸一红，只是端正了一下自己的坐姿，不予解释。他呀，都是装出来的。别看现在一副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喝醉了不知道有多疯狂呢。逢人便施展他那7煞幻点，最喜欢把人家玩弄在股掌之间。子东来毫不客气的截短：闭嘴！百鬼生道。秦晴心中一动，问道：这7煞幻点，难道就是鬼谷上道的独门绝学？百鬼生点了点头。提到幻点，他脸上的情绪明显多了起来。此法虽是幻术，但展现的不过是人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情绪与欲望。可笑的是，他们不但不敢承认，还将此法称为邪法。百鬼生道，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与欲望。秦晴继续试探道：那百兄今天对我们施展了几煞，可否洞察到我们心中的欲望？百鬼生眸光一动，道：以我的悟性，尚不能施展7煞幻点1/1000的实力，今天也只是利用叶宁思念父亲的情绪，稍占便宜。自从你们施展那道静心诀后，我便束手无策了。侥幸而已。秦晴假笑，百鬼生这番话可谓天衣无缝，让他什么都没试探出来。这时，一旁的武叶宁突然转了转眼珠子，道：那百鬼生，你能不能用这7煞幻点，看一下小晴子心里最想的人是谁？秦晴一愣，道：大小姐，你这是演哪出？武叶宁眉头一横，在秦晴腰上掐了一把，道：小晴子，我发现你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敢这么跟我说话了。错了。秦晴秒认怂。武叶宁的理不饶人，认错有什么用？我现在怀疑你心里除了我，还想着其他人。冤枉啊，大小姐，我对你可是忠贞不二，哪来的其他人？秦晴苦着一张脸，倒不是他心虚，只是身在幻中而不知幻，被人左右情绪的感觉实在不太好。要我说，你们女人也真是奇怪，哪有人想让自己中幻术的？子东来枕着胳膊吐槽：红毛你少管闲事，嘴是会骗人的，我要小晴子心里告诉我。武叶宁说完后，双手抱胸，道：百鬼生，你就说能不能看到吧。百鬼生想了想，道：7煞幻点中的御煞，倒是可以看到别人心中最想最爱的人，但秦兄的定力若是不够强，可能会做出一些粗鲁的行为。没事，只要看到小晴子心中最想的那个人是谁就行了，到时候我立马施展静心诀把他唤醒。武叶宁信誓旦旦的打包票。这大小姐不太好吧？秦晴委屈巴巴。心虚了是吧？武叶宁急不可耐，直接翻身跨坐在秦晴身上，像只生气的小猫一样，两手对着她的肋骨又抓又挠。哎呦，别！秦晴被挠得又哭又笑，只好答应道：行，大小姐，我都听你的。哼，这还差不多。武叶宁收手，眸底闪过狡黠之色，心道：西，让你平时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心里对我有没有欲望。随后他拉着秦晴起身道：百鬼生，能让我一起看到幻境画面吗？百鬼生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道：分你一缕煞气，可以看到。
西，那就行，开始呗。午夜凝眼睛弯成了月牙，满脸期待。秦兄，接下来请不要施展静心诀，看着我的眼睛。百鬼生道。哦。秦晴无奈的点了点头，于是两人相对而立。只见百鬼生的眸中浮现出7道煞气，像是情绪与欲望的载体，迅速交织纠缠，演化出一幅幅诡异的纹路。秦晴感觉自己着了魔，怎么也移不开视线。随着注视，这些纹路不断放大，变得精细，成为全新的纹路，紧接着再放大，再精细。不知不觉中，秦晴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欲望泥沼，再也无法脱身。这就可以了吗？树荫下，午夜凝伸手在秦晴眼前晃了晃，见她双目无神，毫无反应。百鬼生点头，分出一缕玉煞，让午夜凝融入目中。随后，午夜凝眼前出现了另外一幅画面，那是一条幽暗深邃的走廊，像是悬炼礁地下密室与五府湖心亭的混合体中，秦晴独自一人走在其中，满眼警惕。这是什么地方？我来过这里吗？画面中，秦晴自语，只感觉心中空荡荡的，有一个莫名的念头不断重复，告诉他要找到一个人，迫切的找到一个人。这时，走廊的尽头传来光亮，还有一种熟悉与思念感。秦晴心中急切，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奔跑起来。随着光芒消散，秦晴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中，见一女子倚在桌前，眼角挂着泪痕，正在狠狠地给自己灌酒。大小姐，秦晴颤声道。借酒消愁中的少女动作一僵，抬起头来，顿时瞪大了眼睛。小晴子，我就知道你没有死，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午夜凝眸中满是震惊与欣喜之色，快步上前，一把将秦晴扑在怀里，感受着少女身上的温度与护在自己脸上的气息，秦晴满脑子都是失而复得的喜悦，胳膊微微用力，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身体里。树荫下，午夜凝感觉又甜又羞，心满意足，便打算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后，让秦晴离开幻境。小晴子，喜不喜欢我？幻境之中，金色的宫殿坐落，一条条绸缎在微风的吹拂下飘扬，尽显华贵。屋檐上挂着精雕细琢的风铃，彼此碰撞间发出清脆的声响。然而，午夜凝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只是红着眼眶向秦晴问出了那一句他在漫长岁月前就曾问过，却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的话：小晴子，你喜不喜欢我？不知为何，秦晴感觉心中悲傲万分。明明一直陪在午夜凝身边，两人却仿佛分离了很久很久。他强忍着想要落泪的冲动，认真道：凝儿，我……可就在那3个字将要脱口而出的时候，变故突生，宫殿里刮起了狂风，各种装饰物倾倒，叮铃当啷的碎了一地。秦晴怀里，午夜凝含情脉脉的眼神逐渐涣散了，满头青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白，连带浑身衣裙都发生了改变。凝儿，你……秦晴察觉到一股危险又熟悉的气息，情不自禁地松开了午夜凝，后退2步。与此同时，树荫下，午夜凝与百鬼生面色同时一变，幻境中的画面像是被人硬生生切断了。可看秦晴的样子，分明还未从幻术中走出。怎么可能？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百鬼生的眼神凝重至极，喝道：叶凝，速速施展静心诀，将秦兄从拉出来。好。午夜凝不敢犹豫，急忙催动静心诀，而后一指点在秦晴的眉心。秦晴浑身一震，脑海中那富丽堂皇的金色宫殿不复存在了，一砖一瓦皆被狂风卷散，他置身在了一片未知的虚空中。而午夜凝的浑身上下已经全部变成了白色，白皙的肌肤，纯白的纱裙，只有一双眸子如同黑宝石般尊贵无上。此时，白发午夜凝的眼神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彻底占据了午夜凝的身体，眸中只剩下冰冷与陌生。他高高在上的俯视着秦晴，道：你是何人？为何窥探于吾？这一刻，秦晴感到无比的恐慌，白发午夜凝一个眼神，竟然仿若天威，让他有种想要拜服下去的冲动。你不是凝儿，你把凝儿怎么了？秦晴顶着巨大的威压，咬牙道。白发午夜凝眉头微皱，直接探出一只大手，掌间真实与虚假不断交替，空间与万物节节泯灭。他竟是要跨越无数时间长河，超脱轮回与因果，于幻境中抹杀秦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午夜凝催动的静心诀终于起了功效，秦晴的身影变得模糊，于下一刻消失在了这方天地。随着他的消失，幻境空间无法再维持，开始坍塌撕裂。白发午夜凝双目微眯，黑宝石般的眸子中闪过一缕寒意，低声自语道：凝儿吗？小晴子，你没事吧？小晴子。直到耳边响起午夜凝关切的呼喊，秦晴这才回过神，意识到自己刚才处在幻境中。秦兄，秦兄！百鬼生与紫东来也凑在近前，盯着他打量个不停。凝儿，鬼使神差的，秦晴一把将面前的午夜凝搂进了怀里。小晴子，你大胆！午夜凝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毕竟这是秦晴第一次这么主动，还是以大小姐以外的方式唤他。不过听着秦晴因为急切而砰砰直跳的心声，他也便没有反抗，由着秦晴这么一下犯上一次。殊不知，秦晴脑子里已经乱作一团，在急速思考接下来的说辞了。那个白头发的是谁？不可能，她绝对不是大小姐。回想起那恐怖的威压，秦晴只觉心中后怕不已，暗道：不行，此事万万不能告诉大小姐，否则只会徒增她的忧虑。嘿嘿，我说你俩小年轻，这旁边可还有人呢呀！紫东来适时的不解风情。午夜凝从秦晴怀里钻出来，整了整衣裙，随后瞪了紫东来一眼，道：少管闲事，
小晴子是我的，我想什么时候宠幸就什么时候宠幸。秦晴笑着挠了挠头，秦兄，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幻术的施展被强行打断了？百鬼生沉声道。刚才秦晴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理由，便决定来一招先发制人，考一考这白面书生。好你个白兄，为什么终止了？你自己不清楚吗？秦晴道。我。百鬼生一愣，思索道：七煞幻典中记载，若是幻术被打断，只有3种可能，那便是……他刚想说出口，突然想起这是幻典之重，宗门之秘，不能轻易暴露，便止住了。3种？那么百兄觉得我刚才的情况属于第几种呢？秦晴压低声音，盘腿坐下。百鬼生沉吟了片刻，蹲下身道：结合秦兄刚才与现在的反应，我觉得是第2种。秦晴沉声道：很有可能，不然不会出现真假与虚实交替的情况。真假交替？百鬼生神色一凝，道：如果涉及到真假交替的话，那么真假交替恐怕会被涉及到一些。秦晴点了点头，道：是啊，我也捉摸不透。一旁，武叶宁与子东来面面相觑，两脸懵逼。武叶宁道：他俩在说啥？你能翻译出来吗？子东来虽然不懂，但他会装懂啊，便道：我觉得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真亦假时，假亦真。不是，阿东，你还真的啊？武叶宁满头问号。于是子东来也加入了秦晴与百鬼生的交流，3个男人很有默契的在一起胡说八道。想到自己还是没能听到小晴子的表白，武叶宁气得直跺脚。胡扯了一番后，秦晴觉得这事差不多糊弄过去了，便道：对了，子兄，还没有请教你的独门绝学呢。我的？子东来挑了挑眉毛，从乾坤里掏出那根大棒骨，道：我幽冥峰的就简单多了。武叶宁也看过来，挨着秦晴坐下。只见子东来取出大棒骨后，又取出一节小腿骨，又取出一个头盖骨，又取出半截脊梁骨等等。秦晴与武叶宁越看越心惊，因为这些骨头都很不凡，每一节都不弱于第一根大棒骨。这家伙到底隐藏了多少啊？两人终于明白这家伙热衷于盗墓的原因了。后来可能是觉得太麻烦，子东来索性站起来，从乾坤里叮铃哐啷倒出一大堆骨头，全部堆积在地上。准备就绪后，子东来开始念诵法诀，眉心绽放墨绿色的幽光，将他面容衬得阴森可怖。隐约间，其内似乎有一个小人盘坐。那小人并非实体，而是虚幻的，双目紧闭，与子东来一般模样，浑身上下刻满了未知的纹路。随着法诀的施展，周身萦绕青光。这是元神。秦晴心中震动，因为元神乃至圣境以后才能出窥的门道，也是修士由凡入圣的关键所在，可以提供第2条生机，十分重要。记得公孙弘文提过，元神也如启灵境的灵池大小，眼玄境的洞天数量那般有强弱之分。初入圣境者，元神一般较为脆弱，若遇大凶，只能逃遁；而随着成长，元神将有出窍之能，如本体那般施展神通。更有甚者，元神肾可以强过本体，成为与人对敌的一大杀招。此乃我幽冥峰的功法，幽冥咒。与传统修行不同的是，它在为我们开辟灵池时，便会伴生一个元神，与本体共同成长。子东来解释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幽冥峰的弟子很难被杀，即便不是圣人，也可通过元神占据比自己修为低的肉身，达到逃生的目的。占据别人的肉身。听到这里，武叶宁突然感觉一阵恶寒，指着子东来道：你现在的这副身体，不会也是哪个死人的肉身吧？滚犊子，我可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长得这么帅，才不稀罕他们。子东来骂道。说话间，地上的一堆骨头开始颤动，受幽冥咒的牵引，一个个悬浮起来，而后拼接组装，最后拼成了一具类人形骷髅怪。别说，还挺帅。秦晴道。紧接着，子东来双手掐诀，那骷髅怪的眉心处同样泛起绿光，引入内部，转而从空洞的眼窝里照射出来，如同2团跳动的鬼火，诡异渗人。结。这一刻，骷髅怪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发出反派标配的笑声，浑身都是由不弱于冰魄神剑的骨头组装成，不知蕴含怎样的距离。好强的功法，元神半生，另辟蹊径，难道也是出自天津柱大哥？秦晴心中自语。踏入修行这么久，他也只知道2个功法不被天津柱所记载，一是天运神女的百转夺天功，二便是他现在所修的疑似开天剑祖所创的造化天成功。子东来施法完毕后，拍了拍骷髅怪肩膀，道：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独立完成的骷髅怪小弟2号小亮。2号，那1号呢？秦晴举手问道。被人干碎了呗，这块还有这块都是1号身上残留下来的硬骨头。子东来如数家珍，随后边拍手边后退，道：来，小亮，给他们整个活。百鬼生很有远见的默默转身。话音落，那骷髅怪绿油油的眸光一荡，竟然非常人性化，朝秦晴抛了个媚眼，而后开始了一段性感热舞，又是扭腰又是扭胯的，好不风骚。最重要的是，他跳得还很完美，完全挑不出什么毛病。一曲舞罢，秦晴与武叶宁神色复杂，完全不知如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秦晴突然想到了在地球时李三金手机里的一个表情包：老人、地铁、手机，怎么样，厉害吧？我教的。子东来不甚得意，他这舞跳得挺露骨哈，我承认我没他性感。武叶宁自愧不如，那是他会的可远不止这些。小亮，再来一段。子东来又拍手。骷髅怪闻言又即兴表演了一段倒着向后滑行的滑步，乍一看像极了地球某位红极一时的舞王。秦晴与武叶宁相视一眼，心道：难道他真是天才？一番折腾后，
午夜宁觉得耽搁的时间够久了，便道：“行了，子东来，咱们该去剑神宗盗墓了。怎么去？用你的传送符吗？传送符可是个稀奇玩意儿，关键时候保命用的，怎么能浪费在这里？”子东来收起小亮，道：“走吧，咱们去附近的地方借传送阵去。”借？秦秦与午夜宁心里嘀咕，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讲文明懂礼貌了？几人御空而起，离了山头，往东飞了1-2个时辰，来到座稍大一点的城池里。一行4人在子东来的带领下，走在街上，周围都是来来往往的修士，也没人关注他们。这座城里有户姓赵的大户人家，族内有2-3个破虚境的老怪坐镇，还修有传送阵。子东来轻描淡写的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午夜宁道：“这个啊，因为这赵家是修武的，祖坟里有不少骨头都是质量上乘。小亮如果哪里被打坏了，我一般都会来这里进货。”子东来说完，似乎有点头疼，道：“不过最近赵家的货质量不太行了，也不知道那几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死，能不能死快点？啊，这合着这羊毛就逮着一只羊薅呗，不被你薅脱了才怪。”秦秦与午夜宁无语，若是让赵家家主听到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吐血3声。话说赵家有破虚境的强者坐镇，你们到底是怎么潜入进去的？秦秦半信半疑。潜入？嘿嘿，这不有白脸吗？子东来道。说话间，一行4人已经来到了赵家府邸的高墙附近，见其修的是庄严肃穆，端庄气派，占地面积虽远不能和吴府比，但在周边数座城池中绝对是一方势力。门前有几个家丁在看守，不过修为都不高，大概出入室一境。此刻赵府中几个长老正围在赵家家主身后，你一句我一句的商量对策，发泄不满。家主啊，祖坟今年已经被盗了3次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是啊，那盗贼甚至还留下字条，威胁咱们不准向几大宗门告状，真是坏事做尽啊！再这样下去，祖坟迟早有一天会被搬干净的，说不定咱们这把老骨头已经被人惦记上了。够了，够了！听着身后几人的嘈杂，赵家主心烦意乱，转身道：“你以为我不想抓住此人吗？只是……哎。”他重重叹息一声，道：“老祖特意告诫，此事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几次3番前来盗墓的，极有可能是3大邪教中的2个接班人啊！3大邪教，2个接班人。”听了赵家家主的话，几个长老顿时鸦雀无声。他们虽为家族长老，但并未突破至破虚境，平日里也最多在附近几个城池横行，虽听过3大邪教的威名，却不像家中老祖那般见多识广，知晓厉害。除了那3个天杀的邪教，谁还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干缺德事？赵家主满脸心酸，道：“祖坟被刨也就算了，毕竟里面的先人都已经死透了，可真要把邪教惹急了，咱们活人可是要陪葬的。这赵家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了说法。”赵家高层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开声讨大会的同时，秦秦一行4人已经越过赵府高墙，来到了一处后花园中。子东来拍了拍手，道：“你们放心，这条路是我研究过的守卫最少的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0秒后会有2个家丁过来巡查。”这么邪乎？秦秦左右看了2眼，与午夜宁一起跟子东来光明正大的逛起了花园。30秒后，几人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果不其然，2个赵府家丁迎面走来。谁？什么人？察觉到4人后，2个家丁神色一变，刚想有所动作，一个白面书生已经先他们一步出手了。百鬼生施展七煞幻点，眸中煞气翻涌，编织出无底的欲望深渊。一瞬间，那2个家丁仿佛入了魔怔，也不说话，也不拦着4人了，就这么呆呆愣愣的继续巡查。在外人看来，他们毫发无伤，只是有点失了智。他们现在好得很呢，沉浸在自己酒池肉林、妻妾成群的世界里，是多少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场景。子东来笑着开口，与这2个家丁擦肩而过，没有惹出任何动静。原来我中幻术就是这个样子，秦秦略作观摩。就这样，一行4人出了后花园，走在一条石板路上，两侧有4季青与葡萄藤，倒是别有一番意境。期间，几人又遇到2次守卫，都被百鬼生用幻术化解了。最终，他们停在了一间单独的平层房屋前。这里就是赵府设立的传送阁了，平时几乎没什么人用，都快荒废了，所以也没有守卫。子东来自信满满的推开房门，吱呀，一个中年男子站在屋内，愣愣地看着他们，正是刚刚开完高层会议，准备瞒着自己老婆出去与某个女宗主约会的赵家家主。秦秦一行人也愣住了，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屋内有任何气息，只能说明此人的修为远在他们之上，且不知为何刻意隐藏了气息。你们看吧，这个人肯定不是守卫。子东来硬着头皮道。4人回过神，刚准备跑路，却见赵家家主一声哎呦，捂着自己肚子龇牙咧嘴。哎呦，哪来的风啊，把我吹得偏头痛都给犯了，不行，得赶紧去茅房走一趟。赵家主扶着墙，神情痛苦，仿佛看不到秦秦4人一般，就这么他们面前经过，而后拐进了墙角。这4人面面相觑，赶紧窜进屋内，把房门紧紧闭上。另一边，赵家主则是欲哭无泪，着急忙慌地往祖坟方向赶了，心道：妈耶，2个邪教接班人已经够棘手了，这次又是哪出？盗墓也就算了，怎么还带摇人的呢？爷爷，你还在吗？从赵府偷渡出去以后，秦秦一行人又借用了数次其他宗门的传送阵，这才离开通天山脉，来到剑神宗所在的石谷山脉。相比之下，宗门的传送阵就要比世家的方便多了，因为他们是对外界散修开放的，只需要按规矩来，缴纳足够的灵石即可。而根据宗门的大小，传送法阵上所刻的纹路也有差别，一般中小型宗门能传送距离并不是很远。3天2夜后，
一行4人终于接近了剑神宗所在的山门，乃中原地带为数不多的挺拔高峰——九江72峰。从远处看，这72座山峰疏密不同，错落有致，上者入云霄，下者分江河，就像72把垂直笔挺的利剑，以不可阻挡之势，直直刺入大地。往下看，9条大小江河泾渭分明，从群峰中穿流而过，在阳光的映照下，如同9条翠绿色的宝石项链。它们生生不息地流淌着，最终汇入分隔江南与中原的主江漓江。可以说，整个剑神宗从上到下都是风景区，有山有水，美不胜收。与此同时，九江72峰内剑意纵横，毫不顾忌地向外四散，其并非人刻意为之，而是无数剑神宗高手在此修行，长年累月凝聚而成的。好浓郁的剑意，若能在这里修行剑道，定然会事半功倍。秦秦在远处感受了片刻，只觉心潮澎湃。不远处，许多年轻修士怀着激动的心情慕名而来，他们既可以在各山峰间自由穿行，并不受阻，也可以与峰内的剑神宗弟子切磋武艺，讨教剑道。因为没有人敢在这里造次。子东来从乾坤里取出一件高仿的剑神宗宗袍，抖擞2下，道：“晴子，等下我们去爬灵虚峰，你就换上这身衣服，然后伪装成剑神宗的弟子，混入剑灵。”秦晴一愣，皱眉道：“什么意思？你们不跟我一起吗？”子东来腼腆一笑，道：“实不相瞒，我和老白早就想给剑神宗扫扫墓了，奈何那剑灵只有剑神宗弟子能进，我和老白又不懂剑道，所以……”武叶宁一听，顿时恼了，揪着子东来的衣领道：“红毛，你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说的搭把手？你这不是让小晴子一个人去送死吗？”“哎，小武，我可警告你，打人不准打脸哈！”子东来指着武叶宁的鼻子，强势威胁。叶宁，先冷静，听东来把话说完。白鬼生也在旁边拉架。武叶宁甩开手，眼神冰冷。子东来厚着脸皮笑了笑，道：“咱3大邪教，4大恶人，对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能让晴子一个人冒险呢？有屁快放！”武叶宁道：“嘿嘿，根据我和老柏之前的观察，这剑灵内部几乎没什么人出入，也就每隔2年，剑神宗上下弟子会去参拜一次而已。也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其实不是剑灵，而是如何躲过剑神宗弟子的盘查，混入剑灵。这不就轮到我们出手了吗？不然谁在外面接应晴子？”子东来两手一摊，摇头晃脑道：“所以啊，每个人都是计划中的重中之重，乃缺一不可也。不行，太危险了，让小晴子一个人深入剑灵，我不放心。”武叶宁果断拒绝。失败了呢？如果计划失败，如何脱身？就在这时，一旁沉默许久的秦晴突然开口：“小晴子。”武叶宁微微动容，猜到秦晴要说什么了。当当当当，子东来抽出一张传送符，又顺带将骷髅怪小亮取出，道：“晴子，你到时候就把小亮带上，只要能成功进入，我将提供一切支援。若有变故，小亮也能拖延不少时间，足够咱们横渡虚空了。”听完后，秦晴陷入了衡量。骷髅怪小亮虽是由一根根骨头拼接而成的，但许多骨骼格外不凡，在幽冥咒的加持下，足以抗衡一般破虚境的大能。子东来肯将他和传送符一起掏出来，诚意肯定是够的。如此来说，这个计划倒也不是不行。秦晴沉声自语：“不行，小晴子，你不准去。”武叶宁拉着秦晴衣角，面露忧色。秦晴道：“大小姐，你就让我试试吧。若是真能搞出一把剑来，就小白有望了。而且剑灵这种地方意义特殊，一般禁止争斗，对咱们有利。”可是武叶宁张了张嘴：“大小姐请放心，虽然我修为没你们高，但我有一个本事，那就是跑得比你们快啊！”秦晴朝他眨了眨眼。一番纠结后，武叶宁还是不情不愿地应下了。子东来激动地搓手，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说出计划，就是吃准了秦晴与武叶宁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看来也确实如他所料。至于骷髅怪小亮，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事情顺利，狠捞一笔；情况危急，能卖就卖。几人盘坐在一起，简单商量过后，开始按计划进行。秦晴先进草丛里换衣服，出来后俨然一副风度翩翩的白衣剑侠模样。若是几年前初出凡尘时，他还有几分稚嫩模样，现在则更多的是俊秀与坚毅。由于常年练剑与修行造化天成功的缘故，秦晴身上自带一股两面为刃、挺拔向上的剑意，眸光闪烁间难掩其芒。可在这股凌厉剑意中，似乎又有一种隐藏向下的沉稳，扎根大地，厚实万钧。我靠，晴子，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完全和剑神宗弟子一模一样啊！要不你直接叛出万血海，拜入剑神宗算了。子东来啧啧称奇。之后，武叶宁、子东来、白鬼生3人一组，率先往灵虚峰方向飞去。秦晴则在他们离开一段时间后，单独飞向剑神宗。一路上，同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男女老少皆有，大部分都是前来参观的散修。有人看到秦晴穿着的衣服，身后还背着一把墨金长剑，都会露出敬仰与羡慕的神色。接近九江72峰时，剑神宗的弟子多了起来，许多英姿飒爽的身影脚踏长剑，在各峰间穿行，一举一动潇洒俊逸。山峰上，不少剑神宗弟子在练剑，引得一众散修驻足旁观，眼泛金光，想偷学个一招两式。对此，剑神宗并无明确管束，各弟子也心无旁骛，专注于自己的修行，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大宗之气啊！秦晴不由得感慨：“师兄，这位剑神宗师兄。”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少女的轻唤声。起初，秦晴并未意识到那人是在叫自己自顾自的飞行，直到那少女道：“那个背着墨金剑鞘，个子挺高，长得有点小帅，好吧，还挺帅的高冷不理人的剑神宗师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咦，
好像有人在说我帅。秦晴一愣，停下脚步，转身见一青衣少女追了上来，正满脸狐疑看着他。师兄，你真是剑神宗弟子吗？怎么喊你那么多声没反应？一叫帅哥你就答应？少女15、16岁的样子，一双眸子明亮，看打扮应该不是普通散修。嘿嘿，那个我肯定是剑神宗弟子啊，只是刚才走神了。秦晴干咳2声，故作镇定。是吗？少女半信半疑，但没有表现出不敬，只是道：请问师兄知道不两峰藤剑阁怎么走吗？在下是附近清源剑宗推荐过来的弟子，想试试能否通过神宗试炼。不两峰藤剑阁的话好像在。秦晴左指右指，讪讪一笑。那个师妹，虽然我是剑神宗弟子，但平时是个死肥宅，只待在自己的山峰，所以对其他地方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好吧。青衣少女心里嘀咕，这师兄难道不是通过试炼进来的吗？不两峰啊，左手边第6峰，你直直往前飞，看到成片的淡粉色桃花林便是了，那里的景色很美哦。就在这时，又有女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两人循声望去，见一个20来岁、身材高挑的女子翩然飘来，脸上带着温婉的笑意，眉眼间似乎还有点小俏皮。真的吗？多谢师姐。青衣少女连忙道谢。不用谢，期待你的好消息哦。高挑女子摸了摸青衣少女的头，目送她离开。秦晴见这女子长得年轻貌美，又对剑神宗各个山峰如此熟悉，想必是哪个峰主的得意弟子，便也恭恭敬敬的一拜，道：师姐好。听到这个称呼，高挑女子微不可察的一愣，眼波流转，嘴角微微上扬。这位师弟，你平日里在哪座山峰修行？怎么有点面生啊？高挑女子笑着开口，一颦一笑间有种温柔的亲和力，让人如沐春风。秦晴挠了挠头，按照子东来提供的信息道：师姐，我是平凉峰的，平时喜欢蒙头练剑，故与各峰师兄弟接触的较少。原来如此。高挑女子点了点头，道：吃鱼修行固然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咱们剑神宗有如此多的美景，不去欣赏太过可惜了，多走走，也许会对剑道有意想不到的提升。师姐指教的是。秦晴神情谦逊。女子这番话确实不假，剑神宗许多地方都有剑道高手误剑的痕迹，也许在一棵古树下，也许在一片草坪中，也许在一块不起眼的大石上。两人闲聊几句后，秦晴便委婉地表示自己还有事情处理，打算告辞。哦，师弟今天难得出山，是有什么大事要办吗？女子好奇地问道。秦晴看女子如同知心大姐姐一般盯着自己，不好推脱，便道：实不相瞒，在下修行剑道时遇到了一些瓶颈，只觉心情烦躁，想到剑林中静坐几日，以求突破。哦，剑林啊。女子若有深意，故意道：那个地方是先辈埋骨之地，平时很少有弟子去的，毕竟除了缅怀，也难以参悟到东西。不过对于静心凝神，却有奇效。是吗？那真是太好了。秦晴听了，心中稍松了一口气，按道红毛那家伙的情报还算靠谱。既然如此，我也不耽搁你了，去忙呗。女子不再多说，眨眼道：以后若是还有修行上的问题，尽管来找我，我会认真的教你哦。知道了，多谢师姐。秦晴拱手，心道：别了吧师姐，再见面你怕是要宰了我。两人就此别过。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行过10几座山峰后，秦晴终于见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灵虚峰。与其他山峰相比，灵虚峰就冷清寂寥得多了，孤零零的屹立在那里。上面没有人受剑，没有繁多的建筑，也没有人高声喧哗，即便偶有遇见路过的弟子，也会放缓速度，以示尊敬。灵虚峰最高处可以看到一个多层次的圆弧形的建筑，威严肃穆，中央铸有一把巨型的石剑，经过了无数年的风吹雨打，依旧傲对苍天。巨剑上刻有剑灵2字。秦晴降落在剑灵附近，剑入口外有几个剑神宗弟子在看守，为首的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大叔，其余几个都是年轻人。此时午夜宁等人正立在门口，与他们攀谈着什么。这位师兄，你就教我2招呗，我从小就有个剑侠梦，对剑神宗可崇拜了子东来凑在中年大叔近前，一点成年人的边界感也没有。小兄弟，你们要真想学剑的话，就去其他山峰看看吧，或者直接去不两峰入藤剑阁，只要过了试炼，咱们以后就是同门师兄弟了。但在这里实在不能胡闹。大叔脾气也是挺好的，这种情况都没给子东来2耳光。还有大叔，其他地方人太多了，人家害羞嘛，反正你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给我来个手把手教学。子东来眨了眨眼睛。大叔身后其他几名剑神宗弟子都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道：这染发的家伙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不行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中年大叔感觉浑身不自在，大巴掌按着子东来的脸把他推开。这个过程中，百鬼生可没闲着，在这里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施展7煞幻点，只能用眸子一点一点影响面前几人的心神，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们植入幻觉。眼见子东来拖不下去了，午夜宁急忙接上话道：那大叔，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秦霄的弟子？20来岁，几年前拜入剑神宗的。秦霄。闻言，中年大叔作思索状。那是我哥，如果你们认识的话，麻烦告知他在那个山峰，我们找他玩去。午夜宁笑着开口，一副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秦霄。中年大叔看向身后几个弟子道：你们都是年轻人，认识秦霄吗？小杨，你也是几年前进来的，对秦霄有印象吗？秦霄，没有。几个弟子都是摇头。那姓杨的弟子师兄，咱们剑神宗弟子众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认识？也是。中年大叔回头道：实在不认识，你们去别处问问呗。那个我哥很好认的，大概比我高一头，
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时常背一把墨金长剑晃来晃去，眼皮一单一双，鼻梁很挺，平时很乖很听话。午夜宁尽力比划着，听着午夜宁的描述，几个剑神宗弟子又开始回想了，情不自禁在脑海里脑补秦霄。百鬼生双目微眯，借着这个机会细微调整幻术的力度。终于，一个意志较弱的弟子被百鬼生突破了心理防线，嘀咕道：“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他，背着个墨金剑鞘。”有了他这句话，其他几个剑神宗弟子的脑海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潜意识中相信秦霄这么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哦，我想起来了，你哥是不是平时不爱说话，看起来很高冷的样子，实则是个热心肠，还会背老奶奶下山路？有弟子道：“啊，对对对。”午夜宁小鸡啄米般点头。那弟子一拍手道：“他呀，在灵道峰呢，我路过那里时见过他一面。”真的吗？午夜宁欣喜，听你们这么说，我也有点印象了。前2年参拜剑灵时，秦霄师弟好像就站在我不远处，上一次看守剑灵的好像就是他。中年大叔也是道：“哎，我也想起来了。”几人你一句我一句，将秦霄的人物形象塑造得越来越立体。这个时候，穿着高仿剑神宗衣袍的秦霄才适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背着墨金剑鞘，高冷模样、身高、体型都与他们记忆中的形象完全吻合。几人受午夜宁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及百鬼生幻术的影响，完全没察觉到哪里不对劲。咦，这不秦师兄吗？一个年轻弟子见状道：“秦霄师兄，这里有人找你。”哦，何人？秦从容走来，眸光锐利，身上散发着常年练剑才能形成的独有气息。他打量了面前3人一眼，惊疑道：“小宁、阿东、白子，你们怎么来了？”哥，秦子。午夜宁喜出望外，本来打算抱上去的，结果被子东来那家伙抢先一步，顿时气呼呼。秦子啊，我想死你了啊！子东来抱着秦的腰，眼泪汪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他胸前蹭。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别乱蹭行不行？秦满脸嫌弃。哥，你不在灵道峰修行，怎么跑这里来了？我们和几个师兄聊完，正准备去找你呢。午夜宁走过来，小宁，几年不见，你长大了不少啊。秦在他头上揉了几下，沉声道：“最近哥在修行中遇到了一些瓶颈，心烦意乱，听一位师姐说剑灵可以助人静心凝神，故此过来一试。为了这个啊。”剑神宗的中年大叔走了过来，师兄好。秦拱手行礼。关于静心凝神，剑灵确实有这方面的说法，历年也会有弟子选择进去盘坐1、2，尤其是王文甲师弟。大叔道：“王文甲。”听到这个名字，秦几人都是心中一动。这王文甲不是别人，正是剑神宗年轻一代的剑道第一人，平时极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却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师兄，你说的这位王文甲师兄，他现在在剑灵里吗？子东来指了指剑灵的入口，试探道：“在啊，他算是这里的常客了，经常一进去就是1年半载，也许只有他这种天资才能在里面参悟到东西，我们自愧不如啊。”大叔感叹道。闻言，秦几人心中一沉，若是有寻常弟子在里面也就算了，还好处理一点，可偏偏是个王文甲，这无疑是一大变数。秦师弟，你不是要进剑灵吗？怎么面色怪怪的？一个剑神宗弟子稍感疑惑。其实几人在灵外看守，并不是怕有人强闯破坏，相反，剑灵内的禁制十分强大，他们只是防止闲杂人等进去嘈杂不敬而已。对于宗内弟子，几人还是比较宽松的。没事，我这就进去。秦开口，刚准备迈步，忽然察觉衣角被拉住了。午夜宁面带忧色道：“哥，你先别进去了呗，几年没见了，不陪我们到处玩玩吗？”他的意思很明显了，计划有变，不想让秦再涉险。秦笑了笑，柔声道：“小宁，既然哥来了，一定进去试试，也许很快就能突破瓶颈呢。如果实在不行，哥再带你去玩好不好？”午夜宁不说话，也不松手。子东来见状，急忙上前拉开他，道：“宁妹子啊，你哥说的对，这吃喝玩乐，儿女情长啥时候都可以，修行才是重中之重。”午夜宁狠狠跺了他一脚。计划，按计划行事。子东来龇牙咧嘴的传音。秦不再犹豫，来到中年大叔面前，道：“师兄，那我便进去了，麻烦几位帮我照看下妹妹，她年纪小，喜欢意气用事。”没事，师弟你放心去吧。中年大叔等人应下。于是秦转身向剑灵内部走去，脚下踩的是一条宽敞通道，顶部每隔一段距离便设有天窗，前路也没有门户阻隔，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很快，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入口处。午夜宁再怎么担心也没用了，只好继续按照计划给秦最大的帮助。只见他取出一个纸盒子，将里面的卡牌一字摊开，道：“几位师兄，你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和我们玩个好玩的。”咦，这是什么？剑神宗弟子凑过来，见这些卡牌上刻有从未见过的图案，有的则是古怪的人物，对角上都写有符号，似乎代表某种大小关系。这个东西叫扑克，是从我们村那边带过来的土特产，对角的符号呢叫数字，是一个叫阿拉伯的人发明的。午夜宁介绍道。几人从未见过这稀奇玩意儿，顿时来了兴致，道：“妹子，你倒是说说这卡牌怎么玩？”那玩法就多了去了，什么斗地主啊，推火车呀，抢银行啊，我先教你们最基本的呗。这张上面的数字叫3，是牌组里面最小，这个叫大王，是最大的，大王和小王可以组成最厉害的炸弹。午夜宁开始叽里呱啦说起规则来，听得旁边几人是云里雾里，半懂不懂，但都兴趣浓厚。边玩边学吧。有人想玩斗地主吗？
来2个人报名。武叶宁道：我。子东来踊跃举手。最后，武叶宁、子东来、中年大叔组成了一局，3人盘坐在3个角，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牌，后面各围了几个弟子。哎，师兄，你走3、4、5、6、7啊，5、6、7、8、9啊，这不2副顺子吗？干嘛要走中间的对子？有年轻弟子在中年大叔后面指手画脚。去，别站我后面，你把我的牌都曝光了，我还怎么打？观棋不语真君子，懂不懂？大叔训道。切，论剑道你比我厉害，这打牌我可不虚你，要是刚才这么走，现在早赢了好吧？年轻弟子道。果然，在武叶宁行云流水的进攻下，中年大叔输了个彻底，与他一边的子东来纯属躺赢。都怪你在我旁边干扰我的思绪，哎，你来，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赢得过大妹子。大叔不服气了，把牌一扔，吆喝那年轻弟子过来。年轻弟子早就蠢蠢欲动了，信心满满，接替大叔的位置。武叶宁掩嘴偷笑道：大叔输了就输了，这惩罚可不能少哦。中年大叔老脸一红，拿出纸条沾点唾沫贴在自己脑门上。武叶宁写好了牌，重新给他们发。另一边，秦晴已经来到了剑灵的内部。这里的空间敞亮，各种的结构并不复杂，顶部有天光照射进来，通过空隙可以看到巨大的石剑。地板则同样是的圆弧形的设计，一圈一圈向内延伸，每一层都刻有不同的纹路。秦晴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个恐怖的杀阵，只是处于沉寂状态，若是察觉到有人闯入，阵法将会激活。不过到目前为止，秦晴还没看到任何一把剑，也没有见到在外面提到过的剑神宗年轻一代最强者王文甲。看来这里别有洞天。秦晴表现得很自然，仿佛一名真正的剑神宗弟子，坦然往里面迈步。走过几层台阶以后，秦晴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剑前方立着数块石碑，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着许多小字，笔锋苍劲有力，剑意凛然。难道这里就是剑神宗弟子平时参拜的地方？秦晴简单看了一下石碑上的内容，大概就是剑神宗从无名小宗到发扬光大的种种历史，出现了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让剑神宗逐渐成为与武家、天运圣地齐名的中原大宗。之后开天剑祖出世，让剑神宗名震五域。在后面便是一些近代的内容了。秦晴没有多看，绕到石碑后方，见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盘旋台阶，应该是时常有人打扫，干干净净，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就在这时，秦晴神色一动，挥手将眼泛青光的骷髅怪小亮取出。怎么样，晴子，有收获了吗？对3，要不起。小亮张了张嘴，那边传来子东来的声音。莫呢，估计得往下面一层走走。还有，你编什么怪动静？秦晴皱眉道：没事，我正在一心二用，帮你分散外面人的注意力呢。王炸！剑灵外，子东来鼻头上贴着纸条，猛地甩出大小王，与一众剑神宗弟子玩得不亦乐乎。丫的，你小声点，这里面还有姓王的呢。秦晴急忙提醒道：知道了，你慌啥子嘛？那王文甲要是在附近的话，咱俩早就暴露了。骷髅怪小亮摆摆手，在幽冥咒的催动下，俨然成了子东来的分身。走呗，下去看看。他迈开脚步，两人顺着台阶来到下面一层，见这里依旧是一个空间广阔的环形的场所，不过不再是由天光照明，而是四周墙壁上的镶嵌着的精纯灵石。灵石与灵石之间留有区域，每个区域中都插着一把锋利无匹的利剑，但不再显露出威势，似乎随着他们的主人一起陷入了永远的沉寂。利剑所在的位置便是剑神宗历代高手葬身的位置。秦晴没有妄动，这里虽然没看到王文甲，但贸然接近葬剑地的话，很可能激活脚下所踩的杀阵。卧槽，发达了，这下真的发达了。这里每把剑至少都是圣兵，他们主人的骨骼一定极强，若是由幽冥咒催动，说不定可以发挥生前的几分战力。骷髅怪口中传出子东来激动的声音，紧接着他从身上一堆零部件里抽出一块骨器，上面刻有神异的道痕与玄纹。让秦晴吃惊的是，这些道纹竟然与封印之门内的明暗痕那般，是不断变化的。嘿嘿，有了这件宝贝，咱们就能不触发防御大阵，而破解这些圣剑周围的禁制了。子东来期待不已，向四周的墙壁走去。对于这一幕，秦晴却是皱起了眉头，想要打开通天塔第6层以及各宗强者布下的禁制，单靠一把圣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转身往更下面一层走去。骷髅子东来一愣，忙追上去道：去哪呀，晴子？你不会真打算去找开天剑吧？那玩意儿连剑神宗的人都施展不了，咱们更别想了。羽冰至少需要一把羽冰才行。秦晴自语着，踩着阶梯往下。若是能得到一把羽冰，再以造化天成功加持，他才觉得有机会救出小白。那个，要不咱见好就收？再往下走可能会遇到那个姓王的家伙，到时候可就麻烦了。子东来循循善诱道：不收，你要取圣剑的话，就在上面取吧，我不拦你。秦晴道：不是晴子，你真以为破除这些禁制是闹着玩啊？那是需要全神贯注，耗费大量时间的。这期间你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咱俩前功尽弃了。子东来开口倒不是惯着秦晴，而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想计划失败，毕竟进入剑神宗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过台阶，来到了更下面一层。与上一层相比，这里插着的神剑明显少了一大截，但空间中弥漫的威压却更强了。显然，神剑的主人要强于上一层。一瞬间，骷髅怪子东来看得眼都直了，道：我靠！骷髅怪3号有着落了，名字就叫小剑吧。他胆子比较小，都不敢想这里的骸骨能强到什么地步，若是带走一具，绝对会爽翻天。喂！剑灵外，几个剑神宗弟子还在与武叶宁等人围坐在一起斗地主，每个人脸上都或多或少贴了几张纸条。
看着发呆傻笑的紫东来，中年大叔催促道：“红毛，该你走牌了，想什么呢？”好好好，556677。紫东来美滋滋地甩出几张牌，思绪早已飘到了剑灵里面。不过这一层依旧没有王文甲的身影，感知之下，附近也没有任何修饰的气息。秦晴在墙壁前转了一圈，见这里除了几十把大成圣剑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把巅峰圣兵，其兵魂虽寂，但锋刃依旧闪烁寒芒。若按修为来算，这些剑的主人都可以担任宗主或者位高权重的长老了。照这个趋势，下面一层极有可能会出现羽兵。秦晴稍作沉吟，还是不太满意，决定继续往下。不是晴子，这都巅峰圣兵了，你还不满意啊？谁能一口气吃成胖子？紫东来急坏了，忙拦在秦晴面前。而且越往下的禁制越厉害，我这法宝不一定能破解开啊！万一遇到王文甲呢？跟他打一架？紫东来抛出一连串问题，欲让秦晴知难而退。羽兵，一定要羽兵！秦晴态度坚决，不论紫东来怎么施压，都不被他牵着鼻子走。最终，紫东来只能服软了，依依不舍地与自己的骷髅怪3号小剑告别。就在两人准备迈步前往更深一层的剑灵时，一道飘渺的白影从紫东来余光处平移而过，无声无息，如同鬼魅。卧槽，什么东西？紫东来被吓了一跳，一把挽住了秦晴的胳膊，向后张望。你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秦晴白了紫东来一眼，只当他又在耍花招，便道：无论如何，我都要下去的，你就别耍什么小心思了。紫东来惊疑不定，道：不是晴子，刚才好像有个白白的东西飘过去了，你没看见吗？而且没有任何修为的波动，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想说这剑灵里闹鬼，把你吓着了不成？秦晴笑了笑，道：一个眼冒绿光的骷髅怪告诉我他怕鬼，你觉得我信吗？不一样好吧，我这个骷髅是靠幽冥咒维持的，民间流传的大部分鬼也是由术法、执念或者元神残影形成的，可有一部分是真正涉及鬼门关、轮回的。紫东来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道：他们触及到了某些领域，进入了假死还生的境界，是真正的大恐怖。鬼门关、假死还生，听到这几个词，秦晴神色一凝。踏过天关漫道时，在门的另一端，6位碧霞丹教的老祖也曾提到鬼门关，他们最终未能成仙，但以时间来推断，几人可能炼制出了某种延续寿命的仙药，存活了漫长而悠久的岁月，不知达到了哪种境界。但是关于鬼门关，他们却一语带过，仿佛涉及某种隐秘。紫东来能说出这个词，无疑不是空穴来风的。一时间，秦晴真的有点被唬住了，不知道紫东来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哎呀，你没修过幽冥咒，跟你说了也不懂。总之剑神宗这种地方，可能真的会诞生出生死二境的鬼。紫东来道。秦晴沉吟片刻，道：那又如何？你如果害怕的话，我把你收回乾坤里，自己下去。都到这一步了，他不能被虚无缥缈的鬼怪之说给吓住。哎，别，你一个人待着肯定很害怕对吧？我还得保护你呢。紫东来嘴硬，紧贴秦晴，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两人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来到剑灵地下第3层。也不知道是不是紫东来那番话引起的心理作用，秦晴忽地感觉周围空气阴冷了几分，在这寂静而又密闭的空间里，他能将自己的心跳听得一清二楚。我说晴子，要不咱还是回去吧，我感觉这地方怪邪门的。紫东来张望四周，第一时间打起了退堂鼓。他知晓一些隐秘，在他看来，鬼好像是比剑灵内部的大杀阵还要恐怖。可惜的是，秦晴已经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吸引了，喜形于色，压根听不进他的话。这里葬着的剑比上一层更少了，墙壁上留有大面积的空缺，然而几乎每把剑都是巅峰圣器，很难想象一个剑神宗竟然出过这么多剑道高手，足以见其底蕴之深。这其中有2把神剑明显超然于其他，感受其气息，似乎不止初级羽兵，很可能步入了小成羽兵之列。秦晴欣喜，快步走到一把泛着点点青光的羽兵面前，道：阿东快过来，咱们就到这里。话没说完，秦晴突然感觉背后一凉，汗毛耸立，就好像有一抹鲜艳的红唇在他脖子后呼了一口阴凉的哈气。回首看，紫东来依旧站在原地，距离他还有段距离。你吹我干什么？赶紧过来破解禁制，如果顺利的话，这把剑还有它主人的骸骨，咱们都能带走。秦晴不自然的道。我靠，你在说锤子？我离你这么远。紫东来不明所以，向秦晴靠过来，可刚走2步，他的脚步便僵住了。晴子，你背后。紫东来颤颤巍巍抬起一根手指，墨绿色的眸光急促跳跃，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听到这句话，秦晴瞳孔一缩，隐约间感觉有头发丝垂在脑后，痒痒的。他猛地转过身，可面前空无一物，除了一把羽兵插在墙壁上，半点神通术法的波动也没有。你这家伙，咱们又没被发现，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好不行？赶紧倒东西走人。秦晴心脏砰砰跳个不停，把紫东来拉了过来。紫东来欲哭无泪，道：晴子，你胆子这么大的吗？咱还是溜吧，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秦晴按着他的肩膀，故作镇定，道：你一个骷髅身有什么好怂的？大不了把我卖在这里，本体抽身而去呗。如果计划成功了，你可是血赚啊！紫东来犹豫再三，还是被秦晴拿捏了想法，道：好吧，那你可得保护我哈。秦晴郑重的点点头，但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暗道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红毛搞的鬼？可看他的样子，又不像装出来。就这样，紫东来半推半就的盘坐下来，开始破解藏剑地附近的禁制。只见他手中那个古器法宝闪烁灵光，与禁制接触的瞬间，上面的各种道纹瞬间有了变化，一个个符号快速闪跃，与禁制上的纹路相匹配。这个过程中，紫东来需要全神贯注。没过一会儿，古器法宝周围的禁制便被消融出了一个小口子，且还在继续扩展，没有触发任何异动。
太好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面前的禁制就可以完全破除了。雨冰、小白、秦秦站在紫东来身后，难掩心中的激动。自从紫东来盘坐下来以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头发丝、冷哈气等诡异现象都没有再出现，不得不让秦秦怀疑刚才是紫东来在暗中搞鬼。而随着时间的一点一滴的推移，紫东来也渐渐放松了心神，开始期待禁制打开以后的种种。阿东，还要多久？就在这时，紫东来耳边传来秦秦的声音，同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旁边的秦秦浑身一震，因为他并没有张嘴，可这句话的声音与他一模一样。快了，快了！紫东来毫无防备的扭头，见一女子的脸贴在镜前，黑漆漆的眸子，毫无血色的脸庞，披散在地的黑色长发，以及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完全就是一张鬼脸。啊！紫东来的惨叫声传遍整个剑林，阵阵回荡。剑林外正在打牌的中年大叔耳朵一动，与此同时，剑林更深处，一名男子从修行中睁开双眼，眉头微皱。这青年不到20岁的样子，剑眉星目，盘膝而坐在层层环形刻纹的中央，膝上横着一条柳剑，一根竹剑。在他面前垂直插着一刃，剑锋流转着金色的纹路，时隐时现，剑柄与剑刃连接处像有几块灰白色的石头，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搭配在一起，看起来格格不入。这把剑正是剑神宗有史以来最强之刃开天剑。据传闻，开天剑祖年轻时意气风发，遍寻天下，以多种不知名的稀有金属铸造了这把剑，本以为可以天下无敌，不曾想却在一次对敌中被折断了。从此以后，开天剑祖落下了心魔，也不修剑，就浑浑噩噩地游荡在凡尘中，时常对着断剑自言自语，说一些疯话。几千年来，世人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最近一次，有修士见他满头白发，衣着破烂，蹲在凡俗小城的角落中给孩童讲故事。然而，就在世人唏嘘感慨一代天骄应剑而生，终是要因剑而亡时，有剑芒惊天，震动四方，已是晚年的开天剑祖，他在剑芒中放声大笑。至此，这把略显怪异的二代开天剑问世，开天剑祖也凭借他开启了自己一剑荡北域，万剑平意乱的辉煌一生。此后十几万年，无数开天剑的仿品流传在世间，但凡能临摹出其一点神韵，都是不小的提升，可见这把剑的剑势有多强。可惜的是，自从开天剑祖离世后，这把神剑就一直沉寂在剑灵深处，催动起来极其困难，纵使其他剑祖也驾驭不了。不过，它依旧能起到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没有人敢轻视其任何一缕剑威。唉，老祖当年到底是顿悟到了什么，才能做到超脱枷锁，追求极境呢？王文甲叹息一声，看向手中的两把剑，一竹一柳，一刚一柔，这正是他如今要走的道。算了，先去检验一下这段时间的修炼成果吧。王文甲起身，看向头顶。剑林外，中年大叔微微侧目，看向身后的入口处，道：“你们听见没有？刚刚里面好像有人喊了一声。啊，有吗？会不会是小五甩牌的声音？”此时，紫东来被轮换在一旁，额头渗出几滴冷汗。午夜宁察觉情况不妙，忙呵呵一笑，道：“是啊，哪有什么声音？”他朝百鬼生使了个眼色，又看向其他几个剑神宗弟子，道：“你们听到有人叫了吗？”这些剑神宗弟子当中，就属中年大叔修为最高，其他几个年轻人在七煞幻点长时间的渗透下，几乎完全不设防了。百鬼生心念一动，他们便乖乖听话。没有啊，没听到。几人都是摇头。奇怪，难道是我听错了？中年大叔略作迟疑，但这么多人都表态了，他也便不再多想。午夜宁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剑林地下3层，秦秦紧紧地捂着骷髅子东来的嘴，奈何他已经嚎出去了。秦子，有鬼！鬼！子东来含糊不清地说着，一刹那的功夫，那鬼脸已经消失无踪。我听见了。秦秦神色凝重，松开手。他虽然没看到鬼，但却清楚听到了声音。这地方确实存在某种不干净的东西。那我们还要继续吗？那女鬼可能还会再来。紫东来心虚的开口，古气法宝周围的禁制已经破解了一大半，现在被迫停止了。秦秦沉着脸转身看向台阶处，道：“现在当务之急，恐怕要考虑如何脱身了。”只听那里传来稳重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青年缓步走了上来，背负竹柳，体态匀称，入眼只有秦秦一人。骷髅怪小亮早已被他收入乾坤。师兄好！秦秦恭敬一拜，感受秦秦的气息与穿着。王文甲轻咦一声，道：“这位师弟，这里刚才是否还有另外一人？”秦秦摇了摇头，道：“不曾，一直都是在下一人。”哦，是吗？王文甲看了眼秦秦身后的禁制，微微一笑，道：“许久没有外出，手生得很。既然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不如师弟陪我练练剑。”秦秦心中一沉，道：“师兄在剑林中出手，恐怕对先辈不太尊敬。”王文甲摆摆手，道：“没关系，咱们宗主脾气很好，不会怪罪的，只要悠着点，别触发禁制就行。”秦秦知道计划进行不下去了，便道：“文甲师兄在下修为低弱，不是你的对手，认输，认输。”说，他直接向台阶处走去，想尽快脱身。不试试怎么知道？出剑吧！却见王文甲眸光一寒，猛地抽出竹剑，朝秦秦挑来，竹身韧劲十足，竹锋上剑意纵横。秦秦只侧身闪躲了几下，便被王文甲的剑招追上了，实在躲避不开，只好出剑抵挡。噌！冰魄神剑出鞘的刹那，锋芒乍现，在造化天成功的加持下，无往不利，有巅峰之象。王文甲吃了一惊，忙闪身躲避，但脸上无不惧意，反而战意盎然。原来师弟深藏不露啊！不要留手，尽管刺来。他拦在秦秦离开的必经之路上，再次袭来，普通竹剑在他手中竟然比一般的玄冰还要厉害。
显然，王文甲年纪轻轻便已达到不求其形，只求其意的境界。师兄得罪了。秦晴不敢有丝毫大意，挺冰魄神剑与王文甲过招，战了10几个回合，硬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王文甲的竹剑虽不及冰魄神剑之力，但他身姿灵动，指使巧劲，每次都用竹身抵在冰魄神剑的剑面上，让秦晴有力使不出，有竹斩不断。秦晴不想久拖，见墨金剑鞘也使上了，一剑一鞘齐动，只求速战速决。几招下来，王文甲被秦晴逼得不断后退，好几次都差点败下阵。好招式！王文甲暗暗心惊，不得不抽出柳剑帮衬。与竹剑相比，柳剑少了几分杀伐，却多了几分灵活与凶险，时常卷在秦晴的剑桥上，让他束手束脚。一时间，秦晴与王文甲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一人修为高，一人兵刃厉害，双方见招你来我往，各有输赢。不过两人心里都清楚，双方各有收敛，若是施展全力的话，极可能触动剑灵内的禁制。就在这时，秦晴乾坤里的子东来坐不住了，直接挣脱出来，对着王文甲就是一记鼓掌。噗！王文甲正酣畅淋漓的挥剑呢，哪能想到剑招里会混进一个大巴掌，当场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大口吐血，倒飞出去。是你！好你个盗墓贼，竟然偷袭我！王文甲摔趴在地，瞬间认出了这江湖上鼎鼎有名的盗墓贼骷髅怪小亮。晴子，我们走。此时子东来也顾不上什么剑神宗大能的骸骨了，扛起秦晴，二话不说就往外跑。与此同时，剑灵外的子东来正在给午夜宁和百鬼生传音，实时播报计划进度与变故。得知计划落空，最新沉于紧张无疑是午夜宁。他传音道：知道了，先别管剑，赶紧带着小晴子出来。三人计划，只要秦晴出来，立马催动传送符离开。旁边的剑神宗弟子尚未察觉异常，还在津津有味地打着牌。可恶！你们两个盗墓贼，休想逃！剑灵中，王文甲恼怒，怎能放任秦晴与子东来这般离去？只见他擦去嘴角的血迹，双手快速结印。这一刻，剑灵中所有神剑齐齐一震，一股极其沧桑的剑意蔓延而出。在王文甲的手段下，这剑灵中沉寂漫长岁月的一把神剑，竟然有要苏醒的迹象。坏了，那家伙竟能凭借剑神宗的法，引动万千剑士于一身。秦晴大感不妙，在剑灵中与王文甲这种剑道天才撕破脸，无疑是下之策。可惜他们没有选择了。这会儿功夫，子东来已经凭借骷髅身半吊子的破虚境修为，带着秦晴来到了地下第1层的位置。纵观之下，剑灵中的每把剑都在颤动，一缕缕剑意飘散而出，向着深处的王文甲汇聚，在他身前凝聚出一把虚幻的剑影。王文甲眸中闪过金光，并指如剑道：去！下一刻，这把集万千剑意于一身的虚幻剑影激射而出，速度之快难以想象，转眼间便追到了骷髅子东来身后。我靠，这什么鬼？子东来吓了一跳，墨绿色的眸光差点熄灭，忙扛着秦晴左躲右闪。这一剑的威力太大了，远超一般的破虚境，若是被斩中，他这骷髅身非得散架不可。然而不论子东来闪到哪里，这把剑影就追到哪里，一股一剑在剑灵中疯狂绕圈，两者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感受着逐渐逼近的恐怖气息，秦晴面色凝重，而暗地里子东来早已在思考怎么卖他了，只是心疼自己辛苦拼凑的小亮，迟迟下不去手。午夜您给子东来传音，你俩什么情况了？小晴子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就到门口了。子东来糊弄着，心道：对不起了小五，哥也不想让你守寡，可不卖晴子，咱们可能都走不了了，你别怪你东哥哈。可正当他准备舍弃秦晴和小亮，直接带着百鬼生开溜时，被小亮扛在肩头的秦晴有了动作。秦晴一手执剑，一手执鞘，双目中剑意狂涌，浑身武艺腾腾，正是造化天成功。既然如此，只好赌一把了。秦晴低声自语道：让我来试试，到底是这剑灵中的万剑虚影厉害，还是万古一剑开天剑厉害？说话间，他将造化天成功施展到了极致，载与气形成回路，密不可分，剑意与武艺在三者间疯狂流转。而后，秦晴缓缓抬起冰魄神剑，眸光熠熠，剑尖所指正是身后追杀而来的虚幻剑影。看到这一幕，走出台阶的王文甲微微一笑，道：自不量力。晴子你疯了，这一碰，你半条命都要没了。子东来也是道。两人不知道的是，随着秦晴的动作，剑灵深处那把至今无法被任何人驾驭、镶嵌着石头的怪异开天剑震颤了一下，而冰魄神剑也是在这一刹与王文甲凝聚而成的万剑之影碰撞在了一起。轰！剑波扩散，声势浩大，万千剑影易散，化作虚无。秦晴面色苍白，咧嘴一笑，手中冰魄神剑毫无损伤。他知道自己赌赢了。什么？那把剑怎么可能？王文甲被震退数步，满眼惊骇，说不出话。同时震惊的还有子东来，他突然意识到秦晴身上可能隐藏着某种大隐秘，开始庆幸自己没把秦晴卖掉。万剑虚影被毁，两人终于有了喘息之机。骷髅怪小亮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了这一层。此时正在外面打牌的剑神宗弟子听到动静，都是皱着眉头起身观望，见一具活蹦乱跳的骷髅冲了出来，顿时呆了。师兄，先被诈尸了！有弟子指着小亮，傻不拉几的喊道：诈你个头！出事了！作为几人中的最强者，中年大叔率先反应了过来，他急忙把扑克牌扔了，手忙脚乱的拔剑，奈何他的脸上沾满了纸条，晃来晃去，遮蔽了大片的视野。看招！
骷髅怪小亮飞身而出，杀至近前，一记头锤直接顶在中年大叔腹部。约！中年大叔发出一声怪叫，被这简单蛮横的攻势撞飞在一棵老树上，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师兄！队伍里的主心骨不省人事，其他几个剑神宗弟子都是慌了，以他们的修为，自然也不是小亮的对手，被3下5除2的扔到了远处。大小剑，小晴子，见晴晴平安归来，午夜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半截。快过来！子东来招呼着，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传送符，4人一股，不敢耽搁，快速汇合，开始传送。可就在这时，天空中风云色变，数道璀璨的剑芒划过，分立周天，封锁了这片空间。被王文甲那么一折腾，几人撤离的时机大大延迟，剑神宗众强者有所察觉，纷纷赶至。完蛋，完犊子了！看着高天，子东来傻眼了，不论他怎么催动手中的传送符，虚空都没有任何反应了。什么人竟然敢擅闯我剑神宗重地？骷髅化身幽冥风，哼，擅闯剑灵，伤我弟子，饶你们不得！高空中传来威严的声音，几名剑神宗高手踏空而立，衣衫猎猎。灵虚峰上，秦秦4人神色难看，这些剑神宗高手中修为最低的也是破虚境小成，而且出手果断，不给他们任何逃脱的机会。灵虚峰上，秦秦4人神色难看。红毛，除了传送符，还有什么法宝吗？有 B 计划吗？午夜宁匆匆开口。问问老百吧，我这边真没招了。子东来苦着脸，几人忙在暗中商量对策。如果我展开一道虚空，咱们能借机传送出去吗？秦秦沉声道，身上气息涌动。子东来一喜道，晴子还能施展出刚才那一招的话，咱们说不定有机会。见秦秦4人还在窃窃私语，高空中一名剑神宗的长老动怒了，道：邪魔歪道，还在想什么鬼点子？进了我剑神宗的地界，难逃一死。说罢，他直接驾驭自己的神剑，朝秦秦几人斩来，要将他们一击抹除。可恶，来不及了！面对横贯长空的剑芒，秦秦咬牙，若是此刻将太眼炉祭出来，可挡此剑，可接下来该如何脱身，又是一大麻烦事。子东来直接抱在了百鬼生身上，道：完了，老百，4大恶人刚成立就要解散了，咱们下辈子再做兄弟。就在这危难关头，剑神宗几个高手的神色齐齐一动，像是听到了某种指示。那御剑杀来的长老皱眉，硬生生将自己的剑止住了。咦？秦秦4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的虚空便开始颤抖坍塌，似乎有一股极强的力量在强行渗透过来。不好，有邪道高手来救他们了！速速稳固虚空，定要拦住他们！几个剑神宗高手连忙掐诀，稳固封天剑阵，同时有剑光璀璨，斩向虚空另一端的力量。轰隆隆，虚空狂震，被强大力量撕裂出一道口子。紧接着，一只大手从中探出，将秦秦4人卷进其内。下一刻，数道剑光接踵而至，斩进虚空，里面传来一声闷哼，有鲜血洒落。但虚空还是闭合了，秦秦等人成功脱困，几道神剑折返而归。可恶，那老魔头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把人给救走了！几个盗墓贼，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我剑神宗为何地？剑神宗高手都是越想越气，感觉颜面尽失。发生了什么？有人来剑神宗闹事了吗？不知道，刚才好像打起来了。许多剑神宗弟子与散修听到动静，都陆陆续续赶了过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所以。都散了吧，散了吧！灵虚峰周围禁止聚堆，你们几个去维持一下秩序。有剑神宗师兄指挥道，将看热闹的修士赶开。而后，一个年轻貌美、身材高挑的女子从剑林中走出，脸上带着温婉柔和的笑意，竟是秦秦之前亲切称呼过的那个师姐。不过，她如今穿着大白裙，黑发随意披散，倒是像极了传说中的阿飘。哎呀，宗主，你刚才为何不让我杀了那几个邪道弟子？一个脾气很暴躁的长老落了下来，大为不解。刚才便是他动的第一剑。是啊，宗主，小恶不除，必成大恶。现在他们几个被救走了，后患无穷啊！其他几个剑道高手也是降落在近处，杀不得，因为刚才开天剑动了。女子直截了当的开口。开天剑，听到这句话，在场众高手心中一震。开天剑的施展极其困难，往往只有需要之时，才由宗内数名高手合力催动1、2，而其一缕剑威足以震慑世人。如今开天剑有异，每个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宗主的意思是，那4个人里有人得到了开天老祖的传承。一人沉声道。女子若有深意的笑了笑，道：没错，就是那个背着墨金剑鞘的秦师弟。秦师弟，几人一愣。暴脾气长老道：宗主，此事关系重大，影响甚远，待我出山将那小子掳回来，逼问出剑祖传承。是啊，我见神宗的剑道万万不可落入外人之手，更何况是邪道之人，得尽快将他除掉，以免酿成大祸。其他几个高手都是同样的想法。不可胡来。女子摇了摇头，秦师弟此行而来，恐怕不是为了开天剑。我看他性格温良，待人友善，不像穷凶极恶之徒，不如借此机会将他收入我剑神宗，与之交恶，也许会适得其反。此子已入魔道，学了邪法，怎么能再入我剑神宗呢？请宗主三思啊！我剑神宗成立至今，从来没有收过魔道弟子，且不论他心性如何，是否从恶，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定会被世人耻笑的。剑神宗众高手都是面露难色，从来没有招收过，便不能招收吗？我为剑神宗宗主，便只能穿宗主的衣袍，不能穿自己喜欢的花裙子吗？女子淡淡道，迂腐守旧，
只会阻碍宗门的进步。开天老祖当年落魄世俗，游荡红尘时，那群顽固不化的老东西，不也要将他逐出师门吗？到头来，不还是恭恭敬敬的请回来，奉为老祖，让人啼笑皆非。女宗主这一番话，让剑神宗众高手无力反驳。关于开天剑祖那些事，属于剑神宗的内部消息，十几万年来很少被世人知道。若不是这样，开天老祖当年也许会留下传承。几人都是叹息，不再多言。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年轻女宗主，他们都很是尊重与信服。对了，宗主，通天塔那边老祖是什么态度？执意要参与进去吗？有人问道。提到这件事，女子面色一沉。老祖那边我会继续交涉，如果我猜的没错，秦师弟也是为了此事而来，处理妥当，这也许会是一个好的开端。当然，如果那些老东西执意要拿一血珍惜做文章，我不介意采取些强硬手段。女子冷声道。众长老都是心中一凝，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大宗门都不像表面那般风平浪静，即便是剑神宗内部，同样也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暗潮涌动。知道了，那宗主，我等便先告退了。众人请辞。女宗主应允。没过多久，背负竹绺的王文甲从剑灵入口走了出来，看起来垂头丧气的。先是被子东来一巴掌袭趴在地，又在剑灵被秦破了万箭虚影，他备受打击。怎么了，小文甲？这般无精打采。女宗主看着他，微微一笑。没事。王文甲回过神。话说宗主，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怎么，管吃饭管喝水，我如何穿衣也你想管一下吗？女宗主朝他眨了眨眼。弟子不敢。王文甲脸一红，挠了挠头。女宗主修行数千年，怎能看不出王文甲这点小心思？巧笑嫣然道：你呀，振作起来哦，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不介意和比自己小几千岁的人在一起。王文甲一愣，怔怔看着面前这张柔美亮丽的脸，而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宗主，我一定会配得上你的，一定会。他心中这般想着，更加坚定了变强的信念，一扫之前的阴霾。这时，负责看守剑灵的几个弟子才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看到宗主在这里，都是唯唯诺诺，心虚得很。宗主，几人低头。女宗主嘴角微微上扬，道：你们脸上贴的纸条是做什么的？几人一惊，忙将脸上的东西抹干净，却也不敢有所隐瞒，交代道：打牌输了。女宗主从地上捡起一张扑克牌，笑道：别紧张嘛，这牌好玩，教教我呗。几人相视一眼。另一边，秦四人被那张大手卷着，直落到一处荒郊野外的山沟沟里，摔了个人仰马翻。哎呦我靠，我的屁股哟！午夜宁有秦抱着，倒无损伤。子东来这家伙大大咧咧，直接摔了个屁股开花。二爷，你怎么在这里？旁边传来百鬼生的声音。几人定睛一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老头，看起来60多岁的样子，上半身马甲，下半身短裤，露出一身紧实的肌肉。你小子还知道叫我一声二爷啊？这脑子不也没坏吗？老头擦着手掌上的血迹，骂骂咧咧的道：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剑神宗啊，你爷爷都不敢随意踏足的地方，要不是那人手下留情，你们小命早没了。百鬼生沉默不语。嘿嘿，鬼二爷，您大人有大量，就别生气了嘛。子东来上前打哈哈。贼娃子，我就知道是你出的主意。鬼二爷拍起巴掌，做事要打。子东来忙扭腰。嘿嘿，二爷，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突破道境了吗？子东来转移话题。来啊，这7煞中的6煞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偏偏那御煞，老头我怎么也熬不过呀。鬼二爷摆着头，想找块石头坐下。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旁的午夜宁，顿时两眼放光。哟，这是谁家的小娘子，长得这般标致？鬼二爷嬉皮笑脸的上前，伸手就想摸摸午夜宁的脸。你这老登，离我远点！午夜宁眉头一皱，满脸嫌弃的后退。秦则挺身一步，用墨金剑鞘打掉鬼二爷的手。开个玩笑，这么激动干嘛？你们是小柏的朋友，我可下不了手。鬼二爷讪讪地缩回手，哪有半点准道境高手的样子？他吸了吸两人周围的空气，道：一股子血腥味，看你这修为，不会是邪九那小子的亲传弟子吧？你认识九祖？午夜宁心中一动，道：二爷，你知道东海内战后九祖还好吗？一个人和那么多人打，能好到哪？就是再年轻也不能那么造啊。鬼二爷退回石头上坐下，道：有几年没他消息了，估计现在还在闭关养伤呢。闻言，秦与午夜宁都是神色复杂，血九祖为他们做的太多了，所受的伤势一定不是这几句话这么简单。道剑失败，九祖又出不了手，到底还有什么方法能救出小白呢？秦心中沉重。之后，他又在通天塔一事上试探鬼二爷的口风，想看两大邪教对于异族态度。子东来转了转眼珠子，也上来帮衬，说好话。鬼二爷表示，一血珍惜他们固然想要，但让幽冥峰鬼谷上道与那么多正道宗门正面为敌，不太可能。这其中牵扯到多方利益，风险太大了。好吧，秦与午夜宁失落，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只能静观半月之期的后续。几人在原地浅聊了一阵，鬼二爷便继续去寻快活了。临走前指明道信子东来，别再出什么馊主意了，不然就把他扔回幽冥峰投胎。子东来鬼模鬼样的做了保证。5天后，四大恶人回到了通天塔附近的一处酒楼里，百鬼生来到柜台，道：老板，温2碗酒，要1碟茴香豆。这时，一则消息传到了他们耳中，轮回道宣布暂不参与通天塔之事，转为中立。这轮回道子徐今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竟然能改变宗门的决定？难道他天资真有那么高？
值得举宗培养。消息一出，周围人皆是议论不断，有人猜测徐今年极有可能是轮回始祖的转世之身。对此，秦秦与午夜宁心怀感激，不论徐今年知情与否，都是间接帮了他们的忙。3天过后，又有重大消息传出，剑神宗宣布中立，同为武道宗门的逍遥派迫于压力，也决定跟随剑神宗，暂不参与通天塔之事。好，太好了！得知此事，秦秦与午夜宁都有点小激动，隐隐觉得事情有了转机。根据先前的经历来看，剑神宗接连参与了史龙陵、东海战与通天塔等诸多要事，似乎对这次的异血珍稀势在必得，但不知为何突然做出这么重大的改变。至此，坚持要割取武小白血肉的只剩下中原武家、西界杜生门、东海日月道、江南允仙派与太玄皇朝5大宗门。其中除了武家之外，其他4大宗门皆是修道。这些宗门一个比一个算盘打得精明，还中立？中立个屁！都是群墙头草。吴府里，武士林又在发火了，化身桌面清理大师，碗碟杯快碎了一地。士林，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呀？这时，身材高大的武家家主背负双手走了进来。由于家族的特殊性，武士林注定是要接手家主位置的，所以许多事情早早的就交给他处理，以锻炼他的心性与做出决断的能力。爹，武士林不敢有什么架子，老老实实的道：刚才得到消息，剑神宗和逍遥派也决定退出通天塔了，只剩4个宗门与咱们一条心。武家家主笑了笑：这不是还有4个吗？不必担心，哪怕只剩咱们自己也没关系。你祖爷爷那边啊，已经准备出手了。武士林心中一喜，道：真的吗？祖爷爷出手，那寂灭神宗算得了什么？不过他老人家的身体没问题吗？有夺生丹与这么些年的异血珍稀加持，暂时无大碍。武家家主道：这次事成之后，还需与那些审时度势的宗门重新商讨异血之事。若能打开通天塔第7层，你祖爷爷突破境界的机会将大大提升。武士林听了，顿时皱眉，道：还要与那些中立的墙头草商讨？凭什么？这件事明明全靠我武家，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加入？武家家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这就是你还需要成长的地方。作为一家之主，可不只是意气用事那么简单，要权衡多方利害与冲突。武士林不情不愿道：孩儿知道了。对了，玄炼教那边处理的怎么样？武家家主道：孩儿早早消除了一切与他们来往的证据，世人最多知晓我们从玄炼教那里得来夺圣丹，但那又如何？我们也是被蒙在鼓里的，留不下什么把柄。武士林道：处理的不错。武家家主点了点头，临走前道：几天后你随我一起去通天塔，也算是见见世面。好。武士林早有此意，高兴着送武家家主出门。没过多久，一名亲信走了进来，毕恭毕敬的道：少主，那天晚上的事打听到了，有人称大公子是在和一个女人打斗。一个女人？那血呢？武士林道：核查过了，确实是属于那一脉。亲信道：哦，那就有意思了。武士林面色一寒，双目微眯，道：没想到留那武成胜一命，还能派上大用场。通天山脉通天塔附近的一处客栈中，4大恶人组正聚在一起。9组伤势未愈，没轻柔，恐怕会只手遮天。这种情况下，只能将万雪海排除在外了。除了寂灭神宗明确反对外，其他宗门似乎都保持观望的态度。若是再有鬼谷上道与幽冥峰加入，说不定可以和那5个宗门掰掰手腕。秦秦分析道：就是4大恶人同气连枝，秦子和小五要救一血，我幽冥峰说什么也要帮帮场子。子东来一拍桌子，硬气得很。自从出入过剑灵后，他对秦秦2人大有交好的意思，而且这件事却如秦秦所说，有了不小转机。就算最后不能救出一血，想来也能从正道嘴里撕出一块肉来。总之，这个买卖稳赚不亏。午夜凝白了他一眼，道：你也就嘴厉害，你能代表幽冥峰吗？这个嘛。子东来瞬间哑火了。几人商量过后，决定暂作分别。子东来和白鬼生分别返回各自的宗门，当说客，搬援兵。切，少看不起人，我可是幽冥峰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少主，一定能摇到人。临别前，子东来信誓旦旦。之后，秦秦以打探消息为由，表示想出去一趟。午夜宁没有多想，应允，只是吩咐他注意安全，早去早回。秦秦点头称是。离开客栈，秦秦径直来到一处无人的角落，踩了踩地上的影子，道：在不在？在不在？说话就说话，能不能别上脚？你现在踩我脸上了。那边传来秦颖恼怒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秦秦收回脚，沉声道：通天塔的事听说了吧？你那边能不能说动天运圣地，让他们与5大宗门站在对立面？我想打个制衡。啊？你把我当天运圣地圣主了？那帮女人杀我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听我的？若不是这影子身，我早就死了108000次了。影子愤然道：不是还有那个穆倩影吗？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瓜子，试试能不能利用一下。秦秦道：说得倒轻巧，什么武家、日月道、允仙派，哪个不是各域的顶尖势力？你和他们作对是在玩命，懂不懂？说到这里，秦语气一寒，道：我只想要大小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成长。如果吴小白的存在会让大小姐陷于危难，我不介意除掉他。你……秦秦呼吸一滞，空气陷入了冰冷。影子早早的就从他身上分了出去，只与吴小白度过了极短一段时间，也没有共同成长的美好经历。现在有这种想法，他竟无力反驳。算了，毕竟那小家伙和咱们一起走过葬神殿，也算是半个救命恩人了。我尽量试试吧。不过一切都要以大小姐的安全为前提。
秦颖道。秦晴沉默片刻，道：“行，多谢了。”另一边，影子与秦晴断开联系，又转头看向不远处正在热闹集市里闲逛的少女。不是人，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看起来蛮漂亮的哎，哇，那个也好好看，戴在身上一定不错。穆倩影行走在外，蓄意薄纱遮面，不然会引起轰动。此刻他正拿起一块玉石，细细端详，又好奇地望向四周，眸子里时常闪着光。然而，初次离开天圣山的他，对于灵晶石什么的根本没啥概念，许多值钱的贵重物品都贱卖出去了，以至于现在被骗得身无分文。于是他只能跟在秦颖身边讨口子了，美其名曰监督，以防秦颖将自己师傅的弱点张扬出去。不是人，那个烤鸡有点香哎，你修行这么久，肚子肯定很饿对吧？很想吃点什么东西对吧？穆倩颖回过头，指向旁边一个摊位。通过这些日子的相处，穆倩颖发现秦颖好像没那么坏，倒是一路上的追杀，让他见识了不少新鲜事物，也发掘出了自己的一大爱好——吃。在天圣山时，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从来没有吃过宗外的事物，而宗门对饮食也有严格规范，以至于他第一次来到街边小巷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拿去吧。秦颖无奈扔给他一些灵晶石，少女顿时满心欢喜的过去了。由于穆倩颖贵为天韵圣女，身份特殊，秦颖便没赶她走，这不现在又派上了用场。他来到穆倩颖桌子对面坐下，双手托腮，不怀好意的道：“嘿嘿，圣女妹妹，好吃吗？”穆倩颖吃的满嘴油污，又被秦颖这样盯着，顿时感觉很不好意思，但想到秦颖不是人，又释然了，便嗯了一声，继续啃起来。这些天他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秦颖虽然盖着个黑袍子，人模人样的，但掀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呀，叫花鸡，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秦颖笑眯眯地讲解着，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狠狠宰这个不谙人世的小圣女一笔了。叫花鸡，好吃。穆倩颖含糊不清地说着，纤长的手指拽住鸡腿，娴熟的一扯一拧，而后将那大块的腿肉送入口中。如果让世人知道，堂堂天圣山圣女，不染尘埃的绝美仙女，正与秦颖混杂在小城闹市中，满嘴的油污之物，一定会惊掉下巴。不过这鸡腿是真好吃。老刘，快去看啊！有天韵圣地的仙子寻到城里来了，据说是为了找到小圣女穆倩颖和那影杀老祖的下落。就在这时，旁边几桌食客那里传来声音：“啊，天韵圣地！听说那穆仙子一怒出山，到现在杳无音讯，不会已经惨遭那影杀老祖的毒手了吧？”“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影杀老祖要是真有那么大胆子，早就现身一战了，何须如此东躲西藏？”“哎，不管了，天韵圣地的仙女可是个个倾国倾城，貌美如花，若是能一睹芳容，这辈子也值了。走，过去看看去。”几人的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附近逛街的、吃饭的，不论男女，都赶过去凑热闹了，连烤鸡摊的老板都冲出去了。“老板，我还没给你灵晶石呢。”穆倩颖拦他不住。天韵圣地的仙女见此一幕，秦颖脑海中倒是灵光一闪：“不是人，我师姐他们寻过来了，咱们要逃吗？”穆倩颖边吃边说，俨然忘记了自己是哪边阵营的。“不急，他们来的正是时候。”秦颖贼兮兮地看着穆倩颖道：“我说圣女妹妹，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贵重且私密，又能表明身份的物品？借我1-2件用用呗。”穆倩颖满脸警惕地捂住胸口道：“你想干什么？我身上有多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漂亮首饰还是你给我买的。”秦颖无语，这些事情他自然是晓得，便讪讪的道：“贴身衣物也行，允我1-2件，我有大用场。”穆倩颖一听，顿时面红耳赤，瞪大了眼，一字一顿的道：“不可能，你不要脸！”秦晴脸一黑，故作凶狠道：“你若不给，我保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师父的弱点。明天就明天！哼，那你说去呗，谁怕谁？”穆倩颖扬了扬下巴，追杀这么久以来，他算是看出来了，秦颖只是想和天韵圣地扯上点关系，让人念到他影杀老祖的名声，并不敢真的捅破这层窗户纸。坏了，还让这吃货给学聪明了。秦颖心里一沉，暗道自己平时黑脸唱太少了。看着因为占据上风而略显得意的穆倩颖，秦颖又生一计，便悠悠的道：“哎，这肉虽好吃，可没有好酒相配，真是太可惜了。”穆倩颖耳朵动了动，心道：“哼，你这家伙满肚子坏水，又想忽悠我，我才不上当。”其实行走在江湖这些天，他见过不少人喝酒，不是借酒消愁，就是把酒当歌，豪情万丈，仿佛那酒水真的是什么不可多得的琼浆玉液一般。可他也见过有人喝醉后胡言乱语，行为失常的丑态，便一直不敢轻易尝试。如今在饭桌上被秦晴这么一提，倒真有点好奇了。秦颖见他没啥反应，便从旁边的酒摊上特意挑了一壶劲大的，咕噜咕噜豪饮了2口后道：“过瘾，好酒。”穆倩颖踮起脚尖往秦颖身下看了看，也没见酒水从上面灌进去，下面露出来，顿时心生疑惑：“你那黑袍子底下什么都没有，能尝出酒味吗？不会是骗我的吧？”穆倩颖道：“俗话说得好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大口吃肉，大口喝，真乃人生一大美事啊。”秦颖又自顾自地喝了2口，继续诱惑。穆倩颖被秦颖挑拨的心痒难耐，又怂又想喝，便舔了舔嘴唇道：“要不你给我倒1碗，我尝尝什么味道就行。”他心想，就算这酒再厉害，喝1碗应该也不会怎样吧，至于醉，不可能。1碗，你确定？秦颖晃了晃酒壶，特意强调：“1碗就1碗。”穆倩颖自信心满满，很显然这位圣女并不知道这1碗酒代表着什么。另一边，原本一处无人问津的街道里早已是围满了修士，可谓水泄不通，不少人从窗户上探出头来，张望个不停。人群中
5、6个穿着白衣长裙的女子截然而立，每一个都身材苗条，有闭月羞花之色。诸位少侠，见过我们家倩影妹妹吗？有人说看到她往这个方向来了。几个天韵圣地的女子面露忧色，向周围人询问：仙女姐姐，嫁给我吧！仙女姐姐，你们身上怎么这么香？有什么秘方吗？嗨，这你就没见识了吧？天圣山有处灵池，天然有香，还可让人脱胎换骨。天韵圣地的仙子啊，每天都在里面集体沐浴呢。可惜的是，周围修士仗着人多声杂，都在起哄，根本没人认真回答问题。几个女子聚在一起，都是皱眉。一人道：师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看这些男人一个个都被色迷心窍了，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小仙女，我知道木仙子的下落，你们跟我回家，回家我就告诉你。这时正好有个不长眼的中年男子开口了，说这些粗鄙下流的话。那天韵圣地的女子眸光一寒，直接甩出一道白链，缠着说话之人的脖子，而后胳膊一拽，将那人从人群中拽趴在近前。哎呦！中年男子被摔得口鼻冒血，满脸痛苦。这白链中蕴含天韵圣地的武道意志，岂是一般修士能挡的？这一摔，至少让他断了不少骨头。仙子饶命！仙子饶命！我再也不敢了！中年男子连忙祈求。周围人见此一幕，都是不敢再胡闹了。毕竟这还是天韵圣地手下留情的结果。如果狠点心杀1、2人，恐怕也没人敢说什么闲话。问你们可曾见过倩影妹妹？天韵圣地中为首的女子冷声道：我刚才好像在城中的麻辣小吃街见过一人，身扮鱼香，疑似木仙子，不知道是真是假。有烤鸭摊附近的人开口：麻辣小吃街？木师妹怎么会去那种地方？为首女子眉头一皱，道：什么方向？在东边。那人摇摇一指。天韵圣地众修相视一眼，不再多留，身姿一晃，衣裙绸缎飘逸拂过，只留下阵阵香风，引人无限遐想。此时的麻辣小吃街里，穆倩影刚刚将那后劲极大的一碗酒下了肚，辣得她是龇牙咧嘴，眉头紧皱。不是人，你骗人！这酒难喝死了。他将酒碗推开，按道以后再也不碰这玩意儿了。嘿嘿，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秦颖凑过来，仿佛奸计得逞一般。感觉没有啊，就是肚子里烫烫的，脑袋有点轻，轻的好像要飘出去一样。穆倩影逞强，可说着说着，俏脸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了，那一双眸子如春水，尽显旖旎，分明就是酒醉上头的表现。哦，那就好，这是几？秦颖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晃了晃。不对，2，121。穆倩影甩了甩脑袋，醉眼迷离，脸红得像个苹果。其实以穆倩影修武者的体质，喝一碗普通酒确实不会有影响，但秦颖挑的这壶酒可是号称神仙醉，岂是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能顶住的？这小妮子真是一点也不防我啊，给什么就喝什么。现在这种状态，要是遇到什么恶徒，找谁说理去？秦颖嘀咕着。不是人，帮我把叫花鸡打包了，我们去开个房呗。穆倩影也察觉到自己有点不对劲，明明意识很清醒，脑袋却昏昏沉沉的，可她刚想起身，手脚便是一软，几乎寸步难行。当然，她是不会承认自己这么轻易就醉了的。秦颖刚好要进行下一步动作了，便顺势扶起她软烂如泥的身子，向不远处的客栈走去。这酒真难喝，以后我再也不喝了。一路上，穆倩影不断碎碎念着，小嘴吧嗒吧嗒说个不停，倒是有几分可爱。开好房间后，秦颖便把穆倩影丢在床上，上下打量着她。不是人，你想做什么？穆倩影喘着粗气，眼神朦胧，提防地看着秦颖，想到她觊觎自己的贴身衣物，又是紧张地捂紧了胸口。此时的穆倩影穿着蓝绿相衬的长裙，裙底是一双修身的过膝白袜，没有一丝污秽，半透出少女肉色的肌肤，其上以金丝银缕勾边，又有发光材质编织出天韵圣地特有的图案。嘿嘿，借你袜子一用呗。秦颖自然不会真脱穆倩影衣服，便打起了她下半身的主意，伸手往她鞋子上抓去。袜子！穆倩影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神一慌，窘迫地把腿缩回来。可惜的是，醉酒状态下的她哪能挣脱得了秦颖的大手，没几下便被握住脚踝，强脱了鞋子。穆倩影没办法了，只好又羞又耻地求道：不是人，我还没洗脚呢，要不我明天洗了送给你。她平时很爱干净，在天圣山时几乎每天都要沐浴更衣，贴身衣物自然是纯不染瑕，可如今行走在外，条件有限，难免疏于喜欢。我不要的就是没洗过的，这样效果更好。秦颖态度强硬，伸手就往穆倩影袜子上扯。你怎么这样啊？穆倩影羞怒，哪能让秦颖白白欺负，便双手压着裙摆，小腿胡乱的蹬在床上不断挣扎。秦尝试了数次，硬是脱不下来。好，下面不行，那我来上面。秦颖身子前倾，作势往穆倩影胸口袭去。穆倩影吓了一跳，急忙收手捂住上半身，可这样一来，下半身的双腿又失手了，可谓是顾手难顾尾。秦颖抓住机会，一手扯住穆倩影纤细的脚踝，一手拉住她大腿上的袜沿，3下5除2就将这双白袜退了个精光。顿时，一双白皙修长的裸腿暴露在眼前。不是人，你卑鄙无耻！穆倩影夹着双腿，以手腕般遮着眼睛，大口地喘着粗气。本就酒醉无力的她，又经过这一番大动作的攻防，着实是累坏了，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哎，你说对了，我就是卑鄙无耻。秦颖很是骄傲，提着穆倩影的白袜往桌子去了。见自己的脏袜子被秦颖占为己有，穆倩影深知无力回天了，索性两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没过一会儿，困意涌上心头，就这么借着酒劲沉沉地睡去了。睡梦中，穆倩影依稀感觉有人帮她整理了一下衣裙，
又将乱糟糟的床铺娴熟打理了一番，而后给他盖上了被子。不是人，是你吗？穆倩影呢喃细语。废话，除了我还能是谁？秦影没好气的开口。倒不是他多关心穆倩影，实在是在吴府那10年，他帮武叶宁打理了太多酒后乱事，也养成了太多的习惯。现在见到这场面不收拾，总感觉哪不舒服。哦，穆倩影应了一声，感觉安心不少。看着穆倩影熟睡的脸，秦影轻叹一声，倒是有点羡慕她。认识这么久以来，穆倩影一直是个很乐观的人，哪怕刚出山就被骗得身无分文，哪怕经常被自己欺负，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一顿好吃的就能让她开心一整天，好像她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什么烦心事。哎，也不知道大小姐现在怎么样，还在为小白的事发愁吗？亦或者想着其他？秦影看向窗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人儿。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他成为影子。失神片刻后，秦影拿起装有白袜的盒子，飞身离开了客栈。此时，天韵圣地的几个女子已经寻到了小吃街里，来回找了几圈，完全没看到穆倩影的半点影子，不由得更加担忧起来。穆师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突然，一个7、8岁的小男孩跑了过来，手中抱着个盒子，道：“姐姐，刚才有个怪哥哥让我给把这盒子交给你们。”怪哥哥，一定又是哪个臭男人送礼，想博取我们的欢心，扔了算了。一个女子皱着眉头，并没有放在心上。小男孩又开口了，道：“怪哥哥还说他早就离开这里了，只是一道身外化身在此，让你们别白费功夫了。”身外化身，影杀老祖。听到这句话，几人神色一变，为首女子急忙接过盒子，打开查看，里面是一双白袜，金缕玉边，做工精美，纹有天韵圣地的图案，除了底部有些脏字外，其上似乎还洋洋洒洒写了一些小字。这不是我们天韵圣地的袜子吗？几人心中一惊，急忙撑开袜子。穆倩影现在被我擒在手上，想让她活命的话，乖乖让你们老祖在通天塔一事上表态，反对割取一血珍稀，否则结，下次你们见到的就不是一双袜子了。上面这些话是秦影所留。可恶，这畜生先是散播我们天韵圣地的谣言，现在又对倩影做了什么？为首女子大怒，气得浑身发抖。师姐，难道穆师妹真的被影杀老祖擒住了吗？会不会是假的？其他几女也是焦急不已。穆师妹那么爱干净，断然不会留下这没净洗过的袜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影杀老祖强夺去了。为首女子咬牙，又急又气。这可如何是好？妹妹她不会有事吧？是啊，得快点将此事告知圣主。其他几女心乱如麻，你一句我一句。你们先别慌，那畜生既然提到了通天塔，便不敢把穆师妹怎么样，否则他也达不成目的了。为首女子沉下气来，指挥道：“希儿、小瑶，你们2个速回天圣山，将此事告知宗主。我等留在此地，继续寻找师妹的下落。”是，师姐。2女领了命，慌忙回天韵圣地报信了。2天后，天圣山一处清新淡雅的阁楼中，2名女子敬礼。姐姐，这件事本不应该打扰你的，但牵扯到倩影，我实在放心不下。天韵圣主满面愁容。倩影生性灵动，求知欲强，迟早会有离开天圣山这一天的，多让她多尝些经历，不是一件坏事。天韵女祖背负双手，淡淡开口，青丝飘扬，白衣飒爽。比起史龙灵时，她的气息似乎又强了不少。可是那影杀老祖放出狠话，还以白袜这等贴身之物相威胁，倩影没有防人之心，性子又软，真的不会出事吗？天韵圣主道：“不必担心，我在倩影脑海中留了护灵符，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换到我。”天韵女祖像是想起了一些往事，脸上带着笑意，道：“我看啊，她8成根本不想让我们找到位置，现在说不定正吃喝玩乐，游山玩水呢。好吧，那就听姐姐的。”天韵圣主不再多说，毕竟面前这位老祖都留下手段了，他也便收起了不少忧虑之心。另外，让外出的弟子都回来吧。天韵女祖道。天韵圣主不解道：“姐姐，那影杀老祖如此玷污天韵的名声，就这么轻易放过他吗？”折腾这么久，造的事想必也够他满意了。这次召回弟子，能给双方都省去些麻烦，同时也是告诉他照顾好咱们倩影，毕竟出门在外，远亲不如近邻。天韵女祖道：“明白了。”天韵圣主点了点头，道：“那通天塔那边，姐姐要出面吗？”也不知道这影杀老祖是如何与通天塔扯上关系的，莫非也想从中捞点好处？提到此事，天韵女祖眸光一动，通天塔嘛，倒有些棘手了。武家那边写来书信，以活了2万多年的老不死施压，影杀老祖这边又送来白袜，以倩影威胁我们表态，到底该选哪边呢？沉吟过后，天韵女祖摇了摇头，道：“罢了，我便写一道法旨吧，你命人在当天送过去。”好，天韵圣主应道。眨眼之间，通天塔上约定的半月之期到了。由于秦之前掀起的舆论风波，通天塔下早已是人满为患，比半个月之前还要多得多。来了，这次的冲突肯定比上次还要激烈。5大宗门决定死磕到底，就看寂灭神宗拿什么和他们斗了。这5个宗门都不是什么好鸟，尤其是那武家，一个修武的混在4个道门里面，早已失了本心，也不怕世人耻笑。有武者十分鄙夷。你这话什么意思？一族为祸世间，理应处死，以血肉为我们做点贡献，有何不可？倒是那寂灭神宗以什么武统天地为理由，处处维护一族，不知是何居心。有道修据理力争，各方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现在正道势力就剩5个了，3大邪教会不会趁机插手此事，抢夺一血？正邪、天真，
明面上是5大宗门，其实那些中立者都眼巴巴盯着此事呢。一旦风向有变，谁还在乎正邪？赢了就是正，输了的就是邪。哈，又有人高谈阔论，在这不懂装懂了。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去那些宗门当老祖？就是在正道的庇护下修行，又如此诋毁正道，不会是邪道派来的奸细吧？有人冷嘲热讽。哼，愚不可及，与你们这种坐享其成、急于谋利的争论，浪费口舌。一时间，通天塔下所有人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各方势力吵得沸沸扬扬，火气很大。秦晴与午夜凝魂在人群中，神情凝重。紫东来和百鬼生离开以后，至今没有回来，而邪教那边也没有传出任何动静，导致两人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影子闹了那一出后，天运圣地会如何选择。秦晴心中自语。这时，有刀芒凌空，斩断虚空，霍北镇背负屠龙刀出现，依旧是他只身一人，代表整个寂灭神宗。霍哥，霍哥来了！又是这碍眼的家伙，人族叛徒。见他出现，有人喜来有人恨。经过事情的发酵，通天塔周围声音大致分为了2大派，一派为力挺寂灭神宗者，多为武者，修己身，对异族血肉没有觊觎之心，主杀伐；一派则是支持割取异族珍稀的。这些人或是完全出于对异族的愤恨，或是想从各大宗门手中捞点好处，武者道者繁杂。当然，还有的便是和平派了，认为应该释放异族。但是到如今，与前面2大派相比，这一派的声音明显微弱得多。有别有用心者借机指责寂灭神宗，认为他们假仁假义，得不到好处，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好处，才这么百般阻挠。若是事情没发生之前，我或许会赞成释放一血，但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杀之，永绝后患。霍北镇开口解释，但这番话显然压不住那些声音，他也不想多说，便闭目盘坐，等待后续。人群中，秦晴与午夜宁心中不免沉重，但也理解霍北镇的想法。总之，他们现在只能尽量拖延，至少别让吴小白再遭毒手。没过多久，4大道宗的化石人陆续赶至，辇车隆隆，又有神霞加身，声势浩大。他们没有急于进入通天塔，就在附近找了块地方停留，而等闲杂人等速速退下。有随行者开口，同样是修为极高，周围的修士承受不住这些强者散发的威压，纷纷远远避让，恐哪里得罪到他们。不一会儿，武家的大轿也从虚空中驶出，降落在一个山头。武家家主稳坐其中，俯视众人。武士林随行而来，一副心潮澎湃的样子。见到霍北镇，武家家主神情不悦，冷哼一声。之前霍北镇当着众人的面被碎了他的兵器，让他颜面尽失，如今自然没有好脸色。霍北镇，你执意要阻止我等吗？他冷声开口。我寂灭神宗此举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武统天地4个字，为了武道之间的平衡。霍北镇平静回应。哼，武统天地，凭什么？我还说到统天地呢。这一族之命，不论怎么杀怎么剐，都由不得你干预。太玄皇朝之人端坐龙椅，黄袍加身，周身威压滚滚，席卷向霍北镇，再也不像半个月前那般有商量的余地了。凭你一个寂灭神宗，是拦不住我等的。各大宗门的人纷纷开口给霍北镇施压。不要以为给人族做了点贡献，就可以目中无人，肆无忌惮。今日速速退下，饶你之过。日月道的大人物也是开口，身姿伟岸，气息雄浑，置身在神辉之中，如日中天。我霍北镇若不退呢？霍北镇缓缓起身，持屠龙刀在手，消散而苍老的身躯尽力风中，爆发出腾腾的武艺，与一众强者的威压抗衡。哼！就在这时，虚空中传来一声冷哼，如同惊雷炸响，震得虚空滚滚轰鸣，气息之强碾压了在场所有人。霍北镇眉头一皱，发出一声闷哼。这一刻，通天塔附近的修士齐齐一颤，感觉有股极其凝重的威压笼罩在了头顶，让人喘不过气。一些修为较弱之人当场被这一声冷哼震得嘴角溢血，面露恐慌。这是有老祖级别的人物现身，要对霍北镇出手了吗？在场众修无不心悸，包括秦晴与午夜宁在内，所有人都是远离了此地，只能在远处观望。寂灭神宗成立不过10几万年，有什么资格与我等相提并论？别说那狂老五生死未知，就算他正值巅峰又如何？能拦得住我们5人吗？那隐在虚空中的老祖继续开口了，没有抛头露面，散发的道威足以震慑所有人的内心。五个老祖级别的人物都来了，哈哈，这下那寂灭神宗还能怎么样？妄图以一宗之力与5大宗门作对，痴人说梦耳。通天塔远处的修士炸开了锅，嘈杂不断，有人得意，有人愁。可恶！暗中，秦晴握紧了拳头。5大宗门不再顾忌世人言论，铁了心要取一血珍惜，让局面往一边倒的方向倾斜了。可他与午夜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期盼2大邪教和天运圣地那边的消息。霍北镇神情严肃，始终没有后退半步，手中屠龙刀散发雨冰之威，支撑他还能挺拔地站在那里。哼，不识抬举！虚空中再次传来冰冷的声音，有恐怖的武道法则汹涌而出，压向霍北镇。显然，这次是武家的老祖出手了。一旦对霍北镇出手，那就是和整个寂灭神宗宣战了啊！距离通天塔稍近点的修士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被漫天武道法则压得面色苍白，不得不一退再退，恐被波及。通天塔附近除了各大宗门的强者之外，再无人敢停留了。一把刀斗不过你们，5把呢？突然，有璀璨的刀芒从虚空中激射而出，纵横交错，划破长空，将武家老祖打出的法则斩得粉碎。紧接着，一道人影踏空而来，后面跟着寂灭宗主。前辈！远处，秦晴与午夜宁神色大喜，那为首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在万血海深海禁区中他们救下的那个人族老前辈。
多年不见，他的伤势似乎完全恢复了，苍老干枯的身形不在，变成了身形魁梧的中年人，背后悬着5把狂刀，每一把都散发狂乱的威势，锋利无比。什么人竟然能轻易挡下武家老祖的攻势？这么霸道的武艺，除了寂灭神宗那位起死回生的刀祖高剑狂，还能有谁？退避三舍的众修士皆是惊骇。听说他在被困于禁区数千年，在狂刀而回时已是生机枯竭，濒死之身，难道真的得到了传说中的神灵草，逆天改命？人们议论不断，他们知道今天通天塔外必然有大事发生了，一尊尊老祖级别的人物现身，恐怕会爆发惊天争斗。5把神刀临世，每一把都是历代老祖之兵，其中1、2把不乏有大成羽兵之威，此刻被高剑狂以操刀诀一同驾驭，散发的威势可想而知。这一下，虚空中那些老祖不得不重新掂量局势了。老祖，你来了。霍北镇恭敬一拜。哎，看着面前比自己还要苍老的霍北镇，高剑狂眼中闪过惋惜，叹了口气。他被困深海禁区时错过了太多事，不然霍北镇极有可能成为接替他的下一位刀祖，走上开天剑祖那样的无敌路也说不定。北镇，你们2个先下去吧，这里交给老祖。高剑狂道。是。霍北镇无喜也无悲，平静退下。感受到秦晴的目光后，5把狂刀中的一把轻颤了一下，高剑狂心有所感，朝他微微点头。他已知晓，不论是深海禁区中助自己脱身，还是绝天堑地内带回2片至纯渊虚骨液，都是秦晴与武叶宁所为，可以说2人是他的救命恩人。不过现在这种场合，他不能表露太多。高剑狂的到来，让心情跌落谷底的秦晴2人微微松了一口气，5把狂刀又能帮他们拖延不少时间。然而高剑狂这个再自然不过的动作，却是被隐遁在暗中的一道身影察觉了。他顺着高剑狂的目光望向人群，以冰冷的眸光仔细搜寻着。高剑狂，你修你的武，我们修我们的道，两者互不干涉，为何这般阻挠？虚空中传来另一位老祖的怒音，他怎么也没想到高剑狂竟然做得这么绝，把整个宗门的底蕴拿出来拼。他们齐聚于此，不过就是为了增加成仙契机，突破境界，多活些年月而已。没有人愿意被这5把神刀划出口子。还需要我解释吗？你们道修的肆意成长，只会严重压缩武修的空间，久而久之，这片天地将被道修垄断，再无人修武。高剑狂立在高空，声音滚滚如雷震，传遍四面八方，眸光扫视过虚空，仿佛在与那些老祖对视。听到这番话，一些武修都是深有同感。如今这世道，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修武，只愿修道了，仿佛修道才算修行，让人羡慕；而修武只是沦为苦力，被人瞧不起。哼，少在这里扯这些深明大义的话，是武是道，与我何干？天地平衡，又有何用？你若执意阻拦，今日便让你寂灭神宗从东海除名。又一位老祖开口了，声音冰冷至极。他的生机有限，已经活不了多少年月了，为了延续寿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一刻，所有修士都感觉不寒而栗，此事已经不是简单的武与道之争了。某种意义上，这位老祖已经踏入了他们口口声声斥责的邪道。如果这位老祖所修的是万血海的功法，会不会毫不犹豫的屠城呢？有人感觉后背发凉。从始至终，坐在大教中的武家家主都处之泰然，武士林亦是冷笑。诸位不必与他多言，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铲除这个阻碍后，我等共享一血珍惜，再打开通天塔第7层，必能突破境界。若有机缘，准仙准神也未尝不可冲击。置身在虚空中的武家老祖开口了。好，正有此意。其他4个老祖闻言都是不再犹豫，有武家那位活了2万多年的老古董在后帮衬，他们都觉得底气十足，准备合力出手镇压高剑狂。一时间，高空中风云色变，卷起滚滚乌云，隐约有电闪雷鸣。原本晴朗的天空，转瞬之间变成了昏昏暗暗的样子，气息凝重至极。几位老祖还未出手，气息便已引动天威。寂灭刀祖高剑狂傲立当空，须发皆动，一人掌5把神刀，各指一方。这股气魄，古来无双。刀祖！远处许多武者都感觉鼻子发酸，秦晴与武叶宁一时动容。他们并不是寂灭神宗的弟子，却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一战寂灭神宗必败无疑，甚至会输得倾家荡产，整个宗门黯淡于历史，成为笑谈。但他们还是选择战了。哈哈，几千年没打架了，今天打个痛快！高剑狂放声大笑，毫无惧意。各位前辈稍安勿躁，我家姐姐送来法旨一封，还请诸位一观。就在这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九天上突然飘来幽香，朵朵花瓣垂落。天运圣主从虚空中走出，身姿窈窕，声音动听，面容被运神经演化的白雾遮挡，看不真切。天运圣滴，之前送去书信，无有恢复。今天难道是大教之中？武家家主眉头一皱，神情第一次有了变化。作为中原历史最悠久的宗门，天运圣地的创始年月甚至无从考证。一代天运神女更是武道双修的奇女子，比开天剑祖的还要早闻名于世10几万年。由于宗内皆是女子，天运圣地向来低调，很少参与争端。但是没有任何一派敢轻视这个宗门，甚至隐隐尊其为中原第一大宗。因为与剑神宗不同，当年的天运神女是真正留下了传承的。如今几十万年过去了，天运圣地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积累了多少底蕴，没有人可以揣测。虚空中的几人虽然都是各大宗门的老祖级人物，却也不得不给天运圣地面子，几人都停下动作，等待后续。在他们眼中，天运圣地的体量可比寂灭神宗大太多了，一道法只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来了，终于来了！秦晴与武叶宁暗暗叫好。天运圣主选择这个时候出面，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旁边观望的众修也都议论起来，猜测仙女此行的目的。只见天运圣主打开一张卷轴，上面的字迹映于高天，娟秀而不失锋芒。
只是一些笔墨，竟然散发出几分与神境大成的威势。上书：大成神杰，不及亲至，仙神武道，不以有异。武家家主神色难看。天域女祖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她正在做度大成与神杰的准备，没工夫来，无论是修武还是修道，武统还是道统天地，都不应该有异族参与。而这字迹上携带的威势，就是给在场5大宗门以及暗中那些宗门的一个警告。这暗中的几大道祖陷入了沉默，他们的修行已经来到了瓶颈，想要突破到极境大成难上加难。天域女祖的存在无疑让他们忌惮不已。哼，故弄玄虚。武家老祖冷哼一声道：他若真有那份实力，何不亲自现身？以为我等都是吓大的吗？对此，天域圣主微微一笑道：姐姐不来，自是有她的打算，我只是表明意思，至于作何选择，全凭各位前辈本心。说完后，他没有多留，直接转身沿虚空法阵而回，留下远处的众修士面面相觑。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错过。有道祖沉声开口，他心中有了决断，哪怕与天运圣地为敌，也要跟武家走到底。既然未知大成与神境就不是武家那位的对手，只要我们速战速决，助那位老祖一举踏入准神，一切将尘埃落地。其他几族也是同样的想法。武家准神。听到这番内幕，秦秦与武叶宁心中一震，旁边的修士也是大吃一惊。今天的事一再超乎了他们的预料，不光涉及到老祖，甚至涉及到太祖级别的人物。你们这些恬不知耻、冠冕堂皇的老东西，把自己宗门的脸面都丢尽了，不怕宗门弟子、宗门后人耻笑吗？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爬上了远处的大石上，叉腰叫嚣：还有你武家，想吃一血肉，想疯了吧？修武修几身？修个屁！以后改名姓道，就叫道家算了。那身影一上来，便把武家在内的几大宗门得罪了个遍，除了来去随心、心直口快、快意恩仇的徐金年，还能有谁？我去，这愣头青又来了，真是不怕死。就算顶着轮回道子的身份，也不能这么狂啊！啊，今天可不比上次，来的都是老祖级别的人物，谁会惯着他？众人都是看向那个方向，有的暗暗敬佩，有的冷声嘲笑。山头上的武士林闻言，当场眉头一皱，黑下了脸，向旁人询问徐金年的身份。今年人群中，秦秦面露忧色，若是之前他定会欣喜，但今天这种场合实在是太严肃了，连宗主来了都得靠边站，更何况他一个道子。这傻子，什么时候了还当出头鸟？武叶宁也心里着急，恨不得上去把徐金年扯下来。小蝟蝼蚁也敢聒噪，找死不成？果然，高天上雷霆震怒，狂风卷得乌云呼啸。武家老祖不由分说，直接散出一缕武意，要将徐金年碾杀。杀意之下，徐金年浑身紧绷，冷汗直流，周围修士都感觉头皮发麻，远远躲开，怕被他牵连。突然间，有金轮耀世横扫八荒，一道身影盘坐其内，随手将那道武意抹除。轮回道，你也要与我们为敌吗？武家老祖震怒，我本不想现身，但你成祖多年，竟然选择对金年出手，我只能改变立场了。轮回道祖开口，语气和煦，似一个温文尔雅的美男子，身体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看不真切，背后命运与生死二气交替，层层普照。旁边的高剑狂大笑3声，上前套近乎：老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教我保养保养呗。轮回道祖不理会他，为了一个道子，你竟然愿意舍弃突破境界的机会？武家老祖的目光穿透层层乌云，冷冷直视着轮回道祖。今日事，来日果，我轮回道可弃今生，但求来世。轮回道祖开口，没有退让的意思。这下虚空之中再次陷入了僵持，天运圣地与轮回道的接连插手，已经让5大宗门失去了绝对的优势。4大道门的老祖没人开口，都在等武家表态。他们知道，现在最有话语权的是武家，最急的也一定是武家。我靠，吓死我了！可算把老祖逼出来了。大石上，徐金年拍着胸脯，后怕不已，心道：大哥大姐大，小弟能帮你们的只有这么多了。如此折辱我武家，怎能让他全身而退？武士林见状，越想越气，索性腾空而来，喝道：徐金年，可敢与我一战？徐金年一愣，道：你是何人？我乃武家少主武士林也，今日同辈相争，取你首级。武士林黑发张扬，龙行虎步，照出一把白羽龙玉枪，杀气腾腾。武士林，难，他就是武家那个至尊不灭体，号称中原年轻一代的最强者。武家枪法再加至尊不灭体，此子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啊！听到这个名字，下方众修都是心惊。武士林年纪轻轻，显露出来的威势已经超过了他们大部分人。徐金年挑了挑眉毛，道：有何不敢？怕你老的，还怕你小的不成？受死！武士林杀心大起，浑身气血沸腾，挺枪刺来。徐金年不敢大意，撑展命运之轮，生死二气流转，将武士林的枪尖尽数挡下，一武一道站在一起，互有攻防，不可开交。可惜徐金年毕竟是道修，与武士林近身搏杀，身法和攻势都少了几分杀伐气，很快便落了下风。他也不是头铁的人，直接开溜。武士林哪能放过他，挺身追了上去，两人且战且走，从众修的头顶上掠过，又战至远处，最后消失在了茂密的山林之后，不知会有如何胜负。秦秦与武叶宁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按道以后一定要好好带这个弟弟。小辈们之间的争斗，武家老祖与轮回道祖自然不会多说什么，各方势力还在为了通天塔中的吴小白对峙僵持不下。武家家主面色阴沉，自语道：既然如此，是你们逼太祖出手的，小辈们退下。骤然间，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古朴平静，回荡四方，腐朽与岁月的气息蔓延整个天地，惊得高剑狂的5把神刀与轮回道祖的法身不断震颤。老祖尚且如此，普通修士更不必说了，一个个耳朵轰鸣，嗡嗡作响，只有退出不少距离，这才缓过气来。这到底是什么境界？一个眼神可碾碎虚空，一句话足以震杀100万修吗？每个人心中都惊惧至极，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级别的存在。半步准神，高空中，高剑狂的神色凝重，5把神刀旋转成阵，与轮回道祖一起摆开架势。远处山头，一黑一白2道身影坐在树梢上，正是秦颖与穆倩影。所有修士远远观望着通天塔的情况，没有人注意他们。此时高空中仅能看到寂灭刀祖与轮回道祖2道身影。5家太祖出生后，双方的天平再次发生了倾斜。哼，以为多几把大成与兵就能发挥出与我一样的实力吗？大成与小成之间的差距是难以逾越的天堑，若是识相，就此退去吧。虚空中，5家太祖轻笑，声音徐缓，却如洪中大吕一般，卷得9天雷动，震慑无数人心。有了5家太祖出马，4大道宗都是信心在握，毕竟这可是活了2万多岁的老太祖，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了，什么天运、圣地轮回道都不会在乎。他一出手，谁能拦得住？几人只需跟着挂个名就行了，是吗？高剑狂顶着巨大的压力，将寂灭狂刀紧紧握在手中，不知这个老家伙到底有几分虚实，几分底气。双方都没有立刻出手，恐怖的气息却压得人窒息，让场面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与僵持。漫天乌云翻涌，仿佛下一刻就会被天幕撕裂。不是人，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树梢上，穆倩影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她伸手在秦颖面前晃了晃，道：“你有在听我讲话吗？”“在听，不干什么，就凑凑热闹呗。”秦颖敷衍着，看似是在关注局势，实则早已看向了另一处。通过感知，他能在无数人中轻易找到秦晴的位置，目光也自然而然地停留在了旁边的午夜宁身上。与秦晴分离后，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午夜宁了，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守护。如今借着这个机会，他终于能远远地注视一会儿了。看着午夜宁绝美的侧脸，秦颖久久失神，仿佛回到了吴府中陪他逛街，陪他耍闹，陪他偷偷出去喝酒的日子。哦，穆倩颖没有多问，点了点头。就在这时，秦颖似乎在人群中看到了什么，身子顿时一震。那是一个女子的身影，身材丰盈，近乎完美，衣衫也很暴露，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她穿行过的地方，每个修士都忍不住呼吸急促，想多看2眼，但注意到那美丽却双满是杀意的眸子后，又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急忙转移视线。此人正是梅清柔。他通过寂灭刀祖那个微不可察的点头举动，正在向秦晴与午夜宁的位置搜寻。是他。秦颖深感不妙，道：“你在这里等着，我离开一趟。”穆倩颖一愣，道：“你去哪？”话没说完，秦颖的黑袍已经陷入了阴影中，消失无踪了。又这样，穆倩颖气得直晃腿。另一边，秦晴正沉着脸看着通天塔方向，突然感觉有人拉了拉自己的裤腿。他刚想回头，便听到一个冰冷急促的声音传入了脑中，道：“别动，别回头。”秦晴脖子一僵，不露声色。听好了，梅清柔追杀过来了，就在你们身后不远处，等下我惹出动静，制造混乱，你们赶紧离开此地。秦颖沉声道。秦晴皱起眉头，当即倾向午夜宁，小声道：“大小姐，情况有变，我们该走了。”午夜宁稍有疑惑，忧心道：“怎么了？不知道今天的结果，我如何能放心离开？”先不要管小白了，我刚才好像在后面看见梅清柔了。秦晴沉声道。午夜宁一惊，在秦晴的提醒下，没表现出什么异常。两人来时做了乔装打扮，发型糟乱，现在就好像普通的落魄路人在交谈。不过这番伪装肯定瞒不过熟识的人。此时一袭轻装的梅清柔距离他们只剩下3、5个身位了，眸光看向秦晴与午夜宁的后脑勺，双目微眯。通天塔之事传开后，他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秦晴2人，不然没有人会这么大张锣鼓的造势，引起混乱。难道那2个小崽子掉进第3虚空还没死？几年不见，他对秦晴与午夜宁的恨意可谓日夜加深，恨不得立马囚禁2人，在当着午夜宁的面对秦晴用尽各种姿势让他痛苦的活着。一连，为师必定会为你报仇。梅清柔冷声自语。由于这里正道老祖众多，甚至有与神境大成的太祖亲临，他不敢施展修为，只能尽量隐藏气息，在攒动的人头中缓慢搜寻。这番功夫，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极小的范围，马上就要轮到秦晴与午夜宁了。就在这时，影子暗中出手，将梅清柔附近一个3粗大汉的裤子给脱了。那大汉下体一凉，手忙脚乱地提起裤子，回头见身后人正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不少人看到这一幕，都是细谈几句，哄笑起来。被脱了裤子的大汉恼羞成怒，当场给了身后修士一耳光，斥道：“你这厮人模狗样的，怎么敢调戏你爷爷我？”被打之人摸了摸面颊，一脸懵逼。他的体格虽然没有大汉强壮，但修为却不弱分毫，此刻直接回对道：“你这混蛋，讲不讲道理？你问别人我碰你了吗？你这鸟人，敢做不敢当是吧？”2人都是暴脾气，没人咽得下这口气，3句不合便殴打在了一起，引起小范围的混乱。梅清柔受不了他们嘈杂，投去嫌弃的目光，可再回头时，前方一高一低2个背影已经消失不见了。梅清柔眸光一乱，急忙探开修为，感知秦晴与午夜宁的下落。可这里修士太多，人影绰绰，午修道修参差不齐，只能看到模糊的背影一闪而过。可恶！
他刚想动身追赶，前路再次出现了混乱，一名女子的贵重首饰被偷，出现在了身后宗门之人身上，双方人马争吵起来，又是拦住了去路。滚开！梅清柔察觉到有人暗中干预，直接显露一定气息，惊退众人，继续追杀。一路上，影子频繁出手，干扰梅清柔搜寻的脚步。秦晴与武叶宁穿梭在人群中，寻找机会脱身。可梅清柔毕竟是准道境的强者，即便收敛了大部分修为，还是有极强的洞察力，始终凭借着那半分残影，对两人穷追不舍。穿行了许久，周围的修士渐渐少了起来，没有繁杂气息作为掩护，两人无异于等死。小晴子，这一下怎么办？武叶宁道。秦晴心一沉，决定带着武叶宁铤而走险，脱离人群，趁无人注意时再以化形之术逃脱。毕竟现在修士太多了，有不少隐士高手混迹其中，当着他们的面施展幻形之术，恐怕会引火上身。察觉到两人的动向后，梅清柔心中冷笑道：哼，此地正道强者太多，我才如此隐忍修为，你们竟然还敢往远离他们的地方去，真是找死。自然，梅清柔也能察觉到前路上一直干扰他的秦影，只是秦影的气息太过古怪，又神出鬼没的，让他捉摸不透。不管了，先擒住那两人，好好疼爱一下他们。梅清柔眼中寒意大起。很快，秦晴与武叶宁率先出了人群，周围修士大多被通天塔那边吸引了注意，背对着他们。突然间，狂风大起，沙石纷飞，九天乌云全部向一处凝聚，漫天的武艺肆虐纵横，直叫人浑身发颤。打起来，打起来了！那太祖要出手了！有修士惊呼：完了，寂灭神宗的刀祖好像负伤了，武家那老不死太强了，恐怕天域女祖亲临都不好使。听到这番话，武叶宁心中一紧，忍不住回身张望。可惜的是，这番逃窜，他与秦晴距离通天塔已经是极远的距离，只能看到一张干枯的大手遮天蔽日，笼罩四野，掌中有黑色闪电不断击落，声势浩大。手掌之下，寂灭刀祖与轮回道祖奋起反抗，两人合力在那大手之下苦苦支撑。五刃狂刀与命运之轮绽放阵阵神辉，撕裂无数虚空。这是真正的老祖级别的争斗，散发的余威已经波及到了他们上空，动辄将摧毁大片区域。观望的众多修士不得不继续避退，又是一番人影嘈杂。大小姐，我也放心不下小白，可现在还是先走为好。秦晴拉着武叶宁的手腕。武叶宁万般不舍，点了点头。其实他的性格并非优柔寡断，可牵扯到重要的人，心便乱了。秦晴借着众修纷乱之机会，抱起武叶宁，脚踩逍遥派神意步伐，瞬间跃入了远处的大山密林。哎呦！他们前脚刚走，身后修士便被一道气息震开了。梅清柔满脸杀意，缓步走出，见秦晴竟然有如此快的逃遁速度，他眉头一皱，但并没有放在心上。逃吧逃吧，你们逃得越快，死期就越近，顶着万血海弟子的名号，世间还能有你们的容身之处不成？梅清柔冷声自语，脚下浮现出密集的空间法则，丝毫不输秦晴如今能施展的逍遥步，眨眼便追进了密林。如今天色正值午时，受通天塔的影响，山林中没有任何人迹，树叶草木沙沙作响，大片的阴影不断摇曳。奇怪，人呢？梅清柔察觉到不对劲，即便秦晴的跑路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没了踪影，仿佛凭空消失一般。纵观之下，大山之中鸟兽虫鸣不绝，各种野生植物蓬勃生长，崎岖蜿蜒的古木参天而起，生机盎然，一幅原始而自然的景象。哼，以为有些手段就能逃脱吗？别忘了，我可是万血海的人。梅清柔冷哼一声，眸中血光涌现，一头黑发张扬。话音落，他直接催动嗜血咒，席卷周围区域，所过之处，所有生物齐齐一颤，什么大小飞禽、松鼠、虫子，都在顷刻间被剥夺了生命。我靠，这女人杀心这么重，暗中的秦晴与武叶宁藏不下去了，只好急急离开。梅清柔察觉到动静，血眸一斜，瞬间朝这个方向追来。古木下，一只乌龟正以极快的速度狂奔着，绕开重重地形与阻碍，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龟壳上趴着只毛茸茸的雪兔，以极其人性化的姿势搂着乌龟脖子，防止被甩下去。这一龟一兔自然便是秦晴与武叶宁。见此一幕，山林中的各种动物都惊呆了，什么熊啊狼啊，都立在原地，久久不能回过神来。有的山狼已经成精，冷吐人言。其中一头眉清目秀的母狼对公狼道：孩子他爹，你看到了吗？刚才好像有只白毛龟嗖的一下过去。啊，看到了，说好的龟兔赛跑，怎么和故事里不一样呢？公狼开口，鬃毛烈烈，身姿挺拔，看起来道行不低。嘻嘻，还好没让那一窝小崽子看到，不然的说咱们骗狼了。母狼打趣道。就在这时，他们前方的山林鸟兽惊飞，像是发生了动乱，却又在转瞬间变得寂静，阴暗中仿佛有什么在掠过来。孩子他爹，不对劲，好浓的血腥！母狼心生畏惧，转身欲逃，可下一刻，一道人影已经飘至了他们头顶，威压滚滚，杀机凛冽，周身血芒涌动。母狼身子一僵，再也动不了了，短短数息，气血全无，成了一具干尸。人族，人族！公狼匍匐着身子，死死咬牙。他的修为高于母狼，尚能坚持着逃离，但母狼已死，他也不想独活了，直接张开血盆大口朝梅清柔撕咬。找死！梅清柔看都没看他，直接甩出一道血芒，公狼的身体当场炸开，化作血雾。逃了3-5座山后，已至日暮。秦晴背着武叶宁一路东躲西藏，其中经历了多少凶险与博弈，难计其数。很快，天色完全暗了下去，一轮明月高悬。秦晴与武叶宁借着夜色，隐在繁盛的草木中，继续逃亡。哼，
逃吧，逃吧，看你们能有多少力气，能逃到哪？”梅清柔面带冷笑，紧随其后，面颊与肌肤上染了不少血迹，让她在妩媚中多了几分疯狂。如此又过了一天一夜，秦秦二人逃了多远，梅清柔就屠了多少，不论沿途是人是妖，全都难逃一死。3天之后，前路的古木与草木也变得稀薄，用不了多久，秦秦与武叶宁就会被逼出这座原始森林，难有藏身之地。一路下来，两人身上都有不少伤势，可谓狼狈之极。天边泛起鱼肚白时，他们站在了一处悬崖上，见一座城池出现在眼前。山林中，梅清柔随手抹下残留在树叶上的几缕血迹，放在口中吮吸。会是秦公子的，还是宁儿妹妹的呢？他起身悬上高空，俯视周围地形，见前方密林将近，只有一座古城伫立在不远处，周围什么建筑与宗门都没有。看来我们会在这里团聚了。好妹妹，梅清柔嘴角带着残忍的笑意。城里，午夜凝扶着一瘸一拐的秦秦，在小巷坐下，两人都是披头散发，浑身沾满泥泞与血污的混杂物。行走在外，打打杀杀在所难免，几乎每天都有仇家追杀来追杀去的，所以两人并未引起城中修士的太多关注。小秦子，感觉怎么样了？午夜凝运转修为，帮秦秦恢复腿上的伤势，那里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是在逃遁过程中被梅清柔的一缕血芒所伤。那女人大概是想生擒我们，不然被她一击擦中，我恐怕已经没命了。秦秦喘着粗气，自己也运转修为，道：“我午修体质，恢复很快的。大小姐你呢？”午夜凝摇了摇头，道：“我没事，只是受了点轻伤。咱们还有一株神灵草，如果实在坚持不住，就将它吞食了吧。我们的血沾染在密林中，以梅清柔的修为，肯定能追寻到气息，就算吞食。神灵草恐怕也只是权宜之计。”秦秦沉吟片刻，道：“大小姐，依我之见，不如将半株神灵草当作诱饵，拱手让人，引致强者抢夺。梅清柔得知这个消息，必然要在我们与神灵草之间做个选择，到时候我们再趁机逃离。”好主意啊！午夜凝一听，感觉这个方法有戏，但转念一想，又道：“可这座城池位置偏僻，周围无门无派，城中修士的境界看起来也不高，能引来圣人大能吗？”秦秦扶着墙起身，道：“总之先去打探一下吧，打探出城中最大的势力，再把火引到他们身上。”好。午夜凝应道。两人在巷子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仪容仪表，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吓人了。刚出巷子，便见几个修士迎面走来，其中一人抱怨道：“真是倒了霉了，好不容易想去万花阁潇洒一回，就碰到那邪教的老淫贼了呢。”是啊，老东西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精力旺盛，可怜了万花阁里面的美人都要难逃魔掌了。哎，小声点吧，三大邪教之人，谁敢招惹？万一这附近有邪教于众，咱们难逃一死，还是远离此地，去其他城市快活吧。几人边走边说。秦秦神色一动，上前拦住了他们，道：“几位哥哥，你们口中说的这个老东西，可是同色皮肤，穿一马甲短裤，身体精壮有力。”我去，这人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几人吓了一跳，生怕秦秦与午夜凝是鬼谷上道的弟子，忙道：“不认识不认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果然是鬼二爷。秦秦心中大概有了答案，又道：“哥哥们别怕，只要告诉我那百花阁的位置，咱们就此别过。”几个修士都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指了路后匆匆离开了。秦秦看向百花阁的方向，笑道：“大小姐，这下我们可能用不着浪费那半株神灵草了。你是想让那老登帮我们阻拦梅清柔吗？”午夜凝对鬼二爷没什么好感，皱眉道：“他是鬼谷上道的人，若有百鬼生同行，兴许还会帮忙。如今没了这层关系，不愿出手怎么办？大小姐放心，如果我猜的没错，梅清柔估计从哪里得到了七煞幻点的残液，修了其中的玉煞。鬼二爷又为玉煞所困，满脑子女人，见到她肯定会移不开眼。”秦秦若有深意道：“既然那女人穷追不舍，咱们就先下手为强，送她一份大礼。”两人随即往万花阁赶去，见大街上一个女子都没有，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一些有妇之夫都是躲在屋内不敢露面，倒是一些掉牙的老太婆坐在门口闲谈，三三两两的议论着。一阿婆信誓旦旦道：“哼，什么邪道魔头，老身今天就坐在这里，看他敢不敢来战个3-5回合。”这鬼二爷的名声可真是够大的。秦秦心道。不多时，两人出现在了万花阁的门前，刚想进去，便被一美艳妇人给拦住了。今天这里啊，被贵客给包场了，贵客吩咐只能女人进，男人嘛，有多远滚多远。妇人说着，又看向午夜凝，仿佛见了宝一样，道：“妹妹好姿色，可愿加入我万花阁？别看这里是风月场所，绝对能保你在乱世中平平安安。”午夜凝见状，直接冷声道：“我们万雪海的找那老登有事。”呀！美妇人吓了一跳，连忙道歉，心道今天这是什么运气，三大邪教一下来俩。秦秦与午夜凝在他的带领下上了楼，一路畅通无阻，期间察觉到不少强者的气息，甚至有准圣女子行走，除了没有招收弟子外，几乎不亚于一些宗门了。最后两人来到一座精美的屋子前，见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一个个貌美如花，皮肤白皙的女子按顺序往里走，没过几下又被轰出来。不行，太瘦了太瘦了，这两条腿瘦得跟竹签似的，扛起来个得慌。不行不行，这脸上的妆都够我鬼谷上道抹墙了，搞诈骗是吧？屁股不够翘，撞起来没劲，下一个下一个。土里土气的鬼二爷坐在里面挑挑选选，愣是没个满意，不由得嚷道：“老板娘，你这什么狗屁万花楼，纯属糊弄人是吧？不如我帮你拆了得了。”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奴家可全靠这万花楼讨生活呢，要不您再挑挑，这好看的女儿啊还在后头呢。美妇急忙贴上去，挤眉弄眼，若是能和鬼二爷攀上点关系，万花楼又可以涨不少事。秦秦笑了笑，
径直来到鬼二爷面前，道：“二爷，又见面了。听说你求贤若渴，晚辈今天说不定可以帮到你。”哦，是你小子，你们怎么到这来了？鬼二爷见到秦秦两人，眉开眼笑，一骨碌推开美妇，眼睛直往午夜宁身上打量，道：“小娘子几日不见，想我了吗？”午夜宁对着口无遮拦的老头嫌弃的紧，背过身去，懒得搭理。嗨嗨！鬼二爷干咳两声，挥手把一众胭脂俗粉都轰出去，道：“小子，你刚才所说的可是真话？”秦秦上前与他勾肩搭背，道：“自是不敢欺瞒，只要二爷你提前在这里做好准备，美人马上送上门。”鬼二爷瞬间明白了秦秦的意思，脸一黑，道：“我说这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原来是你小子犯事了，想来套路二爷是吧？滚滚滚！”秦秦嘿嘿一笑，道：“套路算不上，美人可是真美人，若是二爷不提前准备啊，有可能降他不得。”降他不得？鬼二爷神色一动，道：“那美人什么境界？何许人也？”秦秦道：“万血海大长老，梅轻柔是也，与二爷一般，都是至圣境巅峰，也是圣境巅峰。”鬼二爷一听，顿时有点不乐意了，摆手道：“不帮不帮，这同一境界亦有差距，万一二爷我被揍得屁滚尿流呢？你们万血海家事自己解决，不帮不帮。哎，二爷先别急着拒绝，帮与不帮，看了才知嘛。我们梅长老啊，绝对符合您的胃口。”秦秦充分发挥了3寸不烂之舌，一顿说道，又重点道：“而且他还修了你们七煞幻点中的御煞，整天嚷嚷着男人不够，这不正好和二爷互补吗？捉了他，说不定能助你突破瓶颈。”哦，还有这等妙事？听到这里，鬼二爷确实有点心动了，思来想去，道：“既然你这么说，二爷我便信你一次，若敢有所欺瞒，饶不了你。”嘿嘿，晚辈与小柏东来可是铁哥们，岂敢有假？秦秦知道继承，心里松了口气，说到小柏，你们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一回宗门，3句不离通天塔，5句不离一血珍惜。鬼二爷嘀咕着。通天塔午夜凝心弦一动，忙转身道：“二爷，你知道通天塔如今是什么情况了吗？里面关押的一族是生是死？这些日子，他与秦秦一直在大山里逃遁，消息闭塞，喘息之余，唯一担心的也就是通天塔老祖战的结果了。生死？活得好好着呢，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啊，死不了。”鬼二爷道：“那天我鬼谷上道虽然没有出手，但幽冥峰可是下了大手笔，直接把埋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具神尸给挖出来了，当场就把武家那老不死给吓住了。”神尸？听到这句话，秦秦与午夜凝相视一眼，心中震动。葬神殿中，秦秦可是亲眼见过一具神尸的，其命虽陨，但血肉不朽，流淌的神血甚至帮血始祖强行突破了境界，直入准仙境。3大邪教屹立至今，不被那么多正道所铲除，果然都有其依仗的点。秦秦心中自语：“看把你俩吓得！”鬼二爷见秦秦与午夜宁静的说不出话，笑道：“虽是神尸，但早已失了神性，就算有幽冥咒催动，也发挥不了几成威力，不然幽冥峰还不称霸5域了。”原来如此，秦秦沉声点头。那最后呢？最后哪一方占了上风？他们决定如何处置塔中一族。午夜凝关切道：“这事可不是小打小闹，哪有那么容易定夺？双方互有顾忌，在通天塔外僵持许久，最后各自退去了。”鬼二爷道：“不过那些正道宗门，尤其是武家，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下次再聚通天塔，可能会有更多老不死出面。”得知这些消息，秦秦二人谈不上多喜，但心中悬着的一颗大石也算稍落了一些。想不到红毛还真有点本事，倒也不是光会耍嘴皮子。午夜凝自语：“按道下次见了，定要好好道一声谢。”简单交谈后，鬼二爷便开始布阵了，翻手取出半根古怪又粗壮的木香，道：“我这玩意儿可是个宝贝，号称7日香，用一分少一分，有了它，别说万血海，就是那天运圣地的仙子来了，也得嗷嗷动情。”他看向秦秦与午夜凝道，怪笑道：“怎么，要不借你俩试试？那滋味简直不要太爽。”闻言，午夜凝脸上一烫，秦秦也有点窘迫，道：“雷二爷，那什么，您自己留着用吧。”鬼二爷一愣，道：“不是吧？我看你俩整天形影不离，卿卿我我的，难道还没那啥过？”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指点道：“时也，信也，这方面你们就不如子东来那贼娃子了，7、8岁就去偷窥女澡堂。”随后他又拉着二人讲解了一番大道理，什么身心愉悦有助于修行啊，男女之事与凌迟洞天的种种奥义啊，哪种姿势对武道大有好处啊，总之头头是道，不知几分真假。知道了知道了，多谢指点，多谢二爷指点。秦秦与午夜凝听得面红耳赤，两人一番应付，这才逃也似的离开了屋子。此时梅轻柔的身影刚刚落在了城里，顺着秦秦与午夜凝的气息而行，没多久便寻到了万花阁前。两人的气息在这里变得浓郁，似乎停留了下来，没有再离开。以为一个小小的青楼就能护得了你们吗？异想天开。梅轻柔双目微眯，察觉有点异样，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他的修为足以在这里横行无忌，谁若不长眼，大可随手屠戮。进了门，里面有一些男女修士拥搂在一起，看起来与普通青楼无异。知晓来意后，美妇人便领着梅轻柔上了楼，按照鬼二爷的吩咐，把她带到了一间屋子。屋内布置精美，余烟袅袅，飘散着淡淡清香。前辈在此稍等，我这就去把那两人带过来，谢给您。美妇人恭恭敬敬地退下。哼，算你们识相。梅轻柔没有多想，自顾自地翘起腿，更显裙下的艳丽与丰满。可他等来等去，秦秦与午夜凝没来，倒是一个两眼放光的精壮老头出现在了门口。其实梅轻柔登阁楼时，鬼二爷已经在暗中观察过了，当时便直呼对味，说什么也要拿下。
现在只是估摸着7日香起效果了，才竞走来。你这丑厮是谁？梅清柔神色一寒，刚想一巴掌把鬼二爷扇出去，便看到秦晴与午夜凝出现在了老头身后。梅长老，好久不见啊！秦晴招了招手，笑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通天山脉鬼云宗宗主鬼二爷。那什么，清柔姐姐，接下来你好好享受，不用感谢我们。”午夜凝也是红着脸开口。话音落，两人一左一右将房门合上了，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梅清柔与鬼二爷两人。紧接着，周围的墙壁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道痕，隔绝了一片空间。梅清柔眉头一皱，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禁制，而且这些道痕没有极高的修为是刻不下的，暗中似乎还有强大的法宝加持。这腰，这屁股，这妩媚劲，对味儿了，对味儿了！鬼二爷甚是满意，不再隐藏修为，一双鬼眼在梅清柔凹凸有致的身材上不断打量，根本移不开。准到！梅清柔缓缓起身，眸中闪过杀意，道：“你这丑厮可知我是谁？我乃万血海大长老，与我为敌，找死不成？”鬼二爷毫无惧意，嬉皮笑脸道：“嘿嘿，小娘子莫急嘛，按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叔叔呢。”梅清柔不清楚鬼二爷的底细，也不想与他浪费时间，便冷声斥道：“以为这些破烂禁制就能拦得住我吗？赶紧滚，不然今天撕了你这张丑脸！”说罢，他直接释放自己准道境的气息，将屋子里的陈设震了个粉碎，想让鬼二爷拒而退却。鬼二爷嘿嘿一笑，取出半根燃着的木香，道：“小娘子，若平时我断然不是你这大长老的对手，但今天你毫不设防，我估摸着这7日香也该生效了吧？”梅清柔神色一变，那木香散发的味道，她已闻了许久，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此刻听了鬼二爷这番话，这才发现端倪。只见他的面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绯红，一丝一缕的炙热从脚尖开始蔓延，一路向上，席卷整个身体，冲击他的神智。若是普通粉尘，梅清柔大可运转嗜血摩天诀逼出，但当他内视己身，却发现灵池与冬天竟然也受到了影响。原本磅礴的血色灵池变得粘稠，几轮洞天旋转缓慢，莫名生出一股空虚感。你这丑厮，对我做了什么？梅清柔大怒，玉手一挥，血色神通汹涌而出，欲将鬼二爷杀伤。奈何中了7日香后，股股灵力随着术法的涌动而外泄，牵扯出异样的感觉。哎呀！梅清柔双腿一软，神通虚浮，无以为继。嘿嘿，小娘子，中了我的7日香，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鬼二爷轻易抵下血芒，身法灵动，向梅清柔近处袭去。滚开！梅清柔强忍异样，尽全力施展修为，将鬼二爷逼退。把解药给我，否则我万血海饶不了你。梅清柔喘着粗气，银牙紧咬。小娘子啊，我这7日香无药可解，需要与人合欢7日，其毒自散。鬼二爷搓着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可恶！梅清柔不敢再恋战，称展开自己的血阵，其内空间法则与血色道痕浮现，欲将房间里的禁制破除。随着这番动作，梅清柔的灵力自然又泄了一些，心灵与肉体上在经受着双重折磨，她只能咬紧牙关，极力忍耐，不让鬼二爷得逞。可这一晃神，面前哪里还有鬼二爷的身影？什么？梅清柔瞳孔一缩，大感不妙。紧接着，一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对着他的翘臀就是狠狠一拍。咦呀！梅清柔只觉浑身一阵酥麻，忍不住足尖紧绷，脖子上扬，连血阵也无法维持了。嘿嘿，小娘子，你就从了我吧。鬼二爷知道自己胜券在握，也不急于进攻，只想再多看看梅清柔现在桀骜不驯的样子。你这丑东西，离我远点！梅清柔气喘吁吁，拖着滚烫无力的身躯逃至屋角。事到如今，他也明白了，想要越过鬼二爷逃脱是不可能的，必须正面突破。好在他已在暗中酝酿好了御煞，只待这老头放松警惕时，一招得手。这般想着，鬼二爷已经脱了他那用来蔽体破马甲，露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肉与坚挺的腰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好强壮！梅清柔呼吸一滞，不知道是不是受7日香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他竟然担心起了自己能不能受得住。不过他修行至今，道心至少坚定，艰难并出杂。后趁鬼二爷毫无防备，果断催动了御煞。咦，御煞，好，二爷我正等着你施展这一招呢。然而鬼二爷的脚步只停顿了刹那，便恢复了没事人。他满脸邪笑道：“其实啊，我这鬼二爷的鬼是江南鬼谷上道的鬼哦。”什么？你？梅清柔浑身一震，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秦晴那张略带笑意的脸。那小兔子崽子竟然诓骗于我！梅清柔得知上当，有些慌乱。可惜事到如今，他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鬼二爷同样施展7煞幻点，与他的御煞强行产生了牵连。顷刻间，梅清柔遭到幻术反噬，原本仅能守住的一丝清明区尽于无。比起肉体上的欢愉，这种精神上的填满是梅清柔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小娘子，我来了！鬼二爷72上。你这丑厮，滚开！梅清柔撑着胳膊艰难抵抗，一同100两个肤色扭打在一起。轰隆隆，屋子里爆发了剧烈的打斗声。可没过一会儿，轰隆声变成了笨啊呀的娇喘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高亢急促。7天后，梅清柔扶着墙，虚弱不堪地出了万花阁，而秦晴与午夜凝早已不知逃遁到了哪里，再也寻不到气息了。可恶！你们两个，我饶不了你们！梅清柔咬牙切齿，想到这7天的非人经历，只觉浑身发颤，又享受又愤恨。小娘子，你到哪里去了？叔叔我还没尽兴呢。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鬼二爷的声音：“这丑厮竟然还有力气！”梅清柔吓了一跳，心生惧意，以他如今的状态，定然不是鬼二爷的对手。若是被擒回去，又免不了一番折腾。此刻不敢再犹豫，狼狈不堪地遁入了虚空。另一边，秦晴与午夜宁来到了石鼓山脉一座偏远的城池，暂作落脚，同时也在打探点那日离开后通天塔发生的种种情况。恰逢雨季，天空之中乌云密布，一片阴霾，豆大的雨滴打在树叶与瓦片上，沙沙作响。城中小道一片泥泞，街头巷尾除了3两纸伞，鲜有人迹。两人披着蓑衣，头戴斗笠，踩水进到一处酒家。秦晴熟络地帮午夜宁扫去肩头水渍，又为他披上一件外套，朝里面吆喝道：“小二，来壶烧酒，上几个好菜。”“好嘞，二位稍等。”年轻精干的店伙计立马过来抹桌子，后厨里也忙活起来。由于天气原因，店里昏昏暗暗，只坐了3两桌客人。午夜宁坐在窗边观远山空景，静听落雨时缓时急。大小姐，来！秦晴提着店里的小暖炉走了过来，放在近处，炉里烧的是木柴，不时迸溅出点点星火，橙黄的火光映照在两人脸上，忽明忽暗，给阴郁的空气中添了几分暖色。午夜宁脱了鞋袜，搭着脚丫子靠近火炉，几番试探后，选了个安全又舒服的位置放下。以秦晴的体质，自然不需要火来维持体温，只是午夜宁身子偏弱，闲暇之时也懒得用修为来御寒，于是一路上，两人索性冷了天衣，下雨撑伞，馋了便点些酒菜，慢慢吃慢慢饮。正如现在，两人仿佛回到了凡俗的日子，一边烤火，一边说着话，感受着来之不易的简单与平凡，倒也有几分意境。哎，你们说，那神识到底是真的假的？这天地间真的有什么？旁的桌有修士闲谈，说不准，估计是真，不然武家怎么肯让步？以后咱们遇到幽冥峰的弟子，还是避得远远的吧。肯定是真的。无数岁月前，咱们这里可是仙人满天飞，神王多如狗呢。有人大声道：“噗哈哈，你就吹吧。”众人哄笑，继续吃酒。通天塔一事牵扯太多，影响甚广，已经闹到了修行界中无人不知、无人不谈的地步。秦晴与午夜宁想要打探到也轻松，只需像今天这样往这里一坐，自会有人送上消息。不过其中真假，则需要自己判断一番了。一路混迹了这么久，两人对那天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幽冥峰虽然出手，但与寂灭神宗、天运圣地等并非同一阵营，只为自己所图。武家太祖曾邀请幽冥峰合作，但是遭到了拒绝，三方各有目的，互成僵持。最后三方阵营不欢而散，并未约定下次谈判的时间。这就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不断在暗中积聚着力量，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爆发。不过根据鬼二爷这个高层人士的判断，这件事一时半会儿估计难有定论，不可能再如之前那般半月之期轻易定夺。而秦晴与午夜宁必须另寻他法，在暴风骤雨完全降临之前，将吴小白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不多时，店小二将烧酒送了上来，还腾腾的冒着热气呢。午夜宁等不及了，一杯下了肚，胃里暖洋洋的，直呼舒坦。秦晴忍不住嘴角上扬，也给自己倒了一杯，仰头细饮。可这满眼的笑意始终落在面前的俏脸上。很快，饭菜也上齐了，两人兴冲冲的开始动筷。哪些菜好吃，哪些菜不合胃口，自然逃不过午夜宁的贴心分配。酒足饭饱，秦晴起身过去结账，照例打包了几壶美酒收在乾坤，以备不时之馋。午夜宁站在门口，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莫名的思绪浮上心头。小晴子，我们接下来去哪里？逃了这么久，梅清柔估计也不会追来了。午夜宁道：“我想找个地方，尝试突破境界，提高些修为。那日从吴府出来后，一直没来得及参悟。”秦晴道。午夜宁沉默片刻，扭头看向秦晴，道：“要不咱们回家看看？正好进献。”听到家这个字，秦晴一愣，自然明白午夜宁所指。在三大山脉间波折了这么久，两人大概摸清了中原的主要位置与地形，也知晓了当年信阳城所处的方位。那个地方算家吗？可如果不算，哪里又是家？被血酒祖带离走后，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月。对于信阳城，秦晴几乎没有任何留恋，也没有家的概念，所有美好的记忆都发生在吴府。但午夜宁不一样，武家是信阳城的一大势力，颇有威望。午夜宁更是武家掌上明珠，受尽娇宠。平日里各个家族的来往，上下关系间打点，甚至城外的一些事物都与他有关。对于家的思念，自然也比他深厚得多。好，秦晴点头应下。两人略作收拾，一前一后出了门，乘着雨幕中御空而行。2天后，秦晴与午夜宁临近了赵国边境，见下方正发生着战乱，赵兵不敌，节节败退，被破城的百姓遭到屠杀，四处逃难，哭嚎声阵阵。以他们现在的眼界来看，这些国家并没有多大，且多为凡人。一方的兵阵中若有修士担任将领，足以一骑当千；另一方需请出山中的得道高人助阵，才能有所抵抗。两人没有干预朝代的变迁，向信阳城的方向飞去。一些眼力好的凡人见到他们身影，纷纷跪拜，祈求和平与战乱结束。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启灵境小城的修士，经询问得知，赵国附近有几个小宗，宗内老祖大都处在启灵境巅峰或者出入眼悬，在远处则有个不小的势力，名叫宣灵宗，曾有圣人。数年前，赵国皇子拜入了宣灵宗，一举成为周边几国中的最大势力。后来这皇子惹了不该惹的人，不光自己丧命，还连累了宗内的圣人老祖，至此宣灵宗开始没落。多谢。秦晴与他道别，回想起往事，两人只觉唏嘘不已。这些年他们实在经历了太多，曾经高不可攀的季家仙人，如今随手便可镇杀。又飞了没多久，
成片的山峦出现在了眼前。为修行时，他们穷尽一生也难以走出这里。如今立在高空，将大小城池尽收眼底。极远处，依稀能看到一些江河的影子，按照流向，极可能是漓江的分支。若再借助传送法阵往南行，会进入江南地界也说不定。秦秦心中触动，金光若流星，引五仙真空，后有史龙灵开，招来无数修士。他与武叶宁的命运也是从那一刻彻底发生了改变。如今天金柱大哥会在哪里呢？秦秦心中自语，想起了他们一起偷偷摸摸喂大黑狗的日子，又伤感又想笑。两人无声无息地降了下去，迈着步子走进信阳城，没有惹出动静。这么多年过去，信阳城发生了不少变化，人口流失似乎很严重，贫民区有许多旧房子坍塌，院里院外无人打理，长满了杂草。当然，也有屋子翻新，围上了篱笆墙。年轻夫妇满怀希望地送孩子去富裕街道读书，希望下一代能进朝廷当官，出人头地。秦秦与午夜凝沿着石板路，且看且走，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大多是些生疏面孔，没人注意他们的存在。行至一处酒楼前，两人情不自禁停下了脚步。这里曾是信阳城最繁华的街道，午夜宁常带着秦秦在此地游玩闲逛，大买特买。酒楼拐个弯便是醉仙楼，午夜宁半夜偷跑，好几次醉倒在里面，醒来时总能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床上。可如今这里却是一副冷冷清清的景象，街道两侧的店铺与商贩关门了不少，偶尔才能听到几声吆喝与叫卖。哎，午夜宁轻叹一声，继续迈步。没过多久，两人来到武家的旧址。这里坍塌以后无人重建，但武家争先的威望与名声尚在，更何况有午夜宁一人杀四仙的名场面，让城中之人不敢不敬。一些有钱的大姓和平民自发组织，在武家后花园的基础上加以修筑，将这里建成了一处规模不小的城中游园，种满了花卉与草木。两人踩着小道进了园中，稍作观赏。一路上，午夜宁神色复杂，思绪万千，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感觉失去了很多。秦秦也没有言语，默默陪着他走路。最后，两人停在了一座亭子前，亭里有一尊石刻像，面容与武成圣极其相似，下方的台子刻有武侯亭三个大字与一些赞颂的小字，旁边还摆着祭品。在信阳城人眼中，武成圣已经是飞升成仙的人物了，需要加以供奉，方能得到保佑。一些平民也对他很尊敬，称其为武一仙。爹，你现在还好吗？宁儿很想你。午夜宁颤声道。大小姐，老爷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好的。秦秦安慰道。与武敬则打交道后，他隐约能猜出武成圣应该回到了武府，但这涉及万年前的血腥，他必须隐瞒。就在这时，两人听到不远处传来嘈杂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在说书，旁边围满了孩童与少年。传说那武一仙啊，乃是9天神武转世，百炼仙女点化，出生便拥有神力，8岁可擒虎，10岁可斗熊，城外山林中的凶猛野兽都不是他对手。老人声情并茂，边说边比划，一番故事与动作下来，听到一孩童是两眼放光，目不转睛。再后来呢，天上生了异象，吞吐凶煞，足足7天7夜不曾熄灭。武一仙神目一观，原来是那原始凶兽出山，要毁灭天地。说到这里，老人故意一顿，不往下讲了。然后呢？那原始凶兽怎么样了？武一仙到哪去了？是啊，老李头，你就别卖关子了。一众孩童吵闹着要听后面的故事。老人嘿嘿一笑，搓了搓大拇指，道：想知道后面的，总得表示表示吧。老头，我讲了半天，嗓子都快冒烟了。孩子们舍不得花钱，都是嘟囔着嘴。有富人家的小少爷出手阔绰，直接赏了老李头不少银两，让他只管往下讲，钱有的是。哎，好，刘公子大气，刘公子大气。老李头收了银两，这才满心欢喜的饮了口茶，继续讲下去。不过言辞多是胡乱改编，夸大其说，讲武成圣如何捉了凶兽，凶兽的主人如何下界讨伐。午夜宁听着这些不着边际的故事，不禁莞尔，心胸中郁闷的情绪倒是缓解了不少。武一仙逼不得已，只能请求自己女儿出手。要说那一仙之女啊，更是了不得的存在，乃女帝转世，堕入魔道，天生一副绝美面容，仙女来了也得嫉妒。这会儿功夫，老李头正好讲到了午夜宁一人杀4仙的重头戏，在人群里左看右看，一眼便看到了午夜宁，道：有多美呢？简直比这位姑娘还要美。哇！一群孩童齐刷刷的回头，对着午夜宁长长的哇了一声。姐姐，你长得好漂亮，等我长大，你能嫁给我吗？有小屁孩拉了拉午夜宁的裙角，啥话都敢说，脸上脏兮兮，眸子却很清澈。去，想什么呢？听你的故事去。秦秦不乐意了，按着小屁孩的脑袋，把他转回老李头那边。午夜宁哭笑不得。就在这时，秦秦浑身一震，笑容僵在了脸上，回首望去，那里有一对老年夫妇正相互搀扶着走在路上。这对老人60、70岁的样子，穿着古旧衣服，老翁腿脚不好，拄着拐着，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老妇白发苍苍，面容因为满口牙齿的脱落有些变形。怎么了？午夜宁询问，看向秦秦所望。没事。秦秦回过神，摇了摇头，不知是修行嗜血摩天诀，还是因为老翁命数将尽，气血枯散的缘故，他心有所感，莫名悲切。午夜宁通过秦秦的表情，似乎明白了什么，柔声道：走，一起去看看吧。秦秦沉默片刻，点了点头。两人远远地跟在老翁与老妇后面，看他们步履蹒跚，走得很慢。不用扶，我这腿几10年的老毛病了，没事的。一路上，老翁一直在逞强，不想让老妇搀扶，怕被人笑话。一把年纪了，有啥害臊的？人大夫都说了，你这腿不能有大动作，
怎么就不听话呢？老妇怪道，身子瘦小干枯，手中还提着些药方与肉菜。等回了家呀，你老老实实躺着，我做几顿好的，给你补补身子。老妇道，好的。就你做的那饭，难吃死了，我吃了几十年，早就吃腻了。老翁笑着抱怨，两人结伴前行，不时拌几句嘴，逐渐离开街道，回到了乡间土路上。秦晴默默看着前方两个苍老的背影，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悲伤吗？没有。恨吗？也没有。其他情绪似乎更谈不上。以他如今的修为，自然能感知到老翁身上散发的木气。不出几天，老翁将死，到那时，一切都将尘归尘，土归土。哎，也不知道孩子在外边过得怎么样，一走2年就寄回这几封书信。老妇忧心道：是啊，早知当初就让孩子留在信阳城了，现在真是后悔死了，每天思念的紧啊。老翁也是叹息，眼眶微微湿润。你这人净说些没用的话，留在城里做什么？跟你一样拉车修车。老妇人黑着脸说了2句，又故作宽心道：走吧，走吧，孩子若在那边过得好，我情愿他一辈子别回来。老翁苦笑。这番功夫，两人已经回到了住处。房子有些老旧，但还算宽敞，院墙什么的很健全，没有要坍塌的迹象。算下来，应该花了不少积蓄。老翁进屋，扶着床沿躺下，长舒了一口气。老妇则去厨房里拾倒了，准备接下来的饭食。哎，如果二娃还活着，算下来也到成家立业的年纪了。咱们攒的这些钱，正好给他讨媳妇。老翁感慨，人一旦到了年纪，就很容易回想往事。老妇切菜的手一僵，那年饥荒，只能养得起一个。二娃如果懂事，他会原谅我们的。老妇颤声说了一句，继续手头上的活了。只是屋子里气氛低沉，久久没有人说话。屋里如此，屋外同样。秦晴与午夜宁静立在不远处，都很沉默。小晴子，要帮一下老爷子吗？午夜宁轻声开口，如果愿意，他们大可以帮二老延续一些寿命。秦晴想了想，道：不必了，人各有命，就这样吧。午夜宁眸光一闪，突然道：走呗，陪二老吃个饭。秦晴微愣，道：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他们肯定也希望屋子里闹腾点。午夜宁二话不说，拉着秦晴的胳膊便来到院前，噔噔噔敲了敲门。谁啊？老妇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来到大门边询问。大小姐，要不算了吧。秦晴心生退意。不行，必须听我的。午夜宁回瞪了秦晴一眼，扭头道：婆婆，我随兄长进京赶考，途经此地，只觉腹中饥饿，不知能否讨一碗饭食。进京赶考，老妇一听是小女娃的声音，多少放松了些警惕，开门见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站在门外，都很面善。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秦晴心中没来由的局促，不知该如何面对。哦，进来吧，这不到中午饭点了吗？我们也准备吃饭呢。老妇人和蔼地笑了笑，邀请秦晴2人进屋，正好他们老2口孤独惯了，也想有人陪陪。嘻嘻，多谢婆婆。午夜宁乖巧应了一声，拉秦晴进了院，又借着阵阵肉香，道：婆婆，好香啊，咱们一会儿吃什么？老妇人见午夜宁讨喜得很，便道：有排骨在火上炖着呢，给我家老头补身子用的。一会儿呀，婆婆再给你们炒几个菜，都是家常菜。午夜宁看了秦晴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道：婆婆，其实我从小就对做菜很感兴趣，要不我给您打下手？您正好教我做菜。老妇人一怔，想以来者是客的理由拒绝，奈不过午夜宁一顿撒娇，只好答应。2人进了厨房，让秦晴随便坐下。秦晴无所适从，只好在院里走了走，见2个屋子闲置，里面放有床铺座椅，像是许久没有人居住，却也不曾堆放杂物。一时间，秦晴有了几分茫然。这里算是我的家吗？可是，孩子多大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秦晴转身，见一老翁拄着拐杖立在堂前，满脸笑意地看着他。20有1了。秦晴面容平静。好，好。老翁笑着点了点头，道：进来坐吧，不用拘谨，把这里当自己家就行了。多谢老丈。秦晴拱手与老翁一起进到堂屋，各自坐下。2人都不是什么善于言谈的人，聊了几句家长里短，便没话说了。秦晴看着窗外，老翁看着秦晴，十分尴尬。好在午夜宁那边传来呼喊，道：小晴子，过来端菜了。哦，好。秦晴应道，起身向老翁眼神示意了一下，过去帮忙了。不多时，4人围坐桌前，菜肴上的齐全，有汤有饭，老2口都是眉开眼笑，直夸午夜宁心灵手巧。午夜宁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道：都是婆婆教得好，有了这手艺，以后我做给兄长吃。嗨，我们老2口也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今日腿脚有样，不便下厨，以后有机会，老头子我亲自给你们露2手，可比你婆婆做的好吃多了。老翁信誓旦旦。听着这番话，午夜宁心中不免触动，但他压下情绪，笑称以后一定再来做客。几人边聊边吃起来，不过大多是午夜宁在与二老交际，秦晴少言寡语，默默地吃着碗里的白饭。孩子饿坏了吧，多吃点。这时老妇人看出秦晴有心事，往他碗里加了些菜。秦晴表示感谢，就着米饭吃下。一餐结束，老妇人送秦晴与午夜宁到大门，让他们注意安全。老翁腿脚不便，就在堂屋门口远远地摆了摆手，算作告别。2人应下。临别前，秦晴总感觉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却苦涩地发现无话可讲，遂作罢。离开后，2人没有走远，就待在暗处，以他们的修为，自然也不会被凡人察觉。5天后的夜里，老翁在睡梦中咽了气，约定好的下厨就此落了空。许是梦到了谁，
被发现时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不久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赶回家，为老翁操办了丧事，邻里乡亲也都来帮忙。棺椁前，老妇人哭成了泪人，几次昏厥过去。秦秦立在城外山头上，面无表情，看披麻戴孝的队伍渐行渐远。最后，中年男子将老妇人接向了南方，马车摇摇晃晃，道不尽人生路上的离愁与坎坷。从此，一人葬在故地，一人活在他乡。这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夫妻，彻底的天人两隔了。自始至终，秦秦的内心都很平静，无喜也无悲。直到在那块普普通通的墓碑前伫立了许久，秦秦才忽然鼻子一酸，后知后觉自己永远失去了某样重要的东西。那个拄着拐杖立在堂屋前，对他满脸笑意的苍老身影，以后再也见不到了。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终究成为了遗憾。骤然间，一种压抑了许久的、很复杂、很凶猛的情绪，急需要宣泄。大小姐，喝酒去。秦秦转过头，声音沙哑。好。武叶宁道。那一夜，秦秦放下了所有防备，在武叶宁面前喝得酩酊大醉，丑态毕露，口中叫嚷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直到声嘶力竭。看着怀里沉沉睡下的秦秦，武叶宁百般心疼。原来这个守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男人，也会喝醉，也会哭。爹娘，是你们吗？秦秦呢喃着陌生的字眼。是娘，别怕，娘在这里。武叶宁轻轻拍着秦秦后背，思绪却飘向了远方，飘到了武成胜面前，飘到了远在东海的封印之门里。第二天下午，秦秦酒醒，变得跟个没事人一样。此次故地重游，也算帮他解开了一个心结，一个深埋在心底的不为人知的心结。两人决定离开信阳城，在周围成片的山峦中寻一处合适的洞府，潜心闭关一段时间。秦秦需要感悟心得的五诀，武叶宁也想将洞天语气再凝练一下。深山里，秦秦闭目盘坐，脑中游走着五诀纪元篇的总纲与释一境的前2章要诀。有了他们的帮助，秦秦尝试将寂灭狂刀意、造化天剑意以及以道通神意这3种强大稀有却又各成体系的武艺化繁为简，取之精华，融会贯通。这个过程必然是极其困难的。秦秦初步打算以造化天成功为主，另外2种为辅，毕竟寂灭狂刀意与以道通神意获取的并不完整，目前也没有获取更多的途径，而造化天成功是他随时可以参悟的。这3者哪怕没有全部五诀全部归纳，能融会一部分也是极大的突破。很快，秦秦思绪下沉，陷入了深层次的修行，周围的一切都感知不到了。考虑到外界的不安定因素，武叶宁这次便充当起了秦秦的护道人，虽然也在修行，却没有深陷进去。秦秦闭关这段时间，他偶尔也会留下禁止出山，隐藏身份，接收下各方各界的消息。不知不觉中，自那日3方势力退离通天塔后，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天域女祖渡劫成功，成就大成与神境，成为了当代第一个突破境界的老祖。他曾亲临吴府会见武家太祖，具体聊了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最后显露了威势。二是剑神宗内部爆发了不知名的冲突，一黑一白2种剑意冲天起，纵横万里。人们猜测这件事与通天塔脱不了干系，剑神宗最后很可能会重新站在武家一方。可见通天塔一事只是开始，远远没有落幕。正邪武道多方势力错综复杂，各自在暗中较劲。正当所有人都以为3方互不相让，将会围绕通天塔爆发近代史上最大的冲突时，又有大变故发生了。天地生异象，劫为坠茫茫。有人看北域爆发了恐怖无比的雷劫，其威势之大，直接影响了整个天地。一连数日，五域上空都是阴云密布，闷雷声阵阵，气息凝重至极。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何人在渡劫？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势？这雷劫，我怎么感觉比天域女祖那天还要可怕的多？好像是从北域那边传过来的。难道有大妖要渡劫成神了吗？一时间，人族4界惶惶不已，都在猜测与议论。小丘氏尚且有所察觉，各大宗门定然是心知肚明。可雷劫持续了数日，直至消散，都没有任何一个大宗站出来说话。之前在通天塔活跃那么多的老祖，如今一个个如同哑巴。这雷劫到底渡成了没有？这是所有人族修士共同的疑问，如同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让人惴惴不安，以至于通天塔与一血珍稀的事都被暂且搁置了。雷劫过后，北域妖族那边什么动静也没有，可人们根据各大宗门的反应，隐隐有了答案。每个人都感觉心情沉重，有股莫名的压力。如此又过去了半个月后，在大山中修行的秦秦迎来了重大突破，身上武艺腾腾，却呈现出金、白、浅红3种颜色。秦秦获得睁开眼睛，并没有强行将它们归拢合一，而是抽出冰魄神剑，随心随意地舞了起来。其招式看起来杂乱无序，不成章法，可每到关键处，这些武艺便自然而然地融了进去。自创了一番剑法后，3种武艺逐渐融合归一，成了一种古朴大气的淡金色，流转之间似乎触及了某种返璞归真却琢磨不到的是成了。秦秦心中大喜，这种武士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与道运极其相似。如今他也只是初步感知到其的存在，若想参悟，难上加难。不过这已经是极大的突破了。随着武士在周围的空间中律动，秦秦对天地有了更深刻更明确的感知，身上的某种枷锁松动了，每个招式的阻力都少了很多。轰隆隆，洞府外传来闷雷声，秦秦与午夜凝心有所感，抬头仰望，天劫是一境的劫。大小姐，我去就回。秦秦开口，双目中熠熠生辉，感觉信心十足。好。午夜凝点头，与他一起走出洞府。随后秦秦冲天起，身上仿佛少了千斤担，速度比之前快了不止1星半点。
高天上数朵劫云并至，其内电闪雷鸣，规模虽然不比午夜凝度劫时那般宏大，却也远超一般修士的是一劫。很难想象根骨不佳的秦晴竟然能走到这一步。咔嚓嚓，电弧在闪烁，如同银蛇狂舞。秦晴的身影傲立当空，刚豪气冲天的抵抗了2下，便被劈得乌漆嘛黑。我靠，什么情况？这劫不对劲吧？秦晴内心咆哮，浑身阵阵生疼，那是一种直击骨髓的力量，让他动作都变得僵硬迟缓。平日里他多以冰魄神剑对敌，杀过不少眼玄境小城，甚至眼玄境大成的修士。如今面对超越境界的雷劫，又不能使用外物，第一次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压力。小金子，当心啊！稳住心神！午夜宁在远处大声呼喊。其实他也是个渡劫新手，不过比秦晴还是有经验的，多少能给一点帮助。是。秦晴沉下心，周身绽放淡金色的武艺腾腾燃烧，那是他之前3亿合一所得，非比寻常。这番功夫，数道闪电再次接踵劈了下来。秦晴眸光凌厉，并指如剑，一道虚淡的剑影在他身后显化，直指高天。轰隆隆，剑影与雷劫碰撞在一起，顷刻被击得粉碎。秦晴大惊，一边躲闪，一边重新凝聚剑形状。可那雷劫如同洪荒猛兽，追着他劈，不给任何喘息的机会。轰！又是数道电弧砸下，秦晴没来得及抵挡，被劈得披头散发，口吐鲜血。那滚滚雷劫居高临下，仿佛在告诉他：你没资格踏入这是一境。看着这一幕，午夜宁暗自为他捏了把汗。可恶啊！秦晴咬牙，浑身骨骼传来钻心的疼痛。凝聚剑形这一条路被堵死，而他又不是什么特殊体质。事到如今，他只能逼自己一把，不再执着于剑形，而是尝试如王文甲那般，不求剑形，只求剑意。只见秦晴撑起身子，闭上双眼，浑身淡金色的武艺内敛，归于本心，一头黑发凌乱风中，无序地飘着。他秉着造化天成功的剑意，舍弃顾虑，追求极境。咔嚓嚓，天地忽明，雷劫再次压制。秦晴睁开双眼，眸中闪过金光，道：来的正是时候。说罢，他迎着雷劫踏天而起，以指带剑，横扫一击。霎时间，一道璀璨的剑芒被他挥洒而出，无根无源，己身为剑。轰隆隆，碰撞之间，电光与剑影四处击散，将天地衬得忽明忽暗。秦晴大口吐血，后退数步，但那电弧也被他斩碎了。这一击过后，秦晴仿佛抓到了一丝无形无相的武士，战意更加高昂了。他凭着感觉再次出剑，主动向雷劫杀去。9天劫云震怒，汹涌卷动，更多的电弧在其中激荡。秦晴愈战愈勇，迎着漫天电光杀入其内，看不到身影了。这场雷劫大概持续了半个时辰。劫云散去时，秦晴孤身而立，虽然极其狼狈，气息却更加凝实了，浑身气血旺盛，到达了小巅峰。这一天，秦晴终于踏入了适意境，并将境界完全稳固。低头看向手中，那里有一块洁白如玉的骨质物质，看起来只是凡物，硬度也较为普通，却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便是秦晴踏入适宜境界以后，从体内清退下来的一部分肌骨，而这也意味着他的某些骨骼有了升华与重塑，变得更加强大与不凡。只是脱胎换骨了一部分，便能有这么大的提升。若是浑身肌骨尽退，真挚完美，该强大到什么地步？秦晴忍不住挥了挥拳，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据天经注所说，适宜境相当于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脱胎换骨，残留的肌骨越多，越难踏入破虚境。就算突破了，也不会强到哪里去，只能算作一般的大能。而有武道天赋绝佳的人，却可以做到2次蜕变，即完全脱胎换骨后，再次吞下不凡骨，化身玲珑骨。若是能得到大机缘，甚至可以3次蜕变。不过这已经是少之又少的了。古往今来，2次蜕变者足以震动五域，力压数个时代。而3次蜕变的人物，并没有确切的史实流传下来，大多是修士间的猜测，杂传闲议。秦晴没有在这些遥不可及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思绪，他只知道自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来日若能将这些肌骨炼入墨金剑鞘或者冰魄神剑，又是一个不小的提升。到时候他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气。大小姐，我成功了！想到这里，秦晴难掩心中的喜悦，反落回地面，一把将午夜凝抱起，抛向空中，又稳稳接住，如此玩闹了几次。好你个小晴子，敢拿我寻开心，想造反是吧？午夜凝笑骂，嘿嘿。秦晴露出一排白牙。午夜凝跳下来，扔给他几件衣服，道：看你这个邋遢样，去山泉里好好洗一下，脏兮兮的不准碰我。秦晴低头一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模样，不由得挠了挠头，讪讪道：多谢大小姐。踏入适宜境后，他与天地空间有了种玄而又玄的感应，不知应该用超脱还是用契合来形容。总之对周围的风吹草动更加敏感了，运转武道轻松舒畅了许多。难道这也是空间之力的一种体现？秦晴神色一动，试着施展了一下午夜凝传授的传音之术。哎呀，痒死了，别在我耳朵里乱吹。午夜凝脸一红，嗔怪着踩了秦晴2脚。果然如此，秦晴似乎顿悟到了什么，即刻沉静心神，体会与天地微妙的感应。没过多久，高天上再次传来闷雷声，有微压降下来。小晴子，你……午夜凝瞪大了眼睛，只见天空中原本已经散去的劫云被虚晃一枪后，又开始骂骂咧咧的重新凝聚了。不过这次是秦晴突破眼玄境的道劫，并非五劫。秦晴的灵池中自上次吞噬过镰刀丹后，早已处在了时刻充盈的状态，只是参悟的空间之力有限，无法成行动天。这次踏入适宜境，正好为突破境界提供了的契机。此刻他的灵池中翻江倒海，蓄势待发，所有灵力在向着一处泉眼旋转，
似乎凝成了一个模糊的空间，那便是洞天的雏形。大小姐，我可能要再上去一趟了。秦晴苦笑，内视己身。所谓的翻江倒海，不过是建立在普通灵池的基础上，若要与午夜凝相比，那便是小巫见大巫了。可头顶那滚滚结云所散发的威压，分明远超出了他可以抗衡的范围。而实际上，秦晴的资质确实很难走到这一步，想要成为眼玄境也几乎不可能，不然也不会被天金柱锐评为废柴。如今这副场面，倒也合情合理。贼老天，你真是想劈死我啊！我突破个境界，就这么让你无法接受吗？秦晴望着高天吐槽，他能清楚感知到，如果只凭嗜血魔天诀的话，恐怕就算把整个灵池掏个底朝天，也渡不过这一劫。这么快就来第二次，你身体能吃得消吗？午夜凝也不免担忧，连续渡5道双劫，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应该没问题，我凭本事突破的是一境，一没偷二没抢，以5渡道的话，应该不算借助外力。秦晴底气不足的道，要不你去试试，渡不过就下来。午夜凝也没啥经验。行。秦晴点了点头，飞上高天，结云内部电弧汹涌，数雷齐落，还想如上次那般给他一个下马威。有是一境的修为加持，秦晴明显从容多了，催动嗜血魔天诀，一手凝血阵，一手化神通，虽然几下就被雷劫击溃，但他至少没被劈得上蹿下跳，浑身焦黑那么惨。之后秦晴尝试以灵力演化出血色剑影，并在其中融入自己的5道剑意，用以渡劫。几次对抗下来，并未牵引出更恐怖的威压，还真行。得出这个结论后，秦晴心中大喜，一连用灵力演化出数把血剑，用其施展5道动作，在劫云中一顿胡乱挥砍。轰轰轰，一道道电弧被秦晴斩得粉碎，难以伤他分毫。有的电弧甚至刚刚形成，还处在幼年期，就被秦晴给斩了。如果天劫能开口，现在肯定会吐槽一句没道德。可很快，秦晴就意识到不对劲，因为他当时渡5劫时虽然狼狈，却也得到了很多锤炼。踏入世一境后，各方各面都是有大幅的提升的。若以现在这种方式度过道劫，固然是可以开辟出洞天，但相较之下，似乎少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想到这里，秦晴暂缓了动作，转而开始思索怎样利用天劫提升自己。道运吗？当年血石祖渡道劫时，已经用它开辟过不少灵池了，靠现在这些，显然能有成效。沉思片刻，秦晴盯上了劫云中不断闪烁的电弧，内心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之后又有天劫大肆劈来，秦晴挥动血剑时故意留有余地，而后牵引残留的少量电光，让其进入自己的眉心灵池。轰隆！那微不足道的一缕天劫入体，却如晴天霹雳般击得秦晴浑身一震，两眼发黑，差点从空中坠下来。小晴子，你怎么了？远处午夜凝大惊失色，距离遥远，他只能看到原本顺风顺水的秦晴突然变得摇摇欲坠，像是遭到了不知名的袭击。大小姐，我没事。秦晴咬紧牙关，稳定住身形，感受着眉心传来的阵阵剧痛，秦晴嘴角反而扬起一丝疯狂的笑意。经过残余雷劫这一批，那原本陷入瓶颈，似乎在难开辟的灵池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很好，再来。秦晴打起精神，继续挥舞手中剑影，与不断击落的天劫碰撞在一起，而后用同样的方法引天劫入灵池。这个过程，秦晴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稍有差错，必将会暴毙而亡。如果有道修知道他正在做的举动，一定会惊掉下巴，骂他疯了。如此引动了数次雷劫后，秦晴的灵池已经有了些膨胀的迹象，血色灵力夹杂着电光翻腾，汹涌而霸道，无处安放，隐约间化作异象分成。看来灵池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天劫强度。秦晴喘着粗气，面色凝重，眉心裂开了一道血痕，让人触目惊心。他不准备就此收手，而是要进行下一步动作，引动更强劲的天劫入体，开辟灵池。轰隆隆，电弧再至，秦晴神色坚毅，挺剑向前，灵池无法承载多余的天劫，开始让其向四周扩散，同时也冲击着那未知与迷蒙的空间。恍惚间，秦晴觉得自己的意识变得无比清晰透明，像是离体而出了一般，轻飘飘的。那进入灵池的一道道雷劫要从哪劈到哪里都不重要了。这是秦晴疑惑，难以言明。如今的状态，他能看到自己表情，也能看到远处的午夜凝。比起亲身经历，他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游荡者，在以另一个视角审视着自己。这是什么？秦晴迷失了，思绪越飘越远，不知是周围的场景在缩小，还是他的身影在变大。总之，他远离了本体，以更高的维度俯视着这方天地。猛然间，秦晴回过了头，惊觉一只巨大的、平静的眼珠子在盯着他。那是一只漆黑的、立在枝头的乌鸦的眼睛。它代表着什么？也许是死亡。这一刻，秦晴一个机灵，浑身冷汗直冒，遥远的意识被打回了本体中。他急忙停止引劫入体，内视己身，发现灵池被开辟出了不少，但早已处于了一个极限的状态，若再持续一息，必将崩裂。而那也意味着他将彻底身死道消。我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是梦吗？看着电弧引线的灵池，秦晴心有余悸，后怕不已，深呼吸了几口气，才确认自己还好好活着，并非回光返照。小晴子，你还好吗？午夜凝呼喊道。我没事。秦晴远远应了一声，回过神，继续对抗天劫。接下来的过程都很顺利，秦晴凝聚剑影，没入漫天电芒中。灵池经过天雷开辟后，不光变得广阔，其内蕴含的力量似乎也强大了很多，变得爆裂。又过了1个多时，滚滚黑云开始衰减，秦晴的灵池经过雷劫洗礼，一轮洞天成型，并趋于稳固，按照自己的节奏默默旋转着。
1日之内，秦秦连渡2劫，成为了试一境的午休与演玄境的道修。雷劫退去后，秦秦回到武叶宁身边，决定简单换洗后离开此地。毕竟2场雷劫离得过近，很容易引起修士的注意。虽然附近没什么大宗门，但还是谨慎为好。取了衣裳，秦秦寻到附近的一处天然温泉，3下5下脱去外衣，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跃尽全力。武叶宁来了兴致，也跳了进去。2人隔着大石各自洗浴。洗着洗着，武叶宁突然绕到了秦秦这边，脸红红的道：“小秦子，帮我搓搓背吧。还有，你之前不是学过推拿之术吗？好多年没按了，今天帮我按摩一下呗。”秦秦呼吸一滞，道：“在这里吗？”武叶宁点点头，心脏砰砰直跳。2人的身体都浸泡在腾腾的水汽中，只有脖子以上露在外面。虽然看不真切，但如何能不让人遐想？此前秦秦也经常帮武叶宁搓背什么的，但像今天这样赤裸相对还是第一次。武叶宁伸出藕臂扶着大石，微微偏头，娇羞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秦秦咽了口唾沫，道：“来了。”之后2人的身子靠得越来越近，看不到，但触感却是真实的，更增添了几分刺激与暧昧。几次接触下来，2人都有点上头。秦秦循着武叶宁的弱点，以缓而有力的速度上下其手，惹得少女喘息连连。“小秦子，那里也需要按摩吗？”突然，武叶宁眼神慌乱，颤声开口。秦秦没有说话，只是扶着武叶宁换了个姿势，在他耳畔吹了口气。“啊，这样会不妙的。”武叶宁阴牙轻咬，呼吸急促，脸上早已是旖旎一片，水下的光景不得而知。几番折腾后，武叶宁自然是浑身酥软，大口喘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后面擦干身子、穿衣什么的，也都交给了秦秦。“哼，这次算是让你占尽了便宜，下次我一定要报复回来。”武叶宁喘着粗气，恶狠狠的道。不知为何，秦秦只感觉又温馨又想笑，忍不住在武叶宁头上摸了摸。其实按实际年龄来算，2人都不是初出凡尘的青涩少年了，只是在修为的加持下，依旧保持着年轻的骨相。武叶宁更不必说，吞食神灵草后，现在还有些稚嫩的模样。所以很多感情2人心知肚明，只是秦秦心有顾虑，迟迟无法表露心声。而心直气傲的武叶宁偏偏在这件事上选择了深解人意，想让秦秦主动开口，一来一回下便陷入了这种情况。那最后一层关系，2人都默契地选择了理性，始终没有逾越。收拾妥当后，秦秦与武叶宁御空而起，准备出山。就在这时，数名修士迎面飞了过来，有男有女，看样子是在寻什么人。“这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秦秦道。“都怪你，非要得寸进尺，折腾我那么多次，现在麻烦来了吧？”武叶宁白了他一眼。“冤枉啊，大小姐！”秦秦莫名心虚。说话间，那几个修士飞至了近前，为首男子年纪最长，修为最高，约莫演玄境大成，剩下几人大都在启灵境巅峰或者以下，只有一个青年是踏入了演玄境。“咦，这不是……”秦秦见他们穿着同一的着装，不由得心中一动，再看武叶宁，已经是满脸漠然。那为首男子上下打量了他们2眼，很是热情，道：“2位小友，在下轩灵宗长老，道号云真子，刚才可是你们在这里渡劫？”武叶宁神色平静，道：“是与不是，和你们何干？”云真子也不动怒，拂须笑了笑，道：“2位小友不必紧张，我们此行并无恶意，只是见有人1日之内连渡2劫，定是不可多得的奇才，故想收入门下。师叔何必对他们这么客气？本来我们可以猎杀好几个是一境妖合的，被那2场雷声一惊，全部落空了。”这时，云真子身后唯一的演玄境弟子开口了，面带不悦：“不得无礼！”云真子回头瞪了那青年一眼，道：“如今我们轩灵宗处在发展期，急需各种贤才与弟子入门，怎能像你这样傲慢大意、目光短浅呢？那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入门吧？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假把式？”那青年被训了2句，还是不服，嘀咕道：“我踏入演玄境时，雷劫不比今天的威势小，以我的天资，同样能带领轩灵宗崛起。你云真子虽怒，但碍于轩灵宗现在的处境与青年的资质，不好闹得太过。就是云长老太多虑了，元生哥天资超绝，若是完全启动，对上那5家少主武士灵，把竹柳当宝贝的剑傻子王文甲，估计也不会落入下风。”云真子身后，一名身材与相貌都不错的女弟子出言帮衬，话里话外对叫做元生的青年颇有爱慕。嗨，元生虽然觉得这女人吹得有点太过了，但谁能拒绝一个异性的追捧呢？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不由得挺起了胸膛。“你们，哎！”云真子也不好说什么，重重的叹了口气。3言2语，秦秦已经听明白面前这几人在搞什么名堂了。与武叶宁暗中传音过后，拱手道：“云真子前辈，刚才正是在下渡劫。”“哦，果然是小友。”云真子一听，面露喜色，道：“我看2位的着装不像是宗门之人，可有门派？”秦秦腼腆的挠了挠头，道：“我等一介散修，无门无派，不过是侥幸得了些基础的法门，还不知后面的境界该如何修行。”“好。”云真子大喜过望，道：“不知2位小友可愿拜入我轩灵宗？我轩灵宗乃宣扬5宗之一，历史上出过数尊圣人，亦有至圣境以下的修行法门。”秦秦先是2眼放光，又故作沉吟，道：“有修行功法自然是好，但我们2人自在散漫惯了，加入贵宗容易坏了规矩。”云真子和蔼笑道：“不打紧，只要你们全心全意拜入轩灵宗，我们定当竭力培养，给予最好的待遇与最大程度的宽容。”听到这话，后面的元生又有点不乐意。他拜入轩灵宗多年，凭借资质才一步步走到今天，心高气傲得很，
怎能容许2个凡夫俗子与他平起平坐？至于其他弟子，心里也都有些不平衡，摆起了师兄师姐的架子，不愿意后来者居上。云真子眸光一沉，像是怕他们坏事般，神色微不可察地动了动，紧接着原生表情一怔，暗中传音了吗？秦晴双目微眯，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中冷笑道：果然，人与人的交集大多源自于想要得到什么，而不是给予什么。我倒要看看你轩灵宗能耍出什么鬼主意。入世闯荡至今，秦晴与午夜宁什么阴险狡诈、阴谋诡计没面对过，可谓是老油子了。尤其是秦晴，一手育人之道，使得炉火纯青，给几大宗门都惹去不少麻烦，哪会像小白一般轻易上当受骗？果不其然，原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光盛情邀请秦晴2人入宗，还劝其他几个弟子要豁达大度。几个弟子摸不着头脑，都是应下，呵呵的假笑。秦晴与午夜宁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去轩灵宗看看，至于是否拜入，还要再做考虑。没问题，这件事确实要慎重考虑，我们不强求。云真子抚须笑了笑，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几人不再多言，腾云驾雾往轩灵宗的方向飞去。不多时，一座云雾缭绕的山门出现在众人眼前，其上阁楼俨然，殿宇错落，有人御空飞行，也有人围观学道。粗略估计，弟子上千人，比玄炼教的规模大了半筹。让人意外是，这座山头竟然被人布下了护山大阵，散发出屡屡威慑的气息，想要进入需有专人接引。此阵难道是轩灵宗之前的圣人所布？不对，就算圣人也难有如此大的手笔。秦晴暗自思索着，心道：难道说是先有的此护山大阵，后有的山门？想到这里，秦晴眸光一闪，隐约有了判断，摸到一些底。参见云长老。这时护山大阵内传来声音，有弟子手持法器，将护山大阵开启了一个通道。云真子点了点头，带着秦晴2人与众弟子返回。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座偏殿前的平台，见这里站着200-300个修士，男多女少，有老有少，穿着各不相同的衣服，看起来都是散修。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修为的，其中最低者为启灵境小成，高的有达到启灵境巅峰的，也有3-5人如秦晴这般出入眼玄境。而午夜宁从一开始便压制境界，没有真正显露修为，在玉真子眼中，他的气息比秦晴稍弱一筹，大概是启灵境巅峰。此刻，这些散修都在各自交谈着，有5大3粗的男人不顾形象，坐在台阶上嚷嚷，也有女子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咦，这不是张兄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一披着兽皮的中年修士与胡子拉碴的大汉打招呼。别提了，前段时间惹到一个仇家，3天2头被追杀，这不正好进来避避。哎，是啊，外面的世道不好混，还是有个宗门当靠山安稳些。轩灵宗虽然没了圣人，但名声在外，这次扩收弟子算是个好机会。陈哥，那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启灵境巅峰的境界在外面也不低了，好好当你的山大王，拦些过路的杂毛，不香吗？大汉疑惑道。我呀，嘿嘿，媳妇怀孕了，我可不想孩子一出生，头上就顶这个小土匪的名号。中年修士笑道。哈哈哈，原来如此，恭喜恭喜啊！大汉摆手。旁边的修士们闻言，不论认识与不认识，都是围过来道喜。一时间，大殿前闹作一片。多谢，多谢各位壮士。中年修士也是乐乐呵呵的，一一谢过。云真子后面的几个弟子见状，都是眉头稍皱，觉得聒噪。其实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与这些无门无派的散修做同门师兄弟，觉得他们是山野蛮夷，又没资质，又不懂礼数。奈何宗门下了决议，他们也改变不了什么。云真子站定，朝秦晴与午夜宁笑道：二位小友，你们在此稍作等待，等人到齐以后，有专人安排你们去参加试炼，到时候根据结果给你们发放相应的功法与助长修为的丹药。午夜宁眉头一皱，道：来时不是说好要给最好的待遇吗？怎么到了这里又是另一套说辞？云真子故作为难道：我们原本是这样打算的，但没想到拜入宗门的弟子这么多，宗门的资源又有限，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了。午夜宁沉着脸，大有离开之意。没关系，妹妹，咱们先去看看那试炼地，再提退役也不迟。云真子前辈这么好说话，想来不会为难咱们。若是能通过试炼获得些高级功法，在此地安心修行也不错。秦晴在一旁唱起了白脸。是啊是啊，而且我们宗门的弟子性格都很好，你们又都是年轻人，很容易打成一片的。云真子笑着开口，对秦晴与午夜宁逐渐放松了戒备之心。行吧，听哥哥的。午夜宁应道。简单交代几句后，云真子便带着弟子离开了。秦晴立马现了原形，开始与形形色色的散修打交道，又与附近轩灵宗的弟子套近乎。一番熟络下来，秦晴打探到不少消息，得知这此地名为宣阳山脉，其内有5个宗门拥有圣人，轩灵宗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近几年，轩灵宗圣人陨，事件微弱，在宣阳5宗内失去了话语权。这么下去，要么被其他宗门吞并，要么就5宗除名，沦落为不入流的小宗。所以轩灵宗才搞了这么一出。过程中，秦晴得知轩灵宗修有一处玉丹房，主丹师字号出自碧霞，丹术无双。正是因为他的存在，轩灵宗才得以残喘至今。轩灵教主听取那主丹师的意见，大兴丹道，广派弟子出行，虽然收获了不少珍奇草药，但也只是稍掩宗门没落的颓势。原来如此，秦晴与午夜宁暗中盘算，盯上了轩灵宗的玉丹房，如果有机会，定要去里面光顾一番。不过当前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所谓的入宗试炼上。从一个大哥口中得知，宣阳5宗能够齐名，并非偶然，而是他们每个宗门都有一个像轩灵宗这样的护山大阵，5个都有。听到这番话时，秦晴心中一凝，宣阳山脉虽然只是3大山脉中的小小一角，但能有如此规模的护山大阵，定然来历不凡，越看越像是某个远古遗迹的残留，为了抵御什么东西。
看来这件事不能大意。秦晴打起了12分警惕，与武叶宁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动。如果情况不对，他们立刻开溜。另一边，云真子与袁生单独出现在了一间屋子里。袁生略显激动，道：“师叔，你之前说的开启北山秘境，可是真话？”云真子沉着脸道：“小点声，这件事不可外传。”袁生立马闭了嘴，止不住的点头。哎，若不是为了宗门的发展，我们和你师父也不愿意出此下策。云真子背过身，叹息一声，道：“据考察，北山秘境来历久远，非我人族所见，其门户上的妖纹与刻画保存完好，内部可能残存着大量至宝与秘典。可开启秘境和那些宗外蛮夷有什么关系？”袁生道：“妖族那些古文字，我们至今还无法破译，所以想要打开秘境，只有一个方法。”说到这里，云真子语气渐寒，道：“以血为祭，还不能是肉体凡胎的血，必须蕴有足够的道行才行。”袁生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云真子的意思，浑身止不住的站立。弟子明白了。袁生既期待又兴奋的道。云真子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你是宗门的希望，迟早会知道这些的。这次开启秘境，对你，对整个宗门都有极大的好处。你师父也可借这个机会冲击圣境。”是，师叔所言极是。袁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忧虑道：“师叔，那些散修体量不少，集结抵抗，事情有没有败露的风险呢？若是牵扯到熟人寻至，又会是一个麻烦。”对此，云真子只是冷哼一声，道：“一群散修，谁会在乎他们的死活？就算有人问及，便说北山秘境出了变故，无人料及，草草打发即可，谁敢说一个不字？至于集结抵抗，哼，我轩灵宗的护山大阵可不是摆设，进来难，想出去也没那么容易。”时至下午，轩灵宗偏殿前已经汇聚了400来号修士，算上秦晴在内，眼玄镜也不过10人。怪不得云信老道那么热情，原来我们是块肥肉。秦晴嘀咕道。眼玄镜作为修道的第2个大境界，看起来似乎并不高，但对芸芸众生来说，已经是一大门槛了。无数人穷尽一生都到不了这样的高度。这时，3名眼玄镜大成的修士降落在殿前，云真子也在列，看其着装与打扮，应该都是轩灵宗的长老。诸位道友，久等了，请随我到北山参加试炼吧。云真子见人数差不多了，满脸笑意的开口，将所有的含义隐藏在皮囊之下。哎呀，你们终于来了，等得我都不耐烦了。胡子拉碴的大汉开口发牢骚。一众修士也没有多想，一笑置之，有的神情肃穆，想着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试炼，有的起身拍了拍屁股，并不紧张。急什么？入宗之后，一切事情都会安排妥当。一名知情长老看着他们，冷冷开口。秦晴双目微眯，与武叶宁混迹在人群，跟随他们一路向北行。很快，一行人来到了后山，这里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平时少见光，阴气重，除了几座轩灵宗的零星建筑划分出区域外，很少有弟子经过。云真子引着众人来到了一座古殿前，笑道：“这里便是北山试炼地了，诸位请进。试炼过程很快，只需半个时辰便可出结果。”这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你确定我们是在这里试炼？是啊，怎么感觉阴森森的？有修士皱眉，提出异议。云真子道：“诸位放心，这座古殿是我们轩灵宗先辈所建，历史悠久，难免腐旧。之前入门的所有弟子也都是在这里进行试炼的。”好吧，既然云真子这么说了，众修士也不好再多言。毕竟轩灵宗作为宣扬5宗之一，在周围大小山脉的名声还是有的，应该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众修士陆陆续续进了大殿，开始沿着阶梯向下。随着他们的脚步，两侧的灵光一盏接一盏的点亮，将整个古殿映照的灯火通明。秦晴与武叶宁观察殿内，见这里空间极广，四周立着不少巨大的雕像，不知始建于什么年代，散发着古朴的气息。他们大部分都已残损，看不清原本面貌，但明显可以判断出不是人族。有些雕像保存的比较完好，腰躯宏伟而凶厉，自高处俯视下来，让人心震。这是看着这一幕，秦晴心中渐沉。这些雕像中，有的他曾在寿灵岛壁画上见过，而那已经是无尽岁月前的事了。也就是说，这座古殿的来历可能比他想象的还要久远。哇，这些雕像也是你们先辈刻的吗？怎么和真的一样？这是什么种族的妖兽？从来没见过。有修士感到新奇，上前触摸。就在这时，一个修士皱眉道：“咦，这些雕像上刻的古字好像有点怪。”众人闻言纷纷围了上去。不对，这好像不是人族的古字。那修士像是记起到什么，神色突然凝重。会不会搞错了？这些玩意儿刻在我人族的地界，怎么能不是人族的古字？众修士疑惑。不会错的，我曾与一名长者半道同行，他是专门研究妖古文的，当时曾有展示，与眼前这些刻文一般无二。那修士十分笃定，说完后面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众人隐约间意识到了什么，纷纷看向3名轩灵宗长老，发现他们不知何时已经挡在了身后，拦住了出大殿的路。云真子，你什么意思？这些鸟文明明是妖族的玩意儿，为什么说成你轩灵宗的？胡渣大汉率先嚷道，祭出一把大斧攥在手中，眼中杀意腾腾。难道你们将我等带到此地，另有企图不成？其他修士也沉声开口，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他们的修为大多在启灵境，就算人数再多，也不可能是3个眼玄境大成的对手。既然你们已经察觉到了，我们便不装了，摊牌了。一个轩灵宗长老冷笑道：“我轩灵宗这次招人，根本不是想扩收什么弟子，只是借你们的项上人头，开启这北山秘境而已。”你！众人又惊又怒，没想到轩灵宗竟敢这般明目张胆地取他们的命，同时也深感胆寒，因为这次动作不可能是面前这3人谋划的，一定有其他的高层参与。对此一幕，秦晴与武叶宁早有预料，并没有表现得多慌张，而其他修士早已炸开了锅。
你宣灵宗贵为宣阳五宗之一，我们在外遇见，哪个不是敬畏三分？如今为何要做这种龌龊之事？就是亏我们这么信任，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不怕子孙后代遭天谴吗？不怕给宣灵宗带来报应吗？有女子指着宣灵宗3人斥责：云前辈，你若是放过我们，今天之事我们权且当作没发生过，绝对不会乱说。也有修士求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能谋一条生路。沉默许久，云真子终于开口了，满脸歉意道：各位，实在对不住了，把你们带到这里，我心怀愧疚，但为了宣灵宗，只能委屈各位，牺牲一下了。众人闻言都是心里咯噔一声，他们知道今天再无退路可言了。云真小儿，你放什么屁，受死！就在这时，人群中传来暴喝，一个魁梧身影手持利斧，飞身便向宣灵宗3人挥砍过去，正是那胡子拉碴的大汉。他看起来只有启灵境大成，但实际上是个11境小成的武修，这番隐藏修为混进来，只是为了躲避风头，根本不想学什么宣灵宗的狗屁道法。大胆，退下！一个宣灵宗长老出言呵斥，衣袍猎猎，展露眼玄境大成的全部修为，但这番功夫，大汉已经贴到了近处，这个距离厮杀，他还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老道，给我死！胡渣大汉怒吼，连连出手，一把大斧甩出数道狂放的武艺，逼得那长老连连后退。轰！就在这时，一道神芒骤现，击在了大汉背上，另一名宣灵宗长老出手，在旁帮衬。大汉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踉跄退回众散修身前，后背传来火辣辣的疼痛，已然是一片血肉模糊。张兄，你怎么样了？身披兽皮的中年修士急忙将大汉搀扶，运功帮他疗伤。哥哥，我没事。大汉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骂道：奶奶的，若不是那老道搞偷袭，我高低得宰他们一个。其他众人见状，都感觉有了些生的希望。若是阵营中还有其他隐藏高手，这3个眼玄境大成的长老也许未必不可战胜。哼，以为我们都是软柿子吗？今天让你宣灵宗后悔！果然，另一名眼玄境的修士站了出来，灵池中飞出一轮法宝，做弯月状，感受其气息，竟然不弱于眼玄境大成。之后又站出来5、6人，有武有道，都是深藏不露，且有超越自身境界的法宝者。我们合力闹出点动静，只要能杀出这大殿，定会有人前来搭救。几人气息涌动，外界修士若是知晓你们的所作所为，定会前来共主讨伐。到时候世间再无你宣灵宗的立足之地。后面的众修也都开口，一个个目露愤恨之意。400多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显露出修为，气势汹汹。哼，一群蝼蚁也敢妄图撼树，早点放弃抵抗，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宣灵宗长老面带不屑，神色桀骜，并没有因为人多而感到慌乱。可恶，弟兄们，跟我上！照出弯月法器的修士咬牙，大手一挥，以神芒护体，向宣灵宗3个长老杀去。其他几个站出来的人，包括受伤的胡渣大汉在内，也都冲杀上前。一时间，数道身影缠斗在一起，各种神通不断碰撞，武艺与道法在大殿内挥洒。轰轰轰！轰鸣声滚滚回荡，有些境界低的修士热血沸腾，想上去帮忙，不慎被几人散发出的余波击中，当场大口吐血，惊恐而回。修士与修士间的争斗，不是人多就能起到效果的，境界碾压，来1000、1万也不是对手，就算10万，屠光也只是时间问题。当然，特殊情况下，拖延不失为一种战术，但现在这种处境，显然没有人愿意搭上性命，白白赴死，只能寄希望于出面几人可以力挽狂澜。秦秦与午夜将几人的争斗看在眼里，并没有急于出手。他们猜测云真子等人一定还有隐藏手段，不然不可能布下此局。果然，争斗之中，云真子的胳膊被划出一道血口子，只见他神色一寒，照出剑与守山弟子所持同样的法器，口中念诵咒语。下一刻，一道恐怖的力量被他引动了，凝重的威压从虚空中涌出，化作一道长虹，直接向祭出弯月法宝的修士洞穿而去。那修士大惊失色，想要躲闪已来不及，情急之下只得以弯月抵挡，可瞬间便被长虹击碎了，连带着眉心被击出一道血窟窿，命丧当场。扑通，那修士的尸体从空中坠落在地，发出一声闷响，双目保持生前那般大睁着，眉心鼓鼓涌出鲜血。这一刻，整个大北山殿中陷入了沉寂，所有修士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身子站立。刚才那是什么？圣境，绝对有圣境之力。完了，我们全完了。有修满眼恐惧，抱着头往后退，众人心情跌落谷底，生出一股绝望感。诸位，还要斗下去吗？云真子神色平静，淡淡开口，手中法器似一个龟甲，上面有些纵横的纹路与坐标，随着他的催动而发光。如果他们眼玄境大成的修为处理此事还有风险的话，那么加上这护山大阵，可谓万无一失，击杀一众修士，如同踩死蚂蚁那样简单。几个站出来的散修都是面色难看，心中生了畏惧。老道，爷爷我不怕你！手持利斧的大汉咆哮着，怒发冲冠，继续招云真子杀去。哼！云真子冷哼一声，心念一动，恐怖的长虹再次从虚空中凝聚出来，直接以圣境之威将大汉格杀。扑通，大汉的尸体坠落在地，鲜血从心口冒出来，沿着地板向众散修的方向蔓延，所有人都惊恐不已，不断的后退。云前辈，你饶我们一条命吧，求求了！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有修士扑通一声跪伏地上，颤声祈求：要不我留下一条胳膊吧，我不想死。有他带头，后面人又是跪倒一片，哭天喊地的叩首。几个出面的修士都是咬牙，不敢再有动作。其中一人道：几位长老，我弟弟乃是宣阳五宗之一赤阳宗的弟子，
可不可以看在他的面子上，对我网开一面？云真子前辈，我结拜兄长，乃长月山老祖，有一定的势力，见我未归，一定会追查至此，令几人也开始想尽办法，各求保命。哼，还不明白吗？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你们的血是对我们唯一的价值。一个轩灵宗长老居高临下的道。你们所有人都脸色发白，忍不住打颤，心中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秦晴与午夜凝立在人群中，冷冷地看着云真子。他们并非没有手段离开，只是想知道这轩灵宗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这所谓的北山秘境又隐藏着古妖族怎样的隐秘。之后，云真子与另外一个轩灵宗长老相视一眼，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吧。好。另外两人点头。说罢，云真子单手结印，默念法诀，龟甲上的数个坐标同时亮起，一股股莫名的威压在大殿中积聚。轰！紧接着，数道长虹突兀的在云真子身后浮现，接连向着殿内众人击射。最前方的修士躲闪不及，当场惨死，炸作血泥。啊呀！人群顿时陷入了惊恐与慌乱，四散着逃遁。有人躲在巨大的妖族雕像后面，有人则冲天而起，想趁机逃出大殿。哼，想逃？云真子眼神毒辣，引动护山大阵，将所有妄图逃遁的人拦腰斩断，大片血花洒落。快逃！众修士彻底绝望了，如同无头苍蝇，等待被长虹斩杀的命运，毫无抵抗手段。秦晴身手迅猛，抱着午夜凝在人群中左躲右闪，并没有什么损伤。后面还有地方！慌乱之中，有修士指向大殿深处，那里是一片昏黑，似乎还有广阔的空间。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只能慌不择路的远离云真子三人。秦晴、午夜凝也与众修士一道向大殿深处而去。哼，要的就是你们往哪里逃！云真子立在远处，并没有追上去，只是操控护山大阵，不急不慌地往里屠杀。等他们死得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饮血祭门。另一长老冷冷道。古殿深处，众修士嘈杂不已，仓皇逃遁着。两侧残存的妖像高耸威严，跳跃的灵光如同鬼火。他们身后，恐怖的长虹还在追来，触之即亡，没有人敢停下脚步。没过多久，秦晴与午夜凝等人被逼到了一处巨大的门户前，周围全是封闭的石墙，让人陷入了死地。这可如何是好？有修士惶急，号召大家一起推开石门，逃出升天。可尝试了几次，却发现根本撼动不了。这石门上刻有古朴的纹路与图案，非同寻常。秦晴转身看向身后，见数道恐怖的长虹还在逐步扫来，但原本400多个修士并没有折损太多，至少还有300多人。看来把我们逼到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这门后面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秦晴沉声道：你不是懂古妖文吗？快看看这门上写的什么。这时，一个眼玄境的修士将之前认出妖文的修士揪到了近前，把他按在门上。我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哪能认识这么多？那修士无能为力，都快急哭了。快说啊！一个字也说。众修士围了上来，显然都被恐惧占据头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这上面写血迹、战利品什么的，那修士硬着头皮辨认。哎呀！就在这时，人群后方再次传来凄厉的惨叫。众人回头，见那激射而来的长虹陡然提高了速度，变得纵横交错，杂乱无序，每一道都带走数条人命。短短数息，已经有数十人被洞穿了。强点的修士还能拖着半截残躯在地上摸爬，修为弱的直接被击得尸骨无存，化作血雾。众修士你挤我，我挤他，疯狂的逃避躲闪，但都只是徒劳。圣境长虹不断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如同密集的大网，不给任何人逃脱的机会。呜呼，天要亡我，这里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啊！有人仰面流泪，被长虹洞穿亡。一时间，大片的血花在空中炸开，妖族谷门前仿佛下起了血雨，地面上烂肉无数，各种血肉的混杂物，粘稠而让人恶心。支撑了片刻后，秦晴与午夜凝也避无可避了。面对夹击而来的长虹，两人果断祭出太眼炉，纵身跃入其内。轰轰轰！太眼炉震颤，一道道长虹击在炉壁上发出声声巨响，而后被弹反向4处，并未对炉体造成什么损伤。两人便操控着这口炼丹神炉，在妖殿谷门外闪转腾挪，抵抗四面八方而来的长虹。他们有法宝，这炉子竟然能抵挡圣威，至宝也！这番景象自然吸引了剩余修士的注意，一个个都是面露喜色，难掩激动之意。经过胜利长虹的几轮屠戮后，大殿内已是一片血腥，存活的修士只剩20-30个了，而他们也大多是有点本事的，对活下去有极度的渴望。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生的希望，但显然一个炉子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人。少侠，求你让我也进炉内避一避吧，我求你了！有人颤声开口，朝秦晴与午夜凝祈求。可他刚说完这句话，脑袋便被身后一道神芒削飞了。出手的是一个眼玄境的修士，此刻正喘着粗气，面带狂喜。二位小友，请让我进去吧，只要你们救我一命，我愿意为你们当牛做马，永世为奴。那眼玄境修士红着眼睛，眸中有些癫狂之色。面对死亡，恐惧足以让人疯狂。抱歉，你没有资格当我的奴仆。对此，午夜凝只是冷漠地看着他，并无出手搭救的意思。秦晴亦是如此。你们那修士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说话间，又有3-5名人被长虹击中了，惨死当场，鲜血溅在还活着的修士脸上。这种时候还求什么求？杀了他们，把那炉子夺过来便是。
谁的此炉谁活？你们若肯听命于我，助我夺炉，我给你们留下位置。话音响起，数道身影一齐向秦秦与午夜凝冲杀过去，头顶法器绽放灵光，各种神通与术法齐出。他们的眼中再也没有了半分和善，只剩下对生强烈的贪婪与浓郁到极致的杀意。其他一些修士同样对太眼炉眼红不已，纷纷腾空杀去，只想尽快夺炉，把握最后的生机。哼！秦秦冷眼相看，催动太眼炉迎着他们撞去。大炉碾过，最先冲杀过来的几个修士当场被撞得四分五裂。这一击下来，其他杀来的修士又胆怯了，上也不是，退也没活路。犹豫间，又有数人被长虹击杀。哎呀！二位小友，求你们了，求你们了！剩下的人吓破了胆，哭喊着跪伏在地，希望秦秦与午夜宁能够原谅，能够搭载。秦秦不做理会，呼啸着从这些人身边经过，将3、2个还在苦苦支撑，没有对他们以及其他修士动手的人接入炉内。多谢二位救命恩人！这3人浑身血污，艰难的开口，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缺了腿，最严重的一人半边身子都没了，全靠毅力在支撑着动作。轰轰轰！太眼炉阵战，守山大阵的威势似乎又增加了。炉外的修士没撑几息，全部丧了命，而长虹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就在这时，他们旁边那道一直紧闭的妖族古门震颤了一下，仿佛感知到了某种力量，地面上的血迹受到牵引，开始沿着门户上的纹路向上攀爬。很快，古门上的刻纹与图案全部被填满了，赫然成了一道血淋淋的血门，瘆人至极。血液中的修为尽数向门内涌去。轰隆！古门震动，中间裂开一道缝隙，并向着两侧缓缓打开，引得烟尘纷飞，一股古朴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秦秦与午夜凝心中一动，直接驾驭着太眼炉向门内飞去，远离了长虹的攻击范围。二位，嗨嗨，二位！太眼炉内碎了半边身子的陈姓修士艰难开口，一只拳头紧握，似乎攥着什么，每说句话都会咳出大口的鲜血。兄弟，你说我在听秦秦蹲下身，运转嗜血摩天诀帮这个修士止血，但他知道此人伤得太重，就不回来了。兄弟，求你！那修士眸光有些涣散，摊开血手，将一颗兽牙重重地握进秦秦手中，道：“求你帮我把他带回金开山，交给一个姓苗的女子，告诉他。”话没说完，他的脖子一歪，彻底失去了生机。秦秦为这个修士叹了口气，将兽牙收好。这会儿功夫，几人行至了一处昏黑的溶洞里，四周地形繁琐，寂静无声，也没有太多光源，但石壁上残留着大量征杀的痕迹，还有许多巨大的爪印。秦秦操控太眼炉降落下来，与午夜凝点亮神通，见地面上堆满了无数妖族残骸，不知存在了多少年月，大部分都已腐朽，一碰就碎。这里到底死了多少妖族？秦秦沉声开口。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不少断裂的兵器与残破的甲胄，与万血海下面那些骷髅兵极其相似，几乎可以断定就是异族兵将所穿戴。这些妖族骸骨与异族兵甲混杂在一起，哪怕身死，还维持着厮杀的姿势，杀气久久不散。很难想象他们生前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肉搏战。看来此地是一处古战场，妖族与异族在这里爆发了极其惨烈的争斗，伤亡难以估量。两人这般猜测，不由得心情沉重。这时，秦秦注意到旁边的石壁上有些图案，走近一看，同样是古妖文，难以辨认。我祖父昌，斩伏天7族6地，力竭而陨，不辱妖族之名。秦秦身后，那断了胳膊的修士突然开口，之前了解过古妖族文字的也便是他。7族6地，难道这里面还有其他异族存活？听到此话，秦秦心里咯噔一声，毕竟天津柱亲口说过，异族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众人情不自禁望向四周的黑暗，寂静中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寒意，让人呼吸压抑。极远处还有一些光源，忽明忽暗，不知为何物，如同悠悠夜夜的眸光在注视着他们。秦秦将之前那名身死的修士从太眼炉中取出，简单埋进骨堆里，随后打算与午夜凝去溶洞更深处查看，若遇大凶险，也可用太眼炉保命。另外2名修士伤势过重，跟过去帮不了什么忙，又对黑暗中的可能存在的生物感到畏惧，便决定在浅处找个角落运功疗伤。秦秦与午夜凝应允，两人不做多留，御空而起。而古妖大殿里，云真子等人也停止了催动护山大阵，其中一人道：“持续了这么久，想来里面那些散修应该死光了。”云真子呼了口气，压抑不住眼中的激动之色，道：“进去看看，这么多血，足够打开妖族古门了。若得至宝，我轩灵宗崛起矣。”昏暗的溶洞中，寂静冰冷，点点微光闪烁，不知代表着凶险还是机遇。秦秦与午夜凝提防着暗处，向光源靠去。越往深处，大妖的骨骼越多，巨大的牙齿、利爪随处可见，也不再像前面那般腐朽如尘土了，有的甚至保存完好。秦秦以冰魄神剑斩击，难以伤之分毫。可惜死去太久而失去了神性，不然炼入冰刃中将是极大的提升。秦秦叹息。穿过层层断壁后，两人接近了一处较大的光源，这里有数具庞大的骸骨匍匐在地，空洞的眼窝中漆黑深邃，甲胄与躯干上有许多断口，极其平整。难道这些是异族之地？秦秦与午夜凝神情凝重，不敢贸然接近。这些骸骨上散发着极强的凶力与杀伐之气，即便消磨了无数岁月，依旧可以将他们杀伤，很难想象其主人生前有多强。而那些若隐若现的光源，大多是他们残存甲胄与兵器所散发的寒光。秦秦运转修为，小心翼翼地接近骸骨，到达一个极限的位置后，以太眼炉收了一些杀伐气回来。冰主杀伐，这些杀气对练兵有不小帮助，但不可过量使用，不然容易被凶兵反噬。
之后，两人绕过几具大胸骸骨，继续深入。期间，吴叶宁看到前方有数道血光，静静的伫立在黑暗中。两人接近，发现是几块晶莹剔透的血玛瑙，而他们脚下的地面也是一片赤红。看来是那一战后，异族之地与大妖之祖的血液无法干合，久而久之形成了这些结晶。两人猜测到，以嗜血魔天诀对血玛瑙进行探查，发现他们是炼器的好材料，但混杂了大量异族之力，不知能否被人所驾驭，强行炼化可能会适得其反。咦？这时，午夜凝灵池中沉寂许久的异识之核震动了一下，与血玛瑙产生了感应。这异识之核是异族将死的无上强者参悟天官漫道化来的东西，像是一种生命的另类延续，只是不知该称其为生命体还是物体。不管了，先收走。两人不管3721，将这几块血玛瑙尽数收入囊中，继续前行。过程中，两人收集了一些大妖的妖核，虽然丧失了许多精华，但对如今的他们还是大有裨益。发财了，发财了啊！秦秦忍不住开口，心道这次真是没白来。两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继续向有光源的地方搜刮。可当他们接近了黑暗中的遗物时，顿时僵住了。那是一座小山般的躯体，身子前倾，半跪在地上，头生犄角与獠牙，背生两翅，浑身穿带着森然的甲胄，几乎没有损伤。其肌肤与血肉也没有干涸，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四只眼珠子愤怒且鲜活，冷冷地瞪着他们，散发出惊天杀意。我靠，活的！这一刻，秦秦与午夜凝只感觉浑身发凉，汗毛耸立，想都没想，跳进太眼炉便往回逃。可逃了一段距离，两人发现那仅剩的异族并没有追过来，身后也没什么威势，便又怀着忐忑的心情返了回去。两人隔着一段距离暗中观察，见那异族依旧保持着半跪的姿势，浑身上下虽然没有伤口，但地上却有一滩干涸的血迹。这家伙死了。秦秦心中惊疑，事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就是这异族的肉身太强了，虽死却不腐朽。不过其应该没有成神，而是准神之境，不然血液会像除少菌那般生生不息的流淌。出于谨慎，两人绕到了这异族背后，发现他的背心插着一把雪白的刀，由骨制成，锋刃上妖气腾腾，森然无比。正是这一把妖刀要了异族大兄的命。好强，一刀斩穿甲胄，直击生命本源，纵是准神也无法遏制生机的流逝。到了这里，妖族的骸骨少了很多，两人鼓起勇气飞到异族近前，在他身后的地面看到一连串干涸的血迹，洋洋洒洒没入了深处的黑暗中。看样子他可能是在逃离的途中被此刀命中，最终命丧于此。轻轻尝试将妖刀拔出，可使尽了浑身解数，无法做到。看来我们不是妖族血脉，催动不了此刀。午夜凝开口，两人都感觉很遗憾。之后他们顺着异族残留的血迹继续往黑暗中进发，希望能寻到妖刀的主人，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随着深入，大妖的骸骨越来越少，前路上几乎只剩下了异族强者的兵刃与甲胄，成合围之势，染着血污，堆积成山。难道这些都是被那尊妖族所杀？两人看得惊心动魄，恍惚间仿佛回到了这片远古战场，听到了震天的喊杀声。最终两人停在了一个简简单单的石座前。这石座孤零零地伫立在无数残骸之间，座上面盘着一只毛茸茸的雪狼，头颅深深地埋在毛发中，双目紧闭，似乎只是陷入了沉睡。不过它并非人族传统所说的狼，而翼向后侧斜，很是凌厉，眉心与尾部有尖锐的骨刃突出，可以用来对敌。獠牙与爪子力且长，被骨甲覆盖，是厮杀的利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远古妖族，体内流淌着最原始的血脉，浑身每一处器官都是为了应对恶劣的环境与征杀而生。不知为何，秦秦与午夜凝感到有些难过，可能是因为眼前这一幕与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庞大的妖躯沉尸万里，亘古不腐，也没有大片的神血挥洒，惨烈而悲壮，只有一个石座，一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雪狼。毫无疑问，他已经死去了，所有生机全无，只是肉身太强，足以抵抗岁月的侵蚀，头顶还戴着一顶神骨铸成的地冠，同样完好无损，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身份。把他带走吧，也许以后会对我们有作用。午夜凝轻声道。秦秦点了点头，默默取下地冠，将妖祖之尸收入乾坤。到了这里，溶洞算是来到了尽头，无路可走了。秦秦与午夜凝打算按原路返回，试试能不能用这地冠拔出古妖刀。没过多久，两人听到前路上传来动静，细细一听，原来是有人在说话。怎么样，能拔出来吗？一人道。不行，拔不出来，这怪物的血肉太紧实了，跟活的一样。另一人吃力地回答。秦秦与午夜凝隐藏在暗处，悄无声息地靠近，见云真子三人立在庞大的异族古尸前，正在发愁。来，让我试试。云真子沉着脸落在异族背上，浑身绽放灵光，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古妖刀还是纹丝不动，这可如何是好？一路走来，全是些破铜烂铁，什么至宝都没有，唯一一把宝刀还取不出来。另外两个长老愁眉苦脸。无妨，一会儿将外面的尸体处理一下，把主丹尸换进来。若是能炼化此体，神刀和宝甲都将归于我宣灵。云真子说着，突然眉头一皱，盯向古尸身后的地面。那里有除了干涸的血迹外，还有几个脚印，恐怕不是没有至宝，而是被人捷足先登了。云真子猛地抬头看向血迹蔓延的方向，面色变得阴寒至极。捷足先登？另外两人发愣，道：你是说有人在守山大阵的屠戮中活了下来？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圣威啊，我们都抵挡不了。突兀间，黑暗中浮现出一道金光，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砸来。
正是太眼炉。不好，快退！云真子急呼，匆忙向旁边闪身。一名长老没反应过来，直接被秦晴与午夜凝震得血肉模糊，惨死当场。是你们！云真子认出炉内二人，神色变了又变，当机立断道：“他这炉子是至宝，你速速去禀告宗主，带人前来支援，我拖住他们。”好，好！幸存下来的长老回过神，仓皇向溶洞外飞去，心中后怕不已。秦晴与午夜凝哪能如他的愿，驾驭太眼炉在空中一个急转弯，径直朝他碾压过去。啊！不，别杀我！那长老被吓破了胆，在断壁残垣间左闪右躲，但根本逃不出太眼炉的镇杀范围，眼看也要毙命。小辈，休得猖狂！危急关头，云真子大喝一声，手中龟甲灵光熠熠，数道长虹从虚空中凝聚出来，向炉内的秦晴二人击射。可恶，秦晴无奈，只得偏转炉身。太眼炉虽然神异，但毕竟不是全方位无死角，炉口处同样能被杀伤，需要不断调整位置。有了这个机会，那长老遁到了极远的位置，想要追上已经来不及了。秦晴见状，直接取出冰魄神剑，以淡金色武艺御冰朝那长老背心掷去。噌！剑鸣声清冽，冰魄神剑在黑暗中留下一道璀璨的长弧，速度奇快无比。云真子和那长老都是心惊，没想到秦晴除了太眼炉，竟然还能有大成玄冰这种杀气，若被命中，非死即残。砰！砰砰！情况危急，那长老一连祭出数件法宝，都被冰魄神剑斩碎，但也卸去不少力道，最后用肉身硬抗一击，拖着血淋淋的残躯踉跄消失了在了黑暗中。见此情景，秦晴与午夜凝都是心中一沉。哈哈，小辈，等我轩灵宗高手赶至，尔等难逃一死，不如乖乖将至宝送上，备下屠戮罪名，饶你们一条性命。云真子大笑，老东西，你真是脸都不要了。秦晴催动冰魄神剑，同时驾驭太眼炉，一齐向云真子杀去。云真子不慌不乱，且战且走，手中法器神异，不断从四面八方召唤出圣芒，与他为敌，无异于整个守山大阵争斗。秦晴恐冰魄神剑损坏，只好将之收回，但这样一来，杀云真子的难度又增加了。两人几次催动太眼炉进攻，都未能取他性命。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大小姐，你掩护我去拔那妖刀。事已至此，秦晴决定做出大胆尝试，不然轩灵宗众修赶来，他们将难有机会。好！午夜凝应了一声，两人果断向一组古尸飞去。之后，秦晴纵身一跃，落至古尸背上，翻手取出妖族地冠，往头上一戴。嗡！这一刻，秦晴只感觉双耳轰鸣，头痛欲裂，千丝万缕的妖气从冠内涌出，将他浑身缠绕。若非修有武道，必将无法承受。小秦子，你怎么样？午夜凝忧虑万分。我没事。秦晴扶着脑袋，咬紧牙关，引动万千妖气，一步步向古妖刀走去。那是远处，云真子看见妖冠，顿时变得呼吸急促，大喝道：“小子，留下地冠！”说罢，他激动地将护山大阵催动到极致，一道道圣威长虹从虚空中显化，密集地向秦晴击射。午夜凝收回心神，急忙驾驭太眼炉，守护在秦晴身侧，将所有攻势尽数挡下。这番功夫，秦晴已经来到了古妖刀近前，双手握住刀柄，狠狠一用力，噌！古妖刀被拔出了一寸，无边的妖气与杀伐气外溢，将秦晴的衣衫与黑发震动，凌乱不已。同时，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异变，有妖族古纹与图案浮现在脸上，十分诡异。秦晴闷哼一声，面露痛苦之色，但也证明了有着地冠加持，确实可以催动妖族古兵。小秦子，不可勉强啊！午夜凝急切呼喊。啊呀！此刻秦晴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忍着剧痛，仰天长啸，浑身肌肉用力，一口气将整个妖刀从一组古尸上拔出。轰！这一刻，刀芒卷着妖气，将云真子照出的圣威长虹全部泯灭。秦晴手持古妖刀，大口的喘息，双目中清明不在，赫然成了一双妖瞳。小秦子，午夜凝神色担忧，不知秦晴现在状态如何。好！秦晴张口发出一声低吼，露出尖锐的獠牙，手握妖刀，满头黑发张扬，大步朝云真子杀去。你疯了！云真子深感不妙，急忙向溶洞外逃遁，同时召集护山大阵向秦晴轰击，希望能拖延一点时间。轰轰轰！秦晴身披妖气，动作矫捷，古妖刀连连挥砍，将所有长虹摧枯拉朽的斩灭，数不清的石壁与柱子崩裂，三步两步便一跃至云真子面前。啊！你！云真子大惊失色，慌乱中祭出一柄刀剑，向秦晴胸膛刺去。秦晴妖刀一扬，云真子的手臂应声而断，大片鲜血挥洒。云真子吃痛，又是祭出数件法宝，向秦晴面门砸去。好！秦晴低吼一声，一双妖瞳森然可怖，刀芒横斩，万法破碎，一颗染血的头颅横飞。砰！妖气入体，云真子的身体炸成无数碎片，仅剩的头颅滚落在地，双目大睁，死不瞑目。秦晴手持妖刀，仅仅两招取了云真子性命。午夜凝赶了过来，刚想开口，却见秦晴猛地转身，用妖刀指着他的眉心，浑身妖气狂涌，无法遏制。小秦子，午夜凝轻声呼喊：“大小姐，不要过来，我会伤到你。”秦晴咬着牙，浑身颤抖，竭尽全力与脑海中的妖异相抗衡，这才没有失控。显然，这地关与妖刀非妖族不可驾驭，人族催动必被反噬。而秦晴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将要丧失本心。我不怕，你坚持住！午夜凝不顾危险，
快步走到秦晴身侧，用力将他头上的地冠卸了下来。秦晴脚下一软，直接栽在武叶宁怀里，手中妖刀砰然坠地，所有妖气也在这一刻开始消散。呼，多谢大小姐。秦晴虚弱的笑了笑，身上古妖纹缓缓隐退，只催动了这妖刀2下，差点被要了半条命。亏你还笑得出来，知不知道你刚才有多吓人？我都急死了。武叶宁骂道。不待他们喘息，远处再次传来破空声，10几道神芒由远及近，快速放大，不用想也知道是那轩灵宗的高手支援过来了。武叶宁扶秦晴起身，两人收好妖刀与地冠，又从云真子的残骸中找出催动护山大阵的龟甲法器，而后跃进太眼炉里。大小姐，你研究一下那龟壳，我来应付他们。秦晴沉声道。好。武叶宁盘坐下来，试着掌控轩灵宗的守山大阵。这番功夫，轩灵宗众修已经赶了过来，一个个眸光阴沉，杀气腾腾，气息皆在眼玄境大成之上，还有数人达到了准圣之境。就是他们，就是这2个妖道屠光了殿内散修，还将李师兄杀害了，云师兄肯定也遭了毒手。为首带路的正是那个从秦晴剑下捡回1条命的长老。老东西，你说什么？自己做的孽，反过来倒打一耙。秦晴只觉怒火中烧，恨不得撕烂他的老嘴。那长老吃了秦晴一剑，至今后怕，现在被这么一吼，顿时畏畏缩缩，不敢吱声了。轩灵宗不少长老闻言都是微微皱眉，轩灵宗主显然知道内幕，此刻急于杀人灭口，斥道：小辈，你杀我轩灵宗长老弟子，人证物证俱在，还不承认？受死！说罢，他直接催动神通向秦晴与武叶宁杀去。其他长老见状，也更愿意相信与自己同门的话，都是不由分说向秦晴2人出手。卑鄙无耻的老家伙，今日砸了你这轩灵宗，取你狗命！秦晴懒得与他们解释什么，催动太眼炉轰隆隆压落，径直向轩灵宗主砸去。拦住他们！轩灵宗主大喝，连连催动术法，但轰击在太眼炉上却难以造成损伤。小心他们那个炉子可以抵挡圣威，李师兄就是被炉子震杀的。带路而来的长老匆忙提醒道。轩灵宗众修士闻言都是作鸟兽散，远远躲开。老东西，就你长了张嘴是吧？秦晴杀心大起，并指如剑，朝那长老遥遥一指，冰魄神剑陡然出鞘，在造化天成功与淡金色武艺的加持下，状若流星，势不可挡。不啊！那长老先前被秦晴逼出了所有保命手段，此刻再也逃脱不得，被冰魄神剑洞穿眉心，暴毙而亡。小辈，你大胆！秦晴当面杀人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轩灵宗众修，他们齐齐朝炉口施展神通，要将2人格杀。秦晴蛮不讲理，驾驭太眼炉横冲直撞，又将2个眼玄境大成的长老撞死。眼见这么多人竟然奈何不了秦晴，轩灵宗主只好取出法器，似乎是另一部分龟甲，同样可以催动护山大阵。轰轰轰！圣威长虹从4面8方浮现，不断轰击在太眼炉上，震得秦晴一阵晃荡。其他长老加紧攻势，神芒如海，往炉口里灌。午夜凝手持法器，盘坐炉内，数个光点在龟甲上忽明忽暗，快速闪烁。该死！秦晴知道不能再与这些人缠斗了，驾驭太眼炉往溶洞外冲去。所过之处，所有修士莫敢阻拦。小辈，哪里逃？拿命来！一众轩灵宗强者各施手段，在后面紧紧追杀。很快，太眼炉飞过了血淋淋的古门，又穿过一尊尊巨大的妖祖石像，从北山大殿中呼啸而出，直上高天。嗡！就在这时，秦晴2人前方的天空中浮现出一层大幕，其上道纹流转，神秘莫测，隔绝了一方天地。太眼炉撞在上面，被挡了回来。哼，小子，以为我轩灵宗的护山大阵是摆设吗？今天你们2个难逃一死，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过偿命。他们身后，轩灵宗主冷声开口，领着轩灵宗众修穷追不舍，神通术法远远的击来，数不清的圣威长虹洞穿而至。不让我们走？好，那就留下来陪你们玩玩。秦晴神色一寒，猛然催动太眼炉掉头，向着前山疾驰。那里是轩灵宗的山门所在，也是宗内弟子聚集最多的地方。小辈，你想干什么？几名轩灵宗长老看到秦晴此举，顿时慌了神。